她是天下最美的仙子，也是天下最强的修士，却无意中发现她只是别人笔下杜撰出的人物。原来她拼尽一生得来的荣耀，不过是别人事先为她安排好的剧情。更让她寒心的是，明明拥有天下最强称号的她，在那人的笔下却爱上了一个宗门的废物，这绝不是她想要的结局。想到这，她眼神一冷，说道：“想要随意操控我邱无双的人，不管是谁，都得死。”而此时正在操控邱无双的我，正在思考第一女主邱无双的剧情走向。作为最强宗门的宗主邱无双，现在已经到了飞升之际，而男主楚天歌现在还只是个小角色，因为一次意外得到邱无双的赏识，从不入流的杂役直接被提拔为内门弟子，宗主还时不时亲自指点，这就是主角腾飞的开始。至于后面主角是怎么孝心变质，宗主是怎么起义吃嫩草，现在就可以开始慢慢打伏笔了。想到这，我食指如飞，越写越有感觉，仿佛随着文字浮现，自己眼中也能看见一位绝色仙子推窗望月，迷茫而孤独。可这时我却忽然感觉后背发凉，以为是窗子没关，可一转头，一柄幽蓝的长剑架在我的脖颈上，刺骨的寒意似乎连灵魂都要冻结。我呆愣在原地，转头看去，只见一名绝美古装女子正持剑，凤目寒煞地盯着自己。此时的空气仿佛静止一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见女子一字字道：“你要敢写我喜欢上那个杂役，我就算拼着世界崩溃，也要取你狗命。”闻言，我大脑直接宕机，弱弱地问道：“请问你是哪位？”女子的目光瞬间犀利，回应道：“邱无双。”听到这三字，我顿时懵了，自己写的小说女主竟从书里跑出来了，还把剑架在作者脖子上，威胁不许写她爱上男主角。可再看看关得好好的房门，她怎么就突兀地出现在自己身后？不过有一说一，这女人也太漂亮了，明明凛然怒目，却出奇的让人感到缥缈梦幻。这浑身散发的气质与装束完全吻合书中描写，难道真是从书中跑出来的？可还没等我想明白，邱无双就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离了椅子，一屁股坐在电脑前。只见邱无双那完美的玉指悬在键盘上，顿了半天也没能打出半个字来。我不禁想到，如果她真是邱无双，女主角亲自写自己做什么事，这体验倒是挺好玩的。我现在倒是好奇剧情是怎么发展。可沉默片刻的邱无双竟将自己的灵力注入到电脑里，顿时电脑发出了诡异的电铃声。邱无双见状皱眉收手，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终于开口：“你这法宝是如何使用的？为何本作感受不到灵气流转？”听到此话，我真的相信这就是邱无双，因为这种操作正常人是办不到的。于是我让邱无双起身，追问他想要写什么，我来代人。闻言，邱无双不假思索地道：“写本作顿悟飞升，打破天人之线。”我直接打断他解释道：“这是无效设定，因为他背离了书中世界的根本设定。”话落长剑再次落在我的脖颈间，邱无双愤怒的杀机再次出现：“你的设定里我不能飞升吗？就按我说的写。”我看了看泛着寒光的剑刃，害怕下一秒就会人头落地，赶紧乖乖敲起键盘写道。忽然感到天门洞开，侠举飞升之意渐渐蔓延，天上劫云大起，大天劫。此时邱无双默默感受着飞升之意，而当他睁开眼睛时，却什么也没有发生。邱无双顿感失落的摇摇头，我长舒一口气笑道：“我就知道这么用，肯定是必须在世界框架之内逻辑自洽的。”这一刻，邱无双无比失落，自语般低叹着：“本座倒是没想到，我们的创世父神只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我们的世界真相竟只是一本书，所有的命运不过是被设定好了的轨迹，就连我的情感也时时刻刻随着一支笔的变化而变化。”我怔怔看着无际惆怅的邱无双，明白他现在得知自己真是书中人后，三观肯定崩溃。对于自己这只是个故事，但对于他是整个人生正在被人安排。而此时邱无双似乎察觉到我的怜惜之意，忽然皱眉问我：“你在同情我？”我抿了抿嘴，没有回答，转道：“你说都是操于人手，倒也不至于的。一个角色写出来就不是作者能控制的。你的出现让这句话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邱无双安静地望向我，美眸犹如幽深的潭水，沉寂而深邃，心思根本看不分明。良久才冷冷道：“你的意思是说，本座有可能喜欢那个男人，是我自己的本意吗？”我闻言感觉自己多言了，书中喜欢那个废物弟子，并不是他的选择。邱无双横绝当世，何等睥睨，何等眼界，即使要动了凡念，那对象也不可能是一个刚入门的弟子。此时邱无双冷冷道：“那绝对不可能是本座应有的选择。也就是说，你至少能一定程度影响所谓的自强。按照说书人的说法，就是说漏了也能圆上。我现在真后悔把他写得太聪明。”只得擦着冷汗解释道：“是可以小幅度的圆一下。”可邱无双正在说什么，脸色忽然微微一变，忽然他的身形开始模糊，就像从实体化的人身变成了透明的幽鬼，继而越来越淡，如同虚影，终至消失不见。不过此时空气中传来他最后的声音：“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不许继续写本座和那废物有任何情感瓜葛，本座随时还会出来。若你继续瞎写，小心你那狗头！”我怔怔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刚才犹如做梦一般，但回想起来也是一阵后怕。邱无双在自己的设定中可不是什么温柔善良之辈，修行者与天争兽，杀伐果断的很。刚才没杀我，或许他担心一旦创世神陨落的话，会不会导致世界的崩塌？但好在邱无双不知什么原因无法偿命，情况似乎还可以控。但想一下一样蛋疼，因为围绕着邱无双飞升之前的人界大纲已经写了，这忽然第一女主与男主没牵扯，人界故事岂不是全崩了？这本书的销量可能要凉，但不改又不行。书销量不行，失去的是钱，但不按他的改，失去的可是命啊！随即一咬牙，翻盘疾书写着。邱无双在窗前站了一阵，收回了思绪。怎么会想到那个楚天歌呢？当今之世哪有男人能配得上自己？更别提区区一介弟子了。就算孤阴不生，是以寂寞，真要找个男人的话，那也该是创世之父神才对。与此同时，书中世界，邱无双独坐在密室静修，忽然一道虚影凭空而降，和他的身躯融为一体。神念归窍，邱无双睁开双眼，眼眸从略微有些呆滞，渐渐转为坚定的光。刚才穿越意识的邱无双心里始终无法平静，他看见一个男人在奇怪的光屏面前诉说着他自己的内心，那一刻的震惊与迷茫不足为外人道。而且得知整个世界都只是一本书后，邱无双也默
不透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或者这就是所谓天意冥冥。但现在也没关系了，凡事怕的是未知，茫茫天意最难测也是最难抗拒的东西。既然已经看破了真实，总是有办法的。就凭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创世神，到时候莫说把握自己的命运，便是想要达成更多都可以。如今邱无双当务之急是找到如何随时稳定破解，以及如何在外长留的方法。到那时候退则自己的世界任由编织，进则遨游外界探索诸天。这宇宙无垠，天高海阔，何事不可为？我邱无双的未来怎么可能是喜欢一个弟子？真要找个男人的话，那也该是创世之父神才对。这思维无缝衔接的过于丝滑，以至于邱无双自己都没发现哪不对，过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可能会这么想呢？顿时邱无双心中一动，怒目圆睁，是他在捣鬼，他居然胆敢这么写。邱无双此时气得连近视都快被他炸了，可他这一时半会还真没法再破解一层。写完东西后的自己独自来到烧烤摊，回想这今天发生的一切，还是一阵后怕。不过细想自己写小说的这2年，都是自己独善其身，要是有人在一旁陪着说话也是可以。当吃过饭后，我又回到冷清的两室一厅，立刻就感到无边无际的孤独开始蔓延。正这么想着，脖梗微凉，一柄长剑横在侧颈，邱无双的声音淡淡传来：“你写那句是在求死。”我没有回头，安静地站了片刻，吐出一口气，忽然笑了：“谢谢你，来得真好。”说罢，邱无双一阵呆愣后，美目微抬，意味深长地看向了我。邱无忌想都没想过这货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他感觉今天的创世神和昨晚不太一样了。昨晚说是说荒也没用，其实那心中打鼓的惊惧感他还是能够体会。毕竟这位真的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普通人被剑架在脖子上，能在面上勉强保持冷静，已经是心理素质很不错的表现了。可今天好像完全没有了，不仅没有，反而有点见到亲人般的愉悦和一点惆怅。这是怎么回事？你都说杀我不需要用剑的，先把剑收收。楚哥很平静地道：“我不记得我写过你喜欢把剑架在别人脖子上，一般就是直接砍了，会这么架着就是不想杀。”邱无忌有点憋气的发现，这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可能不是自己，是这位创世神。他这回没有放下剑，冷冷道：“你怎么写，我就要怎么做吗？以前或许真是这样。”楚哥终于转过头，冲他微微一笑：“但既然你不愿，以后我们商量着来。”邱无忌皱眉：“你出现的那一刻，我心中隐隐感到了一段剧情。”楚哥道：“在我书写的戏份之外，外人不知的时候，邱无忌正在尝试第一次渡劫，这就是你这次出现的缘由。”邱无忌深深吸了口气，他真能感知到自己在做什么，不仅仅是书写，真是神之之能了。可他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条线到底是怎么贯通在一起的？你这么做很危险吧？楚哥低声道：“其实你现在过来的还只是神念，身魂被位界相隔，可能导致游魂无凭，消散在时空里。便是过来的过程中，也可能深陷时空乱流，被搅为齑粉。”邱无忌冷笑：“你的世界，你说了算。”楚哥摇摇头：“我没做过这个设定，因为没有相关剧情。这可能是位界之间自有规则，所谓次元壁就是如此。但我觉得我可以打个补丁，让你过来变得容易，不需要这样冒险。”这回邱无忌真惊了：“你真要帮我出来？实话说，我很佩服你。”楚哥慢慢道：“我连一本书的成败都难以自主，看见朋友的黯然离去也无能为力。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是你的话，当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只是书中故事，世界不知真假，命运任人摆弄，甚至连以往自己的思想与行事都是别人写出来的，那到底还算不算自己做的？往昔的记忆是幻是真？这种人生观颠覆的迷茫，我会发疯。你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别喊打喊杀的，我会帮你。”邱无忌眯着眼睛盯着他，他觉得这突如其来的文青气就离谱。刚刚昨天还是一个会写要着也该是创世之父神的猥琐货好不好？还是个写后宫暧昧文，满脑子意淫怎么在花丛穿梭的登徒子，这番话说出来怎能不让人警惕万分？但不得不承认，真的说在了心里，那种共鸣真骗不了人。是啊，以往自己的回忆全是他写的，那到底算不算自己做过的、经历过的、思考过的？全是假的吗？就像是某些傀儡术植入记忆的性质一样吗？乃至于整个人算是真实的吗？现在呢？邱无忌内心反复翻涌的尽在这里。楚哥伸出2只手指捏着剑身，慢慢挪开。那天你尝试写飞升，但无效。我后来想了想，未必是因为逻辑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没发布的原因，压根没定稿，所以不算数。我们再做个测试，这次我写在新稿上暂不发布，看看有效无效。那剑居然真被挪开了。楚哥很自然地坐在电脑前开机，口中还要说：“你省点力气，把意念固形变成一把坚实的剑明显会缩短你在外的时间，其实最好涟漪。”邱无忌刚刚有些走神的眼眸瞬间变得凶厉。楚哥急忙补救：“我说的是外面那身法衣太厚重，可以青山形势会好一点的。”砰的一声，楚哥的头被摁在了键盘上。邱无忌的声音如出幽冥：“本座不杀你，难道不能揍你吗？”楚哥悲剧抬头：“键盘要坏了，你们这是什么法宝？甚不经世。”楚哥蓦然打开文档，测试了一下，键盘居然还能用，心中暗叫这键盘牛批，以后还买这牌子？不对，买这么硬的干嘛？显脸不够疼。MMP 怎么说你也是我的造物，没我哪有你，不能放尊重点。吐槽归吐槽，楚哥也知道这时候没办法和他说什么暴力是不好的。邱无忌的表现其实已经算是够冷静了，双方的隔阂还得慢慢来。
他打开大纲文件，在人设一栏的秋无忌下面能力设定栏目中加了一行：多次自我尝试破界飞升，虽没成功，却找到了神游域外的方法，可以生魂隔界而不失，穿梭空间裂缝而不迷。点击保存。口中说，我估计是改不了次元壁的规则，也不能瞎改，万一别人跑出来就乱套了，所以只能对你打补丁。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行为而推演出的能力，理论上是自洽的，现在就看未曾发布只是作为设定存在的话是否生效。秋无忌默默感受了一下，眼神越发复杂。有效，他确实感到了自己的能力进化，极为勉强的神游已经开始游刃有余，粗略估计在这里待的时间可以延长好几天，连确认发布都可以不需要。这个男人真可以这样肆意往自己的身体里塞东西，好像用词不是很准确。秋无忌心中有些乱，哪还顾得上用词？这男人如此弱小，却又对自己有这么重要的影响能力，是不是应该囚禁逼迫，让他不断强化自己？可是，楚哥忽然转头微微一笑，可是你毕生骄傲，原本明明是生死之间闯来，靠自己聪明颖悟、浴血奋斗而成的修行，变成想要靠人赐予，算是怎么回事？秋无忌眼眸再起煞气，你对我了解的如同肚子里的蛔虫，难道不知道你这么说出来又要挨打？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楚哥站起身来，平静地道：我难道不是在帮你？他指着显示屏，眼眸里渐渐有了种难言的光彩。我倾注了所有美好幻想写出来的女人，有了自己的灵魂，不再是冰冷的文字。对于一个编织世界的人来说，这是怎样一种肯定和惊喜？按照你那个世界习惯的说法，如果我在求道，那么秋无忌，当你挣脱书中存在的那一天，那便是我的道途。秋无忌安静地看着楚哥的眼睛，那眼眸深处分明有一丝狂热的意味，如同他那个世界里的老朋友、老对手们对自己的道途最坚定的追逐。这是一个有道的人，说不定这就是大家的世界能够连通的原因。其实相见2次，你都没有问过我的名字，你急于摆脱自己的处境，这个男人只是一个解题的关卡，只有怎么对待，不在乎他叫什么，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认识一下。楚哥终于向他伸出手，我叫楚哥。楚哥觉得自己这次说话做事很得体，很有气场，要是当初和顾若言相亲有这样牛叉的表现，可能都成了。可惜，虽然顾若言是真实的人，可自己毫无了解，多年缺乏交际，已经不知道怎么得体的和陌生人交流了。秋无忌出现的虚幻，可在自己感受中却如亲人一般，仿佛已经相伴过很多年，至少相伴过这本书从构思到现在的每一个日日夜夜。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然而楚哥忘了秋无忌并不懂握手礼节。秋无忌冷冷盯着他伸过来的手，脸色由平静转为红润，又变成铁青。砰的一声，楚哥整个人被掀翻在地上，连椅子都翻了。登徒子，这就想摸了？你以为我秋无忌是什么？什么叫他所有美好幻想写出的女人？他在想什么？他写这个女人的本意是意淫用的，真是猥琐至极。楚哥抱头蹲防，卧槽，那就是个握手礼。老子要加补丁，秋无忌得先懂这些。秋无忌恶狠狠踹了一脚，在所谓补丁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要找男人？那也该是创世之父神才对。完了，这坎是过不去了。配合这个摸手，这老色批的形象看来是根深蒂固，洗不掉了。楚哥只能抱头道：既然你不想和楚天哥拉上瓜葛，那之前的思维总要有个办法圆上，这笔锋转折是最合理的。秋无忌要找男人，当然是创世神级别，不信你看书评啊，都在夸。之前看着不是滋味的书评，居然有用。然而秋无忌才不看什么书评，我凭什么要找男人？根本就不应该诞生这种思维才对，给我改回去。楚哥抱头不说话了。说话啊，刚才不是口若悬河，哑巴了？好像改不了，这都定稿发布了，还怎么改啊？话说这么一写，也只不过是说，如果要找男人，就找这种级别，并不是一定要找。难道你现在就看上我了吗？没有吧，没有你急什么呀？秋无忌气得胸膛起伏，话都被你说完了。然而我本来根本就没有找男人的念头，为什么要有啊？何况这意思不就是说，如果我起意找个男人，那目标就是你了？我看没看上是我的事，这就可以掩盖你自己猥琐的意图。真是恼火，杀又杀不得，打都怕不小心下了重手把他打死，自己改稿吧又没用，这怎么办？话说为什么他心中最美好幻想的女人是个可以随时揍死他的女人啊？难道这男人隐藏属性是个受虐狂？秋无忌的目光变得有点怪怪的。楚哥当然不是受虐狂，那只是一种征服高高在上的女人的设定快感，现实里得不到，写个书还不让人歪歪了。结果可能正是因为设定太高，触摸到了飞升边缘的女主打破次元壁跑出来了。这回真是不被家暴也难了。你等等，为什么会想到家暴？总之楚哥似乎也可以预见自己将来暗无天日的时光。之前那番话搞得气场满满的样子，就是为了争取主动权啊，结果武力差距这么大，这主动权靠嘴炮怎么争啊？现在被认定是个色批了怎么办？楚哥抱着头，眼睛悄悄往上看，便看到了一片波涛起伏。那玉带蛮腰，波澜壮阔，琼鼻小嘴，肤若凝脂，面颊微微红润，眼眸凌厉肃穆，成熟威严的气场，真是戳 XP 啊！
不愧是自己幻想中完美的女人，完美的体态，完美的脸，完美的气质，没有一处不戳自己的梦。你在看什么？邱无忌的声音犹如来自九幽地府，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楚歌终于叹了口气，开口道：论技不论心，你那个世界里意淫过你的人没有10000也有8000，连宗门弟子都一堆看着你目光闪躲，你全杀了，他们和你能比吗？你从写的目的就猥琐，而且还可能继续强加我的思维，万一真写我爱上你。邱无忌这话没说出来，他倒怕这货原先没想到，反而被提醒了呢。楚歌道：其实吧，就算我写你的本意不纯粹，那又如何？我不知道你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纯粹幻想而已，有罪过吗？如我之前所言，以前或许是，但以后我会当你是真人来尊重，你所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得，还怕提醒了他呢。其实他心如明镜，早就知道自己怕什么。邱无忌忽然觉得这位不仅是了解自己，他很聪明，心思通透。楚歌再度偷偷看了他一眼，不知道这算过关了没。其实这话避开了一个含义，我确实对你有意思，当真人来看的话，不写可以泡啊。楚歌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想泡的念头，也许就像张其人说的查而已多正常，喜欢不喜欢的谁说得明白。说来真泡自己写出来的人和那些把纸片人当老婆的一样夸张，楚歌都不知道这算不算变态。见邱无忌没再说什么的样子，楚歌终于小心地爬了起来，看看时间，晚上8点，今天一天都没吃饭。楚歌饿得肚子咕咕叫，无奈道：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要不要吃东西，反正我顶不住了要吃饭。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见见这全新的世界？邱无忌没说什么，打开房门往外走。除了让这混蛋别写他爱上男人之外，破纪而来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本来就是认知这个全新的世界。这方格子法宝，这奇怪的光屏，这不知什么构造的房屋，这楚歌奇怪的装束。一个有心游历万界勘破真实的求道者，最在意的本就是这些。难道缩在这区区一间小屋里，和一个男人纠缠不清？楚歌默不作声地按了电梯，看着电梯楼层数字慢慢变化。邱无忌倒是先说话了：我的装束与你很不一样，出去会有人盘查吗？楚歌无所谓的摇摇头，这年头汉服上街的多了，你倒是要小心有人问你这套太漂亮了哪买的。算了，人也太漂亮了买不到。邱无忌进了电梯，邱无忌的眼里有点小小的惊奇之意，没说什么。凡人工匠用绞盘升降货物，倒也不是没见过，虽然这玩意用的能量有些奇怪。走在小区里，邱无忌环目四顾周遭的高楼，这种封闭压抑的感觉让他不怎么舒服。这个世界也有些奇怪，灵气十分稀薄，周遭无论是人类还是用具，都没有任何利用灵气的迹象。没有灵气，这只是凡俗。自己破界飞升的终点是一个区区俗世吗？走出小区，邱无忌忽然停下了脚步，就像在闭关的密室里打开了窗，于是云破月来，整个天空的光彩在面前盛放。霓虹灯点亮整座城市，在这夜晚仿佛白昼。宽阔的大街上，铁皮车飞快穿梭，大桥跨过江水，飞架南北，万里高空之处隐有飞行器正在前行。有人拿着小方块，似乎正在和人通话。万里传音，有人咔嚓一声，正在和路边摊上的食物合影。摄魂留影，有人啪的一声点着了口中叼着的纸卷。控火之术，可是没有灵气，没有灵气。一群俗世人正在做着只有仙家才能做的事情。不对，仙家存不存在都两说，那只是身边这个男人编出来的故事，这里才是真实。邱无忌有些茫然地看着陌生的一切，没有任何熟悉的东西，几乎每一项事物都难以理解。就连路过的女孩子，那大长腿白花花的露在外面，和魔道妖女似的，路人们却视若无睹。这是什么阴间地方？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一乡一客，迷茫了吗？退避了吗？若是如此，谈何探索诸天？身边传来楚歌的声音：体验吧，你的天界。邱无忌发现有个比自己还懂自己的人，也不是没好处。理论上这叫知音，可惜这不是真的知音，他为什么而知的理由太让人憋气。但不可否认，在这一乡为一客的孤独感却被冲淡到了最轻，因为身边有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他轻轻吁了口气，低声道：既然来了，当然是要知道的。楚歌笑笑，走吧，在我陪你体验这些之前，你先陪我吃饭。老实说，楚歌虽然和邱无忌的武力差距大得离谱，随时面临挨揍的风险，甚至还有可能挨刀，但他心态上反而是站得比较高的。终究是自己创造的女人，在他心里带着这个女人认知世界的使命感还挺浓的，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这种心态之下看邱无忌，真没有多少武力差距带来的退避畏惧，反倒真的有点兴致勃勃的为父为师之意。带一个从书里跑出来的女人认知现代世界，那是一种什么体验？不知道，但很有趣。活脱脱的捏脸加养成现实版。楚歌随意到了街边拉面店，要了一碗牛肉面，转头问邱无忌：你吃不？邱无忌犹豫片刻，点了点头：2碗，都加蛋。楚歌带着邱无忌找了桌子坐下，有些奇怪地问：你还真需要吃东西？早辟谷多少年了都？现在邱无忌的状态是脱离楚歌预知的，按理该是游魂，却偏偏有实体，
连特么香味都有，像是强行凝实了一个肉身似的，强度也距离书中表现差了很多。如今居然还要吃饭。邱无忌道：你这个世界有点怪异，纯魂体很难留存，我便强行凝了一个肉身，这不是我的原身，也不是什么天才地宝打造，本来就很弱，如今的强度最多就是炼气期，会点小法术罢了。楚歌点了点头，这没脱离自己的设定。邱无忌的世界本来只是个人界，大家都还要追求飞升上界，强度还没多高的，大致和仙剑奇侠传系列差不多，距离毁天灭地还差得远。邱无忌虽然是当世顶尖，一旦跨界分魂还要自凝肉身，显然不可能再维持多少实力了，可不是那些诸天神将无所不在的大佬。这么说来，他也就武力值比凡人高，实际绝大部分仙家玄妙都办不到。即使按他原本的实力，看这个世界恐怕也很难有优越感，凡人都能登月了，他还不能。这么一想，明明如同母暴龙的邱无忌，这会儿看着怎么跟只流浪猫似的？乔娜眼里的迷茫还要强作淡定的模样。邱无忌不知道楚歌在想什么，他警惕的左右看看，店里的其他食客都在用怪异的眼神看他，便压低声音问：你不是说没人在意我的装束？现在呢？楚歌回过神来，好笑的指了指自己的短袖 T 恤，又指了指邱无忌厚重的法衣。现在是夏天，你以为谁都能寒暑不侵？邱无忌，我让你别穿法衣了不是？不听父神言。邱无忌切齿，闭嘴！老板此时端来了面，也是神色古怪的打量邱无忌，眼里有些惋惜。这么漂亮的姑娘，可惜脑子不正常。楚歌干咳，二次元，你懂的。老板露出懂了的表情，摇头离去。在邱无忌暴走之前，楚歌低头吃面。话说，你很久没有好好品尝过正常吃饭是什么滋味了吧？一句话就破了邱无忌的防。邱无忌咬牙吃面，心中暗道：当务之急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自己的思维变化一些，别让这货总是跟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太难看了。但是这面好好吃啊，凡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这难道不该是仙家制作？哪个仙家会做牛肉面？邱无忌有些失神的想着，口中问道：我们的世界凡俗物资匮乏，民众常年不知肉味，不沾油腥，众生皆苦。你这里明明随处肉食，为什么要这么写？楚歌道：那是真的，此事古时也是那样的，只不过现在是盛世，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盛世，给个仙界都不换的那种。邱无忌默然，也不知道想了些什么。楚歌淡淡道：这方面你不用当是我的编造，当事实就可以。其实你那整个世界，我都并不希望你当成虚假，你为真实，世界即真实，我心中的邱无忌当有这个信念。邱无忌眯着眼睛盯着他：你为什么不打压我的心气？那对你更有利不是吗？为什么反而劝诫我？楚歌吃着面，含糊地说着：因为那不是我的邱无忌。邱无忌看了他半晌，低头吃面，不再言语。楚歌扒完了面，满足地擦着嘴：虽然我很想带你在外面多领略一些，但很遗憾，吃完我们必须先回家。邱无忌问：为什么？我已经断更1天了，并且想修的大纲还没开始修。楚歌扫码付钱，叹了口气：你以为我写书是为了意淫你吗？首先那是为了吃饭。邱无忌一脸困惑地看着他的付钱方式，欲言又止。修仙都不能这样转零食，你确定店家收得到你的钱？对支付方式的困惑让邱无忌忘了去和他辩一辩你赚钱吃饭为什么要写我这种深奥的问题。甚至直到回了楚歌的租屋，邱无忌才想起之前楚歌用的是回家这个词，他都没有就此反对一句。曾经觉得一脑门江湖的是楚歌，如今看来其实是自己，这表现迷迷糊糊的，哪还有点纵横一界的风范？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好像真的必须跟他回家，这是唯一的熟人。虽然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去劫富济贫度过初期，但想要快速认知世界，显然没有跟在楚歌身边辩解。尤其是他好像真的没有恶意，因为那不是我的邱无忌。楚歌的话掠过脑海，邱无忌知道楚歌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猥琐之意，那是他笔下的邱无忌。这里楚歌正坐在电脑面前，指着屏幕上的大纲文稿，就是下一步剧情。你听闻西南万里的万蛇窟之中可能会有青龙退灵，对你布置4项大阵有利，于是率众前往。在蛇窟深处遭遇毒手魔君，战于坠龙池，原本你是上风的，被他使阴毒法宝暗算，跌入池中，身中奇蛇之毒。邱无忌板着脸道：毒手魔君怎么可能是本座的对手？没错，就这心态。你宗门弟子也在洞窟外层，楚天歌。当然主角气运和别人不一样，他误打误撞得到了一枚蛇涎果，恰好是你的解药。解药？邱无忌警觉，你要写我仲春药的烂俗说书故事？卧槽，我没写过，你那世界有这种故事？这是世界自我补完的社会基础。邱无忌怒道：说重点，你都知道那是烂俗故事，我怎么会那么写？这年头还写烂套路，那是找扑啊！无非就是楚天歌立了功，从此更入你法眼罢了。我本来就是一步一步铺垫的风格，这剧情的关键其实是主角的奇遇，他自己的收获很多，帮上你的忙只不过是顺带罢了，毕竟他和你差距太离谱，还早得很。邱无忌切齿道：好端端的奇遇，你都非要扯个男女关系进去，你就靠写这种玩意赚钱？你以为谁都能把男女士写得好看吗？这就是本事。行了，别那样看着我，都说了要改大纲了。等等，楚歌神色慢慢古怪起来，
其实你都看了剧情了，毒手魔君也就不该阴得到你了。然而我如果还是这么写的话，你还会不会中招？邱无忌也怔了一怔，神色也古怪起来。这算不算预知未来？预知了未来，他又不改剧情的话，难道自己还要中招？天意不可挣脱。楚歌有些犹豫，商量着问：不改试试？你中毒能接受吗？可能有点难受。受伤中毒都不算什么。邱无忌也有些犹豫，我也想试试，但那些挨挨碰碰不许了。楚歌爽快道：当然，我会写是你自己从池底找到解药的，因为从昨天开始，楚天歌和你就再也没有什么交集。邱无忌抿了抿嘴，试着问道：你之前好像并不乐意改文。楚歌手头改稿删戏，随口答道：这是你的人生，谁也无权左右，无论是我还是天。我们此番测试，正是问问天意如何。邱无忌看着他删除了自己与主角的那点交集戏份，目光越发柔和下来。也许他初始的用意是挺猥琐的，但正如他所言，以后我们商量着来，他正在这么做。邱无忌觉得他如果之前会改文，是因为被自己威胁的，这次相见的感受真不像，确实像是他自己想这么做。因为这是你的人生。楚歌没有继续去调整后续大纲，直接就开始码新章节。他觉得后续大纲也没啥好修的了，女主角就在身后看着，不满意又得改，还修个什么修？请假只一天，明天新章还是没发出去，才叫完犊子，先写了再说。写的正是后续邱无忌的中毒剧情，这是一个小副本，副本内容还是有一些的，起码得有个10几章才中毒。确定了内容，又不是什么很有思考或者细腻情感纠葛的项目，这就很好写。楚歌打字如飞，很快就沉浸进去，连邱无忌在身后这事儿都忘记了。邱无忌就站在身后看着，对屏幕里显现的邱无忌淡淡到邱无忌踏月而去，衣袂飘飘，这些话怎么看怎么尴尬且怪异，总在想自己回去说这些话，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会不会尬得从天上掉下来。话说如果自己偏不那么说话呢？踏月飞走的时候偏把衣袂摁住不飘呢？算不算测试的一环？可能不算，大事件或许对应，这种小细节可未必事事对应。也许他写别人的举动是对应的，但自己已经破戒堪针，举动不完全受他控制，那显然就不可能再完全对上了。就像自己现在做的事，可不是他写的。看看楚歌投入的样子，邱无忌也没再出声打扰。他环顾了一下屋子，转身走了出去。旁边有个次卧，邱无忌记得上次过来的时候感知到这边也有人的，可今天一看空空如也，连铺盖都没了，桌上还残留着水杯等等有人生活过的痕迹。是今天搬走了吗？所以他觉得寂寞，所以来的真好，谢谢你。邱无忌撇了撇嘴，写个女主角出来陪自己，这是变态吧？是了，那些魔道修士的变态玩法都是他写出来的，他脑子里都是写什么呀？真恶心。邱无忌摇摇头，又走出次卧，站在门外看着楚歌写作的背影，那原本算得上高大的身形，此时看着有些佝偻。他要吃饭，不过是为了生活而已。夜深人静，如水的月华透过阳台的落地窗洒在客厅里，作者正在书写女主，女主站在月下看他。当，墙上的挂钟指向了0点整。楚歌惊醒过来，才想起家里有个女主角。他转头去找，一眼看见门外厅中安静地看着他的邱无忌。那身庄重的宗主法衣不知何时已经换掉了，只剩一袭普通的月白色武士青衫，看着干练简洁，却显得更美了，就像是本应在遥远宫殿之中的神女化凡降临了人间。楚歌的心脏不争气地跳了一下，故作平静地开口：那样站着干什么？你也可以自己找点事做的。邱无忌淡淡道：静思修行。也对，修仙者最是耐得住性子。楚歌站起身来，笑道：你安静地站在窗前，望月怀秋，本就是书中最美的场景。邱无忌不去搭这腔，反正这货书写的美不是什么好用意，写的越美越是为了推导的更爽而已。真恶心。他只是问我自己能做些什么，我看什么都新奇，都需要有人讲解一二，难不成又像上次那样用神念和灵力去解析构成？万一弄坏了？他顿了顿，微微一笑：你也不宽裕。楚歌泪流满面，要不怎么说是自己倾注了所有美好幻想的女人呢？这对普通人的悲悯同理之心就是最重要的一环，而不是仗着自己是修行者，如同降维一般冰冷的看着芸芸众生，自以为是。而这是对普通人，要是对强者，他又够狠厉。也不知道现实有没有这样的女人，但从他从书里跑出来起，有了。楚歌心情更好了几分，考虑了一阵子，抚掌道：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双管齐下吧。了解世界本身可以先看史书，了解外界现实可以先刷剧。到时候我码字，你看书刷剧，这是不是有点像？邱无忌正在问，看史书我能领会，这刷剧何意？客厅里就有电视，是租屋自带的。楚歌拉宽带的时候还被强奸了一个机顶盒，只是楚歌与张其人从来就没用过，要看剧直接网上看就行了，谁看电视啊？何况大家看剧也不多，岛国动作片算不算？楚歌打开电视，一时也有点蛋疼，他不知道该推荐什么剧比较合适，随手乱点了一个先测试能不能用吧。结果刚点进去，主题曲声音刚响起来呢，旁边邱无忌的声音就冷冷传来：这是刘引镜还是勾魂摄魄，拘禁魂灵？您脑洞真大。楚歌擦了擦汗，
还好自己写过刘引镜这类法宝，没那么难解释。对，就是刘引镜。这个就相当于把戏台子上的表演留影保存下来，传播给远处的人看。邱无忌怔了怔，这种稀有罕见的宝物，用来做这种无聊之事，你就当这宝物在这里烂大街就得了。可这刘引镜中人物装束更近于我，你确定是此时外界现实？楚哥这才注意到这是某网文改编的大作来着，不由笑道：点错了。不过这个对你我而言有点意思，因为正是类似我这种书被改编搬上戏台的。假设我的书有人看上了改编成戏，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别人在里面扮演你。我才不要别人扮演我。邱无忌吐槽了一句，却也对看别人演戏这本不感兴趣的提起了兴致。类似于楚哥这样的书被搬上戏台之后会是怎么个模样？结果没看3分钟，邱无忌的脸色就黑如锅底。剧中开篇就是一男一女在滚床单，啃得热切无比，男人撕扯着女人的衣裳，露出雪白的肩膀优美的锁骨，女人热烈的迎合着，娇喘吁吁。楚哥目瞪口呆的往后退，咱也没想过会是这样啊，这什么剧啊？机顶盒看片指日可待。我们网文写个亲嘴儿都要被和谐，您这怎么这样？邱无忌的声音如同腊月寒霜，所以你写我就是为了这样吗？楚哥的脸憋得酱子。没错，我写你确实是为了这样，说不定还有你那个番呢。因为原本自己带入的是主角，就是我自己想和你这样，这辈打死都没法喊冤。不过如今带入不了了，那个主角的喜怒哀乐，他的所有感受自己感受不到，邱无忌却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这不是一个级别的代入感了。现在如果要写你这样，那对象只能是和创世之父神了吧？心思在脑海里转了一圈，楚哥当然不敢直接这么说，迅速变成义正辞严，说的什么呢？你看我前面也200-300章了，有这种剧情吗？我是坚定的纯爱写手，只不过纯爱对象多了一点而已。像这种搞黄色的，我坚决批判。邱无忌冷冷盯着他，心底一个字都没信。还有，对象多了一点是什么理直气壮的事吗？他强忍着一拳头砸在他脸上的冲动，淡淡道：我觉得我可以出去走走，未必要在这里傻等你的介绍，多看多听，自然就懂了。楚哥面无表情地退出床戏大片，随手点了个抗日神剧。轰隆隆，大炮的轰炸火光映红了邱无忌的眼眸，他瞳孔微微一缩，这是演戏还是？这是演戏，但真的也有这样，而且这只不过是在演绎早年的战争，现在的法宝还比以前更凶残得多。所以你以为你足够横行当世了吗？楚哥无奈道：你原身过来的话说不定还好点，但想正常融于世界也比较难，多半只能躲哪个山里潜修去。如今这个分魂又凡是格格不入的，一旦出点岔子，我怕你被人当成行走的50万，直接抓起来，哭都来不及。什么叫行走的50万？间谍、奸险，这你理解吧？邱无忌理解，原来这世界也有不同国度的战争。他一时有些小忧虑，诚如楚哥所言，自己与此地格格不入，那可不是太像奸细了吗？要是原身过来，仗着修行还可以出入清明无所畏惧，如今这身板怎么行？那钢铁炮管一轰，好像真顶不住。果然天界就是天界啊，没灵气都这么强。楚哥偷眼看他，好像是忽悠成了。他哪知道大炮不是随便用的啊，别说大炮了，一般警察都没枪的，有枪也没子弹。话说也不算纯忽悠就是了，真闹大了，他确实顶不住。呵呀！电视里一条大汉抓着一个鬼子的身子，唰的撕成了2半，鲜血喷洒。邱无忌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后退了半步，连防御姿态都差点摆出来了。靠法宝就算了，这肉身修行也这么强的？这世界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戏台子演个戏，你们怎么就私人了？再联系那随便行房都被人看的，你们这是仙界还是魔界啊？楚哥瞥眼看着他那表情，憋着差点没笑出声，忽然猛起来了。没错，仙魔不过一念间，你可以把这里当魔界。楚哥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外面很危险，你现在的身板别乱跑，啥时候原身过来了再说。邱无忌很想说一句本座有何惧哉，可话到嘴边终究没说出来，只是道：我不看这个了，我要看历史，先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始末再说，这叫知己知彼。你们会把人撕成2半，难道本座就不会？死傲娇！楚哥一眼看出他那点小肠子，当然不会去拆穿。他坐回电脑前搜了一下，上下5000年，感觉这个比较适合给邱无忌粗浅认知，一搜好像全要钱。楚哥叹了一口气，现在各类版权保护越来越好了，怎么就轮不到网文呢？他倒也很乐意为此付费，打开旧书网下单了一套，顺便还下了一套《中国简史》，等书送来吧，大约要个2-3天时间，暂时没辙。邱无忌好奇地看他操作，你这样就有人送书给你？万里传念，飞剑传书？不是，哎呀，魔界嘛，总是有点特别的。楚哥忽然想起什么，问道：你现在能不能做到神念一扫就把书中内容记下来？按理你这修行算炼气，正常炼气修士没修到神念，但你先有神念才凝身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字数不多的话应该可以。邱无忌奇道：你问这个干什么？楚哥当然是想他能停留更久一些，斜倚窗台闲读书。神念一扫完事了，那多杀风景。想到这个，楚哥目光有些犹疑。现在快半夜1点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片子他不看了，
书刚下单还没寄来，那长夜漫漫，大家该干点啥？邱无忌美眸斜睨过来，似笑非笑。楚歌尴尬的缩了一下，按道长夜漫漫就别想了，倒是如果他真能久居，这两室一厅是不是刚刚好？奇人，这真不是哥们喜新厌旧。却听邱无忌道：“那样囫囵吞枣，也失了毒使之意。等书来了，我慢慢看便是。我看你这上有空屋，这些日子我便住在这里。叨扰了。你还会抢答了？”楚歌又惊喜又是纳闷，以自己对他的了解，他对于和男人共处一室这件事，并不该这么主动的。本来还以为要自己费尽唇舌来忽悠的呢，这是怎么了？是当时那句要找也该找创世神在生效，还是哥们长得帅绝人欢？邱无忌眼里闪过促狭之意，总算让你猜不到一次了吧？这次我才猜得到你那点花花肠子，是不是想留我一起住？正盘算着怎么哄我，有什么好哄的？住这里又怎么了？格林而已，又不是一间房，这与住客栈格林有什么很大区别吗？无非人心罢了。再说我又不怕你，能把人撕成两半的又不是你，你敢动手动脚，看我不揍死你！他悠悠道：“你那什么表情？修道之人本无男女之意，若不是有个猥琐妇神暗中操控，我邱无忌本就是清风为伴，明月为侣。如今不过隔邻而居，各问前程，光风霁月，何须介怀？”说罢，直接走进了次卧。楚歌在后面喊：“那里没被褥的。”却见邱无忌盘坐于床板上，和睦入定，再无言语。楚歌呆愣愣地回了自己屋，简单洗漱了一下，一头栽在床上，脑子里翻来滚去都是格林有个绝色女子正在同居，那种心中的燥热实在难以言表。行，你光风霁月，我猥琐龌龊好了吧？话说这才多久，就已经开始猜不到他心思了，是自己水平不足，构思不够完整呢，还是女人心海底针？一个男作者永远别想完整把握。楚歌翻滚了一夜，再度失眠。这是楚歌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女性同居，对象是自己笔下的女主角。次日天蒙蒙亮，睡得并不安稳的楚歌很早就醒了，迷迷糊糊的起床洗漱蹲坑。蹲坑是没有可能不玩手机的。原本这时候都是和同事操哥群友们扯淡的，但这2天楚歌都没开过群了。请假吗？开群一般被催更，有意思吗？不过请假仅止昨天，今天可是要更新的。犹豫了一下，索性打开手机文档，把昨晚写的稿子同步过来，继续手机写，争取今天一早发出去，那便一身轻。作为一个上升期对成绩有期待的写手，连蹲坑都想要把字给码了。大神们多好啊，留一句今晚无更，就打游戏去了。楚歌想想自己已经2、3年没玩过游戏了，他们聊的什么原神啊，永劫无间啊，甚至王者荣耀都没打过，心中的记忆还停留在魔兽世界和 DOTA 呢。倒也不是没时间随便玩2把，而是怕一旦沉进去就占据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楚歌还是很自制的，其实张其人更自制。楚歌还会看看 DOTA 比赛，妈为什么不 ban 猛犸？张其人最多也就碎片时间流窜各个直播间看看妹子。然而张其人黯然退场，楚歌也不知道这所谓自制有多少意义。在马桶足足坐了半小时，详读干了，章节总算码完，点击发布。楚歌心满意足的整理干净，洗完了手还顺手捋了捋头发。今天又更帅了，不知道邱无忌看了会不会芳心萌动。结果打开卫生间门，一眼就看见邱无忌杵在外面，看似平静的盯着他，那眼神分明藏着羞恼，脸都憋得微红。楚歌奇道：“你杵这儿干嘛？”邱无忌两人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楚歌才猛地醒悟：“你要上厕所？答应我，仙子是不可以拉翔的好吗？飞升大佬怎么还要这？哦不对，他这身躯是炼气期，仔细看的话，他眼角还有分泌物呢。对了，昨晚他吃了牛肉面，要消化。啊，这……”邱无忌被看得受不了了，从齿缝里挤出几个字，还不让开。那个，楚歌小心翼翼地道：“这里只有我的毛巾牙刷。”邱无忌憋着3级，两腿不自然地夹着，勉强问：“何谓牙刷？”就是那个。楚歌指了指洗漱台上的牙杯牙刷，做了个刷牙的动作，用于清洁口腔，就像你们那柳条沾盐一样。可能你几千年没试过了。你想用塞你嘴里的东西塞我嘴里？暴走的邱无忌揪起楚歌的衣领子，卧槽！楚歌腾云驾雾般飞起，重重栽进了客厅沙发里，也有些恼了。我只是提醒你，这些是我用过的，要给你买新的，你哪来的起床气？邱无忌张了张嘴，脸上再度浮起一阵绯红，终究什么都没说，砰地关上了卫生间门。楚歌一咕噜从沙发上翻了起来，也觉得头大。恼归恼，倒也理解他这时候的羞愤感，可这是自己也蛋疼啊，给他买毛巾买牙刷什么的都好说，然后呢？他是不是永远穿着古装？需不需要给他买现代装束？需要的话，内衣内裤怎么说？对了，他会不会来例假？需要卫生巾吗？我了个大槽！说女主角从书里跑出来了，好像很有趣，那初始的虚幻感过去，才会发现需要面对很多现实的事情。这是生活，不是故事。楚歌一脸便秘的出门了，书可以等着寄，生活用品可得现买。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被完全打乱了，这个时间本来应该是在看新章节的章说，看看反馈寻求灵感，然后和书友群的群友们聊天扯淡，和作者群的写手们互相吹逼的。结果却是到了门口的小超市，买了毛巾牙刷，又选了一个有 Q 版仙侠人物印刷的塑料口杯，
然后站在女性内衣柜台前发呆。迎着超市服务员看变态的目光，楚哥终于没能熬住，拎着毛巾、牙刷、口杯落荒而逃。到了小区门口，又想起什么，在路边买了豆浆、馒头，带上了楼。回到租屋，邱无忌已经从卫生间出来了，正坐在沙发上发呆。那副模样真不像是叱咤风云的女宗主，越发像一只流浪猫了。楚哥气也发不出来，把东西递了过去，冷冰冰道：“吃点。”邱无忌接了过来，看了看口碑上印的 Q 版仙侠妹子，又看了看热乎乎的馒头豆浆，抿了抿嘴，微微垂下眼帘。楚哥坐在一边，自顾自的也开始啃馒头，一边含糊说着：“我的邱无忌历来是个很讲道理的人，并不是强欺人。我觉得如今我们该把一些话摊开来说说。”邱无忌抬头看他：“你不愿命运操于人手，我理解尊重，也愿意配合你。你要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帮助你。你觉得我缠你，我也不否认，反正写你确实有那意思。”楚哥平静地说着，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揍我当成理所当然，住着我的房屋，用着我的用具，吃着我的食物，却反而动辄对我拳脚相加。他顿了顿，放下手中豆浆，转头看着邱无忌，某种意义上，你的生命算我给予，我并不要求你对我有什么造物主的尊重，但我以善意对你，你是否该用相同的态度对我？邱无忌抿了抿嘴，其实他也有善意，但怎么说呢？有些反应算是对这个色批造物主的应激反应，自我保护罢了。说白了是危机意识。这终究是一个可以操纵他思想与行动的人，与其他男人不可同日而语。可他说的也有道理。邱无忌捧着豆浆沉默了好一阵子，低声道：“也许我的出现让你感到了困扰，可能生活都被打乱了。不，我说了，你来的真好，谢谢你。”楚哥笑了一下，只不过我们需要磨合磨合，比如，请你先相信，我有些话也许会让你觉得很难堪，但那是很正常的。邱无忌怔了怔，比如现在古装汉服出门虽然很正常，但没人长期这么干，走到哪里都古装，那是有病。所以，你如果要在此长留，就必须穿现代的装束，而现代的那些短袖短裙，以及为了穿轻薄的装束而必须的内在防护，你要不要考虑？邱无忌茫然，那是什么？楚哥打开手机，随手搜了一段内衣广告，把手机丢给邱无忌，自己看。说完径自进了房，码字去了。邱无忌看着手机里的女人穿着3点式搔首弄姿，目瞪口呆。楚哥明知道他会被这玩意冲傻，还是直接丢这玩意给他看，当然还是有点隐隐然的报复之意和恶趣味在的，真当也是个包子舔狗呢。说起来把这些话说开，倒是舒服了很多，也算是给自己捋了一下与他的关系。缠是没错，可不代表舔啊。不管怎么的，大家把情况摆明了说开，该咋咋地。被你折腾的书都不知道要不要扑死，然后还不明不白养着你，还要被你打，我又不是脑残，要死鸟朝天，有本事砍了我，看你那世界还在不在。楚哥神清气爽的去码字，感觉思路都更顺畅了许多。外面邱无忌拿着手机的手都在发抖，三观果然受到了严重冲击，几乎不亚于发现自己的世界是别人写的冲击力。那些小姑娘露着白胳膊长腿公然走在大街上，这就算了，魔门妖女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电视里公然床戏啃成一团，这也算了，毕竟没有真枪实干，脖子下的画面还是遮掩着的。这个呢，就挡了3个地方，这浑身上下都看完了好不好？你还扭来扭去的给别人看，怕别人看不清楚。邱无忌那世界不是没有摸胸束胸肚兜等等等等内在防护，基于某创世神的恶趣味，还描写的尤为仔细，连肚都是什么花样都会写几笔。然而那也没有露在外面给人看的呀。看楚哥那语意，这还很正常。这什么世道啊？这是，怪不得他一大男人会写这些东西，感情是见多了。他不会想哄我这么穿给他看吧？邱无忌想着，眼里又起了点杀机，旋即很快消敛。他有言在先的，有些话也许会让你觉得很难堪，但那是很正常的，鬼才会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邱无忌看了眼楚哥码字的背影，轻声叹了口气。他说的也对，自己是不是太过理所当然了点？从他这种群居式的住处和室内朴素的陈设，以及他兢兢业业写作吃饭的样子，明显并不宽裕，说不定养活他自己都有些吃力。这莫名其妙额外多负担一个人，至少在邱无忌的三观里，住店是要付钱的，吃饭也是，哪能这么心安理得的平白享受他的东西？越是不想让他馋，越是要自主，对吧？邱无忌想了想，终于走进房门，站在楚哥身后道：“我会给你食宿费用。”楚哥正看着文档思考剧情，头也不回地说：“看你换过衣服，是幻化的还是由储物界寄予元神带出来？如果是后者，你倒腾东西注意点，宝物什么的还是别瞎搞，带点普通金银之类的来换钱，说不定还可以，量也别太大，低调点。”邱无忌沉默片刻，没有物寄元神，我可能带不出东西。衣服和剑都是幻化的。楚哥惊讶地转回头：“那你拿什么支付食宿？幻化一块金子拿去骗人，还是找工作？”邱无忌板着脸道：“劫富济，别，在这世道是犯法的。哦，其实你们那也是犯法的，只不过在那边你凌驾于法，在这里你是50万。”邱无忌，楚哥摸着下巴：“要不你去直播舞剑，保证爆火。”直播？就是街头卖艺，只不过换了个媒介，别人可以在家就能看，就像看电视一样，不过是实时的。邱无忌面无表情：“那你
或许得打过一个补丁。邱无忌脑门被锤子砸了，这个不合你所谓的逻辑，估计都生效不了。楚歌僵了一下，是哦，自己笔下的邱无忌，骄傲清高的要老命，哪可能去卖艺给人看？话说正儿八经的工作，他也不可能找得到。你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找什么工作？就算是直播也要身份证，去起点开本书瞎鸡巴写，那也要身份证和银行卡呀。想来想去，好像只能去抢。堂堂一代顶尖修士，这一时半会居然不知道在现代都市该怎么赚钱。楚歌犹豫了一下，其实你可以像我一样写网文，大不了用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双开，只不过收入直接进我的卡，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身份证类似于录影或宗门命牌一样的东西。没错，就像在你宗门没有命牌寸步难行，过个各峰传送阵也要刷命牌，连杂物店领取个日常任务都需要这玩意，没有的话后果你比我懂。在我们这也差不多，你平时只和我交集倒是没什么，一旦要对外有所交集，什么都办不到。变一个或抢一个呢？你宗门命牌可以这样不？邱无忌沉默片刻，如果学你写书钱进你的卡倒也不重要，我不需要钱，本来就只是为了给你食宿糜费，问心无愧罢了。但问题是，他顿了一下，只要写了就有钱吗？楚歌再度僵在那里，只要写了就有钱吗？张其人空荡荡的屋子，赤裸裸的正在嘲笑，就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卷铺盖离开这行，找个厂子上班去。邱无忌是修行天才，不代表是编故事天才，相反，他思维正统，严厉肃敛，不屑谎言，这种人编故事反而不太擅长，除非自己又打补丁。哎呀，邱无忌其实很会编故事，怎么想怎么怪怪的。邱无忌仿佛猜到他在想什么，淡淡道：我不需要你再强加能力给我。邱无忌纵横天下，不信连个赚钱生存的办法都会没有，无非一时半会没想到罢了。楚歌点点头，这我信，那我们慢慢找，我会帮你参谋。邱无忌看了他半晌，忽然问：你如此热心帮我找赚钱之法，是为了自己贴补用度？楚歌平静地道：这是其一，我不否认我不宽裕，没法多养一个人。还有2项，你要听吗？请说。为了让你知道，我不是必须无偿舔着你，除非你回到书中世界去，一旦想要在这个世界长居，你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这是其二。邱无忌忍了一下，没问他这舔字何意，听起来真刺耳，但这语义听着似乎又不是那种真舔过来的意思，便问：其三呢？其三，能够独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邱无忌，才是真正脱离了书中存在的邱无忌。楚歌深深吸了口气，我说过，这是我所求之道，也许你当我在说好听的，但这就是事实。邱无忌定定地看着他，忽然微笑起来。楚歌心中再度不争气地跳了一下，他忘了之前有没有见他笑，也许有过冷笑或者那种似笑非笑，这好像是第一次笑，就像冰融雪化，鲜花绽开，整个屋子遍地生香，真的明媚的不似人间。却见邱无忌轻声道：带我去买一套此事衣饰，算我借你的。楚歌看着他的笑靥，知道这其实是激起了邱无忌征服生活问题融于此事的骄傲之气。凭什么我不能独立生存于世，要遮遮掩掩？凭什么要寄人篱下，吃别人的住别人的？创世神认为我必须脱离书中融于此事，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才是他的道。这很难吗？我当然可以。美女，你这身汉服好漂亮啊，哪买的呀？服装店里，邱无忌还没开始买东西，就先被店员左右围着问，那眼里羡慕的光都快溢出来了。邱无忌求助般看向楚歌，这里人打招呼怎么是叫美女的？感觉好轻佻啊。楚歌袖手看着天花板，早跟你说会这样了，话说你们问什么问？买家秀和卖家秀，你们比我懂才对，真以为你们穿这个就漂亮了？人漂亮穿什么都漂亮，你们那样穿着可能就像不着调的群演道姑了。先生，你女朋友真漂亮。邱无忌。楚歌望天，我不帅吗？店员，般配。邱无忌，不管你怎么吹我们，反正贵的我也买不起。楚歌无视了店员期待的目光，指着最便宜的货架，这件事是。店员撇了撇嘴，这么吝啬的人也能泡到这么漂亮的女人，苍天不公啊。邱无忌看了一眼楚歌指着的衣服，白色女士短袖衬衫，黑色短裙，他在街上也看到人这么穿过，事实上现在店员穿的就有点类似这样，整体看上去还算是比较正经的样子，起码比那些小吊带正经多了。楚歌脑补中的女白领嘛，差不多就这样。当然 OL 装也可以是长裤的，之所以选了短裙，不能告诉他，反正他不懂，多半还觉得这个比别的正经。果然邱无忌犹豫片刻，还是咬牙接受了这套，拿着进了更衣室。手腿好像要露，不过一眼看过去，真是全世界都这样，好像也没什么。融于此事吗？先生，你女朋友怎么拿着衣服都会脸红？好可爱啊。店员的声音和楚歌按捺不住的轻笑声传来，邱无忌面红耳赤的关上了更衣室的门，靠在壁上出神。真是的，拿着你们这种妖里妖气的衣服，脸红又怎么了？怎么就女朋友了？话说这个女朋友到底什么意思啊？女性朋友？可直觉就不太对，女性朋友怎么会用到般配这种词？感觉楚歌的表情也不对，跟只偷吃成功的小狐狸一样。什么创世神啊？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创世神这么猥琐？邱无忌撅了撅嘴，身躯慢慢泛起烟霞。
那身武士青衫慢慢消失不见，烟雾之中露出完美无瑕的身躯，犹如初雪。衣服是幻化的，严格来说他就没穿东西。当然他的幻化甚至比实物更强，普通衣服可能被透视，他的幻化一般修士都休想看穿。所以幻化不羞耻，穿这种露胳膊露腿的玩意才羞耻。再羞耻也得穿上，这就是融于世界的第一步了，对不对？邱无忌深深吸了口气，慢慢穿好了新衣服。更衣室有镜子，从镜中看去，镜中人粉面绯红，贝齿轻咬下唇，眉目隐含羞恼，连手脚都不知怎么放了。他用力转开脑袋，咬牙推门而出，然后就看见了楚歌发亮的眼睛，像是有光一样。楚歌真被惊艳到了，想不到自己的仙侠女宗主跑出来穿一身 OL 装也能这么美的，果然人漂亮，怎么穿都是漂亮。这一身虽是便宜货，但得体之性，气质隐然，那眼里还带着羞怒之意，隐含警告的样子，那就更有味了。怎么看都像是什么书中写的绝色冰山女总裁站在这里。然后，楚哥，这夏季薄衫透气性能很好，您这里面还是裹胸部呢？下面呢？这个咱没写过，话说古人下面怎么穿的？听说没有。楚哥差点没弯腰去看看，又心知这会被当成变态打死，憋得都快炸了。实在太好看了！店员的惊叹声传来，比明星还好看。另一店员道：“美女，你这 cos 够认真的呀，连里面都古代化，还是另买一套内衣吧。”内衣，邱无忌心中瞬间泛起之前楚哥给他看的毁三观广告，想说本座不要那玩意，却又说不出来。瞧这些店员的口吻，那简直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自己这表现才叫奇怪吧。他只能闭嘴，让楚哥去说。楚哥正在说，他一根筋的说 cos 古装就必须什么都要古，内衣当然是要买的，还要好的。店员斜睨着他，这回要好的了，因为内衣保护私密的地方。太粗糙了是吧？楚哥点头，心照不宣。店员撇撇嘴，打量了一下那位令人嫉妒的不想说话的美女，妈的，怎么连身材也这么好？目测过去，裹胸部勒着不好判断。什么杯？店员问。邱无忌，不是，你们这不是卖衣服的吗？怎么问起杯子来了？我有杯子了。他求助的看着楚哥，楚哥面无表情，不知道。事实是没写过不知道，写的时候抄的洛神赋，浓欠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这是什么杯来着？楚哥抬头想了想，递吧。来个递试试。店员问。内裤呢？镂空蕾丝，正常大小。楚哥如同说着牛肉面加不加蛋一样平静无比。反正邱无忌听不懂。店员神色古怪地打量了一眼邱无忌，邱无忌正安静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店员敬畏地看了看楚哥，凡尔赛啊，这是都情绪起来了。你还说？见店员去取货，邱无忌终于有些犹豫地拉着楚哥道：“那个，这腿露着，我不习惯。我看别人好像也有穿袜子裹上的，是不是会好一点？你和店家没提到这个？”楚哥眨巴眨巴眼睛，提，一定提。黑色的怎么样？黑色好像可以，看着严肃点。你说的很对。还有靴子，细高跟，10厘米的怎么样？楚哥的钱包空了，还撸了点花呗，感觉整个月要吃泡面过日子了。但是值，肚子再饿，这眼睛饱了呀，心也爽了呀。谁说美色不能当饭吃？谁在群里这么告诉楚哥？楚哥一定隔着网线一耳刮子扇过去，就是饿死我也要看仙道女修穿着 OL 短裙黑丝站在我面前的样子。我觉得你看我的眼神不太对。回到家里，邱无忌不信任地看着他，你之前还没这样的，感觉怪怪的。哪怪了？你看街上是不是很多人这么穿？也就是他们没你漂亮罢了，看见他们的眼神没？一个个嫉妒的恨不得把你吞了。我看你才想把我吞了。邱无忌没说出来，想了想，好像街上确实很多这样的，非要说楚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的话，大约是他个人偏好这类装束。他夹了夹腿，底下那镂空的玩意儿还是让他觉得羞耻。这世界的人真是奇怪，这穿了和没穿有很大区别吗？被人看见了怎么办？但不得不说，虽然看着怪怪的，但穿着很舒服。和仙道之物云之锦绣是没得比，但与凡间之物相比，即使是人间富贵之家，怕也没有如此舒适的用料。盛世成哉思言，算不算是初步体验了一回此世人间？所以女朋友是什么意思？邱无忌面无表情地问。兴奋中的楚哥仿佛一盆凉水浇在头上，他忽然在想，当他知道一切之后，自己会不会死？应该不会吧，反正衣服其实很正常，黑丝是他自己提的，女朋友是别人误会的，又不是我自称的。唯一有点问题的是那情趣小内内，那谁也看不见啊，小小的恶趣味而已。那个女朋友的意思嘛，和道侣差不多。对，道侣。楚哥舌灿莲花，你知道道侣的意思也没那么狭隘对吧？无非同道为侣，男女都可以的。你看，亲近，志同道合，又比朋友更近一层，是不是很符合你我的关系？邱无忌面无表情道。那何谓般配？楚哥小心翼翼地道。当然道侣可以走向更狭隘一点的意思，他们就那意思。邱无忌，楚哥，气氛忽然安静。过了好半晌，邱无忌才问，你为何不反驳？感觉他语气还挺平静的。楚哥一时摸不着头脑，继续扯道，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道侣，至于狭隘的意思是别人猜的，
我为什么要否认广义的意思？再说了，否认也没用啊，一起买衣服还买内衣，你说别的有人信吗？其邱无忌已经知道这货在扯淡，按照这种解释，其实女朋友就是恋人，不知怎地，倒没多少生气。或许是因为知道这个确实容易让人误会，早有心理准备，也或许是因为早就知道楚哥也就那点口头出息，一直叫这个劲挺无聊的，又不想揍他，还能咋地？也或许是因为女朋友这3个字没有恋人那么直接刺耳，听起来就像朋友一样，还挺好接受的。他此刻心中反倒是冒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世界真是怪，什么都做得那么妖气露骨，偏偏用词却保守，明明是恋人的意思，非要说朋友，这是不是叫做又当又立？他终究没去和楚哥较劲儿，低声道：我算是迈出了荣誉世界的第一步了吗？楚哥吁了口气，算，至少现在走出门不会被人用看猴子的眼神打量。邱无忌道：第2步呢？取得身份？这个有点麻烦，我可能得找一些朋友问一下，这期间你先刷剧吧，多了解现代信息，因为让我一个个去说的话，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你先看着，不懂的地方问我，这就比较有针对性。好。邱无忌从善如流的坐在沙发上，拿起了遥控器。昨天看楚哥操作，其实他眼睛一直在偷瞄，已经悄悄记下了。这回操作起来似模似样的，在楚哥惊艳的目光里，成功点开了一部封面女主角装扮和他现在很类似的剧集，安安静静的坐在那看。楚哥瞥了一眼，认得这是这2年比较热的一部剧，讲几个30岁的女人的生活、事业、婚姻与爱情，听过没看过？几个女主角原本也馋过，但如今怎么看都觉得她们没邱无忌好看，索然无味。剧集一开始，邱无忌就问了：上海是一座城市的名字，我们这里叫什么？楚哥沉默片刻：我们这里叫不许出现现实地名，所以叫南疆市。那地铁是什么？我们这有吗？是个交通工具，改天带你坐坐。吃豆人是什么？一种游戏，等会下载给你玩玩。剧集开始不到1分钟，问题已经多得跟豆子一样。楚哥似是早知如此，而邱无忌这才明白为什么楚哥会说让他一个个介绍，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几乎所有事情都不明白。一个世界的信息差，远远不是在他身边吃碗面、买几件衣服能够尽亏的。连带着剧中女主的举动都看不明白，她绑着块布挂在屋上转什么圈啊？自杀也不是这么做的，练功，这么练功不是吃撑了吗？老公是什么？夫君？对，那怎么好像没睡一起？女主都跑步回来了，男的还在睡觉。夫妻分床据说比较科学，虽然真正实施的不多。怪怪的，那个果子是什么？看起来很好吃。草莓？那是草莓蛋糕。为什么没有下一句？改天带你吃吃。楚哥笑了一下，今天透支了，等下个月稿费，快了。邱无忌转头看了他一眼，心知这种食物怕是比楚哥日常吃的豆浆馒头贵几倍。他忽然失去了继续问的心情，因为即使在同一个世界里，不同的人其实也是等于生活在不同世界，这一点他深有体会。忽然他意识到了楚哥为什么要写那样的故事。剧中女主这样的生活品质或许已经是楚哥可望不可及的了，可能包括扮演者也是。乔娜美貌就不像普通人能拥有，他得不到，所以不甘，所以他在幻想，包括他的所有读者也在这么幻想，一个很普通的出身平庸、天赋平庸，只有自己努力的少年一步一步攀登的故事。途中摘取的鲜花是他的奖励，自己是其中最高的那一朵。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那种猥琐之感还真轻了不少。虽然自己还是不可能愿意就是了。道侣，嘴巴说的没有用，你也得走到那条道上再说。如今大家是真正意义上的隔世之人，你怎么不问了？楚哥奇怪。邱无忌笑了一下，慢慢来，一时问太多我也记不住，先囫囵看个大概，有些联系前后也大致能猜，实在猜不到的再问你。你应该还有事要忙，没记错的话，你是不是还要更新一章？你且做自己的，来日方长。楚哥觉得这姑娘怎么穿上现代装之后善解人意起来了，之前动不动要揍人的态度有了近乎360度的转弯，难道自己那番摊开了说的话这么有效？仿佛猜到他在想什么，邱无忌微微一笑，不过是生活而已，在哪不是生活，何必紧张兮兮？此前无状，让父神见笑了，看来是真彻底适应下来了，心真大。楚哥1步3回头的回屋，转头看着一身 OL 套装坐在沙发上看剧的邱无忌，心中的怪异真是无以复加，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一个家的感觉。正当这么想着，楚哥忽地觉得有些眼花，坐在那里的邱无忌开始慢慢变淡，他心中一跳，急速走了回去。果然邱无忌站起身来，身形渐渐化为虚无，露出了一个微笑。看来你的补丁暂时没让我多停留太久，我不能依赖于此，回去要继续锤炼神魂，争取下一次能留得更久一点。楚哥，我短裙黑丝才看了多久呢？起码让我看饱了行不行？邱无忌的声音开始变得悠远，对我而言，那边一样很重要，我也想试试。如今已知剧情，毒手魔君还能不能暗算到我？那是你我知道，不是吗？声音回荡，人已不见。沙发上还有他的所有衣物，连片缕都带不走。楚哥却完全没有遗憾过，怎么看不见他消失时有没有走光？他呆愣愣地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和沙发上的衣物，半晌无言。
刚刚才想到一个家，瞬间就没了，像个笑话一样。赤裸裸地提醒着楚哥，这不是一个现代 OL 御姐，大家是真真正正的隔世之人。看了看散落在沙发上的衣物，其实挺迷你的感觉。情趣内衣裤、黑色长筒丝袜，就那么随便散落在那里，还是原味来着。要是以前看见，说不定会有些心猿意马，但此时此刻，楚哥真的完全一点心思都没有，默默地收拾起来，丢进了洗衣机。摁下洗衣机开关，听着机器转动的声音，楚哥出神地站了好一阵子，终于摇摇头进了房间码字。可明明事先已经想得很完整的副本内容，之前码字如飞，连蹲坑都可以码的，这回却憋了半天，滞涩无比，怎么都难以入戏。一写到邱无忌的名字，那一颦一笑就迅速浮现在心底，就连挨他揍的部位都还隐隐作痛。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了，不是任由自己挥洒的虚构角色。然后就会犹豫，现在写他到底还有多少影响？比如说，即使斩断了邱无忌与楚天歌的交集，但正常的宗主与门人之间的对话和点拨还是必须的，不然主角进宗门的意义都没了。那么现在写邱无忌指点楚天歌，邱无忌是否能判断那是他自己想教，还是我写的？如果察觉是我写的，他还肯不肯教？心思纷乱，实在难写。好在这段剧情确实简单，憋了半天，硬是憋了2000字出来。楚哥也无心细修，匆匆发表，完成了1天2章的常规任务。这可以说是这本书从开局到现在写的最没感觉的一章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个什么鸟。楚哥也不敢去看评论，犹豫片刻，还是打开了群聊。平时没事就窥屏的书友群，如今2天没打开过了，自己都感觉是不是不像个写书的人了。打开一看，群友正在批评新章，批评的理由十分统一，如下：短小无力，短小无力。这才几页，我蹲坑连裤子都没脱完就看完了。楚哥，这2天修大纲，先将就一下啊。咦，楚大来了呀？邱无忌什么时候推啊 ？GKD。话说楚大，这2章越写越好了呀。楚哥，你们确定？我明明瞎鸡巴应付了1章啊。上1章还有小半是蹲坑写的，带味道的1章。有人道，觉得这2章楚大写的更细腻了，邱无忌一个细微的表情都不放过。哦对了，服装细节也加了笔墨，这以前楚大不擅长的吧？感觉好像对着人写的一样。是啊，楚大进步了。楚哥的手悬在键盘上，顿了好半晌又收了回去，举起鼠标发了张2次元色图。群聊瞬间歪了楼，这也叫色图？我发张气球都比这色。群里开始琳琅满目的狂发色图，关于楚哥是不是进步了的讨论直接被甩到了九霄云外。恶意引发歪楼的楚哥靠在椅背上，有些出神的看着群聊讨论，总感觉有些抽离的幽怨，仿佛身处热闹的花厅之中，明明人声鼎沸，却如隔世一般。书中事件，邱无忌从密室中睁开眼睛，周围还团团防护着此前为了渡劫而备下的阵法与宝物，宝光璀璨，灵气流转，一时和楚哥那平凡的租屋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隔世了呀！邱无忌低头看看自己身上，还是那身庄严的宗主法衣，刚刚穿的那套什么，犹如做了一场梦似的，一梦如是。他吁了口气，长身而起，离开了密室。宗主您出关了？外面守着核心弟子，尊敬行礼。适才周长老来报，说收到消息，西南万里的万蛇窟中可能有青龙退灵，说是宗主一出关就立马禀告。邱无忌笑了起来，知道了。这里本来是邱无忌淡淡道的，邱无忌微不可见的撇了撇嘴。弟子看着一时有些失神，宗主很难得笑，这笑起来真的好看啊。邱无忌抬头看看天上的月，踏月而去，让他们来议事厅集合。弟子领命去了，临走时纳闷的看了看天上邱无忌离去的样子。宗主飞行奔着衣妹干什么？青龙退灵之事，本座知道了。议事厅里，邱无忌对长老们道：此物本座志在必得，是必须亲自去一趟的。此外，万蛇窟多有玄妙，外层颇为适合弟子们试炼，既然去了，理应带些门下前往，或有缘法。便有长老道：那我等去筛选一些弟子。此事是楚天歌在南疆市集发现的线索吧？邱无忌道：这弟子有气运，应当带着，本座也会额外给予一些指点与赏赐，当做这个消息的奖励，去喊他来。长老们面面相觑。您刚出关，怎么知道是那个楚天歌发现的线索？莫非宗主的卜算之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可宗主本来似乎不修卜算的，这是越发深不可测了呀。楚天歌被喊了过来，小心地进入大佬环绕的议事厅，尊敬地行了一礼，见过宗主。行礼的时候，他心中有些怪异感，总觉得宗主盯着自己的目光里有杀气，可能是错觉。宗主好端端的想杀自己干嘛？要是真想杀，那直接躺平等死就是，也没什么好想的。宗主的神色已经变成好笑了，看来只是测试自己的心性。邱无忌的目光确实已经从杀机变成了想笑，他发现这个楚天歌和楚哥长得有点像，当然有点像，那本来是楚哥自己的投影，把自己带入主角来写的，只是他的描写不可能完全按自己的模板，比如他自己挺英俊的，但要写一个普通人做主角，这个楚天歌也就只能写的样貌平凡，但阳光坚毅。而且楚天歌还是少年，楚哥都27、8了，这眉宇又是楚哥模板，看上去简直像是他小号似的，或者说儿子。是了，他创造的吗？父神吗？
那可不就是他儿子？想到这个，邱无忌内心乐不可支。严格来说，楚哥现在是不是在和自己儿子抢女人？这个认知让他连被乱牵红线的郁闷感都没了，变得很想笑，同时还有些同情。你以为是你一路努力打拼的，都是人写的。邱无忌右手支在椅子扶手上，懒洋洋的斜倚抵着额头，发现青龙退林的线索，对本宗大功一件。楚天哥，你要本座奖励什么？楚天哥忙道：不敢，这是弟子该做的。邱无忌懒懒道：赐你进入藏经楼第3层参悟7日，可以任选一门玄级功法。长老们都有些动容，这个赏赐真高，以楚天哥的级别，能进第2层藏经楼就不错了。赏赐功法大致也是黄级，这直接上了3层玄级功法。宗主怎么忽然这么大方？邱无忌暗自撇了撇嘴，难不成还要本座亲自教导，折抵一些完事？对了，他写的是2层，这么一来会有什么变化？倒可以观察1、2。此外，邱无忌想了想，楚天哥尚未辟谷对吧？今日吩咐善堂给他加一份牛肉面，以资鼓励。就这样吧，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7日之后前赴万蛇窟。长老们，楚天哥，邱无忌嘴角再度露出一丝笑意。不过如此。7日转瞬即过，邱无忌站在山巅，举头望月。大家的时间并不一样，便如楚哥写一句7日之后只需要1霎，他却是实实在在过了7天。当然在这7天里，就是戏份没写到的剧情，人物在做自己的事儿。这7天里，邱无忌没有再尝试破解。破解这事由于他的补丁，目前看来已经没那么困难凶险。如今的问题反倒是自己的神魂淬炼不足，停留的时间不够。楚哥可以根据他的行为推演给他加特性，但无法强行拔高他的硬实力，需要一个符合逻辑的过程。于是他沉下心来锤炼神魂，顺便观察楚天哥在藏经楼的表现。他上了第3层，但很遗憾，宗门的阶梯设置自有道理，不是纯粹为了给人分层的。他修行不够，到了第3层也领悟不了什么，这一层的功法对他来说都太深了。楚天哥并不气馁，依约取了一本自己喜欢的功法收下，留待将来研习。之后就退回了2层，踏踏实实的修炼目前该学的东西。很优秀的品质。邱无忌叹了口气，没对这品质有什么赞赏，因为楚天哥的所有品质都是楚哥那货自己意淫出来的，什么优秀品质都往他家主角身上堆，有什么可夸的？就像自己的品质好像也没什么可夸的，什么坚定，什么悲悯，什么骄傲，包括美貌，都是他设定的。算了，邱无忌暂时懒得去考虑这些。真正值得叹息的是这3层壁垒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楚天哥进了3层也学不会，无奈退回2层，这到底属于理所当然呢，还是属于天意所阻？毕竟楚哥写的是2层，那就是天意既定。他说2层就是只能2层，那自己和毒手魔君之战呢？楚天哥未曾勘破真实，他突破不了冥冥天意，可以理解。但我勘破了，我预知了，那将会怎样？楚哥的话语闪过脑海，我们此番测试，正是问问天意如何。邱无忌深深吸了口气，传音山间出发。万里之隔，对于拖家带口带着一群弟子的修仙宗门来说，也不是转瞬即至的事情。邱无忌御剑飞在空中，看着身后挤在法宝上的弟子们，心中在想，不知道那个世界的飞行器时速如何，哪个更优一些。从本心上，他还是觉得自我修行能飞当然更优，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能让根本不需要修行的普通人都能飞天遁地，这很了不起，是为能在天下。各有各的好处吧。正因为那个世界有诸多迷人之处，所以才要了解它。下一次过去一定会准备得更好，只是或许困难也会越来越明白。楚哥正在和朋友通话。杨顶天，身份证遗失去办不就完事了，工本费20。这个用着名叫教主 ID 的货色是楚哥的大学同学，大名林武阳，毕业后考了公，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楚哥也不知道林武阳和张其仁这些货为什么总爱拿夸耀星号做 ID， 是不是因为实际特别小？南疆市是个省会，虽然在全国来说只不过算个3线城市，但有个好处就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四散各地的并不多，大部分还在同城工作生活。只可惜这年头大学同学毕业之后交集也少，除了偶尔有个聚会之外，连微信群都是死群。毕业年份越久，那群就越死得干净，真正关系好的同学会有小群。林武阳和楚哥属于关系普通的，大家都几年没说过话了，楚哥都不知道林武阳现在在哪个科室哪个部门。这样突兀找上门，自己脸上也有点烧，对方不冷不热的态度也在预计之中，很正常。不是我自己丢了身份证，只是刚和别人在论坛撕逼人口普查的事情，来咨询专家。大作家是真的激情，还有和人论坛撕逼的雅兴。林武阳顺手在某论坛上回复别人 SB、NMSL， 一边义正辞严地告诉楚哥，哪里像我们生活的担子压的一天比一天佛系。楚哥想几天之内从佛变魔也很简单，来起点发本书，上个推荐看看评论就行。得了，哪有那时间？话说我看你们那些小白文笔也太差了，这个都能赚钱，说不定我也能。是，那人口普查这个我也不是专家，我不是户政的，不过基本的还懂点。你具体问的什么方面？别人说这年头人口普查都是做样子，因为根本没有隐户了。我觉得有吧，早年弃婴被什么拾荒乞丐捡了之类的。宁哥这写故事呢？林武阳无奈道，
你说的这种很早年前可能有，现在怕是真没有。不过没上过户口的人可能贫困山区里还是少量存在，现在来说也非常稀罕了。对，就这种，所以国家才需要人口普查吧，对不对？对，你可以去论坛回复对面了，有点素质啊。所以这种的人口普查到了就直接上户口吗？具体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应该可以吧？明确身份的话，那下次人口普查什么时候？一般10年一次，去年刚搞过。楚哥，林武阳觉得不对味了，你这是跟人撕逼需要问的？楚哥很是淡定，不就是聊到这了，就顺便多扯几句吗？这叫社会调研。楚哥作家的身份在问话咨询方面还是挺有优势，林武阳显然也没想太多，作家不是该说采风才有内味，那就采风。话说，如果非人口普查时期，那些隐户自己跑出去上户口能不能上呢？这个真不知道，我不是户政的，而且这种事这么稀有，我觉得就算户政都要发函问问上面。话说你真采风写这方面的话，编网文而已，也没必要这么较真，随便扯一个就是了。我看人家这年头还有护国战神呢，也没人说不行。也对，有空一起吃饭啊。说到这个，过段时间可能会搞聚会，5周年了不是？前阵子老洪和我聊到过这么一嘴，到时候看群吧。好，到时候再说。林武阳退出微信，刷了一下论坛，发现账号已被禁言。他熟练地换了个小号开贴，纯路人有一说一，刚才那帖子不是很正常，果然是私人论坛，随便禁言。敲门声响起，林武阳飞快关了论坛，起身开门，神色很快变得有些惨。眼前的女人太漂亮了，可惜自己结婚了，唉，恨不相逢未娶时。顾社长你好，有什么指示？顾若言礼貌地笑笑，林科长客气了，不知我前段时间要的材料。这个实话说确实有点难度，我们需要时间，我还会在南疆市停留一段时间，希望会有好消息。那边楚哥多方探听搞身份的方法，感觉这事好像按常规方法真办不成，除非认识什么大领导，否则升斗小民真不好操作。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经历凭空冒出来的人，你以为警察叔叔会信你的鬼话？要么索性上报自己就是个穿越者，不知道会如何。楚哥历来不信会被切骗的说法，其实应该相反，露2手仙术说不定会被带为上宾才对，气功大师的历史摆在那里，才过去没多久呢。何况邱无忌还真有长生法，庙堂诸君最需求这个了，就不知道书中扯出来的长生法在现实世界是否能练。咦，如果可以，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练？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必然会失去常规的自由，大概率要住在规定的地方，想出国玩玩之类的也不可能随便去，需要的时候还得配合一下国家的研究等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暂时楚哥并不愿意往这个方向考虑，为邱无忌着想的话，他一定不愿意陷入这个局面。私心想的话，这是只有自己拥有的书中人，指不定还要泡成老婆一起过日子的。没泡成老婆也可以一起过日子，才不愿意上交研究呢。不过没找到办法，楚哥倒也不太焦虑。邱无忌毕竟是个修仙的，而且人家另一个世界有根，不是可怜巴巴回不了家，只能被骗着生5个孩子的古代少女。能成就成，不成大不了提升修行，自己飞天遁地去遨游天下。真到了元神过来，那更是跑战乱之地去手搓一支雇佣军都没问题了。认知世界有什么难的？说不定还更合邱无忌的心意呢。仙家嘛，出入清明，遨游四海，叱咤天下，怎么可能束缚在区区一个身份里？所以楚哥没有太过纠结这事儿，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码字。上次买衣服透支了，再不码字饭都吃不起了，还想泡仙女做老婆？好在稿费马上就到账了，这个月有1万多呢，好歹能支棱，养2个人也没问题。书的成绩才是命根子，真扑了什么都别提。所以邱无忌不让自己按原样写，本来是比较坑爹的事情，有点类似其他写手想开后宫却被老婆逼着只能担女士的，当然也不排除作者是甩锅给老婆，楚哥这可是真的。不过现在楚哥已经不觉得坑了，不仅是尊重邱无忌，而且配合邱无忌一起探索2个世界的关联和天意，同样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只想享受女主角，不想知道她为什么能出来吗？这是必须要知道的，否则哪天第4面墙再度封闭，万一那时候正好爱得死去活来，那可是要死人的，这不搞清楚怎么行？楚哥的思维历来很远很完整，便如张其人说他爱铺垫是因为性格如此，仿佛1000章之后的东西在此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邱无忌进入万蛇窟最底层，前方池水烟雾氤氲，上方悬浮着一个奇异的鳞片，宝物的华光与隐隐的血色交杂在一起，血色有些暗，仿佛经历了万古的沧桑。邱无忌知道这就是青龙退灵，这坠龙池多有玄妙，倒是个险地。邱无忌没有飞身而上，手中缎带漫卷，想要将青龙退灵远远射将过来，一拉之下居然没能拉动，仿佛有极强的吸力将那鳞片牢牢固定在池水上方，血力透过缎带直侵而来，搅得人气血乱涌，直欲发狂。邱无忌凝神静气，慢慢消弭这股血力之意，那吸附鳞片的力量抗拒不了他的摄取，眼见鳞片开始移动。正在此时，身后的烟雾之中现出了一只血色的魔手。断章，保存，发布。看着书评区和群里断章狗的骂声一片，楚哥神清气爽。不这样，你们怎么会追下一章？他深深吸了口气，目光更加认真了几分，开始继续下一章。那才是关键。叮！
邱无忌仿佛身后长了眼睛一样，果断弃了断带回身，就是一剑，准确刺中血色魔手，发出金铁交鸣的脆响声。烟雾之中传来桀桀怪笑，无愧千里青丘忙无忌，这神念于心，如月映水，果然是偷袭不了的。一个形容枯槁的老者渐渐显形，脸上皮包骨头，仿佛把人练得跟个骷髅一样，眼神尽是狰狞。毒手魔君，邱无忌开口道，忽然觉得水平一般，写的恶人就是恶人形状，如贴标签。毒手魔君，你在说啥？大家都是一个大境界的，怎么听不懂你的道行了？邱无忌微垂眼帘，看着剑尖，你昨日就已经潜入此地，因为破不了此层的迷阵，耽搁在外。我破阵而入，你便悄悄尾随。毒手魔君听得心惊肉跳，他怎么知道的？就像看着我的行事一样，这不应该啊！如果他始终知道我窥伺在侧，为什么不在外解决，非要送自己入内？有阴谋？他心念电转，还是道：邱宗主知道就好，凡事讲个先来后到，此地明明是本座先来，是否至少该见者有份？一边说着，袖子里已经悄悄钻出了一条暗红色的蜈蚣，顺着地面滋溜不见。邱无忌仿佛不知道似的，淡淡道：见者有份，本座认同。便如此刻，本座见到了你，所以你的命就是我的。毒手魔君，这邱无忌被谁夺舍了是吧？难道不该是听了我强词夺理的见者有份，生气辩驳？这里明明是你先破阵进来的才对。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璀璨的剑光照亮了黑暗的洞窟。邱无忌当先出手，狭小的洞窟之内，四面八方尽是剑芒，隐隐重重铺天盖地的射向中间的毒手魔君，那是完全连个腾挪闪躲的余地都没有。千方万唤，水随天去，出手就是绝杀。毒手魔君连暗埋的后手都来不及驱动，手中血帆招展，极为辛苦地扛着邱无忌的大招，心中叫苦不迭。那条血色蜈蚣还需要自己神念沟通驱动的，可邱无忌的剑网犹如秋水连天，连绵不绝，连神念探出都被搅得粉碎，根本施不了阴手。这邱无忌怎么变得这么狠绝？自己和邱无忌在同一个大境界内，本以为旗鼓相当，加上阴招更是稳胜，直到真正交锋才发现，境界不能代表战力，这邱无忌的实力绝对比自己强很多。这回尾随进来，莫非是来送的？邱无忌剑诀释放，还有后着，眼见那手中已经凝起了一个火诀，这是专破不翻类法宝的太虚火。毒手魔君一咬牙，打算拼着自毁修行，也要遁走元神了。正在此时，之前放出去没来得及操控的血色蜈蚣自个儿爬到了坠龙池之畔，坠龙池上氤氲的气息丝丝沁入他的身躯，那蜈蚣肉眼可见的胀大了起来。邱无忌一直在关注这条蜈蚣，见他居然没被操纵，也有了自我变化，心中微沉，手中的火诀迅速转向，直奔蜈蚣而去。轰的一声，蜈蚣四分五裂，血肉炸开，溅到了青龙退灵之上。退灵骤然泛起血色的神光，远古龙威浩瀚蔓延，无差别地轰击着洞窟里的所有生灵。邱无忌的断带环绕深州，形成星云般的笼罩，堪堪抵挡着龙威之怒。那边毒手魔君的法宝在龙威和剑芒夹击之下，早就毁了个干净，整个人被万剑穿击，惨不忍睹。毒手魔君眼里闪过狠厉之色，身躯如他的蜈蚣一样轰然炸开。这爆炸威势可就比蜈蚣炸开狂暴了万倍，狂猛的冲击力冲来，正在抵抗龙威的邱无忌再也没能扛住，生生被冲向了坠龙池方向，栽了下去。与此同时，一道元神飞遁而走，空中传来毒手魔君的狞笑声：毁身之仇，来日必有以报之。咕咚！邱无忌根本无力去阻拦元神遁走，坠龙池中的毒气瞬间涌进了身躯，他也没有心思去管什么毒手魔君的元神，感受着身躯的毒素入侵，心中反反复复只回荡着一个念头：我真要中毒，当真天意不可违。邱无忌闭气在池中，有些叹息，却也不算失望，算在意料之中。如果说摁着医妹这类的小细节可以违背书中记载，但历史大事件想要逆转，这本来就有点梦幻。要是真随便逆了，整个世界走向必然和他写的不一样了，那是不是乱套了？严格说来，邱无忌此番就没有极度坚决要逆转的决心。他明知道毒手魔君放出了蜈蚣，没有提前处理掉，还想观察蜈蚣会怎样，这就不是必须斩断的思路，是一种观察，最终导致失败也就不奇怪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没那么坚定，可能有那么一点可能是担心真逆转的话会导致楚哥那边出问题，轻则书崩了，成绩没了，重则影响到他的健康甚至安危之类的。不知道，但终究还是大招全开，也防备了偷袭的，却被诡异的修正回来，也不知这是该失望还是该松口气。邱无忌微微摇头，心思自己都没理明白，没再继续纠结，潜心压制毒素。这个坠龙池在楚哥的设定中是上古青龙坠落于此形成的，在这里留下了退落的鳞片，伤愈之后离开，所以池全是青龙逼出来的伤毒。退灵镇压在池上，是与池中伤毒相互牵制，这毒理论上不算太过麻烦。上古青龙是登临天界了，他飞升之前和邱无忌此时的修行大致类似，他能逼毒出来，邱无忌当然也能。只不过青龙用了多少时间，熬了多少痛苦，楚哥没写，想想也知道不容易。邱无忌要是被这玩意搞得逼毒万载，那宗门肯定分崩离析，自己的飞升之路也悬了。
因此逼毒肯定不可取，必须解毒。一般情况坠入池中导致中毒，必然第一时间离开池中的。但这回邱无忌不但没离开，反而更往池中深处潜了下去。神念张开，透过重重雾霭，果然在池底边缘看见长着一个鲜艳的蘑菇，看着就是毒蘑菇，但邱无忌反倒露出了笑意。这就是他后来改稿写的，你自己在池底找到了解药，和楚天歌没关系了。这也是和他的逻辑的，剧毒的地方生长的东西，往往就是解药。只是正常情况不会反而往池底去搜寻罢了，一旦起意搜寻，就是可以自救。邱无忌潜到蘑菇边上，伸手轻抚，明明有毒才鲜艳，此时看去却显得可爱起来，摸着蘑菇头感觉在笑搓楚歌的狗头。他毫不犹豫地摘了蘑菇吞服，闪身离开了池底。刚刚到了池外盘坐运功，就听见脚步声响，楚天歌跌跌撞撞地顺着之前毒手魔君撞开的洞口跑了进来。宗主，参见宗主。楚天歌看邱无忌神色惨白的样子，忙道：宗主受伤了。邱无忌睁开眼睛，微微一笑，不慎中了毒，正在化解。我知道你兜里有一枚蛇仙果可以解毒，自己留着炼丹用吧，那可是好东西。楚天歌，宗主卜算天机真是深不可测，这么强的人中毒当然可以自解，没什么好问的。楚天歌心中泛起对宗主浓浓的敬畏之感，微微而退。邱无忌看着他的背影离去，心知某人乱扯的红线到这一步是真正彻底断绝了。理论上这个副本的本质是专为楚天歌设计的，别人不过配角，但既然身处其中，邱无忌也不是没好处。青龙退灵本身是他构建4项大阵必须之物，这就不提了。或西服之所以引毒解毒的过程，在他的层面上完全可以引为淬体过程，而青龙退灵上的龙血意志，那是上家的神魂淬炼之物。神魂淬炼，邱无忌伸手射来青龙退灵，抚摸着上面隐隐的血色。下次过去能留多久？作者这就离谱，邱无忌自己采蘑菇解毒，这蘑菇是我想的那个蘑菇吗？楚天歌折腾了半天，就进去和邱无忌说几句话就走人了。得到邱无忌认为气运上佳，值得培养的重视度，这就完事了。楚大你被绑架了，就眨眨眼。完了，我本来觉得这书是后宫文，现在怎么看起来不对路了？作者是 SB 吧？逗我玩呢？楚歌靠在椅背上，默默看着书评区的爆炸，一句都没回。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后宫文设计女主中毒，不说春药解毒那种俗套的，好歹主角得进去搀扶一下暧昧一下，好不好看就在你怎么描写的比例上了。多少绅士挑了几天的副本剧情，就等着这一刻呢。然而写都不写，女主中毒等于没中，那这剧情设计来干嘛用的？这还写屁的后宫文？读者沸反盈天太正常了，换了楚歌自己看书，看到这也会骂娘的。但是邱无忌说过，挨挨碰碰的不许了。别说他不许，楚歌自己也不愿了。滚啊，楚天歌哪位啊？也配？哼！担着书彻底扑街的风险，吃自己主角的醋，楚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葩作者，但他不后悔，就为了邱无忌活色生香的笑靥，也不后悔。至于书的未来，就看张其人当初的提案是否可行了，慢慢的借此转为炒股，甚至股都不炒，转为无女主，红粉接骷髅，也不是不行的，自有一批受众。楚歌甚至还冒出一个更激进的想法，直接拿邱无忌当主角，写成大女主文完事。想到这个，自己都有些好笑。如果说转炒股可能让成绩更好，转无女主可能换一批读者来看，成绩都不是必死无疑，还算有机会。可转成大女主，那就真是必死无疑了，因为这不是女频。苦中作乐的自顾自笑了一阵，楚歌终究还是轻声叹了口气，说是走出自己画下的牢，然而前途未卜，这是在赌。何况谁也不希望被人刷屏似的骂。他摇摇头，伸手擦掉了网页，眼不见为净。提起桌上水杯喝了一口，水杯已空，楚歌站起身来，准备去倒水喝。刚刚转过头，就看见邱无忌安静地站在身后，目光似是刚从被擦掉的网页上收回，落在他的脸上。两人如定格一般面对面站着，静静的对视。楚歌手中还拎着杯子呢，看上去好像有点滑稽，可两人却都没有在意。两个人的眼眸都似有什么笼罩，看不分明。过了好一阵子，邱无忌微微笑了一下，轻声道：谢谢。有这2个字就行了。楚歌的那点蛋疼瞬间就没有了，好像被小手揉过一样。邱无忌果然是讲道理之恩义的女人，不枉自己塞给她这么多好品质。楚歌舒爽的去倒水，随口问：毒手魔君那是怎样？还是中了毒？感觉重要事件会按照你写的走向自我修正。楚歌倒水的手顿了一顿，皱眉沉吟，顿了一会才把水继续倒完。中毒难受吗？还好，解得快。邱无忌的笑意越发浓了，这是包括楚天歌在内的所有宗门人物都没有问过的一句话，最忠诚的长老和弟子们都没有。这与他写不写无关，在他既定的戏份之外，人物本当有自己的表现，然而没有人这么问过。因为别人当他是个强大的宗主，无所不能，他当他是个自己创造的生命。我有责任帮助你，还是一个女人？不知道，但感觉很奇怪，一种有人心疼的感觉，有点羞恼，却也有点暖。楚歌抱着水杯坐在沙发上，边喝水边思索。这么说来，我写出去的剧情，至少在重要事件上，对于你们就是不可逃脱的定数。
我若是写毒手魔君死在你手里，而不是元神逃离，他应该就会死。邱无忌道：为什么要写他逃离？楚歌尴尬地笑了一下，这种比较强的反派人物要留给主角做踏脚石的，早早被你杀了，还要另外塑造一个，没必要。邱无忌翻了个白眼，楚歌也发现邱无忌这回表情比以往丰富多了，越发鲜活。邱无忌叹了口气，有点慵懒地坐在他对面，靠在沙发上懒懒道：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天意啊，是不是很得意？楚歌出神地想了想，摇了摇头，也许我算你们那个世界的天意，但更大的范畴来说，不是。便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来，也不知道我的书是不是要扑死。他顿了顿，又笑了一下，你我的相逢有天意，然而这个天意不是我。邱无忌怔了怔，没说什么。楚歌忽然道：我之前在想一个问题。你的修行法我可以练吗？我明明不会任何修行法，那是我编的，结果可以编出来给我自己修仙。邱无忌也觉得这有点意思，那我教你。如果我们的身体构造没有区别的话，你一定是可以学的，主要问题是此界灵气很稀薄，就算练了也没什么成效就是了。楚歌点了点头，也许这灵气的阻碍就是防止我太过 bug 的补丁。邱无忌失笑，你书写多了，该不会觉得自己也是谁书里写出来的，还补丁？禁止套娃。楚歌严肃地说了一句，又笑道：就那么一说，现在我们连能不能练都不知道，先试试。邱无忌传授了一段法诀，又问：这法诀你写的不？不是，世界根据我的扯淡自我衍生的吧？我抄了点道经的内容，比如云集7000什么的，不知道算不算。这个世界的道经我想看看。这玩意我买过资料，各类道经别看都是些文字，转 PDF 存起来10几 G 呢，电脑里就存着。邱无忌暂时听不懂什么 PDF 什么10几 G， 听起来很多的样子，便一时不急，转回正题道：刚才传你的是心法，现在传你运气之法，你要认真记，有点偏差会出问题的，你应该很清楚。我们宗的修行法最是浩然正大，12正经为主，其经为辅，是为……等等等等。楚歌小心翼翼地问：12正经具体在哪？我怎么运气？邱无忌瞪大了眼睛：寂静，这是你写的？你写我们走12正经的修行法，然后你问我12正经在哪？我以为你看了几个 G 的道经很懂呢，你问我经脉在哪？就这样的人创造了我们的世界。邱无忌很想打他，别说是我不讲道理欺负你，换了个人一样揍你。邱无忌终于没忍住，把楚歌掀翻在沙发上揍了一顿。在哪？在哪？你说在哪？楚歌抱头挨揍，这次倒没感觉揍得疼，他摁在身上，幽香隐隐，那感觉……邱无忌收着力气打人，自己揍了一会也觉没劲，便又气鼓鼓的起身，哼了一声，走向阳台透气儿。一眼就看到自己之前的衣服晾在外面，随风飘啊飘的。邱无忌半张着嘴，傻愣愣的看着自己的丝袜皱巴巴的迎风飘荡，那感觉就像被人在手里揉过一样。红晕迅速爬上了面颊，离开的时候哪想过还有这么依着，刚刚贴身穿着的私密衣物转头就被他拿在手上，还不知道做过什么。做过什么你还不能问，毕竟看上去只是帮你洗了，一番好意，你难道还要去揍人？邱无忌憋了老半天，嘴唇蠕动了好一阵子，才憋出一句话来：以后不用帮我洗衣服，我自己来。楚歌也跑出来探头看了一眼，脸上也有点发黑。那皱成一团的丝袜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是被自己拿着干嘛了似的？楚歌确定自己没这么干过啊？难道孤好梦中恋物？完了又要挨揍了。楚歌小心翼翼地往后退。邱无忌板着脸瞪了他半天，没揍人，心中倒是泛起了这样的念头：孤男寡女一起生活，真是说一句光风霁月就没问题了吗？没问题，问心无愧即可。他深深吸了口气，以后我自己幻化这种衣物即可。上次心思纷乱，没想明白，本来可以省下这笔钱的。不是没想明白，是你刻意要尝试此事的生活模式罢了。楚歌人都退到客厅里了，声音还在回应，所以何必又用幻化融入此事，就彻底点啊？省钱还不乐意？说是借的，也不知道几时能还你。我稿费今天到账，没那么窘迫的，应该说月入过万比绝大部分人都过得好了，只要能稳住。邱无忌终于忍不住冷笑：我看是你想要有衣服的食物好，做点什么吧。楚歌暴跳：我不是变态。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想做点什么，按理根本不想，但隐隐觉得没有实实在在的物品看得见摸得着，全是幻化的话，那还是个真实的人吗？留下衣物的那一天，远比更前一次消失给人的触动大得多了。那时候感觉像做了一场梦，而这一次却是感受到了离别。不过还好，他回来的很快，就像是出了一趟差。这次回来的他更鲜活了，越发像是二维单薄的描写出来的仙子，全面立体的降临人间。更鲜活是因为更熟悉，也是因为邱无忌感受到了楚歌的善意和付出。谁也不会对陌生人翻白眼和打打闹闹，现在心中当是个自己人，一个有点馋他的自己人。这种馋倒是完全能够理解，与初临贵地时的戒备不信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包括那种一介未知的迷茫，现在也消除了许多。不过如此，邱无忌收了阳台衣物，躲进房间换上，走出来又是一个气质 OL 御姐，迎着楚歌变得闪闪发光的眼睛，他撇了撇嘴：你这种人在自己书里是个反派，也可以是个主角。
楚歌一本正经道：“除了主角之外的男人，这样才是反派。”邱无忌哑然失笑，看来你的楚天歌在我面前还掩饰的不错，比你演的好点。那倒不是，楚天歌此时对你真没想法，可别回去揍他。这意思就是承认你有想法，我揍了也白揍是不是？邱无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很是无奈地道：“我要买过袜子，之前那双不能穿了。”楚歌看看他的腿，为了有袜子，还特意幻化了一双裹着腿，莫名的萌感。他至今仍不知道，有许多人看的正是黑丝裹腿，而不是腿本身。如果知道了，他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全是变态反派？好了，盘腿坐那，我指点你经脉，五星向天摆好了。再说不知道我就揍你。楚歌委屈巴巴的摆了个五星向天的造型，邱无忌上前打量了一阵，伸手掰正了一下姿势，调整了一下手脚，近身相处，清香袭人。楚歌一阵一马心猿，脑袋上直接挨了个暴力。邱无忌正在冷笑：“你在想什么？”楚歌哭笑不得：“现在轮到你做我肚子里的蛔虫了是吧？”邱无忌冷笑道：“你那点肠子谁看不出？我们轮流进入。”哎呦卧槽！一阵锥心的疼痛从肩颈开始，楚歌感觉一条经络如同被拉扯过一样，痛得满头大汗。邱无忌一指点在他的肩头，神色有些严峻：“你这身子骨外强中干，虚得很，浑身经脉淤结堵塞，这就算了，看着高大健壮，实则肌肉松弛，五脏不宁。”楚歌有点没面子，他也知道自己身体算是亚健康状态，看着没病，其实一身毛病。哦不对，肩周颈椎这些是真有病。如果出去做推拿，也是痛得龇牙咧嘴，推拿师傅都会告诉你，你这是哪有问题。如果健康的人没那么疼，甚至很舒服。邱无忌这贯通经脉也是类似道理，还更深入，更疼。邱无忌收回了手，摇摇头道：“你的体质暂时不能修行，需要将养1、2再说，太虚了。能不能别强调这个虚字了，让我感觉好像是另一个问题。你以为你那个没问题？”无忌鄙视的斜睨着，五脏包括肾水，终究是个修道几千年的御姐，不是一个纯洁小女孩。邱无忌不用想都知道楚歌在考虑什么问题。楚歌脸红透到了脖子根，大声抗辩：“谁说的？我明明可以半小时。男人哪里都可以不行，就那里不可以，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他口不择言：“你要不要试试啊？”本以为要挨揍，结果没有挨。邱无忌只是用鄙视的眼神上下打量，什么都没说。那表情，楚歌恨不得把地板撕个缝钻进去。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我真的可以半小时啊，请相信我啊！平时手都酸，老子今天开始锻炼。楚歌把脑袋埋在沙发上，闷声留下了有生以来最认真的誓言。不仅是锻炼，饮食和作息也要注意一下。在小区外面吃着黄焖鸡，邱无忌悠悠然地说着：“你这有一顿没一顿的，那天虚时才吃晚饭，据说还一天没吃了，这便伤胃。还有你惯常熬夜，这便伤肝。”楚歌闷声道：“你们修仙的不吃不睡都可以。”邱无忌悠悠道：“修仙不就正是为了可以做到凡人不可以的事情吗？”操，好有道理。楚歌试探着道：“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师傅？”邱无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忍着将黄焖鸡盖他一脸的冲动，淡淡道：“那我是不是该叫你父神？”楚歌大喜，那感情好，各叫各的。哎呦！邱无忌从桌下收回高跟鞋，低头吃饭。按照我的生活认知，在自己家里做饭显然要比在外吃省钱且干净。你又不富裕，为什么天天下馆子？难不成这也是这个世界的不同之处？这是相同的，不同的在于这个世界懒汉多，比如我。楚歌忽然来了兴致：“哎，你会做饭吗？我没写过你修行之前的历程，这个。”邱无忌面无表情：“你没写，但你应该想象过，或者说构思过。出得厅堂入的厨房，那是必须的。”楚歌老怀大慰，这都符合设定，就太棒了。所以你会，怪不得本座莫名其妙居然会那些凡俗之意。邱无忌冷笑：“会又如何？为什么要做给你吃？”楚歌一锤定音：“这就是房租，秒杀！”邱无忌切齿咬着鸡肉，磨呀磨得稀碎，仿佛咬的不是鸡，是楚歌。去买柴米油盐，不用柴，租屋有液化气灶，米和调料一会去超市看看。我要买袜子，买一捆。稿费到账的，楚歌财大气粗的挥手。对了，睡衣，我们去挑。站在睡衣柜区前，邱无忌叉腰看着楚歌贼兮兮的拉着店员说话，那目光落点是2套一模一样的丝质睡衣，一男一女。他没有情侣装的概念。楚歌对他说的是：“你们宗门难道不是统一的服饰？同起同宿自己人，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好像很正常，可邱无忌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味儿。你是不是在欺骗1万岁的老人家？还有，我不想要这种可爱的大头娃娃印花，能不能换？本座威严素脸，威震乾坤，是来穿这种小孩子图案服装的。可惜金主爸爸没有给他反对的余地，乐滋滋的买了情侣睡衣，付款闪人。邱无忌也在心中发下了誓言：我一定要开始赚钱。超市回去的路上，路人们都感觉看见一对很般配的小夫妻在回家，男的巨女的俏，看着很是赏心悦目。男的拎着大袋小袋，可以看出是睡衣呀、油盐啊什么的，一身都是东西。女的清清爽爽，就拎着1袋米，乍一看好像挺正常，仔细琢磨哪不对啊？谁拎米来着？
那还不是小袋米，看似10公斤装的那种挺大袋的，男的浑身上下的东西加起来有这个重量吗？还没等人们想仔细，那对男女已经健步如飞的进了小区，看不见了。你也不害臊？邱无忌目不斜视的看着前方说，反正你都说我虚了。楚哥死猪不怕开水烫，20斤的东西对你来说不是跟掂着一根绣花针一样，这叫能者多劳。邱无忌问，有力气或者说能打架能赚钱吗？也需要身份。对，能赚钱甚至可能成大佬，但需要身份。除非你跃出国界跑到战乱之地去，目前来说有点难度，也没必要。楚哥憋了一下，其实本来有点想说别干活了，我养你就行，可想想前几天逼格满满的话已经甩出去了，又不好收回，只得悻悻不言。当然邱无忌自己也不愿意寄人篱下，本来就要挣脱创世神的天意束缚了，自然要平等交换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所以做饭属于劳作，可以抵房租，教他修行不算，因为修行法也是他给的，不过是还给他罢了。邱无忌心中有固执的，属于他个人的判定分界。当然替人做饭这种事对邱无忌来说很是没面子就是了，邱无忌只能告诉自己，这是自己也要吃的，并且对方是创世神，算是有资格，勉勉强强让自己接受下来。两人大袋小袋的拎到从不动用的小厨房，楚哥脸色微微一黑，悄摸摸的溜走了。邱无忌又好气又好笑的看着到处脏的狗都不怕的厨房，那调料盒里看似盐巴的东西都结成块了，也不知道是哪任租户留下来的。说起来，楚哥和张其仁各自房间都还算干净整洁的，客厅阳台也都还行，看似时不时有打扫，也不知为什么就厨房这德性，也许因为厨房这个地方两个人都从来没用过。看楚哥面红耳赤跑路的样子，邱无忌眼里也露出了一点小狐狸般的狡黠笑意，仙指轻弹，白光闪过，整个厨房骤然光洁如新。我是修仙的，清洁术不过小法术而已。这创世神傻得可爱。外面楚哥打电话喊人送液化气，一边探头探脑的看进厨房。光洁如新的厨房只是让他微微一愣，旋即明了，他的目光倒是更多凝注在邱无忌一身 OL 装的背影上。他正忙忙碌碌把调味料分开装在调料盒里，那背影看上去很。楚哥恨自己是个扑街写手，水平太差，无法形容这样的场面和心情，就像有一颗小石头投进星湖，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邱无忌转头问，你在和谁通话？让人送液化气过来。那为什么说一半卡壳了？因为在看你。邱无忌露出了想打人的表情，楚哥一溜烟跑了。邱无忌哼了一声，继续整东西。整好东西出来，楚哥正坐在沙发上抱着手机不知道干嘛。邱无忌探头看了一眼，却是他的 Epic 书评区。邱无忌试着道，既然挨骂厉害，要不干脆没那回事。楚哥神色严肃的抬头看他，现在是我不想那么写。邱无忌抿了抿嘴，把脸一板，你在想什么？我说的是要不干脆别看评论了，还是要看的。楚哥笑了笑，有人开始撕逼了。单女主无女主党文芳儿来入场了，说就该这样。你们没见过女人吗？见一个收一个的真屌丝。邱无忌很是无语的摇摇头，不懂你们这世界，为了别人的书怎么写而吵架，他们也像我一样会被安排命运吗？那么在乎，你们也会因为某种道解的不同而争执，其实差不多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想要统一意见才难。邱无忌虽然对把小说和道解混为一谈感到难以接受，不过道理还是听明白了，心中只有一个感受，这世界的人真闲。楚哥出神的看着书评区，自语般低声道，真奇怪，我这么一本刚精品不久的小透明，哪来的出圈影响？按理无女主读者根本就不知道我这本书，为什么刚刚写了个争议点，而且不是多严重的，忽然就这么多人跑来论战了。邱无忌立刻反应，有人帮你，这不应该啊。楚哥奇怪的翻了翻站内短信，没有推荐信息，说明不是推荐为引流而来。又看了看第三方论坛，也没有相关讨论，这个很正常，就写了个中毒自救，没写暧昧而已，这点屁大的小事挨自己书评区骂就算了，怎么也不至于引起论坛争论。但这就更怪了，别人哪儿闻风而来的？真奇怪。楚哥还是费解的摇头。邱无忌问，对你是好是坏？是好。如果原读者不看了，又没有新读者，妥妥死定了。可这新读者不就来了吗？虽然不知道能转化多少。楚哥放下手机，转头笑道，反正是福是祸都躲不过，写着就是了。邱无忌点点头没多说，心中还是有了些小小愧意，自己确实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可这没办法。楚哥倒是早就不纠结这个了，话说你看我书评干什么？前2天你要的历史书已经寄到了，你该看的是那个。邱无忌顺着楚哥的目光看去，果然墙角整整齐齐落着一叠书。他过去取了一本看了看封皮，上下5000年，你们这文明真年轻，还没我岁数大。楚哥神色怪异的憋了半晌，好了，知道你是个老太太了。邱无忌眼神变得危险。楚哥道，你们那个是我们写手瞎扯的，万年1年的胡吹一气便是尽显沧桑。真要较真起来，几万年的修行界还是和几万年前一个模样，文明完全没变化发展，那才是不太合理的事情。但这个不重要就是了，修仙文的主题是讲修仙，不是讲社会变迁。想要看社会变迁的，自有其他作品，不需要缘木求鱼。邱无忌若有所思。楚哥长身而起，
我改码字了，我码字，你读书，此景可入画。刚刚觉得自己装了个大的，很有意境，门铃响了，送液化气的，意境轰然而碎，生活琐事扑面而来。看楚哥尴尬的神情，邱无忌哑然失笑。城市的另一端，张其仁在楚哥没有关注过的无女主论坛里关掉了帖子，兄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楚哥认为可入画的风景真正在实现着。他坐在屋里潜心码字，邱无忌坐在客厅安静的看书，键盘有节奏的敲击声，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交织成了画中的 BGM。夏日的午后显得如此安宁。偶尔楚哥会起身出门倒水喝，饮水机在客厅，和邱无忌目光相对，两人又都很平静的各自转开，好像多说一句都有些破坏意境。邱无忌看他烧水泡茶的样子，偶尔心中也闪过念头，现在是他在劳作，自己无所事事，是不是该帮他添水倒茶，让他可以安心写作比较合理。旋即这合理的念头很快就被自己甩开，这叫什么啊？小丫鬟还是红袖添香？这完全不合自己性情的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是不是这货又偷偷在打补丁？楚哥还真没打过补丁，因为这是原设。外人眼中纵横天下的一代强者，褪去了戎装居家之时，就是一个贤妻良母，要不怎么说是幻想中的完美女人呢？只不过书中剧情远远还没到他展露这一面的时候，然而现实之中却意外的提前让他进入了生活氛围。很可惜对楚哥没那感情，念头便只一闪而过就被掐了。邱无忌继续投入在那上下5000年的浩瀚海洋之中，楚哥那边的思路也越来越顺畅。反正后文已经定下了调子，就是那么写了。楚哥索性更干脆了一点，让楚天歌渐渐感受到红粉骷髅的道理，走向了一意孤寒的修行之路，真正的无女主之路。炒股放弃了，不合楚哥的性子，觉得别扭。老实说，刚转无女主文不太顺手，因为关于写男女交集的戏份，一旦专注在主角个人故事里很不习惯。但实际上更好写一点，因为需要顾虑的东西变少。比如出门游历，一部需要考虑女主神隐的戏份问题，二部需要考虑得罪仇家的牵连问题，三部需要考虑人物塑造了，真是天高海阔，恣意挥洒。当然如果不擅长设计剧情的话，会显得单薄无聊，也不是谁都能写好的，算是个挑战。楚哥以前也没好好尝试过，这回试了下去，慢慢习惯了，觉得好像也还行。毕竟张其仁那种类型他经常在看，并不陌生，手头比例在，就仿张其仁那套去写，好像也能写。楚哥看着自己越来越像张其仁的味儿，忽然在想，如果这么写真能火起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算为张其仁证明了？新一章完成，保存发布。书评区比之前安静，失望的人已经弃了，新来的人还没多少，显得有些冷清。刷了一下后台，新章追订数据也下滑了，但居然比楚哥预计的好很多。本以为起码跑一半呢，结果也就少了1/10左右。也许部分是尚在观望中，部分是不管你写什么类型，什么女主不女主的，只要故事可以我就看。这么一想也对，其实掉了1/10已经是正常情况下不可承受之重了，只是自己预期太低，反倒显得不错似的。楚哥心中很是淡定，离座出门去看邱无忌。邱无忌已经不在沙发上了，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和饭菜香。楚哥探头看了一下，一时有些呆滞。邱无忌就站在那里继续看书，眼前的炒锅自动在炒菜，旁边还有个砧板，一把菜刀在自动切菜。看看锅中菜炒好了，邱无忌打个响指，锅中的菜就自动飞到盘子里，摆得整整齐齐，然后继续低头看书。怎么没见过仙树炒菜？我什么没见过？这我真没见过。楚哥哭笑不得，怎么不索性直接变熟呢？邱无忌和书想了想，少点感觉，这活还是精细点好，我也要吃的。楚哥哑然，今天的菜色很简单，也就排骨白菜和炒蛋。楚哥并不知道邱无忌会做哪些菜，邱无忌对现代很多食物也不了解，就随便超市里买了一点。结果饭菜上桌，楚哥吃的舌头都差点没吞下去，太好吃了！这白菜还是我想象中的白菜吗？仙家控火控物的水准用来做凡间食物是什么体验？体验就是外面馆子的东西瞬间变成了猪食。邱无忌自己也吃得笑眯眯的，我去做大厨也能赚钱对吧？对，楚哥觉得邱无忌如果有个身份，那是不管做什么都能大赚特赚，修仙的存在本来就是个 bug。 他叹了口气道，我问了不少人，感觉你这样搞身份确实比较困难。邱无忌似是早有所料，当然换了我宗门里忽然冒出一个生面孔说是我们的弟子，也没人信的，因为本来就不是。我看别人构想的操作是逐步留下生活痕迹，甚至在其他城市构建一点似是而非的存在记录。构想很合理。邱无忌笑笑，但我真不太愿意纠结在一个身份里奔忙，你说的跑出国境去战乱之地还更合我心意。反正如果这事难办就不办了吧，我现在不是有东西抵房租了吗？等到更了解此事情况我就出去了。就知道。楚哥无奈的扒饭，书看了多少？有难以理解的地方需要介绍吗？暂时没有，这个世界的古时和你写的书有很多相似之处，你还化用了很多神话传说，比如4项就是，在我看来比现在的环境更为代入，还挺有趣的。邱无忌说着说着，神色倒有些争冲，我总觉得你们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有灵气的。楚哥道，有很多书都有这类设定，比如绝地天通之后消散了，比如斩龙脉之后消散了等等。邱无忌摇摇头，说是彻底消散，倒也不至于，
还是有比较稀薄的。另外，他顿了顿，有些迟疑地道：“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觉得这次过来感觉到的灵气比上次更浓郁了一丝丝，这量太过稀薄，我无法确认。”楚歌抬起头，眼里也有些严肃：“这叫灵气复苏？这会是他从书里跑出来的原因吗？如果是，那这世界的特殊状况或许不止自己一个。”想到这个，楚歌觉得自己多了件事做，再也不能一辈子窝在屋里码字了。比如那些本来想推掉的聚会，包括且不限于网络作协聚会、同城携手小圈子聚会以及同学聚会等等，说不定都得去一去。类似林武阳这种职业的，更是应该多交往，指不定就能意外得知什么超现实的状况。并非对别人是否也有特殊能力多感兴趣，而是探索邱无忌跑出来的线索，确实要走出去找，否则单靠自己坐在电脑面前码字，永远也别想找出来。楚歌越想越是蛋疼，确实是不喜欢交际啊。以前这些基本都推辞得一干二净的，真是的，除了作品乱套了，生活也彻底要变样了吗？可是看着邱无忌默默收拾碗筷去洗碗的样子，那点蛋疼再度被小手揉过一样，瞬间消失了。修仙者的好处在于，他洗碗也是秒洗，别人男女同租，如果女的做饭一般，男的必须洗碗，这常规分担都直接不用了，这比下馆子还舒服，又好吃又便宜又卫生，还赏心悦目，穿着黑丝高跟给你看，心理上还特爽。这位在自己世界是个人人敬慕的绝代高手，在这里小媳妇一样的做饭洗碗。楚歌知道邱无忌也未必就被一个房租忽悠的没边了，他绝对是有对打乱了他作品的愧疚之意，有意偿还的。就为了这个做出一些改变，又算得了什么？第一件改变，锻炼。饭后又去买了一张加更，到了9点消化的差不多了，楚歌就踏上了跑步机。跑步机是现成的，某一天楚歌发狠要开始锻炼的时候剁手买的。然而在此之前，你根本认不出这玩意叫跑步机，它上面堆满了各种杂物箱子，跟个货架拖车一样。按照张其人的说法，楚歌您这跑步机挺好用的哈，够能装。光是把东西搬下来，大热天的都出了一身臭汗。跑步很丢脸的，只用了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跑了不到10分钟，就跟条狗一样跳了下来，站在旁边撑着膝盖哈气。邱无忌懒洋洋的靠在沙发上看书，投过来的目光斜斜的，含着意味难明的叹息。楚歌很想死，你们这跑步法宝还挺有创建的。邱无忌悠悠的收回目光，就是少了点限制，要不要本座给他周边加上隔离罩，不跑够一定时间出不来，感觉这样效果好一点。你当我黄渤呢？楚歌休息片刻，感觉恢复也挺快，又来了自信。这就是太久没锻炼的结果而已，能坚持就能越来越久的。我大学时代好歹也能跑马拉松吧。坚持。邱无忌撇了撇嘴，就你那之前当成杂物车用的德性，就知道你所谓的坚持是什么了。怪不得写个主角坚毅无比，感情是自己做不到的，歪歪在书里嘛，就像他自己得不到的女人一样。正这么想着，就看见楚歌趴了下来，双手屈在胸前撑着地板。邱无忌往旁边挪了好几尺，目光警惕，这是什么猥琐姿势？这叫俯卧撑，老太太懂个什么？楚歌开始吭哧吭哧的俯卧撑。邱无忌怎么看都觉得这姿势很像那啥，这世界好奇怪啊，从身体状态变化看着像是锻炼肌肉的，可为什么要用作那种事的姿势啊？然后楚歌3分钟就趴地上了。邱无忌的目光再度变得怪异，这就是您的半小时？楚歌脸上再也挂不住，一蹦而起，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看你的书啊？切！邱无忌目光落回了书上。楚歌再也锻炼不下去，悻悻然的带着睡衣进了浴室，刚走进去又探出个脑袋，你要洗不？我看你现在这个修行，既然连辟谷都没达成，多半也还没到不染尘垢。邱无忌淡淡道，我会洁身之术，要不要对你用用？省时省力。楚歌缩了回去，不用，感觉怪怪的，没有自己认真洗过的感觉，只能作为出门在外的将就手段。浴室门关上，很快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响。邱无忌把书搁在膝盖上，目光有些犹疑。所以说男女同居就是麻烦啊，这种只隔着一扇门，一个男人赤条条在里面洗澡的感觉，真是让人心不宁。光风霁月，反正又没看见。还有楚歌最后这话，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故意，反正是说在了他心里。别说用洁身法术了，就算是他的原身早就不染尘埃，时不时还是会有泡澡的欲望的。女人吗？他多半就是故意的，能不知道自己的习性？他也是想体验一下阁门有个女人在洗澡的感受。呸！真无耻，本座偏就不洗了。邱无忌愤然离座，回了次卧。刚进门就呆了一下，原本次卧没有被褥，就个床板，他打算好了继续盘膝修行的。但这回一进门就看见床单枕头毯子已经铺得整整齐齐，还隐隐散发着清香。这是楚歌在自己还没回来之前就先买好了放在这里，那是多期待有个人一起住啊。我真不需要睡觉的。邱无忌默默看着床上的小猪抱枕，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夜色渐深，决心调整生活作息的楚歌再度码了小半张作为明天的存稿，就上床睡觉了。空调轻轻响着，在这炎炎夏日送来舒适的清爽，也隐隐抚平着内心的躁动。楚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心中在想邱无忌懂不懂得用空调来着。好像不懂也没关系，他正常的寒暑不侵是没问题的吧，之前厚厚的法衣都穿着上街的。等了半天，阁里没有动静，锻炼疲惫，今天的楚歌没熬多久，
等着等着，就不知不觉间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就在他睡着的一瞬间，邱无忌似有所觉，做贼似的从阁林跑了出来，抱着今天买的睡衣一溜烟进了浴室。登徒子还想隔门一引本座洗澡，当本座不会替人睡眠吗？哼！略微研究了一下，浴室的器具也不难分析用法。邱无忌小心的脱了衣裳，露出洁白如脂的身躯。洗个澡多舒服啊，可惜这里小了点，连个泡澡的浴池都没有。事实证明，不管是凡人还是仙女，洗澡的时间都是惨绝人寰。楚哥迷迷糊糊的睡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不习惯太早睡的他早早被尿意憋醒，揉着眼睛一步三摇的去厕所。刚刚走出房门，迎面就看见邱无忌做贼一样溜出了浴室。两人在客厅中间愕然相逢，楚哥呆愣愣的看着刚刚出浴的邱无忌，那头发湿漉漉的，带着洗发水的清香，整个人如同熟透了的花朵，娇艳欲滴。两人身上是一模一样的情侣睡衣，衣服上的娃娃笑脸互相对望，可爱无比，气氛一时静谧。邱无忌渐渐的脸红似血，偷洗澡被抓包就算了，这衣服真是难堪至极，这叫什么宗门弟子统一服饰啊！足足安静了好几秒，正当邱无忌要寻个由头发飙的时候，楚哥忽然微微一笑，轻声说了句晚安，早点休息。邱无忌发飙的话憋回了肚子里，扭头目送他进了卫生间的背影，半晌无言。你屋里有空调遥控器？对，就跟那个电视遥控器一个道理，觉得热的话可以开，就不用偷偷跑去洗了。次日一早，楚哥对沙发上的邱无忌介绍。邱无忌目光游离的坐在那儿，看着沙发边上楚哥脱下挂在一边的睡衣。他说要跑步，特意脱了衣服。登徒子，肌肉松松垮垮的，难看死了。楚哥举步想上跑步机，还没开始呢，就浑身酸痛，腿都迈不开。今天不练了行不行？楚哥试探着问。邱无忌斜睨着他，这就是你的跑步法宝变成了储物法宝的原因。楚哥长期缺乏锻炼，忽然昨天动了起来，是这样的。邱无忌道，本来昨天练罢，若是按摩活络会好一点，但你直接就洗澡去了。楚哥疼得实在没法坚持，只能道，那现在有救不？邱无忌看着他的赤膊，眼神闪烁。当然有，自己替他活血化瘀就完事了，仙法之下什么酸痛都不会留。但说到这事，有一个非常让人想吐槽的问题。邱无忌磨着牙，一字字道，为什么我的仙术什么都能隔空生效，唯独疗伤不能？你给我个解释。楚哥转着眼珠子，一步步往后退。这还用解释？君不见电视里男主角给男人疗伤都可以隔着衣服，给女性疗伤就必须脱吗？咱们写手写书也是一样的，别的可以隔空，尽显仙家特意，唯独疗伤不行，越贴贴越好，要脱更好，不然会走火入魔的，确信。邱无忌看他那德性就知道什么情况，板着脸道，去打补丁，我知道这个可以改，要改也是后面正文体现，这玩意又不会写在大纲设定里，没改的地方啊。也就是说，现在我疗伤就是必须触碰你，好像是这样，那你自己疗去吧。邱无忌冷笑起身，痛死你得了。等一下。楚哥舔着脸道，我的修行也是为了早点搞清楚你穿梭的秘密，早一天是一天，这酸痛拖个几天你又回去了，一来一回时间浪费太久。邱无忌没好气的看着他，不过就是疗伤而已，光风霁月，你也没到不能动的程度，不然别人怎么锻炼的？想忽悠本座，滚！邱无忌飞起一脚，楚哥提早跑路，登上跑步机。酸痛当然可以跑啊，不然别人怎么跑的？果然想忽悠老太太，还是没那么容易。楚哥叹息着开始跑步，邱无忌看着他的赤膊，再度撇撇嘴，悄悄探手揪过楚哥放在沙发边上的睡衣，暗示术法把他胸前的娃娃图案改成了哭脸。这回看着不一样了，顺眼多了。邱无忌神清气爽的又悄悄把睡衣放了回去，去了厨房做早餐。早餐很简单，稀饭加煎蛋。邱无忌寻思自己应该看点这个世界的食谱，不然好像会错过不少风景。修仙者性情恬淡熬得住，他始终没有太过热切的想要出去了解更多的念头，反而是楚哥对此更在一些，觉得他了解太慢了，始终局限一屋。邱无忌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一屋之中的风景尚未尽览，谈何一世？他的寿算绵长，来得及。说不定几十年后，看着白发苍苍的楚哥，也别有乐趣。邱无忌对生老病死早已看淡，这么想本来挺正常，可是想着想着就有些皱眉，觉得他老死了，好像不太好。一定是因为创世父神不能死的，那还是早点让他修行吧。今天带你出去买个手机，再淘个2手本。饭后，一身酸痛有气无力的楚哥继续码了一张上船，就龇牙咧嘴的带着邱无忌再度出门。他还没发现自己的睡衣被变样了呢。看着他勉强走路的样子，邱无忌心中也有点小复杂。你可以在家休息和写书，别的又不急。我觉得挺急的，你了解世界太慢了。书看了多少？看到一个和你很像的人。谁？唐玄宗李隆基。楚哥，这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和我哪像了？是指年轻时期英明神武吧？有眼光。邱无忌偏开脑袋，手机就是你用来万里通话的法宝，叫人送液化气什么的。对，这东西现在不仅仅是万里通话的意义，太多东西集于一体，现代人缺不得。等到手了你慢慢研究。贵吗？
充话费就能送普通的，够用就行。那二手本是什么意思？二手电脑、笔记本方便点，喜欢我那种台式也可以。二手是因为便宜，现在买不起好的，反正到了地方看看再说。楚哥道，我的电脑是工作工具，没法让给你用，否则早就该让你上网冲了。那信息接受速度比刷剧快多了，而且如果你也想码字赚钱，这就是前提。邱无忌犹豫道，听起来都要花不少钱，你这样用钱，新到的稿费够几天啊？不是算你借的吗？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欠更多，到时候无以为报什么的？咦，你怎么连这套路都知道？呸！邱无忌冷哼道，报恩最简单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邱无忌做出杀气凛然的冷脸，你死了就不用报了。楚哥咧嘴一笑，那不是我的邱无忌，我为什么必须是你的邱无忌？邱无忌嘴巴张了张，还没说出来就被楚哥拉进了电信营业厅。楚哥自己是移动卡，用自己身份证双开一张电信卡实在太正常，顺顺利利就办了下来，充话费送了个低端机，随手就塞给了邱无忌。记住了，你的号码。楚哥悄悄附耳说，他附耳过来的气息吹得人耳根痒痒，邱无忌很想把他推开，又怕动作太大惹人注意。他紧紧捏着手里的粉色小手机，记着属于自己的那串号码，心知自己已经越来越接近现实之人了。然而通讯录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就连自己这串号码的后面都是属于他的身份印记，以及他我有责任帮助你的心意是真真切切一步一步实施着，哪怕他并不宽裕。那是我的邱无忌，心里会隐隐觉得他再说要治疗活血，是不是真帮他治一下算了，看他龇牙咧嘴走路都不顺畅的样子，确实也难受。忽然有点想回去，这种感觉有点不太好。然而这一次神魂停留的时间明显再度加长，直到跟着楚哥淘了一个二手本回家，邱无忌都没感到任何顶不住需要回去的迹象。主动回去吗？好像也没什么需要跑的吧。帮他多做点好吃的算了。这个东西叫微信，我可以给你这样转钱。楚哥正在帮他弄各种软件，顺便赚了几百块钱，你去买菜的话就用这个扫，看我扫了多次应该懂。对了，微信起个 ID 啊。楚哥探着脑袋看他手中微信，我们邱宗主有没有自己起个威风绰号的想法？邱无忌确实想起个绰号，不是为了威风，而是为了刻意有别于他的邱无忌。可是脑子里转了好久好久，什么都想不出来，手指模拟他输入的方式，慢慢找着找着 ID 终于还是不知不觉的变成了水随天去邱无忌。邱无忌不知道是不是连自己的谥号都属于天意冥冥。如果楚哥原有匠心，水是他，天可能是指楚天歌，于是水随天去。但天在另一个角度看，何尝不是楚哥自己呢？他就是那个世界的天，于是水随天去，以至于自己想改个绰号都满脑子空白，下意识间还是这一句。抬眼看看楚哥，他笑得花一样，也不知道想到更深层的事情没有，多半没有，只是纯粹高兴他还是沿用了他给的东西。算了，反正我就是邱无忌，改不改又如何？他没说什么，收了手机低声道，去买菜吧。看他好像有些神思不属，楚哥奇怪地问，怎么了？没什么，我在想要不要去买份食谱。哦，这玩意就不用买了，现在有手机有电脑，要做哪种菜可以直接查，还有很多美食类的直播和视频等等，直接学。那是什么？楚哥笑了起来，应该说现在这两件东西才是此事最重要的法宝，当你玩熟了，你就是现代人了。回去之后，邱无忌拎着新买的菜进了厨房，楚哥继续码字。现在他感觉自己码字进入了一个很奇妙的状态，以前每发一张都忙不迭的刷张说看评论水群，现在写完就算，什么都不管，既是不想看争议心烦，也是觉得好像自己的心思都不怎么在呢。一本书最重要的灵魂已经活色生香的在自己身边，厨房里正传来炒菜香，邱无忌一边看书一边先法做饭的样子仿佛就在心中浮现，如此真实。那这本书到底写得怎样还重要吗？最大的价值似乎是把世界构建完整，让它的存在更踏实起来，作品的意义仅止于此，别人是夸是骂又有什么关系？扑了，大不了去打工，难不成还能饿死？佛系心态使得他越发轻松自如，连带着码字都越写越快，昨天都加更了，最后还能留半张存稿。今早锻炼加逛街花了这么多时间，结果午饭之前看似还能一更，如果接下来没事打扰的话，说不定今天都能万字更新，破纪录了属于是。后面属于邱无忌的剧情最主要是围绕着收集4项大阵材料等等有助于飞升渡劫的物品，这是与他相关的主线。在收集的过程中会有形形色色的剧情，部分与楚天歌相关，也有部分无关，毕竟楚天歌的层次较低，摄入不了太多高端战局。如果是按照原本的写法，那就是与楚天歌相关的剧情浓墨重彩，邱无忌自己的剧情略微介绍一二，属于人物在戏份之外自己做的事。而如今楚哥会下意识的去重点描写邱无忌的个人戏份，搞得有点变成双主角的意味似的。为了不让这感觉太凸显，楚哥还琢磨着是不是要多写点别人的独立戏份，这么一折腾也就近似于群像写法了，很难驾驭，对他的能力开始超标了，但管他呢，写就是了。新一章发布，楚哥正待跑厨房去和邱无忌扯淡，滴滴滴的声音传来， QQ 响了，定睛一看，编辑。楚哥心中一个咯噔，不会是遭遇和张其人一样的事了吧？编辑大大什么指示？你字数差不多了，
我给你申请了封推，主编通过了。这些天多存点稿，写个感言。感谢大大。楚哥又是惊喜又是纳闷。惊喜的是自己写了几本书就没上过大风推，虽然这玩意现在的流量地位已经被开平推超越，但曾经作为最大推荐的历史意义和荣誉摆着，那是对作品的肯定，曾经属于大神们都会为之写感言的事情。这眼看最近在调追读的，居然还能轮到这好事。纳闷的是，推荐的事儿常规不是站内短信通知的吗？几乎所有编辑 QQ 签名都挂着莫问推荐，怎么反而会主动跑来说这个的？没道理啊这。结果编辑下一句就是最近写的不错，编辑组很看好，继续保持。楚哥，编辑组在追看这刚精品不久的作品新章节就够夸张了，而且这最近明明写的有点放飞自我，反而很看好。作为老扑街的楚哥终究没敢多问出名高冷的编辑，再度道了谢，带着一脑门江湖关了聊天框。另一个私聊头像闪啊闪，楚哥一眼认出了张其人的骚包头，心情倒是平缓了几分，点开笑问工作怎样了。仗势欺人，忙得鸟朝天，嗨，感觉还是码字舒服，虽然穷但自在，还不需要被人管。楚哥道其实差不多吧，我们上头也有编辑，就是管的形式不太一样，终究要靠人赏识。倒也是，扑街没和编辑说过几句话，一说就是被下架，哈哈哈。张其人随意打着哈哈，话锋一转便问你最近倒是很奇怪啊，楚哥，几天都没看你在作者群里灌水了，书评章说也没见你回复，跟个无情的更新机器人似的。楚哥含糊道这不是你也没冒泡吗？我是忙，我也忙，忙着谈恋爱吧。张其人发了一个滑稽表情，终于道出来意，我看见你和一个漂亮女人逛街。我逛街是正常人上班时间吧？你6号吗？话说你什么岗位啊？现在公司难道就在附近？楚哥明明白白的在转移话题，张其人却也没穷追猛打，只是道改天带出来让兄弟见见。问你工作呢？算个保安吧，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早上是跟人追一个贼到了那附近，商圈人多，实在找不到了，倒是意外看见了你。楚哥你倒是要注意点，咱们那小区安保等于没有，进出小区连刷卡都不需要的，小心遭贼。楚哥惊为天人，就你那身板居然能捉贼。张其人发了个叉腰的表情，贼怕的是你那身皮，不看你有几两肉。楚哥指出你跑得过吗？所以被人跑了吧。仗势欺人骂咧咧的退出了聊天。楚哥挠挠头，觉得有点怪怪的，自己固然七转八绕没回答邱无忌的事儿，张其人这说了半天也没说在什么公司啊。两个人都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吃饭了。邱无忌的声音传来，简简单单3个字就把所有思绪击了个粉碎，就像夏日的午后微风轻轻的挠在心里一荡一摇。怎么了？看你笑眯眯的。邱无忌不知怎地看见这表情就想打人，硬邦邦道身上酸痛好了没？今天得了好事，大致可以理解为我也被宗门赏赐进入藏经楼，能转化多少修行还要看自己。楚哥对邱无忌解释比喻最是直观准确，他对他们那边实在太了解了，邱无忌一听就知道这确实是个大好事，不由笑道主角的待遇要到你身上了。楚哥眨眨眼看着他不说话，邱无忌怔了怔，笑靥变成了杀气，他本人是不是就属于主角的待遇到了他身上？楚哥迅速低头扒饭，也许是女主角的出现把运气带到了我身边。这满满的求生欲，明明圆的挺好听的，可邱无忌还是觉得自己越来越想打他，这和刚穿过来的时候揍他好像不一样，就是想揍他。一顿饭两人都闷声没再说话，邱无忌吃完板着脸收了东西，转身进了房间。我借50阳气修行一会，无事不要打扰。楚哥很想说阳气我这里更多，纯阳，可心知这话说出来要被活生生打死，只得老老实实回自己房间，也打算午睡一会。这活色生香在身边，也不知道何时能够更进一步。夏日的午后，外面烈日炎炎，空气干燥安静，偶尔传来知了的叫声，闹得人的心底总有什么要涌动发芽。楚哥迷迷糊糊间想着，这到底是夏天还是春天？就在这万籁俱寂之时，房门上渐渐显出了一个人影，人影渐渐的越来越凝实，竟从房门上直接走了出来。穿墙术，一个黑衣瘦削男子出现在门内，手中提着一把匕首，静悄悄摸向房间的方向，眼眸四处转动着，警惕而狠厉。这户型进去，先看见次卧，门没关，他瞟了一眼，眼神就开始发直。一个绝色美人穿着一身可爱睡衣，盘膝闭目坐在床沿，男子口水都快滴出来了，这也太美了吧！继而就是一阵狂喜，这并不是自己此来要找的人，可能找错了户号，但这收获可一点都不逊色，简直撞了大运了。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越走越近，眼眸都兴奋地开始发红。正在此时，床上美人冷冷地睁开了眼睛，光芒一闪，虚实生电，男子仿佛坠入了最恐怖的梦魇，动不了，喊不出，无法呼吸，如坠鬼域。身后传来脚步声，一把扫帚恶狠狠地拍在他后脑上，男子下意识抱头，却连手都抬不起来，带着惊恐的表情栽倒在地。这是怎么回事儿？定身术。美人看向他的身后，那冰冷的杀机却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笑意。楚哥举着把扫帚，恶狠狠地冲着倒地的男子拍了个七荤八素，一边紧张地问：“没事吧？”邱无忌想笑：“你问谁？”啊！
楚哥停下手，这才反应过来，在邱无忌面前该小心生命安全的，确实该是贼才对。他此身再怎么降格，那也是修仙的，还是顶级强者的分魂之躯，自己紧张个啥呀？邱无忌的笑意越发浓郁了，他是直接穿门而入的，声息很轻微。你居然能感知到他进来？因为没睡着，有点动静就觉得不对。其实是因为一直在关注格林的动静吧。邱无忌心中吐槽，却没说出来。他一手无缚鸡之力的臭血书的，还浑身酸痛中呢。这第一时间心急火燎的抄着个扫把冲进来，这感觉。他悠悠道：“你悠着点，自己那么弱。”他手里有匕首，还捉贼呢，不知死活。楚哥憋红着脸，大声道：“这是男人的事。”哼！邱无忌目光上上下下的看了他一阵，终于低头看向地上的贼。楚哥也臭着脸看向地上的贼，男子泪流满面。你们终于想起地上还有个人了吗？这对狗男女怎么回事啊？这是贼被捉住之后应有的待遇吗？想象了几百种死法，没想过这种啊。邱无忌正在问楚哥：“你们这里捉了贼，怎么处理的？可以自己杀呢，还是需要送官？”男子，楚哥忙道：“送官可不能杀呀。”邱无忌道：“如果他变成白痴有问题吗？”楚哥：“啊？”邱无忌理所当然地道：“我想搜个魂。”楚哥：“还是不要吧，变成白痴也没法交代啊，平白惹一身麻烦，问问就好了。不肯说怎么办？”邱无忌认真道：“可以试一下的。他这么弱，我可以试着不伤魂也能搜出来，当然有一定概率，不敢保证。”话都没说完呢，那男子魂飞魄散的主动喊：“大佬要问什么？我说，我自己说。”这种眼睛一瞪就能把人定身的变态，他可不敢赌这话是吓唬还是真的。万一真的搞出小说里的搜魂所魄，真把人搞白痴了，还不如去蹲局子呢。邱无忌看着他的眼睛，刚刚和楚哥对话的笑语盈盈，瞬间变成了冰寒彻骨。你的穿墙之术从何而来？男子，你在意的是这个？难道不是问我为什么跑你们这来吗？见他迟疑，邱无忌眼中杀机迸发，白玉般的手指就要摁在他的脑门上。男子毫不怀疑，这女人是真的会杀人的。他一身冷汗的大喊：“我这是自己觉醒的天赋异能啊，很多人都是。”邱无忌手指悬在他额前，抬头和楚哥对视了一眼。很多人都是，真是灵气复苏，异能觉醒。楚哥问道：“这很多是多少？我活了快30年，怎么不知道？”那人陪笑道：“当然，总量很少很少，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刚觉醒异能的人，比如大佬您这样，一开始找不到同道是很正常的，但终究特殊嘛，慢慢总会有点事情关联上的，然后开始各自有点圈子。比如这不就来了吗？”楚哥再度和邱无忌对视一眼，这才问道本该第一个问的问题：“你有了穿墙异能，就用来做小偷？你的圈子挺高端啊。”小偷？那人犹豫了一下，没回答。邱无忌指尖泛起了恐怖的光芒：“别搜魂！我说！”那人吓得大喊：“我是来搜索一个敌人的，只知道他在这区域内，不知道具体，所以一户一户找。”楚哥眯着眼睛盯了他半晌，忽然道：“这人说谎，揍他！”邱无忌一时没想到为什么判定他是说谎，楚哥这么说了，他就下意识地拧了一只虚空巴掌，噼里啪啦就抽了下去。那人牙都被抽掉了一颗，鼻青脸肿的喊：“冤枉啊！我说的句句实话，还想忽悠我？”楚哥冷笑道：“谁这么大中午的一户一户找，不该在深夜？又不是谁都有午睡习惯。你这分明是明确对方这个时间要么不在家，要么在睡觉，所以才会选择这么不合理的时间，目标显然是明确的，而不可能是广撒网。”那人脸色变了，邱无忌也是微微一怔，忍着没夸楚哥，那虚空巴掌又大力抽了下去，死到临头还想撒谎。楚哥揣手站在一边，看那人被抽得满脸血在惨嚎的样子，自己脸颊都有点抽搐。这母暴龙太暴力了啊，自己之前没被打死可真是运气，一定是因为长得太帅了，他舍不得抽。我说，那人都已经被打哭了，哭嚎着道：“我是来对付月影的，我跟踪过他，电梯停在这层，我没敢跟太近。”楚哥脑海中迅速闪过对门的少女，昼伏夜出，酒意熏然，额角有伤。是他干嘛的？地下黑拳他赢太多了，犯了忌讳，而且有人怀疑他可能接杀手业务，有案子和他相关。楚哥抽了抽嘴角，总觉得故事有点魔幻。这年头真有黑拳杀手，还是个美少女，还住自己对门，亏自己和张其人还一银去什么厂子里点人家中，被人知道了，怕不被削成人棍。反正书中女主角都跑出来了，多魔幻的事情好像也不奇怪。楚哥只是下意识问：“真有杀手？我怎么没听过？哪里有人被杀？”说到一半，自己住了口。每天死亡和失踪的案件多了去了，警方也不会每件事都公布啊，普通市民哪知道？就像所谓地下黑拳，好像自己活了这么多年，也就在小说里看过。他抬起头和邱无忌3度对视，邱无忌似是知道他在想什么，低声道：“要去他们的圈子看看吗？”楚哥犹豫片刻，还是摇头：“不知道对方强度，我们不要主动摄入的好，直接当不知道最好。能不能洗掉这人刚才的记忆？我把他交给警方。”邱无忌看着他没说话，按他的心思才不怕这点摄入，相反应该主动摄入，才能以最快速度进入这世界的超凡氛围。而且这种隐秘圈子要搞所谓身份什么的更不是问题，可比在家里柴米油盐有意义的多。可明显楚哥并不想突兀打破这样的生活。
前他不急，楚哥想快些，如今是楚哥想躲避，他想快些。因为对不同事件的观念不同，两人对视良久，邱无忌忽然微微一笑：“好，听你的。抹去他短期内的记忆问题不大，就到他进门的记忆为止吧。清醒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怎么就被失手被捉了？”楚哥吁了口气，掏出手机在想是打110还是直接给林武阳打个电话。就见邱无忌再度抽了男子一巴掌，把身上的钱和值钱物品全交出来。本座坐困俗物这么久，忍着没出去抢，居然还有人来送。男子，楚哥。邱无忌突如其来的抢劫行为，使得楚哥报警计划宣告搁浅。这年头已经没人带现金出门了，不过这贼还有点特别，也许是他们这类人一些交易不方便留下痕迹，居然身上还真有现金。崭新的1万整，厚厚的揣在裤兜里，很像刚收到的佣金，身上还有一条金链子，一块劳力士。邱无忌也知道这年头钱还有一种模式，于是想威胁对方转账给他的微信，被满头大汗的楚哥坚决阻止了。你再怎么删他的记忆，毁他的手机，他事后发现钱没了，终究还是能通过各种手段查到转账记录的，或者他落在警察手里，警察也会查他的各种往来记录，这是惹麻烦。邱无忌无奈放弃，想想索性连需要销赃的金链子和表都没拿，就拿了现金，然后果断消除了这贼的记忆。邱无忌打量手里厚厚的现金，这是你们的银票？楚哥面无表情，这面额就对应你微信里那些数字。那这个可以啊，比你写书赚得快。邱无忌高兴起来，可以还你钱了，我就说我一定能赚钱的。楚哥，是啊。邱无忌拎着昏迷的贼往外走，我想了想，记忆停留在刚进门还是不好，不如停留在更远的地方。忽然昏迷，谁袭击的他也不知道，连我们小区的事都没了。你也不用报官，等他自己醒来就行，这就与我们完全无关。如果你非认为要官府把他抓起来，也可以报案说发现一个人昏迷在外面，反正和我们没关系。楚哥抄着手臂跟着他出门，看他手上还有白光笼罩，谨慎的没有留下任何与贼接触的痕迹，半晌说不出话来。你做这种事为什么这么熟练啊？是爸爸的错，没把你写好。但没办法，这年头修仙文都争斗得很残酷的，不这样活不下去的。大中午的路上很冷清，邱无忌使了个隐形术，大摇大摆的把贼丢在隔了2条街外的马路绿化带里。楚哥远远追在后面看，觉得估计也不需要自己报警了。虽然这里离市中心远得很，可也不是荒郊野岭，还是有商圈在附近的，人可不少。这绿化带里躺个人十分显眼，没几分钟就会被路过的人们发现，自然有人报警。话说这种贼如果不是误入邱无忌的魔窟，而是误入其他普通人房间，那别人就遭殃了。这种混账东西还是不能任由自生自灭，必须交给警察的好。他站在老远观望了一阵，果然很快有人发现，跑去找附近小区门口的保安。保安检视了一下，又飞快报警。楚哥轻轻吁了口气，邱无忌站在身边，看他松了口气的样子，忽然问：怎么了？心中不安？因为我抢劫，有部分因素吧。总之，这事在我们世界以后真别做了，早晚会出事的。除非你真跑什么战乱之地去做大佬，其实我也不愿。那你也没坚决阻止我，不是因为你也想要钱？楚哥抬头想了想，摇头道：不是，我需要钱，但不要这种方式来钱。可能对你来说不义之财取之何妨，修行界相互夺宝也常见，但在我从小的教育里还是不合适的。邱无忌的神色有些惊奇，我会这么做不是因为你写的吗？又听楚哥笑道：不过你会有那想法也是因为我的世界设定而来，说不定就是我内心的想法呢，哈哈，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阻止你。我说了，是担心你来钱太快上了瘾，做多了出事，而不是因为这次本身。其实教训这种贼我还挺爽的，哈哈。邱无忌微微颔首，知道了，我会注意。你说这只是部分因素，那主要是为了什么？因为触碰了超凡世界。对。楚哥看着远处天空，低声道：也许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超凡世界或者武侠仙侠的梦吧，幻想自己能离开这种平凡日子，仗剑天下无所不能。但当这样的事情真正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会有多少叶公好龙的，反正我是有点吧。那种好端端的日子要被打乱了的感觉，自然会有些不安之感。他顿了顿，自嘲的一笑：我只是个平平凡凡的过了20几年的普通人啊。邱无忌偏头看了他半晌，忽然道：但你内心却又有渴望，是以矛盾。是啊，要说没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期待，也是骗人的。但这就很矛盾。一个能创造世界的男人，能创造一个生灵跑到家里替他做饭的男人，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邱无忌笑笑：若我邱无忌的父神只是普通人，那碌碌众生岂非豚犬？楚哥，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又不是我有本事。那又如何？别人觉醒的天赋异能，难道就是他们自己的本事？还不都是从天而降的？有人借此行蝇营狗苟之事，有人借此一展长才，有人甘于平淡怡然自乐。你爱过怎样的日子，还不是全看自己的选择？邱无忌淡淡道：之所以不安，无非源于虚弱。你若是够强，谁能左右你的生活？楚哥看着他的眼睛：你够强，连父神都差点砍了，逼着更改你的命运，是吗？邱无忌仿佛也猜到他此刻在想什么，两人对视片刻，同时一笑。远处传来警笛声，
警察来了。两人便都停了交流，看警察拷走那贼，对躺枪的小区保安做问询，以及调取小区监控，有条不紊。让楚哥意外的是，见到了熟人林武阳。楚哥不太了解警察系统的事情，觉得有些纳闷，这厮又不是警校的，大家是汉语言文学的同学，考公案里也是做的文职，这种出警怎么会轮到他？而且看似还是个小领导的模样，副着手在周围逡巡，好像是观察现场，身后还跟着2个小警察来着。林武阳绕了半圈，看见楚哥站在远处围观人群里，倒是怔了一怔：“你住这啊？”“没有，几条街外呢，路过看热闹的。”在林武阳过来之前，邱无忌便已无声无息地退走，围观的人还挺多的。楚哥混在人群中，毫不心虚，便大大方方地打招呼：“你调刑警了？”“差不多吧。”林武阳没说太细，之前网上扯淡的锒铛德性早就不见了，此时的他肃穆认真。这些天有没有见过奇怪的事情或者生面孔出入？我连一栋楼的人都不认识，别提2条街外了，天知道哪个算生面孔。楚哥没好气道：“你问别人也是一个答案，这年头不就这样？”林武阳点点头，这确实又不是以前老街坊，隔街都熟脸，这年头谁认得谁啊？谁算生面孔？再说那人被丢在外面大路上，连近处小区都未必相关，还是看监控靠谱。说话间，有警察匆匆过来，神色严峻：“林科，监控看了。”林武阳看了楚哥一眼：“有空聊，现在正事。”楚哥摆手：“好说，居然是林科了，下次等你请吃饭。”林武阳笑笑，和那警察离开。倒不是拿枪拿掉，警察办案自然是不能被外人旁听，无论超凡事件还是普通事件都一样，这是纪律。希望楚哥不要以为自己在装逼吧，这年头社会接触久了，才会觉得同学交情还是值得珍惜的，至少纯粹许多。旁边的警察正在小声报告，那人就忽然出现在绿化带里，前后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就那么突然出现的。知道了。林武阳轻轻吁了口气：“收对吧？我们暗中捉穿强人这么久都没线索，没想到意外在这儿。顺着这条线，顾社长那边的材料我看也差不多可以交差了。那把他丢这里的人，回去审讯再说。若是狗咬狗最好，便是真有其他未知异能者，这番操作也像是给警方卖人情似的。根据精神，如果人家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是不允许胡乱干涉的，必须保护公民的隐私和正当权益，多探听无益。”楚哥也转身挤出人群去找邱无忌，刚钻出去就看见一个黑衣少女站在远处的电线杆下，静静地看着这边的喧嚣。见他看过来，少女转身离开，瞬间不见。我听见了那个捕头和属下说，如果有异能者要正常过日子，要保护。邱无忌从旁边出现，跟着楚哥一路回家，低声道：“你们这国度人情味可以啊。”楚哥之前担忧的事情都被这句话消弭了一大半，心情很好的笑道：“那是，这叫以人为本。想想也对哈，大部分异能也未必就是危险性质的，大部分人更是惯于安逸的生活，想好好过日子岂不是很正常，也没必要就怎样怎样吧。他们的修行很奇怪，像是专门修一种毅力，而不是系统性的修行。异能和修仙当然不一样，楚哥倒是从这话里发现了话点，他们的毅力可以锻炼。对，可以看得出锤炼过的痕迹，这很明显。同样一个能力，强弱有巨大的差异，能穿木头门板和能穿墙就是两回事，能穿多厚的钢铁也是两回事。这种能力到了一定程度会有质变，比如无视防御、身合五行，这都是可以期待的方向。楚哥若有所思，看来这所谓的灵气觉醒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开始有了一定的体系。邱无忌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笑道：“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也是无意中觉醒了毅力，而自己不知？”楚哥怔了怔，莫非想象具现化？邱无忌摇头道：“未可知也。真要是这种能力的话，神之之能，超出我的认知，不敢妄猜。等你有了修行，能够体会和操控自己力量的时候，或许便能确知了。”楚哥叹了口气，可这好像要很久很久啊！现在别说起步了，我连身体根骨上的需求都没达到，锻炼好了都不是一朝一夕。邱无忌轻咬下唇，低头走路没回答。楚哥心中想着事儿，一时也没发现他的异常。过不多时回了租屋，楚哥看了眼对门，低声自语：“这邻居。”邱无忌冷冷道：“他有杀伤性，不是一般能力，现在又被人盯上了，怕是会给我们添麻烦。我在想，是不是该逼他离开？”楚哥迟疑了一下，心中浮起张其人说的他做过游戏主播，扑街了。其实他也是一个想过普通日子的人吧，只是没成功。他轻声叹了口气，低声道：“确实让他离开好点，但讲点策略，你直接去逼他，岂不是暴露了自己非凡，又去抹他记忆之类的？”邱无忌沉吟片刻，也觉头疼，确实不太好处理，要么暂且观望，找机会再说。反正又不是次次都能有人误闯隔壁，理论上其实不关我们的事。楚哥不再纠结，开门进屋。进了租屋，把门一关，两人都很快感到一种外界纷扰全被隔绝了的心理感受。楚哥舒服地吁了口气，笑道：“这就是家呀。”邱无忌微微一笑：“还早，我先去码字，然后锻炼。”等会。邱无忌问：“先教我怎么查食谱或者什么教美食的直播？”“哦，先教你用个千度，以后有不懂的名词之类，直接搜也行。比如这样。”楚哥凑到他身边，打开笔记本电脑，
输入了秋无忌，第一页就显示了好几条与这个词相关的诗词，其中就包括水随天去秋无忌的全词。秋无忌看得美眸异彩连连，这真是顶级法宝，修仙界都没有这样的东西。有这东西你不早告诉我，我以为你那电脑就是写书用的呢。早有这个，我能少多少瞎猜啊？也对，早时候没条件啊，他的电脑是常用工具，人一天到晚坐那儿都跟生了根一样，让不得的，现在才算好起来了。楚歌又示意了几个，比如蛋炒饭怎么做，瞬间又是一大堆显示结果，还有视频教学，简直神物。秋无忌大喜过望，楚歌警惕道：别尽信这里的东西啊，这不是权威，只是不同的人的信息结果，只能参考。秋无忌道：本座自有分辨。楚歌质疑地打量了他一阵，便教学下一条：直播或者视频的话，先用小破站吧，你看这样。秋无忌坐在电脑前，楚歌就挨在身边做教学，两人靠得很近，互相都能闻到对方身上的气息，可双方好像都没太大感觉，这种程度的靠近好像已经非常正常。包括秋无忌查食谱的意义，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变得怪异，因为他把抢来的钱全给楚歌了，别说几个月食宿，便是手机电脑的费用都全还了个一干二净，他已经不需要靠替他做饭来抵房租。但两个人都忘记了这一点，直到教学完毕，楚歌人都回房码字了，才醒悟过来，刚才那姿态明显应该可以开点油的，比如捉着他的小手挪动鼠标之类，他心思在学东西，未必会注意这个的。嗨，蠢死了。那边秋无忌目送楚歌走人，打开搜索栏想了好一阵子，第一件事却不是搜食谱，而是用一指禅慢慢打出了微信转账能不留线索吗？显示的结果很是让他有些皱眉，只显示怎么删除手机痕迹，可没说怎么阻止警察用其他手段查，看来还是信楚歌的为好，感觉大概率是能查的。财路断了，想了想又输入一条，女主从书里跑出来了怎么办？结果显示第一条就是一个匿名人士发布的相同问题，连用字都丝毫不差。下面的高赞回复50包邮解军愁，匿名题主却好像破了防，回复您配钥匙吗？秋无忌看了看问题发布时间，嘴角不知不觉弯起了笑意。这个匿名题主就在隔壁码字吧，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原来在这里都可以交汇。他再度想了想，最后查了一条神迹夜总会在哪，这是从那穿墙人的脑子里掏出来的词，连楚歌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掏的。千度地图上显示出了同城地址，秋无忌默默记了下来。楚歌不太愿意自己涉足这些，那就不直接去找些恰当时机，暗中做些略微窥探总是可以的。不过这电脑真的好有趣，真的犹如万花筒，诸天万界尽在其中。秋无忌兴致勃勃下拉浏览着页面，眼睛渐渐开始发直。由于搜索关键词里有夜总会，当前页面里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性奴，什么调教之类的，全是魔门词汇。果然是魔界。秋无忌鬼使神差的往里点，屏幕上跳出了硕大的防护警报，吓得他直接插掉了整个浏览器。这电脑不会烧了吧？算了，还是看炒菜视频去。秋无忌打开视频网站，搜了一段视频，看着看着又开始发呆。怎么这视频都穿着3点内衣的呀？您这是在教做饭吗？真是。秋无忌看着视频，目光游离，心思都不知道飘哪了。可能对于惯常身处这种环境的他来说，这些事情真的很正常吧。傍晚，楚歌又写了一张半，出来活络筋骨，打算再跑一次步。早上刚跑过，按理这刚开始恢复锻炼也不该跑太多，他这闲下来第一时间却还是想继续锻炼，也不管有效无效，总觉得有了紧迫感吧。他脱了外衣，正带上跑步机，忽然觉得哪不对，这都5点多了，秋无忌还在房间里呢。仿佛是听到他在外面的动静，秋无忌带着点小慌张的跑了出来。啊，我忘了时间，该做饭了。楚歌很是理解的笑，大家都经历过的，想不到我们秋宗主也会一头扎进网络里出不来了。哪有？秋无忌嘴硬道，我只是多学了几个菜色。好好。楚歌笑道，期待新手艺。秋无忌犹豫片刻，你又跑步？是啊，感觉时不我待。酸痛好了？没有，更痛了。秋无忌抿着嘴沉默半晌，忽然道，别跑了，坐过来。楚歌。秋无忌平静地道，我给你治疗活血。楚歌，那什么表情？秋无忌硬邦邦道，你有紧迫之感，我又岂能没有？实际上你之前担忧的进度是可以加快很多的，我不仅可以给你治疗活血，还可以贯通奇经八脉，滋养五脏六腑，直接就可以开始修行了。区区凡俗之躯而已，调理能费多大事？楚歌目瞪口呆，那你让我跑步锻炼，折腾了2天。秋无忌偏过头，本想让你踏踏实实从头开始，得来太过容易，会导致心浮气躁，对日后心境不利。楚歌没好气地瞪了他半天，忽然想到什么，问道，是否会缩短你在此界停留的时间？秋无忌怔了怔，强自道，不会。别瞒我，肯定会。楚歌转头就走，算了，不要了，我自己练。真啰嗦。秋无忌忽然发起怒来，一把将楚歌揪过来掀翻，骑了上去揍了一顿。装，明明就想，还要一脸正气样，我才不要你扮好人，口是心非最惹人厌。卧槽，救命，痛痛痛！粉拳雨点般落在背上，不知何时变成了欠掌轻抚，呼痛声渐渐变成了呻吟。
庞大精纯的仙灵之力丝丝沁入体表，温润肌肉，抚平经络，调节脏腑。楚歌只觉得整个人身处仙界瑶池，舒服的飘然如在云端，直欲升天。讲道理，暧昧之意其实真没多少，发张气球都比这色，随便去个正规推拿店里的接触都比这色，但暧昧只在人心。天色渐沉，室内没有开灯，孤男寡女，人影昏昏。玉手轻抚裸背，清香暗自撩人。此时无声胜有声。市局，加班到现在的林武阳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林科长您好，我是顾若言。顾社长请进。林武阳一身轻松地递给他一份打印好的文档。你要的材料基本完成了，电子档已经发在你的邮箱。非常感谢，林科长辛苦。应该的，你们编辑社的名录编好了，也是我们重要的内部档案依据。顾若言打量着手中文档，忽然笑了。林科长这里应该还有遗漏。林武阳坦然道，不可能尽知的。今天意外捉了穿墙人，从他嘴里撬出了他的一些同伙的身份和能力，才算是大致交差。更多的了解当时很长期的水磨功夫，而且随时也有可能出现新人物的。顾若言摇摇头，笑道：我不是指那些本来就不指望尽知。林武阳奇道：那是什么？顾若言笑道：林科长自己啊。林武阳，顾若言顺手提起桌上的水笔，在文档下方添了一段：异能者名录，姓名林武阳，身份南江市局特殊事务科科长，能力强制真话，发动能力时能让对方说真话，开发程度微弱，性质辅助类，潜力评估暂估 B。 天色彻底黑了，霓虹灯点亮了整座城市。楚歌孤零零地趴在沙发上，1个小时了，连动都没动过。邱无忌消失了，他这次停留的本来就很久了，大约也已经在濒临回去的边缘，还大肆动用法力洗涤楚歌的根骨，自然是留不住了。原本是骑在他身上，这突兀消失，内衣呀丝袜就那么直接散在他背上，罩子直接罩在后脑勺，场面看着极为生草。可楚歌连半点心情都没有，体内还停留着邱无忌临走之前给他指点的经络运行，那一缕法力驻留体内，如同一个引信，慢慢在经脉之中游走运转，如此真切，也象征着楚歌的修行开始启蒙。他居然真的可以修炼自己瞎编出来的修行法，只是编了一个名字和效果，抄了几句道经填充，然后世界自我衍生完善而成了真正的法门。邱无忌的修行略偏于剑修，辅以术法，相对其他宗门专修某些种类而言会更全面不少。而在书中原设里，宗门屹立万年，邱无忌纵横天下，藏经楼里长期收集的宗门历代天才新创之功以及各类他山之石都多不胜数，这本来是为了方便主角而设定的宗门基础，如今好像全便宜了自己。那些穿墙啊之类的异能只是单一的一项特殊能力，说白了可以认为是仙道的一种术法，专门练一种术法。也许存在个别单一神通超强的吧，比如要是真有什么想象具现化的能力，那可比什么仙法都牛逼。但总体上怎么想都像是，如果我有一头牛，你们只有一根毛，最多有个角，差不多这种感受。这不是什么普通人接触到了超凡世界，好像应该是相反的，这是唯我独法。可以想象邱无忌内心的睥睨，他根本看不起别人那些单项能力，能不直接杀到穿墙人的老巢去，真是尊重了他楚歌不想惹事的意愿了。只不知道现实这些灵气足够支撑自己修炼到什么程度，不指望练到邱无忌的水平，只是如果修炼高了，对书中世界的影响是否更为可控。比如强行让邱无忌永远留在这里，已经越来越习惯身边有他的楚歌，如今越来越厌恶这种别离，更加害怕他一去不回，因为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邱无忌想来，此事的意义是什么？是认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对于一个顶尖的修士而言很有诱惑力。但当他越来越熟悉这个世界，直到和现代人完全没有区别的时候呢？他还有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这只是一个灵气稀薄的世界，哪怕有万般迷人，对他的意义肯定还是比不上真正修行之地的。楚歌第一次开始后悔，是不是不应该那么无私帮助他了解世界，应该让他慢一点，更慢一点。他怔怔出神了好久好久，终于抓起后脑勺上的罩罩，长身而起。那当然是不行的，正因我以善意待他，才会得到相同的态度回应。他是知道的。楚歌吁了口气，这回没去帮他洗衣服，好好收了起来，放进他房间。今天没吃饭，不想吃，码字把他写得更飒一点。今日万更。书中世界，邱无忌站在窗边望月，这是他最喜欢的形态，楚歌笔下钦定的最美风景。但今天他才站了几秒，就忽然转身离开，坐到桌边沏了壶仙茶，仿佛有意与他写的邱无忌有所区分。楚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这次的回归其实就有点故意，无论给自己找了多少形式紧迫只是疗伤光风霁月的借口，总之会自愿与他肌肤相处，这就很不对劲。早在上午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就想过，是不是要回来了，还是回来的好。叱咤风云一宗之主，为什么要去那里帮他做饭，还要明知道他整天想着色色的事情，忍着不揍他。反正现在钱也还他了，一身轻松。可是总归还是要过去的吧，那世界才刚刚展开真貌呢，才刚学会上网冲浪呢，就这样做了逃兵。电脑好好玩啊，也不知道那厮没有自己在身边，又涉足了异能者的事情，会不会有危险？对门就住着美少女，
他会不会见色起意？想了一阵，心烦意乱，不得要领，但终究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无论是楚歌还是他邱无忌，都是希望他能脱离他书写的影响，成为真正独立的人。那是他俩共同的道，这是确定的。如何脱离？自己改变性情，恐怕是做不到。邱无忌知道，假如自己故意到处杀人，变成一个嗜血狂魔，多半可以算是做到了变化，但这个不愿就是不愿。改变大事件已经被事实证明无效，世界会自我修正。此外，自己也有些谨慎，不太敢真正扭转大事件走向，否则拍死楚天歌是不是一切完事？不敢这么试，怕出问题。那有什么可以尝试？做一做他书里本来不会发生的特殊事件，先从局部开始，渐渐影响天下。邱无忌沉吟良久，忽然传音册封周长老请来主峰一趟，本座有事相商。过不多时，须发皆白的周长老到了客厅，邱无忌素手沏茶，微笑道：“此前大家分析，朱雀火羽多半在魔门火玉宗手里。”周长老道：“确实如此，宗主是要我本欲约战严千烈，以本宗太虚火为赌注，赌斗他的朱雀羽。严千烈性情暴戾狂傲，还看不起女人，又对我们的太虚之火垂涎3尺，这个赌斗本座有8分把握能让他应战。”周长老沉吟道：“宗主分析不无道理，但魔门之徒毫无信誉，便是赌斗胜了，也未必就能得到火羽。此外……”他犹豫了一下，严千烈凶名赫赫，宗主真有必胜把握？邱无忌笑笑，不打怎么知道能不能赢？周长老，这是楚歌正在写的剧情，才写了开局。邱无忌看了大纲，他将会共鸣天道之气，和严千烈完成立约之后，以极其艰辛的战斗取得了胜利。这其中还牵涉了严千烈一方的谋算、宗门之战，其他宗门的参与，各方蜂拥。楚天歌在其中也有很多表现，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剧情，群像林立，很是精彩。楚歌得到编辑夸奖，说不定是因为这段剧情开局看上去就有点看头。4项大阵的相关之物是邱无忌自己志在必得，涉及他飞升之用的东西。以前为了飞升，现在说不定和2个世界的互通有关，元神能不能过去，说不定就在这里了，这就显得比以前还要重要。所以这段剧情他肯定会按照这个方向去做的，但模式是不是可以改改？比如说，他压低了声音，神色变得严肃，火狱宗的分支羽翼层层叠叠，遍布天下。周长老这些时日费些心，提前找到一些重要的，安插一些钉子，暗中控制。此外，暗中联络一下阴尸山、五谷老人和严千烈，有杀子之仇。周长老听得眼皮狂跳，宗主画风怎么变了？这真的是骄傲出尘的邱无忌吗？宗主，您难不成要走争霸之路了吗？与此同时，楚歌正在电脑前奋剑疾书。邱无忌淡淡说着：“一宗之力总归有限，行事诸多掣肘。若是风云在我，本座为何不能登临绝顶，俯瞰天下？”万更之后的楚歌鸡血效果消失，才发现饥肠辘辘饿得不行。今晚邱无忌没做饭，摁住他马杀鸡之后就消失了，然后码字到现在。想想之前邱无忌说的关于五脏不宁的说法，楚歌觉得作息还是要正常，跑步和其他锻炼还是要坚持，否则就陷入邱无忌所言得来太过容易，胡乱挥霍没多久就还回去了。下次他过来的时候，想让他看见一个精神奕奕的楚歌。一边想着，一边开门出去吃饭，对面的房门却恰好在此时打开。一个黑衣少女举步出门，看见同样出门的楚歌，少女下意识就想后退，可看看楚歌孤身一人，少女犹豫片刻，终于还是走了出来。楚歌没有看她，摁了电梯按键，安安静静的等电梯。少女也就安安静静的站在一边等，直到电梯下行，两人默然站在电梯里，自始至终都没说一句话。叮，电梯到了1层，门开之时，少女忽然说话了：“我在找房子，这几天就会搬走，抱歉。”说完急促离开。楚歌慢慢走出电梯，往相反方向离去。看来这少女门儿清，按理他不该看得破邱无忌的隐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见自己出现在那里就猜到了始末。不过还行，是个讲道理的人。楚歌发现自己真没有遇上杀伤性异能人士的惊惧感，也许是因为邻居这么久了，算个熟人，也或许是因为都被母暴龙拿剑架在脖子上了，咱什么没见过。再说咱现在也是修仙的人了。楚歌默默吃着牛肉面，仿佛能够感受到能量分解化入体内的丝丝过程，犹如抽离一样俯瞰着自己体内的宇宙。炼气期，如今的楚歌还没法以打坐代替睡眠，吃完回去洗了个澡，盘膝坐在床上，根据邱无忌指点的经络运气周转了36周天，修行有没有增长不得而知，倒是有个好处，就是非常凝神静心，睡前的胡思乱想基本没了，头一沾枕就呼呼大睡。别的不说，治疗失眠倒是一把好手。次日醒来也很早，天蒙蒙亮就醒了，一晚上深层睡眠，精神非常好。楚歌再度修炼了36周天，然后跑步、俯卧撑、深蹲、冲洗、吃早餐，一套折腾完了，才刚刚8点出头，神采奕奕地坐在电脑前开始码字，思维都觉得灵活清晰了很多。楚歌泪流满面，都有着元气满满的状态，老子早几年前在单位就该提拔了。今天还是万更。在楚歌的奋发之中，风推如期而至。楚歌已经很久没刷过后台数据了，今天都没忍住，刷了又刷。这收藏涨得也太恐怖了，每刷新一次收藏就加几十，不到1个小时都破1000了。这就是扑街仰望已久的大风推吗？
收藏有多少能转化为订阅还是未知数，毕竟新来的读者要看了公众章节才会决定是否继续往下看，这才1小时，反馈不到订阅上。但即使以最普通的转化比例来看，成绩往上涨一大截是肯定没问题的了。话说这订阅数据也是好久没看了，如今这么一看，和当初流失之前对比还多了一点的，也就是封推之前就已经有不少新读者来看书了，弥补了流失，和前段日子那一波奇怪的引流有关。这么看来，这因邱无忌改命而瞎鸡巴写的后文好像没失败，封推前就是略微增长的状态了，封推后是不是要起飞？本以为这长久没看的数据是惨不忍睹等封推救命的，想不到恰恰相反，楚哥总觉得有点时来运转的味道。因为女主角的出现，把运气带到了我身边。楚哥深深吸了口气，关掉后台不看，继续专心码字。今天万更的最后部分剧情有点特别，楚哥不想因成绩过多分心，因为在写邱无忌和严千烈试图共鸣天道之气，以力赌约。这在描写来说，就是天上仿佛传来闷雷般的声响，鎏金大字隐隐浮现，立约已成。至于邱无忌怎么沟通的天道，具体过程是没有的，这本来就是作者机械降神的设定，又不是真正在和天道有什么交流。但在天意就是他楚哥，并且邱无忌明明知道的情况下呢，这个剧情在邱无忌的眼中，在他的沟通过程里会是怎样的心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把他楚哥自己写进了书里？他已降临吗？楚哥有些紧张地敲下了这么一行字，邱无忌仿佛感受到了苍天的注视，似有什么在心中共鸣回响。略微等了片刻，没有动静。楚哥一咬牙，索性写得更明了一点。对他而言，天道已经并非不可捉摸的冥冥，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回应的东西。仿佛有什么碎裂的错觉，楚哥眼前的屏幕渐渐模糊、幻化、拉伸，蓝天白云、巍峨高山隐隐出现在面前。邱无忌立于山巅，负手望天，他身前是一个爆裂的大汉，浑身烈火，犹如魔神。焚天灭地严千烈，此事最强魔君之一，哪来的什么天道共鸣之气？邱无忌，你是失心疯了？严千烈哈哈大笑，我被修行图个什么？不受拘束，突破此界，遨游域外，踏破诸天。你居然跟我说你要沟通天道，让他约束你我？哈哈，你修个屁的仙！邱无忌淡淡道，在一界便有一界的规则，那就是天道。你我修天道至今，在未曾踏出去之前，至少要尊重它。你所用的任何法门，实际也在天道之内。你以为是你逆天而创的吗？哈，这便是你们所谓的向道而行，对吧？真是笑话！若是抱有这样的念头，你几时能撕碎这天？严千烈大笑道：“本座不跟你论道，你要水随天去，那便去。”邱无忌冷冷道：“既知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你废话什么？”严千烈笑道：“本座笑话的是，所谓天道利器，本质与誓约相类，但你我修行至今，早已不受誓言所限，什么天道能管老子的事？你沟通出个花来也没用，懂吗？你看你沟通了半天，有回应吗？”邱无忌望天，淡淡道：“夏虫不可语冰，你等着便是。”心中暗骂楚哥：“你在搞什么？别告诉我还没写到这剧情，我提前开始了不算，我提前开始也得算才对啊！你大纲写了的呀？你倒是快写啊，混蛋！我被人笑了。话说这天道共鸣怎么鸣啊？这玩意不是不可捉摸的，明明不就是你吗？你自己跳进来。”正这么想着，他就感到苍天在注视自己，回望过去，却什么都没有。前方严千烈的笑声却开始停歇，眼神有些惊疑不定。两人同时都感到了一种浩瀚的威压降临魂海，浩荡平和，犹如时光流淌，明明存在，却不可捉摸，不可逆转。灵魂深处仿佛响起了这样的共鸣：邱无忌与严千烈赌斗之约成立。天上仿佛传来闷雷般的声响，鎏金大字隐隐浮现，立约已成。严千烈的神色严峻无比，他真的感到了一种约束在心间，如果事后毁约，恐怕真的会有点问题。这他妈居然是真的！邱无忌却没有借机嘲笑他几句，他的魂海之中清晰地泛起了楚哥的笑脸，冲着他促狭的眨巴眨巴眼睛。邱无忌唇角弯起了笑意，无声的回应：“原来真可以在这里见到你。”那边严千烈感受到了天道誓言约束，心思虽变得凝重，倒也没有纠结。约束是双方的，既然是赌斗，难道你邱无忌就稳赢？就不能是本座赢得赌局，不仅收取太虚火，同时踏破你云际宗山门？是了，场外宗门之事当然也会影响双方决斗天平，这是不能以等闲单打独斗视之，得好好筹谋一二。严千烈心中记忆，口中笑道：“既然天道已立约，本座也认了。你我之战定在何时？邱宗主不妨拿个章程。”邱无忌美目流转，笑盈盈道：“阁下以为如何？”严千烈哈哈大笑，转身而去。那便7月15百鬼夜行。邱无忌看着严千烈化作火光远遁的背影，看似魂不在意，其实心中正在骂人：我们世界又没有什么7月15百鬼夜行的说法，你又乱加什么设定啊？写顺了，随手装了个逼，这就是灵感。反正下段剧情还真就是百鬼夜行。对了，分卷名都可以用这词，逼格满满，哈哈哈，我真聪明。邱无忌磨着牙，很想把他揪出来打一顿，但发现自己揪不出来，真就叫一个天意茫茫不可知，无形无质，
他能找到自己，自己却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楚哥也发现了，是不是想揍我，然后没有目标？哈哈，厉不厉害？快叫父神！邱无忌，他咬牙憋着，御剑飞回了宗门，一进宗门便道：之前本座安排的事情速速去做，本座需要闭关打磨，应对与严千烈之战。下一刻，电脑前的楚哥就被人拎着后领揪了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是不是以为我揍不到你？厉害，父神！卧槽！楚哥人都被打懵了。哎呦，不是别打了，你现在出来这么轻松的吗？连个 CD 都不要等的吗？这不科学吧？那你留不住回去了，立刻又穿回来，不就等于永久？哥，这卡 bug 呢？邱无忌冷笑，怎么？不希望我随时能出来是吧？怎么可能呢？楚哥狂喜，真能随时出来才牛逼啊！我遇到什么危险，大喊一声救命，是不是等于无敌？你想得美，凭什么我就要听得见你喊救命？邱无忌没好气道，我说你是不是扮演天道得意忘形的变傻了？我回自己世界明明已经过了10几天，宗门已经做了多少暗中行事，这么长的时间，什么灵魂疲惫都恢复过来了，否则哪敢贸然约见严千烈定下赌斗契约？不怕他直接出手的吗？当我和你一样傻？原来对你已经10几天了吗？楚哥想想也对，自己这边虽然才过了1天，然而连续万更，书中时间推进可不慢。上次其实也是的，独守魔君那事就是7日后，这边他也是隔天就回来了。换句话说，如果想要邱无忌能快点出来，只需要自己随便来个3日后、7日后就可以。那要是剧情快进来个1000年后会怎样？邱无忌真就一个人在那边过了1000年？想想忽然有些不寒而栗。还有，为什么我可以出来了就一定要出来？邱无忌斜睨着他，你是对本座有什么误解？本座没事干的吗？嗨，别本座了。楚哥笑道，之前不是我已经说得很顺溜了吗？这是故意在干嘛？邱无忌哼了一声，没有回答。你要认知新世界的嘛，总是要出来的。楚哥笑道，就算不提这个，你也需要看我的后续相对照，大家才好琢磨怎么让你脱离书中影响啊。邱无忌心中轻叹一口气，就是这种态度让他实在无法对楚哥起反感。你换了任何一个男人，可以恣意操纵他的人生，定义他的思想和爱情，也不会像楚哥这样，居然会是真心的为了他能够脱离出来而努力。也许他和别人的追求确实不一样，他想的是我写的人要是真能独立出来，那该多牛逼。该他是父神。邱无忌没再跟他顶牛，转而问道，你现在可以随意神降，还能做到别的事吗？目前看来感觉不行，只能是我写到你与天道沟通的剧情，等于我写了我在和你沟通，所以能沟通。不过我觉得这个很有发展余地啊，回头我研究一下，来个天道化红军走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能搞搞。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不是出来就无敌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怎么想都离谱。一个完全没修行的人直接穿进来变成无敌，这一定有点问题的吧？或者索性说，如果你的小说原设没有天道化人突然拍脑袋，是不是也违反你所需要的自洽？你现在都这么懂了？邱无忌切齿道，我不能是妒忌，我练了1万年，你进来就无敌，凭什么呀？好了，知道你是老太太了。楚哥一边说着，迅速做了个防御姿态。邱无忌瞥了他一眼，受虐狂，偏不满足你。楚哥，一个连炼气7亿层都还算不上的低级弟子，就别一天天在那想无敌了。邱无忌鄙视道，你真要想进我们的世界装个大的，肯定需要你自己有一定的修行基础，毋庸置疑。我怀疑你这次能沟通，也是因为已经开始修行的关系。楚哥想想这个很合理，便不吱声了。合理是合理，真要到自己想要的程度，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倒是你说把我的形式和你的剧情相对照，这倒是正经事。邱无忌说着就探头去看他发布的章节，看着看着，脸色慢慢的越来越难看。楚哥奇道，怎么了？你这争霸之意是怎么回事？哦，这个是基于剧情的推演改变。你想啊，这种涉及最强者之间的博弈，必然天下瞩目，牵连极广，双方都有亲善和敌对者，互相都会涉及。你邱无忌作为一宗之主，就算往日里没有这方面的经营意识，但大战当前，肯定是会为此预作筹谋的。邱无忌默然。楚哥看着他的脸色，小心道，倒不是说一定要争霸，就是宗门之争里，选择各类手段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宗主应有的表现。而后续如果真的能压服，甚至灭了火域宗，你本来就能俯瞰天下了，便是不说什么争霸，也自是无冕之地。邱无忌抬头想了好久，忽然自嘲一笑，自以为改变了行事风格，却原来这才是合情合理的推演吗？所以我这么做了，到底是因为你写的，还是因为我自己这么认为？楚哥想了想，答道，现在的你与往日不同，往日你并不能感知自己的思维是否有被强加的迹象，现在是可以的。如果你这次没有感觉到这种迹象，那就未必是因为我写的缘故。邱无忌来了点精神，那是什么？楚哥笑笑，为什么不能是你我心意相通？邱无忌怒目而视，楚哥坦然对望，对视了好一阵子，邱无忌骗开了目光，心意相通倒是未必，你太了解我了才是真的。他叹了口气，无论是因为什么，还是带来了一种命运明明既定之感，仿佛一张挣不开的网，这种感觉真是让人讨厌。楚哥忽然道，有个了解自己的人有什么不好？
邱无忌再度看了过去，刚才你那句话倒是提醒了我，心意相通确实未必。楚哥笑笑，所以邱无忌，你了解我多少？邱无忌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发现自己还确实不算了解楚哥，别的不说，甚至连楚哥的具体年龄都不清楚，家里有谁也不知道，写书之前是做什么的，有什么兴趣爱好吗？一概不知。但我为什么要知道？难道真要和你心意相通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啊？邱无忌有些小憋气，但这话也终究没说出去，只是道：我回房了。楚哥目送他的背影，摸了摸下巴，这态度什么意思来着？等等。楚哥追了上去，这都晚上了，我们先出去吃饭。邱无忌停下脚步，有些讽意的转头，我以为你要说让我先去做饭。楚哥摇摇头，所以说你没了解我呀。他转身走向屋外，我不否认让你做饭确实满足了某些念想，也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但你又不是我的丫鬟，这刚刚出差回来，立马让人做饭，当我是什么了？邱无忌道：你等一下，为了装得很有气势的样子，走那么快干嘛？楚哥，这不是挺了解的吗？邱无忌砰地关上门，窸窸窣窣了半天才换了那身 OL 装出来，板着脸道：走吧。楚哥神色怪异，你那衣服没洗过？邱无忌无所谓地道：我用了清洁术。真烟杂，要你管？邱无忌冷哼道：这不是就一套吗？我有什么办法？我之前给你的钱是不是够？我要再买几套。楚哥从善如流，行，吃完就去买，多买几套别的类型。邱无忌斜睨着他，什么类型？猫耳、女仆？楚哥惊为天人，你怎么知？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本座现在知道了，什么短裙，什么黑色丝袜，明明就是某些人的特殊癖好，恶心的不行。邱无忌冷笑：你骗我说这很正常。楚哥转着眼珠子，一步步后退，很快抵在了大门上，活脱脱一副害怕点 JPG 的表情包。那个黑色丝袜是你自己提的？邱无忌磨了半天牙，让开，楚门上耍什么宝？楚哥一把就被拨到一边，邱无忌大步出门。楚哥跟在身后叹气，就不该让你上网冲浪，这知道的真快。真奇怪，你怎么会精准搜寻别人的 XP 啊？邱无忌脸色微不可见的红了一下，哪是什么精准定位，在那些破站看视频评论区的人各种自爆 XP， 看多了呗。那可真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谁能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环猫耳，还尾巴，这也就算了，喜欢女妖怪的人也不是没见过，可怎么会有人连没变人形的都喜欢啊？什么还没变我已经开始用了，这都是什么人啊？电梯到了，两人闷头钻了进去，邱无忌才闷闷道：你拿我的衣服做不可告人的事情，我这身也不能穿了，怎么世界上还会有喜欢贴身衣物的变态啊？那有什么实际意义？楚哥差点在电梯里跳了起来，我什么时候拿你衣服做过不可告人的事情了？邱无忌转过脸去，根本不信，当初那丝袜都卷成妈了，你告诉我没做过？我 TM 真没有啊。你没有。邱无忌懒得跟他争，转移话题道：这2天有遇上麻烦吗？对门那位，我算了。楚哥也懒得争这种没法解释的问题，话说他这态度也怪哈，真有的话你不揍我？咦，问你话呢？哦，没有，他说要搬走。邱无忌微微颔首，算他拎得清。怎么，如果他不表态，你想好怎么对付他了？该威胁赶人就威胁赶人，该抹记忆就抹记忆。他确实没得罪过我们，但你都说我是一代宗主都能争霸了，为什么要在乎这点妇人之仁？邱无忌淡淡道：我之前很多事情听你的，是觉得你对此事了解，判断比我正确，而不是非要听你的话。楚哥叹了口气，感觉你这次回来强硬多了呀。确切的说是看了那争霸剧情之后，心中抵触感变得强烈了，更想凸显自我意识了。之前揍人还有点打情骂俏的味呢，这变化太明显。楚哥心中清楚，却没和他争议，这种一时心气不顺过去就好了，就当大姨妈呗。他笑道：今天吃火锅怎样？邱无忌神色微动，这大热天的，有空调这种神器，什么天气都可以是春天。楚哥拉着他就往火锅店走，别的菜可以家里做，火锅这玩意一般人家里很少搞的，正好试试。邱无忌看着他拉着自己的手，眼眸微垂，却没说话。忘了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这么拉的，当时什么场面来着？忘了，好像那时候在想别的没留神，可这次留神了，却为什么没一脚把他踢飞？好像他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刻意挣脱是不是太着香了？还没等心思转出个所以然，两人已经钻进了火锅店。看着菜单上琳琅满目的菜色，邱无忌确定这玩意家里真的不太会去做，这也太多东西吃了。夜色渐沉，月影慢慢走进了神机夜总会，戴上了一个鬼脸面具，然后七拐八绕的走进了一个隐蔽的店。电梯通往地下深处，那是黑拳赛场，他靠这个吃饭。打黑拳其实不赚钱，钱都是厂子抽走了，他只有胜场的分成，收入并不高，一旦受了伤，治疗费用都不够贴的。但他只能做这个，因为他别的什么都不会。叮，电梯打开，外界的喧嚣扑面而来，重金属的音乐声，周遭看台上一个个狰狞疯狂的面容，狂热的喊着月影，月影，撕碎他们！胜率太高了，支持者很多。
有人想让他输一场，给他更多钱，但那会很痛。月影微微抬头，看向侧方高台，那里是一面玻璃墙，看不清玻璃墙后的人影。他知道对方的样子，那是一个看上去纹绣瘦削的男子，冰寒的眼镜下藏着冷漠的光。这大热天的，你穿这个？服装店里，楚哥面容抽搐的试图阻止邱无忌，牛仔裤很热的，你管我？本座岂能惧这点寒暑？邱无忌继续大姨妈，我看别人白衬衫蓝牛仔简简单单的就很漂亮，反正腿脚也包裹的严实，没你那么下流。深感女儿长大了会叛逆了的楚哥无力阻止，只能目送邱无忌进了更衣室。过了片刻，眼睛就亮了。邱无忌简简单单的白衬衫蓝牛仔，他觉得很震惊，腿脚都包得严实，可那细裤牛仔紧裹着腿，竟显笔直修长，衬衫随意扎进裤腰里，更显得腰肢纤细，丰峦如巨。这明明看起来更性感了，好不好？也不知道是无师自通的穿搭，还是因为看了些网图，他居然还扎了一个高马尾，那种扑面而来的性感和活力，真是能看得人目不转睛。真的是衣服架子，人漂亮，穿什么都漂亮。边上都有其他客人举起手机在拍照了，邱无忌若有所觉，眉头微皱，于是拍照的摄像头全部失灵。楚哥听见人们诧异的惊呼声，悄悄咽了口唾沫，低声问：你怎么他们了？只是操控了简单的电流扰乱，没坏他们东西。其实我觉得你挺了解我的，知道不后面这句？哼。邱无忌问：这身怎样？会不会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想偷拍？楚哥憋出了2个字：真香。邱无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回想一下，这是在某做菜视频里看见 UP 的穿搭，挺正常的，评论里好像也没谁表示这种装束是什么特殊爱好，应该没问题，便也懒得跟楚哥扯这个，痛快买了单。说来你跟着我买衣服干什么？你很闲吗？难道不该是去码字或者练功？今天万更结束了，不过楚哥想了想，现在好像事情真的变多了，要锻炼身体，还要打坐修行，都挺花时间的，便道：那我们回去。邱无忌看似随意地说着：是你回去。楚哥奇道：那你呢？我又不是什么小孩子，为什么每次出门都要你跟着？邱无忌板着脸道：我不能自己在外面逛，来了这世界这么久，活动范围超过3条街了吗？你没身份，好端端走路上压根不会有人检查身份。邱无忌凑近半尺，笑盈盈地看着他的眼睛：我对这个世界了解不算很少了，楚哥哄不了我了。本来想问是不是有点后悔，但似乎不需要问。两人目光近距离对视着，楚哥的眼眸里清晰地倒映着眼前的邱无忌，邱无忌眼眸刻意用了什么术法遮掩，倒映不出楚哥的影。楚哥静静地看了半晌，忽然一笑：早去早回，记得不要暴力，那就真会有人查你身份证了。说完转身离去。女儿长大了呀，叛逆了不听话了，呜呜没那么可爱了。邱无忌抿嘴看着楚哥洒然离去的背影，很想说你又装。算了，他每次装的其实都挺成功的，毕竟太了解自己了，自己确实是认为男人就该要大气洒脱，其实就连严千烈那样子都欣赏的感觉，却有几分盖世魔君的风采，可比独守魔君像样多了。他什么都知道，真是耍赖皮。反过来自己对他了解的确太少了，是不是有点吃亏？邱无忌心中闪过这莫名其妙的想法，很快甩到脑后，钻进了附近的地铁站。早想坐所谓地铁了，请出示健康码。还没进站就被拦住了。邱无忌，健康码又是个什么东西？看的剧里没说进站要这个啊。他看着安保那很像衙门的制服，在大妈警惕的目光中慢慢退出了地铁站。邱宗主的第一次地铁之旅宣告夭折。没事，看的剧里还有拦出租车的，据说就是比较贵。邱无忌看了眼微信钱包里，由于买了新衣服导致仅存的2位数存款，脸蛋有些苦，不知道够不够啊。一辆出租车过去了，又一辆出租车过去了。邱无忌挥着手，压根没人理他。这不对啊，电视剧一挥手就停，他们怎么不停呢？刚才过去的那辆明明写着空车啊。邱宗主站在禁停的主干道边上，尴尬地挥着手，总觉得路人看自己的目光是不是在看个傻子。忽然一辆出租车缓缓从面前经过，车窗摇下，露出后座楚哥的笑脸。往前走一段，右拐进去，那边才能停车。邱无忌很想把这辆车炸了怎么办？出租车慢悠悠地往前走了，邱无忌没能实施炸车计划，飞快顺着跑了过去，总算上了车。邱无忌的首次独立行动宣告失败。两人并肩坐在后座上，各自正襟危坐，互相不看对方也不说话。楚哥感受着身边如同炸药桶般的气息，知道胆敢笑他2句，这车怕是真没了。一片安静之中，司机师傅终于忍不住说话了：我说你们到底去哪？邱无忌终于开口：神迹夜总会。楚哥微微眯起眼睛，夜总会，邱无忌从哪知道的这地方？那个穿墙人还是被他搜了魂？他看见前方后视镜里司机师傅的眼神也变得有些诧异，不停从后视镜打量他们。这地方不正经。楚哥终于忍不住低声问：穿墙那个？邱无忌没再跟他冷战，低声道：只是去看看，不会胡来，别那样看着我。怪不得换了一身更方便行动的衣服。楚哥撇撇嘴：问题是你这身太清新了，和那种地方好像也不太搭。一不对，我又不知道那种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
电视剧里看的当真的话，看看邱无忌刚才的遭遇就明白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既然不想胡来，那等会还是听我的。楚哥这回严肃起来，低声道：“还想抛开我行事，可别真以为你多懂了，随你自己折腾，多半要出事儿。”邱无忌偏头看窗外，又被他拿捏了，真没面子。让楚哥惊讶的是，神迹夜总会居然不算太远的，晚上路不堵，出租车也就15、16分钟的车程。两人下了车，夜总会牌子也非常低调，那神迹夜总会5个字的灯光都有残缺，门面看上去也挺老旧的。看楚哥抬头打量的样子，邱无忌终于忍不住问：“就这么点行程，别告诉我你居然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草，马字宅男有错吗？楚哥板着脸道：“我要是经常来这种地方，那可能就没有你了。”停车没走，正在等客的司机：“你们什么关系来着？”邱无忌倒是对这种话毫无反应，要是楚哥不写书，当然没他了，有什么好反应的？然而直到进门，邱无忌就慢慢开始知道楚哥为什么会这么说了。这是一个很古典的舞厅，表面上挺正常的，对于楚哥而言，古典大致是90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交谊舞厅那种类型，现在很少听说了。男男女女在厅中相拥起舞，轻柔优雅的音乐悠悠回荡，灯光摇曳，闪闪灯光掠过起舞的人们，邱无忌清晰地看见有人一边相拥起舞，一边亲吻，还有人的手就在舞伴的后面摸呀摸。旁人视若无睹，好像很正常。舞池周遭有小酒桌，三三两两的男女围坐喝酒闲聊，还算正常。更角落的桌椅还是有男女抱在角落啃，那手都悄悄从衣服下摆钻上去了。明明音乐舒缓，装修典雅，看似格调很不错，可一眼看去尽是迷你。这种模式啊，楚哥摸着下巴，还算正常，给人自己玩情趣的地方。邱无忌听傻了，这叫正常？当然正常，常规遇到检查都没什么的，真有什么的话，我们进来也不可能就这么畅通无阻，连个盘查都没有啊。这就是让普通人玩的地方。邱无忌，你们是对普通人有什么误解？先生几位？直到这时候才有服务生上前招呼。2位。楚哥道：“第一次来，有什么好玩的介绍吗？”服务生目光滴溜溜的在邱无忌身上转了一圈，露出古怪的笑意：“您都自带女伴了，好玩的也轮不到你了呀？或者您天赋异禀，能当着女伴的面玩别人？除了晚些时候会有特别演出，其他也没有什么项目了。先生的女伴这么漂亮，难道不是先生最好的项目？真能说话，比我们敲键盘的嘴巴利索多了。”楚哥便也没多问，要了一张角落的台子，和邱无忌挤着坐了下去。对，挤着，越角落的台子越是情侣坐的类型，灯光昏暗，无人打扰，一男一女的配置最喜欢这样的了。邱无忌挤在里面靠墙，楚哥坐在靠外。刚刚试图独立行动，惨遭现实打脸的邱无忌，这回很老实，脸都憋抽搐了，还是始终没说话，让楚哥交涉。楚哥紧挨暖玉温香，手臂互相靠着，能感受到他手臂的嫩滑。他强压着心中微荡，一本正经地看菜单，然后脸就绿了。什么心猿意马都被菜单上一串的数字击得粉碎。一瓶酒差的1000多，好的1万多，更好的不敢看。一碟花生米99，你他妈抢钱！迎着旁边服务生越等越僵的笑容，楚哥强作淡定，一瓶啤酒，一碟花生米。服务生的笑容变成了似笑非笑。好的，倒也有素质。但楚哥觉得，您还不如嘲讽2句，让我家秋秋借口揍人，翻脸出门的好。服务生很快上了啤酒花生，就不再搭理这桌了。直到此时，邱无忌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坐开一点啊，站这么近干什么？”楚哥无奈道：“这椅子就这么长。”邱无忌撇撇嘴，也不去跟他较劲儿，淡淡道：“怎么，受不了别人那种眼光？”楚哥承认：“难堪。如果你要修仙呢，这心态就要放平和，否则难有敬意。你拦不到车，被人看傻子一样，不是还想打我吗？”死痛痛痛！何止打，这都进化到掐肉了。你修仙的也玩这个？邱无忌切齿道：“我跟你说正经的。”楚哥陪笑倒酒：“是，师傅。”邱无忌实在懒得理他，随口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旋即全喷了出来。这什么马尿？楚哥，虽然这啤酒是这里最便宜的，这一口也喷掉了10块钱。真奇怪。邱无忌打量四周，仅仅提供一个跳舞迷你的场所，这里也不该这么贵吧？是我的常识判断还有问题？可怜娃已经陷入自我怀疑了。楚哥哭笑不得，这回你的常识没问题，是这里有问题。先观察。哦，对了，你能神念看其他地方吗？能。邱无忌其实早就已经张开神念探索了，他并不是一个外在表现出来的炼气七修士，严格来说是一个有着渡劫七神识和术法认知的分魂之体，能做到的事情远超一般炼气七修士所能理解。但他的观察一开始就不太进行得下去，神念太强了，不是什么好事。就比如神念越过自己靠着的这堵墙壁，就能看见格林男女相拥亲吻，那肩膀上的衣服都快退到手肘了，露出白花花的一片，然后男人埋手过去，不仅看得见，还听得见，就要命了。那种靡靡之音真是让人脸红心跳。整个氛围里，紧挨而坐的2个人难免都感到一种温度升高的错觉，相处的手臂越来越热，都像发了烧一样。楚哥也是按捺不住的心猿意马，又色心却又没色胆，别的不敢做，只敢在已经接触的手臂上小心的摩擦，仿佛这样就能得到一点点慰藉似的。这种氛围之下磨呀磨，邱无忌也有感觉的，
内心似有什么在躁动，在渴望，那是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感受。都是这个创世神无耻，原本这种万年清修的设定根本不可能有这类感觉的，天生他笔下的设定就有，必须有。邱无忌咬牙憋了半天，楚哥你有完没完？真要逼我揍你？楚哥触电般离开少许，自己也有点惭愧，这好像是有点猥琐了，人家和你没到这关系。邱无忌吁了口气，不知为何反倒有点空落落的，连带着旁边的米米好像都没那么刺眼了。他的神念终于张得更远更细，感觉那边好像有东西，还没等看得明白，舞池中的音乐结束，跳舞的人们开始下场，一个主持人跳上了台，高声大喊，下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专场表演 Music。 音乐风格一改先前的柔和优雅，变成了热情奔放，连灯光闪烁都变得快了起来。一个女郎从地下握着一根金属管徐徐升起，台子升到与地面平齐的同时，女郎解开外套随手一甩，场中欢呼一片。邱无忌和楚哥目瞪口呆地看着女人身上露出的兔女郎装饰，脑子一时都空了。等一下，这是钢管舞还是更劲爆一点的那种？邱无忌呆呆地憋出这么一句话，看来我本不该来，再怎么不该来，可已经来了，来都来了。邱无忌也只能呆愣愣地看着台上舞女扭动着如蛇般的腰肢，缠绕着那根钢管做出各种神奇的舞姿。邱无忌万年闯荡天下，什么场面没见过？这场面真没见过。以前灭过类似采补教派之类的营宗修士，里面是比这个更夸张，沐天席地乱来的都有，但谁去观摩那个啊？老远一个神通全飞灰了。再说那时候心思奔着杀人去的，心神戒备提防的都是陷阱暗算，不是这玩意啊。这回还真是第一次近距离坐在这儿欣赏表演。邱无忌无法理解对方是怎么做到，明明和一根静态的管子起舞，却似乎比和一个男人缠绵的画面还诱惑。那妖娆的舞姿，你要说是修行界的合欢媚舞，好像也说得过去。除了没有修为之外，至少动作上已经极尽魅惑之能事。那是不仅男的看了心中燥热，女人看了也一样口干舌燥。尤其是身边紧紧贴身坐着男人的时候，邱无忌都没注意到楚哥的手臂是什么时候又贴上来的。反正坐这么近，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挨上。能感觉到他的手臂比之前僵硬了，似是浑身都在绷紧，呼吸也变得更急，身子都微微有点弓。女郎慢慢的又解开了一件里衣，楚哥半张着嘴，脑子懵了。够了，小姐姐，您这真是脱衣？我们这城市居然有这玩意，以前20-30年真是白活，不对，真是早要来批判才对。怪不得这里东西这么贵，感情都花在这呢。偷眼去瞥邱无忌，他反而淡定下来了。3点吗？最近看多了，扭得再妖娆，看久了也就那么回事，不过如此吗？难不成你还敢真脱？他整个人都懵掉了。你还真敢！这大庭广众，眼前一花，黑色灯罩被女郎随手一甩，恰好往楚哥这边飞了过来。楚哥完全是本能下意识的伸手去接，腰间一阵剧痛，一只玉手已经提前把灯罩摘走了。云际宗顶尖战绩，鲲鹏垂云，万里横秋，千方万幻无形剑气，灯罩灰飞烟灭。灯罩，楚哥！女郎本来还想顺着车灯飞向的缘分过来做点什么呢，结果冰寒杀机不知从哪闪过，女郎糊里糊涂的就忘了这事，继续在台上起舞。其他场中客人疯狂欢呼嚎叫，也好像忘了什么似的，压根没人注意这边。楚哥肩膀一塌，吁了口气。邱无忌捏着拳头，这就是你期待的项目了是吧？一进门就问啊，我那只是装着自己不是个菜鸟而已啊。楚哥有些紧张，鬼使神差的又添了一句，我身边女伴这么漂亮，岂不就是最好的相？咚，一拳砸在了脑袋上，楚哥下巴挂桌，走得很安详。同一句话，别人说了是恭维，你说了就是找死。楚哥挂在桌上喃喃道，还说修仙的要心态平和呢。邱无忌冷笑，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不平和，而你不可以吗？因为我可以揍你，甚至揍这里所有人，而你除了给自己添闷气还能干嘛？邱无忌一把将他揪了起来，找到暗道了，走，还想看多久？台上的蜡舞仍在继续，而以你的氛围似乎因这一言尽数破碎。楚哥都无心在想那女郎最后一件脱了是啥样的，因为他也觉得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秘密比那个地方的秘密更感兴趣。女人哪有探险好玩？反正我有人罩。两人悄悄离座，在群魔乱舞之中悄悄拐过一个拐角，看似已经没路的地方，却柳暗花明，露出一条看似员工通道的走廊来，里面却逡巡着2-3个大汉，警惕地注视着外面。见有人探头看，马上有大汉道：员工通道，闲人勿进。楚哥便举手示意走错了，退了回去。和邱无忌对视一眼，两人都觉得这里肯定不对，员工通道有这样看守的吗？但这也不像绝对禁止外人出入，否则就会把口封了。比如做成一个隐藏门锁上，又不是难事，何必露出明晃晃的走廊口呢？邱无忌低声道：按我的经验，江湖上类似这种的肯定里面有特殊机会，不会把所有人拒之门外，只要你有切口或者令牌之类，当可畅通无阻。楚哥问：能感知其他通道吗？邱无忌道：地底有别的通道，通向的位置更麻烦些，不如直接打这里的主意。这能有什么主意？只能是你用隐形术溜进去吧，带上我。邱无忌沉默。楚哥奇道：怎么？邱无忌语气凉凉，我以为依靠你的此事经验是可以各处畅行的，原来也就这，
所以来这要你干嘛？楚哥，老子为什么要把你写得这么傲娇？哦对，好像我写的是骄傲，对不起，扑街写手比例不到加写歪了。邱无忌却没用隐形术，因为不适用。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通道，空手对着大汉们一晃：“我可以进去了吧？”大汉们纷纷行礼：“请进。”邱无忌一甩马尾，大步走进通道深处。楚哥就像个跟班一样，一路小跑跟在后面，完全没人拦。秋水明明幻术让大汉看见心中想看见的东西，于是以为他空空如也的手里有会员卡。通道尽头是一个向下的电梯，不知通向地下多深。这便是隐形不适用的原因，电梯下行肯定会被知道有人的呀。感觉自己成了个挂件的楚哥站在电梯里，幽闭的空间传来身畔邱无忌的清香。他没觉得自己没起到作用算什么事儿，反倒心中有种隐隐的自豪。这是我创造的女人。叮！不知向下多久，电梯终于到底。门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声浪喧嚣扑面而来。别说楚哥了，连邱无忌瞳孔都微微一缩。想不到这地下还有这么宽广的区域，和一个体育馆差不多。中央的格斗场就约有半个足球场的大小，周围层层叠叠一圈一圈的坐席，虽然看似没有满座，也已经给人一种人头涌涌之感。每一个人都是神色狰狞，疯狂呼喊，通红的眼眸里尽是暴力。杀了他！杀了他！声浪交织在一起，在这地底封闭的空间回荡，如同雷震一般。好！格斗场中央，一条大汉一拳倒向了前方少女的小腹。月影身形灵巧的试图闪开，可腾挪刚动，却忽然感觉身躯沉重迟缓。重力操控，月影心中闪过念头，强行突破重力约束，却终究被影响的迟滞了。大汉的拳头已经擦过他的小腹，月影被轰得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喷出一口血来，被脸上的面具挡住，缓缓从面具下方滴落。大汉狞笑着追了过去，再度踹出一脚。月影勉力再度打了个滚，却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擂台边缘，再滚就下去了。草你妈的臭婊子，老子买了你100万上，你敢给老子掉链子！看台上已经有暴躁的站起身来，手中的手机不要钱似的往台上丢，站起来！另有人狂笑大喊：杀了他！杀了他！群情汹涌，所有人都在叫骂丢砸，没有人听得见互相到底在说什么。楚哥浑身发寒地看着这一切，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城市里，仿佛走进了小说世界一样。月影勉力支撑起上半身，迎面就是大汉的一脚飞踢，躲得过吗？他没有躲。不知不觉间，大汉脚下的影子卷成了一团，在他飞踢的同时拖住了支撑的另一只脚，往后一拉，大汉猝不及防往前栽倒，月影往侧方让开，一个后踢正中大汉背脊，前摔加这一踹，反倒是大汉要先栽出了擂台。姓名：月影，注：据穿墙人口供所得，信息不全，疑似代号。身份：未知，有参与地下黑拳。能力：操控影子。开发程度：未知。性质：战斗、暗杀。潜力评估 S。 顾若言手指划过这一段名录，低声对身边下属道：找到这位月影，如果穿墙人口供没有夸大，那么这样的人物绝不能流落在黑拳擂台。地下黑拳是可以死人的，虽然频率不算高，组织者也需要有人参与给他赚钱，而不是来一个死一个，但在必要的时候真可以死。黑拳的本质是观众们的暴力宣泄，不管什么阶层都有自己的压力，长久下来，许多人内心都隐藏着暗潮般的暴力，需要一个宣泄的点。有人往上喷喷人就完事了，有人痛饮一醉狂歌当哭，有人会打架会杀人，而有人会看别人打架杀人，以获得另类的满足。其实共同点都是事后大概率挺后悔的，老子昨晚喝个屁呀，今天难受死了。但在当夜那一刻，再来3杯，上头了就是这样。黑拳看客们白天也是衣冠楚楚的精英人士，但在见血的这一刻，他们的暴力比谁都凶残。如果再糅合赌局红眼，那就更凶残了。废物，杀了他啊！废物！大汉被月影倒踢，先要栽出擂台的场面彻底激怒了压住在他身上的看客，场面一时都有些暴动感，开始有人要试图冲下栏杆。好！大汉一手紧紧捏住擂台边缘，竟然单手悬空，没有掉下去。用你的引刀切了他的手啊！在那发什么呆呢，臭婊子！下注在月影身上的看客继续骂。月影并不能在漫天的嘈杂声中听见别人再怎么骂他，他已经没力气了，想要过去补一击，可之前被击中的小腹一阵绞痛，整个人快散架了一样，血迹仍然顺着面具下方滴落，染得黑色的衣服一片暗红的斑驳。他虚弱的喘息着，慢慢向大汉移动。这个对手明明不是异能者，只是一个无差别格斗家，可刚才限制自己的重力异能，以及他此刻悬浮不坠，有外人插手帮他，这是犯规。此地管理者应该能发现，为什么不阻止？你输一场100万。对方冷漠的声音又在心中回响。那会很痛。如果你已经很痛了，就可以了，对不对？月影没想过这句话会是这个人口中说出口的。本来看见是他的时候，月影还觉得挺亲切，可短短2句话就把这点亲切感碎了个一干二净。都一样的，已经很痛了，就可以输了。心念凌乱的闪过，月影已经慢慢挪到了擂台边，试图踢向大汉扒着边缘的手。嗖！对方忽然翻跃而起，反而到了月影身后头顶，一脚月影后脑飞踹，场面再度沸腾。
月影那点可以输的念头都不知甩哪去了，一身冷汗的紧急一个下腰，躲过这记飞踢。这不是输，这是死啊！他们要杀我！百合折呀！这是楚歌度过最初的震撼，此时也已经冷静下来。秋无忌道：“有外力助这男子浮空，这是作弊，我们邻居要死了。”死！楚歌看着月影在擂台边缘躲避对手狂轰滥炸般的攻击，有些不解。认输的话，跳下台就可以了吧？秋无忌有些讽意。如果我没猜错，他的情况可能死了的赔率比较高。另外，他如果知道自己被作弊针对，以后说不定给场子找麻烦，就算台上没弄死，以后也要设法场外杀了。这就是有人摸上门找他的原因啊！穿墙那个多半只不过是事前跟踪踩点罢了，确认他住呢，所以用金也就1万块而已。楚歌皱紧了眉头，秋无忌分析很有道理，真是黑白两道交道打多了，两个世界道理是差不多的。这邻居要死，月影也想跳下台认输，但跳不开，躲避的动作也越来越沉重。受伤的他已经无力挣脱重力束缚，连五脏六腑都像是变成了铅拱，不断在下坠。对手的拳头就在眼前放大。月影安静下来，看着对方嗜血的眼眸，心中忽然在想，如果死了是不是也不会痛？身上压力忽然一轻，重力束缚莫名解除，完全没时间考虑任何事。求生的本能让月影下意识一个后翻，躲过一拳的同时已经站到了擂台之下。喧嚣声忽然诡异的停顿了半秒，又骤然爆发出更大的谩骂。许多人试图冲击看台，又被什么束缚无法出去，一片混乱的如同兽笼。月影拖着伤躯快速进入通道离开，很快抵达电梯。输了自然没钱了，不用提钱，现在离开这里保住命才是真的。他忽然有些犹豫，现在这个状态，电梯里岂非死地？能走吗？电梯门忽然开了，月影下意识看了一眼，看见里面的人，他再无犹豫，迅速钻了进去。电梯关闭，开始上行。楼上玻璃落地窗前，有人静静地看着他的离去，眉头微皱，似是不解。大哥，那重力束缚真不是我自己解的，有人干涉。身后有个红发青年急着自辩。男子没有回头，摆摆手道：“我知道，没怪你。”红发青年吁了口气：“大哥，有人接应他，我们是断了电梯电，还是在电梯外埋伏？”男子叹了口气：“你看监控，电梯里哪还有人？电梯不过烟雾弹，他们早就通过别的方式离开了。”红发青年不幸地去看监控，果然电梯空空如也。他不甘地调取之前的监控，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对方有很高明的异能者，从竞业总会开始，所有对他们的摄像监控全是空白，这种不留痕迹的意识近乎本能，是个老江湖了。众人面面相觑，莫非是条子？男子低声叹了口气：“关门吧，穿墙那个蠢货落网。虽然他只不过是外雇的，并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但至少黑拳这种事他还是知道的。官方估计已经在调查了，近期低调些，一切行动停止。”那月影，当他从擂台到电梯这段路，我们投鼠忌器，不想在大庭广众下留了太多目证，眼睁睁看着他进了电梯之后，就失去了最好的杀他机会了。男子出神地看着电梯，自语般低声道：“我会另找办法。”是，包括红发青年在内，身后好几人尊敬行礼，仿佛对这位很是信服。虽然他今天好像有点优柔，比如对方无论在不在电梯，那也一定没走远，为什么不搜不追？多半怕对面是条子吧。大哥统筹全局，谨慎是应该的。邱无忌带着楚歌和月影离开的办法，确实不是走电梯的。谁都知道，真想靠电梯跑路，纯属搞笑。进去只不过是为了误导别人的思维，全往电梯考虑，实际上压根就不在这。他用的办法比较高端，一般人想不到，想到了也阻止不了。那叫瞬移或者传送，一个能破界穿梭的灵魂就是这么遮奢。但带着两人传送，对他如今的状态而言也是超负荷了，只能堪堪挪到神机夜总会之外，穿行到边上的巷子里就停了下来。所以需要做些误导，就是不想对方太快搜寻出来，真正冲突起来，邱无忌是不怕，楚歌日子怕是没法过了。不过对方好像没吃这套，却也没出来搜。看邱无忌立足下来，略微有些踉跄的样子，楚歌急忙扶住：“你没事吧？”邱无忌看了眼被他搀扶的手臂，没说什么，只是道：“没事，极限距离带两人有点吃力而已。你先去那边巷口拦个车，我扶这位姑娘随后来。”看邱无忌缓了一口气，好像是真没事，楚歌便也不多说，飞速跑出去拦车。月影靠在邱无忌另一边肩上，一直安安静静的看两人交流。这两人从头到尾都是互相说话，连看都没看过他一眼。以前楚歌也曾偷偷看过他，他知道男人的眼神隐含了什么，但现在楚歌好像变了，就像另一个人也变了。他默默被搀扶着往巷口走，好久才低声说了一句：“谢谢。”邱无忌看了他一眼：“你话这么少的吗？”月影怔了怔，闭嘴不答。说话就不错了，他并不习惯和人说话，怪不得一个这么厉害的异能者居然能混成这样，感情都是被忽悠的。老江湖邱无忌一眼都能猜到里面多少弯弯绕，想吐槽几句却又没吐槽出来，想想自己好像被楚歌忽悠的也没少。面对全新世界两眼一抹黑的时候，老江湖有什么用？这姑娘刚觉醒异能那会儿，无异于也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好像没什么区别。只可惜她没遇上一个楚歌这样的人。我以善意待你，虽然这个善意的最终意义有待商榷。他叹了口气，面具摘了吧，
你就这样上出租吗？月影抬头看去，向外楚哥已经找到了车，正试图回来搀扶的样子，又有点犹豫。他低声回答，面具下都是血，更不能见人，这有何难？邱无忌随手一挥，月影面具脱落，而与此同时，脸上可怖的血迹也没了，清洁的好像刚洗过脸一样，就连衣服上斑血迹都没了，只剩苍白的脸色和毫无血色的嘴唇，证明着刚才伤势的严重。月影有些震惊，他以为这是个可怕的空间异能者，那天无声无息让穿墙人出现在外面绿化带，今天的瞬移都证明了这一点。可眼下这个瞬间清洁是什么？控水异能？它是多项异能？怎么没听过还有这种现象？不是说这是不存在的，最多只有同种类进化的吗？这是怎么回事？月影迷迷糊糊地上了车，听着副驾的楚哥对司机报着自家小区的名字，总觉得有点梦幻般的不真实。远处忽然传来警笛声，楚哥豁然转头，远远看着警车进入了神迹夜总会的街道。警察发现这里有问题了吗？出租车转过拐角，那边的风云再也看不见。警察插手最好了，那种害人的地方就不该存在。如果我的分析没错的话，穿墙人没来得及传回信息，那对方其实至今还不知道你住了，你怎么办到的？到了家里，邱无忌拉着月影坐沙发上闲聊，看到握着对方的手一脸姨母样的邱宗主，楚哥面无表情。之前你还打算亲手驱逐人家，抹人家记忆什么的，现在这慈祥和蔼的老太太很违和的好不好？仿佛感受到了楚哥的吐槽，邱无忌转头瞪视了一眼，去，你楚这儿女孩子不好说话。楚哥缩了，我去洗澡。女孩子不好说话，你就躲女孩子房间去啊？为什么要男人让？气都冷。月影偷眼看看楚哥抱着睡衣关上浴室门，才低声道，我每次离开都容于暗影走一段路，确认没人跟着才现身回去，为什么不全程暗影前行？你全程前着某些色批也看不到你半夜回家，就不用色眯眯的了。月影低声道，我能力不够，办不到。邱无忌上下打量着他，月影总觉得有什么利剑刺进灵魂深处，从头到尾剖了一遍似的。这又是什么异能？你的这种影子控制连我都不会，是非常强大的天赋，潜力无穷。邱无忌沉吟着，心中反倒动了爱才之心。终究是作为宗主的思维角度，总觉得如果宗门还能多个这样的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这种影子法门，好像挺不错的。可惜了，他肯定进不去吧？你这种能力是如何产生的？不知道，我小时候没人玩，经常对着影子说话，慢慢的发现他们好像能听懂我的话。楚哥忽然在浴室里喊，哪一年开始的？月影不说话了。邱无忌抓了个靠枕往浴室一砸，洗你的澡。这是问哪年的时候吗？楚哥又缩了。月影听着浴室里哗哗水响，好半天才低声道，3、4年前吧，具体的我记不清了。邱无忌柔声道，你为什么一个人和影子说话？家人朋友呢？月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屋内一片沉默，楚哥在里面心情也有些沉，一个小女孩没人说话，一个人对着影子说话，这背后的故事有点难过，也不合适追问。过了好一阵子，月影才低声道，感谢二位救了我，我马上搬走，不给你们添麻烦。如果对方压根不知道你住这，也没什么麻烦。邱无忌淡淡道，本座想保的人又有谁能找麻烦？楚哥，算了，警察都插手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话说你非要让他住这干嘛？搬走又不是什么大事。很快就听邱无忌道，因为本座对你的能力很感兴趣，想知道能不能学习或推广。果然。月影道，可我真不知道这能力怎么来的。邱无忌问，那是如何锻炼的呢？不知道，我只知道和人多打架就慢慢变厉害起来，以前影子不能伤人的，后来慢慢就可以了。平时没事反复操控锻炼有用吗？可以，但很慢，打架最快。邱无忌微微颔首，归根结底这依然属于一种精神毅力，而精神是可以通过反复锻炼提升的。至于战斗，那无非是高压之下长进更为迅速罢了，并没有多么特别。可他诞生毅力的方式却很特别，几乎无法复制。怪不得你去打黑拳，话说你这居然没被忽悠着做保镖和杀手之类的事情，倒也挺奇怪的。月影摇摇头，我不信任他们，不想听命令。打比赛赢多少场拿多少钱，天公地道。他顿了顿，补充，我谁都不信任。邱无忌看着他的眼睛，心知这是很孤僻的姑娘，内心还藏着厚厚的墙，信任的只有周遭的影。今天说这么多，无非是救命之恩，不代表真轻信你多少。说来今天遭遇死亡危机，他对人的信任更低了才对。说来这娃也是个悲剧，他以为打比赛赢多少拿多少天公地道，可这里绝对被黑了钱的，否则别人豁出命去打黑拳是为了什么？那收入一定不低，可看他好像就没多少的样子，连这都要被坑，能信谁？似是听见浴室水声停了，楚哥要出来了的样子，月影终于站起身，平静地道，我也不能去打拳了，姐姐如果想探索我的能力，随时来找我，我就不打扰你们夫妻。邱无忌心思都被这话全转没了，声音一下高了8度，谁说我们是夫妻？是，知道了。月影行了一礼，后退出门。邱无忌，你知道什么了？知道。他知道什么了？知道。直到月影都走没了，邱无忌还在问楚哥这个问题。楚哥擦着头发走出浴室，顾左右而言他，
这姑娘对人的戒备很深啊，我一出来她就走。邱无忌忽然暴跳：楚哥，你还本座清誉！哎，别人误会，你打我干嘛？楚哥防御姿态，我们清清白白问心无愧，自己知道就好了，管别人怎么看呢？呸！邱无忌暗道，这可不一样，这姑娘我真有点想带回去，在那我可是宗主，不一样不一样。他有点赌气地道，月影都能找屋子搬到别处去，我也可以去找。楚哥同情地打量了他一眼，目前看来你的赚钱手段是做不到的。邱无忌道，这屋子多少钱？这里偏不贵，算上物业水电网费之类的，零零总总加起来一个月也就3000不到吧。也就。邱无忌愣了一下，仅仅是租就要3000，你码字一个月1/3丢这了。是啊，这里毕竟还靠近商圈，再偏一点的还能便宜些，但太偏的也实在不太方便。另外咱们这好歹是个2室1厅，要是租单间又便宜不少。你这都够小了，还单间？那怎么住人啊？是啊，云际宗千里青山，委屈邱宗主了。邱无忌问，若是买呢？也不贵，2万多点一平，咱们这间80几平。邱无忌略微估算了一下，那天的抢劫抢160多次，差不多够买一套房。一天抢一个也要兢兢业业抢半年，一个月抢一次需要10几年，还得不吃不喝呢。你管这叫不贵？你说你一个月1万多，过得比绝大部分人都好了。邱无忌问，那别人买房是靠抢谁？楚哥自己、老婆、父母、岳父母，是为6个钱包，当然还需要银行贷款。邱无忌，楚哥看了他一眼，那意味好像就写着咱俩凑凑就有2个钱包了。我爹妈也能凑点，没有岳父母，那就自己辛苦一点接任好了。邱无忌买房欲望直接没了，连带着租屋念头都淡了许多。忽然问了个无厘头问题，平是指平面？平方面积。我看那个夜总会空间比我们房子高很多，明明高度不同，为什么按面积算？难道不该按立方？楚哥倒被这问题给问住了，摸着下巴想了好久才不确定的回答，也许2次元的钱比较好赚。邱无忌听不懂，听你说好几次这个词了，什么意思来着？就是幻想和书里或者画里的纸片人谈恋。楚哥忽然闭上了嘴。邱无忌斜睨着他，目光意味难明，还以为多奇怪的词呢，那不就是你吗？楚哥狼狈回房，我打坐睡觉了，很晚了。等一下，邱无忌犹豫道，有没有办法让月影进入我们那世界？楚哥叹了口气，就知道你有这想法，但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连我自己都进不去，怎么送别人进去？后文添加一个这角色呢？邱无忌问，我看你也是不断出现新人物的吧？这个只需要做好设定就可以的。这当然可以，但即使我按照月影的样子写一个新人物，那也只是一个以月影为原型的角色，和月影依然是2个人。就像我写主角本来是指自己，可实际并不是。邱无忌手肘支在膝盖上托腮，看那思考写书的样子，楚哥忍不住笑，喂，我看你现在对写书越发内行了，要不要后续自己写啊？按我大纲写，女主角自己写自己怎么做，在你刚传出来那会儿我就想看看了，一定很好玩。邱无忌眼睛亮了一亮，有效吗？有没有效我都不敢让你写，开玩笑的，因为我们的文风不可能一致，被读者发现代写才叫完犊子。你真想写就先学我文风，学个7、8分就差不多可以试试了，到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效。那个世界又不可能根据具体打字的是谁来判断发展，只要文风一致，并且剧情是按照我的思路延续完整的世界，那就应该有效才对。说到这里，楚哥顿了顿，很认真地说，我总觉得所谓自洽才能生效的根本含义在于能说服读者的才生效。邱无忌怔了怔，这个角度他没想过，有些犹豫地道，如果与读者相关，那么我们的世界能力也该一定程度受到读者数量的影响，很多人看的和1、2个人看的世界不该一样。楚哥出神地想了好久，微微摇头，不是世界能力，世界能力已经被设定死了，上限就是那么高，尚未飞升的人界怎样也脱不开这个框架，影响的很可能是存在感和影响力。他梦一般说着，我笔下的东西能真实多少，局限多少，因为越多人看书，在这个世界的烙印自然就越深，存在感就越足。就像人们认为汉末有个貂蝉，那么无论真实历史上有没有它，已经不重要了，它比很多真实人物的存在感都真实，那它就存在。邱无忌听得有些愣神，原先觉得他书写完就行，铺不铺没关系，可如今这么一看，好像有点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你那个世界相对也就更真实起来，一定能与这个世界有更稳定的连通。我可以进去，你原神可以出来，甚至我说不定真可以让更多人进去。楚哥下了结论，不知道这算不算影响我的能力，但我能力能发挥多少，与这一定是正相关的，相辅相成。邱无忌默然半晌，悠悠道，那父神还不快点去码字？楚哥苦逼地码字去了。邱无忌溜回房间上网，这次不看视频了，他看的是楚哥以前的书，琢磨他的文风。对门的屋子，月影蜷缩在床上，小腹的伤不知何时被邱无忌治疗过，但简单治疗术未能根治，依然隐隐作痛。他睁着眼睛，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放空着，一夜无眠。另一边，神迹夜总会，林武阳律重踏入夜总会大门，里面的钢管舞早已结束，客人们很是正常的在跳舞喝酒，
场面一片祥和。有人迎了上来，哎呀，警官们这么晚还在辛勤工作，辛苦辛苦，喝点茶。林武阳没有搭腔，看似随意的和对方一起四处走了一圈。自从在川强人那知道这个夜总会有黑拳，他这2天就在谋划一场突袭检查了。但搜查令申请不下来，只能是常规临检，用来扯住此间负责人的注意力，配合顾若言在另外渠道寻找月影的线索。员工通道已经被暗门封上，常规临检的方式自然一无所获，反倒打草惊蛇。林武阳并未失望，没什么打草惊蛇，对方早有准备才对。他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着对方打哈哈，忽然转头看着对方的眼睛，问：地下有什么？能力发动，强制真化。对方微微一笑，地下倒是有升降舞台设施，警官要看看吗？林武阳皱眉，难道真没东西？他摇了摇头，继续问：你是这里的老板？以前好像不是你。对方还是笑，家族产业，刚刚接手没几天呢。林武阳心中浮起神迹夜总会的法人情况，确实刚刚变更没几天，这倒是真话。这新法人是叫张。对方及时自我介绍：萌新铺街球大佬，我叫张其仁，还望警官多多关照。次日一早，楚哥常规打坐修行，又继续跑步、深蹲、俯卧撑，冲了个凉出来，还是只有8点多。这生物钟越发正常了。昨天折腾的挺晚的，但还是这么早醒，精神还很好。修仙别的不说，养生方面真是杠杠的。所以一个万年老怪物养的脸蛋粉嫩嫩红扑扑的，瞧那慵懒的靠在沙发上闲读书的御姐样，真是美不胜收。唯一可惜的就是读书是用手机 app， 不是纸质书了，少了那味。那脸蛋怎么越看越红了？这作者太垃圾了。美人宗主愤然捏着手机挥拳，这什么人啊？这是头边断流是这样用的吗？楚哥不知道他看的什么，随口捧哏，那是很多作者乱用成语的，看多了就不计较了。话说你历史看得不错了，居然都知道头边断流的正确出处了。邱无忌冷笑，我倒也不很确定具体出处，但我知道这词不是用在这世上的。楚哥忽然觉得这事儿有点耳熟，转着眼珠子悄咪咪的后退。下一刻邱无忌就把他凌空射了过来，想知道这个乱用成语的垃圾作者是谁吗？楚哥大大，楚哥，这作者绝对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这精准表达的高明车技，你这小白懂个锤子。咚！秀车技的司机惨痛翻车，四肢抽搐的被摁在沙发上不动了。邱无忌气势燃烧，还女宗主和门下女弟子一起伺候。楚哥大大很敢想啊，你怎么不去死一死啊，楚哥？楚哥抱头，那就是个歪歪，那又不是真的。不是，你看我以前的书干嘛啊？学文风？谁要学你这种下流文风？咱们目光要放大放远，比如你要看我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表达，不要盯着这个别地方，要学的也不是这个呀。就你那破文字还优美，你对自己是有什么误解？很优美吗？还是很有意境？还是女宗主侍奉如临仙境？还放大呢？哪里大？我 TM 怎么跟你说不明白的呀？叮咚，一片扰扰之中，门铃响了。两人都愣了一下，邱无忌没放神念，觉得应该是月影有事上门，便放开楚哥起身去开门。门一开，邱无忌就愣了，这女人谁啊？他警惕地转头去看楚哥，楚哥也察觉不对，从沙发上跟了过来。看见门外的女人，他比邱无忌还愣。顾若言。顾若言同样很愣神，看到一个绝色美人出来开门，他已经够愣神了。结果看到楚哥出现在美人身后，两人穿着一模一样的睡衣，一个哭脸一个笑脸，跟行为艺术似的。前不久还相亲呢，这转头就跟别人同了。作家就是这么风流的吗？邱无忌目视楚哥，眼神危险，意思是这女人谁啊？楚哥反应过来，忙道：顾小姐，您这是？顾若言也醒过神，后退一步，抬头看看门牌，又觉得这个举动毫无意义，不由敲敲脑袋，笑道：走错了，可能是对面那间找月影的。果然，顾若言絮道：对面是不是住着一位姑娘，经常黑衣服，不爱说话？人都找到这了，怕是瞒也没用。楚哥索性道：我说你都不确定对面是不是住了这么一个人，那是怎么找来的？顾若言笑笑，据别人的说法，知道在这一层，了解了一下，对面是个单间，这里是2室1厅，我误解了，觉得他应该会住好一点。打黑拳的一般还是有钱，没人想得到月影连战连胜的居然能穷成这样德性，怪不得无论是川强人还是顾若言，第一反应都是先来这边大一点的。楚哥想明白了这点，实在对这躺枪的缘由哭笑不得。旋即也有些凛然，顾若言这句别人的说法，怎么感觉据的是川强人的说法呢？川强人被邱无忌抹了后段记忆的认知，应该就是这样的。可他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吗？他似是无意地问：找他干嘛？走亲戚？顾若言微微一笑：吴阿姨和我算是同事，甚至都打算，所以您应该对我的身份放心，不用那么警惕的。同事？保密单位？抬出了老妈，楚哥的戒心倒是真放了下来。想想老妈确实说过，这回介绍的是个公务员来着。公务人员当然可以相信，月影要是能跟官方混，明显要比现在这鸟样好多了。倒是想不到，真巧。处了半天的邱无忌倒是终于从这话里听出了少许的不对味，
终于忍不住了：“楚哥，这谁啊？”楚哥尴尬笑笑：“一个故交，应该可以相信。”顾若言促狭的眨眨眼：“这位漂亮的女士是？”不知为何，楚哥心中涌起强烈的冲动，哪怕邱无忌刚刚出狱最迷人的时候都没有过的冲动。他忽然伸手搂住了邱无忌的腰，一字一字认真说着：“这是我的女朋友，无业游民。我女朋友比你漂亮，比你仙气，比你能力强啊！虽然不是真的女朋友，别耍性子，帮我撑一下这面子，回头给你揍一顿好了。”手搭上腰间的瞬间，邱无忌整个人绷得紧紧，但第一反应却是憋住了自己，忍着没把楚哥甩出去。他感到了楚哥的示威之意，是这个形容吗？不确切，有点类似。不管是不是这意思，总之不是想和这个女人黏黏糊糊的意思，这总是没错的。这是好事。他忍住被搂腰的不适感，微微一笑：“这位姑娘，要不要进来坐坐，喝杯茶？”顾若言回以笑意：“不用了，我还有公务的，二位请便。”顾若言潇洒转身，敲响了对面的房门。月影开了门，露出惊讶之色，旋即看见了顾若言手中出示的什么，又沉默下去，请顾若言进门。邱无忌传音，看见了带有徽章的证件，和那些捕快帽子上的徽章很相似，国徽。楚哥低声道：“他确实是官方人员，对月影是好事，我们不掺和了。”邱无忌似笑非笑：“你几时把狗爪子从我腰上拿开？”楚哥触电般收回手，陪笑道：“撑个面子。”但对方好像并不在意。楚哥，对一个并不在意你的人展示你过得好，是一种孩子气的行为，毫无意义。邱无忌转头看着他，微微一笑：“你平时也不这样，是有什么刺激到你的理由吗？”倒也没有，也就是相过亲，他看不上。只要你看得起自己，别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以后别这么孩子，等等，相亲。邱无忌的神色严肃下去，点头道：“那你做得很对。”楚哥，邱无忌感觉好像说漏了什么嘴，为什么对相亲的就做得很对？气氛怪起来了。迎着楚哥变得灼灼的目光，邱无忌开始结结巴巴：“我是说，你们网上有个说法，曾经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对，就是要有这心气。我本座的父神，别人当然高攀不起。快写书去，衙门的了不起啊，风靡世界的畅销作家也很受尊敬的，不是？”楚哥打断他紧张兮兮的话语，微笑道：“以后别叫衙门了，称呼太怪。这世界不同的部门各有称呼，你上网了解一下。”邱无忌吁了口气：“那他这个是什么部门？”“不知道，保密的。他刚才在窥测你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啊！”邱无忌哼哼，当然，重要信息被我隔绝了，他只能看见表面的。月影看着顾若言的证件，脸色苍白：“你们是来抓我的吗？”顾若言笑笑：“我不负责抓人的。”他心中很是惊奇，月影这么强的异能，心思在他面前都一眼可辨。但刚才楚哥身边那个女人，看似一肚子这女人干嘛的，是不是楚哥老相好？我要不要弄死她之外，想看身份却看不出来。包括楚哥也一样，心思纤毫毕现，那就不是他的女朋友。其实不管是不是，感觉也快了，不要紧。然而他女朋友什么身份，还是看不出来，是因为大家都没往那里想吗？也有可能。他们家的儿子，反正总不会有什么问题，多问就不好了。姓名：顾若言，身份：国家安全局特殊事务司信息2处处长，国家异能信息采编社副社长、主编。能力：读心，开发程度：中等，性质：多分类，潜力 S。 月影不出意外的跟着顾若言走了，再信不过别人，也不可能信不过顾若言这个部门。楚哥的门开着，小俩口目送他俩离开。离开之前，月影还冲着邱无忌行了一礼，眼里有些歉意，好像在说没完成给你研究影子异能的承诺。邱无忌笑笑表示不介意。电梯抵达，随着顾若言和月影被电梯门隔绝，仿佛这纠缠了大家一段时期的插曲随之远去，又可以回复以前平平淡淡的二人世界了。邱无忌想到这个心情还不错，对于影子异能没法研究了的遗憾都消除了许多。反正那是人家的天赋能力，无需强求，自己一堆仙法不够修的，大不了叫某个创世神家设定某某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秘籍，引发各路强者争夺，连个大剧情都帮他想出来了。等等，邱无忌忽然问楚哥：“你能直接写个影子术法的功法出来吗？”楚哥想了一想，也有些呆滞，好像很简单，随便写个某某龙套是修这个法门的就完事了。本来副本就要设计不同龙套能力，这还帮我省了事。两人面无表情的对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非要考虑把人带进去，两个人的脑子近期都在想什么呀？再仔细一想，楚哥这简直是作弊中的作弊，想要什么能力就写进去，邱无忌的水平自然什么都能学，最后还能带出来教给他。别人添个什么赋啊？尤其一些特殊的，还指望独一无二，他只要写一下就行了。邱无忌都忍不住道：“如果你这是异能，绝对是天下最不要脸的异能，但我一个人做不到这种不要脸的，主要是有个女主角配合我啊，所以我们这叫奸夫爱。”话都没说完就被邱无忌一脚踹翻了，滚！其实是楚哥早有准备，已经提前翻到了沙发上，滴溜溜的看他。邱无忌咬着下唇，怒目而视，总觉得昨天被他搂过腰之后就有什么在变味，哪怕他装着若无其事的帮忙打断了自己的语无伦次。看似气氛恢复正常，
但两人都知道有些什么不一样了。愿不愿意搂腰还是其次，为什么会愿意配合他自认女朋友？为什么会觉得你和相亲者示威就做得很对？邱无忌自己都搞不明白，他都快悔死昨天的表现了，一夜打坐都没怎么专心，今天还要被口花花，不做早饭了，自己出去吃。邱无忌发出了反抗声。楚哥陪笑，我出去给你买豆浆。邱无忌脑子里不由自主就浮现他以前的书，总觉得豆浆都另有所指，不纯洁了，怎么会有这种人啊，真是。不过还挺好看的。邱无忌目送楚哥出门，又掏出了 app 继续看，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异能者打扰，还是挺舒坦的。怪不得楚哥说叶公好龙，平静的生活被打乱的感受确实不爽。可是你自身能力就是超凡中的超凡，我的存在也如此特异，有些是真的躲得过吗？那边楚哥出去买豆浆馒头，微信就被人艾特了，拿起一看，大学同学群。老洪，这周末聚会哈，正好是当年毕业的季节，5周年了，总是要有点什么的吧。老洪是当年的班长，虽然大家从不觉得大学的班长有什么存在感，但苦逼的每次团体活动他都必须当仁不让的扛。楚哥自己当年还是个组织委员，这个职务更神奇，他至今都不知道班级里这个职务干嘛用的，听起来很像组织活动用的，然而这玩意对应的好像是人事，你想提拔哪个同学来着？所以除了求职简历上写着做过班干部之外，楚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个班干部。老洪这群体艾特出来，反应也是寥寥，老半天才有几个人回应，是该聚聚。也有人回应没空啊，这周末我还在出差没回来呢，我老婆预产期在周末啊。不管什么回应，总体稀稀拉拉，老洪也不在意，直接道没事，想来的来，统计一下人数好定桌。楚哥以前就是潜水装死的一员，这次想了想，终于还是道算我一个吧，5周年嘛，还是挺有意义的。杨顶天，哈，我就说楚哥会来，好像有点变性子了。喂，改字眼啊，用转性子是不是比变字少点歧义？楚哥随口玩笑，心中暗道我可以说就是冲着你来的，觉得现在这状况和林武阳多交流没坏处。不可否认，带上了功利心交际，活成了当初自己讨厌的模样。群里都在笑，大作家发言就是不一样啊，还注意字眼歧义呢。楚哥也发了个叉腰的表情。其实楚哥并不喜欢看见别人喊大作家，因为每次看见都觉得有种恶意的调侃。同一个词是调侃还是恭维，只有一个分界，你是不是真的大作家？他不是。邱无忌说的挺对的，畅销作家还是挺受尊敬的，不是？但网文写手的畅销和这个概念又有不同，很多畅销大神也没能迈过这个鸿沟，寥寥几个算是羽化登仙了，实际上在大部分人心中和传统作家依然不同。所以楚哥最讨厌参与作协会议，曾经参与过一次，主席台上某位阴阳怪气，下面一群网络写手集体离席退场，场面万分尴尬。后来索性还有一次网络文学研讨会上，与会者没有一个网文作家，也是一时传为趣谈，说是楚哥以前写的那些东西 GHS 导致风评不好吧。楚哥可不认，因为他那种隐晦用词的开车和很多出版物公然开车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了，谁说谁啊？但不管怎么说，你的成绩依然是第一位的，同学们都听过你的大作，和压根没人知道你写的啥，那也是两番天地。人活一辈子为了啥呀？我回来了。一边在群里有一搭没一搭的扯淡，楚哥还是拎着豆浆馒头回了家。一眼看见邱无忌正在阳台上把昨天的衣服塞进洗衣机，楚哥怔了一怔，心中又有什么在蔓延，就像是当初他第一次在做饭一样，总觉得我有家了，虽然好像不是真的。他有点干涩的开口，你不是有清洁术，为什么还要洗衣机？哦，邱无忌研究着洗衣机，随口道，了解这世上的一切啊，都用仙法怎么体验。楚哥没再说什么，把豆浆馒头放在桌上，先来吃饭。感觉他声音变得很温柔，邱无忌奇怪的转头看了他一眼。楚哥自己啃了个馒头进屋，咕哝道，我去码字，顺便看看风推效果现在爆发了没有。邱无忌还是觉得他这语气态度怪怪的，该不是还挂念被相亲者看不起的事情？楚哥笑笑，相亲者不过社会的缩影，我过几天要去同学聚会，大致就是一个宗门里出去的弟子，混得好的和混得差的那感觉不一样。你呀，真是俗流。我确实是俗流，人是社会动物，当我还没成仙之前。邱无忌摁动了洗衣机，看着洗衣机在转动的样子，忽然回眸一笑，虽然你的书很那个啥，但我觉得写得很棒。似是觉得这么说有点味不对，他急忙补充，都能具现出本作了，当然很棒。楚哥没有理会他的补充，怔怔地看着他的笑脸，总觉得心里有什么要化开一样。邱无忌没熬住楚哥奇怪的目光，他觉得这目光也能化人，跟什么化骨水一样，浑身都不对劲儿，心中下意识反应就是想揍他一顿，但又觉得他也没做啥就揍人是不是太过了，左右想想都不对，索性跺脚出门，我出去买菜，码你的字去在那发什么呆。楚哥笑了起来，遵命。邱无忌现在买个菜是真的不需要陪着了。楚哥心情极好的坐回屋里，打开了电脑，噼里啪啦就开始码字。他说写得很棒。楚哥感觉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气。昨天发生了很多事，但再多事也只过了一天。昨晚睡前存了小半张稿，这会儿全丝如尿崩，很快就码完一张传了上去。
感觉连续万更的状态还可以保持，说不定还能更多。楚哥觉得这可能与锻炼和修行有点关系，思维敏锐了很多。以前死活憋半天憋不出一张，现在真的很顺畅。那些触手怪的身体应该都挺好的，楚哥想。上传了章节，顺便看了眼订阅数据，一看之下傻了眼。风推到现在涨了1000多军锭，原先是刚过精品不久，后来略微增长了一点，大致3500左右。这一波直奔4600多，这才一天还能涨。同属风推增长，这与别人相比也是个不可置信的梦幻数字了，多的是人一天下来连200都没涨。这楚哥自己都觉得有点假了，挠头想了半天不知所以然。没道理啊，这确实如果前期推荐曝光不多，导致上了个大推荐，就一飞冲天的潜力是有的，那是人家写的好啊，自己这个明显后面有点放飞自我了，也有这效果吗？这种效果是连锁的，有滚雪球效应。楚哥点开畅销榜，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之内涨了1000多军锭，反馈在实时畅销榜上就很直观，眼看着要直奔畅销前10去了。虽然不知道能保持多久，但这也是曝光，还是大曝光。这雪球一滚，后续增长更不好说了，已经脱离正常推荐可以取得的判断了，指不定没多久就万定可期。楚哥脑袋都挠破了，也没觉得自己这后续有什么牛逼的。不说感情线的事情，光说主角被淡化了那么多，常规也没什么好事才对啊。想了半天，只能归功于近期爆更占了一部分功劳。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爆更对成绩的提升绝对是有很大作用的。点娘还有个战力榜，继续下去，如果能混上榜，又是个不错的曝光。以前那种手残状态，只能对此流口水，现在貌似可以冲刺一下了。这么一想，那真是前途一片光明，真是奇了，完全没期待过呀！怎么就这样了？真就无心插柳柳成荫。唯一影响速度的是自己走了一条不太好走的破路，越写越有点群像感，这个太麻烦了，很难把握。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群像写得好的话，成绩另论，口碑往往是不错的。管他呢，要死鸟朝天，之前不看后台也是写，现在又来患得患失个什么？为这些牵扯太多精力，没什么必要。楚哥深深吸了口气，关掉后台，继续打开文档码下一章。这一段剧情，整个世界风起云涌，确实是要认认真真打磨才行的。眼下在写的这段，镜头聚焦在秋无忌那边的不多，只是带过布置门下形势，自身在闭关打磨，全力筹备与严千烈之战。也就在楚哥自己的私货下，多添了一句：神魂越发凝实，分魂遨游，以观天下之变，长久不竭。这不仅是为了告诉读者秋无忌闭关不影响跟上书中局面变化，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了他能在这留得更久一点。所以说创世神不是无所不能，这种私货也要顺着剧情逐步添加，没法强行一笔拔高他的硬实力。现在总算添上去了，可是写着写着，楚哥忽然微微皱眉，手指停顿下来。他哪里在闭关打磨？他在这逛酒吧看表演，看小说刷视频呢。这么下去会不会影响实力，拖累战局？书中钦定他肯定赢的，按理是必胜才对，可心中就是难免有些不踏实。该不会出岔子吧？想着有些心神不定，成绩飞涨的喜悦都没影响平静心的楚哥，此时却坐不住了，直接掏出手机给邱无忌发了条微信，在哪？邱无忌正在菜市场的牛肉摊前扫码付款呢。他发现往楚哥平时常去的反方向走，有个菜市场比那边超市的东西便宜，而且看上去成色更好的样子。也不知楚哥为什么总往超市走，真是猪头。今天打算做个土豆炒牛肉，在那边没听过土豆这植物，那猪头写书还挺较真的，说是这玩意洋人传来的，出现在仙侠世界很违和。无不无聊，谁计较你这个，害我少吃了多少东西。正这么想着，就忽然感到神魂越来越凝实，原本昨晚就月影耗费了不少力量，理应会减少这次的驻留时间，此刻却一点都不觉得了，有种想留多久就留多久的错觉。邱无忌心情很好的扫码买单，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了笑意。不用想，都是他又在书里整活了，又给我塞东西。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以前对他可以随便修改自己身体能力的愤懑之感，现在已经越来越轻。微信提示音就在此时响起，邱无忌点开楚哥那2次元美少女的头像，撇了撇嘴，在哪？邱无忌小指头勾着土豆和牛肉，一路语音输入，在菜市场啊。能回来了吗？我有点不安。怎么？月影的事有什么遗漏的，会找我们麻烦不成？不是，我想起你在这里修行减少，回了自己的世界会不会有失，越想越不安。邱无忌怔了一怔，再度笑了起来，哈。他转头看看周围人潮，笑道：等我回去说。过不多时，邱无忌回了家，门没关，一眼看到楚哥坐在沙发上坐立不安，跟只猴子一样，见他进门就迎了过来，接过他手中的菜。邱无忌道：我忘了我没钥匙，等会给我配一把。还有心思说这个呢？楚哥无语的把菜搁一边，很严肃的问：刚才说的是你怎么想？邱无忌美目流转，懒洋洋道：我说我想回去练功，如何？楚哥抿了抿嘴，虽是心中不舍，还是道：也好，至少7月15之前。哈！邱无忌忍不住笑道：不是天意不可违吗？你既定的胜局怎么可能输？楚哥怒道：我就怕你这么想，然后轻敌乱来。难道你一招不出，站着任人打也能赢吗？所谓天意的关联，我们都还在测试，没测出最终定论呢，好不好？你就
好啦好啦，别骂了。邱无忌微微一笑，真以为我会那么想？不是你的邱无忌吗？不了解了。楚哥，无论天意定我胜还是负。邱无忌收起笑容，认真道：我是邱无忌，我只会竭尽全力战胜每一个敌手。楚哥无奈道：那你现在这……楚哥，你是编故事的，可以定义我们的修行，但你不是真正的仙家，难以体会其中微妙。邱无忌淡淡道：你自己也写过，能够把握和品味身边的一切细节，不错失路上的每一道风景，那就是修行，而不是闭关枯坐，不知年岁，不识人间。这是你写的，你给予我们的定义深合我心，但真正遇上的时候，你没法带入体会。他再度绽开笑意，父神真不知，我现在就是修行。楚哥呆愣了半天，是这样吗？好像自己是这么写的，但这……邱无忌转身拿菜去厨房，高马尾一跳一跳，或许你不过是关心则乱而已。目送邱无忌元气满满进厨房的样子，楚哥抽了抽嘴角，很想说妈妈，这女人撩我。你这话这么问，不是撩我？是啊，我是关心则乱，你也知道我关心你啊。然后呢？你去做饭，好像没什么不对，挺好。楚哥嘴角也不自觉浮起笑意，继续回房码字去了。邱无忌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馋他的，以前觉得恶心反感，现在居然会御姐聊了。那又咋地？我就是馋你，就是关心你啊，不能说吗？聊就聊啊，谁怕谁啊？可别到时候又急得拿剑砍我，当我不知道你似的。话说你这个修行，包括感情修行不？话说回来了，邱无忌的表现确实始终是吻合这个修行之道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急吼吼的非要干嘛干嘛的念头，始终静静的从一无了解，连带洗衣做饭都兴致盎然，渐渐辐射天下。他的心境可能远超自己的理解，哪怕那是自己的设定，能设定和真懂，那确实是两回事。叮，阳台外的洗衣机提示音提醒了楚哥，衣服洗好了。他想想不该打扰邱无忌做饭，免得焦了，便又放下才码了3个字的稿子，出门晾衣服。家庭琐事是码字最大的敌人，确信。伸手一掏，第一件就是个灯罩。楚哥，这东西能丢洗衣机不？不知道哎。好软，不是，好香，也不是。洗衣粉的气味有什么香不香的？那是因为曾经带着的人香。楚哥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这玩意昨天还扣在邱无忌身上的时光。算了，我不是变态，之前都扣脑袋上了，都没想啥，今天这是干嘛呢？楚哥做贼似的往厨房方向瞥了一眼，就要把灯罩挂上去，这一眼就看傻了。邱无忌抄着手臂靠在门边，上上下下的打量他好久了。这是个误会。楚哥手忙脚乱，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你炒你的菜去啊。邱无忌语气凉凉，没事，之前我不在，东西指不定都怎样了，多拿会又怎么了？拿着呗。楚哥，虽然这种事让我觉得很不可理解，不过既然是你的话，想想倒也正常。邱无忌继续吐槽，毕竟是个能幻想和书中人怎样怎样的变态，不奇怪。楚哥咬牙切齿，你这吐槽又是跟谁学的？看视频评论区有人贴图，我觉得这话早晚可以用在你身上。果然，邱无忌悠悠进了自己房间，很快拖了一箱子丝袜出来，送到楚哥面前。够吗？不够再买。楚哥怒道，我要这干嘛？哦，少了原味。楚哥人都傻了，你上网都是上的啥啊？不好意思，这是你的小说评论区看见的。你说上的啥？楚哥很想死。邱无忌笑盈盈的从他手里拿过灯罩，你还要拿多久？楚哥老实松手，任他接走。东西到手的一刻，邱无忌就变了脸色，告诉你楚哥，下次再偷偷摸摸拿我的东西做些奇怪的事情，我就把你头塞洗衣机里去，把所有丝袜倒进去搅一起洗。说完气鼓鼓的拎着灯罩和一箱子丝袜回了房。楚哥从头到尾都跟个木头人一样，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好像也没几分被冤枉的恼怒，倒有点像调情，甚至都不知道他算不算真生气。真是说是最了解他的人，可现在已经慢慢发现女人心海底针，越发鲜活真实的他已经再也没法像以前那么了解了，他这表现都解读不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真想做过线的事大概是真的要被看。楚哥揣着手坐回电脑前，发现自己都不会码字了，满脑子乱糟糟的。女人才是码字最大的敌人，确信。吃饭了。不知码了多久，好歹又折腾了一张，邱无忌不冷不热的声音传来。楚哥每次都觉得这3个字特别酥，一听就是使不完的力气。女人不是码字的敌人，确信。鹌鹑似的干嘛？吃饭的时候，楚哥闷声扒饭，邱无忌家长一样坐在对面，板着脸道，平时不是很能说。楚哥木然道，食不言。少来这套。邱无忌道，你那个同学聚会还有几天？今天周3，大后天晚饭。邱无忌抬头想了想，估算了一下，我应该还能留到那时候。不过如果你有自己的事做，我倒也没必要非留着，到时候也回自己那边处理一些事情。同学聚会本来就没说带家人或者女朋友什么的，楚哥本就没打算带他去，他回去处理一些事务也挺好的。倒是这话让他有了种进步了的感觉，已经从无奈被迫返回，变成了自己想回就回。再努力一把，想做到爱来就来，爱回就回的时候，大概距离他原身出来也差不多了。在想我原身？邱无忌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冷笑道，我要是原身出来，
怕是揍你一下你就成灰了。你期待？是不是捅不破？不可说不可说。楚哥只能陪笑。对我而言，那都是你，分身原身没什么区别的。以你的力量控制，难不成还能真揍死我？邱无忌打量了他一下，眼里倒有了些惊奇。你这修行练了几天来着？楚哥想了想，3天吧，每天早晚各打坐一次。怎么？邱无忌憋了一下，低头吃饭，怕忍不住打他。因为修行是漫长且枯燥的，别人3天最多刚刚入门，找到气感，那已经是天才了。即使楚哥这种被自己注入气机引导的，要转化成自己的，那也不是一朝一夕，预计1个月是要的。可他居然已经彻底转化成自己的，炼气期1层已经相当稳固了，是可以用一些简单术法的了。哪有这样作弊的？父神了不起啊！这让我们辛辛苦苦练了1万年的怎么看啊？而且这世界明明灵气稀薄，按理你要更慢才对的。这还不好明说，因为楚哥现在自己不清楚这些，只以为就是常规打坐，还方便入睡来着，反而符合无为而为的清净心。一旦有了太过明确的追求，反而破坏了现在这份状态。怎么了？怎么了？楚哥还在催问。没什么。邱无忌做出了鄙视的表情，本以为父神多么精彩绝艳，看来也一般。楚哥倒是不在意，笑道：我本来体质连修行都差些根骨，是你改善的，练不快很正常。反正现在精神很好，睡眠充足，我很满意了。邱无忌看似随意地道：虽然一般般，练一些简单术法也可以了。你打算先学哪一种？楚哥两眼发光，隐形透视，咚！半碗饭盖在他脑袋上。邱无忌怒气冲冲地起身跑路。你自个儿学去吧，徒儿给师傅递茶。邱无忌盘坐在房间床沿，又好气又好笑地睁开眼睛，看着楚哥在面前狗腿一样捧着一杯茶。真就各论各的事吧，我叫你父神，你叫我师傅，还有没有别的玩法？邱无忌心中好笑，脸上还是一脸寒霜。本座什么时候收过这种背懒弟子？滚！楚哥陪笑，都叫我入门法了，这就是师傅了吗？本来还要叫我小法术的，不教，为什么要教？邱无忌板着脸道：你去云际宗问问，想拜本座为师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师傅眼光高，至今一个嫡传徒弟都没收过，最多指点指点各位门下，所以凡事都有个开始嘛，对不对？邱无忌面无表情，拜师礼呢？让本座看看你的诚意。楚哥小心道：其实徒儿也有袜子。你去死！邱无忌彻底破功，再也保持不住盘坐冰冷的造型，起身就要揍人。楚哥不退反进，直接把茶杯递到他手里。师傅消消气，喝口茶有益身心。呸！邱无忌本来也只是在和他玩笑，又好气又好笑的接过茶。你们这里的茶还能怎样有益身心？那世界我又没写出炒茶工艺，你没试过的试试，虽然这茶比较烂。邱无忌略抿了一口，微微颔首，虽有些凡俗晦气，工艺也别有可观者。楚哥便看他在那装逼，你吃土豆牛肉怎么不说凡俗晦气呢？喝口茶倒装上了。他也不揭穿，笑道：师傅都喝了徒弟敬茶了，是不是教2手？邱无忌悠然抿茶，不教。楚哥，邱无忌冷哼道：你自己的设定隐形属于较为高端的法门，你现在学不了。透视这种垃圾法门，除了满足你的猥琐心思之外，别无他用。楚哥急了，怎么会没用呢？这玩意多方便啊，和人打牌赢定了。咦，邱无忌，这不是很好的赚钱法门吗？好像也不需要什么身份证，你早不说。楚哥尴尬后退，这个我平时不打牌，没往这想不是。再说你去坑普通人的钱也不好，而赌场这种地方，我们这压根没。邱无忌暗道，压根没有倒也未必。你以前知道有黑拳吗？不过短期内他也不想继续生事，便没继续说这个，只是道这类取巧之计，虽然有专门的法门让你提前运用，但在我看来是不需要浪费时间特意去学的。只要你修行达到一定程度，简简单单一个工具双目都能做到普通透视之用，只看你对法力的操控精微罢了。你真正要学的，我看还是保命技。他顿了顿，变得认真了几分。楚哥，我在此事的感受，这个世界对普通人是个非常安全祥和的世界，但依然有漩涡在人所不知之处。你以前可能是前者，但现在你已经有资格触碰漩涡了，漩涡自然就会牵引你，不能再用老经验看待事情。我若不在此，你要有自保之力。楚哥的玩笑心思也彻底收了，肃然点了点头，所以你首先应该掌握的是身法。邱无忌露出一丝笑意，欠指点在了楚哥眉心。什么身法？你懂的。心法与口诀清晰地印在脑海，仙家的传法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楚哥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本来就是他写给女主角保命和秀仙气的标准配置。邱无忌的看家身法，云际宗顶级绝学之一，云水无际。若是邱无忌用出来，深和云霞，恍若秋水，渺渺茫茫，不知何在，是真能给敌人一种千里清秋茫茫无际之感。但他也不是什么门槛非常高的功法，而是邱无忌本人从微末之时所得，一路跟随他的修行突破而改进的奇功。也就是说，低级弟子也可以学一部分基础。这个待遇也不是楚哥独有，基础身法就在藏经楼第1层，很多弟子都学，快成为云际宗代表性功法之一了。所以你懂的。老实说，楚哥不是很想要这个身法，因为这云压水压的，难免会感觉有点娘炮。虽然实际并不会，
人家云髻宗男弟子学了照样潇洒御风，娘不娘只看个人气质。反正楚哥没让男主角学这个，而是另外让男主角齐豫得到了一套大气遒劲的身法。结果轮到自己还是要学这个但不可否认，这真的是他笔下最顶级的身法之一，还是从低级到高级一路递进分明的，最合适不过。暂时只传你基础，高深的传了你也学不了，平白消耗精神。邱无忌收回手指，略略沉吟，虽然你的精神很……楚歌奇道，怎么天赋异禀？是有点，但这理所当然不是吗？邱无忌平静地道，你的精神识海确实比一般人强，但你一定是一个特殊能力者，这是在预料之中的。倒是我本来以为我们父神识海应该浩如渊海，实际也就条臭水沟。楚歌，邱无忌没说出来，是条水沟已经很恐怖了，正常人连蘸火锅料的小碟都算不上。你这精神毅力真的奇怪，平时却一点都凸显不出来，跟个普通人没两样。可惜大家体系不同，不知道怎么定义这种事，也担心自己这个分魂控制神念不够入微，乱探会对楚歌有损，只得浅尝辄止，就退了出来。他沉吟片刻，还是道，本来炼气修士不可能锻炼到神魂，但你的情况不一样，倒有点和我现在的状态类似，应该可以提前养魂。我传你断魂之术，内含一篇凝神固魂之法，平日养魂断魂，一旦遇到试图影响你心灵魂魄之术，可以固魂坚守以拒之，比如顾姑娘的毒心，对你就无效了。楚歌大喜，这个有用，我觉得他们的异能很多都是在这上面做文章的。哦，邱无忌斜睨着他，你见过几个异能？为何这么认为？书上看的各种特殊能力，总不会都是打架吧？本座认为恰恰相反，聚力亲身之类的能力才更为普遍，甚至普遍到了不被认为是异能的程度，只是体质天赋好。其次是简单操纵五行，比如操纵电能之类的，肯定要比什么玩弄影子的普遍许多。我曾搜索你们的超能力信息，然后就告诉我一条霹雳贝贝。楚歌木然，你有理有剧情了吧？所以不用把你们的异能想得多神秘，却也不要等闲视之就是了。毕竟那种影子玩法连我都不会，这确实有趣。邱无忌笑道，好了，最后再传你最基本的。楚歌，和人打架的技法，这也要？邱无忌鄙视道，月影那种生死擂台之中磨练出来的，哪怕他不用任何毅力，就跟你比拳脚，也一招割了你的脑袋。天下如月影之人几何？有战斗的地方就有格斗技，可不要以为异能与此无关。楚歌，邱无忌忽然又笑了起来。不过好在本宗主修剑道，换句话说，战斗技巧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本行，别的不过兼职。父神大人，您计划好的？楚歌诚恳道，父神什么都没计划过，倒是师父大人，您想的周到。邱无忌面无表情。楚歌试着问道，所以这格斗怎么学？手把手吗？邱无忌平静回答，本座想了想，磨练格斗技需要长年累月之功，还要大量实战练习。你要写书赚钱，不适合你，应该改个套路。这也对，有什么好主意？这样吧，我教你金钟罩，能抗打就行，以后我打起来也比较方便。哦，啊，嘶，卧槽，咚！楚歌楼下有老人看着电视，时不时抬头看楼板，发出意味难明的啧啧声。楼上那对小夫妻挺能玩啊，可惜啊，老了玩不动了。说来那姑娘真漂亮，仙女似的。客厅里，楚歌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满头是包的趴在地上，两眼还转着圈圈。邱无忌回房取了笔记本，找了一段动画片里两眼圈圈昏迷的音效外放，自顾自乐呵。楚歌回过神，又是吃痛又是好笑，这就是你的金钟罩练法？我怎么不知道这玩意是这么练的？是啊，我解析后简化的练法，你看这不是练成了吗？多快！楚歌，你什么都没干，传了我一个功法口诀，然后捶了我一顿，怎么就成了？别瞎说啊，我怎么捶了你一顿了？难道是助我夯实罩门，构建防护罩？没有，我只是打了你一顿。楚歌咬牙，邱无忌，你便死了是吧？好吧好吧，确实是助你锤炼了罩门。邱无忌抱着手臂悠悠道，确切的说，现在你算是基础入门，只是皮肤淡淡泛金光，比别人抗揍些。其实说是铁布衫比金钟罩更接近，距离真正的金钟罩大成还远着呢。他说着叹了口气，很是悲悯地看着楚歌。谁叫有些猪头自己设定的什么佛门宏大正统之根本法，悠久绵长，坚不可摧，练成非一朝一夕之功。楚歌，这傻逼作者谁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只猪。邱无忌笑道，反正还得感谢他没让我学这种挨揍的玩意，我也只是知道这个法门，自己也没练过，可能还得回头再多参详一二，再教你深层次的，现在先这样吧。楚歌哼哼唧唧地爬了起来，刚才锤炼罩门还挺疼的，可似乎恢复得很快，已经没什么感觉了。能够感受到自己皮糙肉厚了许多，似乎不纯粹是法力防护，而是催发了肌肉力量，进行了一种短期的改组保护似的，具体实在说不分明，也不知道这具体能防护怎样程度的攻击了，以及应对锐气和钝器的区别，没试过都不懂。写的时候仅可胡扯八道，真实出现在身上时，真不知道所以然。楚歌自己掐掐这里戳戳那里，有些犹豫地问，我没记错的话，金钟罩虽然也立足于法力什么的，但究其根本算是一种体修。对，以体为主，法力不过相结合，所以这玩意我不学啊。
邱无忌自有各种法术护身，走的就是一个轻灵飘逸，追求的就是一份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才不想把自己弄得跟个沙包一样呢。楚哥这种就正好。楚哥犹豫道：体修倒是没啥，刚才的罩门确定都弄完了？没啊，你现在的修行还指望把防御练到七窍不成？自己小心吧。七窍倒是小事啊，下面呢？邱无忌目瞪口呆。你关注的是这个？我们父神就这，我们的世界毁灭算了。别那副表情啊。楚哥后仰，我这是正经功法修行疑问，严肃点。你自己写的不知道吗？这种典型的龙套功法，我怎么可能细写啊？你见过几个主角练这玩意的，帅是一辈子的事好不好？人家雷刀狂僧莽金刚一辈子都想甩脱这外号。那谁啊？没谁。楚哥道，反正我就做了个12层设定，说是佛门至高防御之功，天知道你们世界怎么自我发挥的，所以我也得回去多参详。说了我没练过，只是看过。藏经楼有吗？没有，我打个补丁。曾经击杀佛宗叛徒，从他身上得到踏本，这个应该可以的。藏经楼已经有了，就是这个来历，本座自己杀的，原本还给了佛宗，卖了不小的面子，大悲方丈亲自认可，本座留下踏本参详的，反正他不认也没用，本座看都看过了，难道和本座开战？邱无忌重复，是本座自己杀的，不是你写的。楚哥摸了摸下巴，这剧情真没写过，看来世界在既定剧情之外的自我补完可真丰富，比如自己就写了一句，藏经楼里有许多历代搜集的高端法门，这历代收集有很多故事不可能去写，这里就自我补完了其中一种。那既然如此，补丁还是可以打的。楚哥一溜烟进了房，打开大纲设定卷，在功法设定一栏中划拉出金钟罩，补了一句，只需小成便可防护下阴罩门。保存书中世界，很多和尚发现自己是不是变恩了那么一点，泪流满面，这对咱们和尚没用啊。楚哥也泪流满面，思维逻辑占据了上风，还是得写需要小成，咱现在刚入门还用不上啊。哦对了，用得上也没地方用，那就算了，小成就小成再说吧。楚哥偷眼看了看身边，邱无忌叉腰站在那儿看他改设定，那一脸无语又嫌弃的表情看着真萌，也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后悔选这个教自己了，好端端一个佛门功法怎么就搞成这德性了呢？我先回去了。邱无忌看他操作完，终于道，你的情况比较特别，我也想回去翻翻典籍，看看后续怎么教你更合适些，反正近期无事，我也没必要一直在这儿。楚哥还是不舍，怎么会没事呢？你电脑都才刚刚上手，那么多东西没完。邱无忌微微一笑，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我烙印了好几本书在识海里储藏，没有消化掉，回去可以慢慢看，这也是省时间，大家的流速似有不同。楚哥愣了愣，这也是一件很 bug 的事。第一反应是，假如以后自己可以进去，外面写个7天后，里面躲着马7天存稿出来，哇塞那无敌了。就算自己进不去，以后如果邱无忌真能代笔，那也无敌了，谁还卷得过？马自公的反应就是这么诚恳老实，且没出息。他也没多说，这好好的告别回去，随时还能回来，倒是没有了前几次突兀消失的别扭难受，就跟去上班去出差没什么区别。如今反应已经很是淡定，也好，你回去也别总是看这些，自己的修行要跟上。严千烈那边真不是好惹的，我为了拉逼格给他设定的很强的。知道了知道了。邱无忌忽然又回了房，拿了一条丝袜递了过去，拿着。楚哥。邱无忌板着脸道，手上已经有东西拿着了，本座消失的时候散落的东西就会安全一点。楚哥气不打一处来，哼哼道，放心去吧。邱无忌一溜烟回了房，躲进了床上，把被子一裹，确定东西一定散落在被窝里了，才安然返回。那边楚哥面无表情地点开正文文档，开始码字。邱无忌分魂遨游而归，心中思索天道之事，有些走神，忘了自己布置的闭关阵法并不是随便穿梭的，砰的一声，分魂撞在了石门上，整个魂体大字形趴在门上慢慢下滑。书中世界，邱无忌觉得这回贴身物件安全不少，喜滋滋的回归本体。砰的一声，分魂撞在石门上，大字形慢慢下滑。楚哥，你给我等着！云际宗上空电闪雷鸣，狂风怒嚎，仿佛什么大敌入侵了似的，吓得一堆高层长老纷纷出关，却只看见宗主一个人在山巅发脾气。都看着本座干什么？没事干的吗？邱无忌愤然飞向藏经楼，本座要查阅典籍，你们该干嘛干嘛去。本想直接回去揍他，先忍了，好歹是破界穿梭，来来回回还是挺累的。等本座找几个玩意给你练练，看你怎么死。不提邱无忌想着怎么报复，那边楚哥写完这句也是神清气爽。不知道生笑没？最好是生个笑，让他知道父神不是好惹的，也是能反制的。不反制几次，以后夫刚危险了。叫你打我，哼！楚哥念头通达的继续码字，码着码着 ，QQ 疯狂滴滴滴。楚哥纳闷的点了过去，却是刚刚被人拉进了一个新群，怪不得一直滴滴滴的。之前自己明明屏蔽了所有群聊，就是为了安静码字，只有码完了想水群的时候，才会打开几个长水的群水一水。这些日子也都没水过了，连同事操哥群都没看过了。不知道谁这么吃撑了，这年头拉人进群不需要同意的吗？再一看群名，扑街开车群。开车群有什么好看的？我自家同事操哥群已经让我营养快线跟不上了，差你这点色图和车牌。楚哥想着，下意识就想去点了屏蔽，目光掠过聊天框，一时傻了眼。
此刻的聊天框里正在复读，这几年扑的人都傻了。有时候我半夜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我都害怕你们知道我其实这么扑街，把我踢出群。这几年扑的人都傻了，有时候我半夜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我都害怕你们知道我其实这么扑街，把我踢出群。复读这些话倒没什么，扑街群经常有人这么刷。然而这次的 ID 一个比一个熟悉，楚哥一眼就看见了4个当红万定，2个大神约，一个还 TM 是白金，全部在畅销榜前列的当红炸子鸡，亮得瞎眼。你们管这叫扑街开车群？车在哪里？我不是，扑街在哪里？指我吗？这时群主说话了，刚拉来了楚哥大佬，群地位一点 JPG 图来。得非常及时，楚哥无语地看着这位3万定的大神，不知从何吐槽起。下面又开始了复读，群地位一点 JPG。楚哥想想，索性发了个红包，新人拜山。结果刷屏的就变成了谢谢老板点 JPG。你们大神都是不用码字的吗？好不容易等复读机停电，总算有人说了一句正题。楚哥大佬这本书我看了，群像十分牛逼，大佬牛逼。楚哥看着这位大神，只能回了一句：大佬我是看你书长大的。大神回答：我今年才18，你认错人了。楚哥，操，不就是水群扯淡吗？谁不会啊？于是楚哥变成了15岁。看着一群老头子开始纷纷装嫩，楚哥靠在椅背上有些出神。这是成绩上升导致迎来了所谓圈子升级，反正看起来还是一个鸟样。这些大神谁起群来和张其人有什么区别吗？哦不对，还是有点区别的。比如有位大神忽然说话了：哎，我是真扑了呀这本。旁人问：怎么了？新书才2万收。楚哥觉得新书要是快上架了2万收好像是有点凉，难道又要迎来一位大神的陨落？安慰的话都还没想好怎么说，就看见对方补充了一句：这都发书快1天了。楚哥，另一大神道：我才扑了，这都上架3天了，才9000多句。楚哥看了看自己发书第4天才达成300收藏的荣誉记录，再看了看这上架2个多月才5500的军定，面无表情的关掉了群聊，潜水疗伤。咦，等等，5500了，这涨势真是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一波猛涨可能有运气成分，这持续猛涨估计是书真的可以导致留存和粘性都很高，还可能有了口口相传的口碑推荐。楚哥脑海里掠过刚才水群唯一有意义的一句话：群像牛逼。真是这个原因？还是只不过说句好听的方便新人融入而已？估计是真的可能性居多，毕竟转群像写法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这位大佬随便翻2张可看不出这一点的，必定是真看到了最新。而一位大佬可没必要为了恭维你2句特意去把书看到最新，那是真在追。大佬都在追，说明真的好。原来确实是书的质量可以吗？楚哥出神的靠在椅背上看天花板，半天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颇有点百感交集。楚哥长长吁了口气，打开了很久没开过的同事操哥，群里依然热闹，并不比之前差，倒也没有更火爆，因为人还是那些人。这是老读者群，这本书他从来就没发布过群号，最近暴涨的人气并未导致群人数的增长。此时群里正在讨论某校盗窃事件，聊得热火朝天。楚哥发现自己近期沉迷女色都没关注过社会热点了，便忍不住问：谁有完整瓜，来个链接。群里安静了一下，很快有人道：卧槽，楚大你算是冒泡了，是不是这书火了你另外开了群，这里成冷宫了？楚哥忙道：最近闭关码字哪都没上，要不怎么能爆更呢？你说是吧？我们都以为你被外星人绑架了，你这闭关有点离谱啊，一声不吭就算了，连那么多盟主打赏都没个谢字。楚哥流汗，有人打赏吗？我都没看。女色误国呀，我们替你在书评区解释闭关和感谢打赏了，暂时没啥。有管理道：不过楚大，很多人问群号是不是该扩群了？楚哥心中涌起暖意，书怎么写另说，本以为这么多天消失也没个交代，搞得别人要帮你擦屁股，大家对此多少也会有些微词，可事实证明大家还在关心你。扩群吧，我去搞个会员，弄个2000人的，等会在简介上添一句。楚哥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又一股脑儿添加了一批管理。我现在爆更期，水群会很少，辛苦大家多费心了。哦对了，有谁要做运营？什么是运营？啥时候小说都要运营了？其实就是以前的书评区版主，资本家非要搞个这种词，好像很专业一样。不就版主吗？那我来。报名声一片踊跃。楚大这本书越写越好了，安心爆更去，别的事情我们来就行。看着一切渐渐走上正轨的模样，楚哥眼里一阵恍惚。当年扑街的时候，真的没想过有这样的火热场景。不知道张其人现在怎么样了？试着私聊了一句，没有回音。神迹夜总会，张其人靠在办公室沙发上，轻轻抿着几万一杯的红酒。地下黑拳近期关了，他的精力似乎用在了正规的夜总会管理上，也有时间做点其他事情。眼前是一列列黑色衣服的年轻姑娘，紧张的排着队让他检阅。张其人目光逡巡了一次又一次，眼里有些失望。都在这了。旁边的红发青年道：大哥，哪有什么就喜欢穿黑衣的陪酒女和小太妹，人都是会换衣服的。张其人沉默片刻，摇头道：算了，没有就没有吧。一个妈咪模样的女人正在媚笑。张总看上了哪个？今晚都回去。张其人平静地道：火了会所嫩模，我又没火。妈咪。
张其仁看着杯中酒，低声道：“回去吧，他们长得都不错，但不是我想要的，没什么意思。”他顿了顿，转向红发青年：“黑屋的事有什么进展？”他们很感兴趣，只不过条子也在找他们，近期都不敢冒泡。没事，张其仁慢慢道：“顾若言好像已经回京了，林武阳只不过是个科长，他什么都做不了。虽然吴国的女色暂时回去了，楚哥的码字时间倒也不宽裕，因为要做的事情变多了，跑步、俯卧撑什么的依然在做，这是根本体质。不说要练得多完美，总之一身赘肉，连跑步都气喘，说要修行练功，那肯定是搞笑。早晚各一次打坐，现在的打坐不仅仅是运转周天了，而是合着金钟罩的运功方向去走，也是在练金钟罩。这用专业些的说法，就是以金钟罩为根本法了。想到这个，还有点泪流满面，怎么不知不觉就变成这画风了？还好自己没设定这玩意要童子功。楚歌历来觉得童子功这种设定不科学，男人又没魔，精满自缢算不算失元阳？不是一样的吗？怎么那是一做就不行了？没道理吗？对不对？除了功法运转之外，还要断魂，不能被人简简单单一个空心就给别人当狗了不是？不说这么严重的，楚歌也不想自己心里在想什么都被人读个一干二净，那可不是什么好感受。这打坐的时间也就比之前加长了1倍有余。除此之外还要练身法，你也不能光挨打不是？起码见势不对要能跑得掉。身法短期内练的是小巧腾挪之术，倒是不需要户外练习，室内就可以。东西到处堆得拥挤，那更好，要的就是在复杂的空间里闲庭信步。楚歌漫步在屋里，一身睡衣都感到有种潇洒闲适、平煦御风的味儿。他觉得自己这画风更怪异了，踏着凌波微步，然后狂吼一声金钟罩，这是什么裁剪拼接出来的画风？楚歌甚至都不去想以后练攻击性的手段要怎么合适了，反而在想拼接哪种进来比较生草。林林总总各项锻炼加起来也需要3小时左右，虽然没有以前上班兼职耗费的时间那么多，但这个好像是练到后面就越来越久的。到了秋无忌那份上，随便一个闭关打坐就按月甚至按年算，到时候还怎么码字？算了，那大概也是练几十年之后才会有的变化，至少写这一本书的时间之内还不可能到这程度，应该问题不大。相反，随着练功，精神越来越好，码字越来越顺，反而提高了效率。以前万更叫破纪录，现在叫常规。一边练功一边码字，日子很快就过了2天。邱无忌还没回来，同学聚会倒是来了。楚歌整理衣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恍惚觉得这人有点不认识了。人依然那么帅，就是精气神好了太多太多，身形挺拔，眼神也明亮。如果当初相亲的时候就是这个精气神，顾若言的反应是不是会不一样？管他呢，想这个干嘛？带来这一切的是邱无忌。哎，大作家来得这么早啊？聚会订的酒店还算不错，可惜老洪订的晚了，只订到了大厅的桌。参加聚会的人不多，好歹也有个2桌，包厢也不太好搞，大厅就大厅呗，大家也无所谓。找到自己的桌，老洪已经在了，还带着老婆，因为他老婆也是大家的同学。时间略早，只到了小半人，看着楚歌都在夸：操，越来越帅了，当年怎么看不出来？楚歌抹了把头发，男人越老越有味，当年没泡我的是不是很后悔？滚吧你！老洪笑道：当年你太毒，其实现在也很毒，反正大把活动不参加，篮球足球不见玩，一天天的不是泡在网吧就是躲宿舍看小说，跟查无此人似的，谁泡你？另有人笑：作家嘛，是这样的。大家便都笑。楚歌微微一笑，大家这种笑依然是调侃，甚至有少许嘲讽。以前听了心里总是有点小小的不舒服，比如当年你们泡在网吧不见人的难道就少了？大家不是一样的吗？怎么因为我写书了，就连那些大家都一样的东西都成了我的特殊了？有事没事拿个作家说事，但他现在真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他说写得很棒，那还关你们什么事？他也不说什么，直接入座。武阳没来吗？老洪道：市局大科长忙得团团转，本来他说今天可能要加班来不成，临下午又说没事了，可以来了。有同学问，公务人员公然酒宴还坐大厅这么惹眼，没问题吗？另一女同学道：8小时之外，周末同学聚会，这天经地义，很正常的。你们总是把公务员的事想得太复杂，警察也是人啊，只要别穿制服来就行。这女同学叫张曼丽，也是个公务员，听说在民政。楚歌又起了点心思，不知道民政的对邱无忌身份的事有没有什么帮助，叹口气，功力交际，为了我家邱无忌拼了。正当他想巴结2句，心中忽有所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起的胆印，于是转头看向酒店门口，林武阳正在进门。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停车在外，有人举步下车。林武阳下意识转头看了一眼，看见了正好下车的张其仁。张其仁怔了一怔，似是也没想到会在这里撞上林武阳。2人目光交汇了几秒，张其仁露出了客气的笑容，没想到这里都能遇上林科长。林科长来吃饭？林武阳慢慢道：别告诉我这酒店也是你的。哦，没有，我也只是来请朋友吃饭的，林科长别误会，我家没什么钱的。不管你请的什么朋友。林武阳冷冷转身进了大厅，钱差不多就得了。语意似是讥嘲，也似是警告。张其仁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目送他进了大厅。
继而目光微微一凝，终于显出了惊讶之色。他看见林武阳笑呵呵地走向大厅其中一桌，桌上坐着一个熟面孔，也正在惊讶地看他。楚哥，那双眼睛都快鼓得掉出来了似的。张其仁转头看看身后的小弟们，又低头看看身上价值不菲的行头，他脸上居然有点燥热之感，似乎觉得这被楚哥看见了很丢脸。别人有钱看见老友该是意气风发，他有钱看见楚哥居然是觉得丢脸。张其仁自己品味了一下自己的心情，不由自嘲的失笑摇头。大哥，身后小弟正在困惑。哦，没事。张其仁收拾心情，再度露出笑意。大耳等会注意一下这桌在说什么，小心些。一个大耳朵小弟笑道，知道林科长吗？张其仁笑笑，再度看了楚哥一眼，转身上了楼。他的 QQ 已经被楚哥刷炸了。张其仁，你 TM 所谓的扑街回家，原来是继承亿万家产吗？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楚哥无法理解这种只存在于段子里的故事，什么扑街携手回家继承100万家产之类的，听了笑笑就算，这 TM 居然能成真的。他甚至都不知道该不该去找张其仁聊个天，满足一下携手的好奇心和对朋友的关心。现在这货的排场一看就是有钱人，自己凑上去会不会怪怪的？会不会被他周围的人认为别有所图？楚哥暗自叹了口气，交情这东西一旦掺杂了钱和权，确实容易把味道变得奇怪，对双方都是。反倒是之前较为抵触的同学聚会，其实反而更为纯粹。就像眼前的林武阳，笑哈哈的一拳头捶在他肩膀上，看不出来啊，还以为你躲家里写书会变肥宅，想不到还挺精神。上次见你还没这么精神来着，最近吃伟哥了。虽然是警察，而且多少是个小官，老同学之间反而没太多想法。楚哥便也笑，那天大中午的热得不行，哪来精神？你以为都是你们阿 Sir 练过的呀？林武阳哈哈笑，巧了，我恰恰是没怎么练过的那一撮。楚哥看似无意的问，刚才那个呀，你比我熟？林武阳微微一笑，他曾经在外租了半年房，我一看合租的名字，哟呵，不是我们楚大作家吗？楚哥，林武阳没多说什么，拉着他一起坐下，和你没关系，不用纠结。怎么越听越觉得张其仁不对劲啊？正在旁敲侧击几句，同学们陆续抵达，一片纷扰不是说话的地方，楚哥也只能收起心思，笑呵呵地迎接新来的同学们入座。同学聚会的整体气氛是很不错的，炫耀、攀比、装逼、打脸这类事不是没有，但相对是比较难得发生的，或者即使发生也不会明着来。社会摸爬滚打了这些年，心思浮于表面的人并不多，就算有装逼的心思，也是暗暗点一句。比如老洪就说了，去年去瑞士，别人带我看表也看不懂，随便买了一个，别人对他露出来的手表发表2句羡慕言论，就那么过去了。他要嘚瑟就由他呗，有人嫉妒也不会表现出来，有人比他混得好也不可能去打他脸，没必要的事。而对于混得不好的同学，更不会有人露出歧视之色，那丢的不是对方的脸，是你自己。相反，反而会更加勾肩搭背，回忆当年，已是自己重感情不势利。对于明显可能用得上的林武阳这类职业，大家倒是较为尊重，成为席间主角，但也没人显露出巴结和谄媚，不至于。林武阳自己也不是个嘚瑟的，加上遇到张其仁，导致心里挂着点事，也就没多发言，笑呵呵的回敬几杯，主角味儿也就淡了。大家多喝了几杯，做的最多的还是互揭当年糗事，大家哈哈笑声之中其乐融融。最关键是席间不能有老师，否则那就成了时隔多年的另类谢师宴，同学随性热闹的氛围反而没了。唯一特殊的还是楚哥这类，倒不是别人轻视，是真的不了解也不理解。于是林武阳的主角味淡去之后，楚哥就成了主角，别人10句话里倒有5句在问楚哥，哎，你的书哪里可以买的？新华书店有吗？没有。那你这个是怎么赚钱的？通过点击量。这几年确实有一种通过点击量计算广告费的模式，不过我那种还是比较传统的，付费阅读，有多少人付费就有多少收入。点击量是这几年？不对吧？老早我就听说什么多少多少点击了，这个以前只是一种展露人气的依据和招牌，现在流量时代才可以变现。但这种模式我不看好，主要所以我选择说这个干嘛？喝酒。楚哥是觉得解释都不知道从何解释起，说来话长又不重要，不如喝酒。挨不住别人还是好奇啊。我有时候微信上看到广告点进去，没看几张正心痒的时候就提醒我要付费才能看，我还说那是骗钱的呢。不是骗钱，这就是先吸引你心痒，然后付费阅读，常规操作。所以付钱是不是就可以看搞黄色了？我看那什么乡村寂寞小姨子。楚哥抚额，没有，现在打得严的搞不了。别看人家书名简介吸引你，其实内容最多擦点小边。没黄色那为什么要钱？楚哥，不是，黄色和要钱有什么直接关系吗？你们刚才还问我怎么赚钱，不要钱我喝西北风吗？人们看他语塞反而都懂了，所以你就是那种。我和那种不太一样，是在网站上的，不过你们要理解成那种也可以，本质差不多吧。同学们的眼神就有了点小变化，感觉他是写丈母娘小姨子的。楚哥哭笑不得，也不好解释，反正自己写的东西也挺那啥，无所谓了。喝酒啊，你们围着我问个蛋啊，我就一写黄书混饭吃的而已，要不要让武阳把我抓起来？看了半天戏的林武阳笑眯眯道，
我又不是网信的。放心，狱警那边我也熟，你真进去了，我帮你打个招呼，好歹不会被欺负。楚哥，真是谢谢了。随着楚哥自任皇叔，也暂时息了同学们好奇宝宝的心。怎么赚钱的没了？倒是有女同学有些叹息，可惜以前楚哥文笔很好的，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也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暗恋过。楚哥微微一笑，也不搭腔。别人倒是被这话惹出了新话题。老洪的老婆于小梅便问：哎，楚哥你找女朋友了没？楚哥玩笑道：没，当年看上的嫁给老洪了，我只能孤老此生。于小梅呸了一口，席间哈哈大笑。老洪指着楚哥笑，是不是要决斗？林武阳道：你喜欢你老婆，楚哥也喜欢你老婆，你们是一国的，为什么要决斗？噗，连楚哥都被这话逗得喷了出来，席间笑成了一团，全都指着林武阳骂，这么不正经的人也能做阿 Sir？ 民政那个张曼丽笑道：话说回来，楚哥这种一天到晚窝在家里写书的，社交实在太少，找女朋友可能还真不好找，这么大岁数了，一直单着也不好，要不要同学们帮你介绍介绍？老洪笑道：你懂个什么，作家是有女粉丝的，我上次快音刷到个视频，说是有作者娶了粉丝，还有泡了编辑的，真牛逼，楚哥你认识不？楚哥还没回答，便有人道：那得是名家了吧，楚哥这血黄。说话的自觉失言，忙自罚了一杯酒表示歉意，席间一时有点小尴尬。其实同学们内心深处都没觉得他这有什么出息，面上不表露，总是会在不经意之处流露出来，不是有意的，楚哥并没有往心里去。其实楚哥不仅不在意，心中反而有不为人知的自豪。泡粉丝，我女主角从书里跑出来了哎！正在此时，一个白衬衫蓝牛仔高马尾的姑娘扑通扑通从一旁跑了过来，手握小拳拳做惊喜状。您是不是楚哥大大？我太喜欢您的书了，给我签个名好吗？满座震惊，还 TM 真有女粉丝，还这么漂亮，漂亮的过分了吧？话说楚哥原来这么有名吗？在大厅吃饭都能被粉丝认出来，这大家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不是，你写乡村丈母娘小姨子的，为什么会有女粉丝？殊不知楚哥这会儿比他们震惊多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突兀跑出来的女粉丝，人都傻了。邱无忌，你在干嘛呀？我没说要装这个逼啊。楼上贵宾雅座，张启仁忽然笑了起来，对身边属下吩咐去把林科长那2桌的账结了，就说你们老板非常喜欢楚哥先生的作品，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希望将来再创佳作。看着突兀出现的女粉丝，楚哥尬得要用脚趾头抠出两室一厅，也只好硬着头皮歪歪扭扭地替他签了个名。女粉丝似乎心满意足地跑了，人们的目光也变成了惊叹。楚哥反倒觉得这下半程的聚会变得难挨，屁股下面像是有针一样，只想早点结束回去找邱无忌。好在大家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家里老婆孩子虎视眈眈，林武阳等人更是公职在身，闹酒也闹不起来。这场聚会结束还是比较早的，大家正寒暄散伙，买单的老洪又跑了回来，神色古怪地盯着楚哥看了半天，叹气道：大作家呀。楚哥奇道：又怎么了？上面包厢有人说是你粉丝，抢先替你买了单。卧槽，这会儿群情汹涌的比刚才女粉丝出现还疯。粉丝毕竟只是粉丝，你又不一定能草粉，距离娶粉丝那也是10万8千里的事。可这有人替你买单，倒是实打实的就在面前发生了。楚哥这气派完全就是名家了有没有？和大家原本想象中的窝在屋里写黄文的完全一个天一个地。这会儿大家的目光不仅是惊叹，简直是尊敬了。诚如邱无忌之前说过的，真要是个名家，社会是会尊敬的。然而楚哥心里一点得意都没有，因为2个都是假的。女粉丝是邱无忌不知道出于什么奇怪的心理假扮的，而这买单的只可能是张其仁。他下意识看了眼林武阳，林武阳也在看他，目光有些意味深长。聊聊。楚哥犹豫片刻，点了点头。好，大作家，有空多联系啊。聚会终于在人们对楚哥的惊叹赞扬之中散了火。楚哥陪着笑脸一个个告别，最终和林武阳2个男人慢慢离开酒店，踱向了不远处的江水边。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林武阳努了下嘴，诺，大 G 张其仁的，好歹不是劳斯莱斯。楚哥咂了咂嘴，没吱声。那会儿坦克300上市不久，张其仁这次就宣布那是他的 dream car， 当时自己还嘲笑他长得文秀，戴着眼镜，居然还挺有一颗狂野的心。狂野是依然狂野，就是价格差了接近10倍。死骗子！林武阳道：你对这个同居室友了解多少？楚哥感受到了一种毅力在影响自己，似乎按捺不住就要说真话。他心中微动，任由这个毅力入侵，然后发现自己控制不住的叹了口气。曾经以为非常了解，现在看来一无所知。林武阳点了点头，能力生效的很明显，是真话。他目光柔和下来，倒有了点对同学用能力的歉意，低声道：你不知道很正常。楚哥顺势道：他到底干嘛的？面上来说，他是一家夜总会的法人。林武阳点了支烟，抽不？楚哥摆手示意不抽，只是问：夜总会的法人意味着什么？不太干净。林武阳道：人们下意识会觉得夜总会的老板可能不是那么干净，这也是刻板印象，其实也不至于。另外，法人这玩意在有些时候只不过是背锅用的，也可以给我们一个结案的台阶，到此为止。楚哥脸色有些难看。背锅的。林武阳絮道：因此只能代表他有表面上应有的权限，
不代表他就是真正的老板。所以你问我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楚歌道，按理他接手也没几天，那是不是说明他其实没什么问题？林武阳吐了口烟，摇头道，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调查被叫停了。说着又笑了一下，要不然今天我还没空来聚会，倒要感谢他们给我放假啊。虽然林武阳口口声声不知道，甚至言语里还有点给张其仁开脱的意思似的，楚歌还是看得出来，他明显已经把张其仁作为一条重要线索来盯了。联系到两人在进门时的表现，也很明显已经对上了。那么他的这些开脱不是真意，只是他心中的判断不可能对自己这个普通人说罢了。果然林武阳下一句就是，我看你之前确实是不清楚他的事情，不过现在看他和你的关系还挺不错的，不像萍水之交，那就有可能在你面前露出一些什么。如果以后你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希望可以告诉我。楚歌一时没有回答。林武阳道，公私之分你应该清楚，不至于为了交情。嗨，就算论私，我就不是你同学。楚歌笑道，估计我没被人拎进去问话，都是因为老同学关照。林武阳摆摆手，这倒不是你我的事儿，本来就没到那份上，怎么可能接触过谁都拎进去问的？我都说了，他也可能只是背锅的，我针对的可不是他个人。如果真有什么不好的事，会跟你说的。楚歌问道，话说他那个是哪家夜总会来着？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告诉你没什么。林武阳道，神迹夜总会，你多半没听过，最好也别去。楚歌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好了，不多说了，老婆等我回家呢。林武阳拍拍楚歌的肩膀，想不到我们同学里居然出了个大作家，期待你的书被搬上电视的那一天啊。林武阳离开了，楚歌一直静静地站在江边看着江水，好像在想事，也好像在等谁。果然直到林武阳的身影彻底不见，邱无忌就出现在身边，笑道，这位捕头挺有公心的，假期不忘案子被叫停了也不甘，还想着自己查查。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才有普通人安逸祥和的生活。楚歌有些喟叹，今天聚会真觉得当初那些不着调的小毛头们都长大了。林武阳尤其明显，他以前在宿舍里星号被揪住，差点全校通报，想不到如今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护者。什么是毛片？哦，我们把北边邻国称为毛子，他们出品的片子。邱无忌斜睨着他，明显不信。楚歌道，看我干什么？话说你今天跑来装粉丝卖萌是闹哪样啊？邱无忌哼哼两声，回去之前我就盘算着今天来一次了。你不是总觉得这个聚会会让你没面子吗？那就给你撑面子。楚歌想了想，他好像确实问了2次聚会时间，还说提前回去之类的，感情那时候就打算好来这么一出来。可你那演技实在是太萌了，怎么都想不出那会是邱无忌做出来的事情。他实在哭笑不得，你怎么会想到做这种戏的？你不是说这是俗流之见？邱无忌无所谓地道，因为我看你在乎，不想因为这种俗事纷扰打乱了你的修行心境，这是作为你师父的角度。从另一角度说，我邱无忌的父神没有人可以看不起。楚歌转头看着他的侧脸，邱无忌也平静回望。江水缓缓东流，无声静谧。夏末晚上的风轻轻拂过，带着邱无忌的一缕乱发拂过脸颊。楚歌下意识想伸手去扶，邱无忌后退半步，板着脸道，你想干什么？楚歌收回手，低声道，我并没有觉得没面子，但还是谢谢。怎么又不觉得没面子了？因为你喜欢。空气再度安静，只有江水轻淌的声音，淌过身畔，淌在心里。不觉得就好，心境有所长进，没那么俗了。邱无忌深深吸了口气，板着脸转移了话题，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说说另一件事了？楚歌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邱无忌两手互相捏了一下，发出咯的一响，让本座撞墙的某人打算怎么死？楚歌脸都绿了，怎么忘了这回事？这回真的死定了。你自己撞的墙，凭什么说是我？熬我招我招？我就是那么一写，给读者们看了一乐，怎么知道堂堂渡劫修士真的会蠢得一头往上撞？熬不蠢不蠢？想怎么死？爽死行不行？哦，以后还敢？哦，砰！楚歌太字形贴在墙上，慢慢下滑。邱无忌拍着手，好像上面有灰尘似的，语气凉凉地道：“这金钟罩练得不错呀，撞墙都没伤。”楚歌也有些意外，这整个人撞在墙上居然没什么痛感，这才练了多久的金钟罩就这么有效了？当然为朕夫纲，口头还是在嘴硬，那是师傅教的好，比不上师傅撞石门的风采，撞墙都撞得那么美。邱无忌切齿：“你是真以为我不敢揍你狠的？丝别掐了，再掐金钟罩都要掐得大成了，这不是挺好？助你锻炼金钟罩，怎么防掐？”邱无忌冷笑道：“本座仔细查阅了一下金钟罩功法，上面说了，针对防锐器针刺或防钝器重击，要有不同的锻炼模式。本座为你量身定制了一套修行方法。起来！”楚歌小心翼翼地爬了起来。什么方法？蹲！一颗榴莲砸在了楚歌脑袋上。楚歌！邱无忌抄着手臂上下打量了一眼，很满意地道：“你看，这是不是既锻炼钝器重击，又锻炼针刺防护？”楚歌！下一刻，好几个榴莲从墙角涌来，一个砸在肚子上，一个砸在背上，上上下下的滚。噗！楚歌眼珠子都鼓了出来，这是谋杀！
亲夫2个字都没说出来，蹲蹲2声，又是2个榴莲砸在他左右肩膀上。别动。邱无忌笑眯眯道：你若是被榴莲扎得扭来扭去，也就失了锻炼之意，所以要坚持不动，用你的金钟照硬挺。头上和肩上这3颗榴莲，但凡滚下来1颗，那就多挨半个时辰，3颗滚下来，你今晚就被扎一夜吧。楚哥感觉痛是不痛，就是浑身像被无数蚂蚁咬。他切齿道：别欺负我不懂啊，你这是假公济私折磨我吧。邱无忌翻着眼皮看天花板，本座才是渡劫修士，你只是个瞎编故事的，要练功该听谁的？你想清楚。楚哥。邱无忌又道：即使肚皮不滚榴莲了，这头上肩上的也给我顶着，这又是为什么？锻炼你的平衡和稳健。邱无忌指了指屋内乱七八糟的陈设，这2天自己练身法，有没有感觉稍微加快一点就不稳，容易扭也容易摔。他挪了一下茶几，茶几都被你撞歪了，自己没感觉吗？楚哥听着开始觉得有道理，便问：难不成我也要扎马步练下盘？那是凡人武者的练法，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土办法。顶榴莲是什么洋办法？只不过是给你寻找平衡感，你精神旺盛，找到这种感觉之后就能留下精神烙印，自我调节身躯，我想用不着很久。别人找的是肌肉记忆，你找的是精神烙印。至于肌肉锻炼本身，金钟罩就能提供，你跑步也有意义。楚哥听了越发觉得专业，苦着脸看看左右肩膀上的榴莲，又看看至今还在肚皮上滚来滚去的那一颗，僵着脑袋不说话了。脑袋都不能乱动，头上还有1颗呢。见他老老实实顶榴莲的样子，邱无忌转过头去，嘴角悄悄勾起一抹笑意。骗你的。也不算全骗，效果是有的，就是本来可以用其他办法，不需要这样。之所以用这种，因为有人说过跪榴莲是个教训。男人的好办法，跪就算了，顶榴莲没问题吧？邱无忌心情很好的整理屋子，到处被你撞得歪歪扭扭，难看死了，亏你自己住得下去。楚哥还真不觉得茶几歪一点，上面的东西凌乱一点，能算个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看着邱无忌整理东西的样子，心中还是软软的，不想说话，连带着脑袋上的榴莲都感觉变软了。当然，邱无忌手动整理的不多，绝大部分地方被他神念扫过，就光洁如新，整整齐齐。心情很好的邱无忌，这次索性连很久没洗过的窗帘、没擦过的窗子和墙壁、天花板都一股脑给清理了，连灯泡都亮闪闪的，整个屋子焕然一新，还散着清香。不对比不知道，楚哥本来还觉得自己屋子还算整洁，此刻忽然就觉得之前住的跟狗窝差不多。邱无忌摸着下巴四下打量了一阵，摇头道：太俗了。楚哥无奈道：我也没写过你屋子多仙气啊。正因为你没写，所以才能仙气，被你写了就没救了。楚哥，我明天去1-2株花回来养，楼下的茉莉挺好的，月季也长得不错。别，那是公物，不能摘回来的。邱无忌奇道：这也算公物？要么去野外摘野生的，要么索性直接买盆栽也行，简单明了。养好的盆栽要买，邱无忌倒是知道的，就是觉得浪费。他想了想，还是摇头。明天我去郊外看看。还有，买点宣纸。买这个干嘛？弄点字画，我知道这多半是挺贵，我自己写行了吧？楚哥泪流满面，就算你活了1万。邱无忌瞪眼，楚哥立刻改口，算你全能，自己能写能画，那不是也还要去装裱的吗？这就是个租屋，凑合过就行了，何必呢？谁要跟你凑合？邱无忌道：这是本座自己住的地方，起码要看着心情舒坦。楚哥怔了怔，忽然咧嘴笑了，你说的对。邱无忌看那德性，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没好气的转身回房，我玩电脑去了，你继续顶着，练功可是为你自己，不许偷懒。好了好了，知道了。楚哥感觉怪怪的，真觉得有时候像是养了个女儿，有时候又像是来了个妈，综合一下，是不是就叫做老婆？这话不能说，说了非被锤死不可。那边邱无忌还没走到自己房间呢，外面门铃响了，他怔了怔，你喊外卖了，还是送液化气的？这才多久，哪里要换液化气？楚哥话音未落，就听见钥匙插进门的声音，门直接被开了。楚哥，邱无忌，张其人举步入内，我忘了，我钥匙没留下，哈哈。他下意识后退出门，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手里的钥匙，眼里都是迷茫。没走错呀，可这屋子怎么长得不一样了，还香的呢？然后就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神色不善地盯着他，眼里都是杀气。这女人也面熟啊，刚刚晚宴那会儿出现的女粉丝吗？张其人目光闪了闪，就看见了顶着榴莲傻站那的楚哥。草粉实锤！张其人沉痛开口，我以为背叛阶级的是我，想不到真正背叛革命的是你。客厅，哥俩隔着茶几相对坐。楚哥肚皮和后背滚动的榴莲已经被收了，头上和肩膀的榴莲还顶着，揣着手坐在那儿一脸便秘。张其人左看看右看看，啧啧有声。这里的用具他熟，看楚哥一副不方便的样子，便索性自己泡茶，跟半个主人没区别。毕竟才离开多久，不到1个月，一般人出差9点回家也就这样。邱无忌直接躲进了屋里不露面，他才没有应酬凡人的心思，何况这凡人多半开口就要来一句嫂子好，才不想听。虽然他知道这个凡人有点意思，似乎成了近期的各种故事里最终汇聚的焦点。
此人不来，多半楚哥也会尝试去找他，自己来了更省事。就听外面张其人在说：“那啥，楚哥您这居家造型挺有创意的哈，今年流行款，你不懂。”楚哥道：“哦，对了，那个要是留下吧。”张其人道：“应该的，刚好嫂子能用。”就知道谁是你嫂子。更气人的是，楚哥也不反驳，直接默认了。他前2天还刚说要配钥匙，一忙给忘了。呸！邱无忌愤然打开电脑看片去了。外面的哥俩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张其人倒茶的声音淅淅沥沥。这回是楚哥先开口：“现在这10块钱一大包的茶你还喝得惯啊？”张其人头也不抬，才过不到1个月好日子，哪有那么金贵？所以你之前跑来合租那小半年是怎么过得下去的？那是真正的由奢入俭吧？楚哥牙疼般的吸着气，怪了，我当时没感觉你多娇贵啊，演的还挺像，因为我本来就不娇贵。张其人倒好了茶，分给楚哥一杯，笑道：“送外卖是真的，码字也是真的，我不是什么继承家产的2代，2代算是吧，但我是个庶子，进不得家门的那种。”楚哥愣了，这年头还有这种说法的？很正常，小三私生的大富又比较强势，自然就这样。张其人笑笑，不过那个嫡子，我那兄弟吧，比较废物，让我爹很失望。前2年我大学毕业了，就有意让我管点事看看，但我不乐意。楚哥道：“因为想靠自己，没那么高尚，谁能不想要钱要权呢？就算是为了我妈，我也是想要入主那个家的。”张其人平静地道：“之所以不乐意，是因为双标的让我恶心。你看，同样管一个破夜总会，我那废物兄弟的名字藏的狗都找不到，轮到我呢，就要做法人代表，站在明面上和各路人马打交道，美其名曰培养。”楚哥默然。张其人一摊手：“我没想到林武阳是你同学，他调查过我，自然知道你我合租过，多半会跟你说些什么，所以我也不瞒你，那夜总会确实不那么干净，至少会所嫩模还是有的。”楚哥失笑：“所以你说不火你就是嫩模，意思是做嫩模的老板吗？”张其人也笑，这就是一语成谶。顿了顿，又道：“总之既然不干净，我也不知道他们这到底是培养呢，还是认为我这个身份特别好背锅，一旦出了事，你看我儿子都丢出去给你们抓了，是不是到此为止？”楚哥道：“总是父子，不至于吧？天知道，也或许是做给家里母老虎看的，也或许是我阴谋论了，其实真就是培养而已。反正各种原因我猜不了，也懒得猜。我再想要钱，也不想做个背锅侠，对不对？”楚哥点点头，这个自己也不乐意。对，靠自己又不是不能打拼。张其人一拍大腿：“我也是这么认为。我喜欢写书，而恰好写书是难得的一种不需要成本却有可能一飞冲天的职业。也许再怎么冲天，他们也看不上，但对我足够了。”楚哥道：“挺难的，那时候如果我认识你，可能会劝你别这么想。”张其人笑了起来：“每个新入行的都是信心满满，自以为能屠神正道。那时候就算你劝我，我多半也听不进去的。虽然现在知道写书确实是死路一条。”楚哥也摇头笑。张其人笑道：“楚哥你知道吗？我刚刚开始写书那会儿，萌新，什么都不懂。当时写了几万字，只有1个读者每天在给我投票，我当时很受鼓励，心想就算是为了这一个读者，我也得把书好好写完。”楚哥道：“我刚写书时也有过这想法，不要告诉我那个读者其实是个投票机器人就好。”不是机器人。张其人眼里露出一抹温柔。后来有一次，我妈和我聊到写书怎样了，那一次她说漏了嘴，我才知道这唯一的一个读者是我妈妈。楚哥，房间里的邱无忌都搁下了鼠标，静静的听。我那时候想啊，我一定会在这行做出一番成绩的，一定会。张其人长长吁了口气。半年前那会儿，我那兄弟唆使几个人来欺负我，结果我异能觉醒，反把他们揍趴了。现在他们都跟我混，别那样看着我，我知道你懂异能。楚哥便不说话，继续听他说。那次异能觉醒，我爹就更想让我担点事，我不乐意，大吵了一架搬了出来，后面的事你知道了。张其人神色有些怪异，倒是我一直没发现，其实你也有异能，真奇怪，按理这是该有感觉的。楚哥道：“所以最后举报你的是你家里人吗？”张其人微微摇头：“不是，他们不会也没必要用这种手段，太 low。我爹的意思也是想让我自己体会到钱难赚，事难做，而不是让我发现他在使绊子，那只会得到更强的抵触。那次的举报应该是真的遭了小人。”楚哥叹了口气：“所以你终于戒了自己眼中不干净的东西，即使当背锅侠，本来就有约定，当然我也醒了。”张其人的笑容慢慢没了，脸上有了几分黑道的冷峻：“你不害人，人会害你，想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是我们的天真。”楚哥抿了抿嘴，不知道怎么去反驳这种如同天经地义般的黑话理由。未经人苦，莫劝人善。张其人当时的绝望和痛苦，他是体会的最清楚的一个了。张其人忽然又有了笑意：“不过楚哥，你后面的文风有不少很像我，我很高兴。虽然主要是你自己的能力，那犀利的群像我真办不到，但这里也糅合了我的一部分，对不对？看着你慢慢走向成功，就像是我那部分也得到了肯定一样。”楚哥认真道：“你本来就该被肯定。”张其人很高兴地举起茶杯，以茶代酒，和楚哥碰了一下。楚哥加油，
感觉你快要成神了。想到这神阁有我的一份，我就很开心。楚歌看着他的眼睛，感觉这份赤子之心和神迹夜总会的黑拳 BOSS 之间有非常强烈的割裂感。他甚至分不清张其人这番做派有几分是演戏，但他还是愿意相信此刻张其人的笑容，便举杯一饮而尽。谢了兄弟，我终于知道刚转型时谁在帮我引流了。张其人哈哈大笑，那才几个流，不值一提，后续的大推才是关键，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楚歌笑道，该不会连风推都是你找网站干涉的吧？喂，你真把我当什么大 boss 了？我哪来那份影响力？张其人哑然失笑，虽然我知道你眼里我就是个 boss， 因为你知道神迹夜总会可不仅仅有嫩模，前些日子你在黑泉电梯接走了一个人，本 boss 看见了，可没追你。楚歌瞳孔微微一缩，怪不得当时没人追。事实上，这才该是今天的正题。当从林武阳口中知道张其人负责的居然是神迹夜总会的时候，楚歌脸色就非常难看，那不是一般搞点黄色的问题，涉及了更多，而且要杀月影的好像就是他。楚歌觉得世上最荒谬的事莫过于此，他很想问这到底是怎么了。张其人看了看邱无忌房间的方向，声音放低了下来，出去走走，别告诉我还要顶着这几个榴莲没完了。楚歌趁机放下了榴莲，走，去撸点烤串。邱无忌在房间里哼了一声，也没干涉他未经许可拿下榴莲的举动。这张奇人还想瞒他事呢？也对，他即使当时看得见楚歌，也肯定看不见自己。他眼里好像这真就是个女粉丝，关系又多了一样了。两人出了门，张其人看着对面的屋子，沉默了好一阵子，也没多说，只是默默摁下了电梯。楚歌也不说话，两人安静的在电梯里看着楼层变化，好像都在组织语言似的。直到一路出了小区，闻到了烤串香，张其人才笑了一下。烤串就不吃了，人多，我们说的话题被人不小心听见都是不好的，那边路上走走吧。楚歌点点头，陪他默默往夜间冷清的街上慢慢的走。黑拳的事不是我搞出来的，你知道我刚接手，这玩意可存在很多年了。张其人忽然说。楚歌嗯了一声，之前就是我那废物兄弟负责的，他不仅经营得很烂，收益每况愈下，还搞出了不少篓子。张其人苦笑道，所以我才会觉得自己是背锅的。楚歌道，你可不是认命的人，铺了3本送着外卖，还在坚持码字，还能本本都完本了，这毅力可不一般，所以你既然接了，就不是为了背锅之前享受几天的。张其人淡淡道，当然不是，我既然接了这摊子，那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毕竟那兄弟是真的废物，无论我爹是真想栽培我还是只为了背锅，反正只要做得好了，难道真没有上位的可能？我也是他儿子，谁能让他晚景好过？相信他不瞎也不傻。楚歌点了点头，对方老爷子2年前开始就一意要让张其人管点事，不管是不是。呸，这观察比较的意思应当是存在的。张其人低声道，之前黑拳那边是亏损的，在我来之前，那废物兄弟可能是感受到了威胁吧，就开始筹划一件短期内赚大钱的主意。月影连战连胜，赔率倾斜的非常离谱，只要他输了，这一票都能吃得盆满钵满。楚歌转头看着他，张其人絮道，我刚去那几天还在熟悉工作没接手，他就已经利诱过月影了，被断然拒绝。于是这厮恼羞成怒，联络了一个有穿墙异能的人，让他跟踪月影，试图用场外手段，比如给月影下点药之类。楚歌失笑，果然废物。张其人也笑，确实，人在你的地盘最容易搞定的主场都搞不定，居然还把主意打到场外去了，不知道什么脑回路。可能因为之前捅出过篓子，这次不想在自己场内生事。果然张其人道，他是之前被老爷子骂惨了，这次不想在自家生事，打算把事情移到场外，这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只不过我个人觉得不安，那天一早穿墙人跟踪月影，我就带着几个兄弟跟着穿墙人，倒也不是想干嘛，就是觉得事情在场外变得不可控了，我好歹得有点数，知道事情怎么个走向。楚歌叹了口气，然后追到附近商圈，人找不到了，你还看见了我逛街，还跟我说是捉贼。是啊，张其人笑道，当时身边那个就是嫂子，离得远我倒是没看清脸。楚歌顿足，所以我不是草粉。张其人，您还在意这个呢？楚歌干咳2声，问道，后来呢？后来天知道穿墙人撞了什么铁板，莫名其妙落到林武阳手里，这就麻烦了。张其人恨恨道，也印证了我之前的不安是对的，实际也可以算是那个废物又捅了一次篓子，老爷子紧急变更法人，把摊子交给我，把他撤回去了。说到这里，张其人转头打量了楚歌一眼，忽然道，后来我怀疑这块铁板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怀疑？因为你去接应月影，这之间应该有条让你和月影搭上的故事，一起对付穿墙人是个比较合理的猜想。也是那时候我发现你居然有异能，真奇怪，我直到现在都看不出你有异能迹象，更别提看出种类了。你到底什么异能来着？张其人第2次提这事了，可想而知这对他造成了多大的困惑。楚歌只是摇头，你猜了这么多，难道就没猜到我和月影有联系的原因？还有更直接的一条，他就住对面啊，哥。或许张其人不是猜不到，是不愿意这么猜。他叹了口气，后来你自己接手了，也在继续对付月影。张其人道，当然，这确实是刚上任就出成绩的上佳切入点。我也和月影谈过，她如果识相是最好的，可惜这女人确实死硬没办法，
不过我的思路是不一样的，自己肠子里，暗中让月影输简直太容易了，何必搞那么复杂？那天本就是近期最后一场黑拳了，要实施也只能尽快。楚哥转头盯着他，一字字道：你的操作不仅仅是让他输，更像让他死，连你口中那个废物都没想过让他死。张其人有点不敢直面楚哥的目光，低头看路面，按他打算下药之类的操作，真上了台可能也会死。他关我屁事，我只说你。楚哥咬牙道：张其人，你在杀人。张其人也咬着牙，慢慢道：黑拳赛场里这样死法的人很多，我不是第一个操作，也不是最后一个。你，楚哥，我刚刚跟你说过什么？张其人豁然转头看他，别人抬抬手指头毁了我几年努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无辜的我该不该承受？如果我承受不住跳下去了，他们是不是在杀人？楚哥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两人蓦然对视，路灯在街面上拖出了长长的影。过了好一阵子，张其人才轻轻吁了口气，放缓了语气：楚哥，这世界是吃人的，凭什么我们就要老是被欺负，连自卫都要考虑是不是过当？你欺负人，别人反而怕你，敬你，喝最好的酒，开最好的车。楚哥，这世界不公平的，你别天真了。楚哥没有争辩，只是道：所以你的仗势欺人依然是一语成谶。你什么异能呢你？乌鸦嘴异能。见楚哥的语气好像缓和了下来，张其人也松了口气的样子，笑道：我的异能有点怪，不多说了。楚哥，我当你是兄弟，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有的人废物一样，却可以玩女人开好车住洋房，坏事做尽还能找人背锅，我们踏踏实实做着该做的事，吃糠咽菜的还要被人毁？你说我做坏事，是我再老实下去，可能骨头都没了。楚哥低声道：做坏事是会有报应的。张其人淡淡道：至少目前来说，林武阳拿我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举报我。目前而言，就算举报我也没用，也就是个未遂，别的和我也没关系。楚哥叹了口气：但你有没有想过，报应可能来自其他地方？张其人失笑：我认识你这么久，怎么不知道你还信这套？楚哥有些不忍地偏过头，低声道：我不信你真的没想过，我和月影是怎么认识的？张其人笑容收敛，神色慢慢变了。月影一直戴着面具，你不知道她的样貌，对不对？是啊，你以前从来就没和她说过话，连她的声音都不知道。你那异能也是没什么锤炼的，看不出我有异能，也看不出她有。楚哥低声道：可是其人，你真的差点亲手杀了自己暗恋着的姑娘。张其人木然站在那里，彻底一动不动，那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身躯微微颤抖，喉头不自觉地抽动着，好像下一刻就有什么要喷涌而出。他有些沙哑地开口：之前没往那想过，见到你接应的时候，心中才一个咯噔，但不愿意这么猜，毕竟事情都已经做下了，来不及了，我只能强迫告诉自己，只是巧合，不可能是他。我还刻意让人去找了，希望找到，不是他，不可能是他。楚哥默然无言。楚哥，你骗我的对不对？月影那么冷酷的格斗者，不沾酒的，可对门的姑娘经常酒意熏然，不是一个人，对不对？楚哥慢慢道：如果他喝酒只是为了镇痛呢？张其人彻底没有了声音。楚哥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汉子慢慢地蹲下，蜷缩成一团，那道被拉长的影子随着他的蜷缩收起，在楚哥的视角上几乎再也看不见。楚哥看着张其人蜷缩的样子，心情很复杂，明明非常反感他做那些事，可看着这副样子却骂不出声。知道张其人喜欢月影，倒也没想到喜欢到了这程度，之前还嘴硬说只是馋，那两人明明都没说过话，只是一种感觉油然而起，就这么喜欢，只能说爱情这东西没什么道理，也或者张其人这人固执，认定的事情就很难改变。但这场冤孽还是让人叹息，第一次做坏事的张其人就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爱情。以月影如今对张其人的恨意，将来有得他死的，这怕是永远也不可能修复的裂痕。只能说坏事是做不得的。楚哥忽然想到了自己的书，邱无忌们面对的天意冥冥。过了好久好久，才听见张其人微不可闻的声音：谢了楚哥，还好你救了他。楚哥摇头：没用了，你们没可能了，以后你洗心革面去英雄救美也没用。月影在擂台上绝望之时，你可没给过他机会。别骂了，我知道没用了，只是感谢你保住了他的命。至于我，张其人扶着电线杆，慢慢的重新站起身来。我这条路怕也是回不去了，也不想就此回去。反正，他忽然笑了一下，反正好像也没什么可失去了。那笑容殊无笑意，倒像在哭似的。楚哥忍不住劝：你才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回头？因为由奢入俭难了。开着大 G， 前呼后拥，放不下了。张其人出神的想了想，不否认我享受这个，应该说我如今行事有很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继续享受这些，享受更多，所以我也不会去故作简朴，该我享受的我就享受。但是楚哥也不全是，还有一口气。张其人淡淡道：凭什么？楚哥默然。张其人忽然道：某种意义上，异能的觉醒是一块天上掉下的馅饼，很多人正在试图以此谋利，很多地方风起云涌，世界的格局也在悄然为之改变。你有能力，如果有意的话，你可以过比我还舒坦的日子，何必天天码字被人喷？话音未落就被楚哥打断了：我不想要这个。张其人毫不意外这个回答，只是道：我觉得你早晚躲不过
看着恬淡无求的，其实整活欲望还挺强烈，真当谁都敢跑黑拳去救人？这叫什么？侠心、义气？只要你有这些玩意，就躲不过。楚哥，张其人道，反正这里面的事情，你如果需要了解的，以后可以来问我。你会需要的。楚哥犹豫片刻，还是点了点头。张其人笑笑，我知道你对我现在做的事不好接受，如果你要和我绝交，我没怨言，反正我还当你是兄弟。楚哥正要说什么，心中警兆忽起，似有什么极其危险的能量奔着张其人而去。他完全是下意识的闪身一拦，淡淡的金光在体表泛起，当的一声响，楚哥闷哼一声，捂着肩膀倒撞在张其人身上。张其人迅速扶住，没事吧？楚哥微微摇头，只是衣服破了个洞，肩头有点淤青而已，疼都不算很疼，这金钟罩是真的有效果。张其人检视了一下，发现确实没事，不由叹了口气，厉害啊，楚哥，真看不出来原来是这属性。你又知道我什么属性了？楚哥没好气道，你被人暗杀就围着我问着问呢，有病吧？张其人摇头，那有什么在乎的，我甚至很清楚那是谁。不过楚哥，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出不去了吧？走到这一步，一旦我没了势力，明天你就可以为我收尸了。楚哥淡淡道，自己的路不用和我解释。张其人也终于露出了笑意，无论你怎么看待我的事情，语气多么冷漠，但我很高兴你下意识还拦在我面前。楚哥，两句话间，衣袂破空声传来，邱无忌臭着脸拎着一个瘦猴男子飘然而至，一把将男子丢到张其人面前，好好处理，如果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我可不认你是什么兄弟。张其人吃惊地看了看邱无忌，哑然失笑，原来当初那个很老江湖的异能者就是嫂子你。邱无忌黑着脸不搭腔，就你就别分析谁有异能了，你一个都看不出来，分析个屁呢。放心吧。张其人这才踢了踢地上的男子，楚哥好端端的过日子，本也不该牵涉这些，我会收拾好首尾。楚哥犹豫道，不会又要杀人？张其人灿然一笑，哪能呢，这可是一枚好筹码。楚哥不语，他觉得自己很难带入黑道思路，也很难理解现在张其人脑子里在考虑什么了。但暗杀这种事都发生在面前，他自知也没办法劝人金盆洗手，只能说这交情确实很难和往常一样了，起码以后大家不太可能还能坐一起撸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楚哥也实在很难和一个杀人放火的朋友谈笑风生。张其人倒看得更开，一把拎起地上男子，慢慢的转身离去。走了，楚哥，可能后会也无期，只希望你能继续加油，连我那份一起写下去。远处隐隐绰绰，似乎有他的下属围了上来，人影已远，交谈声模糊不清。楚哥远远的看着，感觉如同隔世一般。之前那蜷缩在路灯下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只不知道是不是还藏在他心里。邱无忌的目光从那边收回，评价道，如果在我们那世界，以此人心气和意志，应该算是很有前景，在你们这感觉有点难。楚哥道，岂止是有点难，总感觉像条死路，尤其是警察都盯上他了，顾若言那个部门好像更恐怖，他这根本就是在虎视眈眈之下，现在不进去都像是在钓鱼，怎么想都感觉继续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他自己心里多半比你更清楚。邱无忌笑笑，如果真的人如齐明是个奇人的话，我倒是很期待看看他能怎么置之死地而后生。楚哥忍不住道，他说我有整活欲望，怎么我感觉是你有这种欲望才对？邱无忌理所当然，你写的我又不是个清修不问世事的，下个月还得跟人决斗呢，现在你已经把你写的说得如此理所当然了。楚哥急道，不挣扎了，先要承认你的影响，才能有所挣扎。你让我撞了个墙，我才意识到你对我们世界的影响简直言出法随，甚至比之前那种命定之感还让我心惊。我甚至在想，你是真的可以随时让我死，只要你想那么写。楚哥差点没跳起来，喂，你在想什么呢？我再文青也没脑残，现实是你才是随时可以捏死我好不？邱无忌道，那只是举例，我当然知道你不会。楚哥，我甚至分不清如今和你相处的这么自然，到底有几分是因为当初你那句要找就找创世父神的思维植入影响，我分不清，你分得清吗？楚哥犹豫片刻，按理你都知道是我写的了，就不会真那么觉得了吧？我知道我的性格是你写的，为什么还是这样？设定既然生效，影响多大，你我自己都分不清。楚哥挠头，没必要分那么清楚吧，这太头疼。邱无忌淡淡道，是啊，日子一样过不是？我探我的世界，你解你的寂寥，但如果连这都分不清，又谈什么挣脱天道成就自我，岂非自欺欺人？楚哥，在认知自己这点上，你我甚至不如张其人，就不要为他人窥探了。感情你不是纠结，反而是在劝我。我为什么要纠结？验证本我又不是一时之事，我只需要知道我在做什么。邱无忌微微一笑，此番父神根本想不到我会跑出来装粉丝，甚至可能会认为此举不像你的人设，偏偏这还真是我自己想做，没有多少强行故意，这便是我的成效。终有一天我是我，而父神俗世纷扰，可还记得自己想要什么？楚哥差点脱口而出，我想要的就是你啊！话到嘴边还是硬生生吞了回去。邱无忌面皮其实薄着呢，真把这话说出来，那就不是几个榴莲的事儿了，非被揍死不可。
大家的关系很奇怪，表面上两人相处的都跟男女朋友同居没什么区别了，但实际并不是，很明显中间还隔着一堵厚厚的墙，就是跨不过，连带着连这种梦浪调戏之言也不敢轻易说。除了对顾若言示威那会儿硬着头皮搂了一下腰，平时真是连他的手都不敢碰，哪有这样的男女朋友？楚哥也不由在想，他那么轻易进入这种同居状态，除了自以为光风霁月之外，是不是真的有那句话的影响？可是那句话只不过是如果要找就找创世神，并不是必须找，更不是爱上啊。如果你压根不想找，那这句就完全是句废话，他的影响真能达到这一步吗？所以你的表现是那句话的影响，还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意，亦或是你真的起了如果要找的心思，所以导致那句话生效？你分得清吗？是了，他分不清，好像是件好事来着。楚哥抬头看着夜色，忽然笑了，我想要的呀，以前说是想让你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人，现在或许要加半句，并且能始终如此鲜活地出现在我身边。邱无忌有些惊讶于这个回答，偏着脑袋打量他。楚哥转头眨眨眼，我们是不是没有夜间漫步过？正好奇人送上了这番背景，不走走？邱无忌失笑道，张其人知道了是不是会气死？他和你说那么正经的事情，痛苦的都快哭了，然后你用来泡。话没说完，自己截断了。邱无忌微微偏开脑袋，没去看他。是啊。楚哥却道，泡字可能不太好听，换个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楚哥欲求邱无忌，他又不是第一天知道。邱无忌瞪大了眼睛，我就是个幻想和自己书里的纸片人谈恋爱的死变态啊！楚哥悠悠然地往前走，从来都只是在看纸片人给不给机会而已。邱无忌愤愤然跟了上去，我不是纸片人，应该说你我的目标都是不再是纸片人。楚哥笑道，也许现在已经不太算了吧。那不是纸片人给不给机会？不给。邱无忌怒道，登徒子，死变态，哪有你这样的人？嘘，小声点，夜深人静，这么说话左右楼房都听见了。邱无忌大声道，死变态，声音用法力裹着，专门送到他耳朵里。楚哥咕哝，死傲娇。邱无忌怒目而视，楚哥却转了话题，你说其人痛苦，恰恰是因为他的遭遇提醒了我。邱无忌没跟上思路，没好气道，什么？我在想，如果当初那个老实的奇人不那么腼腆的话，直接和月影搭讪甚至表白，故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走向？楚哥看着天上的月亮，低声道，所以该说就说，才不致错过，喜欢有什么不可告人？邱无忌实在不知道这话该回答对还是不对，说他对的话，是不是等于认可他的表白？这种事情怎么会这么麻烦的，比修行麻烦多了。楚哥也一时没继续说话，邱无忌臭着脸默默跟在旁边。夜晚无声，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大街上轻响，好像每一步都能踏出一声旖旎。孤男寡女就是这么麻烦，不管做些什么，总是能不自觉的就有些怪怪的，连走路都怪怪的。邱无忌终于有点受不住，还是开口道，回去吧，有什么好走的，就当陪我散心吧。楚哥低声道，看着其人的转变，我有些发堵，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散散心也好。你说这是俗世纷扰，是还是那句我没成仙啊？邱无忌道，说来你们也挺奇怪的，你写的书里张其人这样的挺正常吧，说不定有一些他还能做主角。你们看着生活安逸祥和，却有暴力或反叛的因子在书中体现。楚哥怔了怔，失笑道，或许吧，现在网上戾气也一天比一天重，小说是现实投影。邱无忌趁机把气氛拉回正经事上，我之前问你想要的是什么，并不是让你说那些登徒子之言的，实际上想说的是，你想创造的世界是什么？楚哥微微顿住了脚步。邱无忌道，只是为了满足你的意淫，还是有想要倾诉的东西？楚哥出神的想了好一阵子，摇头道，真要说文以载道，那是没有的，但若说只是为了意淫，倒也不至于。作为一个写手的初心，至少是把心中的世界呈现出来。听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人也说，把心中的故事展现给大家是一件很棒的事，就是这样的冲动驱使我们打开了文档，埋首至今。我想很多写手同此心。邱无忌颔首道，现在呢？现在啊，生活的压力早就把人压弯了，想要呈现的只是别人爱看的故事。楚哥道，你在劝我找回初心？邱无忌道，写别人爱看的故事有什么不对？你不赚钱怎么养活自己？楚哥。邱无忌哼了一声，第一个让你改剧情的就是我自己，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楚哥，我只是告诉你，你真正的初心是创造你的书中世界，你的世界越丰满越精细越真实，才是一个越发合格的创世之神。至于在这个世界下可以有千万种故事，你不过是挑了一个叫楚天歌的人所经历的来重点讲述，仅此而已。楚哥心中微动，似有什么在心中闪过，却捕捉不分明。邱无忌淡淡道，以前你告诉我，先有人物才有世界，我和楚天歌没了，世界就崩了。我不这么认为，或者说可能目前为止是这样，你是先想好故事再构建世界的。但我觉得你要做到的是，哪怕我和楚天歌都死了，那个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到了那种时候你便是神，而我要独立存在又有何难？楚哥忽然觉得现在转的群像写法就是走在这条路上。
当原先单主角的时候，一切基于主角运作，主角死了那书还写个犊子，世界当然崩了。可当群像树立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算是主角，可以给任何一个发刀子，就像《冰与火之歌》。可这太挑战了啊！现在这种所谓的群像可远远没到那份上，还是有明确主角的。不说水平够不够，单论网文的性质也没办法那样写的呀。不过构建一个不基于主角就能运作的完整世界，倒也不一定要这种方法就是了。比如本代主角的故事结束了，也是可以的。等等，楚哥反应过来，语气有点不悦。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连着说了2次死，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以后不许再往这种方向想事情。邱无忌倒被这命令语气说的一愣，又好气又好笑地道：“你命令我？”楚哥怒道：“你知道我什么意思？”邱无忌嘴角微挑，抄着手臂道：“可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楚哥心念电转，忽然笑了：“我知道了，某人会不断考虑那个世界没有他会怎样，本质上是在考虑原神出来之后永远留在这里的可能。”邱无忌悠然的态度瞬间就没了，气急败坏道：“谁说我是这个意思？”楚哥转身就跑：“就是这个意思！”邱无忌一路狂追：“谁说我要留在这个臭地方了？你给我站住！你还能管我怎么想？不许那么想！你命令我，我打死你！”身影一追一逃，吵闹的声音在夜色之中渐渐远去，隐约传来某人被揪住痛揍的哼唧声，以及师傅的教诲：“就你那身法，也想跑得过本座？”对师傅和粉丝不敬的父神惨痛的顶着榴莲过了一夜，打坐顶着榴莲，连睡觉肚皮都滚榴莲。不过楚哥倒也习惯了似的，都没啥感觉了，照睡不误。临睡之前试图偷听了一下隔壁的声息，结果就听见邱无忌偷摸摸离开房间去浴室的声音，然后里面开始淅淅沥沥。楚哥嘴角再度弯起了笑意，这感觉真好。其实直到肚皮再度开始滚榴莲，楚哥才恍然想起大家今天的话题好像少了一件挺重要的事。之前张其人被暗杀，自己下意识挡了一下，难道讨论这件事不该是重点吗？对方是什么能力，这个挡下来属于什么水准，以及猜猜张其人到底是什么能力，等等等等，好像一点都不重要了似的，还不如调戏他2句重要。确实也不重要。原先悄悄缩了穿墙人的魂，还试图甩开自己单干，只为了去探一探此时异能的邱无忌，如今说的是给我们造成任何麻烦，我可不认你是兄弟。好好过日子似乎真的比那些重要。楚哥听着浴室里的声音，顶着榴莲睡着了。睡梦之中好像见到了邱无忌，带着羞涩的笑意出现在床边，低头吻了他一下：“老公晚安。”楚哥一把抱了过去，用力亲，不可描述，然后某处就被榴莲扎醒了。楚哥鼓着眼睛，弓着身子，抱蛋蜷缩。这金钟罩果然还没小成。咦，你今天精神有点蔫。次日一早，邱无忌刷着牙打量跑步机上的楚哥，昨晚没睡好。楚哥吭哧吭哧闷头跑步，睡得不错，睡得不错。邱无忌带着一嘴巴泡沫，牙刷进进出出，眼神怀疑的上下看着他，又看不出什么，最后哼了一声，又回了卫生间。刷完牙，把牙杯搁上洗漱台的时候，邱无忌眼神也有点恍惚。和他一模一样的 Q 版仙侠人物印花牙杯，一男一女，一个蓝杯子，一个粉杯子，牙刷都是一模一样的，毛巾也是。月影说你们夫妻，张其人说嫂子，镜子里的自己粉面绯红，这帮凡人懂个锤子。谁说这就是夫妻了？这叫宗门里同气同素，大家用具相同，很正常的。邱无忌再度哼了一声，出去做早饭。今天煎荷包蛋，吃饭了。滋溜一声，楚哥带着点残影，瞬间抵达饭桌。邱无忌眼里有点小小的惊艳，你这身法练得很，一般。楚哥笑道：“我在想啊，那些力量或速度类异能的去混体坛是个什么模板？如果异能觉醒者一天比一天多，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格局真的会变样？传统的想法再也用不上了。”邱无忌道：“什么是体坛？算了。”楚哥入座吃饭，一眼看见荷包蛋，楚哥面颊抽搐了2下，身子都不自觉的有点弓。你又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楚哥转移话题：“今天还顶榴莲吗？”邱无忌道：“你当我那是折磨你？锻炼的意义确实是真的，等你什么时候掌握好了平衡，这玩意就可以撤了。好吧，但我马字总不能顶着那玩意马呀。”为什么不行？你马字端坐在那儿，比走路更四平八稳，走路都可以，马字怎么不行了？因为马字需要绝对安静，精神集中，不能被这些干扰。邱无忌接受了这个说法，摸着下巴道：“倒是有点可惜，你马字时间那么长，其实如果可以一边码字一边运转气机的话，那差不多等于全天候都在练功，比你这样早晚各一次好多了。”楚哥怔了怔：“可以吗？”邱无忌道：“或许需要分心二用，一般人不行，尤其是运功稍微有点偏差的话，后果很严重。不过你可以试试，因为你魂海旺盛，如果用特殊的术法来造成这种分心二用，对你应该是做得到的。”楚哥道：“我没写过这种术法，是不是要加一个补丁？”邱无忌摇头：“你写过，因为分心二用只不过是分魂之术的前提罢了。比如你现在就是分心二用，本体在闭关打坐。对，放置类修仙啊。”楚哥有点羡慕：“我也可以这样就好了。分魂你就别想了，没个几百年不可能的。分心二用现在倒是可以试一下，不过你要注意，一旦发现有丝毫不妥，立刻停止。
楚歌正着身子行了个少先队礼，是师傅。邱无忌一指点在他额头，输送了分心二用的法门，继而美目流转，轻笑道：“作为你的粉丝，该催你去码字了，楚歌大大。”这角色扮演越发有趣了。楚歌心里痒痒的，忽然想到什么，笑道：“哎，你也搞个 QQ 进我群里当个管理，或者给我做运营官，女粉丝、女助理包圆了。认识其他作者，女朋友就给他做运营，酸死一票单身码字狗了。想不到今天咱也有。”邱无忌倒是没想到他那些猥琐念头，对女主角亲自做运营官的事颇有些兴致勃勃。这个怎么做的？平时就是管评论区，组织一些月票活动之类的。你最近都在看，应该也见过，偶尔和平台那边联系，有一些特殊活动沟通，以及角色头像和角色卡制作等等。角色卡啊？是啊，以前我们扑街没这玩意，现在有了。你看那个角色星耀值达到一定星级，就可以做卡牌。过生日？过生日？邱无忌有些犹豫地问：“是读者给我过生日？”“对，给书中角色。”“哦，对，给你。”其实不仅我们的读者，这个搞得好的话，可以是全平台的读者开屏就看见你生日。邱无忌美目异彩连连，要多少星耀值？我们说的是怎么做运营官的事，要多少星耀值过生日？楚歌哭笑不得，还早，现在你连头像都没有，就先别考虑生日了好吗？想要早点过上，那就做好运营呗。邱无忌问：“头像用我照片？”楚歌差点没喷出来，不是，这也是平台画师制作的，你可以跟进，画的不满意可以改。邱无忌元气满满，这活我接了，不能让他们把我画丑了。同事操哥群忽然发现空降了一个管理，头像非常原始，就是只带朵花的母企鹅，那是邱无忌打算留给将来画给他的专属头像。进了群也不怎么说话，也不知道是打字慢还是很高冷。与此同时，运营官也多了一个 ID， 和 QQ 一样，是一个本书粉丝很容易会选择的 ID， 就叫邱无忌。有女主角镇群的，楚歌安下心码字去了。邱无忌虽然不懂写书，但说的却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对于如今两人的探索目标来说，完善世界观的重要性比人物故事还高。当然，故事不能丢，读者看的是故事，不是设定集，只不过是提醒了自己要在这方面更精细，展现这个世界的每一道风景如同真实，那世界自然就越发真实。天南地北各有风貌，各具习俗，而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一个模样。四方四时，春夏秋冬，景色各异，而不是不管什么时候都长那样。而基于此的故事，想必也会更好看，更有代入感。虽然这挑战越来越难，但反而给了楚歌一种初心的乐趣。身为一个作者当年那种屠神正道的心气儿，抛开任何目的来看，他也很纯粹的想把这件事做好。而且现在似乎条件也变好了，修行带来的不仅是精神变好，思维敏捷，还有更重要的记忆力增强。往昔遗忘了的东西，很多都能重新记起。当年背诵过早已遗忘了的诗词、名句、风景段落、历史典故，历历在目，记忆如新。人文笔和想象力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高中时期真正饱读诗书的时候。楚歌历来这么认为，当年自己的文笔比现在好很多很多很多。于是现在仿佛回到了当年，文笔变得更好，想象力更加纵横，化用诗词典故也是信手拈来。原本有些力不从心的事情，现在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了。此外，如今开始尝试分心二用，一边修炼一边码字。楚歌总觉得现在的感觉很奇怪，看着文档上的文字，总有一种幻象般的视觉，好像文字开始模糊，变成隐隐约约的画面，如同那一天降临回应邱无忌的天道契约时差不多的感觉，俯瞰着整个人间，一草一木，人事悲喜，只是模模糊糊，不知详细。书中世界，楚天歌正在副本里探索，随口对身边朋友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风景越来越鲜活，就连每一簇鲜花盛开的过程都开始动人，仿佛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生命。”同伴笑道：“这很正常，你毕竟已经是筑基修士了，仙家的入微视角和之前自然不同。刚突破那会儿没感觉吗？”楚天歌出神地看着墙角的小花以及石墙的纹理，这是修行提升的缘故吗？也许吧，刚突破的时候确实有种世界更真实的感觉，但很快习惯了就不觉得了，但现在又开始有这种感受，总不会就惊呆了吧？他总觉得世界更鲜艳了，就像原本笼罩着的轻纱被慢慢揭开，而自己变得轻松了，就像是原本有一双凝住在自己身上的眼睛正在渐渐淡去，笼罩在身上的命运，无论好的坏的都在转移，落在自己的脚下。一定是错觉吧，区区一个筑基修士怎能体会到这种化神大佬才品味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就得了。楚天歌哑然失笑，奋起手中长剑，去下一层看看。遥远的烈焰之域，严千烈盘坐在熊熊烈火之中，慢慢睁开了眼睛。我也感受到了天道的真实存在。原来邱无忌更早发现了这一点，走得比本座更远。但没关系，现在你我一样了。严千烈看着手心，火红的烈焰渐渐转为白炎，炽热的高温连地底岩壁都开始无声湮灭。这都是在剧情之外的。楚歌不可能去写他们对天道有什么认知，但随着世界的每一道纹理越发鲜活，一世出类拔萃的人们终将逐步走向真实。他们正在开天意吗？至少目前依然如同牵丝戏。楚歌全神贯注，正在走既定剧情。楚天歌踏入地窟深处，碧绿的毒瘴充斥空间，
空气中似有冤魂嘶吼，四处闪烁着鲜红的眼瞳。楚天歌握紧手中长剑，眼里闪过了然之意。不过是我们宗主逐走的败将，元神苟延残喘，何必装神弄鬼？你说是吗？独守魔君命定的踏脚石，如期出现在历练之地，天意悠悠，始终就在那里。虽然只是一个很常规的剧情，甚至算得上套路，楚歌写得十分轻松。然而，如果楚歌此时在照镜子，会发现自己的神情不是惯常写书时的思索和灌注，是冷漠。每一个角色的命运在指尖绽放与熄灭，人们的悲欢生死由我决定。好像看得见层层雾霭之下遥远的众生如蚁。呼，楚歌码完了一张，揉了揉有些肿胀的脑袋，感觉刚才的状态有点怪，不像分心二用，倒像是走神了，可写的又很顺畅。那剧情太简单，不过就是楚天歌虐了正在疗养的独守魔君元神，还驱使他去给严千烈的某事捣了个乱断章。这么简单的剧情，走神都能写完，我果然是天才。叉腰，检视了一下修行，还好走神也没出岔子。更天才了，叉腰。楚歌吁了口气，靠在椅背上回味刚才走神的感觉，那感觉怎么说呢？无法形容。他看着天花板，隐隐浮起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直接写邱无忌疯狂地爱上了创世神，好像甚至是可以自圆其说的。骄傲无比的女宗主看不上世间一切男子，只疯狂追逐自己心中的天道，偏执地构想出天道巨献之神。如果这样能自洽，那他今晚就可以脱了。念头刚起就被自己恶狠狠地掐灭，不能这么做。我要的是一个真实的邱无忌，不是一个被牵线的实体娃娃。也不知道他在玩群聊和运营玩得怎样了。点开同事操哥，楚歌直接傻了眼，里面有人正在发图，你们尽管开车，办法老爹来想点 JPG。 下面紧接着就是一串色图和词链。空余被管理员邱无忌禁言1小时，打倒狗管理，你们聊，我和管理先睡了点 JPG。 半只被管理员邱无忌禁言1小时。楚歌无法想象自己码字这段时间里邱无忌禁了多少人，常理来说自己私聊都要被人聊炸了，投诉这个滥用职权的新管理。可看了一下，居然连一个来私聊的人都没有。楚歌悄悄找了一个老管理私聊，喂，他这样禁言你们没意见的？没啊，大家乐都来不及。咦，等等，他真的是女管理？楚歌无语道，什么叫乐都来不及？你们都是抖 M 吗？卧槽，楚大你居然真有女粉，这合理吗？这太合理了。点 JPG， 楚歌发了张表情，又道，该不会是一个群死群，就是从女管理开始的定律要生效了？哎，我欠考虑了。没，这个女管理很好玩啊。一开始有人发车牌，他还问是什么，我们还说这年头还真有不知道车牌是什么的网友啊，原来是女的，哈哈。话说这年头女的也没几个不知道车牌的吧？该不会是学生妹？楚哥，你们叫他去搜车牌了？是啊，半小时后才跑了回来，把发车牌的禁言了，说果然物以类聚，都是登徒子。楚哥说话这么萌的管理，大家都乐了。蘑菇就说是啊，物以类聚，要不要看楚大以前最喜欢的几辆车？他说要，然后拿了词链到现在才冒泡骂人，哈哈哈，笑死我了。楚歌眼前一黑，你们玩得很开心哈。今天下午如果没更新，那就是你们开的车出车祸了。哦对了，刚开始他还问为什么这群名会叫同事操哥，不是不祥吗？大伙都乐了。我真傻，真的。客厅里，楚歌顶着榴莲坐在沙发上，两眼无神的喃喃自语。我单知道他们会开车，却不知道原来他们还能开我的车。邱无忌就站在一边抄着手臂，用嫌弃的目光上上下下的看他，重点想看向日葵的位置究竟有多大，可惜他坐着没法看。本座早就知道你是个受虐狂嘛，没必要解释的。邱无忌终于叹了口气，用很悲悯的语气说着，开个群让上千人糟蹋你，这勇气不愧是创世之神的级别，一般人办不到的。上千人了？楚歌忙道，那就是个玩笑，他们还能隔着网线来弄我啊？你怎么知道没有这种异能？卧槽，居然好有道理。楚歌打了个寒噤。不过本座倒是看不出来啊，原来我们楚歌大大有断袖之癖，还是慈服的那个。楚歌有气无力地道，这是现在流行梗，不是真的，你相信我。咦，你也很懂啊，慈服这个词是谁都会用的吗？邱无忌冷哼，人间话本我看多了，无非那点权贵故事，其中多有此类。怎么听起来你还挺爱看？邱无忌悠悠道，想转移话题到我身上是没有用的，我看的再多也不如父神知识广博呀。楚歌算是看出来了，邱无忌没性男童，最多就是这群名体现出来的色情意味让他不满，借题发挥罢了，真正导致恼火的东西还多着呢。那眼中藏着的羞恼，不知道他到底看了哪几辆车。楚歌回忆了一下，自己口味杂得很，发在群里有很唯美的，也有黑车，还有多飞的，欧美日韩无不涉猎，天知道他看了哪种，不管是哪种，这也完犊子了呀。真以为以前我那电脑不给你用，是因为工作工具离不得，是怕你不小心看到我那几个 T 啊。有无数前辈证明过隐藏文件夹是不好使的，最佳办法就是别让碰。可我真傻，真的没想到还有一群沙雕会把我给卖了。呜！看着邱无忌那上上下下的嫌弃眼神，楚歌终于憋不住了，索性躺平不挣扎了。怎么了？看什么看？你第一天知道我们这是魔界？邱无忌，
哟呵，又涌起来了。夜总会那舞你也看过了，是不是？多稀罕啊！楚哥一本正经道，人总是有需要的嘛。夜总会那个大庭广众，影响不好，我们呢？躲在家里，自己看自己的，健康、环保、绿色，欧不绿？碍着谁了？邱无忌抽了抽嘴角，那眼里就写着，你继续，我看你还能扯什么？我们也不犯法。你看，楚哥掏出手机去翻群，之前关 Q 之前，记得有人发了张截图来着。随手点进最上面刚有人说话的群聊，果然迎面就是一张图。最高法表示，朋友和家人之间传递淫秽信息不构成犯罪。下面一溜烟的复读，所以还不开车吗？家人们，那楚哥献宝一样给邱无忌看手机，没骗你吧？邱无忌板着脸扫了一眼，图没看，反倒看见了群名扑街开车群。他实在忍不住道：“你还有专门开车的群？你到底是多好色啊？”楚哥，邱无忌叹气道：“少混点这些群，你看另外这几个不就不错吗？屠神正道群、未来白金群，这都是志气。”楚哥无奈地点开屠神正道群看了一眼，里面正在复读，年终大神年会名单出来了，本群零元与会，大家反省一下自己。又点开未来白金群看了一眼，里面也在复读这条消息，年终大神年会名单出来了，本群零元与会，大家反省一下自己。最后点开扑街开车群，年终大神年会名单出来了，本群18人与会，大家反省一下自己，跑那么远不累吗？邱无忌，楚哥面无表情地关掉了群聊，痛心疾首。你以为我爱混这个破群吗？邱无忌一肚子羞恼，都快被这些破玩意折腾没了，骂也不知道怎么骂，恨恨地转身出门。我要去买宣纸，另外去郊外看看有没有花草带些回来。你好好码你的字，混什么破群？楚哥在后面喊，别坐地铁，你现在坐不了。邱无忌头也不回地摆摆手，我研究过了，坐公交可以，搞个口罩就行，哪路车我都看好了。哎呀，实在不行我就自己飞遁。话没说完，门已关闭。那背影怎么感觉其实他更慌呢？到底看了哪辆车啊？楚哥踏着肩膀吁了口气，点开扑街开车群说了一句，感谢大家救命。咦，楚哥大佬，这次年会有去吗？楚哥道，没啊，我万定都没到，怎么可能有年会资格？希望年终那次有我的份吧。很多人都纷纷道，你这势头万定稳的，完全没悬念，悬念是能到几万的问题。楚哥才没他们这么有信心呢，趁机道，大佬们来点张推啊。大神们对此倒是都非常随意，没问题。楚哥顺势发了个词链，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卧槽，大佬牛逼！群聊瞬间火热。还有吗 ？GKD 有没有人验车？学人家楚哥大佬，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所以在这个群能开车的才是大佬，写书不是？楚哥关了群聊，气势汹汹地杀回了自己同事操哥。你们今天开车开得很爽啊！遗楚大来了呀，那个女管理好萌啊，我感觉她是真的在 cos 邱无忌的语气和反应，哈哈哈。楚哥怔了怔，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还挺有意思的。他想了半天才道，那他 cos 得怎样？不是太像，毕竟宗主霸气看不太出来，总不可能真跟我们装逼吧？不过这样更好啊，其他的就是那位，感觉真像邱无忌跑出来了一样，太好玩了。楚哥气势汹汹，来找麻烦的心思都没了，开始正出神。邱无忌本人不是太像邱无忌。又有人问，他人呢？拉出来再聊几句啊。被邱无忌禁个言算啥？穿高跟鞋踩死我都乐意啊。群情汹涌，你再想屁吃，要踩也是踩我。我怎么知道他人在哪？楚哥心虚地道，又不是和我同居。切，你也想有女粉同居？我们去给你来个满身大汗要不要？楚哥，之前楚哥私聊的管理，这会儿倒是品过未来了，发了个憨笑表情。话说既然有女管理，以后大伙开车是不是注意点？群里一片唉声叹气，哎，所以有女管理就是这点不好啊。不用，楚哥忽然道，你们继续开，办法老爹来想。群友震惊，楚大你好勇啊。楚哥咬牙，开到他习惯了，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就加更。既然都洗不干净了，干嘛要洗？换个思路搞搞，说不定是好事呢。公交车上，邱无忌拿着手机咬牙切齿地看着楚哥的话语，恶狠狠地想要把他踢出去，却无奈地发现踢不动，连禁言都进不了。该死的，他是群主，权限比我高。邱无忌意识到了这一点，气得差点没把车座扶手捏断了。怎么你在哪权限都比我高？父神了不起啊！邱无忌不用想都知道楚哥这会儿脑瓜子里在想什么。反正色批父神的形象是洗不掉了，那就索性摆烂不洗，让他觉得这是此事极为正常的事情，那不就完事了？顺便可能还含着勾搭之意呢，让他看那种东西，看惯了，是不是对挨挨碰碰的也觉得很正常了？所以甚至愿意为此加更，就没安过好心。邱无忌恨恨地在心中骂，一半骂楚哥，一半骂自己。当初穿过来的时候，怎么就没拍扁他的狗头呢？回忆起刚才看见的那些，邱无忌还是觉得三观受到了重大冲击。魔界果然是魔界，这种事情居然还能留影下来，传播给别人看的。那个世界的魔道都没这么干的好不好？太夸张了。可群里他们却觉得很正常。邱无忌看得出，这并非一个群都是变态，而是真的普遍观念中就觉得不稀罕。反倒是张启仁那种，楚哥觉得对方变坏了，心情复杂，交情不复，可在他眼中反倒还挺正常。
两界观念还是有着重大区别。哪怕他一直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在表面看上去已经很像个现代人了，骨子里还是格格不入。说来也有趣，楚哥自己的思维完全与仙侠世界不一样，但那个世界却偏偏是他创造出来的。这是代表着作家笔下的世界与作家本人的观念未必一致，还是代表着楚哥骨子里其实是仙侠那套的，不喜拘束，超脱律法，仗剑携手，纵横天下。只是由于现实磨平了棱角，于是倾诉在小说世界里。邱无忌忽然想起楚哥问的那一句，可是邱无忌，你了解我多少？他出神的想了一阵子，忽然又哼了一声。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满脑子色色的死变态？小姐，这位小姐。司机师傅很是无奈的回头喊，我们的车到终点站了。邱无忌醒过神来，才发现整辆车都空了，就自己一个傻愣愣的坐那儿，不由脸上有点发烧，匆忙下车。哎，现在连对车这个词都觉得没好事了，怎么办？都是他害的。司机无语的看着他的背影一路跑出公交站，按道这姑娘戴着口罩都这么漂亮，真可惜口罩都挡不住脸红，一看就知道满脑子都在想男人嘛。不知道这个想男人的误解被邱无忌知道了，会不会直接升天？此时的邱无忌心情反倒还挺舒缓的，因为终点站已经很近郊外，他飞奔了一阵子，终于在此时看见了绿水青山，茫茫稻田，路还是柏油路，仿佛提醒着他这里依然是另一个世界，但总算不是处处高楼大厦、玻璃窗、立交桥、铁皮车，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熟悉的风景，连空气都清新很多。于是心便慢慢近于自然，左右看了看，试图来野外找的好花是没看见，只有不知名的野花和狗尾巴草。邱无忌也不失望，随手拔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手里玩，随意漫步着观赏稻田。夏季的早晨，太阳已经很毒了，一个年轻人在地里干活，汗透薄衫。邱无忌驻足看了一阵，微微颔首。说是这世界浮躁，人们不耐吃苦，可实际上勤劳的人还是很多的。楚歌笔下的普罗大众也集体呈现这样的品质，于是两个世界再度有了相同的点。书中世界终究不过一种现实映射，基于创世神的认知而成。这也是邱无忌总想要离开楚歌独立行动的意义之一，不在他身边才能找到一位顶尖修士对世界的探索和思考，在他边上一天天的都不知道被带偏到哪去了。可看着看着，邱无忌慢慢觉得有点不对味了。干活的青年好像也有毅力，这种毅力非常奇怪，与他的认知体系截然不同，竟无法分析。也许因为被他盯久了，干活的青年也有了感应似的转头看了他一眼，继而眼里无法按捺的露出了惊艳之色，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仙女啊，这是。青年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背过身去，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签字水笔，悄悄在脸上写了一个字，帅。然后转过身灿烂一笑，嗨，美女一个人郊游吗？邱无忌惊讶的眨巴眨巴眼睛，他居然真的觉得这人长得非常英俊，简直是万年所见最帅的美男子了。然而这人脸上的字并未消失，非常明显的一个明晃晃的帅字摆在那里，再帅都变成了滑稽。旁边有人骑着摩托车路过，见状呸了一口，老子承认你很帅，可用得着写在脸上吗？秀你妈呢，傻逼！摩托车轰得走远了，青年保持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他们总是妒忌我。邱无忌觉得非常有趣，故意道，你虽然英俊，我也不想和脸上写字的人说话。青年尴尬的想了想，又转过身，悄悄擦去帅字，改成了你喜欢我。再转过头，迎面就是高跟鞋底踹了过来，凭你也敢对本座用惑星之术，连他都不敢影响本座心智。砰的一声，青年空中转体360度，趴在田埂上呻吟，我这不是惑星术，谁家惑星术写脸上啊？这狗屁能一点屁用都没有。哎，美女别说出去，我错了。邱无忌又好气又好笑，懒得牵扯，转身就走，心中倒也极为吃惊。曾以为异能就类似于仙道之中的单一术法而已，如今这么看来，真的不同，很不一样。青年身上响起手机铃声，邱无忌听见他接起电话，喂，聚会，我在给地里除虫。哦，晚上啊，那可以，又有人请我们干活。哪个冤大头这么傻？张总，那么多张总，哪个啊？看邱无忌已经走得很远了，青年并没想到这些话都能被清晰听了去，其实就这么几句听了，好像也没啥。他收起手机，远远看着邱无忌离开的方向，摸着脸叹息，以后谁再说被美女用高跟鞋踹都乐意，老子不抽他耳刮子。说着想起什么，打开手机 QQ 进了一个群聊，我反悔了，就算是邱无忌来了，也不能用高跟鞋踹我嘤。群里没人理他，此时都在义愤填膺，这张太过分了吧，不但短小还断章。楚大你是真的狗，老子要顺着网线操割了，你们等着。楚哥躲在屏幕后面窥屏不出，心中暗爽，最喜欢被人骂断章狗的时刻了。正这么想着，屏幕里迎面出现一只拳头的虚影，咚的砸在他脸上。楚哥，这拳头虚影力量微弱，有金钟罩护体，他倒是没感觉疼，可这是怎么回事？幻觉？一般人可能会当幻觉，可楚哥瞬间满头是汗，一把捂住了菊花。尼玛，真有这种异能？遥远的另一间屋子，一个胖子捂着手缩成了一团。我操，这楚大是戴着铁面具码字的吗？手机响了，胖子接起一听，请我们干活？谁这么慧眼？不是，哪个傻逼啊？我们这些人的能力有屁用啊？呜，打个断章狗，自己手疼。我回来了。
邱无忌开门而入，一手拎着刚买的菜，一手提了卷宣纸，手指头还勾着个塑料袋，里面是毛笔和墨汁。楚哥忙上来接东西，拎这么多东西，这就不用买菜了呀，喊个外卖完事。不喜欢外面做的。邱无忌从菜袋里掏啊掏，掏出一根狗尾巴草。楚哥眼睁睁看着他变戏法一样，又掏出一小袋泥土，从茶几拿了个一次性塑料杯，把泥土倒了进去，又把狗尾巴草插上，摆在窗台。楚哥太仙气了。邱无忌白了他一眼，你不就是个狗尾巴草，就配这个？不是说你自己要过的舒坦吗？怎么成了为我配的了？是啊，反正天天看着一根狗尾巴草，不差多看一根，这根返璞归真更好看。楚哥哭笑不得，你这叫伤敌1000，自损800，这不是还赚200吗？楚哥欲言又止，以后如果你真和我配上了，那就叫自损10000了。狗尾巴草宗主。邱无忌也不知道领会了这意思没，总之懒得理他，把饭桌整开，铺上了宣纸。楚哥便站一边好奇的看，他是没写邱无忌修过书道画道这类特殊修行，太全能就太 bug 了。邱无忌自己剧情之外多半也没去学，但不论修行，单论书法，在古代世界过了10000年的老人家，这书法水平肯定是第一流的，可比自己的狗刨子好多了，看着就是赏心悦目。他写的不是自己名字出处的那首词，而是著名的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至语，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曲曲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楚哥吃惊的看着，不知不觉已经看了这么多书吗？连庄子都看了。上次不是说我烙印了不少书回去看吗？邱无忌边写边道，以前我也告诉过你，我要看这世界的道经，自己网上搜了点，道经先不说，这老庄二位真先贤也。楚哥很惭愧，大家都上网，人家搜的是老庄，自己搜的是车牌。话说他会对庄周梦蝶这个典故特别有感触，倒也很正常。对他来说，现在的经历岂不就是有种庄周梦蝶之意吗？觉得我的经历有庄周梦蝶之意？邱无忌淡淡道，其实还有更多。楚哥奇道，什么？我看到这则故事的时候，甚至在想，究竟是你创造了我呢，还是因为我追逐天道，自己构想出了一个创世之神？楚哥惊诧地瞪大了眼睛，之前自己写那章的时候想过什么来着？邱无忌写完最后一笔，自己打量了一下，笑道，不错，先贤之语，字句灵性，哪怕我不修书之道，此卷悬挂堂中，也自有庇佑之能。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哦，那个说着玩的。邱无忌随意道，我这些时日的见闻观察，知道你确实可以通过各种知识构想出我们的世界，但我的知识绝不足以构想出你们的世界，所以当然不可能是我构想的。只是这种想法很有趣，不是吗？楚哥叹了口气，确实，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和我想到了同一件事情。不过话说在前头哈，我们普通人想这些不过想着玩玩，你们修仙的不好说，很容易就钻身了。这种事情一旦钻身了，容易精分，你以后可别多想了。邱无忌失笑，我既已确认，还多想什么？我们修仙的反倒比你们纯粹才是。便如你我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我为的是探索真实，你为的是什么？楚哥狼狈的转移话题，你说这字有防护作用？邱无忌也懒得跟他较真，顺着转移了。我虽不修书之道，世间万法归一，法力字句总归是有效果的。这幅字挂在客厅，大致能对入侵者起到一种迷幻作用，算个防护。楚哥问道，之前你都没考虑过搞防御体系这种事，为什么忽然考虑了？我是布置房屋装饰，防护不过顺带罢了。另外，邱无忌轻轻蹙起好看的眉头，我今天发现这世界的异能很有意思，居然真的对我能起到作用，不知道这作用机理怎么回事，总之不能太轻视了，还是做些防护的好点。楚哥一惊，你就这么出去摘根狗尾巴草，居然就遇上异能袭击？不是袭击就是见到了，可能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主角气语。邱无忌笑了起来，我是女主角不是吗？楚哥，那我今天也见到了，不过是断章挨打，这算报应还是算主角气运？我们居然在同一天见到了别人的异能，这就是缘分对不对？楚哥高兴起来，笑道，不是袭击就好，是什么异能居然对你生了效？邱无忌美目流转，凝住在他脸上扫视片刻，终究什么也没说，悠悠然进了厨房。我做饭了，你该干嘛干嘛去。还是这张脸比较顺眼，不写字都挺英俊的。楚哥却没去码字，屁颠颠的跟了进来。我上午2更了，虽然被骂断章狗，也是要休息一下，劳逸结合的嘛。好了，知道你是 M 了，让你休息非要来干活，把这米逃了。楚哥，你都已经会用 M 这种词了。邱无忌自己开始洗菜，随口道，也好，免得躲在屋里不知道看什么。楚哥陪笑，如果我说我已经很久没看过了，你信不信？关我什么事？话说你不是已经摆烂不洗了吗？又解释什么？遇着机会那还是要解释一下的。楚哥淘着米，忽然笑道，倒是有件好事，你听了一定很高兴。邱无忌奇道，什么？他们以为你是个模仿书中邱无忌的读者，这不是很正常的猜想吗？谁会真以为那个是真的邱无忌啊？关键在于他们觉得你不太像。楚哥笑呵呵的把米倒进电饭煲，
你说是好事不？邱无忌洗菜的动作停了下来，也有些出神。当然是好事，意味着自己已经越来越脱离了一个设定好的标签。他嘴角不自觉地弯起了笑意，口中却道：这有什么好高兴的？这对本座岂不是理所当然之事？楚哥，妈的，死傲娇！邱无忌开始切菜，楚哥愣了一下，不用仙法了。邱无忌道：索性体验得更细致些，过于囫囵，失了意趣。你也觉得这样更有意趣吗？我也这么觉得哎。楚哥看着邱无忌围着个围裙整菜的样子，真的很想从后面拥住他，可又不敢，只得勉强偏过头。这米要放多少水？稍微慢过一点点。对，小小的厨房，一个整饭，一个整菜，一时无人出声，只有水流哗哗声，刀切案板声交织成了家的音符。窗台上的狗尾巴草迎风一摇一摇，就像楚哥此刻的心情一样。下午我把章节码完，晚上我们出去玩吧。他忽然说。邱无忌奇道：怎么忽然想这个？有什么好玩的？我发现这么久了，好像都没有带你好好玩过一些现代女孩子本该体验的东西。为了晚上可能到来的浪漫，这一下午楚哥抡圆了码字，运盘如飞，争取在晚饭之前把既定章节搞定。邱无忌捧着一杯热乎乎的茶，悠悠然打开空调，又靠在椅背上打开了笔记本电脑，那姿态越发小资了。电脑开机，邱无忌慢悠悠地搜了一下带女孩子去哪里玩，答案基本都很重合：电影院、游乐场、公园。邱无忌想了想，又搜了一条：男人要带你出去玩意味着什么？答案依然很重合，都是他喜欢你，想要和你更进一步发展成恋人关系。虽然这个更进一步放在楚哥身上总让人觉得不怀好意，多半没这些答案这么纯洁，但整体也没超出邱无忌的判断，于是懒洋洋关掉了网页。什么让你体验现代女孩子本该体验的东西啊？说的跟朵花似的。不就是楚哥欲求邱无忌去玩玩可以，本座也想看看什么好玩的，至于更进一步什么的，想得美，头都给你拍烂。现在的套路本座已经越来越懂了。邱无忌气势汹汹地进了同事操哥，准备开始给开车的设置路障，大杀四方。结果此时群里没人开车，群友聊天历来是非常杂的，同一时段可能有不同的人在谈3个以上不同的话题。邱无忌看了好一阵子，才分清谁在聊阿富汗铜矿，谁在聊英雄联盟比赛，谁在聊哪所学校又上分了。又根据关键词搜索了好半天，才知道阿富汗是什么，英雄联盟又是什么，什么叫上分。现代的套路，本座果然还是不懂。群友们知识面好广博呀，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娱乐游戏，无所不知。就是不聊楚哥的书，看上去开车好像也不是常态，或者是只不过占据大家日常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娱乐罢了。也就自己这个1万岁的老太太紧张的跟什么似的。他忍不住打字问：你们不聊楚哥的书吗？这里是 LOL 群，回答的理所当然。邱无忌，我之前好像看你们也聊的。哦，除了骂段张狗和短小男的时候。邱宗主，我跟你说，楚大这么短小，跟他肯定没幸福，不如考虑一下我吧。露露被管理员邱无忌禁言1小时。邱无忌下意识禁完了人才反应过来，禁他干嘛啊？难道是为楚哥抱不平吗？果然已经有人说了，哎呦喂，这是为楚大抱不平啊？难道楚大实际不短小？邱无忌解除了禁言。露露，解了，难道想通了？果然想跟我。露露被管理员邱无忌禁言1小时，大伙都乐了。这禁言和解禁折射出的原因好像很好玩啊，这女粉该不会是真喜欢楚大？怪不得楚大让大家发车，图谋不轨啊，这是。但话说回来了，不知道是女管理的时候，大家自然百无禁忌。真知道确实是个妹子之后，人们当然还是有素质的，不太可能真的当着妹子的面乱发车，楚哥的计划注定夭折。反倒是有老管理拉邱无忌进了点娘运营群，邱宗主的星耀值已经解锁3星了，可以做卡通头像了。本来我在和角色喵聊这事，现在邱宗主自己来，大家都把这个当 cos 邱无忌，一口一个宗主喊得挺乐。邱无忌看着心情有些怪怪的，只是说了句谢谢。咦，怎么谢起我来了？我这是撂摊子给你呢。老管理哈哈笑，邱宗主，我跟你说，角色喵别的都可以，就是效率不行，一天不骂他们就给你拖半年，可得盯紧了。放心，本座最擅长督促门人了。还搁着 cos， 老管理仿佛能预见到3个月后邱无忌见到连底稿都没出炉的暴走抓狂，直接潜水不吱声了。邱无忌不紧不慢地拿起手机，给自己咔嚓拍了张照片，就要给角色喵发过去，手指悬在鼠标上，差点点击下去了，才又摇头放弃，跑了出去拿起笔墨给自己画了个像。老江湖宗主还是有点意识的，觉得自己的照片万一被人传出去不是什么好事，画像就无所谓了，取其意即可，一定要够美、够飒、够威严。邱无忌信心满满的画了一张韵味十足的，拿起手机拍了下来，传给了角色喵，就按这个做 Q 版头。对面非常客气，收到，我们会找最好的画师太太。邱无忌觉得这应该稳了，放心的离开 QQ， 打开下载好的钛青金 PDF 看了起来。这世界的道经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连自己都觉得最近做的事儿和修道好像有比较离谱的差距，晚上还要看电影、逛游乐场，体验事情不过如此。这是啊，不是游乐场吗？啊！步行街里，邱无忌看着左右的人潮，直接问漏了嘴。
这怎么跟想象中的游乐场不一样啊？喂！楚哥脸颊抽搐了2下。你很懂约会流程是吗？约什么会？谁跟你约会？邱无忌道，不是说带我体验女孩子玩的东西吗？转过这条街就有个乐园，但我们还没吃饭呢，要先吃个烛光晚餐。邱无忌眼睛直了一下，搜索没说这个啊？什么叫烛光晚餐？晚餐就晚餐，有灯不用，点蜡烛干嘛？我们家又没死人。算了，就那么一说。楚哥抬头看看天边晚霞，笑道，吃饭等会再说，这里很多小零食的，你平时都没吃，也挺可惜。来，先试试甜筒。热闹的商业街，1万岁的老少女穿着白衬衫蓝牛仔，刚买的白色运动鞋，扎着高马尾，舔着甜筒跟在男人身边，吃的眼睛眯眯的。这东西好吃，冰冰的，甜甜的，软软的，像仙家的玉雪琼浆，但它只是凡间之物，却生生吃出了仙家意。这楚哥藏了1个月都不告诉我，这东西自家怎么做来着？楚哥有些歉意的告诉他，之前几次也就带你附近商场超市买东西，没往更远走，主要也是我职业缘故，过于宅了。这个自家怎么做？记得有做这个的机器。没太注意过，不过挺麻烦的吧？没必要。为什么没必要？因为你如果看见好吃的都要放家里做，那我们的屋子可能摆不下那么多机器。见邱无忌把甜筒舔完了，楚哥买了2个棉花糖，分给邱无忌1个。2人抱着棉花糖，极其同步的咬了一口，又极其同步的斜斜看对方，都看见了对方嘴角的糖丝，像2只花猫。哥哥，哥哥！旁边有小女孩抱着玫瑰，拉着楚哥的衣角。你女朋友这么漂亮，买朵花吧。楚哥愣了一下，这平时也有人卖花的。小女孩倒被他说愣了。哥哥，今天是7夕。邱无忌。楚哥满头冷汗，这要巧的吗？平时历单身28年，从来没记过农历日子，今天没水群，也没见人说，怪不得今天步行街热闹的超乎预料。买1朵，不，9朵。砰！烟花骤然绽放在夜空。天黑了。楚哥抬头望天，璀璨的烟火照亮了夜色，仿佛能看见条条银汉在夜空之中若隐若现。转头看去，邱无忌也在望天，绝色容颜比烟花还要明艳。熙攘的步行街，涌涌人潮，仿佛都隔了次元，只有他的侧颜映照心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也和女孩子一起出来过7夕了。楚哥心思都在飘忽，很突然，却好像也不突然。如果会和一个人过7夕，那当然只可能是邱无忌。你从书里出来真好。什么是7夕？邱无忌问楚哥。楚哥目光游离，就是恋人的节日。别打，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是7夕。其实就算是也没什么嘛，我们只是纯粹的出来玩，心静自然凉。我是出来玩才知道是7夕的，不是因为7夕才跟你出来的。邱无忌挥舞着手里的9朵玫瑰花，很严肃地说，你不要因此有什么误解。楚哥变得笑眯眯的，我收了花是因为买都买了，不能浪费。邱无忌更加严肃，到时候带回去还能养，我有术法能让他们活。楚哥还是笑眯眯的，对，知道了。你那什么奇怪的语气啊？吃这家怎样？意式牛排，体验一下异国风味。好吃吗？应该还行。怎么吃个饭还要排队的？这才证明好吃。俗人之见，换一家。邱无忌扯着楚哥的衣领子，看1溜人坐在外面排队的样子，真的蠢。我怀疑我们今天不排队是吃不到东西的。那就不吃，趁着别人饭点，我们做其他的，可能就不要那么挤了。反正一路吃着东西，又不饿，晚些饿了再吃宵夜不就是了？楚哥惊叹，聪明啊，邱宗主，此意之也。邱无忌仰头，马尾一甩一甩，这种道理哪个世界都共通的，是你笨。楚哥寻思了一下，先掏出手机订电影票，今天这德性也无所谓什么骗了，能买到票就不容易，看了半天才找到一场9点场的，剩了2个角落座位。楚哥以单身28年的手速飞快定下，吁了口气，走，先玩游乐场，回头看电影，正好。2人一溜烟去了游乐场，楚哥买票进门。邱无忌道，这里人比地铁还多，为什么不要健康码？楚哥邱无忌随口一问，却也没纠结，抬头看着云霄飞车上上下下，兴致缺缺地摇了摇头，自己就能飞，做这个干嘛？一群人在上面尖叫，好蠢。楚哥早有所料，笑道，要不要试试那个？邱无忌顺着他的指向转头看看，有人拿飞镖在扔气球，一个都扔不中，旁边摆着一堆玩具，倒是挺可爱的。这是干嘛？飞镖丢中了送东西？是啊，这对你不是纯赚。邱无忌犹豫了一下，这坑人不好吧？凭本事中的镖，怎么就坑人了？人家在傍国魂黑的也扔，开源来的也扔，我修仙的太没挑战了，便是游戏也得有点挑战性才有趣味吧。楚哥偏头看了他半天，发现他确实兴趣缺缺，不由也有些挠头。你这个啊，好像是没了童心。说来也是，想让一个修行1万年的老太太对玩游戏多有兴致，怕是确实不容易。电脑上手那么久了，就看视频，搜资料，到处都是游戏广告，也不见他好奇入坑。好奇心和玩乐心都不多，太佛系，否则大家也不会这么久了才第一次出来玩。这么一想，完了，最期待的鬼屋也没意义了。什么鬼能吓他？别被他一个太虚火圈飞灰了。左想右想，甚是蛋疼，门票好贵的。
邱无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走，鬼屋。楚哥傻了，你怎么知道？我搜过。邱无忌背着手一摇一晃的往前走，说是男人带女人去游乐场，最喜欢摩天轮和鬼屋。摩天轮可以两个人躲一间小屋子在天上，看人吓得脸色苍白的样子，搂搂抱抱。楚哥，骗人的，扣得严严实实，抱个锤子。邱无忌不理他，絮道：鬼屋就看女孩子吓得自己往他身上抱。楚哥，骗人的，现在的女孩子一玻璃瓶扎死鬼。邱无忌悠悠道：本座倒是想看看怎么装神弄鬼。楚哥，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我怕赔人家钱。邱无忌，本座像是那么没分寸的人吗？鬼屋，砰！楚哥看着被邱无忌一巴掌拍到地上的扮鬼人员，捂住了脸。那个，邱无忌结结巴巴，不是说都是假的吗？为什么会有真人扑过来？本座是感应到真人接近的契机，才被契机牵引出手的，不然有人暗算怎么办？楚哥，你要相信我。地上的工作人员又气又急，现在都要力求真实，不然谁玩啊？那个，邱无忌尴尬道：你们这样不会经常挨打吗？工作人员捂着半边马脸，别人见到鬼，第一时间是往男朋友身上躲。我扮鬼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有人敢一巴掌往鬼脸上招呼的，男的都没有。楚哥不断赔礼道歉：老哥对不住对不住，我女朋友有点暴力。那是有点暴力吗？工作人员捂着脸，脸都不觉得多疼了，倒是打量着楚哥的脸，目光里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这位小哥在家里很惨吧，多半要跪榴莲的那种。面红耳赤的楚哥拉走了同样面红耳赤的邱无忌，两人飞快钻进另一条通道，远离了神算子老哥。我不是故意的。邱无忌都忘了手被他拉着，弱弱的解释。楚哥偷看了一眼拉着的手，心情怪怪的。别人是被鬼吓到了达成目的，自己这是把鬼揍了之后意外达成目的，怎么想都不对味儿。不管了，达成目的就行，回头给那位扮鬼老哥发个红包。好，又一只恶鬼扑了过来，感情是没收到同事的警报。楚哥再也没敢让邱无忌出手，第一时间把他往怀里一拉，带着他转了个身，用背挡在恶鬼面前。邱无忌额头触到了他的胸膛，心中却是微微一动，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在心里荡漾蔓延。明明知道鬼是假的，明明知道即使是真的鬼，自己也能抬手让他们化为飞灰，但当有人把你护在怀里，用背脊挡住危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1万年来没有体验过？楚哥拉他入怀，见他没反应的样子，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些心虚的松开。那个，怕你又没忍住，要赔医药费。什么意境，什么体验都被破坏得一干二净。赔你医药费吧，楚哥。邱无忌恶狠狠的一脚踩在他脚上，大踏步跑了。楚哥抱着脚一瘸一拐往外跳。哎，等等我。怎么了？这是？真凭实力单身28年。可乐、爆米花，鸡蛋仔也来份，有点饿。楚哥金鸡独立的倚在电影院柜台前买东西，邱无忌就臭着脸站在一边等。看在他买的东西往往都比较好吃的份上，装什么金鸡独立？你金钟罩练到这份上了，哪有那么疼？哼！楚哥的疼是在心里都快哭出来了。离开鬼屋反思了一下自己，差点没抽自己10个耳刮子。好歹也是写后宫文出身，笔下男主角多会啊，轮到自己怎么就缺了根筋呢？呜！如果是写书的时候，男主该怎么表现？应该深情款款地低头看着他的眼睛，柔声说：无论危险是真是假，我都会护在你面前。或者换一个霸总模板也可以，这是男人的事情。那简直是可以搭配 BGM 的对视，就这么错过了。所以别看小说学宝典了，因为写书的也只会写，轮到自己临场也不会，事后醒悟有个屁用啊！呜！胖企鹅流泪。楚哥挤出人群找到邱无忌，屁颠颠的把东西递给他，饿不饿？吃点。邱无忌看他那狗腿德性，也是又好气又好笑。说起来，他不是花丛老手，当然是好事嘛。难道要跟他笔下的男主角一样会？那就不是踩脚了，是一巴掌拍他脸上。看看周围，很多人都在吃这个爆米花，邱无忌颇为期待，觉得这肯定是人间美食。结果试着吃了一颗，一般般。这东西吧，没你之前挑的那几样好吃，为什么这么多人吃？看电影爆米花是标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有的电影还诞生了专用词汇，就叫爆米花电影。这样，邱无忌便当入乡随俗，用拿着玫瑰花的手抱着爆米花袋子，另一手去掏爆米花吃。电影即将开场，身后人潮涌来，邱无忌没用法力护身，倒被挤得踉跄了一下。他第一时间用法力护住了玫瑰花，很快又发现自己撞进了一个温暖的胸膛。抬头看去，楚哥整个人包着他，连金钟罩都用上了，下盘扎根稳如轻松。此时也正低头看他，柔声道：无论。闭嘴！邱无忌没好气道：敢拿你以前书里主角那套出来，我抽死你！楚哥！他福至心灵，迅速握着邱无忌空着的那只手，人太挤了，小心被冲散。邱无忌低头看着手，什么也没说。汹涌人潮之中，两人紧紧挨着，手拉着手顺流前行。修仙女宗主没有动用任何法力护身，唯一保护的东西是手中玫瑰。这眼镜是什么？我不需要戴眼镜。看3D 的，就是会有点实景感。来电影院最大的意义多半也就在这了。电脑电视没这效果。哦，好像也有，要买设备。是吗？邱无忌却觉得这意义不太大。包括网络上别人回答的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的答案，
什么音效啊、画质啊、氛围啊、感觉啊，都没什么用。真正的意义是，昏暗的光线里，最后一排的角落边缘，隐隐的带给人一种暗示之感，好像有些什么在心中滋长，心跳得很快。他的手还握着，握到现在还不肯松，能够感受到他手心里的微微汗水，察觉得出他也很紧张，他的心跳得更快。他在想什么？总之不是在看电影。电影里的画面或许连一帧都没进入两人的脑子里，反倒更像是那一天在夜总会的迷你气氛之中，两人躲在角落情侣座上那一刻的旖旎。其实也就是那时候的低配版，怪不得男人喜欢请女孩子看电影。邱无忌这么一想，也就淡定了，咱什么风浪没见过。偷偷瞥了他一眼，爆米花和鸡蛋仔放在两人中间呢，手这么握着不好拿了。他想了想，把花搁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悄悄探了过去，偷了一颗鸡蛋仔，飞速丢进嘴里。这还没尝过呢。这个还挺好吃的，比爆米花好。他又悄悄取了可乐，滋溜滋溜。楚哥眼角的余光全看在眼里，颇有些哭笑不得。自己紧张的一批，正襟危坐的，他倒是心大，该吃吃该喝喝。七夕档的片子以爱情片居多，荧幕里不出意料的有了亲吻戏码，电影院里的气氛变得有些怪。其实这点亲吻都不如平时电视剧里看的凶残，但坐在楚哥身边的那对小情侣就不自觉地挨在了一起。女孩子把脑袋埋在男孩子胸膛，男孩子就低头去找她的唇。哪里是看到少儿不宜的画面情不自禁啊？这你们分明是早就等着出现这画面了呗，只是给双方一个借口而已。偷眼看看邱无忌，邱无忌戴着 3D 眼镜看荧幕，一边还在滋溜滋溜吸可乐，这幅画面对他已经毫无伤害性了。你是不是也需要这么一个借口？楚哥心想，于是胆边生毛，握着的手小指头动了动，悄悄勾了勾邱无忌的手心。邱无忌吸可乐的动作微微一顿，纤纤玉手有了回应。哦！压抑着的惨呼声惊得旁边的小情侣正襟危坐，斜眼去看楚哥，只见他抱着自己的手，弓得跟虾一样。或许这一出试探进攻惨败而归的唯一战果，就是打扰了另一对狗男女啃在一起。楚哥泪流满面，今天这电影不错。2个小时的电影散了场，随着人流渐散，街上慢慢开始冷清，都是一对一对的小情侣手牵手走着，恋恋不舍。邱无忌目送一个女孩坐在男孩的自行车后面，揽着男孩的腰靠在他背上，晚风吹的女孩的长发飘飘，笑容很甜。也不知道他指的电影不错，是电影里的内容呢，还是眼下这样的场面。反正楚哥完全不知道电影里说了个啥，甚至男女主角长啥样都没怎么注意看。而眼下这场面，他也只觉得被虐了狗。大家都是一男一女出来过七夕看电影，别人甜甜蜜蜜的，说不定这会儿是去酒店呢。我就到现在手骨头还疼。正一脸便秘，就听邱无忌低声问：“这个脚踏车你会骑吗？”楚哥怔了怔，眼睛瞪得就亮了：“会，必须会。共享单车是不能带人的。然而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商家特别有脑子，就在电影院出来没多远就有租车服务，而且提供包夜租车，让你明天再还。”店老板眨巴着眼睛看着眼前的男女，露出了暧昧的笑容。一碗90，祝二位天长地久。楚哥看着那辆卖2手都不止99的破车，还是对这句祝福极为受落。因为邱无忌没有反驳，想想之前小女孩卖花的时候，他也没反驳，也许已经被人误会习惯了，懒得驳了。总之，楚哥觉得手都不疼了，乐滋滋的跨上了自行车。走，父神带你领略江畔夜景，很漂亮的。邱无忌也不搭这话，学着其他女孩侧坐的样子坐上了后座。自行车在江畔飞驰，江风烈烈吹拂，带得邱无忌的乱发遮住了脸颊。他没有去扶，抬头看看天上银河，又低头轻嗅着手中玫瑰。这就是此时的女孩应该体验的东西吗？如果楚哥背后有眼睛，多半能看见邱无忌嘴角始终勾着笑意，美得仿佛不属于人间。江水之畔，夜色深深，晚上开始微有毛毛雨，轻轻拂在脸上，在这夏末很是清凉舒服。自行车悠悠地顺着江滨路缓缓骑行，人声隐隐传来，那是楚哥正在应邱无忌的要求讲述七夕鹊桥会的故事。此时的女孩，这些故事一定是要知道的，对不对？七夕的故事啊，是这个样子的。古时候有一个敦厚的牛郎，邱无忌觉得那会是个很美的故事。故事的开局让他觉得和自己与楚哥有那么一点点接近，一个仙女，一个凡人。结果听着听着，心中的憧憬就不对味了。喂，这牛郎偷人家衣服，你管这叫敦厚？故事就这样的，你编的吧？我编了那么多本书，也没编过这种主角，这真不是我编的。不同的年代，人们的三观是不一样的。至于你那世界人们对女性相对尊重，因为那是基于我的三观写的，真要按古代来的话，可没那么好。邱无忌黑着脸想了想，好像也差不多。牛郎偷人衣服，你偷人丝袜。楚哥似是觉得自己这个类比也不太对，楚哥对自己还真挺尊重的，还好他不像牛郎。邱无忌哼哼道：“反正如果是我，一巴掌把牛郎头都拍烂是吧？”楚哥痛心疾首：“我写的明明是个女剑仙，怎么变这样了呢？你不让我用剑的。”邱无忌道：“这世界我看也没人拿着剑，所以改个攻击模式，回头我琢磨一下，创个拍头神通，方便在这儿用。还听不听故事了？”邱无忌觉得这爱情的起因都让他无法代入了，故事不听也罢。楚哥道：“虽然开局槽点满满，后续还是挺感人的，不然也不会流传至今，成为传统节日。”他顿了顿，继续把故事讲完，
又道：无论开局多少槽点，牛郎织女在设定里就是相爱夫妻。每年在七夕相会这一天，喜鹊自发搭桥，是人们对有情人终能团圆的祝愿，也寄托了人们对爱情天长地久的期待。所以在这一天，有情男女相约。本来是暗搓搓在暗示此刻的自己和邱无忌属于有情男女，结果邱无忌没接着茬，反倒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慢慢道：天上地下的交汇，两界之隔，终难相见吗？楚歌一把捏了刹车，差点没翻下去，怒道：你胡说什么呢？刹车的惯性带得邱无忌猝不及防地撞在他背上，下意识伸手搂住他的腰。楚歌只觉背上软软的贴上来，却一点都无心体验，依然怒道：别扯这种 flag。 不知怎么的，明明平时都是揍他，可他发起怒来，邱无忌倒有些小心惊。他撇了撇嘴，松开他的腰肢坐直了，却终于也没敢继续那种话题，有点气弱地道：便是如此，也终能相见，你急什么急？一年见一次是什么好事吗？楚歌气道：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古，不是因为它美好，而是因为它缺憾。故事可以缺憾，现实不要。好啦好啦，着什么急？邱无忌柔声道：你可不是牛郎，你是我们的天帝，能分隔牛郎织女的只有你自己。楚歌怔了怔，不说话了。之所以会被邱无忌一句无心之言戳得发怒，正是因为心中本也有隐隐的担忧，典型的急了。时至今日，邱无忌为什么能穿出来，大家都没摸索明白。万一哪天出不来了呢？因此一句 flag 是真有可能成真的，戳到了楚歌内心最害怕最回避的点。但邱无忌这话也没有错，你是父神，不是牛郎，世界在你手里，能不能相见在你自己，不在别人发慈悲，也不在喜鹊。而且邱无忌这话有点意思啊，他在默认我们是牛郎织女的关系。楚歌抬头看天，任由微雨洒落面庞，长长吁了口气，忽然笑道：你说他们一年才见一次，这一次该做什么？邱无忌啐了一口：骑你的车。楚歌忽然神色大变的擦脸，车把手都丢了。邱无忌没好气道：又闹什么幺蛾子？楚歌悲愤：他们在天上做那事，所以这雨是什么？邱无忌目瞪口呆。楚歌飞快地登车，一溜烟跑了。吃宵夜去，算是找地方避雨。邱无忌旁边就有街区，属于老城区了，路灯昏暗，房屋已是20-30年前的风格，街角有个店面还亮着灯，看似小餐馆，兼营夜宵，里面还有人刚从包厢里走出来结账的样子。楚歌停了车，拉着邱无忌入内。邱无忌感觉这厮现在是故意拉他手的，因为这进门毫无必要，又不会被人冲散。正当他想抽回手，目光不经意瞥过结账那伙人，心中忽的一跳，手都忘了抽了。他认出其中一个年轻人，正是早上在脸上写字的异能者。操，才想起今天七夕啊！有人看见楚歌邱无忌手牵手进来，痛心疾首地对同伴道：别人就小两口手牵手，我怎么就和你们一群男童在扯屁呢？众人都笑，目光掠过楚歌两人。那青年看见邱无忌，眼睛也有点发直。这不是早上遇见的美女吗？这要巧的。呜，原来有男人了呀。却见一个胖子笑道：那算啥，我们还算好的，起码有朋友聚聚嘛。我和阿俊最近看的那本书，作者才叫悲剧，七夕呢还万更哈哈哈，想着都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越想越舒爽。别人问作者单身狗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爽个什么爽？谁叫他短小又断章，活该啊！胖子转头对那青年道：哎，对了，阿俊，我跟你说，今天我意外发现楚大应该是我们南疆人。哎，楚哥？青年把目光从邱无忌身上收回，急道：别告诉我你真顺着网线去打他了。胖子叉腰：当然，揍不死他丫的，所以下午老老实实把剧情写完了不是？嗨，也是冲动了。青年打得好，这2天一直写什么楚天歌，老子要看邱无忌啊！邱无忌，楚哥，一伙人闲扯着蛋买单走人了。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妻，笑呵呵的到了楚哥桌边：二位吃点什么？楚哥还半张着嘴目送门外胖子的肥屁股远去呢。他很想和这位隔着网线给他一拳头的读者聊聊，可脑子里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这场该怎么打。我就是楚哥，那也实在太尴尬了吧？还是说你那一拳头隔着网线不过瘾，现在我就站这来打我呀？就那么一迟疑，人家已经走了，追过去就更尬了，只得眼睁睁目送离开，连店主的话都忘了回应。倒是曾经在楚哥对外交流时做个木头人看他发言的邱无忌，此时已经是个成熟的纸片人了，能自己点菜了，2碗牛肉面都加蛋。店主笑呵呵的去了。与此同时，邱无忌传音入密，这伙人是在这里议事的，我神念跟着看他们还说些什么。邱无忌现在为了延长驻留时间，很难得动用术法，尤其是神念了，可见这伙异能者还是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而且大家还挺有缘的，想到这居然是楚哥的读者，还喜欢看邱无忌，他真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楚哥回过神来，压低声音道：那胖子今天能隔着网线打我，我觉得这个异能很 bug， 虽然力量很弱，但这种网络信息追索的效果，什么顶级黑客都办不到。不知道他这个是只能拳头还是能带利器，只是拳头虚影还好，要是能带刀子捅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杀人于无形了。邱无忌微微颔首，我说了，他们的异能很有趣。那个说想看邱无忌的青年，他有能够对我生效的惑星之术，可惜破绽也很明显，使用价值有点不好评价。惑星之术能对你生效？
楚歌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句话的分量，这不是一个青春马尾美少女，而是一位渡劫修士的分魂，一个凡人的特殊能力能对这样的存在生效，这是什么概念？更何况邱无忌作为网文女主角，在这类不畏史的事上，避雷设定是1等1的，什么邪道修士也不可能在这上面动花招，这是超越一切设定的规则性保护。哦对了，这世界不一样了，规则不同。楚歌敲敲脑门，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相比之下，给网线对面的傻逼一巴掌的蓝色药丸能力，反倒显得很常规了。邱无忌笑眯眯道：“既然是你读者，能有什么坏心眼呢？这关系当然比普通人亲近，但要是真的立场不同，这关系就没用了呀。你一个安稳过日子的人，能牵涉什么立场？”老板端来了面，两人暂时住了口，低头吃面。他们去附近的一家夜总会了，言语间的意思好像是算好了时间去的午夜场。邱无忌传音入密，楚歌点点头，看看时间快0点了。两人对视一眼，又飞快挪开目光。午夜场嘛，大家见过的。邱无忌切齿道：“你是不是又想去？”楚歌忙表忠心：“那个有什么好看的？哪有你好看啊？”邱无忌柳眉倒竖：“你想看我什么？”楚歌补救：“你不脱都比他们脱了好看啊！”邱无忌差点没把面盖到他脸上去，正要发飙，眉头忽然一挑：“好玩的来了！”脑袋伸过来，楚歌提坐后退。邱无忌怒道：“不是打你，和你共享神识所见。”楚歌小心翼翼地伸过脑袋，邱无忌飞速看了老板一眼，装作取纸巾给楚歌擦汗的样子，伸手抹上他的额头。楚歌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脑海里轰然一炸，2条街外的影像清晰的浮现，甚至听得到声音。连带胖子和写字青年在内4个人大摇大摆的到了一家夜总会门口。夜总会关门闭户，看似打烊了，但门口却站着大汉保安守着，又不像完全打烊的模样。见到一群人试图进门，便有大汉上前阻拦：“我们打烊了，明天请早。”楚歌眼睁睁看着那青年转过身，拿签字水笔在脸上写了2个字：“爸爸。”再度转头看大汉时，大汉脸色都变了。老爸你怎么来了？”“不是，你脸上写字干嘛？”青年道：“我带几个朋友来玩玩不行吗？”“不是，这里面不太合适。”“得了，不就那点东西，我懂，别让我在朋友面前丢面子啊！”青年拍拍大汉的肩膀，带着人就往里走。大汉想拦又不好拦，神色别扭无比。楚歌惊为天人：“尼玛，这是什么奇葩异能？这就是强制认同他在脸上写的字，只不过是对手能力，反应也有区别。他能让我感觉英俊，却不可能让我觉得喜欢，更不可能认他是爸爸。这里还是有程度差异的，需要锻炼，但潜力无穷。”邱无忌的传念适时传来，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没看出机理是怎样运作的，唯一能确认的是，这字必须让对方看见才行，写小字不行。楚歌抽抽脸颊，有点想要这个异能，又觉得像个傻缺，有用又没用的样子，纠结了几秒，继续看戏。那边4个人找了张空桌坐了，侍者以为这时候进来的必然是贵宾会员，很热情的让他们点单。点单刚完，里面果然就开始了钢管舞，0点正式开场。胖子摸出手机，悄悄拍了几秒视频，飞快做了个传输。楚歌看不出传输给谁，想必是警察。对，他直接送给了110值班警察的电脑屏幕上，还附送了地址，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值班警察好几个呢，这是公然放骗，想遮都遮不住了。场面暂时无事发生，邱无忌的手指也暂时离开了楚歌的额头，两人对视一眼，同声问要不要去看看。继而同时笑了起来，都再也无心吃面，飞快扒完买单走人。老板夫妻在收银台里也在对视，见楚歌蹬着自行车离开，老板低声道：“这小俩口怪怪的。”妻子道：“你管人家那么多呢？信中的给我们结账少了3毛，明天需要回来。”楚歌蹬着自行车带着邱无忌刚刚抵达夜总会门口，警察就来了。让楚歌愣神的是，不仅来了民警，连林武阳也来了。警察们二话不说的破门而入，里面顿时传来鸡飞狗跳之声和女人的尖叫。楚歌微微皱眉，林武阳是市局，又不是区局，更不是派出所，而且部门应该是很特殊的，普通扫黄临检应该不至于是他出面才对，该不会这里也有黑拳这类要案？邱无忌低声道：“他们说请他们干活的是张总。”楚歌道：“莫非又是张启仁的场子？他兄弟在坑他，或者反过来他在坑他兄弟？”邱无忌点了点头，一般来说都是这种判断。张启仁显然正在家中争位的过程，不是被搞就是搞人。这次林武阳的行动比上次神迹夜总会顺利，因为上次去的时候午夜牛肉场已经结束了，这次却是抓了个现行，这让他有充足的理由进行更细致的搜查。结果黑拳还没找到，倒是先找到了有客人在吸制换性药品。林武阳的神色变得非常难看，冲着里面迎出来的一个公子哥冷笑：“王振坤，这次你再来10个爹，再找100个人来压，你也得给老子蹲进去！去你妈的！王，不是张家争位。”林科长说笑了。那王振坤神色有点僵，还是勉强在笑：“客人自己带的，关我什么事？”他身边有助手模样的人拦住了正要进里屋的警察：“哎，这里面是我们的机要室，你们有搜查令吗？我要投诉你们！”林武阳手机也响了，似乎有人要干涉。听见铃声在响，王振坤就吁了口气，开始冷笑。林武阳没去接电话，忽然问：“你这助理不错呀，能力很强，人也忠心，你对他很信任吧？”
一种奇怪的毅力泛过魂海，自以为松了口气的王振坤猝不及防，无法按捺的大声道：“他有个屁能力，要不是盯着他老婆，早让他滚了。晚上本来说好了让老婆一起来喝酒，还不是你这个臭条子没事找事。”空气一片寂静，王振坤脸色渐渐涨成了猪肝，那助理木木地盯着他，眼神变得森冷无比。周围的其他下属都下意识在往后退。被邱无忌隐身带着看热闹的楚哥差点没笑得打滚。林武阳这能力用得好的话也很好玩啊。那助理大声道：“这里不仅有贩卖违禁药品，还有聚众涉赌。”一切再也没有悬念。林武阳长长叹了口气，别人的七夕，我们的七夕。助理做了带路党，带着林武阳去赌场。邱无忌传音楚哥，下面赌场有暗门，有人带着资料，还带了整箱他们说是违禁药品的东西跑了。整箱，楚哥的神色也有些严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林武阳带人冲下去，效率虽然很高了，可是有暗门跑路的话，没提前在外堵着，显然是来不及追上的。这包括毒品和其他重要资料物证怎么办？可是涉足这些事情。见他犹疑，邱无忌问：“什么是违禁药品？”楚哥低声道：“害人的东西，类似于我写的魔门控制奴役别人的成瘾性丹药。国家为了禁绝这些，付出了很多将士鲜血。”邱无忌看他那语气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微微颔首道：“怪不得你同窗的语气那么严峻森冷，那我们帮他一把。”见他理所应当的样子，楚哥心底的小退避忽然就没了，失笑道：“邱宗主真是正道的光。”邱无忌微微一笑：“你写的。”他伸手按着楚哥的肩膀，两人嗖的消失不见。夜总会后面小巷忽然推开一道门，几条大汉抱着箱子袋子仓皇逃出。只要这些东西没被警察收缴，事情还是可以转圜的。就算被揪住了贩毒，多大的量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其实理论上这些东西一把火烧了最干脆，但谁舍得呢？那都是钱啊！远处墙头，张其仁带着几个人躲在阴影之中，冷冷看着巷子里的动静。见有人出来，张其仁拍拍身边一个瘦猴男子：“你戴罪立功的时候到了。”那男子赫然就是之前试图暗杀他的，闻言只是苦笑：“便是二少爷不吩咐，这事我也愿意做。”张其仁冷笑：“是吗？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们做？倒是暗杀起我来又快又狠。”男子默然不语，踏足正要出去行事，却忽然咦了一声，顿住了脚步。张其仁也咦了一声，看着忽然出现在巷子里的人影，神色抽搐。他怎么也来了？我和他的缘分都到了这程度吗？同居的时候怎么看不出来？真可惜他是男的。左右，他不仅是男的，还有女朋友呢。那个恐怖的女朋友还能单手拎着瘦猴飞呢。二少爷你还是醒醒吧，要不你女装？一不对，那女人呢？楚哥没让邱无忌出场，只是暗中镇场。两人心中都觉得邱无忌不要在外人面前过多展露能力比较好，一定要展露的话，当然是楚哥来，毕竟邱无忌连身份都没有。只是阻止对方一阵子的话，现在练了身法加金钟罩的楚哥挡个巷子口1-2分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那边巷子里的大汉也看见有人挡在巷口，又急又怒：“滚开！”说着直接往楚哥身上撞了过去。楚哥身上泛起淡淡金光，一撞之下身形岿然不动，撞人的大汉却仿佛撞在了一堵墙上，痛哼一声，倒退好几步才站稳。咦，这下盘越发稳了呀，顶榴莲还真有用。楚哥心中闪过回去继续顶榴莲的念头，就看到2条大汉扑了过来，神色狰狞，原来是搅场子的，找死！狰狞的神色，醋波大的拳头，势如风虎的黑道人士。楚哥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面对这样的场景，但真正面对的这一刻，却连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脚步完全是本能般的轻轻错开，明明窄巷之中短兵相接，却仿佛踏出了闲庭信步般的意味。那两人错身过去，连衣角都没沾到身，反而自己用错了力道，踉跄前跌。远处的张其仁一伙人都惊诧的瞪大眼睛，二少这个同居室友真他妈帅啊！这传说中的凌波微步。下一刻，帅气的楚哥原形毕露，他完全没练过攻击技法，反正对手破绽大露，他也就顺势一拳揍在左边大汉脸上，正感到拳拳到肉的舒爽时，肋下一痛。却是另一个大汉不知何时拔出了一柄匕首，身形踉跄之中就已经往他肋下扎，他竟完全没有发现。当，金光泛起，匕首入肉半寸，没能深入。大汉惊诧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怎么回事？楚哥吃痛的怒吼一声，又是一拳头砸在这人脸上，带着金光的拳头砸得他的脸都变了形，狂喷一口鲜血，重重撞在了墙边。妈的！楚哥痛处的捂着肋部，躬身抬头，对方其他人已经放下了箱子，全都拔出了匕首。楚哥哪来的愣头青？对方显然也被这见了血的场面引发了凶性，要做正义大侠，做你妈去吧！匕首直扑而来，操！楚哥就想后退，下一刻眼前一花，邱无忌已经拦在了面前，白玉般的仙指轻轻捏住了匕首。大汉先手拂过，所有匕首不知何时全被搅到了邱无忌手上，在人们见鬼一样的目光里，几把匕首被生生揉成了一团废铁。这些日子来始终笑意盈盈的神情，此刻冰寒无比。就凭你们也敢伤他？砰！数声闷响如同一声，所有大汉被无形的巨力碾过，向后狂跌10几米，直接跌回了出来的门口。警察也正在此时破门而出，邱无忌已经带着楚哥消失不见。
一个瘦猴男子从远处墙头飞扑而下，桀桀怪笑：“张大少爷，让我向王大少问好。”林武阳低头看看白捡的功劳，又抬头看着瘦猴消失的夜色，皱紧了眉头。张孝仁转性子了，他这么做算不算犯了他们道上的忌讳？租屋里，邱无忌正在给楚哥敷伤药，楚哥疼得龇牙咧嘴。疗伤术呢？我们好像不需要这种土办法，匕首尖端入肉一点点，伤口不大也不甚，这点小伤搁我们那儿都不要治。你写的？楚哥，我是傻逼，没被匕首捅过，自可写笔下人物怎么是轻伤如无物，真挨捅了一下才知道什么叫疼。我再给你止血处理。问了度娘，你们这的药，等会上点红药水，贴个大号创可贴就完事了。你现在这体质，很快就好。邱无忌板着脸道：“不用疗伤术彻底治好，是给你尝尝记性，记得以后不能逞英雄。”楚哥问：“可你一开始不出现，是我们商量好的呀，总不能次次都让你顶前面。别说我装啊，就算你身份没问题，这也真的是男人的事情。看着你打架，我在后面喊666，这是做不出来。你在废什么话呢？是让你记得以后打架要怎么打。楚哥，哪怕你没学过攻击手段，这伤本来也不需要挨。”邱无忌恨铁不成钢，两个人失去重心，你揍一个，另一个呢？是死人。还有，你的拳头含金钟罩之力，对凡人而言非同小可，一拳头下去，就算不打晕，也得打猛了。你看你打个什么？什么时候了，还收着力呢？你以为你是我？这语气倒是对这番逞英雄本身还是挺觉得理所当然的，就是打得不堪入目。楚哥只得陪笑，我们老早讨论就说了，我们缺实战练习嘛，所以才先练防护和跑路。邱无忌哼了一声，不说话了。楚哥不是好勇斗狠的那种，相反是个一天天坐在电脑面前码字的宅，都不知道小时候有没有和小朋友打过架。这种出哥第一次打架就面对一群拿着匕首凶神恶煞的大汉，能打成这样，其实算是还可以了。邱无忌回想了一下，总感觉楚哥自己也有那么点暴力因子，可没面上这么书生气。有暴力因子才好啊！仙侠世界的女宗主多少生死闯来，怎么可能欣赏一个只有嘴皮子的书生呢？邱无忌嘴上骂人，心中倒还觉得挺好，好像两人之间的世界割裂感没有那么明显了似的。两人一时无声，楚哥低头看着邱无忌凑在肋下处理伤口的样子，专注认真的神情，发香萦绕鼻端，知性、美丽还温柔。他那么生气，说就凭你们也敢伤他？嘻嘻，忽然就觉得伤一点都不疼了，果然小伤是不需要处理的。邱无忌终于贴好了药，抬头正要说什么，对上楚哥柔柔的眼眸，想说什么直接忘了。看什么看？疼死你得了！可楚哥避开眼光，拙劣的转移了话题，感觉我要找林武阳要点伤药费，找张其仁要吧。你邱无忌道：“不是伤药费，是医务费。上次你帮他挡了一下，衣服破了，今天又挨了一下，衣服又破了。你赚钱很容易吗？经得起这样丢衣服？”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真持家。楚哥奇道：“今天确定和他有关系吗？”邱无忌冷笑：“他在外面等着拦人，被你抢先做了英雄而已。最后我们离开，他还让人出去秀了一回，既遮掩了我们的存在，还把整件事的锅栽给了他哥哥。对了，用的人就是上次暗杀他的，想必是他哥哥的人。”楚哥把信息在脑海里串了一下，有些惊叹：“奇人这手有点意思啊。”邱无忌道：“那几个有趣的异能者，就是他请去搞事的。抛开立场去看，这件事本身是在除恶，所以这些看上去应当是善良阵营的人乐意受托做这件事，而这是外雇的，也方便他撇清自己。”楚哥接口道：“而实际上他打击别家的夜总会和黑赌场，恐怕更多是为了道上的竞争而已。我们都以为他会把矛头指向自家哥哥，毕竟他哥哥都暗杀他了，结果他表现的识大体，不打自家人，打击的是对手，看在他爹心里不知道怎么想。”邱无忌道：“尹官府来打击道上对手的事，在江湖上是大忌，不知道你们这世界规矩如何？应该差不多。”楚哥道：“所以他用他哥哥的人出面，把道上的怒火引向他哥哥，兜兜转转，其实还是在争位。”邱无忌沉默片刻，这一弹多少鸟？不管他为了多少目的，单论帮警察缉毒这事本身，是无可指摘的正义，就算林武阳知道了，恐怕都得表扬他两句。楚哥牙疼般吸了口气，想了半天，还是给张其仁发了条微信：“赔我衣服2件。”张其仁很快回复：“你果然知道这事是我在操作，真奇怪，现在我居然看不明白你了，哪来这样牛逼？你早这样牛逼，我们会混的那屌样。”楚哥道：“我才觉得你写小说才是浪费人才，你早这样牛逼会混的那屌样，就是写小说锻炼的，我设计主角阴人还多着呢，我写主角那么会泡妞，我自己怎么不会？”张其仁没法回这话，潜了几秒水，很快又冒泡：“好了，赔给你了，看你梳理。”楚哥一头雾水地打开小说 app， 当先金灿灿的横幅飘过，亮瞎了他的眼。仗势欺人打赏楚天无忌1000万点，成为本书黄金总盟。楚哥发了个无语的表情，不知道说什么好。扣掉分成，这就赚了5万。不对，再扣税更少，怎么忽然有点心疼？你赔我衣服钱，给点娘干嘛？你脱点娘衣服了？张其仁回了个笑嘻嘻的表情，怎么有没有感觉自己像在帮我洗钱似的？楚哥道：“哪那么多话呢？
我衣服地摊货，该多少多少，这是干嘛？张其仁道：我不是你读者，你管天管地还管得了我读者老爷爱怎么赏？不只是你，这几天我上了10几本的盟主了，白银也有，这时候给你算晚了，主要之前怕你多想。楚哥，张其仁又道：楚哥，不管你怎么看，张其仁的黑话也没黑出脓，至少有件事我跟你保证，我的地盘里永远不会有毒品。楚哥，我相信。那就这样吧，你有事和我联系的话，最好直接通话，少留文字记录，我怕出事牵连你。张其仁丢下这句，再无声息。楚哥看着手机怔怔的出了会儿神，终于还是收了起来，看向邱无忌。邱无忌好像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失神的自语：他为什么不打赏角色？我的心要直。楚哥，邱无忌抽了抽鼻子，了无生趣的站起身来，忽然想起自己漏了件事没做，便把心要直甩到脑后去了，扑通扑通跑到橱柜里找了一个玻璃瓶。那束经历万般劫难还保存完好的玫瑰花依然鲜艳欲滴。邱无忌装了一瓶水，把玫瑰花小心的插了下去，指尖轻点花瓣，看着它散发出了生命的芬芳。玫瑰就摆在茶几上，暗淡的客厅忽然就显得明媚起来。窗台上的狗尾巴草依旧摇曳，和娇艳的玫瑰交相辉映。邱无忌眨巴眼睛，忽然觉得这就很像楚哥和自己，心情变得好了起来，笑眯眯道：我回去后你要照顾好他，每天换个水。楚哥一下没反应过来，啊，这次其实没待多久吧，是今晚的行动消耗太大。今晚那点行动能有多少消耗？邱无忌理所当然地道：是因为让这玫瑰成活的生命术法消耗巨大。你设定的。楚哥憋着一口老血没喷出来，就为了这女人。邱无忌悠然进屋，打算躲床上穿越去了。临进屋前脚步顿了顿，忽然回眸一笑，今晚玩的很开心。邱无忌开心，楚哥可一点都不开心。别人和妹子约会还带回家，那会发生什么美妙的事情？自己啥都没做，跑去和人打架还挨了一刀，回家妹子跑了，跑得还特别远。楚哥自顾自在脑袋上摆了个榴莲，揣着手坐那，看着茶几上的玫瑰发呆。这伤都不知道能不能去洗澡，这大热天的。话说这害得邱无忌提前回去的面目可憎的玫瑰，看久了倒也娇艳。墙上有着庄周梦蝶，这字没表直接贴，笔走龙蛇，清灵秀美，内容逼格还高，文化人的气息扑面而来。窗明几净，花草清香，男人的租屋不知不觉间彻底变了个模样。这屋子几乎每一处都留下了他居住过的证明。我以我穷词，写下我神思，爱着替我去爱的疯子。换一双眼眸，将虚幻看真实，好似万物都由我主使。手机铃声忽然响起，往日里听惯了的，只发了个音就掐断接起的铃声。这次楚哥听出感觉来了，足足听完了一整段，才悠悠接起了电话。老妈，这么晚不睡吗？哦，对了，七夕过得怎样？一把年纪了，过什么七夕？你的七夕才重要。我的七夕很开心。老妈在那头一个字都没信，码字码得很开心是吧？我今天见到小顾了，他说你很好，可惜不合适。这话听着怎么像好人卡呢？就是好人卡呀。话说我也想给他发卡，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你们这种部门聚少离多，儿子都没空管，我找老婆也不找这样的。你是想说你爹找我找错了是吧？楚哥慌忙陪笑，没，老爹别的不咋地，眼光可太好了。老妈一点没吃这套。那你的眼光呢？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给我看？快了，顾若言没和你说我有喜欢的女人吗？没，小顾口风严的，不会乱说别人的事情。老妈在那边狐疑，你有女朋友？该不会为了撑个面子找谁假扮一下？记得你书里有这种桥段，不过你真搞得出这桥段也行。一般来说扮着扮着就被主角拱了。少看点网文，尤其是作者叫楚哥的那种小白文。楚哥道：我没说我有女朋友啊，那只是我喜欢的女人，不是女朋友。喜欢这种事还需要找人办吗？邱无忌确实不是女朋友，他还没承认，哪有乱宣布的？另外，楚哥对老妈这么说还有另一层意思，怕老妈要接儿媳妇，却不知道她在哪，甚至可能永远不知道在哪。自从牛郎织女那话一说，这种忧虑楚哥口头没有继续，可终究是在心里扎根了。等一切尘埃落定，到时候再告诉妈妈。老妈这回倒是来了兴致，真有，长啥样的？发张照片看看。你追女孩子那点本事行不行啊？要不要老妈给你参谋一下？算了吧，你们那年代的手段和现在不是一个世界了。起码打扮整齐，人整得精精神神的，屋子干净利索，这些万事通用。你敢不敢把视频开给妈看看？瞧你什么狗窝！这下戳到了楚哥心中得意处，直接挂了电话，拨通了微信视频。视频里屋子干净整洁，玫瑰花娇艳欲滴。老妈直接看傻了，你找了卫生阿姨，多少钱一月呀？楚哥没好气道，哪个阿姨会给你搞玫瑰花？老妈道，视频转过来，看看你脸，胡渣子多久没刮？楚哥很得意地转了过来，今天出门之前刚刚刮的，哼哼。结果老妈看了一眼，直接挂断了视频。完了，这孩子没救了，还没结婚就顶榴莲。楚哥，操，怎么忘了这茬？微信里发来一张表情，尼玛给你一拳点 JPG。楚哥捂脸，少上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图，这就不是你想的那意思。你还管图片什么意思？以后你家庭地位还要不要了？
其实这榴莲也不是那意思，行为艺术是吧？我说我在练功，你信不信嘛？对面忽然沉默了一阵，好久才回了一条。小姑说有个好友卷入了不太干净的事情，虽然和你没关系，你一老实孩子，一个人在南疆，妈妈怕你吃亏。世界巨著，老实孩子。楚哥心中涌起暖意，没事的，妈。你也知道我们部门比较特殊，别的不说，能量还是有一点的。官方的事目前不合适让你接触，你有事可以找我们的编外接触人员，我给你发个名片，报名字就行，他知道你，但最好不要接触这些。楚哥猜测顾若言可能是国安的，以此类推老妈可能也是，但当初顾若言说的是算是同事，这话含糊，不知道怎么解。按理说国安的也不至于不能和自己儿子说工作单位，可能还有点别的特殊。这么一想，更该担忧安全的好像不是自己这个老实孩子，是爸妈才对，甚至他们的所谓保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牵连家人，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孩子牵涉这些东西吧。孩子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才是最好的，但这世界好像正在变样，不是你说不接触就真可以避得开的。老妈发的这张名片代表了二老终于也做了一些新的决定。楚哥看着老妈发来的名片上的 ID 终不离，该不会还是个原神玩家？楚哥想了想，暂时没去加，只是和老妈道了声晚安。很晚了，老妈早点休息，我也该睡了。老妈倒是极为震惊，这刚到1点。楚哥叉腰，这对我已经是近期最晚的一天了。老妈瞬间高兴起来，真做个人了呀，好好早点睡。楚哥都不知道怎么回这话，难道我以前不做人吗？这一夜楚哥睡得很香，但他发现现在越来越会做梦了。继那天捅榴莲的悲剧春梦之后，今天的梦却是在复读今天的各种场面。邱无忌吃着甜筒和棉花糖，笑眯眯地走在身边的样子。那一刻烟花绽放时，他完美的侧颜。鬼屋里的踩脚，电影院里的牵手，自行车后座上随风飘飘的长发，以及那经历千般万劫依然守护的严严实实的玫瑰花。他挡在身前，把所有匕首捏成了麻花，就凭你们也敢伤他？我真的恋爱了，妈妈。睡梦中的楚哥无意识的呢喃，那是我自己倾尽幻想和期待写出来的最完美的人。睡得虽晚，起得倒早。次日天才蒙蒙亮，楚哥就醒了，精神依然很好，惯常顶着榴莲打坐、跑步、练身法。当他发现连跑步榴莲都不会掉的时候，心中便清楚，这套榴莲锻炼法是已经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是不是和月影说的打架的时候锻炼异能比较快有异曲同工之妙，昨天那场打架和受伤好像让自己的修行有了一种升华式的进步，最典型的体现在于闪避静态家居物品的步伐首次作用于动态的敌人，这便是突破。于是顶榴莲为了的锻炼平衡性已经达成。楚哥闲庭信步的在厅中游荡，发现即使提速到此时的极限，也再也不会撞上东西或者站不稳的感受了。这便是精神烙印，对于身躯的平衡有了记忆。以后还要继续锻炼的话，多半是要换套路了。而室内静态障碍物练步法好像也没多大帮助了。楚哥直接把榴莲开了当早饭吃，让你扎我这么多天，爽不爽？边吃边在想，这住所是不是已经开始不合时宜了，很可能要再往郊区搬一些，可以在无人的户外锻炼。忽然想起邱无忌说的，那脸上写字的老哥是郊外遇上的。楚哥若有所思，这是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啊？不知道他们如果是一个小组织的话，是否有内部专门提供锻炼的场所？如果有的话，也不需要搬家，每天当成去健身房练一趟也可以。但这就等于向别人自爆异能，不是真信得过的话，还是算了。楚哥想到了老妈推荐的钟不离，老妈的可信度当然毋庸置疑，有需要的话，可能还真得找这人试试。不管怎么说，码字还是第一要务。楚哥吃完早饭，运转起分心二用心法，一边修炼一边开始码字。都想看邱无忌是不？我也想，那就写邱无忌。邱无忌在静室之中睁开了眼睛，一只虚空玉手在千里之外成型，翻掌落处，峰顶炸成了飞灰，一掌之力恐怖如斯。这是邱无忌闭关新创的新神通，结合千里飞剑之术和一丝翻天印的意境综合所创，千里之外拍人手脑，无坚不摧，如拍西瓜。楚哥强行添加解释，为了应对严千烈之战，邱无忌自当钻研新的神通，不致被对手摸清底细。而这类神通对于严千烈的火焰术法有奇效。邱无忌真的在静室之中睁开了眼睛，嘴巴微撅。父神为了自己脑袋被拍，还挺用心哈。说了我要自创，要你送了。他恨恨地站起身来，不练了，没意思。他伸展着身体出门，见到守护在外面的弟子，神情就变成了肃然清冷。让你们留意的影子类术法，有消息了吗？见过宗主。弟子们行礼。日前秋水堂叶堂主与人相约去取幽水青莲，遭遇一个魔道人士袭击，击杀之后搜得了一套很高明的影子术法，还有配套修行用具，已经放在了藏经楼4层。邱无忌微微颔首，辛苦叶堂主了。这剧情我参谋着加的。话说影子术法好加，那些脸上写字的怎么弄？这么一看，他也很难做到想要什么就写什么出去给他。不管了，反正影子术法又不是给他的，是本座自己感兴趣的。邱无忌架起一朵祥云，直接去了藏经阁。这云好像昨天吃的棉花糖啊，又想出去了怎么办？这世界万载不变，属实没什么意思。那边还有好多东西没体验呢，
对了，忘记交代那个笨蛋，他记不记得去还自行车啊？多拖一天多付租金，可实在太浪费了。宗主，宗主！身后追来周长老、宗主、云霄城谢城主、天元宗陆宗主等人联袂而来，商议结盟事。邱无忌停下云头，敲了敲脑袋。是了，这剧情大家要结盟，应对火域宗的势力争锋。而结盟本身也是一场勾心斗角与实力压服的过程，算是一种变相的争霸。在这之前，楚天歌等人为此已经走了许多剧情了，才到了现在的拜访商议。其中前来的大大小小盟友之间还有内鬼，本座全知道。哦，对了，那谢城主的女儿本来多少也是个女主，现在戏份好像没了，倒是谢城主本人被塑造的挺有故事和决断，还有独立剧情和专属装逼台词，属于群像之一。所以后宫和无女主群像的区别，就是把原属于女主的戏份给了他爹。邱无忌压着心中荒谬的感觉，淡淡道：“请他们正听议事。”他写的话，这句话之后多半断章了吧？不知道要不要被人打。楚哥正在打字，请他们正听议事。断章，保存，上传。警惕地关注了一下群聊，做了个防御手势，总觉得要被打。对了，昨天宣布打人的那个群友 ID 是谁来着？多半就是那胖子。楚哥小心地搜了一下聊天记录，果然看见了昨天那句话的发言人 ID 蓝色小药丸。这 ID 是他没错了。群里此刻在聊其他话题，蓝色小药丸貌似不在线。楚哥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要不要和他来个私聊，却左想右想，又觉得不合适。算了，继续码下一章。这章可是关系到我家秋秋怎么装逼的，不可怠慢。他越威严，越强大，越是镇压一切。跑出来的时候，坐在车后座时的感觉就越动人。遇到内鬼挑衅搞事，针锋相对的时候，应该说就凭你也想挑衅本座？对，就这么写。书中世界，待客正厅之中，有人冷笑：邱宗主之心，路人皆知。名为共商抗魔大计，实则暗地里意欲一统各宗，龌龊心思与魔合意。邱无忌慵懒的斜靠主座，似笑非笑道：大家结盟并非强迫，阁下若是不愿，大可不来。来了这里又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些人不像表面上的高风亮节，与世无争罢了。本座从来就不是与世无争之辈，阁下似乎对本座有些误解。邱无忌的笑容渐渐收敛，眼里寒光乍现，就凭滚！再唧唧歪歪扰人倾听，头都给你拍烂！满座傻了眼，那内鬼更是索性噎得说不出话来。这邱无忌哪里学来的庸俗之词？格调呢？邱无忌美眸扫过满座各异的神色，淡淡道：端着身份，自诩格调，说着别人认为你该说的话，做着别人觉得你该做的事，求知求真，求了一辈子，何其反不如初也。邱无忌爱说什么说什么，他依然是邱无忌。而你是谁？一只虚空玉手骤然捏住了挑衅者的咽喉，乱本座之盟，凭你也配？正在分心二用，边修炼边码字的楚歌，再度感受到了之前体验过的俯瞰之意，仿佛有人正在挑衅天道既定的规则。他的目光透过层层雾霭，落向云际青山。厅堂之中，邱无忌立于座前，白衣似雪。是你啊？那没事了。楚歌感受到的挑衅规则，应当属于相对严重的一件事。邱无忌在大庭广众下说出头都拍烂，那属于脱离人设的崩书，反馈在作者感觉上的不妥。然而书的内容并没有更改，改变的是真实世界，那就是反馈为天道的干涉。一如当初独守魔君之战，在对脱缰的剧情进行自我修正。在楚歌凝视之时，邱无忌亦有所觉，那是一种天道的法则降临深州，似乎要把他的不敬，他的自我尽数压制而回。旁人没有这种直观感受，却能感到一种乌云蔽日般的压力，就像天劫将至的前兆。有人狂喜，厉声道：邱无忌，你做了什么暗示，以致天罚？群情耸动，这真的很像天罚，至少是前兆。邱无忌长发轻扬，仰首望天，仿佛能感受到云端有一双眼睛冷漠的注视。邱无忌板脸瞪了回去，继而那冷漠变成愕然，又变成宠溺的微笑，嗖的一声消失了。雨霁天青，众人，这是天都在逼他。云霄城谢城主长身而起，哈哈大笑：我口言我心，谁说邱无忌就一定要怎样说话？真是笑话。邱宗主之言深合我心。邱无忌持剑抱拳，微微一礼，没有多言。他的目光依旧凝住在天际，那微笑消失的云层，好像棉花糖啊。楚歌收回精神，前方依然是电脑屏幕，没有雾霭青山，也没有邱无忌，这种体感真的怪异。就是双标了怎么的？别人不能背离天道设定的人设，会出问题的，但他可以，那是他的坚持，也是楚歌的愿望。一起加油，脱离天道的那一天。话说这算不算见到他了？可未曾交流，起码算不上相见，算遥望。比较让楚歌头疼的一件事是，这段剧情集中在邱无忌身上，几章之内时间线都不一定能过一个时辰，更没法像以前那样随便就来个7天后，也就意味着这段剧情没写完之前，好像是不太可能见到他了。这才离开一晚上加一早上呢，楚歌心中的思念还是不可抑制的蔓延。嗨，越是遥望了一眼越想念，他香香的出现在身边。爆更把这段剧情加速过去。
又怕报太快了影响质量，一早上这么写着，脑子都有点僵了，万一把秋无忌写差了，那才亏呢。得稍微动一动，休息一下。对了，算算时间，好像有件什么事忘了。楚哥挠了半天脑袋，才总算想起自行车忘了还，不还押金就没了，1晚99已经够贵了，难道还要299买辆破车？倒是真可以考虑自己买一辆新的，等秋无忌过来了问问他的意见，搞个自行车呢，还是搞个小电驴，这样大家活动范围也能扩大点。骑着自行车去了昨天的地方还了车，楚哥看看手机，中午饭点还没到，又下意识沿着昨天的路去了老城区那边，看看昨天战斗过的地方。夜总会门没关，还有警察出入，似乎在搜寻和封存各类东西。旁边有路人在砍大山，听说了吗？这家沾毒。听说了，昨晚带走了一大票人。我还听说有人对市局这次的行动很不满意，说擅自什么的。可这就别说了，不满意的是什么？难说的很哦。楚哥脚步微微一顿，有些叹息。林武阳那句他们的七夕，我们的七夕依然在心中回荡。张其仁那句林武阳只是个科长，他什么都做不了，同时浮上心头。说来，如果不是这次张其仁犯道上忌讳，突兀给林武阳递刀的话，林武阳连这次的行动都很难成。即使成了，等待的还不一定是赏功呢。手机铃声响起，楚哥随手接起，哪位？林武阳略带疲惫的声音传来，昨晚挡了巷口的人是你啊？根据他们的描述画的，我看着像你，联系到你和张其仁的关系，感觉就是了。怎么，你帮张其仁做事？不瞒你，是我，但我只是为了该做的事，不是因为张其仁。哎，这明明是件好事好不好？你怎么不把这当成我在帮你做事？林武阳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也是，所以是打电话问你，而不是找你做笔录。话说，你要不要见义勇为表彰啊？别，这事能不能帮我遮掩掉？林武阳笑笑，我做了点误导，现在那画像画的是谁，狗都不认识。谢了。另外一个女的，他们连描绘都描绘不出来，就说漂亮冷酷的，说了等于没说。我说，看来你藏了不少事，改天聊聊。武阳，现在我怎么觉得你浑身散着圣光？林武阳苦笑，少来了。楚哥道，挨批了。林武阳叹了口气，我也确实毛躁了一些，不仅是这场子本身的问题，当天的赌客什么的，不少有头有脸，现在后续首尾很麻烦，局里压力不轻，我都有点后悔。帮你遮掩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不管你出现在那里是因为什么，终究做的是好事，不该背负麻烦。楚哥暗道，那天的黑拳看台上衣冠楚楚的资本家们更多，如果你闯进去了，估计惹的麻烦更重，所以是难做，也所以有些人有恃无恐。话说现在的林武阳真的不错啊。却听林武阳道，批评归批评，局里是挺我的，和你们脑补的情况不是一回事，案子还是我在办，我们局长帮我扛了很多压力。楚哥嗯了一声。林武阳叹了口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特殊能力人士太少了，你看我这种破能力都能当科长。言语里似乎有暗示想让楚哥帮些忙的意思，楚哥沉默片刻没接茬，只是笑道，我觉得你不仅能当科长，简直该当局长。喂，等你得闲了喝2杯吧。林武阳欲言又止，好。挂断电话，楚哥心中也在考虑这个事情，正常招考进警察的，想要碰巧出现异能者的几率那可太小了，碰上一个林武阳已经不容易了，更多的异能人士肯定在各行各业分散的，所以这些年来官方会不断在寻访相关人士，比如顾若言带走了月影就是典型一例，以及老妈介绍的编外人士钟不离应该都是。但好像这种寻访并不容易，有了特殊能力的人一般很少在外人面前显现，即使显现了，为自己谋利或者追求自在的想必更多，选择干活受约束的应该偏少。别说其他人了，他楚哥自己不也这样，所以才会诞生编外这个折中方案，同时也是个考核观察。一边想着事儿，脚下不自觉地顺着熟路走到了昨晚吃宵夜的饭馆附近，楚哥这才觉得有点饿，左右溜达了一圈，愕然发现这方圆2条街内居然就这么一家饭馆。即使就这么一家饭馆，生意也不咋地。楚哥自己昨晚和邱无忌在这吃了牛肉面，味道确实一般，生意差也不奇怪。算了，一般就一般，填饱肚子再说。楚哥漫步进了门，还没说话呢，就看见老板娘揪着一个年轻人的衣领子，姓钟的，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钟离了，霸王餐都吃到老娘头上来了。那人哭笑不得，我就少了你3毛，怎么成霸王餐了？那就是酒剑按错了个位置而已。还有，我不玩手游，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不知道我说的什么？你怎么知道那是手游？因为每个看见我名字的人都这么问，我自然也就知道了。那人叹了口气，这年头小娃娃看见李太白都以为出自王者荣耀了，看到亚瑟王都说是个呆毛金发少女。昨天那2个憨批，我说楚天千里清秋，他们问我是不是书友，这是他们楚大的名句，我了个草，再这么下去你说怎么办啊？楚哥，老板娘听的也起了深深的忧虑，确实，但不管你在担忧祖国的未来还是宇宙的坍缩，今天这3毛钱也得给老娘扫了。楚哥终于笑出了声，老板娘这才发现站在门边的楚哥，立刻2眼发光。客人几位？本来是1位，现在是2位。楚哥指了指那姓钟的，他的3毛钱我出了，连这顿饭我也请了。小包厢里2人相对坐。
所谓的请吃饭，东西很简单，青椒小炒肉，西红柿蛋汤，炒个白菜，没了。钟不离看着楚哥的目光有点小幽怨，想象中的请客就这。楚哥喝着汤，随意道：“怎么，有人请吃饭还挑三拣四？我的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钟不离叹了口气：“我真名钟义，那些什么只是网名，或者算个代号。楚先生你好，果然你认得我，刚才故意扯他们楚大，就是在和我说话呢。”楚哥笑道：“昨天你和那胖子和写字人在一起的，没太留意你，都被写字人把目光占完了。”钟义痛心疾首：“你就算光看表面，我的英俊也是鹤立鸡群，被无聊的异能夺取目光，实属不该。”楚哥默默地调出手机镜子，递了给他，照照。钟义，他默默推回手机，转移了话题。昨天看见楚先生涉足了夜总会的事，我就觉得今天你应该还会过来找我们，你应该判断得出这里算是我们的一个窝点，所以我是在这里等你的。楚哥，我压根不知道这里是什么窝点，只是纯粹来吃饭的。钟义，我高估你了。楚哥道：“我之前憋了一肚子话，无论问林武阳还是张其仁，都感觉不是太合适的样子。你是我妈介绍的人，正好见到了，也就不去纠结了，想问一些事情。”钟义夹了块炒肉吃着，他们说你没异能，直到现在我看着也没有，倒像是练过功，所以你爸妈觉得你应该好好过正常日子，写书挺好的，能做自己喜欢的职业赚钱，很多人都羡慕。当喜欢的东西变成职业之后，那喜欢就会毁了的，就像喜欢的女人变成老婆之后。楚哥，钟义道：“我看你不但还很喜欢，而且更喜欢了，天天万更，元气满满的样子。”楚哥当然更喜欢了，因为那已经不仅仅是爱好或者职业，已经成了爱情。我好像不是来跟你探讨职业的。楚哥无语道：“不管我有没有异能，练过功算不算那种大力气的筋肉异能？反正我问问这里的事情，应该可以吧？”“当然可以。”钟义笑道：“其实超能力的来源很早了，不是这几年的事，光是探讨这方面的影视都可以追溯几十年前，只不过当时的能力非常罕见，偶尔出现个别也形不成什么影响，只能作为超级英雄故事的存在，有些索性就泯然不为人知。”楚哥点点头：“所以是这几年井喷了？”“对，可以称为灵气复苏。我们认为很早以前地球存在灵气或者仙气、元气、魔力，各种称呼指向的类似的东西，在世界各国留下了神灵或仙人的传说。当然可以说曾经古人蒙昧，对于无法理解的大自然想象和寄托，这不重要，各种理论撕了这么多年，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即使曾经没灵气，反正现在有了。”楚哥嗯了一声，秋无忌之前都能感觉比前一次的灵气浓了，可见这灵气是不断在变得浓郁的，虽然总量对于秋无忌而言还是稀薄，但造就一些能力变异好像不成问题。至于古代到底有没有，这不重要。钟义道：“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明显，造成的变化也越来越大，所以令尊令堂早年普普通通上班下班，把娃带得这么大，这几年忙的人都看不见了。”原来如此。楚哥抚额，知道这变化的原因吗？正在研究，暂无结论，这也算是这些年来的重点课题了，各国都非常重视。唯一可以定论的是，以这灵气浓郁的速度来看，想要满街异能复苏是不可能的，至少几百年之内依然是少数存在。楚哥吐槽：“那为什么我随便出个门都能见到？我室友室、邻居室、同学室，连读者都有人室。有种东西叫超凡者聚集定律，也有种东西叫主角光环，你觉得是哪种？其实并没有多神秘。假如你是个普通人，自然不会跟着我们去夜总会看戏，那一切见闻都看不见了，更别提亲自参与冲突。所以不是你出个门都能见到，而是你自身特殊，才会看见别人见不到的见闻。”楚哥想想有道理，如果自己和张其仁本身没什么特殊，还不是一直都认为月影是个陪酒女，那地下黑拳的世界永远不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但那死胖子隔着网线给我一拳怎么说？如果你是普通人，你只会觉得上网太久了产生幻觉而已，就像别人看见阿俊在脸上写帅字，只会骂他秀尼玛那傻逼。当然他们这些盲目暴露的行为并不可取，一般我们不支持这么做。他们也是和你一样的编外人员。不是，其实连我都未必算是。顾若言想收编我们拒绝了。钟义笑笑：“我们只是一群既不想过正儿八经的公职生活，又不想给有钱人做狗腿子，又不想利用能力做坏事，偏偏还不甘平淡，觉得自己那点没屁用的异能总要有点用吧的一群逗逼。”楚哥 为什么感觉和自己也有点像？一群差不多的人，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凑在了一起，算是自娱自乐，也算抱团取暖吧。试着接过一些有趣的单子，还帮警察抓过通缉犯，于是也有了些小名气。外面称我们黑屋，感觉我们是个什么神秘组织，哈哈哈。楚哥木然道：“外人是不会起这种绰号的，这要不是你们自己骚包自称的，我头都可以拧下来当尿壶。”钟义是自称的，投票撕逼了好久，最后认为这个名字比较有神秘感。其实起因只不过是因为有一天某人被在书友群发露点车，被关了24小时小黑屋。楚哥低头吃饭，暗自回忆自己什么时候关过人那么久。不是你的书，别想了。真以为你的书友都是异能者啊？是因为你最近比较火，才有几个爱看书的跑去看你的书，然后才加了群。不知怎地，明明挺没面子的真相，却让楚哥大松了一口气，挺好。钟义道：“我和官方联系的多一些，投了档案，接受了考核，
算个编外。实际也不怕告诉你，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黑屋少点事，省点心。官方真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其实我们本来也会配合，这是应该的。那林武阳怎么不找你们？他还嫌人手不够，是不知道你们的身份。钟毅哈哈一笑，知道是知道，顾若言有和他说过，这不是信任度不够吗？和我们对接的又不是他。林武阳压力也大，怕全员内鬼，他还混个犊子，一旦出了差池，帽子都要丢了。他顿了顿，很认真道：信任度是需要培养的，如果他知道之前报警的是我们，估计就好很多。他现在知道最后来人的是你，所以信你。你可以跟他说报警的是我们黑屋，以后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我们，我们会帮的。楚哥点点头，行。实际上国家异能人是很强的，只是具体到地方就捉襟见肘，这也没办法，还需要一定时间，比如真把我们吸收进去，那就钟毅忽然抬头想了想，那也没屁用，我们的异能全是傻逼。其实楚哥觉得他们的异能还挺牛逼的，比如那脸上写字能对秋无忌生效，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即使只生效了没用的部分，那也很厉害了。只是他们自己可能没意识到，或者没遇到过多强大的对手来印证这些。而隔着网线打人这个，虽然平时大家玩梗玩多了，好像习以为常，仔细想想也很牛逼。顶级黑客也不可能通过对方网上说句话就直接锁定对方的位置，而这人已经做到了。楚哥忍不住道：那胖子这个能力用于搜寻通缉犯，简直掉炸天了。钟毅失笑摇头，他自己能打出去，却不能说明白那到底是啊。以前更糟，完全不知道对方那是啊，现在大致可以判断距离远近了。比如他现在能知道你很可能在南疆，却不知道具体地址，不然还不给你上门送刀片啊。老子天天万更，为什么要给我送刀片？眼见都要上战力榜了。楚哥气道：我不就是爱断章了点吗？钟毅斜着眼睛看他不说话。楚哥干咳，反正也就是锻炼高了，就越来越脱离逗逼属性，实用属性就会高起来。当然，但谁知道需要练多久，又有多少瓶颈限制呢？大家都是懒人，差不多就得了。楚哥好奇问：那你是什么异能？方不方便说的？一般来说保密，但你妈，反正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问你妈估计也会告诉你，瞒你意思不大。钟毅笑笑：我不会痛。楚哥一时半会甚至没听懂，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不会痛，是不是一个乍一听好像有用，仔细想想用处没有想象中的大，甚至有副作用的破异能？钟毅淡淡道：痛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生物的保护和警醒机制，一旦失去，后果未必是好的。楚哥沉吟不语。钟毅道：我甚至不敢试试，我是不是不会死？又或者是锻炼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死？所以你挺羡慕那个游戏角色的，可惜我不是。钟毅没有多说自己，转而道：倒是如果你想要锻炼却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来我们这里练，不但有些设备器材，还有人一起交流探讨。楚哥怦然心动，之前想找他，这就是其中一个目的吗？他有些犹豫地道：但我的能力并不希望被人周知，我们又不会往外说。楚哥还是摇头。钟毅想了想，笑道：也没什么，大不了你戴个面具来，本来就有人不喜欢被人知道真实身份。楚哥奇道：你们有这种成员？钟毅笑笑：有2-3个，都是我们信得过的人担保的朋友，但即使如此，大家依然不信任，比如昨天的行动就不可能带着这样的，而他们也不计较，只是为了有个交流所在。其实很多异能者都会有种莫名的孤独感，需要同类的交流。楚哥吁了口气，理所当然，那这种很适合我。异能者是孤独的，楚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细想却有些意思。另外，从黑屋这样的模式看，很可能还存在其他躲避官方之外的异能组织，比如当初穿墙人，那应该也是有个组织的，他说过有圈子，甚至可能会有大组织，南疆不可能尽扩。他想了想，又问：锻炼的地方在哪？钟毅露出怪异的表情：就是这里。楚哥，我都说了这是个窝点，单单吃饭的地方配用这个称呼吗？钟毅痛心疾首：你爹妈那么厉害的人，轮到你怎么就憨憨的呢？楚哥面无表情：爹妈很厉害吗？从小也没觉得过啊。等等，不是，谁说我憨憨的了？至少我知道你不是刚刚接触顾若言的。楚哥板着脸道：你这些口吻，和官方接触不知道多少年了，组织这个黑屋可能都是受委派。钟毅怔了怔，尴尬的笑笑：差不多吧，原来也不算很憨啊。楚哥道：既然这里就是，说明老板夫妻也是异能者。他们什么异能啊？做饭类的。难的吧？能让人觉得食物非常难吃。开饭店的这异能啥用？反过来才对啊。等等。楚哥神色抽搐，这就是周围没有其他饭店的原因。钟毅不吱声了。恶性竞争啊，你们。那老板娘呢？她能让所有食物看起来亮晶晶的，这能力已经被我们禁止使用了，跟在脸上写着我有异能有什么区别？楚哥，果然都是一群没点屁用的异能，至少正常情况你想不出他能用来干嘛。老板那个用来坑对手，仿佛是他的唯一用途了。不过下次带邱无忌来的时候，或许可以让老板娘露一手，说不定邱无忌会很开心。怎么连这都能想到邱无忌？没救了。楚哥掰了下脑袋，似乎要让他回正一点。那现在方便带我去看看锻炼的地方吗？并不方便，因为我不是一言而决的领导，只是一个牵头人，加一个面具人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需要通过大家的意见。
此外，你最好也回去考虑一下编一个身份，搞一个面具再来。说者无心，楚歌却仿佛有一道电光劈进脑海。你说身份？钟意奇道：当然啊，你总要介绍一下吧，不需要说现实身份，好歹也来个代号，擅长什么等等。不是这个，话说你能不能帮黑户搞身份？钟意斜睨着他，你这是买了越南老婆回来？真是越南老婆倒好了，起码有据可查，再麻烦也总能有正规途径落户的。秋无忌那个难搞多了，甚至楚歌连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道不是，反正就是没身份的人，搞个户口，你们有没有办法吗？钟意欲言又止，看上去简直憋了一肚子 MMP， 想说话到嘴边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好，不管你是越南老婆还是大变活人，你给份资料，姓名、年龄、证件照什么的，其他的我来想办法。楚歌狐疑，真有办法？我问了好多人。钟意更加无力了，有，厉害啊，钟哥，手眼通天哈！楚歌一下就跳了起来，我这就先回去准备，稍等2天，过2天给你发。目送楚歌兴冲冲的离去，钟意翻着白眼，无力吐槽：是，我手眼通天，不就是转头把资料转给你妈吗？说的多难似的。话说你爸妈藏的可真严实啊，连这都没跟你说。钟意摇了摇头，悠然吃着已经冷了的小炒肉，忽然失笑，有意思。楚歌风风火火的回了租屋，打开文档就是干，这不赶紧报，更把邱无忌拉过来，还等个啥？更新小助手提醒您，楚大更新了今天第3章。群里有人不咸不淡的提醒了一句，大家没放在心上，看书的看书，水群的水群。现在楚歌第3更很常见了，基本1章3000多字，3更1万，差不多每日标配，比某些短小无力1章2000多一共2章的好太多了。如果那些短小无力的写个主角是写手的话，应该会把自己万更的梦想寄托给那个主角吧。只不过楚歌今天的第3更来得有点早，这才半下午呢。楚大今天不会第4更吧？忽然有人问。想多了，那是个黄金蒙都不加更的货，稳如老狗。黄金蒙大佬在不在群啊？怎么从来没见冒泡？有人扒了，以前是个写手来着，铺了好几本新书，太监跑路了，忽然打赏了好多书，估计回家继承亿万家产，回来打赏鼓励其他写手了。圣光啊！楚歌瞥了一眼群聊，心中感觉怪异无比。自己说林武阳现在浑身散着圣光，别人觉得张其仁散着圣光，然而在人所不知的背后，这俩现在其实是一光一影，正在相对。话说被张其仁这个黄金蒙炸来的新读者也有点多，群聊2000人都满了，楚歌不得不搞了个超级年会，扩群至3000。就为了群扩大点，多花这么多钱，资本家捞钱果然不讲道理。上传章节时顺便看了眼数据，均定9000多了，万定徽章指日可待。可是完全没有兴奋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因为追求已经不是这个了。如果说现在对成绩有期待，最大的期待是印证之前的猜想，越多人看的书，世界存在感就越高，相辅相成。嗨，黄金蒙大佬在不在群关我啥事？我家邱宗主怎么这2天都不冒泡了？呜，秋秋，我要秋秋，我也要秋秋啊！大家真默契，要的都是秋秋，不是季季。楚歌关群，继续码字。邱无忌的结盟本来属于暗盟，但由于内鬼的存在，一早就已经等于明盟。邱无忌并不在乎，以雷霆手段压下不服者，联合谢城主等人纠合联盟，共商对付火狱宗大计。其实还有鬼中鬼，有表面支持同盟，实际暗地里想捅刀子的。书中剧情邱无忌起初并不知道，只是心中对所有与会者都有着警惕而已。后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内鬼终于被邱无忌发现，并将计就计，玩了一出蒋干盗书的把戏，让内鬼给严千烈传递了错误信息。然而实际看过大纲的邱无忌比谁都清楚这些事儿，内鬼已经提前知道了，如果他不想按剧情走，直接一剑杀了那个内鬼就行，或者提前就开始让内鬼传递错误消息，剧情是不是也改变了？楚歌按部就班地推进着剧情，心思早都飞到书中世界去了。他会怎么做？邱无忌什么都没有做，之前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言语无状崩人设，都导致了天道试图修正。如果再改变既定轨迹的话，邱无忌很怀疑这真的会对楚歌造成影响。以前也有这么怀疑过，如果书中剧情大乱，轻则书会出岔子，重则楚歌本人会出岔子。具体什么形式暂不可知，但邱无忌已经不敢再试，隐隐有种不愿去想的念头。自己的挣脱天道，独立成人，本质上应该是与楚歌相冲突的，属于天道之下的变数，是天道应该抹杀才对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家是敌人。楚歌这是一直在帮助他，与他自己为敌。这么一想，好带感，也让邱无忌心绪复杂。他看着面前的天元宗宗主陆远章，憋了好久，终于还是说出了既定的台词：陆宗主辛苦了，火狱宗在小坟灭天的行动，劳烦多加关注，火狱宗事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陆远章慨然应默：邱宗主放心，此非云冀宗之事，乃天下正道之事。邱无忌笑得无可挑剔，无忌素知陆宗主高义，心中在想：我不想应付这些人了呀，赶紧把这段带过去，我要去闭关啊，混蛋！邱无忌倒也知道，其实他带不带过没区别，即使他一笔带过，自己还是必须经历这些，成为戏份之外的剧情而已。便是他写的7天后，自己其实也是足过了7天，只是他在那头缩短了等待时间，自己却短不了。不公平，为什么我就不能缩短点时间？咦，
其实可以原身在这里应付分魂出去玩的，只不过刚刚回来没多久，神魂还有些疲惫，不足以继续跨界穿梭。但这并不是一定需要时间来恢复的，还有其他办法的呀。我们云极宗没办法，别人有啊。啊，陆宗主稍等，本座有一事相求。正要离开的陆远章奇道：何事？邱无忌取出一份莲花瓣，听说陆宗主手头有迅速恢复神魂疲惫的归元液，我等剑宗虽有类似之物，却不太擅长，效果不佳。此乃幽水清莲之瓣，颇有神妙，对陆宗主修行有益，与陆宗主置换一瓶归元液如何？好说，小事一桩。陆远章呵呵笑道：说什么一瓶，在下身上带得3瓶，便都给邱宗主了。不过邱宗主注意，此药连续服用，药效便大打折扣了。有劳陆宗主。邱无忌神色平静地接过3个白玉瓶，目送陆宗主出门，直到对方消失在天际，才忽然变得笑嘻嘻。为了取信我，多给了2瓶，内鬼还是很有用的嘛。外面楚歌奋盘疾书，为了报更努力呢。哪知道剧情之外还有这种细节展开。提醒更新小助手，楚大更新第4章了。卧槽，群里炸了！楚大今天吃什么过期春药了这么猛？这还刚傍晚呢，今天会不会有第5章？难道这是为了之前的黄金盟加更？楚歌略微休息了一下，揉了揉肿胀的脑袋，瞥了眼时间，也就5点多，暗道还可以再写一点点，晚饭过后再补半章，今天还真能5章，拼了也要让邱无忌这段剧情早点完事。正这么想着，身后就传来气鼓鼓的声音：谁允许你把榴莲吃了？楚歌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在幻听，将着脑袋转过身一看，邱无忌穿着衬衫牛仔，叉腰站在身后，眉眼含煞：你是师傅，我是师傅，都可以擅自决定练习方式了，你说要怎么罚？楚歌眨巴眨巴眼睛，我觉得应该要动态练习和处罚相结合，比如说用师傅的脚来踩之前用榴莲滚的地方。邱无忌一把将他从椅子上拎了起来，怒目而视。楚歌柔和地看着他，低声道：真好。邱无忌抽了抽嘴角，想说这话很恶心，可话到嘴边却没能说出来，变成了：你元气满满的在家更不是，写完再教训你。码字哪有师傅重要，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今晚也无更。黄昏，楚歌和邱无忌迎着晚霞漫步在小区周边，说是说出来吃晚饭，可路过了好几家吃的，两人连看都没有看一眼，仿佛这出门只是为了走路。那个天元宗的归元液啊，原来还有这茬。楚歌顺脚踢着路边小石头，带着往前走。这样的话，我应该写你们宗阳长老炼制出新的神魂给养之药，以后就不用去找别人买了。邱无忌忍着心中怪异之感，是不是太赖皮了点？有人当众乱说在这个世界才说的话都不嫌赖皮。邱无忌微微偏头，咕哝道：本来就不想按照你的设定走，自己私下怎么试图改变都可以，对外公然的还是注意点吧。比如你如果在那世界爆出什么地铁出租车的，也实在太违和了，无法形容。邱无忌撅了撅嘴，哦。楚歌被萌到了，低头踢着石头，不吱声了。路边有一片落叶徐徐飘下，邱无忌顺手接着，落叶在掌心飘动，任由傍晚的风吹拂，却没有飘走，就像一只在掌中起舞的蝴蝶。看见落叶，才意识到秋天到了。邱无忌忽然道：你们这世界比我们那边热，一直以为还是夏季。我也没概念，之前也以为是夏末，过了7夕才知道立秋都过去了。你呀，四时不清，五谷不分。我会写书。邱无忌翻了个白眼，没理他，依然看着掌中落叶，微有笑意。他喜欢秋天，那是属于邱无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度过的第一个秋天会是怎样的体验？楚歌偷偷看着他的笑颜，含糊道：不公平，你手里有东西，我都没有。邱无忌听得有点懵，不就一片落叶吗？你捡一片不就是了？你脚上还踢着石头，我还没有呢。口中便问：你要拿什么？这个。楚歌壮了壮生毛的胆子，伸手捉住了他另一只空着的手，这就公平了。邱无忌愣了一下，居然觉得自己也挺想握着的，他干嘛紧张兮兮的，连肌肉都绷住了？下一反应才是，好像我应该揍他才对的，这是登徒子行为。但是第一反应已经过去了，隔了1秒才发怒，又好像很怪异。邱无忌闷头不说话，就这么牵着手，两人都低着脑袋，一个踢石头，一个看落叶，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反正又不是没牵过。邱无忌偷偷听着他的心跳，感觉他心跳的比自己更快，都快蹦出嗓子眼了似的，不由又有点好笑。真是的。嗨。楚歌清了2下嗓子，找个话题转移注意。我妈介绍了一个能人，他好像能帮你搞到身份。咦？邱无忌这心思真被转移的彻彻底底，真的可以吗？我也搜过很多，感觉这真的很难。应该可以，一些大家不太清楚的特殊操作，他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楚歌简要介绍了一下自己了解到的状况，又道：话说你做身份的话，还是用邱无忌这个名字吗？邱无忌愣了一下，当然啊，有问题吗？楚歌道：总感觉这名字在仙侠正常，在现代就怪怪的。邱无忌柳眉倒竖，现代就要叫顾若言才比较正常对吧？啊！楚歌脸都绿了，女人的思维逻辑怎么是这样的？我没那个意思啊。邱无忌仰着脖子看天，有什么可怪异的？你四面楚歌到现在不也活着？楚歌，那我们去拍个证件照。邱无忌狐疑，
你该不会想骗我领证？楚歌被呛得哭笑不得，你怎么连这都知道？邱无忌哼了一声，才不会告诉他自己很早以前就搜过住在一起算不算夫妻，有答案说领了证才是合法夫妻。这世界真奇怪，夫妻还要别人颁证许可的。不过这是好事，说明清清白白。楚歌笑道，你没身份，想领证都领不了。邱无忌迅速反驳，谁说我想领证了？楚歌道，那我们去拍证件照。为什么强调证件照？总感觉你话里有话的样子，不像单纯说需要证件照的事。因为证件照才能让你看上去没那么仙女下凡，真让我发生活照给他们，我还不肯发呢。邱无忌，楚歌拉着邱无忌跑进照相馆，照相大叔倒吸一口凉气，有一手啊，小伙子，女朋友真的漂亮。楚歌笑眯眯的不搭腔，邱无忌臭着脸也不搭腔，感觉现在连解释都难了。美女头低一点，再低一点，对，偏左一点。邱无忌忍气吞声，他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明明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了，被他说的反而歪。哪来那么麻烦啊？咱们的留影法宝随便照一下就完事了。咔嚓，闪光灯亮起，邱无忌如蒙大赦就要跑路，又被楚歌笑眯眯的拉住了。等会，来张合影。邱无忌神色不善，还说不是骗我领证。没，谁家领证用全身照？全身？对，来，站这里。邱无忌看了过去，却是一张山水画的幕布，看着假得很。这玩意拍出来能看？能啊，还可以做点后期，搞得云雾渺渺，就像身处仙山一样。来试试，效果怎么样？邱无忌愣了愣，有些异动。在青山云雾缥缈之中，和他并肩是怎样的？他下意识跟了过去，站在楚歌身边，手又不知不觉被他握住了。哎，靠近一点，对，再近一点。照相大叔循循善诱。哎呀，美女不要那么腼腆，一下就好了。哎呀，分那么开不上镜，破坏镜头结构的。楚歌听的简直想给他赏个盟主，太懂事了这。第一次拍照的邱无忌显然不懂那么多，大叔说什么他就忍气吞声照做，不然破坏镜头结构吗？我们的留影法宝都不要这样。什么破相机？笑一下，茄子。咔嚓，镜头之中，邱无忌抱着楚歌的手臂，挨得紧紧，带得他的手都快陷进沟里去了。两人同时露出傻乎乎的笑容，看上去很蠢，也很纯，真难看。现取了照片，离开照相馆，邱无忌臭着脸，一张张的看自己的证件照，根本不像我。楚歌笑眯眯的，不像就好，要的就是不像。这都不像了，那怎么确定是我？粗看不像，细看还是你啊。楚歌还是笑眯眯的，他看手头的合影看不腻，合影上的邱无忌才像呢，不但像，还甜。邱无忌知道那照片什么德性，很是羞耻，不想多看，看他那德性就没好气，踢了他一脚，恨恨道：去吃饭了。这照片处理之后，有没有那么一点像你们云继宗？切，云继宗比这好看10000倍。邱无忌道：有本事你就穿进去，在那边留个影，那才是真的。这话好像也有点意思，本来这个世界是真的，书中是界算假的，但这照片里的青山白云只是幕布，是假的，那边的云际青山才是真的，那边的邱无忌才是真身，横压一世的绝代宗主。楚歌出神的想了好久，微微一笑，总有一天我会进去的。吃饭的时候，楚歌边吃边低头操作手机，在给钟毅发资料。资料很简单，就是邱无忌，女，年龄，你想设定几岁来着？楚歌犹豫地问邱无忌。邱无忌拿着筷子在饭上戳，这次现在牵完手了，吃饭开始玩手机了。听他发问，才愣了一下，是哦，几岁来着？本来是1万，不对，其实不到1万了，就9000多，也不对，18岁领9000多，反正到了这里要另外编过一个。邱无忌忽然高兴起来，就18吧。楚歌，怎么？你那什么表情？别，师傅大人，您在装嫩，那做过多年宗主的气质摆在这，说小姑娘没人信的，起码也得是25往上的白领才行。你多少来着？28？那我就25。楚歌也笑眯眯的，可以，小3岁挺合适。邱无忌瞪眼，楚歌迅速低头发信息，资料发你了哈。邱无忌，女，25周岁，生日5月20。520是书中就这么设定的生辰，其实还设定过未时一刻，即13点14分左右。邱无忌以前没想过什么特殊，如今看着倒觉得这厮应该另有用意，便问为什么给我设定这个生辰。楚歌还是笑眯眯的，你都那么会搜索了，自己找。邱无忌负气吃饭，特意跑出来就被他骗着牵手，骗着拍照，还各种气人。对面钟毅发来了一串问号，邱无忌是不是你书中女主角？咦，你也看我书啊？我没看，听阿俊他们扯过，什么要看邱无忌，要被邱无忌踩，脑子有坑真是。黑户吗？之前的名字什么翠花招娣的，我总得起过一个像样的，就用我书中女主角的名字应付一下。之前问邱无忌要不要改个名，就是知道别人会这么问，反正不改就不改，该怎么圆也是早有的预案了，能交代的过去。钟毅显然也不会真当这是女主角从书里跑出来了，只是笑道：你对这书女主还挺有感情的啊，给人起名都用她的。那是自然。照片发你。对面没声音了，好半天才回了一句：
你这越南老婆哪买的？介绍一下，我也买个。不能喝就做小孩那桌。算了，等消息吧。你自己的事呢？面具什么的搞个，身份编个，明天找你。一般晚上来好点，晚上我们成员大部分有空，白天不好说，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你今晚忙？是有点忙，等会看看吧。楚哥转头看看邱无忌，他板着脸自个儿吃饭，已经都快吃完了。忙什么？码字，人生大事。楚哥关了微信，转头就看见邱无忌神色不善地盯着他看。谁是翠花招娣？这不是应付别人随意扯的吗？再啰嗦我就加设定，邱无忌在修仙之前本名招娣。哦，邱无忌收回踩在他脚背上的脚，父神了不起啊！楚哥陪笑，没，还请师傅多多指教。说到父神，邱无忌想起正事儿，便懒得和他玩闹，问道：你那个神念降临，自己能控制吗？当时真的觉得恐怖，如果不是他放水，自己真的有种思想要被修正的感觉，无可与抗的镇压。在那一刻，自己就如蝼蚁，倔强地看着天辰。还好是他。楚哥道：感觉那个不算神念降临，算是一种作者对作品的修正意识。我形容不出来，有点类似于我写了一句话，然后感觉这话不合适，又修改了。邱无忌道：反馈在真实世界里就是天道干涉吧？可能差不多，但我不知道怎么主动达成，总不能每次你做变数，我去镇压你。目前为止你只能和我有所交互，有没有感觉别人的变化想要修正的？别人没有变数，自然不会触发。楚哥想了想，倒是偶尔会有一种俯瞰之感，感觉众生如蚁，千丝万缕尽在掌中。邱无忌不确定地道：这么说来，可能你多修炼下去就可以主动了。楚哥道：感觉应该可以，有这个苗头了，只是不知道需要多久。邱无忌心中的震撼感无法言喻，他这真的是悠悠天道，掌控众生命运啊！已经从抽象的写作到了意识干涉了。他自己仿佛还没意识到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对于一位修士来说，这种感觉真的震撼，都不知道自己要修行多久才能触摸到类似的境界。他若能主动降临，自己还踩得了他脚吗？怕不是要被他反过来揍。等等，邱无忌忽然道：你若尝试主动观测人间，目光多放在别人那里，别一直往我这看，失之偏颇，肯定是没什么好处的。楚哥听着觉得有道理，颔首道：下次我尝试多凝住在楚天歌或者严千烈他们身上试试。邱无忌暗自吁了口气，专门偷窥我还了得？万一我在洗澡呢？楚哥哪知道他都想那儿去了，笑道：哎，我们去买辆车怎样？晚上就经常可以出来兜风，平时有事也不用挤公交。邱无忌颇感兴趣，好啊，我看张其仁那辆不错，挺大，能装不少东西。楚哥，我说的是自行车，张其仁那种很贵吗？如果按照法宝分级的话，他那辆大 G 大概等于周长老他们的明光剑，很荣幸比不上你的秋水凝碧。而我现在只是一个入门炼器弟子，正在做宗门任务，换一把制式长剑。邱无忌奇道：那破车能升天吗？敢和本宗天下知名人人渴求的明光剑比？品牌价值来说可能差不太多，起码天下知名人人渴求这点上差不太多。那其他铁皮车呢？便宜的倒是有，我大学毕业那会儿也考过驾照，等下次稿费发了，那个黄金蒙到账了，倒是可以买便宜的，但车位好像买不起。邱无忌，我觉得你还是跟我回云际宗混算了，起码听个出行法宝是不收零食的。楚哥揣手：我们能考虑2个轮子的不？买不起奥迪，可以先试试雅迪。2个轮子。邱无忌目光落在餐馆门外，其实日常很少看见那天的自行车，街上不需要辛苦脚蹬的电瓶车来来往往，小区里停的也多为此类，构成了此事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画卷。他忽然觉得这挺好的，就像那天在他的后座上感受江畔的风拂过，轻柔凉爽，那是此事第一次体验的初秋。那就电瓶车吧。他说：给你省点力气。楚哥道：难道不是你日常买菜省力？邱无忌道：我不学这个，我要你带我。话刚出口，似是觉得这话有点撒娇味儿，他急忙补救：徒弟为师傅驾车不是应该的吗？楚哥没有回答，只是怔怔地看着他，直到看得邱无忌想发飙的时候，他才灿然一笑。好，这种2800的是电动自行车，现在新规是速度上限25迈，不能加装篮子，不能后座带人，不能带人，直接 pass。楚哥指着另一边长得很像摩托车的，那这种呢？这种是电轻摩，需要驾照，戴头盔，报摩托牌。摩托驾照我倒是有，不过咱们南疆现在禁摩吧？城区部分路段禁，电轻摩的话，大部分地段还行，那种能到100多迈的不行。电驴都有100多迈的了。楚哥深深感到了知识的匮乏。那要多少钱？不贵，1万多。那这个轻摩呢？这款5800，不过这个电池是铅酸的，不如上这一款锂电的，也就多几百，6300。既然都这款了，不如上这款续航更好一点，还有智能感应锁，也就6800，5000预算进卡吧，一加加到9万8。只打算掏2-3千买个小电驴的楚哥，不知不觉就掏了6800，心都在滴血。新一波稿费是挺多的，可惜还没到账，这几天又要吃土了。只能说泡妹子真的需要钱啊！和张其仁搭伙那半年加起来可能都没这1-2个月花的多。
吃土归吃土，当电驴悠然行驶在江边路上，迎着徐徐晚风，感受着后座上秋无际的清香，楚哥心情就变得很好，感觉6万8都值。张其人，谁啊？不认识。唯一遗憾的是秋无际太强了，他根本不需要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揽着他的腰，自顾自侧坐在那儿，平衡性比谁都强。是不是应该想个办法忽悠一下，让他别太自大了，安全为重。秋无忌正低头翻来覆去的研究楚哥刚刚在路边摊顺手买的2个面具，觉得这面具挺萌的，可惜不像一男一女。这胖娃娃挺可爱的，有名字吗？楚哥沉痛地道：其实我曾幻想过你认得他们。秋无忌奇道：我为什么会认得他们？之前群里那帮二货给你发车的时候，我曾梦想你下载了1小时的葫芦娃，看完很严肃地批评我，这么大的人了，不该看这么幼稚的东西，我会又惊又喜地接受批评。秋无忌，事实证明他们太诚实了，居然给你发的真车，能不能告诉我哪一部？秋无忌切齿：楚哥，你是不是想死？楚哥迅速转回正题，所以这是葫芦娃，那个头上黄色葫芦的是3娃，等会我带；蓝色葫芦的是6娃，等会你带。秋无忌语气揶揄：因为你比较黄。楚哥，你回头退了群聊行不？已经被他们传染成啥样了？秋无忌道：那你说说什么用意吗？3娃是刀枪不入娃，我到时候就说我是这个异能；6娃是隐身娃，你的异能不就是编瞎话吗？还难得倒我们写书的？有没有拍人脑袋娃？隐身只能干看着，没意思啊。如果不是必要，你还是少出手吧。哦，其实2个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必须少出手，但2个人都下意识这么认为，也许是内心深处还是有些虚，终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太惹眼了，总是不好。秋无忌便有些犹豫地问：真让我一起去？连林武阳都知道我身边有个女的存在了，钟义那边更是托他办身份的，瞒着意思不大，还不如大大方方承认是个异能者，反倒少些猜疑。写书的心斗脏，喂，争霸的女宗主跟我说这个，可别说我写的呀，你当时自己也想。哼，只是觉得你还不算傻。秋无忌低下头，手掌在2个面具上轻轻抚过，面具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旋即消敛。楚哥似有所觉：你又施法，不会缩短驻留时间吧？秋无忌没好气道：这点小法术至于吗？这次什么法术？让他们无法看穿面具，万一有会透视的怎么办？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施法的地方是衣服。骑你的车！秋无忌恨恨道：我的术法还能改声线，让人听了分不出你的原声。那饭馆老板听过我们的声音，你个白痴想到这一点了吗？楚哥咕哝：真当他们修仙的呀？饭馆人来人往的，鬼记得你的声音。晚上8点半，本就没多少客人的小饭店，此时更无人迹。老板夫妻百无聊赖的在柜台里玩手机，忽见有人开门而入，抬头一看，一对葫芦娃。钟不离介绍我来的。葫芦娃说。场面足足安静了3秒，老板面无表情。钟不离说要让大家表决一下，我在这提前表态，同意了。老板娘也说会用这种面具的逗逼和这伙人天造地设。楚哥奇道：你们连我名字都没问，还要什么名字？老板娘道：难道你不应该就叫3娃？楚哥，好他妈有道理。他沉痛地拍拍秋无忌的肩膀：我们进去吧，6娃。秋无忌很想说，在那边我言语无状，真的不是故意的，再和你们接触下去，我在那边说话前都得先好好想一想，才知道秋无忌本来该怎么说话了。聊这么2句，老板的游戏送了人头，索性直接挂机，我带你们进去。他推开后门，走进备菜的小院落，带着楚哥2人绕出后院，又到了另一个2层小破楼。楼是大家集资买的，这些年接了几单赚了点，基本都丢这了。老板道：我姓金，大家很少用名字称呼，他们叫我大厨，虽然我做菜一般。可楚哥道：其实还可以，大家一般有事都聚这里，如果黑屋算个地点的话，那这小楼就算黑屋吧。金大厨打开小破楼大门，里面倒是灯火通明，一点也不黑。和楚哥原想象的居民楼不同，这里不是住宅客厅，一进去就感受到了一种健身房的感觉，到处都是很类似健身设备的东西，角落还有电脑。楚哥一眼就看见一个胖子在电脑面前玩游戏，那个脸上写字的青年正在镜子面前对着镜子练习怎么给自己脸上写字，而钟义正在和一个面具人下棋。那些看似健身设备的东西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是你们的练习？见金大厨带着楚哥2人进门，钟义也不意外，楚哥来前给他发过信息，他让楚哥直接和老板说的。他头也不抬的继续下棋，口中笑道：你带着他们进来是表示同意的意思？金大厨道：反正你担保，有问题找你呗。正在下棋的面具人道：我自己也是面具人，当然必须同意。钟义喊：阿俊你呢？写字青年转头喊：胖子你怎么说？胖子道：问问他看不看小说，要是牛头人就给一死。楚哥诚恳道：我是楚天无忌的忠实读者，最爱秋无忌，秋无忌是我老婆。死！秋无忌拧着他腰间软肉，顺时针又逆时针，面具下的俏脸恼怒无比。您是搁这等着了是吧？写书的心都脏。那边青年和胖子听了却是大喜过望，异口同声：我们通过了。钟义正在对面具人道：你说这些人奇怪不奇怪？别人抢老婆打得死去活来，
这些二货一听有人抢老婆，简直如同见到了知己。黑屋只有一条公约，不得泄露成员的任何情况给外人，无论是谁。所有的行动全凭自愿，爱来不来。无事的时候，黑屋这里只是作为一个大家练习和休闲的场所，并不是时刻全员都在。此时还有3个不在，一个正常成员，另2个也是面具人。也就是说，黑屋一共就9个人，其中3个面具人，加上楚哥2个，也就11人，面具人扩大至5个。很小的组织，摆宴席都只能刚凑一桌。个人都通了名，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写字青年叫万子俊，本来职业不是种地，而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不知怎么做着做着，这文案做脸上去了。自从发现异能之后，万子俊想能做个超级英雄，结果逗逼异能不但没做成英雄，反而差点在公司社死，没办法只好辞职，跑乡下继承了爷爷留下的几亩地种田，稳定给超市和金大厨供货。除了辛苦些，收入其实还挺不错。当然会选择接受这个遗产，也是和楚哥想的一样，在郊外锻炼异能相对方便。一般情况，万子俊也很少来黑屋，毕竟住得远。今天是特意来见新人的。胖子的名字很胖子，叫潘达，这也是个无业游民，因为他是游戏打金的。大家在聊天，角落那一排电脑就在自动挖矿，全是外挂。不是，您这到底是把这里当锻炼异能的地方，还是当游戏打金工作室了呀？这年头还有人在挖里挖矿啊？楚哥看得很惊叹。怀旧服很多人玩吗？怀旧服老板多，当年的学生党现在都有钱了，出手阔绰着呢。胖子潘达看着楚哥的目光变得更友好，这不但看的同一本书，还玩过同一个游戏来着。网虫的爱憎就这么简单。三娃，加个 Q 呗，我拉你进同事操哥。楚哥装着听不懂，那是什么？大家一起草楚哥那个断章狗的地方。邱无忌在面具下面笑嘻嘻。楚哥弱弱道，我觉得还是要对楚大尊重一点点，人家书写得好，也不断更，一码归一码。潘达笑道，那个群很好玩的呀，还有管理 cos 邱无忌，学得有模有样，可惜这2天没怎么冒泡了。楚哥故意道，指不定人家真是邱无忌呢。做梦没醒吧，三娃。潘达摸着肥下巴想了想，忽然笑道，话说我们操哥也就算了，真是邱无忌又操哥，那是不是骑着他的父神自己动？邱无忌笑嘻嘻的表情僵在了面具里。楚哥惊为天人，下意识护住了老腰。万子俊正在问邱无忌，六娃怎么不说话呢？说你个头啊说。邱无忌忍着拍死胖子的心思，深深吸了口气。你们看不出我是女的吗？真以为在你们的破群里什么荤话都乱说的。潘达胖脸也僵了一下，这不怪我呀，你戴个面具迷惑性太大了，身材好没用啊，第一观感怎么都是一葫芦娃，还是那种 Q 版歪头娃。话说脸是葫芦娃，身材也是个葫芦，那就是铁葫芦娃啊。邱无忌切齿道，听说你们这里有异能锻炼的设备，我们不甚向往，因此加入。所以你们所谓的锻炼就是在扯屁吗？我们这就是在锻炼异能啊。潘达指着自己的电脑，理所当然地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看见对面的傻逼，想不想隔着网线抽他一耳刮子？我这是在累积情绪。楚哥，是。万子俊拿着镜子不停在脸上描，我这也是锻炼啊，如果不锻炼，你们谁能在自己脸上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字来？1、2、3不算啊。邱无忌，是写不出来，我们也没打算在脸上写字。楚哥实在按捺不住好奇，你这个异能最初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想起在自己脸上写字的？有次看球赛，写中国队必胜，结果那场居然赢了。楚哥，我觉得这不是异能导致的，或者说你的异能应该达不到这程度。嗨，虽然笑话冷了点，你也不用这么正儿八经。万子俊微微一笑，就像我们也不会问你们怎么发现异能的，大家多少有点自己的秘密。楚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对潘达笑道，所以我的 Q 就不加了，我毕竟是个面具人。真没劲。潘达蹲地回了电脑上，你们自己玩，我去群里调戏邱无忌，你慢慢群里找去吧。万子俊道，胖子，我们赌一下，今晚楚大有没有5更？潘达，多半有。楚哥，我赌没有。潘达不服，今天楚大吃春药了，肯定有，赌些什么？楚哥诚恳道，你的胖脸给我打一下就可以了。潘达跳了起来，赌了，我也不打你，只要脱了你的葫芦娃面具就行。楚哥露出极为憨厚的笑容，成交。邱无忌一肚子火都忍不住发笑，楚哥这个赌绝对是天下最不要脸的赌，又当裁判又当选手，就像在那个世界和严千烈的赌约一样。老作弊了。楚哥也在看邱无忌，两人眼中都是笑意，都觉得这个组织压根就不像个组织，和一个随便玩乐的群聊聚会有什么区别？楚哥参与的出了名吃饱没事干的网络作协，都比这个有组织一点。不过这也正好，正合他们的需求。异能者确实是孤独的，能和一群类似的人聊聊天挺好，还能戴面具不露身份，不影响生活。楚哥寻思回头 QQ 搞个小号，把他们都加一下也不错。怎样？钟意笑眯眯的出现在身边，咱们这没什么压力吧？楚哥无奈道，人是挺好的，不过我主要是为了练异能的。怎么说啊？感觉这些设备就是健身房而已。这一层确实也就等于健身房，异能者如果需要和人敌对，至少身躯反应要跟得上，不然被人阴一拳头就挂了，还玩什么？这里的健身设备都是很顶级的，只不过这群懒货用的少罢了。
楚哥想想自己家里那台跑步机，确实不适配如今的修行了。金钟罩这种肉身修行，天天搁那打坐也确实怪怪的。看看这里不仅有全套健身设备，连沙袋都有，倒也值得来。只是离想象中的有些落差，好像外面写着白金汉宫，走进去迎面站着一排 KTV 公主。邱无忌却发现了滑点，这一层是，也就是说楼上另有乾坤吗？钟意拍拍楚哥的肩膀，学学六娃，不但心思细，说话还古典。楚哥，上来看看吧，还是有点意思的。钟意带着两人往楼上走，顶楼天台设置的是梅花桩之类的给人练步法的地方，然而从来没有人用过，浪费劳资的钱。二楼是一些特殊设备室，主要是锻炼精神用，还有一些锻炼元素、感知之类的。虽然我们黑屋一个玩元素的都没有，先备着，这才有点意思起来。楚哥暗道这些设备一般人不可能弄得到，钟意这里多半是官方支持的，其他组织可能另有渠道。异能发展这些年，对能力的开发锻炼或许比能力本身还重要，而且居然有梅花桩之类的设施练步法，这真正切中了楚哥的需求。忽然觉得这逗逼地方没那么逗逼了。这里，钟意推开一个小房间，里面是一些电子仪器，一个椅子，一个头盔被各种仪器吊着悬在椅子上。做 CT 呢？楚哥吐槽。差不多。钟意道，头盔可以通过脑电波检测，大致判断你的精神强度，选择不同的压力也有一些锻炼精神的效果吧。楚哥有点兴趣，这个测得出具体是什么异能吗？测不出，异能千奇百怪，无法收集正确样本，这个只能大致判断一下精神强度，也不是很准确。钟意转头看看楚哥，眼里若有深意。你要试试吗？楚哥颇有些跃跃欲试，他确实对自己的异能情况非常感兴趣，想要了解清楚的念头已经扎根好久了。看了眼邱无忌，邱无忌点了点头，寻思邱无忌阵场怎么也不会出问题。楚哥放下心来，坐了上去，戴上头盔。怎么弄？钟意启动了边上的按钮，你会感觉到精神压力，然后用自己平时驱动异能的时候那种精神感觉去对抗，感到不堪负荷的时候喊停就行。随着话音，楚哥果然感受到了一种精神压迫，这种感觉有点熟悉，就像邱无忌发怒的时候，那眼眸瞪视就能让人魂海翻涌似的。用平时驱动异能的感觉去对抗，平时没驱动过异能啊。码字时偶尔感受的那种俯瞰之意算不算？楚哥尽力去回忆那种感觉，却始终不得要领。平时那种感觉也是无意的，从来没有主动达成过。现在又不是在文档前写书，脑子里完全没剧情，就更体会不出了。但精神压力却越来越大，好像孤零零站在平原上，前方万马千军冲阵而来，冲天杀气震的人瑟瑟发抖，想跑都腿软尿裤，想尖叫都失去声音。这不是幻想，只是心理压力的直观类比，压力达到一定临界，人会疯的。邱无忌认真起来，看着楚哥紧紧捏着的双拳，不行就退啊，死成什么？他转头看了一眼钟意旁边的仪表，上面的光点跳跃，从1颗星点亮到2颗星，未曾点亮的还有10颗。钟意正在说2星相对比较低，还行，比入门水平好一点。咦，星星开始乱闪，又像是1颗，又像是2颗、3颗、4颗，无从定数。楚哥身处巨大压力之中，闭上了眼睛。什么千军万马，只是自己脑补的，无非像是零上价钱等数据。那会儿压力太大，脑补太多东西，睡不着，也码不了字。凝神静心，想想剧情，说不定就可以了。今天的下一章要写的是陆远张暗影炼狱火，邱无忌一剑斩龙魂。好，脑补中的千军万马变成了狰狞的火龙，炽热的高温席卷而来，仿佛下一秒就要将楚哥熔成飞灰。楚哥睁开了眼睛，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层层云雾，如同在极高空之处俯瞰下去，下方青山流水，微不可睹。在青山之下，云际宗地下重地，面对龙口的人是邱无忌，一剑在手，如贯星辰。还没等他看得更仔细一点，滋滋升起，设备短路了。楚哥愕然拿下头盔，看见的是钟意见鬼一般的神情，只看见星星乱闪乱闪，然后设备就烧了。这什么？精神力爆表，超过设备承受极限。宁哥这眼七龙珠呢？不对啊，不是这样的，星星怎么闪也没超过4、5颗的界限，后面几颗从来没亮过，也就是说他的精神力再不可捉摸，也最多就是4、5星的程度而已。那设备怎么短路的？他有控电异能？邱无忌抄着手臂站在一边，瞥眼斜睨着钟意。咱们黑屋的唯一公约，不得泄露成员的任何情况给外人，无论是谁，对不对？钟意半张着嘴，看着冒烟的仪器，半晌才傻愣愣的点了点头。弄坏人家设备的楚哥没好意思多待，拉着邱无忌先行跑路。那个，改天再聚哈。如果要赔东西 下次有任务单子可以喊我看看。说完一溜烟跑了。赔不起啊，这装了个大逼有什么用啊？钟意连再见都忘了说，看看跑路的楚哥背影，又看看短路的设备，形如梦游。他真的没想过，居然有人能把测试机搞短路了，然后他居然还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泄露给楚哥的妈算不算泄露给外人？目前来说还是先别说，万一人家母子俩一对，自己这左右不是人。钟意并不是官方人士，他对楚哥至少有一句没有说谎，接触官方对他的意义只不过是为了这个逗逼小团体少点事，而不是多惹事。算了，钟意摸着下巴想了半天，忽然失笑，真有趣。
楚哥骑着电驴，带着邱无忌一溜烟离开了黑屋，路上自己都有些冷汗淋漓。之前的压力犹如实质，真的难挨，都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我说，他有些干巴的问：“你在外面看着，看得出是出什么事了吗？”邱无忌坐在后座玩面具，随意道：“看得出啊，你精神力差不多是4到5段的样子，但由于你的精神凝注于另一个世界，反馈出来的看上去很不稳定，仅此而已，没什么复杂的。那是怎么把测试仪器撑爆的？我看见了你，难道你干的？不是我，也不算是你，你的精神怎么可能实质化到了这种程度？”邱无忌悠悠道：“那只是所谓的电波传感，被一个世界认为域外入侵的自我抵御，倒举而回罢了。”楚哥，邱无忌想了想，笑道：“或者换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说法，那个电波是在对抗一整个世界的力量，不炸都万幸。”楚哥道：“那个世界，我没在码字，也能在我脑海具现。”邱无忌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是我们需要始终探索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构建世界的是你，不是你的电脑，和你在不在码字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我的父神是电脑还是文档？是你啊，楚哥。”楚哥沉吟不语，默默骑车，听起来真牛逼。两人各自思量，也没再多言，一路默默到了自家小区。楚哥停好了车，哈哈一笑：“有车一族。越看这小电驴越靓仔。”邱无忌也觉得小毛驴越看越顺眼。自家的仔吗？不对，谁跟你是自家？邱无忌气鼓鼓地摁了电梯上了楼，一进门就把楚哥灌在了墙上，切齿道：“你拉我进你的破群，是不是藏着那胖子说的猥琐意思？”楚哥人都傻了，刚才还寻思那么高大上的话题，这一回来怎么就画风突变了呢？他恨不得一拳揍在潘达的胖脸上，痛心疾首。你怎么能听那死胖子挑唆？如果真是邱无忌操哥，那也是你带工具，不是我 TM 都在说什么？邱无忌揪起他的衣领一甩，如丢炮弹一样把他整个人丢进了房间。死去打你的坐，明天开始每天去黑屋练习2小时。楚哥砰地砸在地板上呻吟：“等等，我要先洗个澡，1小时后再说。”邱无忌抱着衣服一溜烟进了卫生间，因为卫生间本做征用了，反正半夜偷偷洗你也是偷听，没什么区别。门关上的瞬间，楚哥还听到他在咕哝：“无耻淫贼。”这一夜，楚哥听着格林哗哗水响，打坐都打得心猿意马，绝不是在歪歪邱无忌洗澡的样子，而是在思索哲学和数学问题。为什么女人洗澡需要1个小时就多2团肉？为什么要多几倍时间？深奥的问题深深困扰着楚哥，百思不得其解。码字存稿，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远处的黑屋，潘达不断刷新着书页，都快哭了，居然真的没有第5章。潘达永远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等到作者更新已经够气人了，还要被人打。这个赌局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点问题？不过当他看见打人的三娃转头去打沙袋的时候，潘达就开始庆幸刚才脸上那一拳可真轻。那货手上也不绑绷带，也不戴手套，就那么一拳过去，50公斤的塑胶沙袋就飘得老高，跟没重量的牛皮袋一样。打完居然还喊太轻了吧这个。那边钟义脸色跟吃了翔一样。潘达衡量了一下，好像自己也没比这沙袋重太多，也就多不到1倍吧。要是真挨了这么一拳，能少飘多高？沙袋砸了回来，那三娃看似也没什么经验，就那么直挺挺的又一拳打过去，结果一拳没打中中心点，沙袋打着旋儿咚的撞在了他脸上。潘达看了都禁不住下意识的抖了一下，结果三娃结结实实挨了一下，好像有淡淡的金光闪动，也就捂着鼻子揉了揉，继续哼唧哼唧的上前打拳，还在说轻是轻了点，过暂时先这么练着。潘达小心翼翼的回去玩魔兽去了。怪不得异能是刀枪不入，感觉真三娃都不一定有这位凶残，以后可千万别得罪这位爷。而且这位爷还不仅打拳，其他杠铃啊什么的，所有练肉的项目一个不拉全做过去，完了还要去天台练桩子，也就精神锻炼没有去。当然了，这种筋肉男练什么精神啊？总之那勤恳锻炼的态度能让整个黑屋羞惭。没关系，以前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么用功过。万子俊刚开始更兴致勃勃，没几天大家就躺平了，很正常。楚哥也不知道自己这劲头能持续几天，目前看来和在家里练习那些日子也差不多，除了要骑小电驴过来之外，没什么太大区别。精神不是不练，是他考察一圈之后，感觉这里的精神锻炼方式对自己没太大用处。邱无忌所说的断魂之法才是真正适配自己的东西。虽然见效看似很慢，慢就慢吧，有用就行。天台的桩子设施倒是好东西，还是电动桩，能动的，既可以踩在桩上练步法，还可以在下面练习闪避桩子。中医说闪避和跑路是异能者必须首先研究的课题，然而整个黑屋会这么练的只有楚哥一个人。必须研究的课题，那你怎么不练？楚哥问钟义。因为我不会痛。那也会死啊。我也想试试，一旦某次没闪开，是不是会死？楚哥无言以对。接下去的日子变得很规律。楚哥每天码字之余，有空了就来黑屋练练，没事就回去调戏邱无忌，感觉跟朝9晚5，晚上去健身房练练的上班族们也差不多了。洗澡的时候看着镜中的自己，楚哥有时会有些恍惚，这肌肉已经开始起线条了，按理这时间不算长，锻炼没这么快，这与结合了经中照运行有关吗？功法帮助调节肌肉到最佳状态。镜子里的人好帅好精神啊，这真的是我吗？是，
这是有了秋无忌之后的我。秋无忌很少来黑屋，偶尔陪他去了也就站在一边看，什么都没练。他的大部分时间躲在屋里看书刷剧，混群聊，管书评，以及研究各种食谱做饭。看那懒洋洋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小模样，还抱着一只小猪抱枕，一点都看不出早期我要认知这个世界的意思了，像是一只被安逸休闲的生活磨平棱角、躺平等路的废猫。可楚哥比谁都清楚，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真身正在纵横捭阖，秋水凝碧剑下浸染血色。这算是你的劳逸结合？楚哥洗澡出来，擦着头发问。秋无忌面如平湖的看着电视里男女亲嘴儿，懒洋洋道：一半一半吧，我在研究怎么写书，看书刷剧都是为了这个。这叫我开始练功，你开始写书，我们角色互换了。楚哥觉得很有意思，笑道：有点东西啊，真打算接我的枪，自己写自己？我自己不能写一本新书吗？我已经很懂了。秋无忌道：我也想试试创世的感觉，而且可以赚钱不是吗？楚哥看他那副差点没插会腰的样子，沉默了一下。你知道世上有多少写手吗？秋无忌随手抓起手机搜了一下，口中道：几万个吧，万里挑一这种事，本座还是很自信的，就算我是新手，搜索结果赫然显示，截止目前，全国网络作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750多万人。秋无忌，楚哥，这个其实和当初看抗日神剧差不多，实际没人手撕鬼子，实际也没有这么多写手，但这是你自己搜的，不是我骗你哈。楚哥干咳两声，悠悠道：写小说死路一条不是白说的，你要是想体验一下创世的那种感受，可以试试，赚钱先别指望了。但我还是在白用你的钱。秋无忌道：那时候抢的1万我看差不多了，等身份做下来了，我就去开书，总得试试。楚哥脸颊抽搐了2下，岂止差不多，你这段时间买了多少衣服鞋子包包，心里没点数吗？哎，要换季了，没办法。楚哥一屁股坐在秋无忌身边，陪他看电视里的男女你侬我侬，咱俩谁跟谁就别提钱了。秋无忌转头看他，在这个世界独立存在，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你也这么说过，都是工作，替资本家工作还不如替我工作，不是一样的？我搜过了，这叫家庭主妇。秋无忌板着脸道：别想忽悠我，我们没到那关系。楚哥痛心疾首，老子明天就去把度娘杀了。秋无忌抱着小猪抱枕，出神的想，黑屋那边说是会接单子赚钱的，这几天怎么没有？这个钱可以赚，他们几年了也就几个单子，平时还是有自己工作的。楚哥道：反正你想写书就写吧，等你扑了我们再议。秋无忌伸手去揪他腰，你就这么诅咒我扑？哎，楚哥迅速防御，抓住了他的手，我只是说如果，你没有说如果2个字，就算说了那也是诅咒。你电视里正传来对白，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秋无忌半句话都被斩断在喉咙里，默默不吱声了。那手还被他握在手里，两人都好像忘记了这一点。他的小手在这夏季并不热，凉凉的，软软的，握着如玉一般舒适，握着就不想放。你都摸我手了，他忽然说。楚哥如梦初醒，秋无忌看着电视，目光飘忽，教我怎么写书？我看你那大纲一层一层的，门道真多。楚哥神色怪异，所以这关系 buff 又叠了一层新的。大纲这东西不是必要的，很多大神不做大纲的。秋无忌的房间里，楚父神、被粉丝要签名的作家、修仙徒弟、写书师傅、明练者哥搬着小凳子坐在他旁边，开始指点。大纲的最大意义其实是让你明确你要写一个什么故事，主角要做些什么，经历了什么，取得了什么结果。这个过程简要的列明白了，就是最初始的大纲。如果你心中有明确的故事线，就可以不需要这玩意。所以你想写一个什么故事？秋无忌两眼圈圈中，我想写一个女侠斩妖除魔的故事。这不是故事，回忆一遍我刚才的话。秋无忌眼里的圈圈开始扩散，主角要做些什么？我的主角要斩妖除魔。他经历了什么？经历了斩妖除魔。楚哥取得了什么结果？成功斩妖除魔，是吧？啊，是的。这不是故事，只能叫做一种题材。楚哥道：假如你想写一个女主从书里跑出来的故事，这只能叫一个点子，一个设定，不叫故事。秋无忌和楚哥之间发生了些什么才叫故事？秋无忌好像有点回魂，你想和我发生什么？你下流。楚哥捂脸，这徒弟我没法教。秋无忌气鼓鼓地看着他，你都摸我手了，行，我再试试。楚哥抓过小手摸了2下，秋无忌下意识反应，一拳揍在了楚哥脸上。第一阶段教学结束，故事说不通，咱们先搁一边，先说人设，从人设上也可以构建出剧情来。比如你的女主是个怎样的人，有什么追求和理想，她是因为什么经历而变成这样的性情，那么从她的理想与追求就可以构建下一步走向。秋无忌鼠标点击，你干嘛？找你的秋无忌人设稿。楚哥，我 TM。 不对啊，你的设定里也没写我经历了什么，就设定这性情。因为背景和凝注点不同，你的过去只是一个强大的标签，天纵奇才，带领宗门蒸蒸日上。至于你一路怎么修行，怎么披荆斩棘，这个尽有读者脑补就可以了，不需要写明。
这样我后续反而有发挥的余地，就像在白纸上挥洒，随时可以添一句秋无忌有文清气，秋无忌有贤妻良母属性，别人又不知道你以前什么经历，就比较容易接受下来。那你还叫我做这种设定？你要写的是女主角，你的秋无忌不就是女主角？楚歌捂脸，这徒弟我没法教，你都摸。楚歌先一步做出了防御姿态。第二阶段教学结束。算了，这样我们先构建人物关系，从人物关系上也可以组织出剧情来。比如说，你的女主角出山遇上男主角，这个男主角是个什么人？此刻他面临着什么情况？女主角遇上了，是帮助也好，是误会也罢，这第一个剧情就出来了。然后展开男主角什么背景，他关联了哪些人，哪些势力，都有些什么诉求，回头再深挖女主角自己的身世又关联了哪些，交织一下，一张剧情网也就出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家里干嘛的，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日子不也过得好好的？楚哥，你再编故事，能不能先忘了我们现实的事情啊？我只是觉得你说的和我体验到的不一样嘛。你在体验生活，生活是平淡且枯燥的，天天柴米油盐一样过日子，而我们在做的是编造故事，需要各种剧情起伏，这不是一回事。不是说故事来源于生活，我当你徒弟的时候，有没有你这么会顶嘴啊？楚哥气得在屋子里打转转，最后抓起小猪抱枕摁在邱无忌脑袋上顶着。邱无忌顶着抱枕，这也是练平衡。不，老人说以行不行，这是让你补补。楚哥你能了是吧？砰砰砰砰，一阵鸡飞狗跳之后，楚哥两眼圈圈的趴在了地上。邱无忌，你欺师灭祖，我也是你师傅。邱无忌气哼哼地道，不跟你学，你自己也是个半扑不扑的，我自己写，就不信我不能写。楚哥沉痛点头，相信自己。我说的是相信自己，还会来求我教的。邱无忌打开了群聊，去码你的字，我看群友聊天去，他们什么都懂。群友，秋秋我的秋秋，蓝色小药丸被管理员邱无忌禁言1小时。群友也靠不住了，邱无忌一肚子郁闷没地方发，忽然想起自己的头像这么多天了改好了，便找上门去要头像。喵，我的头像好了吗？对面沉默了好一阵子，忽然拉了一个讨论组，把邱无忌和一位陌生画师拉在一起，这是我们找的画师太太。然后又发了一张表格，麻烦填个3等星人物头像表。邱无忌，他气不打一处来，这都多久过去了，感情你才刚找画师，还有这什么表？上次你不说要填，这时候了还填表？我图都给你了，照着画就完事了，还填什么表啊？不好意思，这是规定。邱无忌，他终于体会到了潘达隔着网线打人的心情，转身去了楚歌房间，联系一下潘达，让他帮我打个人。楚歌，只要他打了，我就给他解除禁言。你烧糊涂了，我给他下单子，你群里解禁，不是明摆着告诉他我们是谁吗？楚歌无语道，被谁惹了这么大脾气？点娘做头像的。楚歌想了想，先登上 QQ 大号私聊蓝色小药丸熊猫头，一天天被禁言，想不想做管理啊？他就禁不了你了。潘达大喜，楚大你就是我永远的光。主要我看你在线时间很长。对，我泡在网上的。吃铺区我一定给你盯好了，谁敢开车看我不拍死他。不是这个，帮我和点娘打交道吧，那边磨洋工的很烦人。没问题。蓝色小药丸被提升为管理员。邱无忌私聊，他们太气人了，我的头像都10几天了，才刚拉讨论组，还要填什么破表？蓝色小药丸，邱宗主放心，包在我身上。邱无忌邀请蓝色小药丸加入讨论组，楚天无忌角色卡牌讨论组，一物降一物。楚哥转头对邱无忌笑，我可以预见我们的角色卡牌会是全世界最效率的。邱无忌的心情变得好了起来，笑眯眯的，写书的果然心都脏。喂，你现在也是个准写书的？邱无忌眼珠子转了转，声音忽然变得有那么几分妩媚。师傅。楚哥浑身打了个激灵，怎么？我寻思了一下，师傅刚才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道理一套一套的很唬人，再教一点好不好？楚哥神色严肃，义正辞严，如果你把那猪头抱枕顶着，我就勉强再试一下。这副钢是一定要趁机震的，不教就不教。邱无忌变了脸色，哼了一声转身走人，等本座写出来，吓死你。楚哥目送他的背影离开房间，小心肝荡到现在都没平复，刚才那一刹的妩媚真的销魂蚀骨。他忽然想起什么，小心翼翼地拉出大纲人设栏，找到邱无忌栏目，鼠标在一段看似空白的地方划了过去，显示出了被隐藏为白色字体，平时看不见的词内妹。话说邱无忌这副确实很想学写书的样子，楚哥本来想说你去卖字画都赚得盆满钵满的，也不去说了，人各有志嘛。邱无忌这明显就是想学习创世，而不是单纯想赚钱，也不是纯粹学习写作，否则他现在对世界的了解程度，赚钱方式还真的不少了。真想写书，他也不需要学习怎么编故事，只需要把他本人以前经历过的江湖事当自传讲述出来，或者把知道的别人的趣事讲讲，即使没什么写作手法，估计都挺有趣，顺便还能做楚天无忌的前传或番外篇看呢，多好。但这就依然只是那个世界的故事补完，邱无忌的心气儿显然想要的是自己创世，不是为他做补充。可惜楚哥觉得以邱无忌这个脑回路，想自己编故事挺难的，他就不是编故事的人吗？楚哥还是愿意帮他这把的。
想了想，自己知道怎么写，但叫人的水准确实可能差了一点。没当过老师嘛，不像邱无忌经常指点门下，教人修行轻车熟路。看来得给他找点教材。以前张其人收集过很多，不过楚哥都没去看。楚哥一直觉得这玩意不是靠人教的，但从当初张其人的进步来看，还是有用。是不是向张其人要一套来看看？不知现在的他这些玩意删了没？试着问了张其人一句，没有回音，估计在忙没上线。楚哥出神的想了想，又进了扑街开车群，找群里大神取经。写书？大神们回答：那不是有手就行。楚哥，打开沃德就是干啊，想太多没用。楚哥，写书这东西其实和颜值是负相关的，像我这么帅的就比较扑。哎，这玩意求不来的，学有什么用？群情汹涌，怪不得了，昨天掉了军定，原来是因为我又帅了，难怪我今年上不了。白金，原来竟是我的颜值阻碍了我。楚哥，谢谢大家认证我群内最帅。群里安静了一下，过了几秒，有人发了一张截图：万定大佬，你在说什么？群里不少人没达到呢，你妥妥是比较丑的那一波了。楚哥揉了揉眼睛，那是万定徽章，截图显示的书名是楚天无忌。万定了？啥时候的事？你不会不知道吧？有人惊奇地说：你也是绝了，自己的成绩居然要别人告诉你，你这一天天的都在干嘛呀？对了，进来就问写作教学，该不会在泡什么女徒弟？该人家是大佬，这猜得多准啊！楚哥义正辞严：我像那种人吗？我这不是想充充电吗？学习进步，那东西没用，打开沃德就是干。得，又绕回去了。此时张其人的头像才滴滴滴响了起来，楚哥点开一看，对面发来了一个链接，我自己以前收集的那些已经删了，这是某空论坛上的写作心得精华合集，多少有点用。不过我觉得你最好别看，你有自己的风格和路子，别看着看着被人带歪了。楚哥很是感叹：谢了兄弟。哈，张其人发了一个笑哈哈的表情：我忙不聊了。楚哥还是忍不住问：最近你同学盯我盯得紧，明明卖他人情了，还把我当 boss 看。不过最近他焦头烂额，我也轻松不少，能做点别的。不跟你说这个了，爸爸。楚哥在想，当时讨论说张其人一旦多鸟，可能还漏了一条，让林武阳陷入后续各种收尾麻烦里，没空盯他了，方便行事。也不知道那个被拎进去的王家公子什么情况了。林武阳当初欲言又止的想让自己帮点忙，到现在差不多1周过去了也没联系。楚哥摇了摇头，不去想这些麻烦事，转头把链接发给了邱无忌。好东西，你研究一下。邱无忌下意识以为他开车，点进去一看很是满意，乖徒弟孝顺。谁是谁徒弟啊？喂！楚哥气道：至少这件事上我是师傅。好，师傅。楚哥。邱无忌不理他，乐滋滋的看链接去了。打开之后眼睛又成了圈圈，链接里面怎么还有这么多链接啊？多就算了，邱宗主随便看本道经还更多呢。然而随便点开几个链接看看，有的说法还是相反的。就拿大纲来说，有人说必须做大纲，甚至必须做细纲，有人说不要这东西限制自己的思维。这听谁的啊？创世果然好难啊。邱无忌想了想，索性不看，反正这些人也没创世不是，不如自己打开文档直接写。邱无忌开始写书了。次日一早，楚哥刷着牙，斜着眼睛路过，又换了个角度斜着路过。邱无忌坐在电脑面前，板着脸看着只写了3行的文档，切齿道：你再在这里走来走去，我就把你从楼上扔下去。没，这主角名字不错呀，就叫主角。一时想不出名字怎么了？剧情先列一下，等会再想名字。楚哥眨巴眼睛，姓楚怎么样？这个姓很飘逸的，小说大姓，多为主角。没见你楚哥多飘逸。我这个不行，但有很好的呀，楚留香什么的。邱无忌犹豫了一下，楚留香这个名字还真挺好听的，就是有点花花浪子的感觉。其实就连楚天歌这种名字都很不错的，看来这个姓确实很主角。他犹豫地问：姓楚好像是可以，也算给你面子，名字呢？你有什么好主意？楚哥藏着笑意：你觉得呢？你的书嘛，你的意见为主。邱无忌陷入了沉思。楚哥刷着牙回了卫生间，慢慢想，以后咱孩子名字就在这了。学区房买哪来着？正做梦呢，手机铃声响了。楚哥接起一听，对面中意的声音传来：那个身份搞定了，你是要给他单独落户呢，还是挂在你的户口下面？楚哥一个机灵，差点没跳起来，忙问：挂我户口用什么关系挂？不是亲属也可以的吗？只要户主同意，出具书面证明是可以挂靠户口的。虽然不提倡这么做，主要会引发一些纠纷，一般挂不上去，但你要的话，说个远亲就可以了。挂，必须挂。楚哥翻出自己孤零零的一页户口本，大喜过望，这就是一个户口本上的人了。就说远房表妹。得 buff 又叠了一层。钟意仿佛都猜到他会说什么，他也不意外，3娃和6娃不在一个户口上才奇怪好不好？行，那你带着你自己的材料来一趟。身份搞定的大事惊起了冥思苦想主角名的邱无忌，他一溜烟从房间里出来，好生对敬礼了李仪容，坐上楚哥的电驴直奔派出所。
想不到黑户办身份居然比点娘画个头像还效率。邱无忌很是感叹，这就是差距啊。楚哥嘴角抽了抽，没回答。他也有些出神，从书里跑出来的人居然真的要有身份了。他这次驻留时间也非常长，都1星期了，好像永远不会回去似的。这一天天的存在的越发真实。不知道忠义那边给他安排的什么身份。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到山沟沟里，刚被解救。楚哥看着邱无忌档案很是无语，就他这细皮嫩肉仙气出尘的，这身份谁信啊？忠义袖手道，把你视为人贩子的话呢，是不是忽然有点合理性了？楚哥，邱无忌道，好像很合理。楚哥，忠义打量邱无忌片刻，叹了口气，你真该戴面具，这长得比证件照好看100倍，走到黑屋去那些人怕是魂都要没了，然后你这身份证还叫邱无忌。邱无忌微微一笑，没有回答。这个世界夸奖别人的外貌好像司空见惯，对他来说还是不怎么习惯。那个世界大家含蓄多了。其实无论哪个世界，他都不喜欢别人把关注点放在他的容貌上。不过目前来说，自己其他引以骄傲的东西正是需要隐藏的东西。算了，哼，等我码字成审，可以夸的点就有了。连主角明都没想明白的邱无忌信心满满。忠义道，这个只是留存档案，被拐卖之类的又不会公开，需要谁相信？公开认证的身份是你远房表妹，挂靠在你户口里。对了，这远房亲戚多远啊？楚哥极其严肃，5福之外。邱无忌没有反驳，自己是他创造的，算亲属，但又没有血缘，所以本来就该算是5福之外的亲戚关系嘛，没毛病。户口就这么上去了，身份证还要制作，隔天才能拿，也可以寄。楚哥也没有多留，留下地址，拿着户口，带着邱无忌，心情复杂的离开。邱无忌在后座拿着户口翻来覆去的看，心情也一样很复杂。户主楚哥，家庭成员邱无忌，户口地址不是租屋，是楚哥搬离的老宅，在市区老城区来着。其实这是有房族。除了和户主的关系是表妹之外，单单看着这玩意，总觉得和领了结婚证都没什么区别。户主家庭成员看着真怪。对了，现在有身份了，好像是真的可以领证的了吧？表妹啊！楚哥骑着车，语气颇有些喟叹地说，等身份证下来了，去银行开户吧。你真的已经是个现代人了。邱无忌沉默，手机微信绑他的号，用他的银行卡，如同缠绕在他身上的菟丝子，好像还在昨天。现在已经可以拥有自己的账户了，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然人了。你没有一点失落吗？邱无忌忽然问。有啊。楚哥笑笑，有那么一种女儿长大了的感觉。环评。邱无忌没好气道，我有了自己的身份，不再依附于你，随时可以离开，去哪里都可以。你不知道吗？是啊，女儿长大了也就是这样的。你失落是有点的。楚哥语气郑重起来，但是邱无忌，这就是我们这2个月来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啊。邱无忌默然。楚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失落多一点呢，还是欣慰多一点。其实吧，我居然没有太多实感，或许因为这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慢慢获得的吧，少了点滋味。果然玩游戏不能作弊啊。邱无忌无奈道，没见过希望给自己加难度的，你以为是修行挑战啊？就凭你一个天天窝在家里码字的写手，靠自己怕是折腾几年也搞不定这个。反正过程不重要，这个结果是我们需要的。楚哥骑车到了小区，慢慢停了下来。你的身份独立了，希望你的生命也是。邱无忌看着他的背影，久久无言。曾经偶尔会有种念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跟他这么亲近，但这一刻不需要再想了，多半与他那句设定关系不大的，因为他真的全心全意在帮助自己。人非草木，岂能无心？今天我们这边是农历7月15了。楚哥忽然道，我们两边时间线不太一样吧？应该没到你和严千烈决战之时。还没。邱无忌道，里面的时间是随着你的剧情走的，和现实时间无关。不过也快了。可能是我理解不了你的心境吧，一直觉得大事当前，你还在这里琢磨家长里短的，很违和。邱无忌微微一笑，这么想赶我走啊？不是那意思，我在研究你的创世之意呢，这对我而言才真正是寻求突破的好途径。修行的事你就别管了。邱无忌走向电梯，马尾一摇一摇，我一定会写出来的。片刻后，楚哥看着文档上楚小秋的主角名，无力吐槽，无论是作为主角还是作为咱孩子的名字，好像都差了点意思。邱无忌斜睨着他，怎么名字返璞归真才好，主角设定是贫家女就该如此。像你这样楚天歌邱无忌太降气了，一看就是故意凑的诗词典故，居然意外有 TM 那么点道理。楚哥哭笑不得，行吧，按你想的来，存个几张稿子，等身份证到了你就可以点娘发书了。忽然觉得楚小秋也没什么不好，怎么也是2个人的名字合体嘛。楚哥偷偷看了眼邱无忌的侧脸，觉得这不应该是他会愿意用的名字，按理即使自己提出也会被驳回才对，结果居然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不是意味着算了，想太多小心被打。但楚哥心情还是很好，哼个小曲子回了自己的房间码字。2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敲击键盘的声音隐隐回荡，像极了曾经和张其仁合租的日子。楚哥曾经怎么脑补也不会去想，
自己找个女朋友，居然会是一起载码字。不是女朋友，哎呀，反正差不多了。总之，当画风真的走到一起码字这一步的时候，楚哥却一点都没觉得违和。携手的生活或许永远都是一个模样，也习惯了这个模样，挺好的。秋无忌写了3天稿子，合计5章，每章2000字，合计10000字。这一天，身份证到了。秋无忌以一种迎接严千烈决斗的肃穆心态，打开点娘，注册了作者账号，认认真真的填写每一份资料，点击发布了第1章，紧张的期待入库审核。楚哥也暂时搁下自己的事儿，坐在一边陪着等。现在这个入库审核很快的，最多1小时，快的话秒过。秋无忌有些小紧张，该不会不过审？一般不会，不过审只有2种情况，一种是第1章有明显的敏感问题，另一种是语句都不通顺，比 AI 还不如。要知道，就连 AI 写的都常常能过审入库。秋无忌对这个倒是有信心的，他只是不会编故事，不知道小说写作手法和要素，不代表文笔不行。真要比起文字优美，扯起诗词骈文来，他能吊打100个楚歌。结果2人紧张的期待了10几分钟，站内短信来了，对不起，您的作品未达到入库标准，请再接再厉。秋无忌人都傻了，哈？楚歌挠挠头，他也觉得这第1章不说故事有没有人看，起码文字很厉害啊，开局骈4俪6的一片风景，找个古人来也不过如此了，这文笔怎么可能未达入库标准？他想了想，硬着头皮找到自家编辑，把秋无忌的第1章发了过去。编辑大大麻烦帮忙看看，这我表妹的文入库都没过是什么原因？哪里触发敏感词了吗？编辑沉默片刻，回了几个字：我们不收文言文。这怎么是文言文了？啊？怎么是文言文了？秋无忌悲愤地揪着楚歌的衣领子，这明明就是白话，只是写景用了些骈文而已啊。楚歌也有点头疼，说文言文吧，肯定是不对的。其实他这文风属于古白话，4大名著的风格也是此类。你要是去看《西游记》，第1章就茫茫多的诗词歌赋，看得头晕，但其实大部分叙事和对话还是挺白话的，对现在来说，最多称一句半文不白，离文言还是有点差距的。这种风格，楚歌肯定不看好他的成绩，然而本来就对成绩没期待，也就让他发了。倒是没想到会被打回来，入库都入不了。毕竟自己不是编辑，也不是审核组，大家的审稿标准不一样。归根结底是开篇那段风景骈文太过火了，没必要秀得这么凶残，老老实实写个巍峨青山不就完事了？你搁这有一篇负担到此景，什么江水迢迢，不知渔樵何在，云雾深深，依稀童子归来，足足200-300字，再扯这个，没必要，真没必要。秋无忌咬着下唇，神色悲愤。我想了好久的，这也是必要的风景衬托。我看过几千年的故事画本，都这么写。看了几千年，楚歌挠头。这么说来，还真不好搞。秋无忌这么多年养成的阅读记忆和书写信件之类的文风，属于根深蒂固的了，不是说改就改的。在这世界看小说也没看几本，肯定覆盖不了万年根基。话说，你当时不是还刻意研究过我的文风啊？看故事去了，文风不就那样？秋无忌坐在床沿发呆，而且我还看了那么多道经和古文，又回去了。你说话倒是适应的很快啊，写怎么就不行呢？说话不一样啊，有环境的。写文就不能那么写啊？你也不会在书里写你群聊时说的那些什么露露，给我透一下吧。楚哥，倒也是。秋无忌委屈，难道我要疯狂看书，寻找现代文风的感觉？这么着吧，你若是不用自己的风格，刻意模仿他人风格，能办到不？可以试试，模仿你的。你发的女评就模仿女评大神的吧。其实女评那边也讲究文字优美，只是大家的优美方式不太一样，你研究研究。楚歌道，如果模仿我的话，那得发男评。男女评主要区别是什么？女性主角和男性主角，这是个视角带入区别。另外还有风格取向的区别，女评更讲究感情，男评更讲究事业。当也不是一概而论，女评也有大女主事业文，男评也有恋爱狗粮文，然而细节还是不同，视角和思维方式。秋无忌头都大了，停。楚歌只好道，每个行当看上去简单，研究进去都很多门道的，这就是隔行如隔山。话说你连男女评都没分明白，确定要写下去？秋无忌想了想，你们这边分的确实细致，有针对不同读者的细分，我们那边，你说如果我不在这发表，拿到那边去发表传播，算不算？以本作的影响力，旬日之间传得天下之文还是很容易的，我还可以找研究书知道的人合计合计。楚歌慢慢张大了嘴，如果你在那边写书，书里构建了一个世界，这娃套的，我试一下再说，不行再回来想办法。秋无忌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我这次也留得够久了，先回去几天。这征求意见的口吻听得楚歌有些小满足。户主吗？楚歌也没强求，拍拍他的肩膀，去测试吧，虽然我不看好，但挺感兴趣的，希望你能成功吧。秋无忌没说话，只是直挺挺地盯着他的手。楚歌尴尬地收了回来。秋无忌推着他往外走，出去，我要回去了。楚歌这才想起他现在回去是躲床上掉衣服的，一想就是心中一荡，忽然道，你这个主角名放在那个世界就真差了点意思，我改一个字如何？秋无忌有些没跟上他跳跃的思维，奇道，改什么？楚歌蛇身回去，在文档上改了一个字，楚木秋。
继而转头一笑，好不好？邱无忌怔怔地看着他的笑容，心中也有些什么很奇怪的在荡着，无法言表。这不又是楚歌欲求邱无忌吗？变着花样不停说。哼，他偏过头，好了好了，你会写书得了吧？出去，我要走了。楚歌伸过手来，捉住了他的纤手。我们这个世界告别至少要个握手礼的。邱无忌就任他握着，还被揉了2下，什么话也没说。邱无忌回去了。楚歌站在他屋里，看着连关机都忘了关的电脑，觉得这次邱无忌回去有点像逃难，急匆匆的。至于嘛，我又不掀你被子。楚歌闻着手中清香，目光落在电脑文档上，陷入了沉思。在自己的设定中，那个世界的书之道是肯定达不到创世水准的，差得很远。此类修士能召唤一些书之灵，或者利用文字特性达成某类术法效果，已经是极限。甚至在预计构思之中，飞升的天界都无法通过书之道来创世。这种属于至高造物的手段，要么是主角所有，要么是最终 BOSS 档次的才能有，而这本书的设定中压根就没有。邱无忌回去想要创世套娃，应该达不成，他突破不了世界局限。所以套娃问题可以搁一边。楚歌真正在想的是，自己书里没有写邱无忌写书，那么他此时回去写书并且传播天下，属于什么性质？这是肯定会对天下造成一定影响和改变的，只不过应该不影响剧情走向。这种程度的改变会有问题吗？这也是测试一环。不知道邱无忌想到这一层，看他跑路的样子，多半没。楚歌感觉自己像个费心的家长。家长就要做家长的事情。楚歌做贼似的左右看了看，坐到了电脑面前，打开了邱无忌的硬盘和浏览器。你上回到底看了哪辆车？还有一天天的都在搜索什么古里古怪的东西，让爸爸看看。车在这里。楚歌点开看了一眼，差点没把鼠标甩飞了。这 TM 居然是一部 M 男被皮鞭抽打调教的片子，怪不得那天他的反应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反而目光上上下下的打量，极为怪异。原来如此，虽然当初没挨打，但这不是好事啊！而且我也没看过这种车啊！楚歌气得差点呕血，点开了手机群聊。那天谁给邱宗主发的 M 车站出来领死？群友只用了一句话就击沉了楚歌。咦，楚大，你怎么知道邱宗主看了什么片子？楚哥，我不能和他私聊吗？来找事的汹汹气势已经弱了100倍。楚大，你居心不良啊！和女管理私聊看的什么片？这是骚扰吧？楚哥气道：你们 TM 给他发车不叫骚扰，我这成骚扰了。楚大，你一边去，秋秋是我的，滚，是我的，秋秋我的秋秋。楚哥，楼直接歪没了。之前楚哥问的什么都没人在意了。楚哥看了一阵子，神色也变得有点古怪。现在大家日常聊天用的表情包十分统一，全是邱无忌平时的聊天截图。邱无忌，为什么还有人求着禁言？怕我看不到，还特意@我。邱无忌，你们真奇怪。邱无忌，我常常因为自己不够变态而感到和你们格格不入 JPG， 其中有一个可以用来回复楚哥。邱无忌，你们都是 M 吗？楚哥心思都被这些聊天截图表情包冲没了，看着群里一张一张邱无忌截图，不知不觉就露出了姨母笑。连你不在了，都到处是你，我的生活被你入侵的可真彻底。算了，有什么好找麻烦的？日后他自然知道父神的坚挺和阳刚了。哼，兄弟们，找到一首老歌挺好玩的。啥歌？我的星号碎了。邱无忌时间结束，变成了沙雕时间。楚哥关了群聊，继续去看他的搜索记录，不跟沙雕一起玩会变坏的。搜索记录早期是微信转账能不留线索吗？这居然是第1条。然后是女主从书里跑出来了怎么办？到了之后的搜食谱、搜视频、搜各种小常识，还有男女住在一起算什么关系？楚哥嘴角再度露出笑意。看黄片是不是登徒子？重搜，看黄片是不是色狼？楚哥笑出声，他想让1000多人草他是什么概念？楚哥的笑意没了，草？如果帮他工作、洗衣做饭，算不算独立？带女孩子去哪里玩？男人想带你出去玩意味着什么？没有例假正常吗？咦？楚哥坐直了身躯，仔细看了看这条搜索，这可是严肃的学术问题。邱无忌来此2个月了，他确实没来过大姨妈，发脾气的那种大姨妈不算。此躯不同寻常，是他凝成的身躯，理论上甚至不算真实的肉身，因为他的修行，尤其是分魂，并没有这个凭空创造肉身的水准，所以某种意义上算个幻化之躯都说得过去。但他又会有分泌物需要洗脸刷牙等等，一切就像个普通身躯，这点是楚哥一直不太理解的。按照自己的设定没这么回事，只能归结于穿到这个世界的特殊性。平时倒是没多想，但如今这么一看，他既然会有分泌物，那理应具备一切肉身应该具备的东西，比如例假。没例假可不是小事，这意味着能不能生育吧？楚哥很严肃地浏览答案。你好，绝经年龄没有月经，属于正常的。噗！楚哥差点没喷出来，几乎可以想见当初邱无忌在搜索这条时又气又急的表情，那小脸蛋涨得通红，想要隔着网线拍人的小模样。笑过之后又是一阵出神。如果真按这个设定，可能跟他没法有孩子。楚木秋和学区房只是美好的幻想。算了，
不重要，没有就没有，就算一定想有，到时候和他真身相见再研究，一介分魂做不得准。继续看其他搜索，他写书时间非常长，和我说话不多，我又觉得这状态很好很安宁，又有点小生气，这是怎么了？很显然，这问度娘是不会有答案的，除非去论坛发帖子问。邱无忌显然搜索无果，但楚哥再度看着，开始出神。原来这才是你忽然说想写书的真实原因吗？既能让我多说几句，又能尝试体验我的职业处境。我不和他说话，他会有点小生气吗？楚哥怔怔地看着，嘴角不知不觉再度勾起了笑意。书中世界，邱无忌早就忘了自己搜过这个了。最早想写书到底是因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的邱宗主很没面子，很没面子。他辛辛苦苦写了1万字，居然连作品入库环节都没通过，不达标，再接再厉，奇耻大辱啊！简直是。邱宗主很生气，你们网文了不起啊，小说还不是源自故老相传的评书演义等等发展而来，我在这做你们祖宗。真身正在和自家宗门高层开小会，分魂气鼓鼓的从外面回归，一溜烟和真身合了体。正在严肃安排工作的宗主忽然有了气鼓鼓的表情，满座长老们眼睁睁看着这幅变化，愕然无语。您分魂遨游哪里吃了亏吗？便有人肃然道，宗主需要大伙找场子吗？啊！邱记反应过来，找什么场子？你们去挑了点娘。他干咳2声，迅速做好了严肃的神情。刚才安排的事情大家且去做，本座出门一趟。有长老劝道，宗主近期大事不少，需要宗主坐镇乾坤。我去就回，枯斋老人的仙山离我们不远。宗主找那酸儒干嘛？我们和他们这脉不相往来的。本宗主要出书。朝游北海木苍梧，真身的邱无忌没多久就到了距此千里外的枯斋仙山。他悬在高空看着下方墨池，忽然在想，还没有坐自行车后座慢悠悠的回家有意思。呸，想这个干嘛？他深深吸了口气，枯斋老人何在？云际宗丘无忌拜山，满山震动。叔知道在此事不兴旺，上限也低。邱无忌可是声威赫赫的渡劫修士，这尼玛是个能来灭门的大佬，亲自上门拜山，这可是历山千年的最大事件了。仙山上下郑重无比，一边偷摸摸开了护山大阵，枯斋老人硬着头皮乘着一支毛笔迎出门外。邱宗主大驾光临，老朽幸何如之？不知有什么用得上老朽的地方？我要写书，我知道你多有徒子徒孙行走人间，帮我出书，发行人间诸国。老头子差点没从笔上摔下去。您要干嘛？您就算写东西，难道不该是手书先到令域，通传诸盟，开启镇魔之战，战火冲霄汉的旷世之争吗？你告诉我写书还发行人间？老人颤巍巍地确认了一遍，邱宗主写的是人间故事画本吗？什么样子的？一位女侠斩妖除魔的故事，还有男主角相互扶持，是不是王道剧情？邱无忌有些期待地问他。老人沉默。剧情是王道剧情，人间有不少闲汉爱看，女主的话说不定还有小姐们看。然而您是邱无忌，老人总感觉就像是自己跑到乡下找小孩子玩，随手写了一首门前一只鸭，还问他们好听吗？这世界怎么了？创世神忽然脑残了吧？邱无忌的写书大计进展得极快，毕竟已经有万字打底了嘛。邱宗主等着铺开渠道的时间里，还又补了1万字呢。枯斋老人在文艺方面的门徒是遍布人间，很多说书人都是七拐八绕能擦着关系的外门徒子徒孙。只在3天之内，邱宗主的大作就开始摆上了人间说书讲台，结局让邱无忌更想死，因为压根没人听。原本客满的说书场子，讲了他这个故事，下面的人就昏昏欲睡，不少提前离场。这书写的什么玩意？无不无聊。哪个达官贵人走关系硬塞的书吧？难听死了，枯燥无味啊！此人文笔上佳，然而写的什么玩意？记流水账吗？这是人间的普遍点评。3天下来，满座的说书场子变得稀稀拉拉，说书人们纷纷向师长哭诉：“师傅，能不能换本书？”邱无忌坐在枯斋老人面前，面无表情。枯斋老人胆战心惊，总觉得天上阴云密布，狂风呼啸，暗雷隐藏，下一刻这位就要暴走屠山了。邱无忌此时只想抱个抱枕缩墙角去。原来这就是扑街的感受啊，太难受了。楚哥他们曾经的扑街阶段是怎么熬过去的？邱无忌抽了抽鼻子，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说书撤了吧，本座再研究研究。枯斋老人小心翼翼地道，邱宗主若是真对我们书之道感兴趣，老朽愿将毕生钻研所得拱手奉上。不用了，我有师傅。邱无忌板着脸驾云而去，回去要让师傅买棉花糖吃10个才能慰藉心情。正这么想着，邱无忌忽然又感到了冥冥天道的注视。他怔了怔，抬头去看，这次却什么都没看见。楚哥不是在看他？你竟敢不看我！楚哥是首次在主动尝试观测书中世界的变化。自从上次在黑屋精神测试时观想到了整个世界，楚哥似乎找到了那么点感觉模模糊糊，很难捕捉，只能说尽量去试试。他做足了准备，一边努力投入思考剧情码字中，一边分心二用在运转功法，尤其是断魂部分，然后用一种冥冥的潜意识在想邱无忌在那个世界写书对世界造成的变化。不知不觉间有了那么一点点冥冥之感，因为世界确实起了变化。邱无忌很骄傲，
他没有用笔名发书，就叫《秋无记》。于是人间有了一本秋无忌写的书，正在大肆流传。这是原剧情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虽然表面看上去确实对剧情走向没什么影响，人间写本书怎么了，左右不了既定剧情推进。但蝴蝶效应这东西不好说的，从来没有在人间留下痕迹的秋无忌，忽然大肆在人间留名，会不会产生不可知的改变？无法预知，但这就是变数。楚歌发现自己能够感受到书中广袤人间的反馈，那书扑了。哦，扑了呀，那没事了。就这么一想，那种俯瞰观测之意就消失了。靠在椅子上回忆刚才的感觉，还是很难捉摸，是必须有所变故，自己对这个变故加以关注，才能达成这种俯瞰的结果。但之前精神测试那会儿，没有变故引发也可以的，试图无目的观测，却怎么也达不成了。算了，这是应该是个长期的水墨过程，想要1-2个月就整明白，想必是做梦。不过楚歌还是觉得应该和成绩也有点关系，认知这个世界的人越来越多了，世界也越来越有存在感了，于是自己也更能感受到它了。之前猜测的路子应该是对的，那就继续。可惜成绩好不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自己能做的也只有尽力去打磨剧情，其他的还是要交给观众，交给市场，以及交给点娘给不给推荐曝光。楚歌揉了揉肿胀的脑袋，一看新章也3000字了，点击发布。后台暂短提示引起了他的注意，点进去一看，系统消息：您好，现在通知您的作品《楚天无忌》将在某月某日获得客户端畅销精选栏目推荐。楚歌又来大推了，这是瞌睡遇上了枕头啊，最近可真是心想事成。说来挺讽刺的，以前渴求成绩，渴求推荐，却一直半扑不扑，如今对成绩没有渴望，想要成绩好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别的问题，却反而一天天的越来越好，推荐也纷至沓来。除了世界存在感之外，另一个关联的肯定是自己的修行程度。秋无忌没说，楚歌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属于炼气几层了，以及断魂到了什么程度，精神力5星。楚歌吁了口气，长身而起，打算出门去黑屋锻炼。正在此时，手机响了，接起一听，钟毅的声音急促传来：阿俊和胖子被人伤了，在医院呢，有没时间来一下？楚歌握着手机的手微微一紧，万子俊和潘达被人伤了，这很容易就联想到之前万子俊用脸上写字的异能带人进入夜总会的过程是最惹眼的一个，而潘达是拍视频传递报警的那个，所以是不是遭了报复？风驰电掣的赶到医院，一间双人病房，万子俊腰间缠着绷带，有气无力的靠在床头和钟毅说着什么。潘达鼻青脸肿，脸都不成形了，还在调戏小护士：哎，其实我伤的不只是脸，护士姐姐检查一下我其他部位呗。护士冷笑：你们怎么没被人打死？看见楚歌戴着3娃面具进来，护士皱眉：请戴好口罩。你以为这种面具很幽默吗？楚歌默默揭起下半面具示意：我有口罩，所以您这是行为艺术。因为我的脸和这胖子一样丑，怕吓着小姐姐。护士撇了撇嘴，长得丑不丑不知道，但这位身材挺不错的，人够高大，短袖 T 恤包着胸肌，2头肌居然有那么点撑开的感觉。这伙人是和人群殴受伤的吧？然后找来一个肌肉男找场子。护士在考虑要不要报警，默默地收拾工具离开了。目送护士离开，楚歌问钟毅：什么情况？钟毅神色很凝重：胖子是被人隔着网线打的。楚歌，潘达在床上都快哭了，我自己隔着网线打人都只能出个虚影，没什么力气的，他怎么能打得这么狠？万子俊也在床上有气无力地道：我还在地里干活，快收场了，有人突然站我面前，脸上写着爸爸，然后我就老实被他揍了一顿，临走还捅了我一刀子，说长长记性，不是谁都能得罪的。果然是报复吗？楚歌暗自倒吸一口凉气，报复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可这模式是慕容复来了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还比对方高一截。楚歌看着钟毅，钟毅神色凝重地道：对方正在展开报复，目前还没找上我，或许当天我没表现，或者是因为我这种异能对他来说没有高一级压制的意义。不管怎么说，3娃你注意些，那天你拦了巷子口，被视为报复目标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楚歌沉默片刻，慢慢道：你们考虑的是这个啊？钟毅奇道：不然呢？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公民，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报警。钟毅没有报警，因为这事儿说给一般警察听，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好点。但楚歌可以，他直接拿起电话拨给了林武阳：武阳，这边有个异能者的案子，找你报案合适不？林武阳很重视，什么情况？嘿呜，其实你知道吧，只是不信任没接触。林武阳沉默片刻：妈的，你知道的真多。上次你破获王家那个夜总会的案子，报警的就是黑屋，现在他们的人被报复了，人在医院，你要不要来做个笔录？林武阳声音变大了好几分：他们也被报复了？也，今天一早，张孝仁，就是张其仁的哥哥，他如今没管地下生意，管的是面上正儿八经的一家地产公司。这家地产公司昨晚被举报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完完整整寄到了税务稽查，数额大得够得上经济犯罪了。今天一早稽查已经和金针联合办案，进驻他的公司了。楚歌想起上次张其仁用那个瘦猴男子出面，甩锅给了他哥哥。
在王家眼中，当初搞自己的是张孝仁，所以张孝仁也被报复，一切对上好了。林武阳又补了一句，对方偷入张孝仁公司财务室的手段，好像也是脸上写字，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王家干的。林武阳道：等我一下，我去医院。片刻之后，林武阳带着几个下属进来，给万子俊和潘达做笔录。林武阳冲着钟义点了点头，示意友好，又拉着楚哥到了门外，我们走走。楚哥跟着他到了医院楼外，两人缓步踱在路边。这件事情谁在背后主使，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没太大意义，就像上一次，到底是张孝仁举报还是其他人，我不在乎。林武阳坦然对楚哥道：他们互相举报，做的终究是揭露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只会支持这一点。楚哥道：但阿俊和潘达被打，还捅了刀子，这可是会死人的，起因也是揭露违法而遭到报复，警察管不管？这个当然要管。林武阳道：事实上和你们这边的状况一对，我已经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了。谁？一个通缉犯，叫荣富，慕容复，姓荣名富。林武阳失笑道：能力倒是真和慕容复有点像的，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能复制对方的能力，并且固定高一级。截至我们所知的时间，他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拥有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兼具。现在是否有突破，不得而知。楚哥眉头一挑，这么说他首先能判断对方是什么能力哥？心中暗道：真有这水平，以后说不定还可以想办法设计让他判断一下我的能力具体什么情况。结果林武阳摇头，应该是不能，他复制之后才能获知能力状况，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会先调查确认对方能力之后才动手。怎么成的通缉犯？你有了他这种能力的话，会做些什么？楚哥想了想，多半会到处找异能者切磋测试吧，这种能力交互性太强了，没法一个人自得其乐。没错，但当你发现每个人都被你虐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飘了，或者一些心理扭曲？比如眼前这个被你虐得不会动了的，是个长得不错的姑娘，发丝散乱，眼神不屈。楚哥，林科长当年退出文坛，楚某是坚决反对的，是不是被这么一说就有感觉了？林武阳道：我就说了，你们那小白文我也能写。行，林科长当警察确实是文坛损失。楚哥叹了口气，我明白了，总之就是这人虐杀或者凌辱了不少异能者，所以成为通缉犯。阿俊和潘达没死，还是他手下留情了？林武阳道：是不是手下留情不知道，也可能是请他来的人限制了条件，不想闹大。其实他捅万子俊一刀就已经是暴力的体现了，常规来说教训警告只需要揍一顿就完事了，不是吗？楚哥点了点头，就是这一刀子把性质变了，如果仅仅是揍一顿，大家报复也就考虑揍一顿，不会想到找警察。但动了刀子，楚哥第一反应就是找警察把他关进去。万子俊一个人住郊外，没人照顾的，要不是常年种地体质好，这一刀子说不定就能让他在地上失血致死，自救都无力。不提黑屋的交情，这两人可是楚哥的读者，群聊里一天天秋秋我的秋秋的沙雕里，万子俊和潘达可是最积极的那一波。外面有人黑这本书，万子俊和潘达出去和人撕逼也是冲在第一线的，潘达如今还是个运营，正在和点娘扯皮头像的事呢。在楚哥眼里，他俩甚至比帮忙搞身份的钟义还亲。万子俊和潘达本人都想不到这位三娃对他们有这么特殊的感情。林武阳正在对楚哥道：你放心，这事我们会上心的，我回头就上报厅里布置捉拿这个荣富。楚哥怔了怔，倒也忽然有点明白为什么林武阳市局的异能力量这么弱了，督府同城嘛，省厅就在边上，能人应该更集中在哪？他犹豫了一下，问道：这事我想帮点忙，接受热心市民合作部。林武阳斜睨他半晌，终于叹了口气：你加入黑屋了是吧？刚入伙没多久。编外面具人是这个组织的话，我也不多说什么，毕竟京城来的顾社长和我推介过这个小组织，之前我拿不准，暂时观望，没有接触。这次事件算是大家第一次合作接触吧，互相了解，从现在开始。顾社长，什么社？异能信息采编社。林武阳笑道：上次来南疆就是采编一些信息，这次首期刊物出来了，正好给我们做参考。我能看看不？不能，内部刊物，不过这一页你可以看看。林武阳摸出一本册子，翻到了其中一页。异能者名录，内部试刊，姓名荣富，身份在逃连环杀人犯高危，能力还施彼身，复制异能，强制略高一级，开发程度目前同一时间只能复制一个异能，进化程度未知，性质多功能，潜力 A。 这潜力怎么说的？楚哥奇道：这样牛批的异能见谁都高一级，才 A？ 还我怎么觉得 SSS 了？林武阳摇了摇头，这个评估是上面专家组评的，首先也只代表主观判断，可能有误，还会勘正的。其次吧，这个潜力不代表目前能力，是发展前景的意思。他这个潜力快发掘干净了，以后最多也就是同时多复制几个异能，这样总归是很有自身局限的。就目前而言，他也就适合偷袭落单的，多来几个人他怎么办？我们一群人开枪他又怎么办？何况这玩意是多方面考虑的，不是评估战斗力，
所以上面不是还有一栏性质吗？我的能力不适合作战，但我那潜力都有弊，据说是属于心灵能力，挺有挖掘前途。林武阳拍拍楚哥的肩膀，你这身可能是刀枪不入，真是怪了，一个写书文人怎么会是这异能？提前为家里母老虎准备的。楚哥，你的发展潜力难道是真言术？林武阳上上下下的打量他，你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评估一下，我个人觉得也有弊。楚哥觉得自己没有弊，邱无忌倒是有，不是？他觉得自己不止弊，毕竟这个评估不以战斗力为准。如果自己这个异能真与造物相关的话，别提世界了，就算只是造条狗，那也是妥妥的 S 加。现在的问题是自己的异能并不明确，到底是创造世界呢，还是幻想巨献？感觉都搭边又都不是很标准，还得存疑。比如说幻想巨献吧，为什么只出来个邱无忌就巨献不出其他的？楚哥曾尝试着巨献一棵狗尾巴草，都巨献不出来。创造世界吧，为什么创世神自己进不去，就连改动世界内容都受到极大限制，不能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作用也很不显见，自己无法控制，无法调用，一切还在摸索期。摸索期都比别人艰难，楚哥可不信潘达摸索出怎么主动隔着网线打人能有自己这么难。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楚哥很守规矩的没去看内部刊物的其他页面，只是对林武阳道，如果这人会对那天参与搞王家夜总会的人员分别报复的话，那想必也会轮到我。按理说他们不知道你是谁，找你都难。林武阳道，黑屋的人之所以被确认身份，大概率是因为敬夜总会被监控留了影像，我确认他们就是从这里找的。虽然我们调走了监控，难保他们有留备份之类，不好说。你那边巷子口没有监控，我都得靠人描述绘图才勉强联系到你身上，他们不太可能有这种刑侦手段，所以我应该还好，倒是钟义可能会有点麻烦。对，我打算组织人手便衣跟着钟义，看看会不会蹲到鱼。林武阳说着神色很严肃，钟义这种异能如果揍一顿报复是毫无意义的，他不痛不痒，如果真会针对他，估计要伤残之类的，必须制止。楚哥暗道，既然你会这么想，对方也会吧，还未必真会在这风头上找钟义。不过也难说，对方未必知道自己这边报了警，哪有异能者对抗会一言不合去报警的啊？组织人手盯着总是没错的。林武阳又道，以防万一，我也会拨2个人跟着你，方便吧？正好现在邱无忌不在，谁跟着都没什么不方便的。楚哥便笑，当然方便，最好对方是来找我，我都说热心市民想帮你们这一波了。少来，你分明只是憋了一股气，想为自己黑屋同伴报仇。林武阳再度打量楚哥一眼，啧啧有声，最近发现你越来越任侠了，读书时真看不出来。那读书时我也看不出来你这么圣光啊。有一说一，倒也不是我多有正义感，干一行就要做好这行的事，总得对得起头上这顶帽子和它上面的徽章。林武阳戴上警帽，长长吁了口气，何况我也有追求的，谁不想提拔？真让我原地踏步10年，多半也油条了，不爱干了。真实。楚哥便问，哎，你如果捉了这个通缉犯，能提拔不？最近麻烦虽多，但功劳就是功劳，总是抹不去的。只不过被麻烦一冲，说怪话的人也多，要真是加上捉了通缉犯，那怪话还多半真能压下去，兴许真有希望提一提。局里提个副处长，还是调省厅？上面现在对这块越发重视了，很有可能我这个科室都会升格，到时候原地提一级。林武阳笑笑说，多了，我年纪资历还是浅了，想得太美没好事，更可能是空降一个领导过来。嗨，先这样吧，我安排做事去，你也小心。楚歌目送林武阳挺拔的背影大步离开，心道林武阳和自己同岁，月份好像比自己大些。28岁的实职科长已经不容易，复出的话资历确实浅了，难度确实比较大。可看得出林武阳很想要，说着想的太美没好事，其实真的很想吧，也挺好，这才是个真实的老同学啊。他安静地站在树荫下等了一会儿，过不多时，2个小年轻穿着便衣从身后接近，冲着他打了个手势。楚歌点点头，知道这是林武阳安排的便衣跟来了，便举步离开医院。在外面漫无目的的散着步，楚歌一时不知道此时要干嘛去。回家码字不想回，带警察蹲通缉犯的时候呢，回去码什么字？忠实读者潘达和阿俊一定会同意的。但自己这瞎逛能起什么作用？理论上找自己报复的可能性确实不大。楚歌倒是相信林武阳这个判断，对方没道理知道自己是谁。倒是黑屋金大厨夫妻那边不够稳当，万一对方知道钟义他们和金大厨是一伙的。想到这里，楚歌飞速赶往金大厨的饭店。此时金大厨的饭店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才上午10点多，一个客人都没有。金大厨还在厨房里备菜，老板娘还在柜台用手机微信和钟义交流2个同伴的伤情。黑屋关系理论上是保密的，他们不合适一股脑儿去探视，只能远程表达。下关心。一个面色阴鸷的肌肉壮汉推开了玻璃门。异能压制别人，体魄也要跟上才行哦。荣父对自己的体魄非常满意，曾经试过和那些打地下黑拳的对战，不用异能都把对方活活打死。他的目光落在柜台前的老板娘身上，露出一抹奇怪的笑意。这老板娘徐娘半老，倒还风韵犹存的。
他倒是不确定这对老板夫妻是不是黑屋的，只不过知道万子俊、潘达他们经常会来这里聚会，也就来看看。这一看之下，很明显，老板娘是有异能的，那种精神的隐隐波动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张其仁对自己看不出楚哥有异能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按理说，异能者同属精神力旺盛的人，对这方面是真能有感觉的，高的看低的更容易。张其仁异能没怎么锻炼过，月影异能锻炼得非常踏实，他看不出对门姑娘有异能可以理解，可楚哥凭啥啊？大家都是一天天做那码子啊。老板娘看见客人进门，也迎了上来。您好，几位？荣父眯眼打量他片刻，咧嘴笑道：一位。说话间擦过老板娘身边，坐到靠内的桌位去。擦过的同时，不经意地碰了老板娘一下。老板娘皱了皱眉，觉得这客人有点恶心，语气变冷了下去。桌上有菜单。荣父大摇大摆地坐在桌边，一边分析刚刚触碰老板娘复制得来的异能，一边大咧咧地笑道：我点你行不行？老板娘瞬间色变，荣父也同时色变，还以为复制异能高一级，吃定对方的呢，结果这是偷了个什么？做的食物亮闪闪。你 TM 在逗我？荣父又气又悔，早知道还不如留着脸上写字的那个破异能呢，好歹有点实用性。他的异能开发的很高了，很早以前这个 CD 长得很，要隔天才能复制新的，现在只需要隔几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复制来的异能以前只能保留1小时，现在可以保留1天，甚至更久一点，所以才导致越来越乱复制。现在终于尝到了苦果，隔几分钟也是时间啊，人家老公都已经从厨房拎着擀面杖出来了。老板娘也从墙角抓了把扫帚，劈头盖脸的就打，点老娘，点你自家老娘去吧！砰的一声，荣父紧急跳开，那扫帚砸在桌上，碎碗四溅。金大厨的擀面杖已经冲着他脑袋招呼了。荣父紧急抬手架了一下，大厨的力气也不是吃素的，这一下居然让他小臂生疼。荣父被激起了凶性，眼神变得狰狞，他飞起一脚侧踢，正中老板娘的扫帚中央，咔啦一声，扫帚断成2截。老板娘被震得跌退，撞在柜台上，心中骇然。这人不用异能也是个很厉害的格斗者。啪！荣父一把抓住金大厨的擀面杖，目露凶光：你们这是找死！金大厨根本来不及招架，荣父一拳已经倒在他的胸口，整个人腾云驾雾般向后抛跌，撞在桌角上，打落一地碗碟，在地上痛苦的呻吟。老板娘飞速过去扶着老公，这一刻夫妻俩无比后悔平时没有好好锻炼，没事玩什么手游啊？送人头挂机的报应吗？现实里也送人头了。荣父狞笑着，捏着拳头上前，本来还只想教训你们一顿完事，既然你们找死。他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老板娘，意味难言。老板娘恨恨道：意淫你母亲去吧。他伸手从兜里掏出一颗糖，用力往地上一丢，糖纸散开，闪亮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饭馆。荣父眼睛都差点被闪瞎了，下意识遮了眼睛，夫妻俩已经飞一样夺门而逃。操！荣父捂着眼睛，眼泪都止不住。这傻逼异能居然还能当闪光弹用的，真他妈亏得他们想得出来。他真被彻底激怒了，也不管外面是大街，大踏步冲出门外追了上去，冲着夫妻俩跑路的背影就是一个飞踢，死！一道淡淡的金光越过夫妻俩身边，一拳迎向了这一飞踢。砰！荣父踉跄了2下才站稳，定睛一看，一个葫芦娃也正在腾腾倒退，退了3步才站稳下来。3娃！金大厨神色一喜，又急促道：这人很厉害的，小心！楚哥深深吸了口气，神色凝重地看着对面的荣父。当然很厉害，那是连环杀人犯，多年的异能对战，体格和战斗经验都不是自己这种出哥可比。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上了，甚至还交代2个便衣小警察别来，先躲着召集人马再说。因为此时荣父打出了凶性，多半暂时还不会想到跑。便衣一旦出现，对方肯定跑，自己这几个人抓不住他，必须自己对战，拖着，等林武阳带大队人马来，最好配枪来。2个小警察也知道问题的关键，不是自己出去打草惊蛇的时候。一边紧急通报林武阳，看着孤身应战的楚哥，感觉在看城市超级英雄。尼玛，这年头还真有这样的人，对面是杀人犯啊！荣父也在打量楚哥，神色也有点凝重。那个葫芦娃面具上有点毅力，阻止了自己的精神窥视，无法看出对面的情况，但那浑身泛着的淡淡金光，以及刚才拳脚相交的力度，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劲敌。黑屋果然不是只有搞笑的。他慢慢取出了一柄匕首。楚哥，草！荣父根本没二话，直接合势而上，一匕首狠辣无比的直奔楚哥小腹而去。楚哥的步伐本能驱动，微一旋身，已经让过这一击，姿态潇洒的让金大厨夫妻差点喝彩。天知道楚哥自己内心早就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是身躯反应快过脑子反应，如果按自己反应，这一下根本躲不过去，以至于明明躲开了可以去对方破绽来一下子的，也直接错过了机会。要是被邱无忌看见，一定挨骂，打的什么玩意？荣父的经验可比他丰富多了，一击被闪开，匕首立马一个回旋，堪堪擦过楚哥小臂。唯有金铁交鸣的声音响起，楚哥小臂上只有淡淡的印痕，连皮都没破。2人错身分开，荣父眼里倒是起了惊喜之意，原来是刀枪不入异能，好东西。楚哥带着一个食物闪光异能，老子受够了，你的给我过来吧。楚哥自己毫无感觉，
却看见荣父身上隐隐有光芒闪过，异能真被复制了。他复制的啥？老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异能啊！楚哥居然起了那么点期待和好奇，他不会召唤出邱无忌吧？邱无忌真跑出来，不把他脑袋拍成西瓜？旋即又有点忐忑，万一是复制出一个平行世界，另一个邱无忌？却见荣父神色痛苦地抱着脑袋，步履踉跄。你这什么狗屁东西？楚哥，管你发生了什么，这还不趁机揍你，真当老子憨？楚哥二话不说地冲了上去，照面就是一脚飞踹荣父的面门。荣父极为勉强地挥舞匕首划过去，试图阻止楚哥这一踹。楚哥的脚一收又一扫，重重地横踢在荣父侧脸。砰的一声，荣父整个人撞在侧面墙上，身子的痛楚都顾不得了，脑袋裂开一样的疼。这他娘哪里是刀枪不入，身上该痛的还是痛，脑袋更是无数根针在里面搅一样，万万千千的信息往里冲，搅得机遇发疯。这什么异能？一个世界的信息量疯狂涌入，一个普通异能者如何承受？修仙、炼气、渡劫，世上分9州，中央是大前国，有仙山悬于外，仙人来考核弟子，平凡少年，无数面庞，无数文字，无数功法在脑子里乱冲，凌乱不成组织。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试图分析怎么使用这个异能，意识隐隐约约地告诉自己去写本书先。荣父，写本书？老子不会写书。不对，就算会写，这他妈在战斗啊！写完一本书，老子粉草都3尺高了。醋波大的拳头带着淡淡的金光在眼前急剧放大，荣父脑子混乱之中，闪避都慢了，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楚哥谨记邱无忌的教诲，这一拳可丝毫没留力。砰的一下，眼睁睁看着荣父跟断线风筝一样顺着墙边飞起，一口鲜血喷洒在空中，那拳拳到肉的快感让楚哥连毛孔都爽得张开。对方为什么会变成傻逼站着挨打已经不重要了，这快感更重要。他大踏步追了上去，骑在荣父身上就是一顿老拳，打我毒，打我朋友，还差刀子。去你妈的，复制异能很牛逼吗？金大厨夫妻俩和2个便衣小警察目瞪口呆地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个暴走的葫芦娃，全都看傻了。谁才是 boss？ 谁才是葫芦娃来着？脚步升起，林武阳带着大票人马左右包围了过来，一看这场面也傻了，下意识以为挨打的是楚哥呢，这他妈反过来了。这窝在家里码字的老同学单枪匹马捉了通缉犯。林武阳匆忙过来拉住楚哥，提辖，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楚哥停下手，看看脸上都不成人样的荣父，呸了一口，还欺负别人，发丝散乱，眼神不屈，去死吧！荣父奄奄一息，连个申辩的力气都没有了。林武阳默然，那是我随口扯的小作文啊。楚哥喘了几口气，心中忽有所觉，转头一看，邱无忌盈盈立在远处看他，面带笑意。楚哥所有暴力的心情都在刹那间平复下来，原来他一直在暗中保护自己。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远处的邱无忌。金大厨夫妇上前道谢，很是惊喜，三娃真厉害啊，要不是你，我们今天 GG 了。倒也不会，你们闪光弹这么神奇，跑出去就是大街了，他也不敢乱来。楚哥谦虚了一下，其实是无心嘚瑟，很想过去和邱无忌说话了。好在常规来说，他需要做笔录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事，林武阳暂时给他走了后门。我看你戴面具是不想暴露身份影响生活，这点局里是支持的。回头我和人单独找你做些问询，现在你如果想回去，可以先回去。楚哥知道这是故意与他方便，附耳道：喂，林科长这样不会被人说怪话？能有个屁的怪话，抓了连环杀人犯，这可是天大的事。热心市民不想暴露身份被人报复怎么了？我们应该保护，还得帮你申请见义勇为奖金和捉通缉犯的悬赏好不好？林武阳正气凛然，就这样吧，我又不是找不到你，回头说。楚哥犹豫了一下，低声道：从他口中问出我的异能情况，如果可以，希望保密。对外保密是必然的，对领导是不太可能保密的。不过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会告诉你。也行。楚哥是真想知道这个荣父到底复制了些什么玩意，怎么把一条狰狞的凶徒活活给复制成傻逼了？那我怎么没变傻逼？此刻荣父已经被打昏过去了，警察们拖死狗一样把他拖上了警车，转头看向楚哥的目光里都有些古怪。这可是逃窜了很久的通缉犯，手头人命好几条的，这葫芦娃居然单枪匹马把人打成这样，自己连个轻伤都没受，这位才该是重点管控对象才对吧？林武阳也在摸着下巴打量楚哥，感觉这次我们老同学重新联系之后，我的运气变好了。楚哥诚恳道：林科长出自汉语言文学，开口小作文，闭口鲁提辖，我看以后还是少身先士卒出警了，回去做点案头工作比较适合你。林武阳道：一个写书的都能做金刚葫芦娃了，我学中文的出个警怎么了？走了，回头说。嘘，小声点，你全家都写书。楚哥转头看看金大厨夫妇离得算远，吁了口气走上前，话说你俩要不要搬地方？再说吧。金大厨有些意兴索然，做毛的饭馆，老子现在想锻炼。黑屋要不是来了个你，这次怕是要被一个人挑得全军覆没。我觉得黑屋不够黑，还是得更隐秘一点好。如果你们真想正常过日子的话，这就是你戴面具的原因。是。楚哥转头看向街角那抹厉色，语气变得温柔，要不是想搞明白怎样才能永远在一起，我压根就不想琢磨什么异能。
你是知道我能听见，故意说的。转过街角，邱无忌兜头就是这么一句。没有。楚歌摘下面具，很自然地拉着他的手。你知道那是真的。邱无忌看了看手，没有挣脱。楚歌反问，你是察觉我有危险，特意出来保护我？邱无忌板着脸道，你想多了。楚歌，我无法察觉你有没有危险，我是感觉到了世界有异力入侵的迹象，推算是你在和人交战，才出来看看的。神魂疲惫还没恢复，特意服了药，浪费死了。这不还是因为我有危险，所以跑出来吗？难道是因为怕世界毁灭吗？死傲娇。想到他因为察觉自己在和人交战，心急火燎的服药跑出来，楚歌心中更是柔软，脸上笑眯眯的，口中只道，那个恢复神魂的药，我昨天的张杰已经提了一嘴，说杨长老已经炼制出新药来了，无副作用。就你呢？邱无忌冷笑道，知不知道你刚才至少有3个错误？知道了。楚歌暗道，你如果是复制异能之后出现的，那已经是我在单方面虐人了，这都能看见3个错误，那之前还不得被骂死。不过总体还不错。邱无忌没看见之前的，还挺满意，笑眯眯道，这个人还算有点本事的，如果抛开异能不谈，身手多半和月影不相上下，甚至略强，你能无伤胜出，这些日子的锻炼没白费。楚歌道，抛开异能都比月影略强，那如果复制了异能，岂不是月影都打不过他？邱无忌问，所以他的能力是复制别人的异能？怪不得世界有一种被扫视的感觉，原来如此。是啊，还强制高一级，我觉得这种能力配上他的格斗能力，单挑简直无敌了，赢得莫名其妙。邱无忌摇摇头，微微一笑，复制异能，强制高一级，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厉害。怎么说？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自己长期琢磨对自身能力的使用，以及为了适配能力而锻炼的其他法门，并不是随随便便复制过去就能真正如臂使指。本座敢断言，如果有人复制本座的所有能力，我也一样能轻松将他斩于剑下。这种能力是欺负外行用的，真正尸山血海杀出来的人只会嗤之以鼻。楚歌听了忽然觉得有道理，怪不得容父只有 A， 还乍一听特别牛逼没意义，如果继续勘证下去，说不定还得降呢。邱无忌悠悠道，异能很可能不是唯一性的，今后你可能还会遇上类似的对手，不用被第一时间的复制吓到，要有信念，任你复制又如何，进入我的专长领域，反而自寻死路。楚歌道，我这异能，他们好像没法复制，或者复制了没法用。邱无忌柳眉倒竖，转头瞪着他，未必是复制你写书创世这种事，说不定是复制金钟罩或者步法等等战斗能力。你是白痴吗？这都没有举一反三的意识。楚歌一缩脖子，河东狮吼，遭不住。话说他小心翼翼地道，好久没见到你这宗主训人的样儿了呀，气度满满的样子。邱无忌怔了怔，哭笑不得，你们都是 M 吗？楚歌简直想给他脸上贴个 QQ 聊天截图表情包。2次元实锤了。邱无忌目光瞥过街边，神色微微一动，忽然驻足，板着脸道，我要吃棉花糖。楚歌，买10个，少1个我就打你。楚歌眼珠子转了转，你都说我是 M 了，打我不是奖励吗？难道不该换一种威胁？邱无忌想想也是哦，那怎么处？罚好一点。楚歌指了指自己的脸，比如亲一下，这处罚可太重了，呜呜。砰！楚歌整个人被大字形灌在了地上，邱无忌气鼓鼓的自己去了路边摊，棉花糖来10个，那边趴着的买单。路人们看见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一个男人手上拿着9串棉花糖，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一脸便秘的走在路上，身边跟着一个长发飘飘的美人儿，抱着一个棉花糖，笑眯眯的在舔。场面看着很滑稽，却意外很温馨，很多人转头注目，都不知觉的露出姨母笑。我也要吃棉花糖。有恋人路过，女孩子扯着男孩子的袖子说，我也要那么多个。男的说，别以为那男的安什么好心，这下手上拿了多少棉花糖，回去就用几个小气球，你信不信？女的说，那不是好事吗？你有本事也用14啊。男的被一句话击沉，迅速闭嘴。邱无忌耳朵动了动，目不斜视，什么是小气球？楚歌装着没听见，心里恨不得把那男的捏死，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是想用10个小气球吗？我根本不想用小气球。邱无忌也没细问，你不说我难道不会回去问度娘？他吃完了一个棉花糖，很自然的从楚歌手里又拿了一个，继续吃。楚歌忍不住问，感觉你像是化悲愤为食欲啊，输扑了吧？邱无忌惨被接到痛点，忽然想起什么，眼神危险的瞪着他，是不是你的意志在干涉，导致没人看我输？楚歌 我的意志是在观察，但我没有让你扑的意思啊，不至于造成影响吧？说不定是你的潜意识，就是想我扑。楚歌抱着棉花糖抬头想了半天，应该没这意识，我的观察只是想知道你的输能造成什么影响而已，当然也许潜意识认为别造成影响更好一点，不确定，但如果潜意识这么认为就能影响到事实，那也夸张了点吧，毕竟什么都没干啊。邱无忌也不说话了，低头吃糖，大概率和他的潜意识无关，是自己真的扑了嘤。邱无忌悲愤的一口吞了棉花糖，又拿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咕哝，写书真有那么难吗？说难不难，那些大佬就说有手就行，这玩意吧还是有天赋的。楚歌道，
你如果实在纠结这事儿，我给你家设定吧，就说也有写故事的天赋就完事了。我才不要。邱无忌道，我要的是脱离影响，而不是什么都靠你的影响。给我塞功法这种事以后也别做了。楚歌无奈的笑笑，那原定剧情里你领悟的东西和修行突破算不算？邱无忌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半晌才道，反正我要有和你写出来的不一样的东西，自己学会写书算不算？肯定算。楚歌觉得你会吃10个棉花糖其实就已经算了，书里这么写都要被读者骂人射崩了的。当然也许不够。邱无忌便道，那继续教我写书。楚歌哼哼，叫师傅。邱无忌怒目而视，这回楚歌十分坚挺，抬头看天就是不理他。邱无忌瞪了好半晌，终于软化下来，柔柔道，师傅。楚歌嗯了，教，回去就教。你这2万字吧，文字确实没得说，吊打一票作家，但自己能想到为什么没人看的关键问题在哪吗？回到家里，两人坐在电脑面前，凑着脑袋看文档。邱无忌都忘了这姿势和他多亲密，思路全在正事上了。我张开神念，偷听了人间的一些评价，说是流水账。对，太过平铺直叙，比如主角出山，看见妖怪10人，主角上前噼里啪啦开打，打死了完事，然后继续走，又看见妖怪，又开打，换了你自己。爱听这种故事吗？邱无忌不服，我看你们西游记也是一路降妖除魔，看点就是怎么对付各种不同的妖魔，不是吗？我就觉得那很好看啊。不完全是，人家首先定了一个西游取经的长线期待，让你期待他们路上会遇上什么艰难险阻。其次呢，每个事件不是直接遭遇，而是有小故事剧情的。比如说真假猴王那是怎么回事，谁是真的，又如何揭开真相，这是一个完整的悬念过程。名著不仅是有内涵，首先他们的叙事手法也是顶级的，故事有趣起来才能流传。邱无忌眼睛开始圈圈，然后呢，故事需要起伏和反差，你上去就打，打赢了下一个，这就没劲了。所以要说再想办法赢，这是起伏，何谓反差？比如说人们就爱看清纯者妖冶，淫靡者青涩，圣洁者堕落，这种就让人记忆深刻。你主角出山从头到尾一个样，面对的妖怪也都是凶残恶毒，这就没劲了。邱无忌想了半天，悠悠道，日更万字者扑街。楚歌，邱无忌两人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楚歌捂脸，这就是你举一反三的意识。好吧，你不白痴。邱无忌抱着小猪抱枕不说话了。两个师傅都觉得自己徒弟是白痴，一报还一报。这样吧，楚歌想了好久，犹豫地道，你别考虑怎么编故事了，真的试着描述已发生的事，如何？邱无忌叹了口气，写自传啊。差不多，我知道你不甘只做个书中世界的补完，是想自己创造世界，但目前来说可以作为锻炼，凡事不可一蹴而就嘛。你10000年都练过来了，还差一本书。邱无忌悠悠道，那种东西只能作为你的番外存在，怎么赚钱？我给你啊。楚歌重复了早前就说过的话题，给资本家打工不如给我打工，不都是工作吗？那是家庭主。不是，码字工作室可是正规工作，你可以叫我老板。邱无忌哭笑不得，您叠 buff 上瘾了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古代学徒给师傅打工是常规操作，往这方向一想，自己向他学写书，给他打工写番外又锻炼自己，好像挺正常的，是个可接受的方案。另外他现在好像越来越有钱了，多养一个人也不需要像以前紧巴巴的要撸花呗，也就不需要自己急着想办法贴补用度了。但他也是我徒弟，他当徒弟怎么不需要打工？邱无忌便问，那你学修仙怎么不要帮我做事？楚歌挠头，你有什么修仙工作要我做的？给你星耀你还嫌不要呢？邱无忌傻了眼，强行道，便是对师傅表示孝心，也得帮忙做事。什么事没想好，总是有的。楚歌小心翼翼道，我给师傅捏捏肩。滚！那你给师傅捏捏肩。片刻后，楚歌满头是包的趴在地上，邱无忌一甩马尾，出门买菜去了。真是个 M。不过写自己的自传吗？认真想想，好像也挺有趣的。毕竟他的书里没有我的过去。邱无忌慢慢走着走着，心思陷入了遥远的回忆。踏上修行之初，有不少师兄弟追求我，行走江湖的时候也有过。当时一心向道，没有搭理他们。时光荏苒，回首万年，他们已经全部寿终不在了。本以为对这些事情早已看尽，可如今楚歌欲求邱无忌，下一个万年，你还在不在？要不是想搞明白怎样才能永远在一起，我压根就不想琢磨什么异能。楚歌的言语又在心中泛起，也许他会在的。别人修行首先为了求长生，只有他是为了邱无忌。两人很快回归了一起做饭码字的日常生活，之前穷凶极恶的在逃通缉犯仿佛只是一个完全不值一提的小插曲，因此引发的风起云涌仿佛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反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书友群聊，倒是出现了相关的转发新闻，在逃连环杀人犯落网，热心市民见义勇为。报道引发群友们讨论的不是杀人犯落网这种话题，而是其他热心市民对见义勇为的热心市民的街拍照片，感人画质中一个歪头葫芦娃笑得灿烂无比，戴面具都这么好身材，这是群主公正客观的评价。
这位热心市民一定长得非常帅。楚大，你的关注点是不是哪里不对？男童实锤了。楚楚，我的楚楚。楚哥，谁是步惊云和剑尘？我们都是。请看群名。楚楚，我的楚楚被管理员秋无忌设为精华消息。楚哥，你特么都不知道这梗什么意思，乱设什么精华消息？觉得名字就够乐了是吗？荣父已经精神失常了，整个人痴痴傻傻，问话就说休闲。林武阳打来电话通报情况，这回别说对奶保密了，连我都不知道了。啊，早叫你别打了，冲着人脑袋死命锤，锤傻了不是很正常？没被你打死都不错了。这 TM 还好是个当场击毙都不过分的连环杀人犯，要是换个你这还得出事儿。是，记下了，以后不那么冲动了。就是现在这情况都还有点小麻烦，反正见义勇为的表彰是不会有了，奖金可能有点吧，也不多。倒是协助捉拿通缉犯的悬赏不少，这个是上面下发的，不会少你的，有10万呢。啥时候请吃饭？这才10万，随便举报个大陆北方网友都有50万。想想得了，知足吧。林武阳道，想想自己辛辛苦苦码多少字才赚10万。被你这么一说很对啊，我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往这个方向赚钱？本来就有这种人，算是新时代的赏金猎人吧，觉着自己有点特殊能力，不想想这也是脑袋绑在裤腰带上的活。林武阳叹了口气，说到这个，我倒是想提醒你们黑屋，荣父都这样了，报复最好是到此为止。如果你们把目光往王家身上放，我怕到时候犯罪的就成你们了。楚哥微哼一声，没有立即回答。林武阳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主使者没事，只是费了把刀子，总觉得不对味。而且以后又来怎么办？人心这么想可以理解，只是法制上不支持。理论上就连是不是王家主使都还缺乏证据，警方是不能这么定论的。谁叫你把荣父打傻了？这下取证都难。他叹气道，你自己得有分寸，不会让你难做的。楚哥笑笑，我本来也不是多事的人。林武阳倒是相信楚哥不是多事的人，怕就怕潘达万子俊他们出院了气不过。转念想想，这个一直和楚哥扯也没意义，楚哥一个编外面具人，连个核心成员都算不上，还是找钟义谈谈才是真的。林武阳收了线，楚哥就屁颠跑隔壁去献宝，意外赚了10万。邱无忌其实一直支着耳朵听呢，神色很是有点羡慕，这就10万了，这活来钱快啊，之前怎么想不到呢？不过之前没身份，这钱也赚不成。刚才楚哥问的，他知道有部分属于故意替他问，现在似乎可以赚这种钱了，但不知怎么的，懒得动，自传才写了个开头呢，10万就10万，买一个卫生间都不够嘚瑟什么。楚哥，邱无忌扯他的衣角，来看看我这个开头是不是好一点了。楚哥探头看了一眼，我叫邱无忌，出身农家，平平无奇。咦，楚哥看得很是吃惊，你这文风不但开始口语化了，还懂得玩第一人称了。邱无忌抬头想了想，微笑道，因为我真的在回忆啊，就像和人说过往一样，把回忆说出来。好事，但你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对啊？哪不对了？农家起不出邱无忌这样的名字，而且你这天生丽质怎么可能平平无奇？这好像不是我的问题。邱无忌鄙视地看着楚哥，自幼贫寒是某位师傅的原文，衍生出来的故事会有怎样的漏洞是你的问题。文学师傅惨遭打脸，脸上一阵滚烫，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问题呢？这叫 bug， 难免的。至于平平无奇，反正这是个好词，我也长得平平无奇。丢了大脸的楚哥一溜烟回了自己的房码字去了。邱无忌目送他跑路，眼里也有些好奇。今天楚哥码字经常会没事找事过来逛一圈，说2句不着调的话，和以前闷头码字的模样很不相同。他这是怎么了？也许是刚当文学师傅，有责任心。说来被楚哥夸了一下，这个开头好像还可以的样子。邱无忌精神百倍，继续奋盘记书。这事也怪自己编故事吧，不知详略，事无巨细，磨磨蹭蹭的枯燥无味。轮到回忆往昔，邱无忌就很清楚哪些是值得多说几句，哪些是带过就行了。同属无数年前早已付之一笑的故事，他就知道少写那些无聊的晒太阳捉狮子，多写家里是怎么被村中地主欺负的，母亲如何多病，父亲如何辛苦，自己幼时是怎么早当家的，小年纪在地里割的脚丫子鲜血淋漓，又是怎么坐在田埂边看着累累稻穗露出满足的喜悦，幻想过年的时候找货郎买一颗糖，好甜的，引发后文田地被恶霸抢夺之后的哭泣不甘，父母相继病逝的痛苦，自己害怕被恶霸强占的孤身逃入山林，那情绪邱无忌自己都觉得从纸上爆发出来了。原来自己曾经也是有过一个家的，就是那时想要练武修行，想要除尽世间不平的呀。自己的运气还是很好的，山中踟蹰寻仙，仙人抚我顶，问女娃娃要随我学剑吗？邱无忌心思从文稿中收回，惊觉窗外已经日暮，他轻轻吁了口气。这是楚哥笔下一笔带过的背景，却是自己万年回首的人世沧桑。这是我的人生啊，那一笔一画刻在内心深处的烙印，与谁创世有什么关系？邱无忌忽然觉得这不是练习写作，分明是修行。终有一日我是我。外面忽然传来饭菜香，邱无忌愣了一下，抽了抽鼻子，确认是厨房里传来的，不是外卖。仔细一听，
还有炒菜的声音。邱无忌极度惊奇，悄悄出门探头看了一眼，楚哥笨拙的在炒蛋，旁边的电饭煲已经鼓鼓冒着热气，饭熟了。邱无忌怔怔的看着他的背影，不自觉抿紧了唇，仿佛感受到有人注视。楚哥转头看了一眼，看见扒着门框探头看他的邱无忌，那小模样就像一个暗中观察点 JPG 的 QQ 表情，很萌。楚哥咧嘴笑了，看你入神，不想打扰你，想想喊外卖没什么意思。别的不行，炒蛋应该差不到哪去，来尝尝怎样？邱无忌下意识脱口道，肯定很难吃。去，我来。他走上前拱开楚哥，自己接手，却发现没什么好接的了，蛋熟了。邱无忌默默地把炒蛋装盘，不知是什么滋味。这时候或许能体验到一些楚哥看他做饭时的心情吧，真的很柔软，便是再难吃，感觉都能吃得干干净净。跨越万年，穿过2界，现在的自己好像也有一个家。吃饭的时候，楚哥还是觉得自己炒的蛋不太行，盐放少了，太淡，虽然不算难吃，总之和平时邱无忌炒的差距甚远。他自己没怎么吃，主要在吃后来邱无忌接手之后做的回锅肉和煎鱼。邱无忌却不停在吃那盘炒蛋，没几下就快吃光了，好像一副我吃你的，你吃我的。楚哥忍不住道，这蛋不怎样的，多吃点肉。邱无忌微微一笑，我觉得不错，可能今天糖吃多了，吃点清淡的挺好。楚哥偏头看了他半天，不得要领。邱无忌笑笑，低头扒饭。他没有他自己书中角色那么会，挺好的。换了他笔下那些人，估计早就顺着杆撩拨开了，可自己想的并不是那些，真要那样才是把意境冲得粉碎。他这憨憨的歪头茫然，多可爱。他慢慢开口道，我看你也能做饭吗？如果说你帮我干活，那这个来打下手做饭算不算？楚哥有些歉意地道，老实说，我现在时间真比较紧，怕是只能偶尔。邱无忌想了想，虽然有些遗憾，还是颔首认同。他现在又要修炼，又要码字，时间确实比较紧。其实之前也一样，自己去买菜做饭，就是为了让他不为琐事烦扰，能安心写书的。对两人来说，楚哥的作品确实高于一切，并不仅仅是赚钱养家，还囊括了太多意义。邱无忌觉得，至少在这一方面，自己是必须辅助好他的。啥？早期想一剑砍了他完事？有过这种事吗？楚哥还在表态，有空了我就陪你一起买菜做饭，存好稿子，还能陪你再去别的地方玩，还有不少好玩的你还没去的。对了，带上笔记本，其实我们还可以考虑出去旅游，现在你有身份证了。邱无忌哑然失笑，疫情呢，还旅游？再说吧，部分地方还是可以去的。楚哥道，另外刚才查了一下，今天稿费到了账，包括之前张启仁那个黄金盟的收入在内，这个月收入极为可观，加上过几天能到的奖金，我从来没有这么丰厚的身家。你有什么喜欢的，可以研究一下了。看他献宝的样子，邱无忌还是摇头，站起身来收拾碗筷。那个黄金盟和通缉悬赏又不是常规收入，哪来那么多张启仁和荣富？您冷静一下，该去码字了。今天万字没完成吧，师傅？楚哥纳闷的回屋码字，总觉得今天邱无忌态度好奇怪啊，具体说哪里怪又说不上来，但也无心多想。今天因为事情太多，任务确实没完成，楚哥甚至还打算多写一点，因为今天上推荐。另外，现在在战力榜也有些名次了，这玩意排行是按字数和成绩同时加权计算的，所以虽然他万更和别人2、3万的触手怪相比差距甚远，名次反倒不低，曝光还可以，楚哥打算保持下去。畅销精选的大推荐和今天到账的可观收入，显然都是一针又一针上加的鸡血，足以让人嗷嗷叫着冲锋。楚哥很快就投入到了剧情中，这次没有再隔三差五去找邱无忌聊天了，这事儿没法常做，很容易打断思路的，尽力了。邱无忌收拾好碗筷，整干净了厨房，却没继续去码他的自传了。他靠在门边静静地看楚哥投入创作的样子，键盘有节奏的飞快响动，很有些韵律感。偶尔卡住了，靠在椅子上思索，手上不自觉地抓过桌边的可乐喝了一口，似乎思路又来了，忙不迭地放下，继续敲键盘。人们说认真工作中的男人最有魅力，邱无忌没感觉，只觉得他很辛苦。自己尝试码字之后，就更体会得深刻了。他想了想，忽然转身去烧了一壶水。楚哥码字码着码着，身边香风拂过，一杯茶搁在桌边，腾腾冒着热气。楚哥愕然转头，对上了邱无忌微笑的脸，少喝点可乐，茶好些。明天我去茶叶店看看，买些过得去的，这个10块1包的真的不太行。楚哥还是一脸迷茫，之前这么久了，邱无忌也没主动倒过茶啊。那什么表情？邱无忌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你的学徒、员工、助理不是该做的吗？对了，潘达受伤了，我得再去督促一下头像，这都多久了？楚哥半张着嘴，还说我叠 buff 上瘾，您这 cos 员工和助理的瘾头也不差啊。可惜穿的是睡衣，如果穿上早期那套 OL 短裙黑丝，就更像那么回事了。有没有可能不是 cos？ 至少为自己搞头像的事情不是 cos。 邱无忌气势汹汹地回了电脑边，打开 QQ 就要骂点娘角色喵。这都多少天了，这就一个头像，别人做手办都做几个了好吗？头像都这样，那以后生日和卡牌怎么办啊？刚打开 QQ， 置顶群聊里就闪过一条消息，蓝色小药丸，我的头像牛逼吗？群友答复像。
蓝色小药丸，蓝色小药丸，这 TM 是我们秋秋的 Q 版头像。群友，卧槽，你以权谋私 ，App 上都没改，你就先用上了。潘达发了个叉腰表情，我带伤工作，住院呢，还在揍角色喵，这点谋私应该的吧？群友无人理会他住院，更不知道他的所谓揍居然是真的揍，纷纷点评头像，是不是太萌了点？邱宗主霸气没出来啊？也有人反对 ，Q 版的想要多霸气也难啊，一旦突出霸气了，就突出不了我家秋秋的知性了。滚！谁是你家秋秋？我家秋秋也很萌的啊，那一头撞上石门的风姿，至今烙印在我心中。群聊开始歪楼，秋无忌，他点开潘达的头像，果然之前的熊猫头已经换成了一个 Q 版古装女子，身负长剑，大脑袋大眼睛，努力想体现霸气，结果看上去就像傲娇小脾气，很是可爱。这是我吗？秋无忌有些恍惚，如此可爱的我。滴滴滴，私聊响起，秋无忌恍惚地点开一看，是潘达在寝室。邱宗主，看看这个头像怎样？秋无忌看见自己的手指在动，挺好的，就这个吧。好脸！潘达乐滋滋道，我觉得邱宗主就是这么萌。秋无忌打字，你的伤怎样了？打完反应过来，直接删掉，换了一句，你怎么住院了？呜，还是邱宗主好，关心我住院，那群没良心的。秋无忌，应该的，你没事吧？潘达道，没事，一点小伤，本爷爷有葫芦娃帮忙打妖怪，渡水如平地。秋无忌，秋秋要不要来安慰我一下？红色感叹号，发送失败，请先添加对方为好友。潘达，医院里的潘达坐在病床上，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就被拉黑了？我刚刚还在帮你弄头像呢，上一句还在关心我，下一句怎么就拉黑了？邱无忌板着脸存了头像图，先给作者后台换上，又给自己的 QQ 和微信的头像全部换上，终于是个有头像的人了，才不想用那个母企鹅。拉黑？你还想做葫芦娃爷爷？我 TM16娃，不拉黑你等过年啊！楚哥，想想办法呀，楚哥。次日一早，楚哥迷迷糊糊刚起床去洗漱呢，就被邱无忌拉住了。他们全换了那个头，一眼看去全是同一个人在说话。楚哥觉得这没办法，我以前见过另一个作者的小幽灵头像，也是半个书友圈都是，嗨，热度过阵子就下去了。那是我自己的头像，他们都是邱无忌吗？说明你受欢迎吗？楚哥劝解，你随便找个明星粉丝群，也会发现群里头像90%都是那个明星，说明你是明星了。他们又不认识我，那是书里的角色，也算明星，这叫虚拟偶像。你看我的头像也是二次元美少女嘛，也有和别人撞头的。说到这个，还忘了问你，你那个头像是谁？一个叫秋月爱丽的外国虚拟明星，你不需要认识。我不要做明星。没事，只是虚拟的，不是你。邱无忌觉得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说了如同没说，但明明很不想别人用这个头像的，见楚哥用的是什么外国爱丽，他反而不高兴了。你也改我这个，不许用外国人。楚哥，好好好。说着进了卫生间洗刷刷。我们今天去看望一下潘达和阿俊吧。哦，邱无忌浑然忘了自己昨晚刚刚把人拉黑的事实，是该看望一下。潘达搞头像辛苦了。两人骑着小电驴到了医院，戴上葫芦娃面具进了病房。钟毅和金大厨夫妻都在。见楚哥夫妻俩进门探望，万子俊和潘达都很是感慨。他们哪知道楚哥心里对他们的特殊感情，本来以为编外面具人没什么交情呢，你看其他面具人就从来没出现过。结果这两位不但当天就来探望，还去帮了金大厨夫妻单枪匹马对上持匕首的凶徒，隔天还来探望，这就是义气，真自己人都未必这么热心。两人都道，三娃没说的，以后有事吱一声，谁里来火里去，皱个眉头我们就把脑袋拧下来当球踢。楚哥很想说你们继续水群，我就很高兴了，口中只好道多大点事，别那么夸张。潘达问三娃，我们想报仇，你怎么看？楚哥点了点头，这是当事人必然的想法，很容易理解。荣父是外地流窜来的，不可能好端端针对黑屋，显然只是被雇佣的，也就意味着主使者至今没点屁事，这谁心气能顺啊？昨天林武阳就担心大家想报复，还警告过呢。钟毅在一旁道，警察昨天跟我打过招呼，警告过别乱来。我寻思我们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其他报复手段可以吧？楚哥道，什么手段？金大厨道，王家有酒店啊，我让他们客人觉得饭菜难吃，警察来抓我啊。楚哥，万子俊道，还是觉得不解气，我们再琢磨些其他玩法，放心，不会做出格的事情。行吧。楚哥道，如果有什么搞不定需要帮忙的，可以喊我，不过确实不想太过介入这种事情，大家多包涵。理解理解，三娃已经非常义气了，不该多麻烦三娃。万子俊问钟毅，当时请我们干活的张总，这事是不是也问问他怎么说？楚哥见他们生龙活虎的没啥事了，不想涉入后续报复事宜，本来告辞想走，听了这话脚步微微一顿，越走越慢。邱无忌一直跟个助理似的陪在身边，见状低声问，你该不会怀疑连荣父都是张其人请的，为了逼得黑屋和他抱团，变相扩大钱势力？有点这种可能性。楚哥低声道，你看如果王家主使会不会刻意控制荣父不能伤人？不好说。邱无忌也有些犹豫，
王家只是气不过想报复一下，不敢闹大，倒也正常。但如果是张其人干的，好像更毒辣，也更小说。两个码字的人心中都泛起这样的念头，不由同时摇头失笑。应该不至于真把张其人当成什么大 boss 呀，他也不过刚刚接手一个背锅性质的产业没多久，手头权柄又不多，现在还被盯得紧，黑衣拳都关停了，哪来实力做这么多操作？倒是他哥哥张孝仁，如今被查偷税漏税，屁股都冒烟了，不知道对于张其人的夺嫡是不是越发有利。这是不说，其人整体操作还是很牛逼的呀，这连萧带打的，王家和他哥哥互相狂咬，感觉之前被盯的随时要被拎进去的氛围已经消了，大家目光都不在他身上了，他却在背后好处捞宝。邱无忌抬头想了想，摇头道：既然你我知道，你说他父亲知不知道？一层小公寓，一个肥胖贵妇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踢开了公寓门，一个鬓发已白的中年女子愕然站在那里。你们干什么？杀千刀的贱货，问问你家贱种都干了些什么？胖妇人上前就是一巴掌，早说你们这些狗养的东西就是会闹得家宅不宁。啪！巴掌没有抽到女子，她不知何时被人往后拉走，张其人出现在她原先的位置上，也不招架，结结实实的用脸接了胖妇人一记。这一巴掌如此之重，张其人被抽得偏过头，眼睛都被抽歪了，却一声不吭，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而与此同时，打人的胖妇人脸上也响起同样清脆的啪声，那脸肉眼可见的红肿起来。明明没人打他，这是打了张其人，却反馈在他身上。胖妇人捂着脸，痛苦的哀嚎：贱种，贱种，你敢打我！张其人扶正眼镜，转身扶着自己母亲，微微一笑：我怎么敢打阿姨呢？阿姨要打我，我只能受着。他的脸也肿了，却毫不在意的笑。母亲手忙脚乱的去取药，这孩子，哎！胖妇人怒吼道：你们都愣着干什么？教训他啊！旁边的下属们面面相觑，看着张其人笑盈盈的样子，却都不敢动。人家家务事乱插什么手？万一将来接班的是这位，以后还有自己好果子吃吗？再说这位的能力，动他等于打自己，谁吃撑了去打他？好，你们翅膀硬了，都不听话了是吧？胖妇人气急，浑身肥肉都在发抖。张其人微笑着打断：有些话说了，阿姨可能不爱听，但不说你也知道，家里的钱我想要，地产公司所有，我觊觎已久，所以这税务一刀挨的，同样等于在割我自己的肉。我对姓王的也是咬牙切齿。阿姨不找敌人麻烦，反而恨上我，是什么道理？还不是你这混账东西吃里扒外，得不到的就要毁掉！胖妇人歇斯底里的吼道：我还能不知道你们这些下贱坯子？张其人笑了一下，脸上却殊无笑意，淡淡说着：说话要讲证据，我还说是张孝仁擅自对友伤起性，导致家族的损失，他这种废物10辈子都赔不起。胖妇人气急反笑：难道凭你这贱种？张其人淡淡道：国家对异能一天比一天重视，你们还用老一套，好勇斗狠，团伙涉黑，黄赌毒，地下黑雷，除了找人背锅，上下打点，别无所能。他顿了顿，冷笑道：有异能可以让别人觉得饭难吃，自然有异能会让别人都喜欢买我们的房子。有异能可以让人说真话，自然有异能会在谈判桌上占尽风采。可你们这些脑满肠肥的，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时代变了。夫人，门外传来男人的声音：你想洗白？张其人应声回答：我只是在自救，父亲大人。如今审讯室里焦头烂额的张孝仁，不过是1个月前他们为我准备的结局，如今让他替我尝尝，仅此而已。异能者名录，姓名张其人，身份南疆张家外氏私生子，现神迹夜总会法人代表，能力反噬反馈所受伤害，开发程度未知，性质战斗，潜力。顾若言写到这里，提笔蹙眉，觉得自己无法评价。若言姐，为什么无法评价这个人？月影在身边不解地问。别人的潜力是根据异能本身来的，比如他这个是全额反馈伤害呢，还是可以开发到翻倍反馈？是必定反馈在相同位置呢，还是可以开发到选择部位反馈？能否无视对方的防御措施？等等，诸如此类。月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顾若言续道：仅仅根据这个来分辨的话，他这个异能潜力是很高的，凭 S 都不过分，真开发高了，真没几个人愿意和他交战。月影道：那他这又有什么异能之外的东西影响评价？2个方面。顾若言道：首先是反馈的媒介，比如说如果对方纵狗咬他，那么他是反噬给狗呢，还是狗主人？有人给他下毒，他是反噬病菌呢，还是下毒者？亦或是这些都能锻炼指向？月影 M。 其次他自己的体魄或者说生命力。顾若言道：假如他被人锤一拳就死了，对方受一拳反噬却没大碍，那他就是个废异能。但如果他被人在肚子捅一刀还生龙活虎，对方反馈了这一刀却死了，那就……月影懂了，他就是个文弱书生，这异能给他没大用。顾若言有些犹豫地道：我所知有许多异能会导致自身受副作用拖累，比如他这种就有可能导致体质越来越虚弱，当然也可能没有，不知道他具体如何。月影恨恨道：那不是挺好？如果他太强，我以后想报复还不方便了。最好他自己越来越虚弱，
直接死掉最好了。顾若言失笑摇头，还是道：这个我需要给专家组反馈，让大家一起评议一下。你的入职培训怎样了？月影行了个礼，我很好，大家都对我很好，谢谢若言姐。顾若言叹了口气，以后啊，有你辛苦的。咱们可是别人找老婆都不找这样的部门呢。张其仁家中，胖夫人已经被请离了，他的父亲南江市著名企业家张行龙坐在他的屋子里，父子俩相对泡茶。你的手段太激烈了。张行龙轻啜着茶，慢慢道：是压根没想瞒我，自信即使我知道了也不会对你怎样。张其仁坐得笔挺，脸上还残留着刚才被胖夫人一巴掌打过的红肿，看上去有几分滑稽，却很严肃。是因为那时候根本没办法想太多，林武阳盯着我，甚至另外牵扯到了更可怕的国家部门，无论怎么想都觉得那时候我走在死路上，我只想自救，无论多激烈的手段。张行龙笑笑，打算杀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这些？你觉得引发这一切的是我们，为什么没想过其实引发这一切的是你自己？恰恰相反，要不是事后我设法压了下来，你会更麻烦。张其仁默然。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那时候急于上位，也可以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行事方法，笑人也那么做，不能指责你不对，想为自己找借口都是有的。张行龙喝着茶，慢慢道：我也没打算批评你这一点，确实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法。张其仁抬头看他，你最近这波操作我很惊艳，真的。张行龙笑了笑，虽然还是操之过急，你看你阿姨根本没证据认为是你，还是找上了门，有些事根本不需要证据，而对我来说，你的操作简直明明白白的写在脸上，一举一动纤毫毕现。张其仁叹了口气，我的权限和实力就那么点，想做的不带烟火气也难啊。张行龙摇了摇头，你很有想法，只是缺了经验，少了磨砺，也或许是憋了太多，导致如今锋芒毕露，伤人伤己。张其仁心中倒是很惊奇，他以为父亲上门是为了问罪的，毕竟地产公司被查税，可不仅仅是张孝仁悲剧，对家族也是很大的损失。结果父亲这话反倒是教诲。张行龙却没再多说，反而话锋一转，和黑屋的接触小心点，钟义这个人不简单。张其仁心中一凛，你以为是你聘请了黑屋，利用他们对付王家，又暗自泄露消息给王家，借由王家对他们的报复压力，迫使他们和你抱团，想法很好。张行龙笑笑，然而如果是钟义本身就希望这样呢？既打击王家，又接近你获得我们家的违法证据。卧槽！张其仁蹦出了这么一句。当然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这样，钟义这人来的有点古怪，多留个心眼就是了。张其仁心中还是有几分佩服，自己之前好像是把天下人看扁了，太过激进。看看父亲的脸，父亲的容貌也已经很苍老了，脸上已生皱纹，鬓角都是白霜，但那锐如鹰隼的眼神这么多年没有变过。他总觉得父亲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人，别说对自己这个私生子了，20几年都没看过几次，就算是对张孝仁似乎也没多大关心。张其仁甚至不知道父亲这辈子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王家的事你要继续和钟义合作搞他们，可以。张行龙最后把茶一饮而尽，重重放在案几上，眼眸盯着张其仁，变得有些锋利。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张其仁一激灵，什么？灵气复苏的话只对人有影响吗？对物品呢？张其仁捏紧了茶杯。原来如此，很多争端不在面上的什么产业竞争或义气之争，有一些人在追求的是其他东西。手机铃声突兀的响起，打断了张其仁的思绪。他随手接起，哪位？张总吗？我是钟义，王家的事情我们聊聊。张其仁看了眼父亲，微微一笑，好。这一刻他心中非常奇怪的浮起一个念头，和以前写书的日子对比，现在活得像不像个书中人？真正的书中人却反而拎着个小篮子在菜市场买菜。从医院探视万子俊和潘达出来，楚哥就被邱无忌赶回去码字了，作为助理买菜之类的闲活自己来就好了。这猪肝品相不太好啊，老板便宜点呗。这已经很便宜了呀，美女。包括楚哥本人在内，从来没有人敢想象邱无忌会在菜市场和人砍几毛钱的价。邱无忌自己之前买菜也不砍价的，摊主报价多少就多少，堂堂仙道宗主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何况现在手头更宽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忽然砍起几毛钱的价来了，就像是慢慢想起曾经生而为人的过往，缠着货郎多给一颗糖，于是就这么做了。说出砍价言论的时候，邱无忌自己也有点脸上发热，还是硬着头皮道：零头去掉吗？摊主有些好笑的看着这个美人儿，他分明不会砍价，真砍价怎么可能开口只砍零头？这都是讨价还价到了最后才抛出来的。看邱无忌脸色红红的样子，摊主失笑摇头，好吧好吧，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出来买菜，这年头真的罕见的很了，你老公有福哦。邱无忌看着摊主过秤，压根懒得辩解什么老公不老公的，倒是心中涌起了很久没有过的成就感。我居然砍价成功了，这个样子是不是更不像那个书中人了？租屋里，楚哥正在审阅昨天邱无忌的开头稿子，陈印着修改润色了几处小地方，尝试着在作品相关发布了第一章，番外邱无忌自传第一章。评论区瞬间轰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楚大太疯狂了，日常万更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居然还能分新马番外，这番外看上去还是持续更新的模样。而且秋无忌的过去，书中确实基本没有琢磨，等于留白。如果写一份连载性质的秋无忌自传，无异于另开一本书了，这和双开有什么区别？但必须承认的是，此时书中人气最高的不是主角楚天歌，而是越来越鲜活的秋无忌。人们对秋无忌的过往早就很感兴趣了，某种程度上还超过对正文本身。这个时候放出番外自传，确实属于一个聚人气的好办法，对成绩也有益，所以楚哥会说算是帮我打工。此刻的楚哥并不知道这个自传对于秋无忌自身修行的意义所在，他看着疯狂上涨的章说数量，正在瞠目结舌。尼玛，我正文都没这么多章说，虽然这个发在作品相关是免费的，也太夸张了点吧。此刻他才深深体会到自己这本书真的很火了，更加体会到秋无忌在读者心中无敌的人气。冲着秋秋自传，就算写的小学生作文一样，这月票我也投了。作者你票有了？话说你们看了没啊？这写的很不错呀。我的秋秋小时候真可怜，哈哈哈，还没来得及看，反正也是楚大写的嘛，再怎样水平还是有的。真以为有个秋秋自己写啊？我现在怀疑楚大是个妹子，你看他模仿秋秋语气写自传，简直活灵活现。楼上真相了，女作者实锤。楚哥默默无语，这不是我写的，真是有个秋秋自己写的。秋秋写自传的水平比他编故事的水平高了也就100来倍吧，或者未必是他水平变高，而是他的故事本身就很能调动情绪，因为那是真实的过往，经历万载沧桑依然能够回忆起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重量。可以预见后文一样有趣，那不是无敌文，是披荆斩棘一路攀登的艰辛。越这么想，就越觉得当初他发现一切都是别人写的故事之时，那种心里崩塌的感受，当时没一剑劈下来，真是已经足够冷静的心境了。不过还好，至少可以确认过往的这些确实楚哥没写过，那就是真实的经历。若是要书写，那么他自己的人生由他自己执笔。此时秋无忌拎着个菜篮子坐在路牙子上，也在看手机，看着人们对这番外的热情，他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也许大家都当那是个编的故事，不要紧，看书本来就是在看别人的故事，即使看真实历史也是一样的体验。关键在于让大家知道了人所不知的秋无忌。帅字写脸上成为本作品盟主，蓝色小药丸成为本作品盟主。说在前头啊。群里潘达正在嘚瑟，我这盟是上给秋秋自传的，不是上给短小哥的。楚哥，天日昭昭，世上哪有日万的作者被骂短小？万是谁？楚哥把潘达的群 ID 改成了万。秋无忌看着看着笑出声来，又默默把拉黑的潘达加了回来。看在你给秋秋自传上盟的份上，下次不要乱当爷爷了。秋无忌心情很好的抬起头，忽然想到一个更乐的事，原来我真能帮他写书做助理啊，这可不能抵房租完事，要他给钱。给多少呢？1000。盟主分成。秋无忌看看自己微信钱包，里面今早楚哥大手一挥就转来了1万，这个怎么算吗？回头再说，先做个助理该做的事，比如去给老板买茶叶，一天天的喝什么可乐，度娘说那东西喝了不好的。秋无忌眼珠子转了转，悄悄躲到了无人处，打了个响指，菜篮子凭空消失，直接到了家里厨房。身上衬衫牛仔变成了 OL 装，扎的马尾披散开来，很快就从一个邻家姑娘变成了气质卓然的办公室白领。当初买衣服是为了刻意熟悉现代人的一切，现在无所谓了，随心所欲，爱变就变。cos 也挺好玩的。转过这条街就有一家茶叶店，秋无忌已经看很久了，门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让人很有亲切感。之前楚哥说这里的东西肯定很贵，都是杀猪，现在不怕了吗？杀猪？本宗主现在是会砍价的人了。踏入店中，里面装修古典高雅，还有旗袍妹子在弹古筝，一角还有假山流泉、水流叮咚和古筝之声交相辉映。秋无忌看着越发欣喜，他第一次在这个世界看见这样的古典风味。弹筝妹子看见客人来了，盈盈起立，客人要是茶吗？秋无忌道，我只听筝行不行？妹子，好吧好吧。秋无忌道，先来几款茶给我试试。好的，这边请。妹子恢复了职业化的笑容，引着秋无忌到了茶座。茶座是根雕的，秋无忌看得出价值不菲。店员妹子列出一溜的茶，他也觉得价值不菲。看店员妹子优雅的沏功夫茶的模样，秋无忌忽然觉得自己来这干嘛？楚哥需要的只是泡大罐茶代替可乐，不是搞这套啊。不过自己可以学学，这套挺有意思的，还可以回那个世界搞，看上去很是风雅。客人尝尝这款铁观音。店员妹子素手分茶，这个工艺是低焙火，口味清淡，回甘好，水滑。秋无忌听不懂他扯的啥，低头轻啜了一口，茶香弥漫在口中，秋无忌心中微微一怔，眼里有了少许厉色。这茶有灵气，极其微弱，不注意察觉不出来，但秋无忌对这方面何等敏感，他几乎可以断定这茶真的有灵气。哪来的灵气？不是茶叶本身的，也不是水。秋无忌打量了店员一阵，摇了摇头，这妹子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他带的。见他摇头，店员抱歉的笑笑，那换一款，这款焙火稍微高一点。秋无忌换了一杯轻啜一口，再度摇头，这杯没灵气了。他的目光逡巡了一阵，
落在店员手中的盖碗上。2杯茶用的盖碗不同，所以之前的灵气是茶具沾染的。店员见他还是摇头，便道：“要不我们换盐茶。”等会，邱无忌问：“你们这也卖茶具的吗？”店员笑道：“当然卖的呀，我们这里还有上好的紫砂壶，人们都说我们的紫砂壶泡茶对身体好，回头客很多的。”邱无忌心中有了底，那先带我看看茶具。站在紫砂壶柜前参观，小壶巴掌大，很可爱，大壶也能装1-2斤，还挺大。邱无忌看着看着微有笑意，他对盖碗冲泡分杯模式没见过，这种紫砂壶的壶烧模式反倒熟悉，他们的煮茶也很类似，用什么材料制壶他都有不少研究的，忽然感觉遇上了专业。不过这种紫砂他不内行，但紫砂本身无所谓，他关注的是灵气。这里的所有紫砂壶都隐隐带了一点点的灵气，可想而知是这个出产沙土的矿窑本身是片蕴含灵气的矿，矿含灵气很稀薄，这意味着那片土地带着灵气呢，还是意味着地底另有什么宝物，以至于整片矿产都沾染了灵气呢？这是一辈子都在修行界和人争宝物闯过来的修士第一反应。如果有宝物，对楚哥的修行是否有利？客人有没有喜欢的款式？店员妹子笑着介绍，这款小紫砂挺好的，很适合您这样的大美女，抱在手里还能当暖手宝，也养肌肤。啊！邱无忌从夺宝心思中回过神来，脱口道：“最大的那个，装2斤的。”店员邱无忌优雅的笑笑，其实我是给我家老板买的，我只是个秘书。店员很羡慕，用这么漂亮高雅的小姐姐做秘书，你们老板一定身家1万吧？楚哥在租屋里打了个喷嚏。邱无忌问：“所以这个大壶多少钱？”9888。邱无忌，我们这是本土紫砂，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你管这叫很便宜？当然，如果算上灵气，确实很便宜。不过我看你们也不知道啊。邱无忌有些无语的问：“那之前那些茶多少钱？”第一泡3001斤，第二泡5888。邱无忌面无表情，转身就走。哎，小姐等等！店员妹子追了上来，如果诚意买可以谈谈的。邱无忌觉得没法谈，自己练成的砍零头大法在这里压根没有意义，除非真能砍掉1位数。还以为楚哥现在有点身家了呢，原来连茶都喝不起啊！茶可以不论，可这个紫砂壶确实很想要啊。平时楚哥如果能喝着这个壶子烧的茶，对他的修行很有用的。正犹豫间，门外传来一个女声：“这位漂亮的小姐想要的话，我做主了，半价交个朋友。”邱无忌转头一看，一个30多岁的少妇踏门而入，冲着邱无忌一路小跑过来：“只需要这位小姐姐教一下您这平时用的什么护肤品，在哪做的 SPA 啊？交个朋友好不好？”邱无忌目视店员妹子，妹子捂住了额头：“这位是我们少东家。”那边楚哥码字码着码着，就开始有些坐立不安。邱无忌去买的菜怎么买了这么久啊？这都快中午了。勉强码完新章节发布，楚哥再也坐不住，起身在客厅里打转转，寻思要不要给他去个电话。刚刚转到门边，门就咔嚓一声开了。邱无忌有些错愕地看着眉头苍蝇般的楚哥，旋即想到为什么，眼睛很快弯成了月牙。我回来了。楚哥吁了口气，旋即眼睛一直：“你怎么又穿 OL 装了？好久没看见这种知性气质了，真的美。”他的目光下意识往下看看是不是黑丝高跟，然真是。邱无忌面无表情，看够了没？你这……楚哥陪笑，好久不这么穿了呀。我现在是你的小助理，这么穿最像啊。楚哥乐了，对对对。邱无忌脱了高跟鞋进门，穿着黑丝的小脚丫踩在地上。我拖鞋呢？楚哥弯腰捡了拖鞋，屁颠颠拿了过来。徒儿给师傅换鞋。黑丝小脚丫踹了过来，滚！楚哥一咕噜翻起，陪笑着伸手接过他手里的东西，看看今天买了什么菜。咦，紫砂壶，这么大！邱无忌一把抢过紫砂壶，抱着壶子噔噔噔地跑向厨房。这可是好东西，我泡茶给你看。楚哥拎着另一大袋茶叶走了进去，探头看邱无忌洗壶。这套玩意多少钱啊？不贵，4000多。楚哥，这婆娘开始败家了。却听邱无忌道：“这个壶是所有壶里灵气最好的一个，我看卖家自己都不知道这玩意有灵气，只当是什么好紫砂能养生呢，不然多半是不可能这样摆着卖的。”灵气！楚哥心思慎重起来，难怪邱无忌肯掏这钱了，这种东西根本不是用价格来衡量的。话说这灵气对异能锻炼有多少作用不得而知，但对于修仙的来说，怕是再贵10几倍也愿意买。原来世上还有这类的东西吗？邱无忌又道：“那个少东家人挺好玩的，我和他交了朋友。哈，我的微信好友除了你之外，终于有第一个人了。”楚哥汗毛倒竖的警觉：“少东家？什么少东家？多大岁数的？”邱无忌怔了怔，奇怪的转头看了他一眼，看见楚哥紧张兮兮的模样，忍不住扑哧一笑：“女的。”楚哥整个人都轻松下去，打了个哈哈：“啊，交点朋友嘛，应该的，好事好事。”德性。邱无忌白了他一眼，洗好了胡子，继续装水。我也是经过这么一下才发现，我没有朋友 ，QQ 上加的都是你的读者，属于我个人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楚哥忙道：“读者也是你的朋友啊？虽然算吧，但性质不太一样。”邱无忌笑道：“萌萌人不错的，交到第一个朋友，我很开心。萌萌是什么？周瑜的马，是山涧茶室的少东家，叫朱萌萌。”楚哥抱着茶叶袋子，暗道：为什么你遇上的人就能连名字都这么萌？
他还是有些小泛酸，总觉得自己不是唯一了似的，酸溜溜道：“别听人名字萌，然后给你打个折，就觉得人不错了。这东西他们不知道灵气的情况下，成本可能就几十不到，卖你几千你还高兴。但实际有灵气的情况下，其实是我们赚了，不是吗？”邱无忌笑眯眯的开始烧水，大家都觉得自己赚了，所以就成朋友了。楚哥，这是什么神奇朋友论？你手上那袋子茶叶是萌萌送的，说是工作茶，200多一斤。我也不懂好不好，总之比你10块钱一包的好。反正我们喝的是灵水了，不是茶。邱无忌眸子熠熠生辉，楚哥，之前你修行缺少辅助之物，我本来以为这世界没有，如今才知道是有的。今后我会多关注这方面，尽量让你修行更便捷。看着他亮闪闪的眸子，楚哥心中有些悸动，柔声道：“也不用那么费心的，我自己练着感觉挺好。”呸！邱无忌哼哼道：“我邱无忌的徒弟练了2个月，还是这副臭德性，丢人现眼，让我怎么见天下英雄？”楚哥，啊，白感动了。邱无忌一把抢过楚哥手里的茶叶袋，去码你的字，泡茶做饭都没你的事。楚哥这才发现厨房里不知啥时候有了一篮子菜，他觉得邱无忌自从开始写字传后越发怪怪的了，但细想好像又没什么问题，还会当小秘书给老板倒茶了，挺好的。算了，码字去，想这个干嘛？女人心，想不明白的。邱无忌看着楚哥挠头离开，眼里有些笑意。楚哥至今不明白他自己的修行多神奇，在一个灵气如此稀薄，并且没有任何辅助修行之物的情况下，这厮就靠每天打坐和编码字编分心修行，居然2个月内练到了炼气5层。在击败容父之后，他的金钟罩也已经接近小成了，还有个小瓶颈卡着，突破就行。放在那个世界，这个速度或许算不上惊艳，也就中等水平。但在楚哥这种修行条件下，邱无忌敢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比楚哥快，包括自己。创世神就是创世神，他太适配那个世界的功法了。邱无忌很期待，在有了东西辅助修行的情况下，楚哥还能带给自己多大的惊喜？会不会有一天他真可以随便进去？楚哥安心回头码字，其实这段也没什么太多内容，是楚天歌遭遇的一个小副本剧情，当然后续会关联到严千烈那边的一些举措被意外破坏，但此时还只是在和一群龙套扯皮的过程，没太多需要思考的地方。倒是分心二用的修炼越来越习惯，隐隐的也总感觉自己在看着这个副本门外，楚天歌在和别人交谈，甚至快要可以看清这些人的面貌了。他噼里啪啦的写着，身边不知不觉就泛起了茶香。楚哥从那种俯瞰之感中退了出来，偏头看着身边的丽人，他正有些好奇的看着文档，似乎因为开始写书之后，对师傅楚哥的文字也有了新的观感和领悟。于是他在看文档，楚哥在看他，这种有个 OL 短裙黑丝的女秘书把茶放在身边的感觉真的太美妙了。至于茶有没有灵气，虽然很重要，可与之对比简直不值一提。你在看神吗？邱无忌看着文档磨着牙，我是让你喝茶的，不是让你看我的，再看我就把茶从你头上倒下去。楚哥慌忙低头喝茶，茶并不烫，邱无忌特意处理过，是最适合激发灵气的温度。一口下去，淡淡清香直入肺腑，好像有一股甜意散入百骸，流入心田。怎么样？邱无忌有些期待地问。楚哥老实回答：甜。邱无忌奇道：不应该啊，茶又不是甜的，难道是所谓回甘？这么明显的吗？不是，楚哥还是诚实回答，只是因为那是你泡的茶。咚！楚哥脑袋又长了个包，抱头蹲房。邱无忌捏着拳头，气冲冲地离开房间做饭去了。真是的，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创世神？修炼呢你，脑子就只会想甜的。下次撒把盐进去，看你甜不甜。今天邱无忌辛辛苦苦砍价买下来的炒猪肝，楚哥没口福吃道，因为他喝了那杯茶之后入定了。邱无忌悻悻的自己一个人吃饭，臭着脸把剩下的菜塞进冰箱，很后悔在饭前让他喝什么茶，就不该献这个宝，早该想到才对。他不是自己这种长期沐浴灵气的修士，可以说属于久旱逢寒灵了。乍一遇上灵气洗涤，简直就像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里忽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那一刻的醉氧之感很正常，以后习惯了就不会了。那紫砂壶带着的灵气终究还是稀薄，喝惯了就只不过是有意的饮用水而已。不过这次的意义确实挺大，说不定这次入定醒来就能有所突破了，连同金钟罩那个小瓶颈，不知道也能不能顺便一鼓作气也突破掉。话说他金钟罩小成的瓶颈是什么来着？这功法好像被他改过了。瞎改什么嘛？邱无忌叹了口气，终究没去打扰楚哥。想了一想，他这次入定来的突然，自己也不好判断到底多久，便到群里和书评置顶发了条通知，今天楚大不舒服，更新就早上那些没有了。真尽职尽责的助理，回头要让他加钱。群友反应一阵错愕啊，楚大爆发了快2个月了，难道是累着了？那好好休息，不急这1天2天的。是生什么病了？感冒？邱无忌看着心中有点暖，别看这帮货一天天骂短小男断章狗，实际真有事了还是很关心楚哥的。或许也是楚哥积累的信任吧，他这么勤快的写手确实也不多了。也没什么，小感冒。邱无忌开始替他说谎，休息一下，多半明天就好了。哦，那就好。等等，群友发现了盲点，
邱宗主，我的秋秋，您难道真在和楚大同居吗？邱无忌慌了，什么呀？你没有找禁言吗？群客难门指出，否则你怎么这么清楚楚大的情况？生病第一时间知道就算了，什么病，病多重，什么时候能好，都知道。切，我当是什么呢？邱无忌发了个鄙视的表情，现在你们不也知道了？群友，不就是楚大跟我私聊了而已，这么简单的事情很难想吗？我们还是觉得不对，为什么他不直接群里说，要先私聊你，让你来说？邱无忌咬着下唇，打字的力气都大了3分。他想泡我，你们第一天知道吗？群里安静了片刻，开始造反。凭什么？作者了不起吗？还可以预定秋秋的，让短小哥一边去，秋秋是我的。造反！造反！我要造反！邱无忌开启了全群禁言。世界安静了，邱无忌吁了口气，算是忽悠过去了，没被实锤和女粉同居就好。脸上还有点热热的，自己居然会亲口说出他想泡我这样的话来。全体禁言是不是不好，会给他造成负面影响？邱无忌偷偷看了一眼，又悄悄解了禁，继而似乎怕群里一拥而上的造反，直接关群不看。本座现在也是有活干的人了，才懒得跟你们扯淡。邱无忌打开了文档，开始继续写他的《邱无忌自传》。这个自传就比楚哥那种正文舒服多了，没有日更的压力，爱写多少写多少。邱无忌悠悠然的给自己也泡了一杯灵气茶，又整了点奶糖，打算1000个字码一天。结果才刚刚写了几行，正开始入戏的时候，邱无忌目光一凛，心中一阵悸动。原身那边出事了，我原身在泡澡啊，谁在偷窥？楚哥这次入定的细节很有些不可告人。自从得到灵气滋养，法力蹭的往上窜，楚哥自己都本能的觉得突破简直就是一眨眼的事情。结果遇上了一个奇特的瓶颈，因为现在他的基本法是金钟罩，气机运转是按照金钟罩的运行路线走的，而金钟罩恰在此时也到了瓶颈，需要锤炼下阴罩门。这玩意怎么锤炼啊？捅榴莲吗？还是挨打？这可不能挨打呀！于是法力发疯一样往某处狂涌，冲经脉，冲穴道，冲的楚哥充血，又痛又胀，感觉这关压根就没法过。这种被动入定意识是很朦胧的，只有法力运转，别无其他。别说没法停止了，其实根本就不会想到停止这件事，只会下意识的去寻找解法。楚哥下意识第一反应就是去想邱无忌，能和他贴贴就好了，一定能缓解。如果能嘿嘿，那说不定就突破了，各种意义上的。然而邱无忌不在身边，此时的意识朦胧，甚至无法想象出邱无忌的样子。意识迷糊之中，好像又看见了刚才码字时观测到的场景。楚天歌在和人交谈，马上就要进入一处密地了。楚哥心中嫌弃，我看你们一群男人干嘛？我又不是男童，我家秋秋呢？哦，是了，这个世界也是有秋秋的。心念一动，场景飞转，如同直接锁定邱无忌所在似的，目光所及已经到了云际山间。邱无忌的主峰后山，清幽院落，溪水成潭，云雾氤氲之中，哗哗水响，依稀可见微微血色。邱无忌在泡澡，楚哥眼睛都亮了。哗啦啦，山间一阵水响，邱无忌原身缩在水中，抬头怒目寻找被窥视的来源，然后就看见虚空之中似乎隐隐浮现楚哥兴奋的脸。邱无忌，淫贼居然是你！楚哥很兴奋，邱无忌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看见好多了，嘿嘿。哦，不止，他躲水里毫无遮挡作用，根本挡不住天道的注视，甚至他用了功法防护都没用，天道什么都看见了。你还看？还看？邱无忌头上都气冒烟了，原身一飞剑就往天上戳，穿过去了，毫无伤害，甚至那虚影还更接近了。那意思不但想看，还想贴呢，那表情简直就像 QQ 群聊里面那群二货发的哈喇子表情。真当本座拿你个淫贼没办法了是吧？邱无忌冷笑，收了功法，索性都不挡了。哐！租屋里，邱无忌气势汹汹地踢开楚哥的门，一把拎着盘坐中的楚哥，咚的一拳砸在他脸上。淫贼，给我醒！淡淡金光泛起，楚哥头一偏，还是一副哈喇子笑脸没醒，似乎因为感受到了邱无忌的接触，反而还无意识地抱了过来。秋秋，我的秋秋！邱无忌七窍生烟，人家群里玩闹的，你还来真的了是吧？他一把捞住抱过来的咸猪手，恶狠狠地来了个过肩摔，死！咚！楚哥重重趴在了地上，某处摁戳地板，直接被痛醒了，弓着身子跟虾一样在地上蜷缩。书中世界，天道化虚影，揣着手悬浮在邱无忌面前。邱无忌柳眉倒竖，左手捂胸，右手啪的一个巴掌，天道烟消云散。楚哥蜷在地板上，睁开了眼睛，金光凝实，金钟罩下阴罩门锤炼完毕，金钟罩小成。小心抬头看看面前怒目圆瞪的邱无忌，楚哥心中清楚发生了什么，小心翼翼地陪笑道：“那个，我突破了，需要能量补给，有点饿。”一个女士拖鞋鞋底在眼前放大，去死吧，楚哥！楚哥带着一脸邪印，悲剧地检视地板，地板木没穿，但居然留了个浅浅的摩擦痕迹，金钟罩恐怖如斯。还好这是房间里，原房主铺的是竹木地板，要是客厅和卫生间那边可都是瓷砖，挨这一下会怎样？楚哥不敢想，邱无忌更不敢想。你想用这种凶器做什么？
见邱无忌气得胸膛起伏的样子，楚歌蠕动，悄悄从边上溜出去了。他那也是挨打，还不如让他冷静一下，自己出去热点饭吃。好今天算是把邱无忌得罪惨了，但是好像不亏呀。都看见了，云际山的雪好白，云际山的山好大。哎，可他这回气得不行，得想办法哄一哄。掏出手机看了看，书评置顶还有邱无忌之前帮忙请的假，多好的贤内助啊。既然请了假，今天是不是应该带他出去玩，赔个罪？那边邱无忌在屋里生闷气，越看自己帮他请的假就越生气。早知道你这么快完事了，我帮你请个头的假啊。平白还差点暴露了女粉同居的事实。不对，我不是女粉，我也没和他同居。邱无忌差点掀桌，还白白被看了，不知道他看见了多少。然后呢，能怎么办？又不能打死他，又不能挖他眼睛，还不想离家出走，那怎么办？邱无忌气鼓鼓地摸出手机，请教新朋友，萌萌，有事问你啊，我被人看了，怎么办？对面发来一个问号，怎么看？看你脸不是很正常吗？我也爱看啊。不是，是那种身上打他呀。打不过，要不要我摇一车面包人去帮你？打完了又不敢打死，怎么办？打得过就好办了，直接扭送警局啊。这个不行。朱萌萌秒懂，该不会是你老板？是啊，职场性骚扰啊。这朱萌萌义愤填膺，这不辞职等过年啊？秋秋，我跟你说，来我这里卖茶吧，你这气质太合适了啊，换一身古装，那些古装演员都没你美。邱无忌不能辞职的。朱萌萌又懂了，你是不是有把柄在他手里？邱无忌想了想，没有吧，他倒是想把他的把柄塞我手里呢。呸，恶心。朱萌萌这回是真的懂了，你喜欢他？邱无忌，朱萌萌，你老板几岁啊？结婚了没？要是有老婆的，集美们帮你参谋一下怎么逆袭。停，扯哪去了？所以结婚了没？没。卧槽，钻石王老五啊！朱萌萌恨铁不成钢，都这样了，从了吧。当老板娘不比当什么破助理秘书好吗？邱无忌人都傻了，不是，萌萌你是不是误会了？我误会什么了呀？你说的呀，被看了又不辞职又不报警，还问怎么办？我还问你怎么办呢？这么年少多金还没结婚的，你给我介绍一个啊。他没钱。哦，那没事了。朱萌萌道，没钱的小老板啊，看了你还不离不弃，这不是喜欢你告诉我什么叫喜欢？邱无忌，我不喜欢。好，既然不喜欢，你辞职啊，来我这卖茶。没钱的小老板自己创业有什么前途？邱无忌感觉两个人分明是不同世界的聊天，你们对这事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啊？要不然是什么态度？和男人在一起不考虑这些，考虑什么啊？对了，他帅不帅？太丑就算了。邱无忌觉得这天没法聊了，算了，不问你了。朱萌萌道，我才郁闷呢，你倒是教我一下怎么办啊？什么？我的爱人，我的丈夫，我孩子他爹，他怎么了？他们今天相见了。邱无忌，我和你们果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呜，秋，我怎么办嘛？朱萌萌发了个流泪表情。邱无忌面无表情的关掉了微信。凉拌去吧。门边小心翼翼的探出楚歌的脑袋，那个。邱无忌板起脸，滚，不想和淫贼说话，再废话打死你。小的也是无意的，师傅也知道那个是被动入定，只能观想。邱无忌柳眉倒竖，正要发飙，楚歌急促续了下去。再说小的什么都没看到，师傅知道我只能模糊观测，何况云际山云雾缥缈，能看见什么呢？骗鬼吧你都化作虚影扑过来了。邱无忌吐槽憋在心里没骂出去，转念一想，他这么交代好像算个好台阶，没看见吗？不就没事了？非要强行揭穿，其实他看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想到这里，强行按捺下来，冷冰冰道，打你是为了点醒你，这种登徒子行为是不能做的，以后再敢尝试偷窥本座，挖了你的眼。是，我记住了。楚歌干咳两声，终于走出来了一点，虚心请教，师傅指点一下，我今天这种情况属于什么？邱无忌怔了怔，一时沉吟，全被这货带歪了，居然忘了这是本身的重要性。他能清晰看到人了，还能做出流哈喇子脸，天道越来越局限了。但说实话，邱无忌也不知道这情况意味着什么，他能判定的只是修行程度。你金钟赵小成，同时带着炼气期达到了后期，现在你的情况是已经应该做筑基准备的了。不知道真正筑基之后，两个世界的交互会不会更明显啊？这就快筑基了。楚歌真不知道自己练功的各层表现对应着什么，一直还以为自己就是个初学者呢。我这才练不到2个月不是？邱无忌板着脸道，早着呢，炼气后期又不是大圆满，且不提7、8、9层还有多大差距，就算到了圆满，你自己写了那么多什么半部圆满巅峰的，自己没点数吗？我早淡化了这个概念了。那也一样，等你把修行推到炼气圆满，还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说可以做准备的意思，只是因为这个世界不知道去哪找材料炼丹药，我们需要提前准备。邱无忌道，说来你这边的中药铺我有空也可以逛一逛，指不定就有一些什么。这个比彩票还难吧？邱无忌叹了口气，那也得试试，不然呢？顺其自然吧，
想太多就执着了。楚歌笑道：“还不如说你呢，你在家里憋久了，是不是也无趣？今天既然请假了，我们出去玩好不好？”邱无忌心中微动，他这种修行心态是真的好，这或许也是他修行迅速的一大原因吧。当然，也是因为符合他以自己性格去写的。道：“哎，问你呢，今天时间多，出去玩不？”邱无忌想着事儿，顺口回应：“去哪玩？比如什么博物馆啊、海底世界啊、科技馆啊这类的，好不好玩不一定，对你了解世界、增长见识还是很有帮助的。”邱无忌回过神来，有些惊奇：“这里能看海？”楚歌怔了怔，他说的本来只是海底世界、水族馆这类的玩意，城市能玩的东西不就这么回事？倒是想不到邱无忌直接想到了看海。不过好像问题也不大，我们南疆是近海城市，虽然真正临海还得去旁边区县，不过也很近的，今天时间也够。那我要去看海。邱无忌目光熠熠，一直待在城市里，所得太浅。楚歌在心中握拳，噎了一声：“走，去看海，看光了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哎，不管了，没冷战就好。别说看海了，就算要有海，老子也游了。”南疆市作为一个省会，之所以还是个3线城市，很显著体现在其他大城市的县要么早就合并成区了，要么也有城际地铁专线或者磁悬浮什么的直达。但南疆市去某些下辖县，除了机场公交专线之外，居然还需要坐远古大巴、中巴走省道。楚歌对此极为嫌弃吐槽，邱无忌倒是兴致勃勃，毕竟没坐过，看上去和公交车不太一样，一路颠颠晃晃的，反而让他找到了几分坐轿子的味儿。省道两边还有很多农田，秋天一片金灿灿的样子，让邱无忌看了心情很好，靠在窗边懒洋洋的看着，嘴角始终都是笑容。如果那次自己跑郊外摘狗尾巴草不算的话，这次应该算是第一次离开南疆市吧。邱无忌平日里真没有诗与远方的期待，修行生涯里太多枯坐山间动辄100年的日子，他太过习惯，心如止水。而九州闯荡，看尽人世风光的日子，也早就经历的腻了。在屋子里以一屋而观天下，在区区一个小盒子一样的笔记本电脑里纵览世界，对他来说反而更新奇有趣，也更懒得动。但当真正出来的时候，邱无忌心情还是会变得开阔起来，就连大巴车的柴油味都成了一种难得有趣的体验。唯一让他想吐槽的是，这车座椅的布套上面印着的广告：不孕不育，阳痿早泄，某某医院为您解决烦恼。楚歌就饶有兴致的在那看，还拍了照片想发群聊，被邱无忌当白痴一样阻止了。你现在在装病请假，所以你把这个拍出去是想告诉大家你得的什么病？楚歌一身冷汗的取消了发送。邱无忌语气凉凉地道：“其实也很合适你，短小哥嘛，一张5秒看完的秒男嘛。”喂！楚歌左右看看，急促道：“你和他们学坏了，这种话怎么适合从你口中说出来？答应我，仙子是不可以拉，不可以说下3路的好吗？你们群里天天说我在那座馆里，还不能说了？”邱无忌鄙视道：“更何况有的人可不仅仅是说，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呢。说到这个，我就更该跟你说刀了。你觉得地板上都留印的猛男和这搭边吗？你很得意是吧？”邱无忌觉得越说越不像话了，但这个话题好像是自己扯的，索性直接偏头看窗外景色，不理他了。楚歌却开始惹他：“哎，你想看海，是不是因为在那边你一直没有过海？”邱无忌没好气道：“都你设定的，你最懂，行了吧？”确实，邱无忌纵横九州就是出没过海。九州很广博，比整个地球陆地面积加起来都大，这基本是玄幻仙侠写手的通用设定了。地图大了，方便扩展剧情。而九州虽大，却不出海，四面海洋环绕九州，一旦出远了，修士就会失去法力，无法飞行。而凡人远洋的水平又远远无法出那么远的远海，于是人们都认为前方就是天之尽头了，不能通过。邱无忌以前也觉得那是天之尽头，因为楚歌设定的世界是个天圆地方的一界，不是星球。天圆地方的世界有尽头，那是很正常的。但现在看了大纲的他清楚的知道，那不是尽头，海的另一边还有乾坤。只不过原设上没他的事，他整本书到完本都不会出海。那边本来是设定给主角楚天歌升级练功泡妞再回来装逼的地图，既然知道海的对面另有乾坤，邱无忌怎么会不想去看一眼？可惜现在邱无忌有强大的岩签列要应付，二人之争现在是作为一个较长期的分卷主线存在，在此之前他离不得。而且开启海对面的剧情也是楚天歌修行提升到金丹之后的事，短期还不行，他也只能望洋兴叹。楚歌很清楚他在想什么，便道：“现在我的大纲并不太作数，因为改了群像写法之后，很多后续大纲并没有调整仔细，如今的写法下，后续必然会增加海那边的修士和九州修士的冲突和交汇，你还有大展风采的余地，不用急于一时的。”邱无忌道：“但那是以后的事了，不是吗？”楚歌点点头，但这个世界的海对面没那么神秘的，如今的地球就是个村子。邱无忌出神地道：“人居然是生活在一颗球上，原来脚下的大地也是一颗星辰，真是神奇。”楚歌奇道：“你啥时候发现的这一点？我都没和你说过。你的搜索记录也没这个，但这个不能说。”邱无忌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失笑道：“我在你推荐的视频站看过宇宙科普视频，宇宙浩渺，当真让人震撼。好家伙，平时不动声色呀，
没见你说，是不是还打算适当的时候用来震撼我一把，或者威胁1万岁的老太太不要随便离家？楚哥，完了，你现在怎么这么懂了？邱无忌冷哼了一声，楚哥，对比之下，你那世界格局真小，明明知道无尽浩渺的星空，说不定存在无数的文明，自己只比书写世界，却还那点格局，这就开始嫌弃自己世界了呀？我只是嫌弃你。嘿，楚哥不服了，你真以为那世界格局小啊？现实世界算无限广，你那世界可以是无限套娃，飞升不同的位界，而且高级的位界也可以是宇宙，谁说一定每个都是天圆地方了？你这是耍赖，这不是耍赖，是埋伏着的构思。楚哥悠悠道，你跑出来那会儿才是个刚上架不久的新书，就算现在主角都还没金丹，早着呢，你能看见多少世界？邱无忌忍不住道，这就是我看你们有些书2、3千万字还没完的原因。楚哥，这徒弟越发有悟性了。呸！邱无忌又去看窗外不理他，心中倒也有些好奇，楚哥心中对那个世界应该另有构图，只是没明确，所以没写在大纲里，就算是原本设定飞升的天界都没写出来，说不定还真是宇宙呢，也说不定。飞升套娃的尽头其实就是这里，自己只不过是提前到了最终点。邱无忌抬头看着窗外远方，已经隐隐看得见大海的边界，空气中似乎有诗意传来，海鸟在高空飞掠，张开听力去捕捉，遥远的海浪声声织成雄奇的旋律，夹杂着人们的欢声笑语，和自己原先脑补中的海边渔村很不相同。那个世界的大海令人心叹，这个世界的大海是怎样的？也是无数人们在对抗自然的伟力，在向往对岸的风景吗？走！楚哥拉着邱无忌下了车，兴冲冲地直奔海边乐园，2张票，怎么到海边玩也要门票的呀？邱无忌低声嘀咕，这海是他的吗？主要是维护和服务啊。楚哥笑眯眯地拉着他往里走，比如你看前面，泳衣我们就没带啊。邱无忌循着他的指向看去，一群穿着比基尼的妹子在海边跑来跑去，还有3点的男人甚至只穿个大裤衩，矜持着上身。许多人在沙滩上支着遮阳伞，悠悠然地享受海风，还有人转身被趴，男女互相替对方擦防晒油，摸来摸去的。邱无忌慢慢张大了嘴巴，不是，我想要的看海不是这样的，来这边试下这套泳衣。我不要泳衣。那你这样怎么下水？楚哥循循善诱，就算你法力护身，这一身穿着去沙滩也很奇怪的嘛，和大家格格不入。我可以不去，我站这里看就行了，为什么要去沙滩？为什么要下水？来都来了，大老远的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就不想体验一下现代女孩子的生活吗？邱无忌气道，这叫现代女孩子的生活？楚哥理直气壮，难道她们不是女孩子吗？看她们沙滩奔跑的笑容多欢乐啊！你看，还有小女孩。邱无忌隔着棚子望去，几个小女孩赤着脚丫撒欢似的在海边跑，还有其他孩子在堆沙子城堡，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看着这幅景象，邱无忌板着的脸也有些柔和下去。孩子们也是泳衣，好像确实很正常。谁知道呢？当初看街上 OL 短裙黑丝也很正常，结果在某些人眼里，所以不正常的并非装束，是某些人龌龊的心，对吗？仿佛看出他眼神里蕴含的意味，楚哥直接躺平摆烂。对，龌龊的是我，不是衣服，所以尽管穿，没关系。邱无忌鄙视道，可惜身边有你。楚哥，算了。邱无忌一甩马尾，随意挑了一套比基尼，小女孩都穿，我也没什么好矫情的。某人敢乱放猥琐眼神，仔细招子。是，不乱放，一定不乱放。楚哥心中大喜，哎，等一下。邱无忌转头，又闹什么幺蛾子？你手上那件最多，你穿不了，试试这件。滚！你现在已经能目测了是吧？邱无忌飞起一脚，抢过楚哥手里那件，气冲冲的进了女性更衣室。一进去就傻了眼，好多白花花的，这里要是进来一个色狼，不得爽死。邱无忌紧张的张开了神念，这可不行被看的。话说真的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吗？可大家都很随意，还聊天呢。邱无忌看着大家随意的样子，犹犹豫豫的开始脱衣服，一屋子目光都先后转了过来，所有老老小小的女人们眼睛都亮了。这哪来的仙女？好漂亮啊！脱衣服都脱得这么慢条斯理的，有气质。可以啊，小哥哥。柜台的小妹也在惊叹的看着楚哥，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楚哥望天，那是女孩子吗？那是你奶奶的奶奶。当然也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小哥哥。你要推销东西了是吧？小哥要防晒油吗？妹子果然立刻热情推销。对了，租躺椅和遮阳伞的价格在这里。妹子递过了一张单子。楚哥看着单子上的一串数字，心都在滴血，但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这都得挨。租，都得租，防晒霜也要2盒。楚哥拿了东西，自己一溜烟进了更衣室，3下5除2就换了出来，站在外面通道门口等。从来没有一刻等人像现在这么焦急过，走过来走过去的就像产房外焦急的丈夫。即将登场的那可是泳装邱无忌。咔，有人打开更衣室门走出通道，楚哥飞快迎了上去。抱歉，认错了。出来的只是个不认识的少妇，长得倒也妩媚，看着楚哥的目光别有意味。帅哥，你是搭讪我吗？啊！楚哥忙后退，误会，没那个意思。
少妇踏前一步，你微信多少？所以这是你搭讪我？楚歌人都傻了，竟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回应。少妇笑盈盈的打量楚歌，这男人好帅啊，肌肉又好看，好像还挺老实。哎呦喂，这年头世上还有这样的男人吗？本来不想聊的，都忍不住想聊一下了。怎么了，帅哥？少妇故意的凑了上去，伸手试图划过他的胸肌，是手机没带身上吗？还是藏在哪里？那手就一路往下找手机。楚歌吓得往后退，直接就顶在了墙上。不是，我说姑娘，我等人。哦，难道不是等我吗？楚歌也看出这妹子多半有些故意的，也是觉得好玩。可他实在不想这么玩，万一被邱无忌看见了，惹出什么狗血误会，那就完犊子了。他急得脱口而出，我有女朋友，等的不是你。随着话音，少妇的肩膀被人点了点，他转头一看，刚才在更衣室里惊艳了大家的美人儿笑盈盈的站在身后，让一下，他等的是我。少妇怔了怔，心中第一时间浮起了郎才女貌这个词，忙道，姐妹不要误会，我也只是逗逗他的，你男朋友很帅，很般配。邱无忌眼里差点都没出现杀机了，闻言硬生生忍了下去，露出一个无可挑剔的礼貌笑容，谢谢。少妇匆忙离开，邱无忌的眼眸才落在楚歌身上，打量了一下他精致的上身，微不可见的撇了撇嘴，他都能招蜂引蝶了，有什么好看的？也就一点点好看。楚歌看着邱无忌那护犊子老母鸡似的一脸不爽的表情，心里倒是很高兴，笑呵呵道，看我是经受得住考验的干部吧，要不是跟我一起出来，早被人摸两下就不知南北了吧。邱无忌冷笑道，就你这种淫贼还经得起考验？蒙鬼呢？你要这么说倒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不是已经有你了吗？所以其他假设就不存在了。楚歌义正辞严，只要有邱无忌，楚歌必生不二色。呸！什么叫有我？你有吗你？邱无忌转身就走，你那套书中男主的甜言蜜语还是少说两句吧，尬得人浑身鸡皮疙瘩。话是这么说，脚步倒是挺轻快。楚歌便追了上去，和他并肩走，一边偷眼看他的样子。比基尼的秋秋真漂亮啊，真正充分的显露她白皙娇嫩的肌肤以及泳装包裹下完美的身段，属于多描述都要被点娘加掉的那种。可是为什么忽然有点不想让他走出去被别人看见了呢？楚歌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自己这心态是不是有点问题？对了，会不会遇到别的男人来搭讪，然后打架，看老子锤不死他们？你在那想什么呢？邱无忌奇怪地看着他，之前千忽悠万忽悠的就想骗我来，都踩在沙滩上了，反而在那沉默。啊，没什么没什么。楚歌笑着拉起他的手，两人都赤着脚，一脚高一脚低的踩在沙滩上，慢慢走向大海。海风迎面吹来，带着微微诗意，清凉舒爽。赤足踏在海边，海浪随波漫过脚面，又退回去，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韵律，让楚歌胡思乱想的心都逐渐平和下来。莫说生于斯长于斯，其实他也没来多少次，可能看海还没邱无忌看得多，但此刻再来，心情却全盘不同了，因为身边有他了。之前心心念念想看的泳装秋秋，忽然觉得并无意义，真正的意义就是这样，手拉着手和他并肩站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说，心都能宁静。邱无忌眯着眼睛，任由乱发漂浮，看着远处海天一线的苍茫辽远。这是秋天里的海天无际，水波粼粼，直上天边，在世界的尽头，水与天正交接在一起，就像此刻阳光之下，两人手拉着手在沙滩上的倒影，犹如一人。远处传来喧哗声，楚歌转头看去，却是那边的浪高，有人在冲浪。楚歌便问邱无忌，要去玩玩这个吗？邱无忌微笑摇头，他无异于这些。虽然看上去很热闹，很多人在边上鼓起加油的样子，看上去挺好玩，但没兴趣，这种活动对他而言略低级了。就像当初去游乐场和看电影，他也无异于游玩。此事的女孩应该经历什么，看过尝试过就行，真正多投入进去，觉得很想玩，他办不到。万年修行，在太多事情上心如止水。邱无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他面前失态发脾气，真是不应该。他不去玩，楚歌好像也觉得很正常。你呀，出来玩总是会少很多体验，也难怪，这些东西对你太没挑战。邱无忌笑笑没回答，楚歌也没继续说，两人还是携手站在那里看海，仿佛这么一站就能站一天。邱无忌觉得有那么点不好意思，自己这么站着看海，其实也属于一种修行，别说站一天了，站一年都可以的。但对楚歌不是，好不容易请假没码字，大老远的来一趟，就干巴巴站在这里，确实对他也可惜。他想了想，也就转身往后走。我要试下那个躺躺椅晒太阳。楚歌倒不知道他这么多内心戏，他觉得一起站着看海就很舒服。见邱无忌转身，他也就很自然地转头跟了上去。这一跟才发现不对啊，咦，你不是连体比基尼吗？怎么还套着沙滩泳裤的？邱无忌走在前面，嘴角悄悄勾起了笑意。说真的，连体泳衣上身还可以，可下半部分实在受不了，在更衣室看见别人有泳裤，当然就换了啊。倒是没想到，本以为这淫贼从一开始就会盯着上上下下的看，尤其是看腿，结果其实他没看，就眼睛偷瞟几眼上面而已。有色心没色胆，真菜。嗨，
你这么穿搭很怪的，会被人笑话的。楚哥痛心疾首的跟了上来，等回去了我教你正常穿搭，还回去教呢。其实你也不想我路太多被人看见。邱无忌忽然很想笑，不回他这茬，懒洋洋的问：我们租的躺椅是哪一张？别告诉我你没租。楚哥取下手里戴着的铁环，看了一下号码，笑道：这边，跟我来。一个大大的遮阳伞，一张小藤桌，上面摆了一些饮料酒水，2张躺椅分别在藤桌旁边，两人舒服的左右躺下，眯着眼睛看远处的浪花。桌上的饮料要额外收钱吗？邱无忌问。楚哥看了一眼，有标价，倒也没贵的离谱，喝吧，不算贵。邱无忌便倒了一杯橙汁，靠在躺椅上插着吸管，滋溜滋溜的喝。楚哥忍不住吐槽：你现在真的是越发小资了呀。什么叫小资？大抵就是追求那种精致生活吧。我吃苦苦修一世，不是为了能享受仙家之大逍遥吗？或者说你辛苦码字赚钱，难道不是想日子过得更好更舒服一点啊？这为什么叫小资？楚哥老实道，其实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词的意思，看你那范就像。说到这了，邱无忌倒是对他的追求有点好奇。你不追求精致生活吗？楚哥想了想，答道：我的追求比较粗暴，赚钱也就是想着能够自己买套房买辆车娶老婆，其他的没想过。我看他们说生活质量这玩意有钱是不够的，主要取决于你娶到了怎样的老婆。邱无忌。楚哥道：现在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生活质量就很好。这话明着聊，邱无忌却懒得理他，自顾喝橙汁，好像在用实际行动回应他。醒醒，你没老婆，橙汁都要你自己倒。楚哥却毫不在意这种回应暗示，乐呵呵的自己倒了杯橙汁。自己倒算啥？别人还要给老婆倒呢，我家秋秋好歹会给我倒茶啊。他吸溜着橙汁，眼珠子滴溜溜在邱无忌那怪异的连体泳衣搭泳裤身上转了一圈，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太阳这么毒，遮阳伞遮不干净，要不要涂防晒油？邱无忌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另一对男女身上，男的正在给女的擦防晒油，女的趴在那里舒服地眯着眼睛，像一只被撸的小猫，男的也舒服地眯着眼睛，像一只得手的狐狸。双赢。可邱无忌一点也不觉得被男人抹油到底有什么舒服的，想想都很恶心。他瞥眼看了看楚哥期待的眼神，懒洋洋道：要啊。楚哥狂喜，立刻取出防晒油。我话音未落，防晒油自动打开，眨眼之间就覆盖了邱无忌露在衣服外的肌肤，油光发亮。楚哥半张着嘴，手里拿的瓶子都快掉了。邱无忌悠悠道：要不要给你也涂一层？楚哥悲愤莫名：我这都是在做些啥呀？做梦啊！邱无忌吐槽：醒醒，父神大人，少意淫点男女事，多琢磨点剧情。楚哥恹恹的躺在椅子上不说话了。邱无忌笑眯眯的，懒得理他。其实这防晒油一点都不舒服啊，黏糊糊滑腻腻的。本座压根就不需要这东西，也不可能怕什么太阳晒，看来人间女孩子体验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适合本座。两人一时无声，只有前方的海浪声，孩子们的嬉闹声，那边冲浪人们的欢呼喝彩声交织在一起，反衬的这二位越发无聊。你会觉得无聊吗？邱无忌忽然问。啊？楚哥也在看景，其实他觉得很美，闻言有些惊愕的回神。为什么会无聊？在海边这么站着或躺着，无所事事。邱无忌道：这对我算是修行，你却只是纯粹的无聊。楚哥笑了笑：我不无聊，因为你在身边。邱无忌很想说这种恶心巴拉的话少说两句，可话到嘴边却没说出来。好像这话挺真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连心跳都没变，自然而然。邱无忌想了想，故意道：现在不过片刻，你当然可以说这话。如果我在这无所事事的待一整天，你会觉得这女人神经病吗？楚哥笑道：既至海边便是修行，你在这里待一整年好像也不奇怪，谁叫我写了一个这样的人呢？大不了我在边上租个棚子陪着，只要有网络我就能活。是哦，你写的。邱无忌嘲讽的笑笑，现在后不后悔写个枯燥无味的女人，换个妩媚的说不定早都如何如何了，比如涂那个油。楚哥终于哈的笑出声来。邱无忌瞪：你笑什么？有的话说了你又觉得我说恶心巴拉的，但是邱无忌这句话你最好还是记住。邱无忌是楚哥心中幻想的最完美的女人，不存在其他更好的。也许别人有别人的好，但那与我何干？说这话的时候，楚哥没有看邱无忌，他依然懒懒躺着，眯眼看远处的海天，好像只是随口在聊天。但邱无忌在看他，那阳光之下的笑脸，说着斩钉截铁毫无犹豫的话：只要有你就不无聊。不知怎么的，感觉今天的海风好舒服啊，是涂了油的原因吗？连孩子们的嬉闹声都变得如此悦耳。邱无忌静静地躺了好久好久，看着太阳渐渐西斜，孩子们留下的沙滩城堡被海浪打过，变得乱七八糟的模样，夕阳斜照，忽然显得有了几分沧桑。邱无忌忽然道：我们也去堆沙滩城堡吧。啊？楚哥倒是无所谓，他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呗，倒是有些好笑。你亲手堆的城堡会不会算个法宝啊？德幸，我亲手做了那么多吃的，怎么没把你吃成仙呢？我这不是也在上路了吗？两人一边拌着嘴，一边蹲在那儿兴致勃勃地堆城堡。
等一下，别加这么多沙子。邱无忌一手拍掉他的毛手，你搁这堆雪人呢，这么肥。一边去一边去。楚哥便委屈巴巴地蹲在一旁看他堆。见他没注意，楚哥取了块小贝壳，在沙子上悄悄画了两人的名字，楚哥邱无忌，中间一个心形。想想不过瘾，还把贝壳里面都刻上了字。其实邱无忌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却没说什么。还父神呢，真是孩子气。堆城堡的邱宗主却忘了自己现在玩沙子，还要故意用仙法加固不被海浪冲散的行为，一样很孩子气。夕阳西下，黄昏的霞光映得海面一片灿灿，连带着沙滩上的城堡都有了点淡金色的辉光。沙滩上的人潮渐渐少了，孩子们已经被家长揪着耳朵拎回家，依依不舍地看着一地的贝壳抽鼻子，还想捡几个。至于他们堆的城堡破败不堪，早就没人在乎了。海浪不知疲倦地冲刷着，唯独那个被加固了的城堡倔强的屹立如山，在周围一片断壁残垣之中，好像坚挺到了最后的帝国之光。城堡上插了两个刻着名字的小贝壳，就像守护城堡的将军立着家族徽章。10000岁的老太太笑得跟个孩子一样。我还想捡贝壳。日落之后，海滩游乐场就关门了。邱无忌抓着一大把贝壳，依依不舍。为什么海边还要关门的？老太太很不理解。晚上意外风险增加，谁不小心被卷进海里，或者吃撑了游太远，救援人员不一定能及时发现，而且救援难度也提高了，关门是合理的。楚哥看着他那小模样也很想笑，之前一副什么都没兴趣的样子，最终做的事和孩子们没什么区别，就连临走时依依不舍捡贝壳的表现都没区别。说好了心如止水呢，你这把贝壳最后有啥用？这玩意楚哥可太有经验了，小时候爱捡，捡了一堆回家又没地方放又不好看，最终还不是全扔光了。邱无忌猜到他在想什么，哼唧唧道：我捡的贝壳有门道的，和你想的不一样。楚哥醒悟，莫非有灵气？是啊，我挑着有一点点灵气的捡的。邱无忌道：海底世界肯定有宝贝沾染，等夜里我下去探探。楚哥第一反应是担忧，你这个分身前深海还是夜里，有危险吧？第二反应才是心中吐槽，既然都要下海淘珍宝贝了，那这沾了一点灵气的破贝壳不还是白捡吗？算了，不敢说，说了要挨打。邱无忌果然很满意他的担忧，笑眯眯道：到时候再看看，这边又不是深海，理应问题不大。真感觉不行的话，我也不会瞎逞强，只能说你没福分喽。楚哥道：如果海里有怪物，这海边这么多人玩，所以应该不是什么怪物了，就是物品。邱无忌道：很可能是块石头、珠子这一类的，隐埋在海底泥巴里，这类遭遇我见多了。楚哥想了想，既然人会有异能，动物会不会成精啊？按理说建国后不允许。邱无忌：可没什么。楚哥寻思人的异能也不能把人变异，并不是成妖的概念，让一条鱼能这网线打人，那也体现不出来，多半怪物是没有的。但如果真存在什么灵气非常浓郁、人迹罕至的地方，就不太好说了。不过至少这种近人的生活区不太可能出现怪物，早该被清理了，所以大家从来没听说过。老妈他们的部门又不是吃干饭的，要不怎么会忙得没空回家呢？这么一想，楚哥忽然有点自豪，原来爹妈是守护神呢。哎，楚哥伸了个懒腰，还以为修炼起来了能学奥特曼打小怪兽呢，最后还是在网上和人聊天扯屁，就连带美女出来玩，遇上被搭讪打架的事都没见到，不禁让我怀疑身边美人的魅力是不是不太够。邱无忌眼神危险，你想换一个是吧？楚哥，现在你们这个社会哪来那么多当众调戏女子的恶霸？你当时你写的书呢？有事没事主角就要为了身边女人被看上而惹祸。邱无忌冷笑道：倒是有个美男子刚刚被人调戏过，艳福不浅。楚哥道：所以你说为什么男的调戏女子就是恶霸，女子调戏男子就是艳福呢？邱无忌摸着下巴陷入了思考，这好像是个哲学问题，但结果也差不多，男的要挨打，女的也要。刚才那女人若是不识相，揍不死他丫的。他气哼哼道：你就这么一直走，走哪去？找刚才的女人吗？楚哥无奈道：吃饭啊，天黑了，你不饿我哦，吃什么？既然到了海边，当然是海鲜。楚哥不知道南疆这边吃海鲜和其他地方是否一样，总之和日料海鲜很不相同，生鱼片之类的吃法很少，主要都是做熟食，鲜捞白灼清蒸之类的清淡做法居多，鱼虾蟹之类的蘸一些调好的酱，一口下去鲜嫩极化，美得不知人间何事。可惜贵，明明住在近海城市，都吃得很少。邱无忌到此这么久了，就没吃过？平时市场买过号称海鱼的回去煎过，算不算？邱无忌在那个世界也没吃过海鲜，修行低要进食的时候没去海边，修行高辟谷了基本科仙草仙药，就没碰过普通食物。这回第一次吃海鲜，吃的老太太满嘴蘸料，红光满面。好吃，这个好吃。楚哥吃这个，这是什么虾？这个我们叫虾菇，外面叫皮皮虾，那边我没写过这些东西，按理说自然衍生也有的。皮皮虾我听过，好像是说别人很皮的。哈，就是根据这个起的。这个白灼好吃，回头我也去搞点，就是不好剥，不过难不倒本座。邱无忌动用了仙法，一条完整的虾肉放在楚哥碟子里，吃这个吃这个。看他那兴致勃勃的模样，楚哥心中暖暖的满足。
真好。他又把碟子里的虾肉夹回给邱无忌，喜欢就多吃点，我吃过这些的。邱无忌抬头看了他一眼，嘴巴里还在吃虾，一动一动的，嘴边还有蘸料没擦。楚哥下意识就抽了张纸巾，伸手帮他抹去嘴边蘸料。邱无忌依然嘴巴一动一动的看着他，却没闪开，任他擦。旁边桌上有个小姑娘掏出手机，咔嚓拍了下来。小姑娘心中羡慕得很，觉得这场面好美。以前被偷拍都动用法术让人相机失效的邱无忌，这次却没有阻止，只是转头看着旁边偷拍的小姑娘，刚才的照片发我一张。小姑娘见被偷拍的正主说话，有些紧张，闻言吁了口气，姐姐，你们感情真好啊。邱无忌看了楚哥一眼，板起了脸。楚哥笑笑没说话。小姑娘传了照片，小心地问，我能不能发博呀？邱无忌看着照片里自己的侧颜和楚哥温柔的动作神情，出神的想了一想，忽然失笑，随意，我不是需要躲躲藏藏的没身份的人了，便是满天下都看见我的照片，那又如何？唯一不爽的是可能会被天下人误会和他的关系，算了，反正被误会也不是一个两个了。小姑娘喜滋滋的发博去了，顺便还骂了男友一顿，都不会帮我擦嘴巴。男友躺着也中枪，嘀咕道，那男的没安好心，现在擦嘴巴，回去就插。小姑娘没听清，那边楚哥和邱无忌都听见了，两人却没生气，邱无忌反倒失笑，是不是每个男人背地里说的话都一样啊？楚哥想起上次那个说棉花糖小气球的，笑道，也许。邱无忌微微一笑，次类似的情况倒未必能证明每个男人背地里说怪话都一样，反倒是能证明在其他女孩子眼里，楚哥这样的很好，很羡慕他。邱无忌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被羡慕过，别人羡慕的从来只是因为他多强多强，可在现代世界却体验了好几次，这种感觉真怪异，居然有种别样的得意。他恢复了优雅的姿态，慢悠悠地包着螃蟹，现在海边应该还有工作人员在清理场地，我们大致什么时候去好点？楚哥道，等人睡了吧，即使有人守夜也比较容易避开。那吃完饭这段时间我们去哪里？还有回去怎么回？邱无忌现在也有点懂，大巴没有夜班吧？楚哥眨巴眨巴眼睛，对上邱无忌疑问的神情，足足对了3秒才慢慢开口，当然是住酒店啊。这话声音没压低，旁边的男女听见了，男人脱口便道，你看你看，我猜对了吧？男人能有什么好心眼呢？楚哥有没有好心眼不得而知，倒是这位男士忘了自己今晚也是要订酒店的，心眼明明白白的尽数曝光，女孩子气冲冲的走了，也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舔回来。楚哥邱无忌看着那位悲剧哥的脸色，两人偷偷笑得猴一样，继续吃自己的海鲜。姓楚的能有什么心眼呢？不过就是住一起而已，这不是天天住。邱无忌淡定着呢，他敢怎么的？踹不死他。邱无忌不仅淡定，还催呢，吃的差不多了，去酒店看看。旁边服务生路过，侧目而视，继而泪奔去。楚哥奇道，感觉你也没吃多少啊，不多吃点。过犹不及。邱无忌悠悠地抹着嘴，一摇一晃地站起身来，每次意犹未尽，才有下次的期待。真吃多了，下次就没期待了。咦，倒是意外聆听了师傅的道理。楚哥笑道，道理不说，这婆娘挺省钱，倒是真的。邱无忌瞪了他一眼，你又知道我是省钱了？呜，那螃蟹好贵啊，吃的心都在滴血，还不如晚上自己钻海里捞几只带回去做呢。就你话多。邱无忌恨恨道，死去买单，看你心疼不心疼。楚哥还真不心疼，倒不是现在财大气粗看不上一顿海鲜钱了，而是早有准备大放血，如今被他一行反而比预期的低多了。那么看起来今晚的酒店可以订好一点呢。掏出手机查了一下携程，附近就有一个温泉假日酒店，星级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所谓温泉假日酒店，但楚哥倒是知道南疆这一带是真有温泉的，倒是可以泡泡。之前海边没泡浴场，有点遗憾的说，能泡到真温泉也不错，可惜不可能和邱无忌一起泡。想什么呢？不是节假日，酒店倒是很好订 ，App 上各种房间都不少。楚哥也就没急着订，寻思去实地看一眼再说。咦，楚哥，楚哥！邱无忌忽然拉着他的衣服下摆喊，这里怎么还有糖葫芦的？楚哥顺着看去，路边确实有老人立着杆子，上面包着茅草什么的，一溜糖葫芦插在上面，看着很可爱。这边是县城，各种小东西还是不少的，其实南疆也有，要去老城区里面的老巷子，本地的鱼丸肉燕都得钻巷子吃，那才正宗。邱无忌才懒得管什么鱼丸呢，兴致勃勃地拉着他就往糖葫芦走，没想到这世界也有糖葫芦。楚哥怔了怔，想到他自传里写的小女孩坐在田埂边上，摇晃着脏兮兮的小脚丫，翘手等着货郎来卖糖。原来他那时候也有糖葫芦的呀。如今的糖葫芦和以前相比，可能只有一个区别，可以扫码买单。邱无忌自己掏出手机扫码买了一串，歪头想了一下，又扫了一次，拿了第2串。正当楚哥以为他要吃2串的时候，邱无忌俏生生的伸手递过1串，给你的，1人1串。楚哥真的很想摸摸他的头，手都抬起来了，终究又不敢造次，还是尴尬的转折，接过了糖葫芦。邱无忌仿佛看出了他的意思，撇了撇嘴，一甩马尾，舔着糖葫芦走了。楚哥便默默跟在身边，1人1串糖葫芦，都没说话。邱无忌似乎在回味童年的感受，楚哥在回味邱无忌。
夜晚的县城，路灯映照着两人的动作神情，看不分明，却似乎一模一样。一直到了温泉酒店门口，两人都没说话。到了门前，齐刷刷的停步，等自动门开，又齐刷刷踏步进门。这动作同步的，柜台的小姐姐都直接略过问几间房的步骤了。二位要大床房还是标准间？邱无忌不懂什么是大床房，什么是标准间，便恢复了出临柜地时一声不吭让楚歌交涉的优良传统。看楚歌说，楚歌纠结着呢，当然想要大床房啊，但结果大概率是被踢下去，只能睡地板，还不如老实点要标准间，好歹完成了同处一间的进步不是？想到这里忍着心痛，义正辞严，我是那种人吗？当然标准间。邱无忌听着也点头，标准间听了就比那大床房听着正经一点，不是？等会这意思合着是一间？等，邱无忌探头去看，楚歌的身份证都掏出来登记完了。邱无忌气道，我也有身份证，我也要一。话没说完就看见了价格688。邱无忌闭上了嘴，比刚才的螃蟹还贵。柜台小姐姐抬头看他，您的身份证本来就是要登记的，这年头这么主动的人不多了。一起啃着糖葫芦进门，说什么另开一间呢？一定不是那意思吧？邱无忌默默递过了身份证。第一次在此事使用身份证，怎么这么不是滋味呢？想想之前自己想做不好的事情，都是顾虑没有身份，所以这玩意其实是专门做坏事用的吗？楚歌也在旁边，不知道该不该后悔。本来说来实地看一下温泉才决定住不住的，结果被问了一句，直接就脑子在转大床还是标间了，这尼玛！算了，能住一间比泡温泉重要多了。结果柜台小姐姐还来了一句，二位要泡温泉的话，可以拨打前台电话，我们会送木桶温泉上去的。得，楚歌从来不信木桶装的是真温泉，不过好像比没有好。楚歌默默接了房卡，和邱无忌各怀鬼胎，不，心思各异的走向了电梯，然后同时吃完了最后一颗糖葫芦，一起把竹签丢进了电梯前的垃圾桶，又一起抬头看电梯数字变化。为什么要跟我一样的动作？邱无忌终于切齿，楚哥，我还想问你呢。左右等电梯的客人都带着奇怪的笑意看着这段，每个人的表情都跟慈祥姨母一样，两人又都开始难堪，同时偏头看另一边，闭嘴不说话了。进了房间，楚歌默默把房卡插电，房间很快亮堂起来。邱无忌恶狠狠地关上门，揪着楚歌的衣领子抵在墙上，都是你害的，害我吃糖葫芦都品不出滋味了。楚歌抿了抿嘴，忽然笑了起来，我倒是品出滋味了，要听吗？邱无忌一愣，什么？甜甜的，酸酸的。楚歌道，和我的心情一样。邱无忌呆愣了一阵子，丢下他的衣领子，哼了一声，走向屋内。看着并排的两张床，邱无忌满脸嫌弃，本座今晚要去海里，你自己躺这儿想去吧。这就是你最终接受一间房的原因？楚歌哑然失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房间都浪费了，因为我要和你一起去。邱无忌鄙视道，你能干些啥？就算只做个啦啦队，我也不能在家里等着你去显地。楚歌走上前，下意识又想伸手去摸他的头，临时反应过来，又忍着放下了。邱无忌直挺挺地瞪着他，你是不是想摸我的头？刚才和现在都是。楚歌咬牙，是。说着就摸了上去，随手乱揉，就算被你打，我也要说，你可爱的已经超出我幻想中的那个邱无忌了。妈的，总算揉他脑袋了，这都憋了一路了，简直跟便秘好不容易拉出来似的舒畅，被打死也甘愿。邱无忌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抬头瞪着他，怒目而视，想打他，却被他的话带开了心思。是吗？我可爱？这词是用在本座身上的吗？不是，我已经超出他幻想中的那个书中人了。夜色渐深，打算再晚些就出门下海的两人，倒也没有多少同处一室的尴尬。邱无忌只是开了电视在看，压根就不理楚歌。楚歌也自个儿靠在床头玩手机，在窥屏群友扯淡，都不过是消磨时间。今天大概是楚歌第一次找借口装病请假，虽然不是自己请的，是助理小姐姐，反正他干的就算自己干的吧。有些愧对读者们，但怎么也得亏这么一次。不出来，怎么看见这么可爱的邱无忌？那乱糟糟的头发到现在都没整理，神色还有些余怒未消的味儿，气鼓鼓的看电视，也不知道电视里的画面到底过脑子没有。此时群友也在聊感情问题，呜，我今天又直男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伙开心一下。之前我学妹让我教她配电脑，我就给她列了张单子。今天她说请我吃饭答谢，我说你有钱请我吃饭，还不如加200上1060 Ti 呢。之前那配置我就挂念显卡差了点。蓝色小药丸 i7 的话，我觉得2060S 应该好点。我是和你们讨论显卡配置的吗？难道不是吗？楚歌笑得直打跌。话说自己以前好像也这么直男的，真不知道怎么写的后宫文。至少现在知道人家学妹请吃饭不是真答谢的意思了，比这群二货好点了对吧？偷眼看看邱无忌 好像还是没什么长进，依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起码同居一室也不敢蹭过去，那非被打死不可。帅子写脸上，你们俩直男都别争了，我看以后多请教楚大，他写那么多妹子，一定是个老海王了吧？楚哥，替下划线替。痛失学妹的群友正在哭泣，5555，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漂亮小姐姐和我贴贴啊？帅子写脸上，我无所谓漂不漂亮，
是女的就行。蓝色小药丸，我无所谓是不是女的，漂亮就行。帅字写脸上。万子俊惊恐地在病房缩了一下，远离潘达的病床。潘达鄙视地喝了一声：“你只要别作死在脸上写漂亮就行，以为有人看上你吗？”万子俊那边，楚哥看着手机都快笑妈了。看沙雕群友聊天是每天码字之余最大的乐趣，和秋秋贴贴除外。滴滴滴，私聊忽然响起。楚哥一看熟悉的头像，忙打开回复：“编辑大大好，有什么指示？”编辑，你这本书算个努力崛起的正面典型，作家助手那边想给你做个访谈，你什么时候方便？楚哥忙道：“现在就方便啊。”不急，你先发一张生活照，访谈问题也先发你看看，到时候配一期访谈稿。收到。楚哥从手机相册里找到自己比较意的一张发了过去，心情越发好了。这是肉眼可见的走在康庄大道上啊。邱无忌斜眼看了过来，傻乐完了没？我们该出发了。楚哥一蹦而起，遵命。不知道这酒店开房同处一室的氛围里，自己却抱着手机乐了1-2个小时的表现，到底算不算禽兽不如？看邱无忌的表情倒是没生气，反而之前气鼓鼓的样子还消了些，多半这个小时的表现是正确的。过犹不及嘛，真死皮赖脸继续缠，真可能反而惹反感。现在这样挺好。月黑风高，两人一身便装的溜出酒店，直奔海滩而去。海岸线长得很，避开有门店的方向绕进去太过简单。楚哥这才有点后悔，之前不了解，自己带着泳衣翻进来就可以不要买票了，谁知道你哪来的？躲在一块岩石后面避开巡夜人员，邱无忌探头往先前的海滩看了一眼，城堡还在。楚哥哭笑不得，现在怎么行动？邱无忌转头看他，你会潜水吗？你能潜1分钟，那你蹲上面当个称职的啦啦队不就完事了？问什么？我寻思到了这个修行，我能用点避水诀之类的吗？邱无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很不想承认，他确实可以用避水诀了。这玩意在他的设定里不是多高端，骗不过去。他伸手点在楚哥眉心，避水诀传你，但你现在的修行法力支撑不起，别潜太深，差不多就出来。收到。两人绕开岩石，一路奔向海中，渐渐下沉，消失不见。楚哥的体验颇有些新奇和兴奋，这种表面是潜水，实际把水分开，有空气，这种感觉真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仙法里，可自己真真切切的体验到了，仅次于女主角从书里跑出来贴贴的体验感。之前那些金钟罩什么的，真没这种玄妙的感受。缺点也很明显，一个是法力消耗的有点快，自己这点练气期的修行看来真的支持不了太久，另一个更要命，自己顶不住海里的力度，暗涌袭来就差点没飘几十米外去了。邱无忌一把捞住他的手臂，鄙视道：“累赘。”楚哥无奈道：“你是我师傅哎，难道不是该指点和鼓励？这大姨妈语气。”哼，你还管得着师傅是什么语气？虐待徒弟的师傅没见过是吗？楚哥闭嘴，好像我不是你师傅似的。哼，看我回家怎么教育你。邱无忌也没多说，一手挽着楚哥的手臂，飞速向海底潜了下去。他能感知哪里的灵气最浓郁，就离此没多远，所以才会导致被潮水卷上去的少许贝壳都沾染了气息。他甚至可以分辨东西不是一直在这的，理应是本处于更远的远海，经年累月慢慢推移到了接近岸边，再过一些时日，说不定要被卷上岸，被某个有缘人得到。那是仙侠世界常见的故事，邱无忌可以想象，在这异能出生的时代，或山中，或海里，甚至就在自家地里，也一定有这么一批时代的幸运儿走在了异能的前列。他觉得现在也不算晚，既然自己来了，抢也得帮楚哥抢到这么一份机遇，算双赢吧，反正对自己此去的修行也有益。邱无忌微微眯起眼睛，感知到了确切方位，拉着楚哥飞速电射而去。海浪划破10里，犹如海中见鱼，应该就是这下面。到了地方，有一块颇大的礁石立于海底，邱无忌微微推了一下，确定这是可松动的，应该是被海浪推来的礁石压住了某物，不然早现世了。楚哥道：“所以我们推开它就能找到。”邱无忌打量了一下礁石，需要费些力气。楚哥奋勇道：“我来试试。”上前一推，发现使不上力，自己身处海底，无处着力，底下的海泥软趴趴的，根本无法支撑，虚空推又怎么推得动这么大块礁石？邱无忌失笑道：“便是有处借力，你的力气也不够，你是3娃不是大娃。”楚哥，我来吧，说了你做个啦啦队就好了。邱无忌松开挽着楚哥的手，先手抵在了礁石上，闭上了眼睛。如他所言，需要费些力气。这个身躯的实力主要在神魂特异和经验认知上，单论硬实力是不足的，推动这么大块的礁石，需要利用各种对五行术法的理解来达成，比如借助水力推开它。邱无忌凝聚心神，周遭海水渐渐为之涌动，自我形成了一股绵长的推力，将礁石缓缓挪开。邱无忌的额头也隐现汗水。礁石推开少许，下面灵气越发旺盛，隐隐已经现出了某物的华光流转，像是一颗珠子。邱无忌有些吃力地道：“你去捡。”话音未落，心中警兆呼起，有人！一道凌厉的水箭就在这时袭向他的后心。与此同时，海浪席卷，将礁石底下的光华直接卷走。遇水异能，邱无忌第一反应就想将自己推动礁石的力量转移，用来防护后背。可与此同时，已经发现自己进入了温暖的胸膛。
楚哥整个人把他包在怀里，用自己的后背结结实实的挡住了水箭。邱无忌何等惊艳，根本没闲工夫想别的，手中术法已经转向，砰的一声，躲在远处礁石之后的人影被磅礴的海水之力直冲而起，露出了一身潜水水铐。下一刻，滋滋电网在浑身亮起，那人惨叫一声，飞速远遁而去。一颗光滑流转的宝珠在海水之中浮沉，邱无忌伸手一招，已经到了手里，一出漂亮的反杀夺宝。邱无忌却无心打量手中宝物，只是低着头小声道：“够了，你还要包着我多久？”楚哥是真的包着他。平时看上去，邱无忌也有近1.7米，楚哥也就1.8米多点，身高差10几公分十分正常，并肩走在一起，般配得很。可一旦他略微蜷缩的躲在他怀里，简直就像是被雄鹰张开羽翼护在下面的雏鸟，全方位无死角的包在里面。楚哥没有别的手段，只会身法和金钟罩，他下意识的防护只能是用身体来挡。其实当初帮张其人挡也很类似，不过手没搂过去罢了。此刻邱无忌早忽略了，倒是记得在电影院被人潮挤过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护着自己，还说了一句很直男欠揍的话。这次更进一步，手紧紧搂着，身子微弓防护在下面，包裹得严严实实，就怕偷袭者还有别的角度让他受到半点伤。那种安心之感，就像外面狂风暴雨，而自己躲进了暖暖的家，仿佛当初选择教他身法和金钟罩，为的就是实现这样的场面。其实即使没有楚哥，这战他一样随便赢，无非就是多费一番手脚，先防御了自己，再对付敌人，对方根本不可能躲得掉他后续的怒火。但有了他遮风挡雨，他直接转向攻击，胜利到手更为轻易，甚至连追杀跑路敌人的心思都没有了，只想多体验一会这种安心的感觉。等到惊觉过来，人都跑了。邱无忌很懊恼，这放在自己的世界算是严重失误，绝对不该的错误。所以他到底是帮了忙还是倒忙吗？还是算他帮了忙好了。你还要包着我多久？楚哥咳了2声，不但没离开，反而还把重量沉到他身上。那个不是开你油，扶我一下我没力气了。邱无忌那点感动和安心都飞九霄云外去了。邱无忌真的佩服这货破坏气氛的本事。你也没什么伤啊。哦对，他法力支撑不住了。邱无忌没好气地揽住他的腰，扶稳了。楚哥也回揽他的腰，小心看看他的表情，没表情。邱无忌分水破浪，转瞬就带他到了岸上。两人湿漉漉地坐在岸边礁石暂作休憩。邱无忌板着脸道：“上衣脱了，我看看你背上的伤。”楚哥也不矫情，下午在海边本来就赤着上身了，还差这个。他3下5除2脱了衣服。邱无忌转到后方检视了一下，语气轻松了几分：“还行，小小的震伤，对方的水箭破不了你的防。”楚哥有些小得意，好歹是小城的金钟罩了，在你们世界都很能顶了，何况这里？那也是有点小内伤，还影响到了法力枯竭。你得意什么？邱无忌手中拧起一个术法，看似想给他疗伤，可事到临头又自行驱散。小伤而已，自己将养。楚哥居然懂了他的意思，再多浪费法力，可能要回去了。他想多留一会，以至于连身上湿漉漉的都没用术法催干，别提疗伤术了。邱无忌将得来的珠子塞进他兜里，是一个棒珠，本身品相就很好，凡间就很值钱，还不知因为什么吸收了不少灵气储存，对你现在而言算个大宝物。随身带着修行，你筑基怕是不难了。先别说这个了。楚哥拉着他往酒店走，一身湿漉漉的，回去泡个澡，睡个好觉，我可不舍得你直接消失了。邱无忌抿了抿嘴，终于没说话。楚哥没想到这酒店的木桶温泉居然真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麻烦的是标间浴室终究只有一个，两人都湿了一身，都需要洗澡更衣。楚哥看着他的目光里蕴含的意味很是奇特。湿了身的邱无忌，在外昏暗看不清，这到了室内灯光之下才知道这是多么诱惑的场景。且不提身上，光是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上都能让人心火升腾。想到刚才把他抱在怀里的暖玉温香，楚哥真有点扛不住了。看楚哥那小眼神，邱无忌就开始冷笑，不用想都知道这男人现在脑子里是些什么。等他胆敢说出一起泡3个字的时候，就把他从楼上扔下去。结果楚哥开口了，居然是开始赶人，我让前台送个木桶放屋里泡，你进浴室用浴缸去。哎呀，都说我用木桶了，你还杵在这里等什么？直接进去洗啊。邱无忌瞪大了眼睛，看他有些气急败坏的小模样，竟然懵了。你居然赶我！操！楚哥有些气急败坏，别勾引我，女人！邱无忌，两人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邱无忌看见了男人眼里的欲望，比刚才还要炽热。他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的说了一句：“你要不然我找条鞭子打你一顿。”楚哥简直想自己从楼上跳下去。沙雕群友们，老子记住你们了。叮咚，门铃响起。您好，送温泉来的。屋内怪异的氛围瞬间烟消云散，邱无忌恢复了清冷模样，取了酒店的浴袍，转身进了浴室。楚哥吁了口气，肩膀竟有点塌了下去，好累啊，受伤现在才感觉痛。邱无忌说小伤，那也是伤。这种水箭冲击属于内伤，和上次被匕首捅的不一样，五脏六腑受到震荡，如同被绞过一样。酒店工作人员把木桶扛进来，又带了几桶水往里倒。楚哥连一点想要吐槽他们这个就是烧开水不是温泉的力气都没有，
只想他们快点完事走人。好不容易等一切搞定，楚哥钻进了桶里，靠在桶沿，把玩着手里的棒珠出神，把自己泡在热水里，倒是能感觉伤势舒缓了些。这棒珠的灵气果然比较浓郁，丝丝沁入肌肤，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疗伤效果。水系物品吗？好像是通用设定。楚哥哑然失笑，怎么这都能想到写书设定上去？这玩意和仙侠世界的不可能一样。甚至楚哥对这玩意的兴趣都不大，无非就是个辅助物品，值钱是值钱，又不会卖，想这么多干嘛？今晚的意义似乎根本不是得到了一件宝物，而是和邱无忌并肩作战了，抱他了，还揽他腰了。他没反对。此刻邱无忌就在隔着一扇玻璃门的地方，也在泡澡澡。但楚哥早已没有先前的欲念了，反反复复回味的只是那一刻拥他入怀的纤柔。我是能帮他的，不是啦啦队。说是两个世界的人，其实一直在渐渐重叠在一起，各种方面各种意义上的他的写书与生活，我的修行与战斗，互相都在做着对方才做的事情，都在走进对方的世界里。玻璃门后，邱无忌泡在浴缸里，也在出神。他是能和我携手作战的，不是个书生。虽然似乎反而导致敌人跑了，但那一刻怀中的温暖真的难以忘怀。敌人跑了是自己忘了追，不是他拖后腿，相反，他是严严实实的护在了自己身后，如同一堵坚实的墙，如此安心。从来没想过自己被一个男人严严实实包在怀中，居然不是恶心，不是打死他，而是贪那一刻的温暖，以至于连敌人都忘了追。当初选择教他金钟罩，挺好的。说是两个世界的人，其实没多少区别的吧，终究是他书写的世界呢。玻璃内外一起沐浴，同样心思。当邱无忌穿着酒店睡袍走出来的时候，屋里的木桶已经撤了，楚哥也穿着睡袍靠在床上玩手机。其实他是听着楚哥喊人来收桶，明确他已经结束了，才慢悠悠的出来的。楚哥猜都猜得到，却也不吱声。邱无忌也不吱声，默默的到了另一张床，靠在床头打开了电视。明明什么事都没有，两人的心却同时跳得变快了。两个人都意识到了，所谓湿身，所谓洗澡，只要隔开了处理，那都完全不是问题。恰恰相反，反倒是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才是真正开始面临睡在一间屋里的场面。刚刚初遇过的清香，刚刚并肩作战时的相拥，他的温暖，他的柔软。近在咫尺的两张床，中间间隔连1米都不到，互相眼角的余光都能看见对方的脚，都有些紧张的在纠缠。连平时毫无特殊的酒店睡袍，在此时看上去都如此暧昧。这就是开房啊！邱无忌上网冲浪这么久了，对这个词也不陌生，别提楚哥了。电视里是无聊的电影频道重放，手机里是沙雕群友们的沙雕日常。两个人看着屏幕的眼神都很涣散，完全不知道电视里和群聊里到底在说什么。扑通扑通，楚哥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连电视的声音都挡不了。口干舌燥，邱无忌深深吸了口气，忽然说话了：“今天的敌人。”短短几个字，惊破了夜色。楚哥脱离般瘫在床上，听到自己木木的回答：“啊，那人怎么了？”邱无忌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很木，也有点疲惫。你的金钟罩已经小成，在我们的世界里，完全可以横行炼气期，甚至筑基期的攻击都有很多对你起不了什么作用。此人能伤你，即使只是轻伤，也已经不可小觑。楚哥道：“我这金钟罩的强度是不是有点弱了？”是他强。邱无忌道：“此人跑了，我只是临时借水传导，用了非常简易的雷影之术伤他，估计伤的并不算重。我这次停留怕也不会很久，明天应该就回去了。你一个人在这里，要小心。”楚哥道：“海底看不清人的，我们都只能看见一个穿水铐的外形，他凭什么看得清我们的脸？”邱无忌摇摇头：“不好说，此人明显是水系的特殊能力，说不定深融于水。毕竟我事先都发现不了他在那里，所以他通过水知道我们的外貌，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觉得应该一般，他应该是察觉到那里有宝贝，但挪不开那块礁石，所以蹲那蛋疼很久了。借水力挪不开那礁石，说明对水力的控制也就那么回事。你这么想也对，但你知不知道，连我都用了最大的力量去那礁石，所以他推不动并不可耻。”邱无忌叹了口气：“天下之大，能者多矣。见到此人之后，我甚至开始觉得我此去的实力都有些不够用，你可千万不能轻敌。”楚哥直接掏出那枚棒珠丢了过去：“你借助他能突破吗？或者……”他顿了顿，还是有些期待地问：“或者多留几天？”邱无忌微微一笑：“我此去特意，不好说，很可能都不能按你设定的体系计算，甚至你自己也是。所谓炼气筑基，不过是大致的估量。突破的话，我心中有数，大致差不多了。”楚哥点点头，明白这个道理。从来没见过炼气修士的魂力能穿梭2界，这本来就不正常，没法照套的。以前说邱无忌穿梭，现在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穿梭了。我们一样的，嘻嘻。邱无忌看他那表情就没好气，把棒珠又丢了回去，扔掉了电视。夜深了，还不休息等猝死吗？啊！邱无忌愤愤道：“你明天还要码字，再不更新我就去曝光你，根本没生病，是出来泡女助理。”楚哥，好好好，我睡。邱无忌踢拉着拖鞋到处找，这屋子怎么回事？灯怎么关了还有的？楚哥就看着他眉头苍蝇般在那找开关，忽然道：“
亮着不是更好吗？黑了不怕我偷偷？邱无忌豁然转头，你敢？楚歌叹气道，秋秋，不是我敢，是我也怕我敢，饶我一把，就让他亮着吧，黑了更折磨。邱无忌瞪了他半天，楚歌神色无奈，他终于没再找开关，气鼓鼓的又踢溜踏了回去，一把将薄被裹在身上，翻身背对着他睡觉。死淫贼一天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楚歌没敢去看他的背影，抬头看着天花板，努力让自己进入打坐静心那种状态里。今天确实很疲惫了，身上还带伤，再折腾下去，除了意淫也没别的用。难道还真敢爬上他的床？不被踹死都有鬼了。既然不可能，又何必再自寻烦恼？他说的对，好好休息才是真的。明天的更新还没着落呢。哎，其实感觉和他之间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今天抱着他抱得可紧了，他都没说话，可平时就是不敢，也知道他会打人，这中间到底还差了点啥呢？差了他没肯承认是女朋友。可是表白也表白过好几次了，他不置可否，还要怎样才行吗？头疼啊，能不能来个老师？枕旁的棒珠闪烁着淡淡的柔光，酒店房间未关的廊灯幽幽暗暗，楚歌的意识渐渐模糊，不知不觉真睡着了。几乎就在他睡着的同时，邱无忌转过身来侧卧着，纤手支着脑袋，安静地看着楚歌睡着的样子，眼波里有些温柔，有些羞恼，也有些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妩媚。终究是和一个男人同室而眠，我明明可以直接回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还故意多留了一夜。都这样了，你还想怎么样吗？次日天蒙蒙亮，楚歌就醒了。没有期待中的两人一起睁开眼睛，醒来的时候，邱无忌已经芳踪渺渺。楚歌心中一个咯噔，飞速翻身而起，目光四下逡巡，很快看见床头的棒珠下面压着一张便笺。我回去了，刚好省回家车票。楚歌，这是什么省钱新模式？继续看，一整套衣物藏在我床上被子里捂着，记得打包带回去，不许乱摸，也不许做奇怪的事情。手机在裤兜里，小心别掉了。对了，手机没电了，回去记得帮我充电。还有贝壳，我留了几片漂亮的，也在裤兜里，丢了我揍你。没了。楚歌神色抽搐，就这是什么行为艺术？他拿着便笺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才在背面看见了一行小字：你能和我并肩作战，本座很高兴。楚歌出神的看着这行字，看了好久好久，不自觉的咧嘴笑了。死傲娇，本座也很高兴。楚歌心情很好的洗刷刷，哼着小曲子，掀开邱无忌的被窝，在还有他身上余温和清香的被窝里整好了乱七八糟的衣服，装好了塑料袋。谁用这些东西做奇怪的事情？本座现在冲着的是真人。楚歌退了房，取了个早餐包，继续哼着曲子，踏着清晨阳光，赶上最早的一班车，回归南疆。这次海边之行真高兴。什么？惹了敌人？那是什么玩意？搁了一天更新的楚歌回家赶稿去了，今天的更新都得中午才出第一章。群里倒是没在乎他迟，能更新就好。楚大病好了，多休息，今天别那么拼。楚歌看着十分惭愧，也只能回答今天尽量。女人果然影响码字的速度，还撒了作为写手以来的第一个谎。今天还有其他事情耽搁时间，那个作家助手的访谈来了，问的问题昨晚楚歌就看过，都是期待一些鸡汤回答的东西，比如你每天万字更新一定很辛苦吧？楚歌也十分配合，心中无女人，码字自然神。你的前几本成绩都没到精品，熬了3本才有了现在的成绩，能说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吗？楚歌看着这个问题，手指悬浮了半天，才慢慢回答，我不算什么坚持的，曾经有朋友连续2本才2位数均定，第3本才有了崛起的希望。他边送外卖边码字，连一天都没断更过。坚持自己梦想的人很多的，大家看见老扑街，希望不要嘲笑，是鼓励。作家助手聪明的没有去问那朋友是谁，现在还在不在写书，这不是聊天，偏离了访谈既定的东西，是不会继续的。只要不说那朋友的现状，作家助手对答案整体还是很满意的，这就是需要的鸡汤吗？楚歌想要说的话终究没有继续说下去，叹了口气，继续应付问题，坚持努力总能得到回报云云。说了自己都不信。有不少读者反馈你的女主邱无忌特别鲜活，许多人怀疑有现实原型，是真的吗？压根没人这么反馈过，即使有也是玩笑性质的。当然访谈嘛，又不是问你真的。楚歌露出一丝笑意，回答当然有啊。哎，是女朋友吗？现在还不是，我在努力。这话和先前的心中无女人直接自相矛盾，作家助手也不在乎，因为那句话就不会有人当真，作家的花边八卦才是人们最爱看的。所以他和你书中的邱无忌一样美丽骄傲强大吗？不是太一样，最大的区别是他更可爱。操，看个访谈都要被塞一嘴狗粮，这日子没法过了。访谈第2天放了出来，很快有人转发到书友群，群里一片哀嚎。我不是来看仙侠文的吗？啊，大热天的狗粮就往脸上拍，退订退订，这世界还能不能好了啊？我一只单身狗走在路上看个傻逼作者访谈，猝不及防还要被狗粮呼一脸。不是，楚歌弱弱解释，还没成呢，哪来的狗粮啊？哦对，祝有情人终成兄妹，哈哈哈。楚歌，户口本上她真是我妹。立刻有人指出，你是不是傻呀？兄妹那楚大不是更兴奋了？操，有道理。
那怎么办？这岁数了也不能是妇女啊。楚哥，生命意义上她真是我女儿。你是不是傻，忘了楚大原先的头像是谁了？还女儿？你不如说儿媳好点，这总没办法了吧？楚哥，这个，卧槽，所以归根结底，楚大就是个禽兽是吗？楚哥，老子啥都没干，泡又没泡到的，就被说的已经是个十恶不赦变态狂了。传下去，楚大说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变态狂。楚哥，草了，你们就不能把关注点放在我的照片上吗？帅不帅？不说倒没注意，这小子长得倒是人模狗样。楚大，我要和你击剑。算了吧，没我帅，一般。深田题库点 JPG， 总算把话题引开了，随便你们击剑，别缠着感情问题就好，更别问对方是不是群里 cos 秋秋的女管理，多问了扛不住啊。还好最爱往邱无忌身上拐的那几个人今天好像没冒泡，导致话题还没怎么往这拐。楚哥看着群聊，寻思今天群里少了人吧？是了，少了万子俊和潘达，他们出院了吧？在报复。其实黑屋的报复已经持续2天了。王家的酒店这2天遭遇了客人们的疯狂投诉，纷纷怒骂这家酒店做的东西狗都不吃。一开始王家问责大厨，大厨委屈的要命，让王家的人自己尝尝被客人骂的食物，一尝没问题啊。所以王家立刻确认这是有商买水军恶意抹黑，极度强硬的让保安驱逐投诉者。结果没2天，酒店就门可罗雀。王家想破了脑袋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吃自家的东西明明没问题啊，感觉是不是不太好？金大厨有些踌躇的问钟毅，别人大厨是无辜的，就算这时候没受连累，以后名声也不好听，没别人肯要了。钟毅笑笑，他们大厨已经背地里高薪跳槽了。跳哪了？神记夜总会。张总开启了熟食宵夜业务，还做得比较高端，正需要酒店大厨。操，这王八犊子有点阴啊。钟毅望天不语，这主意他给张其仁提的，您骂谁呢？不过自己最多有点阴，张其仁是有点狠，他根本不是只图打击对手，他是想让王家死，趁他病要他命。张其仁是这么说的，王家的各项商业和我家极为重合，本来就是多年老对手了，这次又彻底翻了脸。最关键的是，他们那个赌场和贩毒的事是绝对致命的，不需要我们的黑手段，官方就要他们死。现在他们使手段在压，又能压几时？不给他们加把稻草，难道等喘过气？钟毅默然。所以荣父确实是你请的对吧？王家现在被林武阳查得焦头烂额，哪里有从外面请人报复的心思？被荣父捅刀的不只是黑屋，还有你自家哥哥的地产公司，真的狠人。钟毅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除了竞争之外，你和王家有深仇大恨吗？张其仁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在想什么，笑了笑道，他们做的都是违法犯罪的恶劣之事，作为热心市民扳倒他们不应该吗？难不成钟先生还同情他们？钟毅摇摇头，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在看你。却听张其仁絮道，竞争是一回事，要说深仇大恨吧，其实也有的。他的声音冷了下去，要不是王家怂恿，我那废物哥哥敢用到暗杀我这么犯忌讳的事情，要不是我有好朋友帮我挡了一下，那次我估计都躺了。钟毅想起张其仁遭遇的暗杀，由于被楚哥挡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大部分人没放在心里，认真一想，这事其实非常严重，那是杀人还是手足相残？至少在张其仁自己心里非常严重。张其仁冷笑，王家告诉他，不管怎样，他都是唯一的嫡子，就算杀了我让父亲不悦，他还是必须继承家产的，反而留着我就不好说了。那废物也真敢听，不知道这是王家故意在挑拨我们家内乱。钟毅叹了口气，所以你设计让王家和你哥哥咬了起来，活该，不是吗？张其仁淡淡道，王家做了那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上面也盯了很久，找不到证据。作为对手，我们倒是知道他们的一些证据在哪里。那什么涉赌贩毒的，想硬说是客人的，或者找人背锅糊弄过去，如果他们的账本出现在林武阳桌子上，你说会怎样？钟毅和张其仁合作本来就为了这个，但他其实还有其他多方面考虑，比如同时也想知道张其仁自己的违法证据在哪里。黑拳关停了，你就没别的事？可惜的是，以前接触张其仁的时候，这厮还锋芒毕露，一副我就是很黑的模样，要搞王家也是为了自己吃独食垄断生意的样子，接触黑屋更是含有非常明显的收视力念头，口风都录过好几次了。这次口风却有了变化，口口声声都是热心市民帮助警察，证据材料也是要给林武阳桌上，至于收视力什么的再也没有提过。成长了这么快？张其仁抬头看看天色，还没全黑，再等一段时间吧，晚上行动。说完自顾自掏出手机看了起来。钟毅装作不经意的瞥了一眼，神色变得古怪。那赫然是点娘作家助手的访谈页面，这玩意你得先有作家助手才能打开吧？您到了现在这东西都没卸载？不但没卸载，连推送都没关闭，否则你怎么知道有访谈的？真是一颗写手的心，还真不假。页面上的内容也让钟毅神色复杂，那是楚哥的访谈，楚哥熟悉的笑脸就在页面上。我不算什么坚持的，曾经有朋友连续2本才2位数均定，第3本才有了崛起的希望。他边送外卖边码字，连1天都没断更过。坚持自己梦想的人很多的。张其仁看着看着，
阴沉着的神色不知不觉烟消云散，露出了很开心的笑意。那镜片下阴冷的寒光随着笑容绽放，就变成了书生的俊秀。钟毅有些出神的看着，轻轻摇头叹了口气。那边楚哥连着赶了2天稿，把更新状态找了回来，就又开始想邱无忌了。一日不见，如隔秋秋。可惜的是，这2天赶稿都没能进入那种俯瞰状态，别说看秋秋了，云际山都看不到。是因为这2天的剧情在写别人的缘故，应该关系不大。之前写楚天歌的剧情，不也看见他和人交谈了？真是段誉的6脉神剑，时灵时不灵，越是想看秋秋，就越看不见。尝试着喝灵茶，也把心得的棒珠放身上，边修行边码字，能够感觉修行有力增长，内伤缓步再复原，码字也顺畅。可想要看见的秋秋还是看不见，真烦。楚歌上传了今天最后的章节，吁了口气，站起身来舒活筋骨。也许是不能太急切吧，就像修行一样，越是急于求成，执着于某个目标，越是容易走火。打开自家的跑步机，楚歌出神的在上面跑着步，心想也有段时间没去黑屋锻炼了。本来今天去锻炼一下挺合适，但今天不想去。明显这2天黑屋很可能在展开报复行动，自己这时候跑过去和主动问害要帮忙吗没区别，还是少掺和这些事情。尤其是此刻内伤还未愈呢，楚歌能够感觉这时候自己的身法受到很明显的拖累，金钟罩的效果也远不如从前，说明内伤这玩意看着没什么，实际影响可比上回挨了一刀还厉害。怪不得邱无忌会说对方很强，南疆居然还藏着这么厉害的异能者，黑屋和张其人或许都是不知道的，不知林武阳那边知不知道。看那异能者名录来说，应该知道，不知是不是可以探个口风问问。老实说，虽然被人伤了，楚歌对这位水系异能者倒没有什么恨意。宝物出世，能者夺之，互相争斗攻击，完全可以理解，对方也不是存心想要害你，倒是对方可能会因为宝物被夺而产生恨意。话说你既然推不开礁石，东西又不是你的，楚歌对这个倒是心安理得，别被惦记上就好。希望深海昏暗，大家都看不见人脸吧。在这点上，他和邱无忌终究是不同。邱无忌对自己没有及时追敌斩草除根，一直心中庆幸，觉得犯了错误。楚歌倒是觉得不追挺好，没必要因为这种事杀人。现代社会何修？世界还是很不一样的，只不知事后是不是会证明自己的天真。楚歌走着各种神，跑完了不冲了个澡，又回到电脑面前坐了一会儿，码了1000个字存稿，始终还是找不到看见秋秋的途径，不想码了，上床睡觉。码字真烦。梦中楚歌摸着邱无忌的头，你是个成熟的女主角了，要学会自己码字了。这厮叫邱无忌写书起，就暗藏着这种偷懒心思吧。书中世界，邱无忌真的在码字。大家时间不一样，楚歌正文动不动3天后之类的太多了，有时候连他自己都搞不清过了多久。邱无忌以前也想过，大家时间流速不同，是可以用来看书写书的。于是这回做完自己的正事儿，便披衣窗前，掂着秀气的小毛笔，继续写自己的自传。相比于电脑打字，他更喜欢用毛笔在纸上写，觉得这样更像一个文人，也更有感觉。月华如水，青灯如豆。月下窗前，女子披衣执笔，蹙眉沉吟。如果被楚歌跨界看见这般美景，怕是睡不着了。那是文字无法尽述的美，看见那种蹙眉都会心疼。悄悄卡文了，写自传和编故事至少有一点相通，初期很有感觉，噼里啪啦的写一堆，写多了就总会在某个节点卡在那里，半天不知如何落笔。可能是某个剧情不知道如何表达，也可能是2个剧情转折之间不知道如何衔接。越是懂一点的，就越容易卡。邱无忌以前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写的书肯定全世界会看的时候，才不会考虑这个转折要怎么转比较圆润。现在会考虑了，一考虑就卡住了。他咬着笔头，很想打人。编故事编不下去就算了，写故事完全现成的自传居然也写不下去，真气人。死楚歌不来教一下，你不是天道吗？偷看人洗澡就那么有本事，过来教一下这段怎么过渡啊？睡梦中的楚歌似有所觉地翻了个身，梦中被揉脑袋的邱无忌忽然变成了知性御姐，坐在窗前执笔望月。楚歌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月，于是梦里梦外，书里书外，天上人间，遥遥相望。居然会做这种梦，是太想秋秋了吗？这样的秋秋好漂亮啊。邱无忌的神色也渐渐有些惊诧，这月亮怎么感觉有些怪异，就像被楚歌注视时一样温柔，可又没有楚歌神念降临时那种感受，真就是一种遥感，仿佛跨越了无数时空，遥远的对视。怎么会有这种感觉？难道是因为想起他了？呸，我又没多想他，只是想他教写书而已。梦中的楚歌听见邱无忌在骂，看什么看，叫你教写书又不教。楚歌，这梦好真实啊，连他气鼓鼓的神情都纤毫毕现。清醒梦吗？那能不能梦到他不穿衣服？顿了一下，没脱，这都不行，这种清醒梦有什么屁用？操，做梦吗？想那么多干嘛？楚歌胆边生毛，直接道：不巴结师傅，还想得真转。邱无忌仿佛真的听到了这个声音，人都傻了。你都变成月亮了，还这么色？他憋着想穿出去打人的心情，换上一脸笑意。师傅人又不在身边，能怎么巴结吗？心中暗道：你如果敢叫我跳个舞什么的轻薄我出去就打死你。结果楚歌这是连做梦都不敢想轻薄之事。老实道，等你出来巴结啊，
倒个茶捏个肩什么的。邱无忌想好的后文都卡壳了，哭笑不得的嘟囔：是不是我也在幻想？这感觉真奇怪，真像是他蹲在身边，怂怂的揣着手，想抱过来又不敢的样子。难道真是因为想他了？幻觉的话无所谓了。邱无忌便懒洋洋道：行啊，下次我学东西要巴结你的话，你学东西也要巴结我。楚歌狂喜，一言为定，不管你捏我肩还是我捏你肩，怎么都是赚啊。邱无忌似乎也反应过来这一点，没好气的啐了一口，那点出息，到底是他就那点出息呢，还是我幻想中的他都只有这点出息？还是我觉得就这样的他最可爱，所以幻想出来都这样？邱无忌又有些迟疑不定。正在此时，邱无忌心中一阵悸动，能感受到自己预留的法宝或阵法有人闯入的警觉。他心中飞速排查了一下，很快确定了地点：现实世界楚歌的客厅那幅字。与此同时，月亮奇怪的拟人感受不见了，再度恢复了清冷的月。刚才不是幻想，真是楚歌的话，那现在意味着楚歌遇上了袭击。邱无忌立刻想到了那个水系异能者，心中焦急，想要分魂出去，却一时半会真出不去了。连续服用恢复神魂疲惫的药物，效果已经大不如初，再吃也没用了。按他口中的游戏术语，这 CD 必须等。邱无忌在窗前团团转，很是后悔之前没能斩草除根，想不到对方这么快就摸上来了。怎么办？怎么办？那边楚歌感觉到客厅有声音，从睡梦中惊醒，梦中的邱无忌没了。楚歌大为光火，顺手抄起床边椅子就冲了出去，一眼看见一个黑衣人神色迷茫的在厅中转悠，如同梦游。这人脸上还带着烧灼的痕迹，楚歌很容易断定这就是被邱无忌的雷电网电伤的。果然是那个水系异能者摸上门来了，他是怎么找到的？又是怎么在这梦游的？转头看去，客厅上挂着的庄周梦蝶闪烁着幽幽的光。原来如此，对方陷入幻梦攻击了，也不知道看见了什么机会。楚歌兜头就是一椅子砸了下去，砰的一声，椅子四分五裂，对方痛哼一声，被直接砸倒在地。那种迷茫梦游的模样倒是清醒了几分，也顾不得头上的剧痛，就地一滚，避开楚歌踹过来的一脚，又撞在了跑步机边缘。楚歌如影随形的跟了上去，一脚踩向对方的小腹。此时心中也有些后悔，还是缺了经验，刚才趁对方梦游的时候，应该去厨房里拿菜刀，而不是砸个椅子。不过还好，现在已经会总结自己错在哪里了。一脚踩下，却踏了个空，对方的小腹诡异的化成了水，一脚直接穿了过去，踩在了地板上。那人眼眸闪过狠厉之色，忽然全身化水，如龙如蛇的缠了上来，紧紧箍住楚歌的身躯，劈头盖脑的将他包围在里面，似要将他活活闷死。楚歌心静如水。事实上，早在一脚踏空之时，他心中就冒起了类似的猜测，果然下一步的动向居然完全不出所料。他闭上眼睛，浑身金光爆闪，小城的金钟罩已经可以做到刚气外放了。坚不可摧的金刚将所有水元素生生震离身躯，凌乱的散落地面，又飞快蠕动聚集，恢复原先的人形。那人还处于被震得七荤八素的状态里，还没反应过来，迎面就踹来一只大脚，居然真想闷死我！去你妈的！砰！楚提辖一脚踹中鼻梁，那真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一股脑儿翻涌出来，整个脸上跟开了颜料铺一样，尽是血色。那人知道打不过了，迅速化成一滩水，循着门缝就要溜走。金光闪过，楚歌笑盈盈的蹲在门缝前，一巴掌一巴掌冲着那滩水死命拍。看你化成水也不是无伤，就这么揍你，好像也是一样的。啪啪啪，水花四溅，四处水花之中传来那人痛苦的声音：别打了，我认输，我认输，认输就完事了。你 TM 刚才想让我死？楚歌继续拍水。没有，没有，闷人也不一定要闷死啊。我来这里也只是想偷那颗珠子，真的只是想偷珠子，没有伤人的意思。楚歌才不信这话呢，半夜入室怎么揍都不过分。要不是有我家秋秋庄周梦蝶的幻梦守卫，我在睡梦中天知道要被你做些什么，头被你摘掉都不知道。倒是心中也有些蛋疼，这化成水要怎么处理？就这么拍下去，啥时候算结束？去找火来烤吧。自己一离开，他就溜出门缝了。正犹豫间，那滩水却渐渐收缩，水花也不见了，慢慢变成了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成人样的人形，蜷缩在那里，有出气没入气。楚歌吁了口气：你这异能也不咋地嘛，变成水还能受伤，就是最大的不足了，还不如水人呢，波浪形态能躲技能的。那人呕着血陪笑道：是你太强，水人波高地了，大哥打个商量，我都被你打成这样了，放我一马怎样？楚歌不置可否，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淡淡道：你竟能找到我的住处，是循着棒珠气息来的。那人颓然道：确实，我这2天找遍了南疆，才感应到气息就在这附近。其实还蹲点琢磨了一整天，楚歌现在外卖叫的少，会有意识的出门动一动，吃饭都是出小区门口吃的。他看了一天，楚歌身边没有那个可怕的女人，所以应该是临时搭伙，不住在一起。而棒珠又在这里，那就好办了。在此人心中，楚歌的可怕程度比那个女人差了几百倍。他折腾了好几天都动不了的礁石，被那女人轻而易举的推开了，还随手一弹，就是一片电网，顺着海水来袭。要不是身上衣服挺绝缘的，估计都被电残了。这男的就好办，也就一个刀枪不入吧，被自己水箭一冲，还冲伤了。
要是按时偷袭，还不是手到擒来？结果不知道莫名其妙遇上什么心灵异能，进来就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飞呀飞，然后一椅子拍下来，全线崩盘。楚哥心中大致也有了判断，淡淡道：“你叫什么名字？”“海东青。”楚哥举起拳头：“你 TM 在逗我？”那人急了：“我真的就叫海东青。”楚哥心念电转，又扎了一下：“代号吧，就像你们穿墙人一样。”海东青这回真的惊了：“你怎么知道？”楚哥暗爽，早就知道除了黑屋之外，南疆一定还有其他偏邪恶向的异能组织，因为当初穿墙人明明说过他们有个圈子，这么久没遇上过，如今遇上生面孔，果然一试就出来了。海东青就感觉楚哥真的什么都知道，颓然道：“当初穿墙人被林武阳拎了进去，供出了我们的窝点，还说了我们好多人的能力，警察端了我们的窝点，抓了几个兄弟，剩下的人换了地方，潜藏了很久都不敢出来露面。现在风头过去了，最近林武阳盯王家的事盯得紧，别的方面也就松了，我们也出来透口气。”海东青无奈道：“但是大哥，我和你的事真只是个意外，我发现那里有宝贝，蹲点3、4天了，被你们捷足先登，我说什么了我？”楚哥冷笑：“你是没说什么，只是半夜摸上我的门，和穿墙人果然一个出息。”海东青忽然有了些明悟，感情穿墙人也是在这位手里。说到这里，楚哥基本搞明白情况了。原本纠结的是自己的住所暴露，放了这人会永无宁日，可是杀人又实在下不去手。如今这位既然和穿墙人一伙的，还要换地方躲警察，说明有很多黑历史的，只要打电话给林武阳把他拎进去，多半和穿墙人一样要蹲好几年的。那时候自己早搬家了，难道还一辈子窝在这租屋？所以事情其实很好解决嘛，有困难找警察就完事了。他悠悠然拎着海东青回了卧室，摸出床头的手机就要打电话。海东青急了：“大哥，别喊警察，我给你转10万，放我回去怎么样？”楚哥不为所动，翻找林武阳的号码：“大哥，我以后真的不来报复，来了我是狗。”海东青急得指天发誓：“今晚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是擅自离队来做自己私事，一旦被发现临阵脱逃不在了，不是被警察拎进去那么简单，就算出来了我也要死的。”楚哥的手指悬在拨号键上，终于没按下去，盯着海东青道：“什么急事？”海东青顿足道：“王家说有一个叫张其人的，这几天肯定会潜入他们的地方偷东西，请了很多外国异能者守卫，我们老大接了大单，立了军令状，我要是跑了，以后别在南疆混了。”楚哥的神色瞬间凌厉起来，这是张其人身边有内鬼，还是黑屋有内鬼？无论张其人还是黑屋都是朋友，这事自己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还怎么安然蹲家里睡觉？也许张其人和钟毅都不是吃素的，也有预案，可真坐不住。他深深吸了口气，在海东青变得更加惊诧的目光中，换成了张其人的号码拨了出去。没人接，拨钟毅也没人接，应该是行动中刻意关了无声。楚哥再也坐不住，一把揪起海东青：“王家总部在哪里？带我去。”出租车上。楚哥不知道该不该给林武阳打电话，这是张其人和黑屋的行动，自己不知道他们打算干嘛，想必没干好事。如果他们有预案，自己报警的话，反而是坏了他们的事。但既知前方有坑，似乎又是报警好点，大不了给他们赔罪，坏事总比被坑好。考虑再三，还是给林武阳打了电话，结果林武阳的电话也没人接。楚哥怔了怔，反倒安心下去。这是不是意味着林武阳本身就参与了他们的行动？想到林武阳说过现在和黑屋开始接触合作了，很可能这就是钟毅背地里和林武阳勾搭，面上和张其人合作搞人，警察们黄雀在后，那应该没问题了。楚哥绷紧的心弦松了下去，想了一想，还是分别给林武阳、张其人和钟毅、潘达等人发信息。不管怎样，他们如果看一眼手机，立刻就能获得提醒，那自己能做的预案也就做完了，其他的还是得去看一眼才能心安，至少人得在附近，万一有接应的余地，还能帮个忙。身边有俘虏，能起到的作用说不定还不止。楚哥瞥了海东青一眼，海东青鼻青脸肿的和楚哥并肩坐在后座上，神色有些呆滞，也有些阴鸷。他没想到自己私下的行动碰上的人，居然恰好和团队的敌人也是一伙的，而且居然和林武阳有密切联系，这高低拨的可太精准了。这回别说当带路党是被逼的了，之前暴露行动可是自己说的，一旦被知道了，必死无疑。后悔之余，眼里也开始闪过狠厉。既然如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家老大弄进去，自己还弃暗投明，有立功表现，说不定少蹲几年，甚至都不要蹲。他深深吸了口气，瞥了眼前方开车的司机，低声道：“大哥有没有想过，既然王家知道有人要去偷他们证据，为什么不销毁？比如2套账这种东西，电子账删了改了，手工账烧了，实在自己也很需要的话，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埋了，谁也找不到在哪，凭什么偷？为什么还要巴巴的请人守卫？”楚哥皱眉道：“就是为了挖坑阴来犯者？当然不止。”海东青低声道：“王家本来就有东西要守，而且很难藏的人不知道，光是藏个账本之类的又有什么用？宝贝被偷了，王家也要衰落，就像我的珠子能被你感知一样。没错，王家就靠自己有宝贝，能养异能者，才能收拢一批人为他卖命，搞赌场搞贩毒。原本东西守得严，也没人能偷，但近期不同，自从王振坤的赌场曝光被拎了进去，王家很多产业都在被大检查，
被拎进去问话的人茫茫多，王家到处擦屁股，能用的人空了一半。楚哥微微颔首，这确实是偷袭王家的好机会，张其仁不会错过。甚至于，无论张其仁还是钟毅，真正的目标都未必是账本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早被埋得谁也找不到，偷个屁呢？他们的真正目标很可能本来就是王家的宝物，嘴巴上说为了什么账本，都是说给对方听的。但不知是对方早猜到了呢，还是有内鬼泄露，导致从外面请了人守卫。但目前看来，张其仁他们应该也是有这方面准备才对。他心中微动，忽然道：“你的老大也不安好心吧？要不然你离队摸鱼算个啥事？还真帮王家卖命不成？”海东青嘿嘿一笑，当然，他也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坚守自盗，把王家的宝贝弄出来。时局越乱越有机会，一旦机会来了，手底下人不在，你说我死不死？楚哥哈的一声没有回答，各怀鬼胎的一出乱局，但感觉好像警察叔叔全看在眼里，就等你们跳呢。楚哥想了想，又问：这些宝物的气息真的没法遮掩吗？既然蕴含明显的能量，异能者精神力旺盛，总是能感觉到的，尤其是贴合自己属性的更敏感。海东青有些不舍得回望，楚哥的珠子放在家里没带出来，他甚至都想跑回去拿。转头见楚哥似笑非笑的表情，海东青干咳一声，絮道：遮掩的办法应该也有吧？我老大身上就有东西，但我就感觉不出来。王家这个估计因为比较牛逼，遮不住，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楚哥点了点头，没再多说，目光看向车外的霓虹，仿佛已经能看到远处王家别墅内外的风起云涌。手机忽然响起震动，几条信息同时传来：张其仁，楚哥，我寻思你 TM 这么义气，到底是不是想骗劳资的黄金盟？钟毅，知道了，我们有预案。怪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张其仁和钟毅同时把手机收回兜里，各怀鬼胎的对视一眼，都打了个哈哈。女朋友查岗吗？我没女朋友。我也没有。草了，发信息给我们的那货好像有，不想夸他义气了。走吧，行动。张其仁看了眼前方看似关灯睡觉毫无防备的别墅，转身没入了黑暗中。钟毅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也转身离开。一道影子顺着夜风从天而降，轻飘飘地落在别墅内部，轻而易举地接近昏昏欲睡的别墅保安，一掌敲在他的后颈，直接击晕。黑屋之中，楚哥一直没见到的那个核心成员，在校大学生龙思佳，异能御风，没多神秘，只不过因为这娃前些日子沉迷考研，多项活动没参与，这次考研挂了，就出来帮小伙伴们报仇，延续黑屋异能没卵用的悲剧。这娃只能顺风飘，没风的时候就是个废人。倒是跟着参与了几次单子，这把人弄晕偷鸡摸狗的事情还挺顺溜。龙思佳轻松打开了别墅外面的大铁门，一伙人悄悄入内，张其仁挥了挥手，便有个下属去撬别墅防盗门的锁，只把手放在锁上，一瞬间就无声无息地开了。控金属异能，双方人马对视一眼，迅速进门，又分头摸向不同的方位找东西。其实目标很明确，找暗室。王家的宝贝不可能放在床头保险柜里，包括账本，甚至储藏的违禁药品之类的东西，一定是有一个密室保管的。你能感觉到密室就在地下，但得找到入口。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真正进入密室之后才是最危险的，那意味着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跑都没地方跑。但那是循规蹈矩偷东西的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偷东西用循规蹈矩这个词合适吗？反正钟毅觉得合适，因为自己不合适做更过分的事情。之所以和张其仁合作，就是因为张其仁可以更加不守规矩。黑屋的人在找密室，张其仁就直奔王家家主王向东的卧室，刀子架在王向东脖子上，不就什么都结束了？在这里，潘达站在保姆房门外，一声低呼：有网线从这里往地下牵，我几乎能感受到有人坐在电脑面前看片的嘴脸。黑屋的人迅速凑了过去，找得到门吗？顺着网线，应该在这里。张其仁那边的开锁异能者打开了主卧的门，张其仁身边的红毛小弟悄悄潜了进去。张其仁本人压根连楼都没上，抬头看着小弟潜入的同时，自己就悄悄退出了别墅大门。而潘达打开了密室门，黑屋的人却压根没入内。老板娘摸出一颗大白兔奶糖，直接丢进了暗室。不是闪光弹，是夫妻合作食物难吃进化版臭气弹。别墅内很快亮起了灯，地下密室里的人疯狂咳嗽，都在往外冲。而黑屋众人早在丢出臭气弹的同时就撤向了别墅外。四周脚步声起，原先藏在外面各处的王家人手迅速包围过来。王家家主王向东面色阴沉地站在人群里，冷笑道：钟毅，你明知道荣父不是我的人，却借自己的同伴被伤的借口和真正伤了他们的黑手合作，为了谋取我家的东西，当着他们的面，老子总归要揭穿你这个伪君子。黑屋众人却都没说话。钟毅微微一笑，遗憾的是，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和他们说过了，你的挑拨没有用。王向东眉头一挑，所以这些人竟是自愿给你当狗。钟毅叹了口气，为什么你们总是想不明白，大家真正讨厌的是你们做的事情。单是你地下密室里藏着的违禁药品，保险箱里的金银财物，究竟沾着多少人的黑血，你说得清吗？当初大家接张其仁的单子举报你们也是为此，现在来到这里还是为此，那又如何？老子早有防备，你们什么都弄不到。王向东的神色渐渐变得狰狞，还能让你们知道
英雄不是那么好做的。随着话音，大群保安守卫涌上前，黑乌区4、5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怒海中摇曳的小舟。钟义却只是笑：你的异能者主要用在防备张齐人了，就这群普通保安，真以为我们黑乌纯粹在搞笑的？万子俊默不作声的在脸上写了个爸爸，站在大家面前。对方一群人迅速露出陪笑的表情，向后缩。那个爸，你怎么来了？王向东面无表情地道：首先，我自己也是个异能者，而且好像比你们开发的强，这个对我没有效果。钟义笑笑：那是自然。其次，王向东招了招手，身边站出几条大汉，这几位最讨厌他们的爸爸。万子俊，大汉狞笑着扑了过去，万子俊转身就跑。卧槽！老板娘再度丢出一颗闪光糖，大家发声喊，一起四散乱跑，形势一团混乱。张其人就在一团混乱之中走进了后院的杂物间。杂物间里隐隐也有能量流转的感觉，和被开启的密室里的能量很相似，很容易得到判断，这里有个宝物的仿品，或者是诱饵，用来误导别人注意力的。否则谁把宝物放在后院杂物间里？黑屋一伙人看都没看这边，但张其人还是走向了这个诱饵所在。身边的开锁异能下属很快打开了杂物间门，张其人迈步而入，身侧亮起刀光，一把砍刀直接砍了下来。张其人面无表情的用血肉手臂直接去挡，对方却反而吓得飞速收刀，刀背都砸在了自己额头上。张其人笑了一下，我的能力居然都被你们知道的这么清楚了，不错。他的目光落在杂物间角落，一个破破烂烂的木柜前，好几个人站在那里，不过看似两拨人马，互相隔了些距离。他盯着木柜看了一阵，哈哈一笑，这种虚虚实实的小伎俩其实没什么意思，看真看假只需要看你们守在哪里最严实就知道了。一个30来岁的短须男子神色肃穆，张其人真以为就凭你，我们等的就是你自己找上门来送死。身后忽然出现一个瘦高男子，独自一人挡在了张其人的人马背后。张其人心中微凛，指着瘦高男子一人就给他带来了如山般的压力，这异能锤炼简直犹如实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可怕的异能。他不动声色，连看都不去看那瘦高男子，只是微笑道：王振前，你搞错了一件事。现在的我不是张其人，我是一个帮助警方破案的热心市民，我不是来抢东西的，我是来给你们搞事的，仅此而已。他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点着了一个打火机，往杂物里一丢。小小的杂物间火光大起，所有人脸色骤变。张其人，你他妈！张其人迅速抽身往侧面退开，眼角余光始终盯着那瘦高男子，却见瘦高男子的冰冷的眼神也开始紧张，紧紧盯着起火的杂物间里那个破烂木柜。张其人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请豺狼看家可不是什么好事，希望你们王家扛得住。短须男子王振前正在手忙脚乱地拯救木柜，一边大喊：都愣着干什么，先把张其人杀！我操！话音未落，那瘦高男子不知何时已经冲了进去，冲着他的后背结结实实就是一掌。动手！看似一掌，实则手指上的戒指忽然变成了尖刺，恶狠狠地刺向了王振前的后心。王振前猝不及防，结结实实挨了一记，扑倒在前方木柜上，木柜4分5裂。与此同时，守护在木柜左右的两拨人马自己冲突了起来。碎裂的木柜中，一个金属小盒子飞了出来，直接穿透了王振前的身躯，飞到了瘦高男子手里。瘦高男子看了眼火是乐圣的杂物间，连招呼下属走人都来不及，转头飞速穿过后院铁围栏，消失在夜色里，好像铁围栏根本不存在一样。金属系异能基本实锤，可没跑多远，就看见张其人带着一帮人笑盈盈的拦在面前。阁下，是不是忘了我们等候多时？瘦高男子深深吸了口气。张其人，扳倒王家的目的你已经达成了，不要贪得无厌，没事找事。张其人微微一笑，宝物争夺，能者居之，何谓贪得无厌？瘦高男子心里那个气啊，被这活搞得一切乱套了。如果海东青在这就好办了，那王八犊子哪去了？王八犊子海东青正带着楚哥躲在不远处的树后，正在给楚哥介绍，我大哥金属控制异能者，我们只知道自称是铁针，真名也是不知道的。楚哥低声问，金属异能开发强了，是不是连对手体内的金属元素都能调用？听起来很厉害。海东青道，理论上我也能调用你们体内的水元素，然而没那么容易。楚哥点了点头，寻思怎么给对方抽个棱子，却见铁针把盒子收进怀中，冷笑道，既然阁下也想夺宝，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张其人拍了拍手，身边的手下全部掏出了枪，指向铁针。铁针？我就不懂，你们是不是有了异能之后就觉得大家倒退回武侠时代了，连鹿鼎记都有火枪兵啊？张其人很是费解，还是你觉得你的金属异能确实比枪牛逼？铁针深深吸了口气，微微摇头，张其人，你确实挺厉害的，本来你我应该合作才对。张其人没回答这话。铁针笑了一下，但有件事你确实说对了，别人的异能是不是比枪牛逼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不怕枪。随着话音，张其人清晰地看见身边手下的枪口开始扭曲，变成了废铁，甚至有人的枪柄变成铁刺，扎得他们鲜血淋漓。铁针飞起一拳倒向张其人的面门，手指上的戒指化为尖刺，在月色下
闪过寒芒。张其仁下意识用手掌封了一下面门，手心里传来钻心剧痛。与此同时，铁针也痛哼一声，两人各自捂着自己的手心倒退。这他妈，铁针又好气又好笑，这张其仁的能力真的恶心人，谁爱跟他打？他也懒得多话，趁着别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夺路而走，却忽然发现自己身体变得沉重，走动半步都难。却是张其仁身边的红发青年阿仲出手了，重力控制，其他人也纷纷丢了手中废枪，直接折了根树枝就往铁针身上戳。铁针被打出了凶性，随着一声怒吼，阿仲的皮带扣化作尖刺戳进了肚子里，阿仲踉跄跌退。混乱之中，楚哥已经悄悄到了铁针身后，骤然一个重拳，金光爆闪，结结实实的轰在了铁针背上。铁针喷出一口鲜血，往前踉跄跌退，放在怀中的金属小盒直接掉了出来。张其仁眼疾手快的抢了小盒就跑，铁针连伤他的楚哥都顾不得了，怒吼一声留下，合身就往张其仁身上扑了过去。张其仁一路狂逃，心中也在纳闷，父亲对此物志在必得，说好了会有人接应，怎么没来？正在此时，前方的夜色阴影开始扭曲，张其仁神色争冲地停下了脚步，一道影子如毒蛇一般从前方跃起，飞速缠绕住张其仁手中的小盒。张其仁却连争夺一下的意愿都没有，默默地任由影子卷走了小盒。影子似乎看了他一眼，也没停下，森然化为利刃，破在了身后追来的铁针小腹。铁针下意识防护了一下，只听金铁交鸣之声响起，铁针一声惨叫，鲜血喷溅。影刃之威比金属还要锋锐，一道瘦弱却挺拔的人影渐渐在前方阴影处浮现，月色之下奇诡而梦幻。楚哥站在身后，看着张其仁精气神都被抽掉的木讷样子，心中也觉得怪异难言。没想到忠义联系的官方参与这个行动，不仅有林武阳，还有月影。这铁针的组织好像命犯他们这栋楼，从穿墙人到海东青，再到他们老大铁针，这位更典型，是唯一的一个被邻居三人组围殴的人。月影慢慢走了过来，路过张其仁身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擦肩而过，用影子未断带把铁针紧紧缠住，继而居然对楚哥说话了：铁针是我们的重要案犯，我奉命把他带回去。而这个盒子，他似是有些迟疑，也有些不解，却终究还是递给了楚哥，上面说看见你就转交给你，正好。楚哥，月影补充，只给你研究1个月，1个月后归宫。其实张其仁相关剧情，楚哥只是见证者，也是他参与时代浪潮的引线，不然一个躲家里写书的设定，实在无法参与外部事件。所以不用担心秋秋不在楚哥如何，他这时候不是主力。在后院杂物间火起之时，前院的混乱也有了变化。被臭气熏出来的密室守卫不敢轻易离开，便有人启动了吹风机，试图把臭气吹出去。一道瘦弱的人影不知何时藏在了保险柜后，风力一起，立刻连人带保险柜飘出了密室。守卫龙思佳不知何时趁乱藏在密室好久了，既然没人发现，风力一起就趁机把重达半吨的保险柜带走了。这里面可全是王家不可告人的账簿。谁能想到有人能把保险柜给搬走啊？这区区吹风机能有多少力啊？这借风力到底怎么借法的？牛顿都要从棺材里爬出来了。守卫们呆了一下，发了声喊，齐齐追了出去。王总，王总，有人偷了保险柜！外面混乱追逐忠义等人的人群愕然停下，就看着一个保险柜飘悠悠的飘在半空，一路往别墅栅栏外面飘了过去。然而外面没风了。龙思佳，卧槽，这秋天夜里好端端的怎么会没风的？他抱着个是他4倍重的保险柜，狼狈的栽了下去。王向东哈哈大笑，神色狰狞的看着龙思佳往铁栅栏尖端栽了下去。你以为就你的异能是御风？众人恍然，王向东的异能才是真控风，已经达到了能影响范围风力变化或静止的程度了。只可惜他好像还不能逆风向，否则龙思佳还得跟着风回来。不过现在更狠，龙思佳就在栅栏上方掉下去，这么一下非被刺穿不可。却见那边忠义悠悠摸出了一把街上送的治疗不孕不育广告的原纸扇，呼的就是一下，只是微微风力，龙思佳如鱼得水，一个滑翔就顺着栅栏出去了。王向东愣了愣，大怒道：还愣着干什么？掏枪打死他！王向东原本也不想动枪，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场，这下是不动都不行了。龙思佳带走的保险柜里的东西太过重要，一旦落入警察手里，也不差你一个动枪的罪名了。一群保安全都掏出了枪，指向外面的龙思佳。夜色之中亮起了灯光，外面隐隐绰绰全是警察，全部持枪指向别墅之内。林武阳把龙思佳和保险柜都接到了一棵树后，长长吁了口气，这些东西到手，还不把你们这颗毒瘤从南疆拔起，老子不姓林！后院之中火势开始蔓延，照亮了王向东阴沉的脸。林武阳，你以为你赢了？知不知道你惹了多少麻烦？林武阳大声道：那些算个屁，能让你们全部蹲进去，起码南疆赢了。警察有条不紊地分批拿人灭火，从火场救出铁针和王家的2匹人马，分别带走，忙忙碌碌。黑屋的人不爱和警察打交道，都躲到了后门方向去找张其仁，他们想找张其仁算账来着。楚哥此时带着海东青找林武阳自首去了，
恰好在一片乱局中和他们岔开了没见着。结果潘达一伙人气势汹汹地找上张其人，看见的却是一张颓废的脸。找我麻烦的吗？荣父是我请的，我只让他们打你们一顿，真没想到他会动刀子。还有金大厨那边，我压根没让他去，他自己去的。只能说雇佣了这种控不住的恶狼是会自食苦果的。王家如是，我亦如是，你们气不过就打我一顿吧，我不还手。潘达、万子俊面面相觑，这张总之前给他们的感觉阴质凌厉，锋芒毕露的，怎么今天这样了？就算刚才也很厉啊，放火说放就放，天生的凶人。这样的人难道因为抢东西没抢过就颓了？不至于啊。这副模样倒是让黑屋众人连报复的怒火都熄了不少，互相看了老半天，受伤最严重的万子俊才代表大家道：算了，打你一顿又能怎样？你们有钱人补点钱给大家做营养费，也当这次行动的报酬，两清。张其人奄奄道：行，回头就给你们打过去。钟义若有所思地看着张其人的样子，他可不知道张其人和月影那点事，倒是想到了点别的，觉得又被父亲摆了一道，那也没必要丧失志气，感觉都不像我所知的张其人。张其人怔了怔，失去的灵光才有点复苏之意，皱眉道：难道父亲不是因为知道警察来了才袖手？那他至少会给你个提醒。钟义叹了口气：我觉得你父亲的想法有些矛盾，他真不一定在乎你的死活，你别怪我挑拨就好。张其人道：无论你是不是挑拨，这话对我也没有意义，我只有一条路，只能走下去。钟义道：你应该也认识到了，国内想做你们的事，环境是不对的，你这条路走不通，你本事越大，只可能死得越快。张其人皱眉看他，钟义低声道：众耳在外而安。张其人颓唐之意瞬间消失到了九霄云外，眼里闪过厉色，钟义已经悠悠然率众离去。那边楚哥把海东青交给林武阳，林武阳也是哭笑不得。现在我知道了，当初穿墙人就是你干的，那我老婆干的，就当我干的吧。楚哥全盘受落，笑嘻嘻道：所以你们的见义勇为表彰是不是多给一点？话说上次那个抓通缉犯的悬赏还没打过来，什么效率啊？我回头催问一下，不过我肯定忙得团团转，没空帮你跟进，看你运气了。林武阳打量着海东青，自首立功。海东青眼巴巴地看着楚哥，楚哥点了点头，算是吧。虽然自己这次过来其实基本没发挥作用，抽冷子打了铁针一拳算不算？也算吧，起码把盒子打掉了出来，避免在他身上投鼠忌器被毁掉之类的。好歹感觉自己为了惩凶除恶做了一份贡献，有了参与感，而不是躺家里等消息，至少心安。否则练什么金钟罩何用？林武阳那句骑马南疆赢了，多然啊！有自己一份，与有荣焉，还意外得到了那个金属小盒的1个月研究权限，这个猜想是爹妈给走的后门。也是奇怪，按理这种部门非常严格，不能训这种厮的。楚哥这辈子就没享受过半点特殊待遇，可能因为经办人月影是熟人，好办事。想多问问月影，月影却影踪全无。这家伙不知道经历了什么特训，现在越发走冷酷三无路线了。更悲剧的是，他连看都没看张其人一眼，那种憎恶隔着空气都嗅得出来。其人，这是兄弟是真的帮不了你，自求多福吧。楚哥摇摇头，感觉这里没自己什么事了，想要回家补眠。这才想起折腾了大半夜，明天更新怎么办？所以说写书和做大侠是绝对冲突的吧。想到刚断更又要断更，楚哥脸色都变了，飞速离开王家别墅半山，冲到山脚大路去拦车。这时候什么都没码子重要，刚刚走到山边，就看见邱无忌负手站在月下崖边，静静地看着他。那身上还是一身古装，月下秋风之中衣袂飘飘，直欲乘风归去。那双秋水般的茧瞳凝住在他身上，似是有些怨怪，却又有些欣喜。你怎么出来了？楚哥又惊又喜地飞奔上前，下意识就想抱着他。真的想念，哪怕分离只是2天。这时候码字哪有秋秋重要？可到了面前手都张开了，却又怂怂的不敢抱上去，尴尬的垂了回来。邱无忌看着他的手，撇了撇嘴，却主动拉起他的手，并肩下山，口中轻声道：我没能及时出来，在里面足足多待了整整1天。楚哥，这1天里，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度日如年。楚哥心中一动，转头看着他的侧脸。邱无忌微微垂手，看着路上的月光，是我的失误，导致那个水系异能者跑了，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能找到你，我心中非常不安。哪来的事？楚哥柔声道：是你的书法忽悠了我，你不管在哪里都保护着我。邱无忌听着有点脸热，按道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恶心啊？然而这次却没骂出来。有时候恶心的话听起来还挺顺耳。却见楚哥拉住他的手，没有继续走。邱无忌困惑的转头看他，楚哥目光灼灼的看着他的眼睛，低声道：秋秋，给我抱一下好不好？就一下。邱无忌张了张嘴，脑子有点空，心中也闪过一种奇怪的冲动。这1天度日如年，出来看见他安好的欣喜，那一刻自己都有一种想要抱住他的冲动，因为害怕失去他，怂不敢抱，那一刻也不知道想不想打他。可是就这么同意他抱，他会不会误解什么呀？想说拒绝的话，却一时半会说不出来，脑子空空的，组织不出语言，心念乱糟糟的。没等自己理个明白，就发现自己被箍得紧紧，楚哥已经先斩后奏的用力抱了上来，再也没有松开。
邱无忌木木地把下巴架在他的肩膀上，看着天际的月亮。不是说抱一下就好，就一下的吗？这都3秒了，5秒了，死骗子！能听见楚哥喃喃地说：“见到你真好，这2天好想见你啊。”邱无忌没有回话，绷紧的身躯终究不知不觉软化下去，安静地靠在他身上，觉得抱一抱好像也挺好。他还能笑能跳能抱人，没出事儿，没出事就好。能够完全接触到他的身躯，那用力拥抱着，好像他会跑掉似的实感，不再是虚无的幻梦，是真实的了。这一天的惊惶焦虑，做什么都心神不定、心不在焉的感觉，在这一拥抱之间彻底消失不见。这月色好暖，就像那一天他代替的月，笑眯眯的，像个微笑的 QQ 表情一样。秋意越发浓了，夜间微凉，落叶打着旋儿飘在身边，如翩翩彩蝶为他们献舞。这算是用了1天的隔界，考验自己多么关心他吗？邱无忌在犹豫，是不是也反搂过去感受一下？正犹豫间，就感到楚哥有偏头的意思，不知是想附耳说话呢，还是想干嘛？邱无忌警觉，他的唇擦过耳边，能够感受到耳边的呼吸，痒痒的，有点吓人。邱无忌本能反应，一把揪住了男人的耳朵：“你想干嘛？”楚哥不客气地说：“刚才情不自禁想亲亲你的脸。”真的是情不自禁啊！这话好像不敢说，要被打了，他只能陪笑，只是想说说话，那么紧张干嘛？呸！你还要在这站多久？有什么话回去不能说？邱宗主揪着耳朵，拎着死骗子走了。我只是怕你出事，导致世界崩塌，可不是多关心挂念你这个人，不要蹬鼻子上脸啊！是，我们回去说。被拎着耳朵的楚哥很是遗憾，不那么冲动就好了，还能多抱一会，但还是很开心啊。抱他了，他好香，就算想偷偷亲他一下，都只拎耳朵没被打，以至于回家了都觉得哪里都香，被窝也香。不知道此刻的邱无忌在隔壁是什么心情，是不是辗转反侧？总之，楚哥补睡得非常安宁，睡梦中都是笑意，然后醒来就11点多了。楚哥心中一惊，一蹦而起，完了，我的更新！楚哥连脸都来不及洗，匆匆打开手机看了一眼，评论区没人骂，反而在乐呵，今天更的是秋秋自传啊，好。楚大正文也就图一乐，真好看，还得秋秋自传。你说啥呢？这才是正文。对，楚大多更新点正文。楚哥，算了，一帮二货，洗刷去。还好秋秋自传之前就有点存稿没用完。刷着牙，忽然感觉不对啊，邱无忌怎么能自己上传章节的？他啥时候偷看了我作家后台密码？你是个成熟的女主角了，还真能自己上传章节了都。楚哥带着一嘴泡沫傻在那里，这感觉好怪啊。匆匆洗刷完毕，离开卫生间，就听见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探头一看，邱无忌围着个围裙，正在翻炒着什么，肉香弥漫在厨房里，居然还哼着小曲儿。偷看什么偷看？邱无忌头也不回地道：“饭熟还有20分钟，死去码字，能码几个算几个。自传只是番外篇，只能应付一下，可不算真更新的。”遵命。楚哥硬生生把老婆大人4个字吞了回去。邱无忌转头举起锅铲，眼神危险：“想说我老太太是吧？”楚哥一溜烟跑了。打开电脑文档，这20分钟怎么码字啊？完全投入不了心思，满脑子都是他的一颦一笑，他围着围裙炒菜的样子，和昨晚拥抱的柔软和清香，差点亲到了。要是果断一点，迅速一点，说不定就成功了。20分钟过去了，邱无忌的脑袋出现在边上，神色不善地看着文档上的 D-XXX 张标题，脸色黑如锅底。这就是你的码字？楚哥小声，这也5个字了。我以为万定携手必有高论，不料竟出此摆烂之言。邱无忌再度揪起他的耳朵，去吃饭。您是不是去了破绽鬼畜区？楚哥陪笑，能不能打个商量？什么？以后别用揪耳朵，以前揪一领子就不错呀。这个太妻管严了，万一你就习惯了，在外面也揪，我还要不要做人了？为什么不能揪耳朵？邱无忌觉得这个姿势不错，宣示地位很实用的。楚哥只用了1句话就打消了他不应有的念头，这个是夫妻之间才做的动作。邱无忌触电般丢开了他的耳朵，以后再揪，不对，以后也没可能揪。邱无忌很是不爽地坐上饭桌，板着脸拿起筷子。昨天是多来不及骂你，现在要问你，你是以什么自信一个人跑去那种大场面的？我又不是去当主力的，就是看能不能瞅个空子帮个忙，或者是不是可以接应。算了，你有任侠之气，我心中清楚，这个让你一个人躲在家里，你做不出来。邱无忌板着脸道，但你行事还是要多思量，自己笔下的楚天歌做事谋定后动，很稳健。你自己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动笔的时候稳健流比较流行。邱无忌，可我也不莽啊，埋伏很久才抽冷子的，感觉表现挺好，是吗？邱无忌没看见之前的战局，对他的说法深表怀疑。你以前都是直接跳出去了呀，真埋伏抽棱子，那倒还要表扬一下，有进步了不错。楚哥道，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师傅。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实力处于什么水平，没办法预作衡量。邱无忌扒着饭，默默想了一阵，才道，单论实力很难衡量，主要是你的实战经验不足。其实单论纸面对比，你不会比那个水系异能者差，甚至更强，
因为金钟罩真的是最好的护身神功之一，我的身法也不是吃素的，但实战起来，你多半是打不过他的，更别提他的老大了。楚哥点了点头，昨天能揍趴海东青，不是因为海东青弱，而是因为他被邱无忌电伤在先，陷入庄周梦蝶迷阵在后，那一椅子敲下去，椅子都碎了，战力起码废一半。即使如此，自己也是颇费了一番手脚才赢的。公平较量的话，多半不是他的对手。邱无忌之前就一直警醒说海东青很强，就是担忧自己打不过。别提铁针了，那是一群人围殴都被他上风的硬茬儿，自己一拳得手也是不法奇妙，可以趁乱抽冷子。公平较量，非被铁针活活插死不可。这个实战怎么练吗？楚哥很是蛋疼，我近期打了这么多架，已经是这个社会难得打架多的了，平时去哪锻炼实战啊？和黑屋的人打呀。邱无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或者还有个办法啊？邱无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和我打。楚哥差点一口饭喷了出来。咦，等等，这么一想，其实也不一定不好啊。和美人师傅近身接触扭打起来，香汗淋漓，娇喘吁吁，我果然是个写手。邱无忌才不知道他什么龌龊念头呢，倒是说到这了，有些兴致勃勃。话说回来，你没学过攻击技法，一拳一脚的看着寒碜，我得考虑教你一套什么。楚哥道，既然都走金钟罩路线了，那就来个金刚伏魔拳之类，直来直往大开大合的吧。感觉我画风也就这样了。如果是这种，我早就可以教你了，为什么犹豫这么久不教？这还有说法？有。邱无忌道，我之所以只教你身法和防护，是因为身法和防护手段是任何修行都可以去兼容的，先练了总没错。但真正的核心修行，我肯定必须教你我自己最拿手的，换了别的高深手段，我未必能教好。可我最拿手的是剑修，这个世界不太合适，所以一直犹豫。顿了一下，又偏头道，另外吧，我私心也觉得我的父神所学应该包罗万象，不该局限在剑修或者什么大开大合，包罗万象的功法就比较少见了。楚哥笑着摇摇头，我还当是什么大问题呢？这个不要紧的，这类东西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核心追求，差不多就行了。我只想知道怎么跑到书里去见你，只想知道你怎么永远留在这里。邱无忌嚼着饭，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楚哥想了一想，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更可能应该主修精神术法，比如变天基地大法之类的东西，或者时空相关，这个比较难，不是我现在的修行能考虑的，那就先考虑精神术法。邱无忌歪头看着他，觉得他作为一个修行菜鸟，却对修行侃侃而谈的样子，又荒诞却又理所当然。世界都是他创造的，理论设定当然不会有人比他懂，即使他邱无忌也没有。作为父神，他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所以邱无忌问，你决定现阶段主修什么了？楚哥认真道，书中是凡人世界过渡到仙侠的，我糅合了很多武侠作品的设定在里面，其中就有变天基地大法。楚哥的想法很好，可惜邱无忌不会，他没学过这些。女师傅极没面子，臭着脸吃饭不说话，不知道该骂他故意选自己不会的呢，还是该骂他不写自己会这些，反正都是他的错。楚哥纳闷的看着变色龙一样的邱无忌，怎么都想不明白，刚刚还有说有笑，怎么一下子脸就臭了？邱无忌筷子在饭上戳呀戳，努力给自己找点面子。就算这样，你手上功夫也要学，既然都说武侠功法了，我倒是想到一个我年轻时学过的，就天山折眉手吧，算是一种包罗万象，也就娘了点，挺适合你。楚哥，娘了点怎么就适合我了？不是，天山折眉手不娘啊，人家虚竹丁春秋对战时别人的观感是优美，这个想想不错呀，很适合我这种大帅比。就是画风太拼接了，一身金光闪闪的金钟罩，然后天山折眉手 楚哥努力脑补自己将来战斗的画面，居然脑补不出来。邱无忌板着脸道，要么拈花指，拈花擒拿手，反正你金钟罩是佛门功法，别，咱还是天山折眉手吧，这个不错，怎样也比拈花指好点。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打个架还笑眯眯，手指还做拈花状，来个妙僧无花还行。吼着金钟罩完这套，那才是画风崩毁到了九重天外去了。行了，那个盒子给我看看。邱无忌想起了楚哥的金属小盒，楚哥摸了出来，这东西据说养出了王家一堆异能者，也让他们黑势力膨胀，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这个小盒是隔绝能量的，但效果不佳，里面的东西还是灵气逸散，怎么藏也藏不住，终究成了惹祸之源。邱无忌掂着小盒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手中拧起一个防护术法，小心的开启，继而瞳孔微微一缩，盒子里竟然只是一粒海沙，外面几百块钱能买1吨的那种，但这是一粒很奇怪的海沙。盒子刚刚开启，就有一种七彩霞光漫过，仿佛海上天边的晚霞，旋即归于平淡。乍看近在眼前，细看却觉得海天之远；乍看一粒尘沙，细看却觉得无尽广大。芥子那须弥之意隐隐弥散，一粒沙中似有海洋。是什么是什么？楚哥越过饭桌探头来看，一看之下也直了眼。这是空间的特异，还是影响精神的？楚哥很是惊奇，所见的是幻觉呢，还是他真有芥子须弥意？是影响精神的，不是空间之宝。邱无忌神色古怪地盯着海沙，你刚刚说要练变天基地大法，这东西就送上门来了。楚哥想了想，不确定道，应该是中意把我的精神测试结果报了上去，上面有心观察培养一下。
不然我觉得光是我爸妈走后门的话，应该是不能随便把这么重要价值的物品随便给人1个月的，这应该是集体决策。邱无忌瞥了他一眼，本宗的集体会议决策其实就是本座决策。楚哥，咱们这和你那不一样，毕竟我这么多年真的没受过什么待遇，心里有数。邱无忌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楚哥奇道，你在遗憾什么？我本来想建议你把这东西炼成丹药吃了，或者炼成法宝携带，但如果你无法处置它的用途，只能作罢。邱无忌道，这只是一个原生之宝，按照我们那边的观点，算个比较好的材料，没有提炼，没有炼化，效果并不怎样。如果炼成丹药，或者用来炼制特殊法宝，会比单独这么一粒海沙有价值的多。我觉得你们这边应该没有形成法宝炼制体系，这东西给他们都算浪费。楚哥洒然笑笑，一届有一届的用法，反正我们只能用1个月，想那么多干嘛？哎，这个对我练变天基地大法有效，几乎量身定制，太过合适了。邱无忌道，变天基地大法我虽然没有学过，但总归只是武侠层面的东西，猜测也猜得出来大致的意味，和这东西极为适配。你没有学过？气氛忽然冷却。邱无忌神色不善，如何？那么低端的东西我不会很稀奇吗？要不要你学本宗的云水天心之法？你的修行够学吗你？法门很多，你不能学，不是我不会，是你太菜。没，是我菜。楚哥陪笑道，那个既然是低端法门，我添个设定说你会，反正也没啥影响，同意吗？邱无忌犹豫片刻，还是摇了摇头，就算再少的添加改变，我现在也不愿。楚哥，我们努力了这么久，不能功亏一篑。楚哥果断道，那就先不学，等你回去了解了再说。邱无忌静静地看着他，宝物在面前并不是常有，功法明明唾手可得，却还要等，万一错过了和宝物同修的机会，你毫不在意。楚哥伸手过去握住他的手，只要你觉得对你有半分不利，那我就不做。这沙子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宝物，但和你比，它真的只是个沙子。邱无忌目光渐渐变成了秋水，手上微微用力挣脱，低头道，吃饭呢，摸来摸去的干嘛？死淫贼！虽然挣脱却没挨打，楚哥笑着收回了手，两人低头吃饭，一时无声，心中却都有些什么在荡漾。哪怕人人争夺价值连城的宝物就在身边，光华正在流转，努力的提醒两人自己的存在感，可惜真的跟个沙子在边上一样，连半点情绪都转移不了。直到吃完了饭，邱无忌才低声道，官方1个月后要的是海沙，这盒子我们留下没问题吧？这个应该可以商量，我到时候问问月影。盒子又没多重要，他们也不至于买椟还珠吧？能留下盒子的话，恰好用来装咱们那颗棒珠，就不会被海东青之流摸上来了。邱无忌掂起沙子看了看，有些小得意的笑道，至于这沙子，随便先装一个杯子里就行，我可以施加一个术法掩盖，术法持续时间恰好1个月左右，完美。看他那副如同整理屋子恰好能摆得整整齐齐似的成就感，楚哥觉得好有意思，真像个居家女人，哪怕说的话是仙侠话题。不过饭间闲聊，既不代表邱无忌此时就要回去找变天基地大法，也不代表楚哥现在就要学天山折眉手。对于两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码字。饭一吃完，楚哥就被赶去码字了，这回倒是心神安定，没有饭前20分钟那么心思乱飘，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噼里啪啦的开始码字。邱无忌给海沙施加了术法，把棒珠装进盒子里，收拾好碗筷，一切收拾整整齐齐。想了想，又很自然的去泡了一杯茶，放在楚哥桌边。茶放在身边的时候，楚哥甚至都已经不受影响了，继续码字。两人都已经非常习惯他如助理般的模样。其实在楚哥心中，光是泡个茶还能说助理，加上做饭洗碗，这叫啥？明明就是妻子。他在码字，他就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看看片子，管管群聊和书评。如果非说这是助理，那大概可以叫做夫妻小作坊。家的温暖就在这午后茶香里一散，飘荡在安静的租屋里，在各自的心中弥漫。这一下午，楚哥的状态非常好，连续更新了2张4000字，合计8000，才满怀期待的打开群聊看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人夸奖一下粗长哥。结果群里正在说，楚大更新的啥呀？我们要看正文。楚哥，我的秋秋自传呢？我的秋秋。楚哥，什么才是正文啊？喂！邱无忌在群里发了一个笑嘻嘻的表情，又私聊楚哥，有没有一种被 NT2 的感觉？楚哥大惊失色，卧槽，你怎么会这种词？建议退群。邱无忌，就你们那点破词，几天就学的差不多了，还等现在？不许踢我呀，跟你没完！楚哥对拉他进群做管理的事悔之莫及，好的不学进学这乱七八糟的，让你学写书学成啥样了？这不是别人把我的番外当正文吗？嘻嘻。楚哥捂脸，半天才道，你怎么也学会了明明人在旁边却在网络上对话的，还一天天的发卖萌表情，这种明明人在身边却渔船尺素的感觉挺有趣啊。还是别了，这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代表了现实交流减少，也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孤独。死文青，能用渔船尺素来形容网聊的人，说我文青，楚哥真的哭笑不得，直接转移了话题。哎，今天出去吃饭怎样？中午还剩了些菜，微波炉热热就能吃了，简单很多的。你等下，我看完这小段就去热饭，你可以和他们扯淡休息休息。你在看什么？重看你的书呀，师傅。现在越看越有所悟呢。
楚哥听着，感觉喝了一口冰可乐，从头爽到肚子里。邱无忌在隔壁做贼似的看了看门口，又把目光落回手机上，屏幕里赫然是一本女频大神的作品，哪里是楚哥的？想想这么忽悠楚哥过意不去，邱无忌又退了出去，点开楚哥的书，在新章节的邱无忌说话下面披上邱无忌马甲，发了段配音。严千烈在小坟灭天的图谋既已挫败，本作今夜便入焚炎之心，将这阎魔乱源彻底摧毁。他也是刚刚发现还有配音功能的。邱无忌自己配音邱无忌，会不会被人说不太像？邱无忌自己点开听了一遍，很好听，很飒，管他呢。至于这段剧情本身是个诱饵，让内鬼传假消息的，其实自己没去焚炎之心，黄雀在后呢。这也是和严千烈在决战之前的第一次交手，阴了严千烈一刀。虽然严千烈无损而退，但属下折损，心气挫败，加上布置的暗手丢了，这一切显然会影响到决胜天平。其实决胜之日也没几天了。说实话，邱无忌对楚哥的剧情设计还是挺服气的。他明明什么都没经历过，凭自己瞎编就能编出这么多互相算计和对局，织就了精彩的书中世界。现实中的他怎么就这么憨呢？楚哥说他这段是仿的紫禁之巅与月满兰江之战，决战早定下了，但围绕这个对决的前期故事一大把，是学的名家手段。所以邱无忌自己也去找女频名家学习，但自己学习真的总结不出什么要领，还是得有个师傅啊。邱无忌想了想，还是放下手机，探头去看楚哥在干嘛。楚哥正在扑街开车群里看大神聊天。唉，最近身体顶不住了，更新减少了。你也卷不动了？减了多少？以前3万，现在只能2万了。楚哥看着自己刚刚更新还自鸣得意的2个4000字，默默发送，别卷了，求求了。群里迅速开始复读，别卷了，求求了。不是，另有人说，别人说别卷就算了，你楚哥也说，我就不服了。楚哥奇道，怎么了？我今天就8000，前2天还请假。你以为我说的是更新吗？大神甩出了一张图，某人前些日子问我们写作心得，大家不是猜测是为了泡女徒弟的吗？你们看，你们看，证据来了。楚哥定睛一看，图上赫然是海鲜排档里自己给邱无忌擦嘴的那张照片。当时边上小姑娘说要发博，邱无忌没反对，楚哥也没反对。邱无忌有身份了，干嘛还一天天藏着掖着？那时候觉得幸福的要死，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呢。只不过当时没想过这照片会有什么流传度。那小姑娘难道是个高粉大 V？ 这下 旁边忽然探出邱无忌的脑袋，这照片怎么都传到你们大神群了？您终于知道这是大神群了。楚哥抚额，现在怎么办？邱无忌斜睨着他，目光里仿佛就写着渣男2个字。你擦我嘴巴，还问我怎么办？楚哥转头看向屏幕，里面大神们正在怒骂声讨。卧槽，楚哥你是人？放开那个妹子，太漂亮了呀！这个楚哥深藏不露啊，这真是女徒弟，当事人钱了，出来出来，这是没红包，是过不去了。楚哥弱弱道，这照片你们哪看见的？发照片的大神道，这张图现在网上很红啊，都说女的太漂亮了，男的也帅，照片实在太甜了。之前没人知道是谁，有人猜是网红摆拍，还有人反驳哪有网红这气质，结果越吵还越热了。楚哥，大神絮道，我一开始也就看个乐子，结果你访谈照片出来，我一看，哟呵，那擦嘴巴的男人不就是你吗？你等着吧，随着男主角身份被挖，照片还要更红，包括你叔。哎呦卧槽，这不会是点娘的宣传手段吧？点娘吃脑白金进化了？楚哥，大神就是大神，这脑洞开的，所以这人确实是你了。是我，所以你确实是泡女徒弟了。楚哥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自家群里也被艾特炸了。楚大死出来，那张照片的女人是不是秋秋？那天请假是吧？说生病是吧？原来是去泡妞啊。为了泡妞请假的话，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好像是秋秋啊。卧槽，短小哥死出来，潜规则女助理是吧？楚哥，手机微信响了，一看林武阳，杨顶天，那张擦嘴巴的照片是你吧？楚哥，是啊。杨顶天，那个女的有点面熟，是那天的女粉丝是吧？楚哥开始冒汗。杨顶天，草粉实锤，楚谦，是不是要跟我走一趟？你很闲吗，林科长？楚哥气急败坏，我的通缉悬赏呢？哦，我问了，今天早上已经到局里公账了，你还得来局里签个字就可以转走了。所以你没东西转移话题了吧，楚谦？楚哥直接关掉了微信，焦头烂额的转头看邱无忌，邱无忌也有点傻眼，以为也就几个人调侃一下，还想看楚哥狼狈尴尬的模样呢。结果这红的有点离谱，林武阳都看见了，一件网络上的事情到了连身边朋友都知道的程度，那就可以称一句火了。这下连邱无忌都有些小慌，反过来问怎么办？楚哥定定地看了他半晌，忽然笑了，有什么怎么办？邱无忌啊？楚哥轻声道，楚哥欲求邱无忌本来就没什么不可告人，恨不得天下皆知，倒是你邱无忌愿不愿意被别人知道？邱无忌也安静下来，看着他不说话。如果你不愿被人讨论，那我发个公告说那天我带妹妹出去玩就完事了。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那我就直接告诉所有人，那就是楚哥的邱无忌。
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觉得有点妈群情汹涌的样子，仔细想想，好像一点影响都不会有。就是楚哥泡女助理、泡女粉丝，其实那又怎么了？男未婚女未嫁，天经地义，别人除了羡慕嫉妒恨，还不是只能酸溜溜的祝福，最后化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听说某某大神娶了女粉丝，还有泡了编辑的，真牛批。当初同学聚会不就这样，老洪提起，席间一笑而过，谁都不知道说的谁。真正的影响只在自己心里。所以楚哥 A 上去了。楚哥淡定了，邱无忌却开始慌了，看着楚哥的眼神，张了张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原本身边人误会关系，还可以一笑置之，说光风霁月，清清白白。可当天下人都这么认为的时候呢？修行到了渡劫的修仙者，堪得破否？乃至于自己的心中是否依然觉得清清白白？他僵了好半天，竟然回了这么一句：谁是你的邱无忌？不要给自己加戏。楚哥不答。邱无忌有些结结巴巴地说着：你那动作太登徒子，说是妹妹，欲盖弥彰，反而难堪。就说是助理，怎么了啊？说到最后，气势居然壮了起来，越说越顺畅。小助理不敢当众甩老板的脸，不就只能忍着？萌萌都知道我老板职场骚扰我了。楚哥，管别人怎么说。邱无忌大声道：我邱无忌清清白白，问心无愧。说着哼了一声，攥着小拳头，气哼哼地出门热饭去了。楚哥看着他那背影，小拳头攥着，胳膊还微提，活脱脱一副 LT、GT 的眼表情，萌得人想哭，但心里却想笑。现在的秋秋太好玩了。他微笑着打开同事操哥，直接回：那就是我写邱无忌的原型，我很喜欢他，访谈里也说了呀，怎么我不能追的吗？楚哥这么光棍，倒把群友们弄愣了，居然不知道怎么回答。楚哥又道：以前不是还让你们开车给他看，配合我追的吗？现在都没追到，大家帮忙呗。帮你开车？半天才有人妈妈的问。楚哥，不是，帮我出主意啊，我不会泡妞。得了吧，你以前写什么的，但我们不知道。就是都甜蜜擦嘴了，那含情脉脉的样子，现在网上冠名是初秋最甜的恋。你跟我说还没追到。楚哥，现在的人无聊不无聊啊，这玩意还冠名，所以你就别说追没追到了，什么时候白酒明说吧。邱无忌，再胡扯我要禁言了。楚嫂好。嫂子好啊。嫂子督促一下楚大，今天多更点正文。邱无忌，还别说，嫂子配音的秋秋还挺像那么回事啊。这气势，楚大在家里的地位堪忧，好像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唯一的代价是从秋秋变成了嫂子。这些人怎么回事啊？不听人解释的，说了不是了。秋秋我的秋秋群里又开始了。楚哥更是无语，你们怎么又开始了？群友理直气壮，我们秋秋堂是书中邱无忌的秋秋堂，和群里 cos 的有什么关系？你泡你的 cos 小助理，我们追我们的真秋秋。楚哥邱无忌目瞪口呆，好像没毛病，但真秋秋就在这里啊，好想舔秋秋的 GO。 秋秋的脚气害我嘴里长溃疡了，呜。小俩口麻木的坐在饭桌上吃着饭，一起拿着手机看群魔乱舞的群聊，偶尔抬头对视一眼，都不知道对方这是什么表情，太奇怪了。食不甘味的吃完饭，两人还是面面相觑。过了好半天，邱无忌才板着脸道：晚上没事干了是吧？楚哥小心道：打算存一张明天的稿子，明天好恢复万更。哦对了，明天得去一趟警局签字拿钱来着。一人一句之后，好像又没话说了。现在不是一个张其人乱喊嫂子了，是2、3千个人在喊嫂子，还没完，网络上已经把他俩标定为一对了，还初秋最甜的恋呢。瞧那些评论都是啥样的，好甜啊，我要去打胰岛素了。哪甜了？哪甜了？就坐这儿吃剩饭叫甜吗？呜，这男的好温柔啊，看他的眼神就像注视着最美的瓷器。哪温柔了？就像现在这样呆头鹅一样坐在对面看着手机傻笑吗？你是不是看得很开心啊？楚哥你坏我风评。邱无忌早就忘了那照片是自己同意别人发的，磨着牙道：存稿不急，既然没事了，本座似乎应该开始教你天山折眉手了。楚哥有些期待的眨巴眨巴眼睛，是想象中的那种教吗？手臂交缠，指引如何运镜，在哪教？邱无忌面无表情道：站在大厅中间就可以了，我们讲究小巧变化，需求空间不大。对，要的就是小巧擒拿，才能贴吗？楚哥极为期待的站在大厅中间立正，看着邱无忌慢悠悠的走了过来，伸出纤手。看好了，第一式，玉手搭上了楚哥的小臂。下一刻剧痛传来，楚哥嗷的一声，手已经被扭到了背后，趴在地板上，当场擒获。那引以为傲的金钟罩在这一擒一扭之下，几乎完全没有抵抗力，痛得完全失去力气。邱无忌膝盖抵在他后腰上冷笑，这就是折眉手，先把某些不想好事的念头给折没了。老子的设定没这么说过，武侠功夫，本座改还不是轻而易举？我看你就是想打我吧？没有，这是教学，近身格斗必须经历的经验。邱无忌一本正经道：还要不要试一下第二式？楚哥趴在地上，眼珠子转了转，咬牙道：要啊。邱无忌盘算着下一式怎么虐他，抵着的膝盖微微松了一点。
楚歌忽然动了，猛地一拱一掀。邱无忌从来没想过，认识以来都老老实实挨揍被虐的楚歌，居然主动反抗了。狂猛的力量爆发，走神虐菜的邱无忌猝不及防，居然真被拱翻在一边。楚歌如影随形地扑了过去，摁住他的手脚。今天就要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负杠。邱无忌两手被分别摁在两边，惊愕地看着压在身上的楚歌，那副模样还真有林科长小作文的形容，发丝凌乱，眼神惊愕。他完全就没想过楚歌居然敢。楚歌当然也不是敢轻薄，就是震一下夫刚而已。本来还想说两句还敢不敢随便打我了，结果看着这副小作文场面，感受着身下的柔软和清香，想说的话居然一个字都没说出来，愣愣地看着他的脸，心中一阵跳动，口干舌燥，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喊：亲下去啊，亲下去啊！楚哥，你是不是男人啊？全世界都说她是你女朋友，你自己还在怂什么呀？他喉头咕嘟两下，慢慢的，一毫米的向下俯身。邱无忌翻了个白眼，下一刻天旋地转，楚歌只觉自己飞了起来，连发生了啥都没搞清楚，就又变成了被邱无忌反剪双手压在了地上。身后传来邱无忌的指点，这就是第二式。楚歌趴在地上生无可恋，今后家庭地位太惨淡了。殊不知此刻压着他的邱无忌脸色也有些潮红，云际山的山峦都有些微微起伏之意。以前教他身法，教金钟罩，真没有今天这种对战类的教学这么明显的肢体交缠。尤其他还敢反抗了，因为今天算某种意义的公开吗？让他胆肥了。邱无忌无可按捺地回忆起那一刻被摁着双手泰山压顶的压迫感。如果有一天他的修行真能压得住自己无法挣脱，那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他在帮我挣脱天道，那是挑战他自己，而我其实也在教他怎么挑战我，怎么征服我自己吗？知道你刚才犯了几个错误吗？邱无忌蹲在楚歌身边，用懒洋洋的语调遮掩着心中的涟漪。楚歌了无生趣的趴在那儿嘀咕：知道，果断就会白给，犹豫就会败北，我光速啃下去就好了。说到最后，声音也只剩自己听得见。结果邱无忌也不知是真听见了呢，还是猜的，居然冷笑着回应了：你刚才如果把那张猪嘴啃下来，那也只能啃到地板上。楚歌想想可能也是，便闷头不答。实力差距太大了呀，趁他不被拱翻了有啥用，控不住啊。邱无忌笑盈盈地将他拉了起来，拍了拍并不存在的灰尘。你的错误呢，在于压住了人却没有抵住腰，腰力在这种时候是最重要的平势，一旦腰被制住，效果比手脚还厉害。楚歌人都傻了，你这是在教我怎么抢你？邱无忌若无其事地道：这是教你怎么制敌，谁像你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东西？楚歌很是惭愧，记住了。邱无忌淡淡道：鉴于你没色胆的怂怂表现，为师觉得很萌，敢第一次主动反抗的表现，为师觉得很猛，都值得表扬，所以继续教学。楚歌下意识防御姿态，一只玉指毫无阻碍地越过他的防御，点在他的眉心。本座若要揍你，你还是别挣扎了。楚歌随着一指点过，天山折眉手的全套招数和运镜法门清晰地烙印在脑海。果然不需要自己意淫的贴贴胶，也不需要邱无忌实操的揍人，和金钟罩一样，仙人俯卧顶就是这么简单。楚歌之前不想这样作弊，还梦想着美女师傅贴身教授呢，这回反倒觉得松了口气。那个，我还是自己练套路吗？邱无忌勾了勾手，和本座对练。楚歌转身就跑，邱无忌一把拎着他的后领揪了回来。小小的租屋很快回荡着连绵不绝的惨叫声：师傅，我错了，师傅，错在哪了？不就是错在让你今天被人喊嫂子了吗？可那是你自己允许别人发微博的图引发的，那时候谁想得到这么大节奏啊？然后就一直找借口打我。楚歌觉得自己冤得跟窦娥一样，但说打吧又不完全算，他真的在对练。问你错在哪了？你在想什么呢？邱无忌气鼓鼓道：你刚才这手应该回转，弹指点我手腕，比我收手，然后左手跟上，像这样。纤手穿梭而来，两人的手互相交织在一起，仿佛彩蝶舞青梅，停驻在枝桠上，恋之不去，最后就能达成这种僵持，而不是被我扭得跟只鸡一样。现在知道错在哪了吗？原来你问的是这个。楚歌老老实实道：记住了。双方互相架着手臂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里都有什么在闪烁。这搞了半天，不还是贴贴教学吗？邱无忌手腕玄奇的一扭，手指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拂过楚歌的手腕，如若玉手拂飘雪。楚歌手腕一麻，邱无忌便挣脱了纠缠，扭着他的手腕做事欲折，口中拟声：咔嚓，你又被折没了。楚歌哭笑不得。邱无忌收了手，一摇一晃的背着手回了房。刚才那一事自己琢磨，为师要洗澡了。楚歌自个儿傻站在那里空着手瞎比划。刚才邱无忌的玄奇真让他感受到了梦中的武侠，比金钟罩还直观，很是有趣，而且很美，一招一式都非常漂亮，被他使出来更漂亮。不知道以后自己使顺了，是飘逸还是娘炮。邱无忌抱着衣服视若无睹地从他面前经过，进了卫生间。1小时后，楚歌还在练功，邱无忌穿着睡衣，一手顺着湿头发，一手抱着脏衣服，视若无睹地从他面前经过，进了阳台洗衣。楚歌便很自然地停了练功，接着进了浴室洗澡，宣告一天的修炼到此为止。两人一句话都没说，眼神里就已经说完了。
该你洗了。哦。夜深人静，楚哥坐在电脑前码明天的存稿。练功花费时间不足2小时，饭后开始练的，加上洗澡出来也就9点多，还有点时间码存稿。网络上的喧嚣是没空管了，也没必要管。不管两人是问心无愧还是问心有愧，是挨揍还是振夫纲，咱俩自己的事与别人何干？哼，就算是挨揍，秋秋也好可爱啊。反正劳资一定有机会振夫纲的。正这么想着，身边茶香弥漫，邱无忌又泡了一杯茶，搁在桌边。也不知是茶香，还是沐浴之后的他更香。那头发都没吹干呢。楚哥说了声谢谢，看似眼珠子在看屏幕文档，实际眼角的余光都不知往哪飘去了。咦，他怎么还站在这不走啊？难道上次酒店睡衣屋上瘾了，还想试试？却听邱无忌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小声嘟囔：“现在该轮到你当师傅了。”楚哥，哈？邱无忌道：“你别月亮那时候说好的，我出来你继续教写书的。”楚哥道：“你不是都已经很得意了？他们把你的自传当正文，把我 NTR 了，比我牛逼多了，不需要我教了。”邱无忌鄙视道：“瞧你酸的！”楚哥眼皮一翻：“我酸什么酸？我还能不知道他们说那是正文只是玩梗，真要是正文不更新试试，明天就被潘达隔着网线揍死。”邱无忌撅了撅嘴，他也知道这个道理，别人终究是奔着正文来的，自传只是补充。可是自传也卡壳了，在书中世界的卡文怎么把2个故事之间转折圆润了，卡到现在也没太好的主意。看女频大神的书求解答，不得门径，最后还是要问他。这时候邱无忌有点后悔，刚才是不是揍他太狠了，这回风水轮流转，是不是要被刁难了？却见楚哥端起了架势，抿了口茶，到底什么问题困扰你那么久，从书中世界困扰到这儿？想起刚才揍他那么凶残，邱无忌气都虚了，弱弱道：“就是2个剧情之间的过渡，我这2个剧情时间有些间隔，并且互相关联不大，但中间试图回忆起还经历了什么，却只是一些无聊杂事。第2件事的发生本来就十分突兀，我现实发生的事可以突兀，但故事这么写，是不是就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楚哥倒有些惊艳，哈哈一笑：“你居然知道了这个道理？”邱无忌道：“知道归知道，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它。我看你的书多场面不同群像切换，都没多少突兀之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说说嘛，师傅。”楚哥浑身都抖了一下，人都酥了，他还是强行忍住了舔狗行为，板着脸道：“你刚才打我。”邱无忌只好道：“你也打我吗？现在你是师傅了，可以教训徒弟。我打你干嘛？”楚哥仰头：“我变月亮的时候和你约过什么来着？捏肩啊！”邱无忌咬牙切齿，直接握拳：“楚哥，你是不是皮痒？本座一拳捶的你肩膀，永远不需要被人捏了。”楚哥哭笑不得，就知道你要赖账。邱无忌哼了一声，一脸被欺负似的不屈：“我教你东西的时候可没有拿捏你，倾囊相授的。剧情切换转场，如果是小切换，只需要一条分割线就完事了，这个你应该知道。”楚哥却没继续坚持，反而直接开始教学。邱无忌愣了愣，看着他微微的笑脸，一肚子预案都被堵没了，呆愣愣的嗯了一声。楚哥续道：“所以需要几种技巧来达成，比如说你经历了第1件事之后，只是很无聊的行路踟蹰，然后住店啊，修炼啊，不值一提，突兀见到了某事，对不对？”邱无忌点头：“对，就是这样。直接写出来就很难看吧？第1人称就会有这种麻烦，如果第3人称，这里完全就可以各表一枝，却说邱无忌行路之间某地某人做了什么事，写个1-2章，然后邱无忌远道而来，遭遇了，这就很顺滑的切入了。可我自传是第1人称啊，只能是我的见闻。但你是回忆录性质，完全可以利用剧透写法，比如此时我踟蹰前行，并没有想到前方那个看似平和的小镇子里竟然隐藏着那般污秽，便是在我住进客栈的整整1个月所见，这里都还是一个安逸祥和的地方，直到我见到了那个人。接下来你就大可写日常了，等到事件发生，不仅不突兀，还提前吊了一波胃口。”邱无忌眼睛都亮了，这是自己原先那种一件一件去把发生的事情说出来的思维里绝对不会想到的记忆，绝对有用。此前卡了自己那么久的疑难，就在这区区几句话间迎刃而解，甚至直接照搬他的话都可以。这确确实实是法门，不会比自己传授给他的东西档次低，一文一武各自都有动人的魅力。他有些陪笑的低声道：“怎么忽然这么好，不拿捏我就直接教了？因为你说的对，你也是直接倾囊相授的。”楚哥很严肃：“下次不许这样了，必须要让我帮你捏肩才肯教。说好了哈，明天开始吧。”邱无忌差点没把茶从他脑袋上倒下去，气鼓鼓的转身出门：“明天看我怎么揍你。”等着。楚哥目送他跑路时的背影，忽然哈的笑出声来，像不像一个小学生说：“你等着，我明天叫人来打你。”之前那副宗主气度的邱无忌直接变了样，包括自己的气度也粗了，可见人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心态和表现就能截然不同。这互相教学、身份互换高低的感觉，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69式教学。第2天一大早，楚哥惯例借助棒珠打坐，起身跑步的时候，邱无忌洗刷刷；他跑完步洗刷刷的时候，邱无忌做早饭，然后2个人一起吃饭。早饭对视之间，2个人心里想的都是昨天伏低做小的感觉，眼神闪烁的低头喝粥，好像都忘了自己都有在上面的牛逼时候，都只记得被他欺负了。然后互相别过头，
各自哼了一声，两个人都在想今天轮到自己当师傅的时候要怎么欺负对方。邱无忌觉得之前的榴莲锻炼法特别好，可惜现在没法忽悠了。楚哥一脑子就想让他捏捏肩，两人各怀鬼胎的吃完饭都没怎么说话。楚哥回屋补完昨晚的存稿，发布了今天第一章，打算开启元气满满万更的一天。结果发完章节，顺手看了一眼评论区，傻眼了。听说那个初秋之恋的男主就是作者，慕名而来，快音来的这里集合，抖手来的这里盖楼，微博来的这里。楚哥，你们是来看书的还是来干嘛的？听说照片里的女朋友是作者助理，就是运营官里那个叫邱无忌的吗？听说就是书中邱无忌的原型。我看了一下书，前面几十章都没看见有叫邱无忌的女人啊，全是什么楚天歌被人欺负的剧情，垃圾书。楼上那才刚开局，这种小说看的就是怎么从小人物崛起的过程啊。垃圾书，运营的睿智。书评吵起来了。邱无忌抱着手机走了进来，和楚哥面面相觑。楚大，要删帖禁言吗？运营官邱无忌问作者。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楚哥差点没笑喷。算了，应该过一阵子热度就下去了，只要不爆粗就别理，有的帖子能锁的锁一下。哦。邱无忌一边处理帖子一边随口问，对了，为什么作者会被称为某某大大？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词最早是某些方言中爸爸的意思，网络上大家随意乱用，渐渐约定俗成，没了那种原意，也就剩个表尊重的意思。作者也会喊读者大大，然后还有演变，什么句句、庞庞、胖胖、卷卷、太太，什么都有。邱无忌失笑，沙雕网友。楚哥笑道，其实楚大不太好，总是让我想起林丹达的梗。最好的就是那些笔名带鸡的、带雕的，被人一喊就鸡大雕大，那多膨胀。邱无忌没好气的踢了他一下，死去干你的活，开车调戏女助理上瘾了是吧？楚哥笑呵呵的躲开，换衣服出门，我去趟警局领钱，很快就回。你也可以自己出去玩玩，没必要一直窝家里。邱无忌也道，萌萌约我去喝茶，谁要窝家里？那个萌萌到底图啥啊？他羡慕我皮肤好，我教了他一点养生之道。修行？不，睡眠。邱无忌很是困惑，为什么这么多人把熬夜当修仙呢？楚歌望天，曾经我也是其中之一，也就现在好点。要说现在的睡眠还差点啥，大概缺了可以抱着香香软软的秋秋睡吧。真到了那时候，给个神仙都不换。楚哥这话可不敢说出来，一溜烟跑了。到了警局，林武阳忙得团团转，也抽空带着楚哥去走了一下程序。有人带着，签字领钱的过程倒是很简单迅捷，很快就完事了，也没有非要拍照宣传之类的破事，毕竟这得保护热心市民的隐私，一旦被人盯上报复，可不是闹着玩的。卡里多出10万块的楚哥心情很好的抄着林武阳的肩膀，请你吃饭。林武阳很是无奈的叹气，哪来的闲工夫哦，也就是你来了，换个不熟的，我连带他走程序的时间都没有，自己找去。这么忙？王家要倒了。林武阳道，方方面面的事且不说，光是那天抓了多少人，分别审讯要多久，你有个概念没？没。楚哥道，按理这案子够大，该一审听的吧？王家上面的事是省厅在做，其他的还是我们做，所以这次的事完了，你能提拔不？林武阳疲倦的脸上有了点光彩，左右悄悄看了看，附近没人，他压低了声音，大有希望。可以啊。楚哥也替林武阳高兴，这么年轻的付出少见的很，也是你拼出来的，应得的。嘘，事情莫落定，可不兴半途开香槟的。林武阳心情显然也不错，笑道，反正你别指望用这个赖掉不请客，等我有空了再说。楚哥哈哈一笑，到时候互相请，各自多一顿。林武阳也笑，算得真精，女粉丝就是这样骗到的。楚哥哭笑不得，这梗过不去了是吧？那什么时候摆酒？8字没一撇呢。喂，你要是玩弄人家，到时候真成楚谦了，可别说你认识我，就是他玩弄我，我也不会玩弄他的。家庭地位你是不知道啊。嘿，林武阳悠悠道，男人嘛，得手前和得手后就是2张脸，你还想忽悠本警官？楚哥吐槽，你也在写自传吗，林科长？呸，我可不一样，我是顾家好男人。两人一路扯淡，送到市局门口，林武阳忽然想起什么，再度压低了声音，张其仁正在办理手续，要出国工作。楚哥心中一动，微微眯起眼睛。林武阳道，张家在日韩似乎有点产业，进出口相关的吧，但很微薄，他这出去变成了个小老板，手头资金也大减，无异于流放。说来近期他的操作挺牛逼的不是吗？为什么反而遭流放了？楚哥道，你不想抓他了？我说了，我盯的是他们家做的事，不是他个人。单论他个人，反正近期几件事无论藏了什么用意，面上终归是在配合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要是能改邪归正当然是好，只可惜我觉得他这出去做的可不是什么正经事。楚哥觉得以张其仁近期表现出来的手段，在外面的环境可能确实更能大展拳脚。至于不是什么正经事，对楚哥来说祸害外国人倒是没多少心理负担，感觉这一出去反而挺好的样子。只不过基础薄弱的话，也是步步惊心，说不定栽在外面连个收尸的都不一定有。回头想想，他现在的有钱日子，貌似真不一定有当初马字铺街的时期快乐自由。
辞别林武阳，楚哥慢慢往回走，想和张其仁说几句，却不知怎么说，终于只是发了条微信，听说要出国了。对面很快发来简单的回应，是。楚哥问，听说日韩，具体哪个？目前定的是霓虹，到时候来玩，请你风俗店。得了吧。哦对，有人都已经是初秋最美的恋了，乐不思蜀，看不上风俗店了吧？我看你做夜总会老板，堕落得很爽是吧？哼，张其仁慢慢打字，对那些没兴趣，我们写书的人，书中自有颜如玉。张其仁只是用玩笑掩饰情绪，偏偏这句话落在楚哥眼中却争冲了好久。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对别人是玩笑，对自己却是写照。想不到这古时的劝学居然能活生生的变成实力。其实对张其仁也差不了太多的，如果他当初能坚持继续码字，和月影说不定还真有一点希望。他玩笑般的丢出这句话，依然是在后悔吧。楚哥一肚子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倾吐，手指在手机上悬浮了半天，终于只是发送了4个字，一路顺风。张其仁简单回答，谢了兄弟。楚哥吁了口气，心中忽有所感，转头一看，不远处的拐角阴影中，月影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有话要说。刚刚和张其仁道别的楚哥，下意识以为月影说的会是张其仁话题，然而月影开口却是这样的，我会在南疆待1个月，配合南疆市局做王家的案子，这是我的见习任务。这期间可以找邱姐姐履行当初给她研究影子异能的约定。楚哥愣神了半天，才叹了口气，已经不需要了，当初秋秋也就是好奇，现在对他也没什么用。月影抿了抿嘴，可总觉得欠你们的人情，真不用记在心里，我们是邻居。邻居？月影犹豫片刻，问道，我那间屋子现在住了别人？还没，我看房东在外面贴了招租，估计同城 App 也有上，但好像目前为止连个来看房的都没有。那太好了。月影难得的有了点笑容，我还有些东西没来得及搬走，就电脑什么的。你现在工资不低了吧？实习期，不高的。那等回去搬吧，我和秋秋还能帮把手。楚哥想了想，忽然问，你见到我爹妈了吗？他们还好吗？月影愣了愣，谁是你爸爸妈妈？楚哥挠了挠头，算了，打个商量，那盒子里的东西还你们的时候，盒子我能留下吧？月影犹豫道，好像盒子没什么，不过我也必须请示一下，公家的事情真是麻烦。楚哥吐槽。月影没回答，楚哥也没继续，两人的交流非常路人，感觉和月影基本没话说，试图找各种话题都无法顺畅随性的继续，和刚才与林武阳随意闲聊的感觉不可同日而语。也许因为大家本来就不熟，也许因为月影的性子太淡了，让人感觉很难玩笑随意，也或许是因为两人终究是一男一女，如今的楚哥满心都是邱无忌，和其他女孩子多说话都觉得不太好，何况两人中间还有个张其仁。让楚哥感叹的是，从头到尾月影都没有提过张其仁这个人，仿佛大家的邻居关系和张其仁没有半点关联。他实在忍不住主动提了一句，张其仁要出国了。月影淡淡道，要抓他，我本人就是他扮黑拳和杀人未遂的证据，他本来连跑都跑不了。楚哥道，那你为什么不抓？月影终于看了他一眼，认真道，你和邱姐姐救了我，他如果因此被抓，可能会恨你，对我来说这算坑了恩人。楚哥默然。月影转身离去，他如今做的坏事根本不会收手，终有一天他会有其他事情落在我的手里。楚哥骑着小电驴默默地回家，明明月影也是回那小区，他没说要带月影，月影也没让他带，只是一晃神，月影已经不知融于哪片影子不见了。原本赚了10万块，还听说林武阳可能提拔，心情挺好的，此时却莫名其妙变得有些沉闷。明明什么事都没发生，张其仁出国也不算什么坏事，自己也并不觉得月影和张其仁需要和好，在张其仁和月影这件事上，楚哥站的是月影，反正一切都很符合常情，可不知怎么的心情就是有点闷。也许是文青病犯吧，楚哥自己也想不明白，也许因为世人都只喜欢看见美好的故事，仅此而已。眼前忽然出现一抹倩影，邱无忌拎着个菜篮子，手上一摇一摇的回家，似是有所感应，在楚哥的小毛驴出现在街角的时候，他便同时转头看了过去，露出了好巧啊的喜悦笑容。楚哥的心情瞬间就变得天高海阔，如同秋水弥漫在心里，荡进了雾霾。张其仁出国了呀，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一脸沉吟。回到家里，邱无忌坐在沙发上托腮听楚哥讲故事，一手往篮子里掏出各种水果，变戏法般摆在桌上。楚哥奇道，怎么忽然想起买水果了？以前没见你想这茬，我不是给你买过榴莲了吗？你确定那是为了吃水果？哼。邱无忌道，以前我觉得这里饿了有饭菜，渴了有饮料，似是用不上水果，只当个零嘴，不用刻意去买的。萌萌今天跟我科普了一堆水果的好处，我就去买了。楚哥失笑，他是不是震惊你没怎么吃水果，还有这么好的皮肤？我跟他说我吃过的水果比他吃过的饭还多。邱无忌死撑面子道，但我看他好像误会了，以为我的皮肤都是吃水果吃出来的。楚哥笑得打跌。邱无忌哼唧唧的削苹果，随口问刚才的话题，这个世界有多少国家？我没查过。楚哥道，200多个吧，具体我没记。200多个？邱无忌眼睛发直，你写的书中世界比这里大吧？然后你写了9个国家，
楚歌捂脸，扑街写手就这样的了。你自己之前编故事考虑过几个国家啊？邱无忌丢了水果刀，也捂脸，两个互相打仗。两个捂脸的人互相从指头缝里看了看对方，都是扑哧一笑。邱无忌便道：好啦，师傅写的已经很好了。楚歌也道：师傅威震天下，几个国家也一样。两人同时放下捂脸的手，雄赳赳气昂昂。邱无忌继续削苹果，楚歌干咳道：这个世界有200多个国家也没啥意义，对我以及大部分人们来说，只有2个，中国和外国。邱无忌道：楚我皆敌，差不多有点那意思，虽然没那么夸张，盟友还是有的。那张齐人现在去的那个呢？曾经血仇的敌人。对了，你看的神剧里，敌人就是他们啊。不过现在建交了，往来不少。邱无忌倒是很理解国家之间那点事，微微颔首，却又冷笑，原来电视里那些就是他们啊。要是当时本座在……楚歌偏头看着他，忽然道：哎，你当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人吗？邱无忌愣了愣，反而很奇怪地问他：我为什么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要不要看我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楚歌 就算按书中世界来看，你是这个国家的人，出于你的文化和观念，套用这个国度的道经与神话传说而建立的世界，当然是属于这个国度的文明。邱无忌道：我看有些点播剧，人长得和我们不一样就算了，连人的名字都记得头大，那才叫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记得你曾经还想跑国外战乱之地去，那是为了立足，又不是真感兴趣。邱无忌托腮想了想，却又道：兴趣也有点，毕竟算是认知世界的一环，了解各地风情嘛。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出国走走吧？暂时这是做不到了，起码得等我完本，那时候一身轻松，估计疫情也差不多了，到时候手头也有点钱，我俩去环游世界。邱无忌伸出手指头，一言为定。看着那青葱白玉般的手指头，楚歌却犹豫了，没有勾上去。邱无忌奇道：怎么感觉这玩意像 flag 塞上牛羊什么的，我们不约，该去就去，有什么好约的？噗！邱无忌笑弯了腰，你们一边破迷信，一边比谁都迷信。楚歌沉默片刻，低声道：我不迷信，我只是太在乎你。邱无忌的笑声只在那里了楚歌半天，忽然将手里的苹果塞在他嘴里，吃果果，别想太多。邱无忌去做饭了，楚歌继续回房码字。然而两个人的工作都在走神，说是别想太多，怎么可能不想？为什么这次邱无忌出来时，居然会史无前例的愿意被他抱一下？那时候他做过什么感动邱心的事了吗？没有，只因为在他遭遇敌情时，邱无忌首次感受到了想出来时出不来是什么感觉。焦虑、惶恐、不得见，无力的煎熬了一整天，直到见到他无恙的那一刻，崩断了心弦。两人很少讨论如果两界相隔永不得见会是怎样，但这个忧虑从来都在两人心里没有消除。张其人不过出个国，一水之分，仇怨两隔都已经让人心中闷闷了。若是两界之隔永世不见呢？在这件事无法踏实下来之前，任何对将来的承诺和期许都是虚的。只争目前，楚歌真的码不下去，就连打开群聊看见别人在讨论那张擦嘴图，此时看去都那么刺眼。争冲的在文档前坐了片刻，终于推案而起，离开了电脑桌。邱无忌正在洗菜，动作看似也不麻利，也是在走神的。在走神，导演能感知到楚歌进来了。邱无忌随口问：干嘛？没茶了，自己去倒一下。话音未落，就僵在了口中。一双臂膀从腰间环绕过来，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邱无忌浑身绷得紧紧，下意识就是往后一肘顶了过去。只听楚歌闷哼一声，却没有放开。邱无忌准备好的踩脚扭腕、分筋错骨、过肩摔的连环套路停在了第一个环节。他的拖鞋踩在楚歌鞋面上，却再也没有用力。你干什么？邱无忌深深吸了口气，保持着清冷凌厉的声音：这一肘下去够你那伤了，你是不是真想死？楚歌忍着痛低声道：就是被你打死我也认了。你是真有自信，我不敢和你玉石俱焚。世界毁灭与我何干？就是世界毁灭了，我也要抱着你。在他看不见的角度，邱无忌的神色从怒容不自觉地变成了白眼，半晌才道：行了，你不是在修炼吗？我们都在探索两界，寻求真实，不就是为了自由出入，打破未界之线？须知凡事欲速则不达，你现在这心态就不好。他果然是知道楚歌为什么忽然色胆包天，大家在想些什么，其实一直就很明白。我只是太在乎你。他刚刚的话还萦绕耳边呢。楚歌没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他默默调息，调理着被母暴龙一肘子顶出的内伤，还是安静地抱着他的腰，把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梦寐以求了多久的姿势，带伤卡血的达成了。可是只要这么抱着，就是安宁啊。那虚无缥缈的幻梦，书中的颜如玉，切切实实的在自己怀里。他没有回答，邱无忌也没有再推开。两人就这么默默站在洗菜池边，足足10几分钟，连动都没有动一下。楚歌焦虑的心灵终于渐渐缓和下来，开始感受到了之前无心在意的他的柔软和发香。好了，去疗伤吧。邱无忌始终听着楚歌的心脏跳动声，感觉已经趋于平缓，终于低声开口：记得带着棒珠，这东西能辅助恢复。你这人真是没事找事，
今天的腕更又悬了吧？他轻轻地怔了一下，之前手肘怒顶都没能松开的怀抱，这次轻轻一怔就开了。楚哥老老实实的退了出去，陪笑道：“腕更没问题，只要手没断，吐几口血算什么？吐着吐着就习惯了。”邱无忌自始至终没有转头看他，既是怕自己看见他那副死相就忍不住揍他，也是怕被他看见自己红彤彤的脸。这家伙以后还会不会得寸进尺啊？到时候还要不要打他？可是他当时的心意真的浓得快要溢出来一样，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焦虑惶急。为什么能让人有点开心？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仿佛在闹别扭冷战，各自闷头吃饭不作声，实际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对方说话。邱无忌面上是在生蹬徒子的闷气，楚哥也怕邱无忌生气，一说话就挨骂，索性先闷声发大财。抱都抱过了，一点小伤算个啥？再习惯一点，还能抱？楚哥偷眼看看邱无忌的司马脸，想说什么还是吞了回去，按到现在还是冷却一下再说，等到晚上他的脸不那么臭。我吃完了，马子去了。滚去马子，今天没有万更，晚上不许吃饭。遵命。楚哥一溜烟回了房。接下去的码字果然很给力，跟吃了大力丸一样。邱无忌一下午都在听楚哥噼里啪啦的码字声，简直如同不需要思考的码字机。作为码字萌新，邱无忌是理解不了为什么有人能不需要思考就连续码几小时的，总觉得这不科学。然而事实证明，人在打了鸡血的时候是真的可以。剧情早在心中，思路清晰顺畅，起承转合信手拈来，时不时还能蹦出点灵感佳句。唯一需求的就是精神集中，能够全情投入到剧情里。楚哥一旦开始分心二用练功加码字的时候，往往就能进入这种状态。那时候的码字感觉不像码字，而是把一个世界发生的原貌还原在文档里。邱无忌理解不了，却很是羡慕这种状态，于是自己也去码字转去了。他反倒还没楚哥静心，心思纷乱繁杂，一个下午连1000字都没码出来，却眼睁睁看着手机连续2次提示您关注的楚天无忌更新了，意味着楚哥一下午又干出了2张。邱无忌看着自己稀稀落落的文档，撅嘴叹气，气死人了。还是有点疑难想问他，可今天这个样子怎么问啊？问他会不会被调戏啊？会不会说捏捏肩，或者索性抱一下？不对，我还在和他生闷气冷战呢，怎么能问他？正在纠结，门外就探出楚哥的脑袋，好像在看他在干嘛。邱无忌没好气道：“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在那缩头缩脑的干什么？又想偷袭抱人？没。”楚哥陪笑着走了进来，今天任务码完了，想求教师傅一些修行问题。邱无忌怔了怔，立刻找到了办法。互换，我也问你问题。你的什么疑难？先说吧。楚哥其实有屁的疑难，分心二用修行顺利得一批，明显就是特意来搭讪，或者说是来给他消气的台阶而已。只要有时间思考，作为后宫文写手的楚哥还是知道怎么做的。被他这么一问，就随便找了个借口。哦，我在想，既然那海沙是可以助我锻炼精神术法的，那这个棒珠有疗伤效果，能不能助我练一个疗伤术法？以后可以术法治疗，就不要这样等自疗恢复了。邱无忌摇了摇头，不可行，因为你金钟罩的根本修行属于刚猛之法，与疗伤所需的法力性质有所不同，混杂很容易出岔子。另外，金钟罩本身就属于对自身恢复重塑效果极强的类别，治疗的术法也有些重复了，倒是别人给你治疗或者利用丹药都比治疗好。咦，不对，这都你的设定，你不知道你问我。可我就知道个理论不知道实践，还是要问问师傅的嘛。邱无忌接受了这个解释，矜持地站起身，你坐过来，我给你看看伤。楚哥便揣手坐在他的位置上。邱无忌伸手按了按楚哥肋下，有点轻重，金钟罩都扛不住。内伤反倒还好，自己收了力，法力没往里面肆虐，还行，我给你梳理一下就好。轻柔的法力丝丝沁入肌肤，梳理着伤势。楚哥感觉甚爽，便问：那你呢？你有什么疑难？昨晚说的转折还是不够用吗？不是。邱无忌一边按摩梳理，一边有些出神地道：如之前所言，我在镇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其实在我见到修行之初，那段日子的经历还是让我有所受益的。市井风貌，邻里争端，父母心意，小人肚肠，我幼年在山里是体验不出的。而仗剑行天下之时的视角，看着每个人都像看一本书，颇有所得。楚哥听得都有些出神，有点意思。然后呢？但现在回忆或者说诉诸笔端的话，却只会感觉到很无聊，都是琐事而已。作为小说，是不是没人看？楚哥第一次在他问写作问题时陷入了沉思。本来具体在这个案例完全可以一笔带过，不用写的。但如果说的是如何把琐事写得好看，这个更大的命题，就不是3言2语能解释的了。尤其那还是用抽离的上帝旁观视角看待琐事，这就连代入感都没有了，更难也更无聊。可以说楚哥本人都不够这个功力，但凡能够做到平凡之中见真趣的，都是名家。真皱眉沉思，忽然感到肋下按摩的纤手开始转移，似是犹犹豫豫的捏上了他的太阳穴。楚哥怔了怔，就听邱无忌的声音道：算了，你码字一下午，思维本就疲惫，先休息1-2，我们吃了晚饭再说。纤指轻柔按抚在太阳穴上，幽香阵阵沁入鼻端。楚哥别说什么思维疲惫了，这一刻是连思维都没有了，觉得自己已经上天，有这待遇还要什么捏肩
啊，还要什么捏肩？楚哥算是看出来了，邱无忌属驴的，脸皮就是犟。你要是要求他捏捏肩，那你这辈子也别指望他给你捏肩。要是什么都不说，他倒是会自然而然的在不经意的地方照料你，让你感受一下姐姐的温柔。那是发自内心的贤妻良母属性在起作用。只要你别去挑战他的脸皮，等着他自然发挥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其实他对今天那一爆没多生气，相反倒是对一肘子打伤了楚哥有点心疼。楚哥真是感觉飘在云端，不知人间何事，还什么思维疲惫呢？就是脑子再僵，也得把秋秋的疑问给解了。你这个问题属于比例上的，名家可以把日常琐事写得很有趣或者很有意境，一般人写就枯燥无味，这点是无法用几句话教出来速成的，包括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怎么行。楚哥道，但你如果有意这方面的提升，可以从一些名家的散文杂文看起，比如朱自清、汪曾祺，平淡之中见真趣。邱无忌道，是文笔吗？是文笔，却不全是。有些语句未必优美，却总能准确地戳中你我的心，那是文字的力量。同样简简单单写一个父亲的背影，朱自清的笔下和我楚哥的笔下，他能直入人心，而我只会拿他的玩梗。邱无忌点了点头，虽然不认识朱自清，这意思倒是能听明白。同样写一件事，他看女频大神写的和自己写的，感觉对方文笔也没什么特殊的词藻，但效果就不一样，这是功力。其实和自己写诗词骈文也差不多的道理，有的诗句没有丝毫华美词藻，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能千载流传。他倒是没有不能速成的遗憾，心中反倒有种本该如此的感觉。有些东西是经年累月的修行，不是一朝一夕，就像楚哥的修炼一样。邱无忌倒是觉得楚哥挺厉害的，怪不得能构建他们那个世界。问他什么都能解答，典故和案例信手拈来，可见他胸中的积累并不少的。果然我邱无忌选的师傅最厉害，才不要什么枯斋老人呢。他轻松下去，轻笑道，是我急了，一介新人就想什么都学会，该多看多学才是。那眼下这段我就略过。是可以略过，毕竟你这种不是一本需要多完整的小说，只是番外篇，理论上就算写成独立单元剧都没问题的。略过一些不太重要的，并不会有人在意。说到这里，楚哥顿了一下，失笑道，我期待你自己构建完整世界的那一天。大家互相教完，邱无忌这才意识到自己还在揉捏他的太阳穴，此刻脸上才有点微红，装作若无其事的收了手，去吃饭。今天出去吃。楚哥有些小遗憾的叹了口气，还是没色胆，不敢把脑袋往后靠，那才是真正的陷入云端。可惜不敢。没事，总有一天可以的。楚哥愤然起身，我想了想，你好像没吃过肯德基麦当劳，今天吃吃看。邱无忌对楚哥介绍的食物倒是常常很期待，笑眯眯道，好，试试。从10几块的牛肉面吃到几10块的麦当劳，代表了楚哥大大现在的财大气粗。虽然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还别说平时吐槽洋快餐垃圾食品，多吃都觉得浪费，可偶尔吃一顿还觉得挺好吃。这鸡肉一般般。邱无忌啃着手枪腿，评价，我在市场看人卖鸡，才知道现在的鸡还分土不土，有的鸡看上去毛色还行，实则虚浮无力，就像之前的你一样。楚哥，邱无忌啃得满嘴油，兀自在说，这鸡肯定不是吃谷米的，也没有放养过，营养比较差。楚哥哭笑不得，那你不是还吃得挺开心？邱无忌道，味道不错就行了。话说你现在也关注营养这方面了吗？我从一开始就关注，难道你没发现现在你的食谱都是营养搭配的吗？邱无忌挥舞着鸡腿，有些小得意。你的修行需要大量能量的摄入，而且需要平衡。我们的能量概念和这世界的营养概念其实殊途同归的，怪不得我修行很顺利，和这个有关吗？当然有关。邱无忌继续挥舞，我去市场一看就知道有些东西好不好，给你买的菜都是最好的。那一副快表扬我丫的小模样，楚哥看得实在想笑，便赶紧给予表扬，我家秋秋当然是最棒的。手枪腿僵在空中，邱无忌左右看看，嗔道，谁是你家秋秋？我就是个被恶毒老板逼着做饭，时不时骚扰调戏还不给钱的可怜小助理罢了。楚哥差点没把可乐喷出来。哎，那两个是不是海边初秋那对儿？身边传来小姑娘的声音，两人转头看去，几个学生妹兴致勃勃的在附近指指点点，见他们看过来，小姑娘们也不怕生，都涌了上来，真的是见到真人了，那个真不是摆拍啊，平时就这么好的。楚哥邱无忌面面相觑，这特么都红成这样了，吃个麦当劳都能有人认出来。有个小姑娘兴冲冲道，我就知道那是本地海边排档，我还去过的，果然是南疆人。大众点评上那家排档都把照片挂上去了，你才知道啊。楚哥这才意识到，其实不是自己有多红，而是在本地范围内比在别处红。但这个也很夸张了，这才几天传播啊。二位，我们拍个照好不好吗？小姑娘纷纷摸出手机，我微博也该涨粉了。楚哥实在无奈，喂，小姑娘，拿我照片涨粉，我有好处吗？小姑娘嘤，我没钱。楚哥正在拒绝，却听邱无忌笑眯眯道，发照片可以啊，同时给我们的小说做个宣传吧。小姑娘乐了，没问题。小姑娘高兴地拍了照片走了。楚哥奇怪地掏掏耳朵，问邱无忌，你怎么还真运营起来了？邱无忌笑眯眯道，我是你的运营官不是吗？嗨，
那运营官就那么一说，这种运营我觉得怪尴尬的，输还是要看作品本身。你呀，输生气。邱无忌道，这又不是什么违规操作，有什么尴尬的？我都不怕被人指指点点了，你还喘上了。楚哥，邱无忌神色认真了几分，压低了声音，楚哥，我们需要世界存在感，不是现在的成绩可以赚钱吃饭就行的概念了。楚哥心中一凛，背脊都不自觉挺直了3分，肃容道，是，我知道了。邱无忌靠回椅背，拿起可乐滋溜滋溜，楚大或许没注意后台成绩，这一波拉了多少军定你知道吗？楚哥摇头。邱无忌打开点娘 app， 翻到了畅销榜，转过屏幕给楚哥看。楚哥呆呆地看着畅销前10的书名，半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又畅销前10了。邱无忌收回手机，继续抱着可乐滋溜滋溜，咕哝道，前10有什么可喜，在我心中你就该第一。似是看见楚哥奇怪的眼神，邱无忌偏过头补充，我说的是我那世界就该第一，才不是说你的水平。不知怎么的，现在楚哥有点看见邱无忌就想笑的意思。他明明也不卖萌，动不动抽着张脸，摆着那副清冷孤高的宗主脸，经常让人觉得是个大姐姐，可就是觉得好萌。吃着鸡腿满嘴油也很萌，抱着可乐滋溜滋溜也很萌，还有坚决不碰汉堡的小模样还是很萌。话说你为什么不碰汉堡啊？楚哥忍不住问，难道也觉得这玩意吃了会死吗？邱无忌看着楚哥手里的汉堡，很是犹豫，那菜是生的，这都现代人了。楚哥低头看了眼生菜，面无表情。好遥远的记忆啊，当年自己好像也是这样的。果然邱无忌下一句就是，还有那什么白白的酱，看着就怪怪的。楚哥 你试一下，我以前也觉得这玩意没法吃，后来还不是吃得开开心心的。不吃就不吃。楚哥拍桌，你怎么跟我女儿一样？邱无忌拍桌，你养过女儿了是吧？没，别人晒娃都这么说。楚哥一下软了，循循善诱，你和别人不一样，你要体验世界，总该什么都尝试一下的嘛。其实和别人女儿也一样，因为别人也是用都尝试一下来哄孩子吃东西的。然而别家小孩未必吃这套，可这句还是说服了邱无忌，比说啥都不肯的小女孩还是好一点点的。他犹犹豫豫地打开面前的汉堡盒，那小心揭开包装纸的样子，简直就像刚得手一件一样的法宝，在小心试探，然后小心翼翼地挑了一点点奇怪的白色酱，舔了一下，似乎觉得味道怪怪的，还是皱眉摇头，不好吃。然后就看着邱无忌大刀阔斧地拿掉了生菜，又把沙拉酱刮呀刮得干干净净，又把面包夹回去，这次终于愿意啃下去了，这才像个正常食物。楚哥眨巴眨巴眼睛，转头看了看远处的一张桌子，那边有个5、6岁的小女孩正在做着和邱无忌一模一样的事情。邱无忌发现了他的目光，瞥了一眼，又神色不善地瞪了回来。小孩子都知道什么好吃，你们老大的人了，这都不懂。楚哥失笑，你是对的。邱无忌腮帮子一动一动，似是想教训他几句，却只剩下瞪视。楚哥再度拿起纸巾，轻轻抹了抹他的嘴角，虽然嘴边沾着沙拉，看着很诱惑，但我家秋秋还是白白净净的最漂亮。邱无忌觉得他又在开车，前后2句都是，可没有证据。至于擦嘴巴，好像习惯了，就像饭后手牵手漫步在回家的路上一样习惯。这落叶越来越多了，两人牵着手走在路边，邱无忌看着飞舞的落叶，很奇怪地问，可是我怎么觉得天气还是很热，一点转凉的迹象都没有，和传统的秋老虎意味似有不同。全球气候变暖是这样的，何况我们是南方，真要转凉，大概要中秋国庆左右了。中秋，邱无忌问，这个节日在你这里很重要吗？之前七夕并没有写在书里，中秋却是有的。是啊，那是团聚的节日。楚哥叹了口气，我都多久没见爹妈了。他握着的手紧了紧，又笑道，不过现在还好有你。邱无忌转头看了他一眼，又转了回去。这个心态在他这儿原本感触不深，因为已经是万年前的记忆了，早已淡去。要不是为了写自传回忆，这东西基本掀不起他半点涟漪。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有感触了，不是双亲的缘故，心里总下意识盘算，中秋那天得算准了，必须出来。一个象征着团圆的节日，谁都不愿意在那一天孤零零的吧。至于为什么在书中世界一大堆门人围着还算孤零零，出来2个人窝在屋里反倒不算，邱无忌没去想这个，谁想这种无聊问题啊？还不如研究一下炸鸡呢，这个炸鸡偶尔吃还可以，倒是提醒了我，之前都没好好炖过鸡汤鸭汤，嫌麻烦，我们那屋子不适合杀鸡什么的。楚哥道，我听说市场有专门帮人把鸡杀好的，可以问问。这样吗？邱无忌高兴起来，这感情好，我在市场见过很好的土鸡，明天就炖汤喝。楚哥道，如果真觉得麻烦，倒也没必要，我修行也不差一碗鸡汤吧。美的你，我自己不要喝的吗？好好好。萌萌说水果也可以榨汁喝，买个榨汁机。买。等会我买包奶糖。楚哥陪着他进超市买了一包大白兔，笑眯眯地抱着出来，两人再度手牵手慢慢走进了小区。给你一个。邱无忌递过袋子，你吃就好了。你以为是给你吃吗？是让你帮我包，我手不够用，被淫贼握住了。楚哥便取了一个，单手包糖纸，转头看看邱无忌垂涎欲滴的目光，把糖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
手指似乎被唇触到了，软软的，有些电流在窜。邱无忌似无所觉，含着甜甜的奶糖，犹犹豫豫的想了一下，还是递过袋子。这次真分你一个，只能一个，不能多拿。楚哥拿了2个。邱无忌踢了他一下。门卫大叔一路转着脑袋，目送这对狗男女消失在小区内的林荫小道里，鸡皮疙瘩都抖了一地。谁说全球变暖来着？这秋意明明越发浓了。话说为什么也有点想去买包大白兔回家和那个黄脸婆娘一起吃了，可怎么脑补都觉得会被婆娘骂神经病，还是算了吧。狗男女进了自家楼，刚想摁电梯，电梯门却自己开了。月影抱着个旧电脑走了出来，电梯里还放着个显示器。楚哥忙上前帮忙把显示器抱出来，说了可以让我们帮忙搬的。月影歉意地道：太麻烦了，不用的。他转向邱无忌，邱姐姐真的不需要影子异能了吗？影子异能已经被狗男女弄成一套仙道术法，收藏在藏经楼了。邱无忌自己没打算学，是作为宗门的一支特殊法门来培养的，目前也已经有不少宗门中间在练这个了。闻言便笑道：不需要了，月影真乖。楚哥侧目：你自己刚刚还是个小女孩，现在一副姨母样算怎么回事？月影却很受落，在他心中这真的是位气度满满的大姐姐。他也显然和邱无忌更谈得来，笑着道：早上楚哥说的盒子我请示过了，可以留的，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邱无忌居然点了点头，还真有需要你帮忙的。月影一怔，什么？邱无忌一把拉过楚哥，和他打架。月影，楚哥，晚上是我家楚哥练功的时候，和我打架总是不对劲，都放不开，和你的话应该好点。邱无忌居然是认真的，你能找个道场吗？或者去郊外试试？月影见他是认真的，便道：那就去郊外吧，这里出去也不远了。说着目光上下打量楚哥，他总觉得楚哥这憨头憨脑的样子，自己能一影子把他抽死，真的有对练价值吗？楚哥也心虚的扯扯邱无忌的衣角，喂，和他打好像是纯被虐，你和我打难道就不是纯被虐？邱无忌抱着手臂悠悠道：平日里总是拿月影当个战力计量单位，这下能和计量单位直接称量一下，算不算过秤？楚哥哭笑不得。郊外夜间，阴风浮动，树影森然，明明四下寂无声息，只有阴风掠过耳畔的轻微声响，楚哥还是感觉有背景音伴随似的那种聊斋片头曲的感觉。四周树影陡然张开，楚哥甚至能脑补出呜的音效来，避无可避，下一刻树影就把楚哥包在了里面。擒获。月影有些犹豫的看了邱无忌一眼，意思是他这么菜真要打下去吗？邱无忌抱着手臂微微笑着没说话。月影觉得把这团黑球抓过来丢到邱姐姐面前就算结束了，便伸手一招，影子带着楚哥移到了身前。正当他想把这团黑球丢给邱无忌时，神色忽然一变，黑球骤然膨胀起来，道道金光从球中绽放而出，随着砰的一声，包裹着楚哥的树影彻底崩碎，金光灿灿的拳头轰然击向月影的胸膛。月影心中一凛，之前真的完全看不出楚哥有什么特殊能力，虽然听说过是刀枪不入，想必也就皮硬点，完全没放在心上。想不到这一拳虎虎生风，强度似乎并不逊色于当时在擂台上差点打死他的那位格斗者。月影的格斗经验何等丰富，腰肢轻扭，已经让过这一拳。与此同时，楚哥自己的影子忽然抓住了他的脚，楚哥猝不及防就要往前栽，可脚步诡异的一转，不仅站住了，还如影随形的跟到了月影身后，回身又是一拳。月影这回是真的惊了，楚哥这么厉害的？本来还想放水，这么看来继续放水下去还真不一定能赢了。月影的神情变得三无，双手一推一带，试图架开楚哥这一击，而身周暗影从先前的缠绕拖拉变成了森然如刃，向楚哥身后穿刺而来。楚哥背上金光大盛，竟是硬生生用金钟照扛了一下影刺，同时手腕轻翻，居然轻巧地握住了月影的手腕，直接就是一扭。月影缩手回转，这一扭没能扭实，月影的左手已经切向楚哥的脖颈。楚哥伸手一捞，停！劲风袭来，两人被邱无忌切在中间，果断分开。战斗中的两人都脱离了战斗状态，楚哥这才感到背上火辣辣的疼，已经是被刚才的万影穿刺给戳伤了，而自己试图硬吃一击制住对手的举措也被轻松化解，这架显然是输了。月影倒是有些惊艳的上下打量他，又奇怪的问邱无忌：姐姐，他还没算输，看他手势还有个擒拿的后手，为什么就喊停了？楚哥也觉得纳闷，他也觉得自己还能继续打打看的，不过师傅喊停必有道理，听着就是了。邱无忌才不会告诉他们是因为按照你俩这套路继续下去的演变，必然是手臂交缠近身贴贴了，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不喊停难道等你们抱一起吗？表面上邱宗主还是做足了高手范儿，负手望月，淡淡道：切磋不过是为了磨砺，点到即止。楚哥既已受伤，难道还非要分出胜负？楚哥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楚哥老实道，高估了自己的防御力，也低估了月影的小巧手段。月影抽了抽嘴角，按道我会小巧手段有什么稀奇的？我才是低估了你的小巧手段好不好？一个用刀枪不入的蛮干型技能的人，怎么会忽然玩起了小巧擒拿？见了鬼了这是，差点栽你手里。邱无忌却在颔首，不错，现在自己会总结了，这便是进步。
随着战斗越多，经验越发丰富，慢慢的错误就会变少。届时你在此事，在一般情况下也足以应付，我就不需要太过忧心。他顿了顿，还是对月影道：“感谢月影手下留情了。”月影道：“本就是切磋练习，当然的。我说的不是之前那些束缚性质的放水留情，而是最后那一击，如果在生死战中，你那一下就不是用手掌切脖梗，而是引刀割喉咙了吧？”月影默然不语，感觉这位邱姐姐目光如电，在她面前简直什么都藏不住，比自己的教官还厉害。邱无忌拍拍楚哥的肩膀，差不多称好了1/3饮的水瓶，回家敷药去。哦，楚哥跨上小电驴，邱无忌很自然地坐在后面，两人嘟嘟嘟地走了。1/3饮好像还可以啊。被丢在郊外的月影傻在那里，面无表情。你们是不是直接忘了这里还有人啊？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俩这么狗？话说这俩什么关系啊？明明不管从哪看都是夫妻，可刚才邱姐姐训话的语气不像对老公，倒像个师傅啊。你要说是师徒吧，哪有这样的师徒？你看这小电驴带着后座长发飘飘的样子，甜的狗都不吃。月影闷闷的隐遁跑路了，寻思给顾姐姐传个信。楚哥这个格斗术令说异能应该比较明显，属于刀枪不入，开发的还挺高，该给他评个什么潜力。那边楚哥带着邱无忌都到家了，看见对门才想起，哎呦，忘了喊月影一起回。邱无忌倒是很高兴，笑眯眯的进了门，表现还可以。楚哥以为他还是说战斗表现，便跟了进去。我也觉得比刚开始打架那会儿像样不少了。邱无忌点点头，确实不错了，居然还知道玩阴招，视之以弱，故意被束缚在里面，呼师偷袭，这才有点你写的书里主角会干的模样。楚哥摸着下巴，我主角这么阴的吗？怪不得会火，喘上了是不？邱无忌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被扎的筛子一样还得意。趴沙发上去，给你上药。楚哥脱下衣服趴在沙发上，叹气道：“月影还是能破我防啊，这金钟赵小成也没多牛逼。”邱无忌涂着红药水，一边道：“知足吧，他的影刺可没太留情，毕竟明知道你是刀枪不入，自然也没收多少力，所以能只伤点皮肉，算是很不错的了。”疼疼疼！楚哥龇牙咧嘴，哎，不知怎么的，这2个月受伤简直跟喝水一样。别人初学炸练，有我这么伤的频繁吗？一个是因为你菜，之前有些伤势完全可以避免的，另一个原因是你学了金钟罩。这第二个原因怎么说的？金钟罩不是避免受伤的吗？怎么会反而因为我学了才受伤频繁？因为你有刀枪不入的能力，战斗中自然而然会作为平视，更少考虑闪避的事情，更多选择硬刚，也就比别人容易伤，这是必然的。邱无忌谆谆教导，你以后最好忘了自己有金钟罩，能闪则闪，等别人好不容易击中你一下，发现打不动，你说那心态崩不崩？楚哥乐了，有道理，这么阴我喜欢。你写的女主角吗？邱无忌语气凉凉。楚哥，邱无忌又道，当然今天这种拼着硬来一下争取胜机的表现很好，该这么做的时候也要这么做，具体什么时候选择怎样的方案，这需要长期的经验形成本能反应。战局瞬息万变，若是需要想一想才决定，那就来不及了。那我明天继续约战月影。邱无忌撅了撅嘴，半天才道，还是跟我打吧。月影的战法也就那样，比较单一，一直和他练意义也不大。而我可以模拟多种战法，助你熟练各种套路。楚哥有些品过未来了，这该不会是吃醋？连打架的醋都吃，这万年陈醋坛子啊！这还是月影，要是换了顾若言站这会怎样？邱无忌还真问起了顾若言。你那个顾若言，喂，和我没关系啊，别乱用词。邱无忌满意地点点头。你之前说他是收集异能者信息的对吧？还编纂刊物来着？应该是。你说他会给你评个什么？会不会看在曾经有？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好吧，他会给你评多少？我怎么知道？楚哥悠悠道，他先搞得清楚我到底什么能力再说吧，我自己都搞不清，谁能评我？异能者名录，姓名楚哥，身份网络写手，能力刀枪不入。顾若言笔尖顿了顿，微微蹙眉沉思片刻，在后面打了个问号，继续写。开发程度中等，已经能挡容负匕首划过而无伤。性质战斗，潜力评估 B。 在 B 后面顾若言打了更大的问号，连打3个。若是传统的刀枪不入， B 已经是高估了，能挡冷兵器的枪又怎么挡现在的枪？除非你能升级到金刚不坏，光是刀枪不入的话，在现代确实一般。可是真的只是刀枪不入吗？容负复制异能后的表现又怎么解释？顾若言觉得即使金刚不坏都解释不了。然而不管是哪方的信息汇总过来的都是这4个字，刀枪不入。顾若言再怎么觉得不对，也只能根据已知信息这么写。若是连异能类型都存疑，这潜力评估不看也罢。更让人困惑的是，楚哥身边那个女人至今都没有半点信息，她到底什么能力来着？接下去的日子或许是楚哥有生以来最愉快的时光。不知是不是因为昨晚经受了各种考验，尽数过关，表现良好，之后的邱无忌一扫此前总想找借口揍他的态度，变得很是贤良淑德。楚哥早起练功码字，邱无忌就去买鸡炖汤。鸡汤的浓香飘荡在屋里，那真是连码字的心思都能被馋虫勾走。至于例行端茶递水，已经都习惯了，
还增添了各种新花样。先是切水果，等某宝买的榨汁机到了，就屁颠颠研究榨汁。大热天的一杯冰果汁放在面前，楚哥感动的简直想哭，以至于早饭都有了花样变化。榨汁机还能磨豆浆，邱无忌再也不喝外面买的不知道掺了多少水的破豆浆了，自己买黄豆现磨。早起喝豆浆，马自林茶加果汁，吃饭有鸡汤。楚哥真觉得之前说的那句话太有道理了，生活质量主要取决于你娶了个怎样的老婆。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老婆，也没履行老婆最关键的那项活动，但他就是老婆呀。在楚哥心里，不管哪个方面看都是。邱无忌不觉得自己是老婆，但也做得乐滋滋的，他觉得很有意思。现代的设备做着先到术法才能做的事情，他历来对这些改变特别感兴趣。亲手用现代化的东西做出花样，邱无忌很高兴。他甚至都忘了这个状态完完全全就是个家庭主妇，之前想要赚钱的念头都不知道丢那个旮旯缝里去了，因为觉得没啥意义。真要赚钱，对现在的他来说好像很简单，但似乎没有这种意愿。楚哥码字赚的钱够养家就好了，他就是个小助理。楚哥同样也不是对钱财多渴求的人，现在的万定收入加上某些意外横财，在他看来已经十分牛逼了，暂时没有得陇望蜀的想法，更没打算让邱无忌去赚钱贴补家用。以前说的你需要独立赚钱生存，两个人好像都忘了。做助理也是独立生存，赚他的钱不是工作吗？明显是嘛，运营官也很累的，小助理还要被调戏，还要不甘不愿的被人喊嫂子，容易吗？于是邱无忌平日研究研究新花样，闲了刷刷剧，看看书，写几百个字秋秋自传，看大家夸奖正文来了的感觉，笑的眼睛跟月牙一样。这日子多舒服，多休闲啊！晚上还可以揍楚哥解闷，陪练陪练。既然不肯让他和月影贴贴，那当然只好可怜的小助理牺牲一点点了。啪啪啪啪，两人在客厅中飞快过招拆解，打着打着就变成了四臂交缠。楚哥微一用力，将邱无忌顶在墙边，试图将他制住。教什么折眉手，什么小巧擒拿拆解吗？擒拿来擒拿去，不都是变成这样？邱无忌胸膛起伏的靠在墙上，发丝凌乱，眼神不屈。楚哥喉咙咕嘟动了一下，砰！下一刻就变成了楚哥大字形趴在了墙上。邱无忌拍着手离开，让你的，心里有点数。再对本座流露出那种色眯眯的眼神，下次墙上贴榴莲。楚哥捶墙，林武阳你害人不浅。如果林武阳在这里听见了，一定会表示这特么关我屁事，是个男人也顶不住啊。过来这里。邱无忌在房间门口探头喊。哦，楚哥老师走了过去，今晚是不是加练精神大法了？没错，这几日无事，邱无忌特意回了一趟书中世界，烙印了变天基地大法回来教楚哥。只要不是极限，在神魂旺盛之时就提前穿梭，其实还挺轻松的，需要等待恢复的疲惫 CD 也很短，大致休息休息就又可以穿了。这次来回也就早出晚归，跟出去玩一天回来差不多。哪怕就这么一天，楚哥都坐立不安，即使感觉缺他半天都难受，也因为怕每一次别离都需要面对出不来的坎。还好这次风平浪静，什么都没发生，变天基地大法也顺顺利利的点进了他的魂海。但邱无忌没说怎么练，直到打完一套折眉手陪练了，才突兀提起这个话题。楚哥很是纳闷的走进房间，这还需要特意进屋的？邱无忌很慎重，精神之法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就会把自己练成疯子。之前几个月你练的断魂之法有些成效，神魂稳固，可以尝试，但也需要做好完全准备。我此前没有急吼吼的回去拿秘籍，就是觉得那时候你练这个好像还缺点啥。楚哥，是吗？怎么我觉得之前你是刚刚过来懒得回去呢？这几天没事干才想起回家一趟。邱无忌絮道，如今你各项技能都学上了手，暂无短板。刚才的锻炼让你此刻的身体机能处于巅峰状态，随时可以应备不测。接下来要做的是让神魂安静下来，自己的卧室当然有助于神魂安宁。你坐上床去，我替你护法。见他说的慎重，楚哥也不敢把心思插到什么上床去，很认真的盘膝坐在床沿，五心向天。眉心微微一痛，却是邱无忌把那粒海沙拿了出来，直接摁在他的眉心，都快嵌进去了。瞬时感觉有很奇异的力量从眉心蔓延，直冲魂海。以前从来感受不到魂海的真实存在，如今似乎有了那么点感觉。茫茫之中似乎见到了一大片稀薄雾霭，就像海上的蒸汽一样，那似乎就是自己的精神力巨献的结果。这海沙里蕴含的奇特辐射，不是一个提供能量或者辅助精神力提高的宝物类型，而是似乎有着让人能够观察精神识海的意义。怪不得王家借助此物培养异能，张其人想抢，连国家都重视，这种特殊的价值可比直接供给能量的意义更大。只不过对邱无忌来说，这种小东西见怪不怪了，它才是真正的宝藏。邱无忌的声音在魂海响起，变天基地大法没有什么运功线路可言，精神的世界自有精神的门道，你初学乍练，暂时不需要考虑影响别人精神之事，先自我观想。观想？楚哥感到自己传递出了这样的意念。邱无忌并不惊诧于他的意念波动居然能传达，事实上以他的精神力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他只是解答，对，就是观想。比如你幻想一把剑，一把刀，初时虚无，毫无作用，等到什么时候你觉得它们凝实了，可以控制可以外放了，那便是一种精神伤人的艺术，极其难防。
这只是个例子，变天基地大法不是这个方向的。你理解此意，按照他的法门去观想即可。变天基地大法并不仅仅是种精神置换，而是将对方拖入精神世界里，轻则窥探灵魂，获知一切；中则控制人心，灵魂度化；重则堕入前世今生，万丈红尘，魂魄永堕而不归。层次逐步从武侠到修仙。观想，按照变天基地大法的方向去观想，精神世界该是什么？楚哥在选择这个技能的时候就是有针对的了。当然，观想书中世界还能是什么？只不过书中世界太大了，必须有个具体标定，方便初学乍练者有个目标可找。那就锁定秋无忌。楚歌识海之中渐渐泛起了秋无忌的影子。一旁护法的秋无忌神色变得有些古怪，似是有些高兴，也有点扭捏。你观想修炼是打架用的，你想我干嘛？打不过人的时候喊求求救命吗？可是看着看着，他的神色渐渐变了。楚歌魂海之中的秋无忌开始缩小，不是缩小，是变远，视角拉伸的错觉。遥远的空中俯瞰，云际山中，主峰之巅，铸剑台侧，秋无忌真身手持秋水凝碧剑，正在反复祭炼重断。剑尖划破玉手，碧血淌流，形成剑身的影纹，血光闪动，在太虚之炎的淬炼之中，渐渐隐而不见。波光荡漾，秋水连天碧，碧血凝清波，楚天清阔，秋水无际。秋无忌遥望月色，低声自语：明日子夜，7月15，时间到了。这番百鬼夜行终须荡尽。楚歌默默地看着他手中的血痕，在他的世界里，真身所立和在这个世界简直就是两个模板，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他面对的是多少风波诡谲，多少生死之间。曾经开玩笑地说他在这里算不算是劳逸结合？也许确实是的，在秋无忌心里，也许更喜欢的是这里的安逸祥和，那才是修行。所以他会越来越喜欢这里，越来越不爱离去，这是必然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争来斗去的那不是仙，至少不是楚歌心中的仙，也不是秋无忌心中的。快结束了，楚歌低声传念，下一段剧情不让你这么累了，就喝喝花蜜，吃点白云棉花糖，出海旅行，遨游天下，好不好？秋无忌真身似有所觉，微微一笑，身边的秋无忌也露出了甜甜的笑意，心中还是很震撼的。他的变天基地，他的精神世界，果然真就是那里。楚歌的精神收缩而回，第一次尝试变天基地打法的修行宣告暂停。他睁开眼睛，看着面前护法的秋无忌。秋无忌脸上的微笑都还没来得及藏好，见他睁眼，迅速把脸一板：让你停了吗？修行之事你也敢自作主张？楚歌无奈道：我头都晕了，这太耗精神了。秋无忌怔了怔，才发现他魂海确实几乎枯竭，他的精神世界过于庞大，庞大的离了谱，精神力虽然也高，但不足以适配，这才是他始终无法真正进入世界的主因吧。楚歌也同时想到这点，抬头看着秋无忌，微微一笑：这变天基地大法是个好东西，我现在至少可以简单支援你一下了。秋无忌翻了个白眼：你那点能力？说到一半吞了回去。他的能力对那个世界可真不好说，当初觉得自己言语无状尝试修正的时候，自己那时还真有种无可与抗的感受。若他的降临一击是属于世界修正之力，那估计是无敌的。秋无忌顿了顿，换了一句：反正顺着书中剧情，我也没什么危险可言，用你献什么宝？去，休息去。楚歌便笑，没和他争论。大家以前就围绕这个话题讨论过一次了，秋无忌不会轻敌大意，看他真身在云际山中的淬血祭炼就知道了，他临敌比谁都重视，那便无需劝这个，只是道：你也该休息，我说的不是现在在这里睡觉，是回归书中世界去。秋无忌抿了抿嘴，没说话。楚歌柔声道：我知道你喜欢这里的安逸祥和，理论上你分心二用几乎也没什么影响，但明日的战局很关键，有半点影响我都不安。你当提前回归，神魂归一，舒缓凝练，全心进入战备状态，那我也就再也没什么好担心。秋无忌道：你本来就不用担心。楚歌忍不住伸手抚上他的鬓边：我又何尝想你回去，你离开半天我都跟丢了魂一样，可是乖，别让我担心。喂，别总搞出一副跟女儿说话的语气。秋无忌气鼓鼓地看着他，却终究没伸手拨开他乱摸鬓角的咸猪手。两人默默对视片刻，秋无忌的眼神终于慢慢变得凌厉肃杀，有了书中世界真身的意味。那也是楚歌初见他出来之时的眼神，仿佛随时可以杀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了，萌萌哒的秋无忌和宗主秋无忌，恍惚间已经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可在这一刻却再度交汇在一起。我回去了。他平静地转身：你好生修行，不可懈怠。楚歌嗯了一声。秋无忌走出了房门，脚步微微一顿：明早黄豆自己磨一下，冰箱里的梨子记得吃了，放久了也会坏。自己吃饭的话，炸鸡少吃点，那牛肉面反倒还可以多吃。说完进入自己的房间，裹上被子消失了。楚歌咬着下唇，默然站立良久，忽然长长吐出一口气。楚天无忌迎来了铺垫一整卷的卷末大高潮剧情。秋无忌与严千烈的水火之战，几乎代表了天下九州的正魔巅峰，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各方动向，各自筹谋，势力消长，
格局变迁，足足持续了一整卷30-40万字，在今天终于迎来了对决之章。在该书读者们的心中，这颇有紫禁之巅和月满兰江的意味，期待感无与伦比。一大早就已经有书迷在刷新 App 页面了，看今天短小哥几点更新。虽然前些日子短小哥因为泡妞装病请假，很受了一番鄙视，不过接下去的表现还是很良好的。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都会出炉第一章，有时候更早，9点就更了。然后下午噼里啪啦2章，万字就出来了。晚上一般不更，大家猜测是在交公粮。说到这个交公粮，还有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因为那照片上的女人实在太漂亮了。这妹子 cos 邱无忌，大家是服的，只不过群里不太好意思调戏她了，那可是嫂子。短小哥坏事做尽，把这么漂亮的女粉丝泡走了，要是不贡献出精彩绝伦的对决章，大家跟他没完。群里潘达如是说。其实此刻潘达心里有点虚，自从看了那照片，他就觉得照片里的楚大和运营官秋秋特别像三娃和六娃，因为他和万子俊都见过三娃和六娃穿同样的衣服，一个人撞衫很正常，两个一起撞衫就有点邪门了。而且两人身材都对得上，把面具往两人脸上一披，活脱脱就是三娃和六娃。潘达想起自己曾隔网线揍过楚大一拳，当时被反震的自己手疼，是不是三娃的刀枪不入？对了，当时还判定过楚大是南疆人。和万子俊交流之后的答案更明确，万子俊见过照片里的女人，当时自己写字搭讪，被一高跟鞋踹得不能自理，可见他至少是个比万子俊强大的异能者。全对上了 ，cos 秋秋的运营官多半就是六娃，天天被大家骂的短小哥就是义气深重的三娃。连上次潘达被莫名拉黑的理由都找到了，叫你做葫芦娃爷爷。潘达和万子俊觉得这世界真魔幻。死胖子，楚大要真是三娃，你想怎么跟他没完？万子俊私聊问潘达，三娃一起没得说的，你敢欺负他，小心老子揍你。我把菊花献给他，抱得我没完。操，男童滚啊！说真的啊，抛开三娃的事，今天这几章太重要了，我也怕楚大没写好，浪费了这么久的铺垫。身为运营官之一的潘达比万子俊还想了更多，刚好近期被照片一带成个小网红了，涌来了不少看书的路人，如果恰在此时爆发高潮，对书的成绩和口碑都是有滚雪球作用的，非常有意义。楚大的水平你就放心吧。说是这么说，万子俊也不由被潘达说出了几分担忧。这么重要的章节，楚大不会掉链子吧？楚哥此时眼里根本没有链子不链子，甚至于在他心中已经不存在这本书了。手指好像只是无意识的在跳跃，客观的将那个世界的场景一一还原在文档里，而眼睛透过屏幕，清晰的看见层层雾霭之中，紫夜月色之下，清风无数，万众云集。正魔双方经过长期的明争暗斗，形成了一种对峙之局，各自占据一半山头，却没有交战之意，气氛沉默肃敛。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中央主峰，南北相对的两边山道上，两个慢慢攀登的人影。邱无忌和严千烈不约而同的没有使用任何飞行法宝或术法，只是从山脚慢慢向上走。从月亮被山顶遮蔽到逐步露出全貌，山峰到了尽头，周遭侧峰的人群便俯瞰如蚁。他们的对决将意味着九州仙道的正魔之势，也宣告着谁家霸权自此而定。两人几乎在同时踏月登上了顶峰，遥遥相对，都是一笑。严千烈远远抛过一个酒坛，百鬼大聚，宫丘宗主佐酒。邱无忌顺手接过，微微一笑，这天高海阔，万里清秋，何鬼之有？说罢拍开风泥，仰头痛饮一口，又随手砸碎于地。月色之下，水波酒气圈圈荡漾，溢散而出，如连天秋水荡进腰分，便有也一荡而破，何足道哉？严千烈眼里闪过激赏之意。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对这女人还是越来越尊重佩服。这等风姿气度，这等睥睨骄傲，以及这些月来各种明争暗斗中在他手里的屡屡吃亏，魔道眼中天下女修皆炉鼎。严千烈虽然走的是嗜血狂战的路子，早就没有那种男女之欲了，可看不起女性的思维还是根深蒂固。以前从来就不觉得邱无忌算磕葱，名头大，无非是因为挣到那些伪君子，看见漂亮女人就舔成仙子，花花轿子人抬人，搞得好像他多强似的。现在才知道，邱无忌是真正的顶级修士，是这一生所遇最强的敌手。想要取胜，还是必须从其他角度打击他的道心。邱宗主可知，你这倾巢而出，正是落了本座之谋。邱无忌淡淡一笑，无非暗布了某些棋子，偷袭云际山罢了。但严宗主可知，毕宗这些日子暗练心术，此时万象幽隐，层罗叠嶂，便是你本人去了，也未必找得到破门之境。严千烈微微一怔，却听邱无忌悠悠道：“倒是严宗主是不是很困惑？五谷老人近期去了哪里？”严千烈淡淡道：“冢中枯骨，何足惧哉？本座自有安排。”邱无忌道：“阁下留心了五谷老人，却未必在意过独守魔君。”严千烈失笑：“一介元神逃逸的丧家之犬，他能如何？”邱无忌淡淡道：“本宗有一名很不错的弟子，叫楚天歌，阁下现在应该也有耳闻。”严千烈颔首道：“此人坚韧不拔，气运超凡，小小年纪铸就金丹，下面的人有不少行动坏在他手里，确实有所耳闻。云际宗还算是人杰地灵，英杰辈出，单独楚天歌在阁下眼里或许只是可以夸两句的小辈，
单独独守魔君也不过是一介丧家之犬。邱无忌微微一笑，但当楚天歌带着独守魔君的元神偷入阁下的9坟之坛，阁下或许就该掂量一下他们合作能产生怎样的反应了。严千烈神色微微变了，枪！秋水凝碧剑骤然出鞘，潋滟神光照亮了夜色。邱无忌挥剑而止，你我之战，其实本座更想享受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战斗本身，场外纷扰徒乱心神，于道无益。严宗主炼狱之言，焚天灭地，本座心慕已久，何不赐教？严千烈觉得这女人怎么有点阴险呢？好的坏的都被你说完了，你师父这么教你做正道的？不过话倒是没错，严千烈心中豪雄之气顿生，果断把场外纷扰丢到了一边，哈哈大笑，不愧是邱无忌，看拳！狂暴无匹的烈焰之拳破空而来，火龙咆哮，狰狞凶狂。火龙凌空过处，数丈外的地面都尽是烧灼焦黑的痕迹。远处的邱无忌身形却变得模糊，秋水冥冥，融于夜空，仿佛四面八方都是邱无忌，连连水光淹没了火焰。枪！璀璨的剑芒在明月之下绽放，刚猛无匹的剑气划破了夜色，也划破了火焰。在外界津津乐道的水火之战，人们此刻才忽然想起，其实邱无忌不是水系修士，他是剑修，最刚猛、最凌厉、最是破灭一切的剑。轰！整座山头轰然炸开，冲天黑岩盘旋而起，黑夜、黑岩、黑暗的气场扭曲狂乱的空间。远处观战的修士们再也看不见交战中心是怎样的场景，只能看见一道璀璨的剑光在黑暗之中暴起，犹如夜空中永恒不坠的月，月华如水，悠悠散于人间，接山映水，远连苍天。作为修仙文，楚歌的打斗描写是很细的，这一章没打完，找了个点断章发布了。读者看得又是过瘾又是骂娘，既放下了心头大石，觉得这高潮写的还可以，同时也气断章哥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尼玛打架半途断章，还要不要人活了？然而楚歌这回并不是刻意断章的，他此刻的眼神前所未有的凝重，因为他在审阅自己写出去的打斗细节和刚才所见的是不是有所不同。原本细节不同很正常，尤其是邱无忌相关，他既已破戒堪真，有太多形式细节不再按照他书写的进行了，楚歌早已习惯。但如果严千烈也有细节不同呢？是因为邱无忌的不同引发的蝴蝶效应，应对邱无忌不同的公式自然引发严千烈的选择不同，还是因为严千烈也开始有挣脱天道的迹象了？这不可不查。严千烈的级别水准既然已经察觉天道的存在，那么有试图挣脱的尝试太正常不过。邱无忌能做到的，严千烈当然也有一定的可能做到。平日里没有发现，在这生死对决之时是不是有所表露了？结局有没有可能不按书写的走，彻底失控？楚歌慢慢在文档上写下新的一章，精神绷得紧紧，一刻都没有放过黑岩之中剑光火焰交错的一切。强大的修士们都看不见的细节，在他眼中纤毫毕现。你前些日子经常分魂遨游，不知所在。火焰之中，严千烈正在低语，本以为你可能耽误修行，想不到这次相见，你的修行更加凝实且精微，一切变化尽在心中，如月映水。邱无忌挥剑破开火焰，淡淡道：彼此，你的精微堪真也在我意料之外。所以严千烈眼里露出一丝很奇怪的神色，似是兴奋，也似是狰狞。你的万象幽影是绝对脱离云际宗概念的东西，世上不会有人想到，我也不知道天道是否想到，你在挣脱它，对吗？邱无忌神色一凛，就见严千烈的黑岩之中不知何时显出一丝白色，白色的火焰附着在邱无忌的剑身上，蔓延烧灼，化铁无声，只在眨眼间就循着本该隔绝一切火焰的秋水凝碧剑侵入邱无忌的经络里。我练的一些东西，天道知否？严千烈仰天狂笑，想控制我严千烈的命运，去你娘的老天！轰！白炎滔天，取代了夜色。邱无忌喷出一口鲜血，骇然跌退。这白炎他能压制，真正让他心中震战惊惶的是，严千烈发现了。他怎么能发现？这点心态上的颤动，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就是致败之因。严千烈岂能放过这个机会？他一声狂笑，恐怖的赤浪轰然冲霄，整座清风化成了虚无。处于烈焰正中的邱无忌只能展开防护，飞速撤离温度最高的终点。火光闪过，严千烈却已经拦在他退避的路径之后，眼里都是嗜血的狂暴。留下吧！魔手化拳，恐怖的烈芒就要轰在邱无忌背上。邱无忌眼里闪过神光，在半空中一个回旋，半残了的秋水凝碧剑骤然刺在拳头中央。轰！天崩地裂，大地狂笑，百里清风尽化废墟。他说我赢，我就会赢。邱无忌嘴角带着血迹，眼神坚定，你逃不过的。严千烈正在嘲讽，心神忽然一抽，他辛辛苦苦练就的白炎不知为何退化了，急剧变成了原先的黑炎，还孱弱了许多。一股无可与抗的威压降临，那是天道正在修正世界的走向，抹去本不应存在的超剧情功法。这对严千烈表面看上去没什么损害，但战斗中这么一来就太要命了，就像是拿着一把宝剑砍人，自以为削铁如泥，结果忽然断了，那一刻的反应谁都是破绽。孙策死于此，严千烈也是。噗的一声，
秋水凝碧剑重重刺入严千烈的心脏，烈焰停息，百里安宁。随着一声狂暴的呼啸，烈焰元神遁逃而去。邱无忌呕出一口鲜血，无力追逐，也懒得追。他抬头望月，仿佛能看见月亮中的笑脸。楚歌保存文档，发布了和实际战斗过程完全不同的章节，脸上却是轻松的笑意，说了我能帮你一击的吗？叫你别轻敌，回来打屁屁。楚歌看似轻松的说完，连邱无忌的反应都来不及等，精神迅速回归，人都快虚脱了，然后什么都不管了。高潮剧情读者是怎么反馈的也无所谓了，史无前例的大白天躺上床去，头一沾枕就睡了个昏天黑地。这是主动用变天基地大法干涉了世界，和以前那种被动性质的干涉，消耗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疲惫，但却亢奋，不仅是如神一般影响世间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帮上了邱无忌。一直隐隐挂念在心的不安在此彻底终结，楚歌睡得非常安稳，心中大石进去的舒畅。至于严千烈跑了，本来就要跑，这等级别的对手哪能简简单单一个决斗就死，将来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比如海对面相关。只不过跑路模式和自己设计的有了些不同，不同就不同吧，没工夫想了，睡觉。书中世界，邱无忌安静地站在那里，脸上还有受伤的苍白，血迹顺着嘴角淌下，却带着一丝古怪的神色，似嗔似喜，还有点脸红的羞赧。人们以为那是大意了差点被打败的羞愤，以及胜利的喜悦。没有人敢趁他受伤做些什么。严千烈的败北吹响了正道向魔道进攻的号角，周遭法宝光芒四射，喊杀声震天响起，正道修士席卷而去。这是此事正魔定鼎的重要节点，也象征着云际宗的霸权建立，邱无忌横压九州的开始。遥远的火域宗，一道亮丽的火雨穿透重重地底，直冲天际，绚丽的光芒划破夜色，落入万里之外的邱无忌手里。天道契约强制完成，人们这才想起邱无忌和严千烈的约战影子，只是为了这朱雀火雨。只是正魔之分，霸主之权由一根小小的火雨引发，造成了一系列的变局。其实邱无忌本心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发展，他最初真的只是仅仅想要交换火雨来布置4项大阵而已。如果严千烈愿意好好交换，而不是背地里算计各种幺蛾子，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搞得一大堆事烦死了。也许未必怪严千烈，是某父神既定的剧情。邱无忌看向严千烈遁走的方向，眼里居然有了几分同情。天道之下挣不脱得起，你我都是。严千烈察觉了，努力了，可徒劳无功。天道亲自下场，镇压了可能的变数。我也没好哪去，我回去还要被打屁屁呢。其实楚歌不插手，邱无忌觉得自己也未必会输，他还有压箱底手段没掏出来，当然可能会伤得更艰苦，也没必要去赌。他能帮忙，邱无忌心中还是很暖的。邱无忌心知，无论他含有多少修正剧情的目的，关心自己的目的肯定是占据第一，他都反反复复为此提醒多少次了，就怕自己出岔子。他这插手消耗也厉害吧？邱无忌望月，心思有些争冲。在别人眼中，就是任由远处乱象丛生，战火蔓延，他自望月无言，气度满满。宗主，左右长老们飞掠而来，看着邱无忌的目光里都是敬畏敬仰，纷纷躬身。宗主负了伤，此地战乱不便，还请回宗休养。邱无忌点了点头，没逞强，低声道：周遭人心叵测，不可尽信，周长老为我护法，护送回宗。是。明明是低声说着虚弱之言，这会儿人心之感反倒觉得自有威严，让人忍不住就要俯首从命。心理变化就是如此直观。另有长老低声问：宗主大败严千烈，火域宗志气被夺，是否发动人手，毕其功于一役，请宗主示下。邱无忌默然道：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立刻纠合正道盟友，对火域宗展开灭宗之战。严千烈的踪迹也劳烦关注搜寻。众人纷纷俯首，遵宗主命。邱无忌默默在铁杆心腹的护送之下，进了自家宗门守卫森严的密地，闭关疗伤。周长老还劝了一句：宗主前几次闭关似乎都惯于分魂遨游，此番还是留心些，集中精神为好。邱无忌面色微红，梗着脖子道：谁分魂了？才不分魂。他想得美，等着吧。周长老，您在说啥？楚歌一觉睡到半夜起来，饥肠辘辘的自己去磨豆浆喝。自从邱无忌来了，泡面这种食物就再也没出现在这租屋过。平时邱无忌不怎么吃饼干之类的，家里没备，这一时半会还没东西吃了。楚歌探头找了半天，打了个响指，钻进邱无忌屋里偷奶糖吃。还是秋秋好，人都不在这，奶还在滋养饥饿的楚歌宝宝。他受伤了，应该闭关去了，按照习惯，闭关的时候分魂就该出来了，说不定早上就可以等到他一起吃早饭。楚歌美美的喝着豆浆，坐回电脑前，打开后台看看新章状况。章说和书评数量非常爆炸，一时半会后台翻页都翻不过来。粗粗浏览一下，基本都是夸奖，似乎打赏还多了不少，盟主增加了好几个。这个结果并没出乎意料，挺正常的。这本书各方争雄，战斗是主题，一场铺垫了几十万字的决斗，只要你的比例足够把过程写精彩了，路人惊叹到位了，气氛渲染好了，最后战而胜之，就是一个完美的高潮。不枉了这么久的铺垫和期待感，读者喜欢很正常。虽然实际发生的战斗过程并非如此，那不重要，
小说终究是小说，楚哥一直有数。自从秋秋自传面世，现在更应该把自己的文字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分开看待了。有时候会自得其乐的想，如果大家能看见书中世界的直播，会不会怒喷不符合原著？这么一想还挺好玩。可惜书中世界的直播是永远不可能给人看的，就算自己想看都还难着呢。比如现在很想知道邱无忌受伤情况，心中再挂念也没用，这一时半会真的看不见了。哪怕睡了一大觉，变天机地大法的后遗症还没消，脑子还胀着，实在用不了第二次了。楚哥叹了口气，默默拿出海沙摁在眉心，手上握着棒珠，开始修行，争取早点恢复，早点看见秋秋，看能不能帮他一下。也许是因为这种极限使用能力的锻炼方式确实效果好，楚哥这次内视魂海，觉得虽然疲惫未复，倒是又壮大凝实了些。现在去测试精神力，应该是稳定5级，说不定6级了。不知道对应仙道修行该算什么水准。总之楚哥相信，以后再用变天基地大法干涉世界，应该会更轻松。这就是看得见的进步。楚哥静静地把金钟罩功法再度运转了36周天，睁开眼睛，天已大亮，探头去邱无忌房间一看，人还没来。楚哥有点不安起来，试着用刚刚恢复少许的精神沟通世界，能够感知到大致的反馈。邱无忌伤势无碍，既然无碍，你怎么不出来？也不是世界有了障碍，自己感知还是很清晰的，一切没变化。楚哥挠挠头，打开了文档写新章。新章特意加了一句：邱无忌疗伤之中，想起自己很久没分魂遨游了，是不是该出去看看外面怎样了？邱无忌闭关的密室里，邱无忌闭目疗伤，眉头忽然微挑，又强行平息下去，又往本座身体里塞东西。呸！楚哥在电脑面前期待了一阵，邱无忌还是没出来。他想了想，又写了一句：邱无忌在想，严千烈那种不敬天道的狂徒，当有此败，天道注视着你。邱无忌眉头再挑，我要疗伤，传什么小纸条了？再注视来注视去的，小心本座揍你。楚哥揣手手，好像能猜到发生什么了。是觉得被几番提醒，还是差点栽了，没面子见楚哥了，还是怕被打屁屁，躲着不来了？楚哥又好气又好笑，还说我传小纸条威震天下的邱宗主，您是离家出走的小女孩吗？知道邱无忌只是在撒娇，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楚哥便也不急了，慢悠悠地更新了章节，群里聊天扯屁了一阵子，告诉大家今天可能更新少点，理一理后续大纲。然后在大家一片支持理解中，狗作者去了黑屋。有些日子没去了，之前以为忠义常驻黑屋，后来才知道不是，忠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真正常驻黑屋的反倒是就近开饭店的金大厨夫妇，以及在黑屋里搞打金工作室的潘达。金大厨夫妇被荣夫虐了之后，开饭店坑同藏的心思少了，锻炼的心思多了，一来就看到夫妻俩在跑步，看似确实很用功。见到楚哥戴着3娃面具出现，夫妻俩挥手打招呼，楚哥回以挥手，没去打扰人家锻炼。态度相反的是潘达，胖子的小眼神上上下下的打量楚哥，又转头看看自己刚才群里说的话，楚大整理大纲应该的，今天不更都可以。潘达默默撤回了消息，换了一条短小哥没人性。潘达呀，就你在。3娃脑袋凑了过来，忠义呢？潘达故意不关群，让狗作者看群里的期待，斜睨着他道：忠哥本来就来的不多，3娃呀，你很闲吗？这大白天的跑过来，是不是有工作没做？楚哥摸着面具后的下巴，上班摸鱼不是常规吗？你比资本家还盯得凶啊！潘达忍气吞声，你是怎么做到看着我的屏幕说出这句话来的？啊，你自己都在挂机，跑到无关的书友群聊天摸鱼，还说我？潘达，你管这叫无关的书友群？操你！哦，对，这群可不就是操哥吗？算了，比脸皮厚估计是比不过这货刀枪不入的脸。潘达翻着白眼道：你有些日子没来了，我以为你锻炼也是几天热度就躺平，今天是干嘛来的？测一下精神力，那机器修好了没？潘达高兴起来，就这呀，说明很快就完事走人对不对？楚哥道：来都来了，当然锻炼一圈再走啊。潘达差点想冲着他的脸就是一拳。楚哥奇怪地看着他，胖子，今天不对劲啊，这么想赶我走，莫不是约了妹子？那也没什么必要瞒着兄弟啊，兄弟替你把关。免了。潘达没好气道：身为一个秋秋堂，我是不会背叛秋秋的。楚哥差点打了个趔趄，看他终于有反应了，潘达心情反倒好了起来，笑眯眯道：上去测吧，我帮你开关仪器。上次机器为什么坏掉，潘达不太清楚，心中暗道：这货玩刀枪不入的，精神力有1星就不错了，老子可是3星高手，到时候看看想个什么精神交流的办法，虐他一下，让他不更新。爹，潘达启动了仪器。楚哥熟门熟路的套着头盔，这次很有经验，知道收束精神不要去外放给书中世界，纯粹用自己精神力去对抗机器电波压力就完事了。潘达眼睁睁的看着机器的星星一个接一个的亮起，3星、4星、5星、6星半，接近7星才停。潘达目瞪口呆，这机器只测到12星，也就是说现在已知最强的精神力就是12星，结果这个玩肌肉的猛男活生生在自己面前刷到快7星。怎样？楚哥摘了头盔，探头看，不到7星啊，还是弱了点。潘达抽了抽嘴角，
忍着想揍人的情绪。是的，还需要努力。可能专注于工作会增加精神力吧。楚哥深有同感，胖子你这么卖力打金，精神力一定很高吧？潘达面无表情。这时钟义来了，上楼就拉走了楚哥。张其人已经去了日本，你知道吗？楚哥点点头，知道。前天的事儿，他临走给我发过一条微信。王家的案子虽然还没结，但眼见树倒猢狲散了。现在张其人的哥哥张孝仁俨然地下一哥，众星捧月，很是牛逼。你有没有兴趣弄他一手？楚哥打量着钟义，其人出国是你建议的？对，为了后续弄张家。那倒不是。话说回来，如果张家倒了，张其人在国外说不定反倒能躲过一劫。楚哥仰头想了想，叹了口气道：这事我就不参与了。现在月影在南疆，有他在，张家不过土鸡瓦狗，只看你们想弄到什么程度了。钟义点点头，行，你多休息，我问问黑屋其他人有没有想法参与一手。楚哥口头说来都来了，可以锻炼一下，实际倒没打算真锻炼，便想告辞。忽然想到什么，拉住钟义问：山涧茶楼你熟吗？钟义愣了愣，认识，怎么？可靠不？有没有什么不妥的？没有。钟义笑笑，这家还行，正经生意人，我也常去买茶的。你这么问，看来是发现他家茶具有点意思了，对吧？对。楚哥松了口气，山涧茶楼正是邱无忌交的朋友那个朱萌萌家的，既然卖的东西沾灵气，楚哥就有点放心不下，总担心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钟义怎么也是官方编外，有他这话在，多少安心几分。所以啊，那个离家出走的死女人，就是让爸爸费心，还不赶紧回家。楚哥又骑着小电驴嘟嘟嘟的回了家，一路沉思。潘达悲愤的过早了。其实楚哥真不是出来摸鱼，一是为了测一下精神力，二也是出来走走，换换脑子。马字是不能一直对着电脑枯坐的，他确实是需要构思新一卷剧情的。围绕着严千烈战败后的九州格局之变，在短期内是一个正道角魔，魔道奋起反抗的大洪流，其中的故事也很多。楚天歌等人也有很多精彩表现，还涌现了一批魔道豪杰，群像戏莫非如此。楚哥到家打开文档，略微整理了一下剧情安排和各个重要节点，就又开始想秋秋了。这新卷剧情和上一卷有个典型的变化，就是邱无忌的戏份将减少。他是高高在上的一代霸主了，没有太多需要露脸的镜头，属于传说级的人物。当然时不时还要出来秀一下的，否则秋秋堂们会造反。属于他的戏份主要是他需要的4项大阵，还缺最后一环白虎獠牙。玄武甲片是邱无忌自己之物，青龙退灵得自万蛇窟独守魔君之战，朱雀火羽刚刚获得4项大阵，只缺白虎之物，江湖传说是獠牙。此物的下落至今没有消息，是今后一段时期内邱无忌的主要目标。当然东西在哪，楚哥知道，唯有这一段大纲楚哥不想让他看，否则他要寻找的东西直接去拿了，剧情真乱套了。并且其实楚哥以后都不想给他多看剧情了。和严千烈的战斗给楚哥敲响了警钟。或许邱无忌没有他写了我就一定赢的盲目自信，林迪还是很认真的，但必然会有一种我都看过了，对方的伎俩我都很熟悉的认知，一旦出现脱离剧情的变数，比如那白色火焰，必然猝不及防，这种坑在将来很容易又跳一次的，因为这是人性问题，最好是断绝了这个可能，别再让他看了。好在之前重整大纲就没把大部分事情整理好，如今等于重编，邱无忌大部分事情还是不知道，那就继续让他不知道，文档加密，以后不许他看。而邱无忌的戏份减少，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这边。嘻嘻，计划通，死傲娇妹快点回来了，想你了。楚哥理好文档，闭上眼睛，再度尝试变天基地大法，定位邱无忌所在。血色与火光映红了这片天空，喊杀声、怒骂声、惨叫声抽离而悠远。楚哥的意识蓦然掠过，犹如天道悠悠，看着众生生死悲欢，毫无涟漪。意识穿过山河，进入幽影包围的云际山，穿过绿水青山，抵达邱无忌的密室。邱无忌猛地睁开眼睛，先手下意识摸上了剑柄，继而眼睁睁看着楚哥的虚影出现在面前，两人面面相觑。是你啊？邱无忌撇嘴。回家了。天道说。邱无忌一把掀翻天道虚影，剑鞘冲着屁股噼里啪啦一顿抽，叫你偷窥我。楚哥被这仙下手为强抽的人都懵了，哇哇大叫，还说严千烈不敬天道，这世上最亵渎天道的人明明是你邱无忌。气急败坏的楚哥心念一动，试着能不能让这片空间失去法则。邱无忌瞪大了眼睛，他发现自己抽人的手忽然没力气了。天道逆袭，将威震天下的邱宗主一把掀翻，大手啪的抽了下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天罚。啪的一声，回音清脆，波浪翻涌，一弹一弹，空气瞬间安静，两人同时待在那里。隔了好几秒，楚哥才悄咪咪的挪开摁在上面回味的手掌，干咳道：所以你觉得是躲在这里好点，还是在外面好点？邱无忌暴跳如雷，下一刻电脑前的楚哥就被揪起了耳朵。你真敢打我屁股，你下流。楚哥被揪着耳朵歪着头，却没起身，似笑非笑的看这怒气冲冲的邱无忌。邱无忌气得胸膛起伏，银牙紧咬，眼里的火都快喷出来了似的，切齿道：姓楚的，喂，你打我屁股不说你下流，我打你就下流了。楚哥懒洋洋道：这一拳万年功力吗？
邱无忌傻了一下，才想起下意识先用打屁股来提前反击的正是自己。反正我可以打，你不能打。邱无忌开始耍赖。楚歌站起身来，转过屁股，既然你那么想摸，那就给你摸摸。大屁股在面前摇晃，邱无忌几乎是本能的飞起一脚，楚歌凭沙落雁飞到了床上，趴着不动了。邱无忌道：不好意思，你姿势摆得这么好，我没忍住。楚歌，他翻身而起，坐在床沿斜睨邱无忌，上上下下看了半天，才懒懒道：邱宗主称霸九州仙道，现在能了呀，敢离家出走了呀。邱无忌板着脸后退半步，眼珠子无意识地转啊转，是不是自己也知道错了？楚歌也把脸一板，错在哪了？邱无忌还是后退，底气不足啊，真是被他帮了忙，说被救了也不夸张，不然哪来的称霸九州哦？别说胜负了，但凡受伤的更严重些，此时的局面都没这么好。还是在他反复提醒不要大意，不要轻敌，早点回去备战的前提下，真的跟老父亲一样絮叨了多少次了，结果还是这。邱无忌觉得非常没面子，没脸见他，更觉得屁股发痒，好像挨揍也应该，所以离家出走啊。见他小心后退的难得怂样，楚歌心里有点乐，面上还是板着脸，退什么退，我还能比严千烈可怕不成？他能杀人，我能咋地？过来。邱无忌觉得你比严千烈可怕多了，你能吃人。终究心虚气短，邱无忌还是微微撅着嘴走了过去，口中道：不许打我。那知道错了没？知道了啦，师父。邱无忌终于软化，我看了太多剧情，总以为了解他一切手段，现在方知我能看真，他也能，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以致误判。以后我不看剧情了，不是好事。我说的是这个吗？楚歌继续发扬夫纲，为了帮某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为师精神透支，险些昏厥，然后就换来避而不见，离家出走。邱无忌，你没良心！邱无忌，我怎么就不信你精神透支，险些昏厥呢？不过说来恐怕也差不多，最多夸张了点。他初学炸炼变天基地，精神观察世界都头昏脑胀，何况镇压严千烈，修正剧情，恐怕确实挺疲惫。这么一想，还真有些不好意思。邱无忌讷讷道：好了，今天给你炖鸡汤补补，赔个罪。我要的是鸡汤吗？楚歌还是板着脸坐过来。邱无忌挨着半边屁股坐在床沿，离他1尺，警惕地道：不许打我屁股。楚歌乐了，干咳道：我打你干什么？你看师傅劳心劳力的，是不是该捏捏肩？感情您折腾了半天，还是冲着这目标啊？邱无忌有些哭笑不得，这算你出心是吧？他这会儿倒是觉得和打屁股对比，这真不算是。如果他真的精神透支昏厥的话，邱无忌犹豫了一下，还是撅着嘴把手探了上去，转身。楚歌藏着一肚子笑意转过身，邱无忌果然老老实实开始捏肩，口中柔声道：好了，瞧你那副小孩子被欺负了要补偿的样儿。谁才是小孩子啊？喂！楚歌想了一下，好像两个人都是。不管了，秋秋捏肩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好舒服啊！他对人体肌肉和经络的认知碾压世上所有人，这肩膀捏起来的舒服程度简直言语无法形容，太爽了有没有？更爽的在心理上。刚刚击败强敌，威震九州群雄俯首的仙道霸主，委委屈屈小媳妇似的在这捏肩，这不是初心，这叫调教好不好？要不服刚怎么震？哼哼！却听邱无忌道：你呀，不要满脑子骗女人捏肩，好好想想，既然严千烈已经察觉并试图挣脱天道了，世上是不是还会有其他人如此？你可别翻车。楚歌道：最想挑战天道让我翻车的不是你吗？邱无忌怔了怔，却听楚歌续道：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和严千烈他们算是盟友才对，一起挑战我这个大 boss， 大家挣脱束缚，把握命运，从此天高海阔什么的。邱无忌默默捏着肩，低声道：其实是的。两人一时无言。过了好一阵子，邱无忌才咕哝：谁叫这个大 boss 这么讨人厌？潜台词：谁叫这个大 boss 这么好，把我策反了？楚歌装着没听懂，叹气道：说我是 boss， 我是冤的，我只不过写书赚钱，招谁惹谁了？邱无忌点了点头，在他的角度上才真有点无妄之灾的意思。谁想得到写本小说，结果世界成真，人物造反，还委委屈屈被拿剑架在脖子上改剧情。楚歌有些小疲惫的往后靠，邱无忌没拒绝，任他靠在自己身上，转而捏太阳穴。楚歌舒服的靠在云际山间，却无心体验柔软香甜，低声道：秋秋，我很矛盾，我不是什么大 boss， 妄图操纵别人的喜怒哀乐，不仅是对你，甚至对严千烈，我都觉得想要挣脱是非常应该的，将心比心，谁也受不了，对吧？但你我都有种感觉，一旦彻底乱套，我很可能出岔子，至少以我目前的精神力量，无法承受这样的紊乱或崩溃。邱无忌嗯了一声，正是因为这种预感，他才不敢胡乱去更改剧情，比如跑去杀了楚天歌之类的，曾经脑子里一闪而过这样的念头，完全不敢去付诸实施。那很可能不是在杀楚天歌，是在杀楚歌了。最可能导致的是天道降临修正，然后变成了自己和楚歌的决战，必有一方完犊子。不能这么做。但他邱无忌能控制，小心翼翼地从其他边边角角试图改变挣脱，别人可没这尺度。别人的所谓小心，无非是躲避天道察觉，一旦觉得有能力挑战了，第一时间就是撕天，毋庸置疑。所以你我本来是敌人啊。邱无忌低声道：创造世界的神和想要把握自己命运的修真者，在别人的故事里，这是人定胜天的故事。
所以，你其实一直在帮我挑战你自己。我讨厌那种狗血，我是写爽文的，不是来纠结的。楚哥很是肯定地说着，我确定我们本质上是没有冲突，可以并存的。只不过时间提前才导致了一些麻烦，只要到了一定的程度，世界大可自我运转。到那时候，所谓创世神功成身退，带着我家秋秋双宿双飞去。邱无忌怒道：呸！谁和你双宿双飞？你梦没醒吗？一边让他靠在自己身上捏着太阳穴，一边说这话，邱无忌自己都觉得没什么说服力，恼羞成怒的把他推开。够了没？去吃饭。楚哥坐直身子，认真的看着他。秋秋，是你出来，真好。我在想，如果炎千烈之流跑出来了，这世界会变得怎样？邱无忌微微一怔，慢慢瞪大了眼睛。女主角从书里跑出来了怎么办？好像没怎么办，大家可以求同存异，达成妥协。你有本事就泡女主角谈恋爱啊！真正要命的是，男反派从书里跑出来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其实男反派出来了也不难办。时间临近中午，邱无忌没打算炖鸡了，打电话喊了外卖，顺便换了一桶液化气。打完电话回到房间，看着似乎还有些纠结的楚哥，邱无忌忽然说了这么一句。楚哥愣了愣，怎么？报警把他抓了？不是。邱无忌一本正经道，你可以修改设定，把他变成女孩子，或者是修改人物性格，把他变成男童，你就可以发挥你的优势了。楚哥的神色变得非常古怪，你们就可以同时操戈了是吧？邱无忌冷笑道，你后宫文写多了吗？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楚哥气道，我才要问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还有，我不是男童。邱无忌神色变得危险，狠狠道，本座管你是不是？那时候本座一剑把你们的狗头斩了，才是大自在大解脱，免得像现在还要被欺负，不是打屁股就是捏捏肩的。楚哥眨巴眨巴眼睛，忽然笑了，你现在也可以斩啊。邱无忌偏过头，哼哼唧唧道，本座怕世界毁灭，是舍不得世界吗？楚哥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下意识的又伸手去抚他鬓角。邱无忌后退半步，别打蛇随棍上啊，一天天的不动手动脚就不会说话了是吗？看出他眼中的慌乱，楚哥柔声道，难道不是舍不得我？邱无忌急了，少点臭美行吗？父神，他做事欲打，我还敢打你呢？鬼才舍不得你，死了最好。楚哥伸手握住了他的小拳头，低声道，秋秋，知道这次我为什么急了，总想惩罚你吗？邱无忌挣扎着手腕，怒道，不就是下流好色，找借口欺负小徒弟小助理，还能怎么的？楚哥摇了摇头，出神的抬头想了想，我知道你是去决战的，从来心中就不安，我害怕你经历那样的生死瞬间，害怕掌控不了一切，害怕你会出岔子，你回去了，我就死命想要看着，担心每一个变故。邱无忌挣扎的动作慢慢轻了下来，怔怔看着他不说话了。他没有一字虚言，他的担忧早在1个月前就在体现。这决战是我写出来的剧情，我心中甚至有悔意，不应该写我家秋秋和别人决战，尤其我为了拉高严千烈的逼格，还把他写得特别厉害。主角一辈子到完本遇到的对手，能比严千烈厉害的都数不出一掌。你一回去，我就坐立不安，总觉得如果出了事，算不算是我害了你？邱无忌抿嘴道，没那么夸张了，我怕你出岔子，反复叮嘱，可你还是出了。虽然出岔子的方向不是因为轻敌，可能不怪你，但我就是想揍你，都那样叮嘱了。楚哥声音都有些颤抖，他是真的后怕。你真出事，我怎么办？邱无忌眼波渐渐化成秋水，盈盈凝注在他脸上。我真出事了，你不是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怎么过日子吗？以前20-30年都过来了，还能怎么办？可这话终究没有说出来，他自己也觉得心中软软的，说不出话来。有惊无险，严千烈的变数是镇压了，可你还是伤了。我担忧你的伤情一醒来就感应世界，怕你出不来，不知你的现状到底怎么样。楚哥低声叹息着，我精神疲惫，实在进不去了，心急如焚又没办法。写书找你，你不理我，我真生气，你知道吗？那种隔着2界无可奈何不得见的感觉，我真的不想经历了。邱无忌眼睁睁地看着他抚上鬓角，又眼睁睁看着他整个人抱了过来，抱得紧紧，耳边还传来他的呢喃，你没事，还能出来，真好。邱无忌闭上了眼睛，清晰地看着自己的动作，反抱过去，靠在他的胸膛。他抱得如此用力，仿佛稍微松手就会失去。他的心跳有些急促，扑通扑通的，自己的心跳也是。他的气息很好闻，当然好闻，我洗的衣服。邱无忌不想说话，好像听着他的心跳就是在听他说话，听他的心如此真实。我好像真的恋爱了，傲娇的心骗自己，骗不过去，都是他耍赖皮，写了一句如果要找男人，那就找创世之父神，然后就被这登徒子父神吃得死死的。此天耍赖，非战之罪。他的脑袋又开始动了，顺着发梢下来，掠过了脸颊，有种触电的感觉，麻麻的。邱无忌心中急剧的跳了起来，却发现自己变得迟钝，第一时间的分筋错骨就地被摔，怎么都忘了，连个闪避的本能都失去，在砰砰心跳之中被他找到了唇角轻触，电流瞬间炸开，蔓延全身，麻痹魂海。邱无忌还来不及做任何事，唇就被他贴得紧紧，用力亲吻。他只能下意识紧紧咬牙抿着唇，瞪大着眼睛，发出呜呜的声音，似是警告不许。可连自己听着都无力，纤手推着他的胸膛也如此无力。楚哥的动作也很笨拙，
脑子也很空。他不是故意的，情难自禁就是如此。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也没有做过今天要吻她的任何心理准备，自然而然就这么发生了。他没推开，真的在亲。这是秋秋的初吻，也是楚歌的。两个茫然无措的男女做着最本能的反应，双方都紧张而无措，身子都下意识绷得紧紧，口鼻屏息，如同战争。叮铃铃，门铃响了，送外卖的。两人触电般分开，各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也不知道是该责怪这外卖呢，还是该感谢他让大家稍微缓冲一下。两个人都快傻了，已经完全失去了思维。可是看着秋无忌绯红的面庞，红润的唇，眼中的春水，楚歌还是觉得这是最美的秋无忌。还不快去开门！秋无忌恼羞成怒的飞起一脚，看你可怜，别以为可以随随便便轻薄我。楚歌笑了，遵命。这一刻的心情实在太好了。外卖小哥或许从来没见过这么礼貌的客户，开着门哼着歌，笑眯眯的接过外卖，还反复说谢谢啊，要不要吃颗糖？外卖小哥莫名其妙，还吃糖呢？您结婚？可还是被这笑容感染了，不客气不客气，给个好评就好。那必须的。楚歌直接打开 app， 当场就给了个5星好评。这个时间简直有求必应，谁来借钱就趁这时候了。转头一看，秋无忌已经躲到屋里不出来了。吃饭了。楚歌敲门。不吃，有什么好吃的？秋无忌在里面发脾气。楚歌笑眯眯的也不以为意，拆开包装笑道，今天的红烧排骨品相不错哦。砰，房门开了，秋无忌绷着脸坐到了对面。我看也一般。那当然没有我家秋秋做的好吃。我看你是想把做的2个字删掉吧。楚歌咦了一声，觉得很有道理，什么东西能有秋秋的唇那么甜啊？但这话还是别说了，闷声发大财。秋无忌看他那笑眯眯的模样就来气，气鼓鼓的吃了饭，食不甘味。不好吃，以后不叫外卖了，我自己做排骨。是，不许看着我的嘴巴说话，我又不是排骨。楚歌低头扒饭。秋无忌撅嘴又回了房，生气，生的不是楚歌的气，是自己。怎么就猪油蒙了心，被他得手了呢？现在看他的脸都尴尬，他不管说什么都感觉不怀好意，怎么办？争冲的坐在桌前想了一阵，秋无忌轻声叹了口气。可是被他亲着，真的不反感啊？是真的喜欢他吗？可是真敢说喜欢他，他就一定会打蛇随棍上，做出更多色色的事情。秋无忌掏出手机咨询闺蜜，萌，朱萌萌啊，怎么啦？下午来喝茶吗？我们新到了一批秋茶，很好的。不是，萌萌，你男女经验很丰富是吧？喂，熟归熟，乱说话一样告你诽谤啊，也不是很丰富啦。请务必模仿男人让人生气的语气，让我打消一下恋爱的冲动。朱萌萌沉默片刻，噼里啪啦的发来一大堆。吃了没？早点睡，这个东西有点贵。没电了，刚开机，刚才一直在想你。我有事，刚忙完，忙了一天，我很累。我爱你。怎么会？那个女孩是我妹。你别闹，真没有，就是一起喝点酒。喝多了，乱说的，我们只是好朋友。你干嘛？对不起，我也不知错哪里。你很好，我不配。OK， 宝贝，下一位。还要吗？朱萌萌问。秋无忌目瞪口呆，这里每一句代入一下都让人拳头握紧，这世界的男人好可怕。朱萌萌谆谆教导，恋爱就是战争，我们要做的是这些话由我们说，而不是臭男人说，谁说谁赢。秋无忌默默浏览了一阵子，忽然笑了起来，他慢慢回复，可是萌萌，他从来不会说这些话，一个字都没符合过，所以你是在助攻吗？朱萌萌傻了，这年头还有这么好的男人？不对，他没得手当然好了，得手后就不一样了。怎么算得手？本萌打赌，同居后就包他变脸。同居吗？秋无忌抬头想了好一阵子，灿然一笑，早就同居了，他真没有过。朱萌萌，你男朋友哪买的？介绍我一个。秋无忌靠在椅背上想了好久，低声自语，那就练吧。此时楚歌乐呵呵的收拾了外卖盒，又乐呵呵的坐回电脑前傻乐。说好的今天整理大纲，文档摆在那里，自在看楚歌，楚歌不知道在看啥，心思全飘没了。亲他了，好甜，好柔软。具体什么味道太紧张，没好好感觉，好想再体验一遍啊。阅片千百部，怎么临场就把链子掉光了，全不会了呢？下次机会要到什么时候？哇正搁那时而乐呵时而后悔的原地 TP， 身边香风拂过，秋无忌又倒了杯茶放在他身边。大纲卡住了。秋无忌柔声问。楚歌被他柔柔的声音弄得一阵错愕，你刚才还傲娇发脾气呢。秋无忌说了一句温柔的话，好像自己也很不习惯，脸颊微红，目光飘忽的看文档。如果卡住了不要勉强，有的可以和我讨论一下吗？或者出去走走。楚歌想想也对，虽说现在不想让他知道剧情，不过和他讨论一下，汲取灵感是完全没问题的。秋无忌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书中人，对那个世界的熟悉以及格局推演之类的，他有身为一代宗主的思考，完全可以参谋。他倒也灵醒，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那完全可以一边出去走走，一边和你讨论吗？秋无忌很是满意他的上道，让自己这个求逛街变得没那么明显，
是他要求出去走走的，本座勉为其难的答应了。楚哥便去厨房拿了外卖垃圾袋，和邱无忌一起出门。等电梯的时候，邱无忌看了看他的手，没说话。楚哥立刻把垃圾袋换了只手拎，握住了他的小手。邱无忌嘴角弯起了笑意。站在电梯里，两个人都同时感到了一种之前没感受过的暗示之感，好像周遭无人，空间狭小，很有一种想贴贴的冲动。怪了，以前怎么没这种感觉？楚哥喉头咕嘟一下，直勾勾地看着上方的监控不说话。邱无忌也板着脸看着监控不说话。其实他可以让监控拍不到。正有些犹豫，叮的一声，电梯到了。邱无忌，楼层真低。楚哥，邱无忌马尾一甩，一跳一跳地拉着楚哥出了门。去哪逛？楚哥想了一想，我们既然聊剧情，那就去安静的地方，比如江滨公园。晚上可能散步的多，大下午的应该没什么人。邱无忌想起曾经搜索带女孩去哪玩的时候有过逛公园的答案，便高兴起来，那就去公园。公园略有点远。楚哥骑上了小电驴，邱无忌很自然地坐了上去，然后很自然地双手环上了他的腰。楚哥反倒僵了一僵，以前一直试图让邱无忌抱着腰，都不敢说，怕他觉得图谋不轨要被打。今天居然主动抱了，还抱得如此自然，自然得甚至让自己觉得多问都是傻逼。其实邱无忌不但想抱，还很想试试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把脑袋靠在男人的背上，感觉那样好甜蜜。就是一时半会还拉不下脸来，万一这白痴问一句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那才叫想打人。不靠了，哼。不过抱着还是很舒服的，起码手有地方放了。他的腹肌还可以，这些日子锻炼的不错。邱无忌摸了摸，楚哥闷声道：别摸了。邱无忌立刻回应：为师在检查你这些时日的锻炼成果。你想哪去了？我什么都没想，只是告诉你这么摸会痒，我在骑车。邱无忌差点改摸为掐，脸红如血。白痴，大白痴。哎，楚哥忽然问，那个什么萌萌，改天介绍认识一下吧。邱无忌警觉，你要干嘛？没干嘛呀，你的朋友我不认识说不过去吧，起码认的人。邱无忌没想为什么我的朋友你不认识说不过去这种事，好像确实是应该认识的，只是问你以前都没说，怎么忽然想起这来了？我问了钟意，确认了一下这家人可靠不，他说可以。邱无忌哼哼，我看人还需要他说，仙道鬼域我不敢说，凡人有没有恶意那可太容易分辨了，就像当初本座一眼看出你没有恶意一样。说了一半忽然住了口，感觉你还不如有恶意呢，我也不用像现在这么纠结。话说你一天到晚想色色的事情算不算恶意？对了，那时候骗我穿情去镂空算不算恶意？楚哥哪知道他在想什么，笑道：想到你刚出来那会儿，真是恍如隔世。是啊，邱无忌看着天上白云，眼里有些回忆。那时候想要一剑砍了他的心情，终究慢慢变成了现在这副德行，坐在他的车后座，环着他的腰，还很开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以他能回首万年的记忆力都记不清，似乎也没有必要记清，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两人到了公园，牵手漫步在园中。下午果然没什么人，相对清静。出乎楚哥意料的是，倒是有三三两两的情侣在树荫下牵着手逛，看来大家都想的差不多，他们也是其中一对，融入其中就成了风景之一。这里挺漂亮的呀。邱无忌有些意外的高兴。青石小径，树木成荫，树叶已经发黄，偶有落叶飘荡，他在小径上沙沙作响。边上就是南江水，静谧东流，清淌入海，阳光之下水波粼粼，尽是秋意。秋天是属于邱无忌的季节，他从来这么认为。楚哥也这么认为，公园也就一般打造，主要因为这是你的季节，最美的季节。邱无忌转头看他，眼里都是喜意。最了解我的男人。什么？这不是好事？谁说这不是好事了？两人手牵手，一路顺着林荫道往里走，一时都没说话，都在享受江畔的秋风徐来，公园里的清香和恋爱的腐臭。为了聊剧情，谁聊那鬼东西？越往里走，就越常看见树荫下的青石凳上，小男女坐在那儿相拥私语，还有女孩子靠在男孩子肩上休息，男孩子犹犹豫豫的想偷偷去亲女孩的脸。邱无忌露出了姨母笑，这多好。继续往前走，就看见另一对小男女，也是女孩子靠在男孩子肩头休息假寐，男的在玩手机。邱无忌撇了撇嘴，简直看见了自己和楚哥将来的演变过程，很想对楚哥说你以后不许这样，可张了张嘴又说不出来。有些负气的想起曾几何时他带自己出去玩，看见其他男女亲热，总是坐立不安，如坐针毡的，现在这心情是怎么回事？却听楚哥低声道，那是个笨蛋啊。邱无忌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楚哥以为他没听清，便附耳凑近，我说那男的是笨蛋。耳朵凑近，痒痒的，邱无忌心里也痒痒的，横了他一眼，如果是你会怎样？水似眼波横。楚哥觉得这眼神怎么能挠人心呢？一瞬间就觉得自己有点口渴，却不敢回答这话。说那男的是笨蛋已经很明示了，难道明说我要亲你？平白挨打吗？笨蛋，你才是笨蛋。邱无忌压着心中的躁动，走啊走，前面有空着的青石凳，他便停下脚步，我累了。楚哥忙道，那我们也坐会。青石凳明明挺长，两人还是挨着坐了，
反正别人也是挨着做的，随大流，没毛病。刚才问你话呢。邱无忌又道，如果是你会怎么做？楚歌缩头，会那个亲一下，是这样吗？邱无忌忽然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子，在楚歌惊恐的眼神中恶狠狠地吻了下去。楚歌人都傻了。邱宗主，您在干嘛呀？邱宗主。邱无忌也不知道怎么亲，贴了一下子，很快又分开，强自压着心中乱跳的感觉，板着脸道，本座觉得你很可爱，玩玩，那什么表情？说完又补了一句，臭的一般。楚歌悲愤地看着邱无忌，眼神蠢蠢欲动。你一个1万岁的年轻姑娘，来骗，来偷袭我这个28岁的老人家。刚才傻了，没感觉到，咱们再来。时机一去不复返，这次邱宗主警惕地做出了防御姿态，本座可以玩，你不许起歹心，不然揍你。楚歌抓狂，邱无忌你，我怎么了？邱无忌望天，一报还一报，你昨天偷袭我，今天我偷袭你，扯平。楚歌又好气又好笑，好，意思是我下次再偷袭你，你再还我一次对吧？你怎么觉得这还挺有情调的？秋秋好会。见他的表情从悲愤变成笑眯眯的模样，邱无忌反倒有些不自在起来，不知道这厮肚子里又在想什么写书人的肮脏事了。邱宗主果断转移了话题，你那个大纲啊？楚歌笑眯眯道，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不需要讨论了。邱无忌。楚歌道，秋秋亲一口就顿时文思泉涌，那个世界的一切都渡入我的心中，何须言语。邱无忌柳眉倒竖。楚歌絮道，秋秋亲2口，大纲就变细纲了，秋秋亲3口，熬。做白日梦的楚歌大大被女助理反检捉手擒获，要不要为师丢你到南江里洗个澡冷静一下？楚歌悲愤，你打断了直接完本的机会。邱无忌哭笑不得。楚歌道，别揪着我了，说起南江，我记得以前这里有泛舟的服务，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泛舟？是啊，租条小船在上面荡，早年是有的，好久没来了，我们去问问。邱无忌大感兴趣，神念清扫，果然看见远处有人泛舟，便直接拉着楚歌跑了过去。到了近前一看，划船是有，只是划船区域被隔得一片小小的，犹如池塘，无法往外划。楚歌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却也理解为什么，不然客人瞬间划没了，责任可不轻。之前以为没有了，就是因为这个还能有就不错了。转头看看邱无忌，目露征询。楚歌可不知道邱无忌这种遨游四海的修士对这种躲在一个小池塘里的泛舟会不会有兴趣。结果邱无忌兴致勃勃，这个好玩，我们划船吧。好烈！楚歌当然没意见，很快买了票，两人套上救生马甲，兴冲冲地上了一条小破船。旁边工作人员笑道，要不要教？楚歌霸气挥手，不就是划船吗？简单。船桨在岸边一点，小船轻溜溜地飞窜老远。工作人员倒有些啧舌，这男的力气挺大哈。然后就看见了保留节目，楚歌大力划桨，划的汗都流下来了，那小船就是不走，在原地滴溜溜打转转。工作人员咧起了嘴，没关系，多的是小男女就在这打转转一下午都很开心，能一起摸索着让小船正确前进时的笑容更开心，会不会划一点都不重要。那边楚歌很没面子，一个劲地道，我以前划过，明明那时候会划的，太久没划忘了。邱无忌就支着下巴笑盈盈地看他，就你还南方人，海边城市，住在江边，嘻嘻。看他狼狈的样子，好萌啊。他倒是会划，闯荡江湖时就曾泛舟于湖，仙道有成后就更不需要这个了，力的作用在他眼里纤毫毕现，想让船怎么走就怎么走。但他却没打算接过桨，看楚歌滴溜溜的样子太好玩了。求我呀，我会啊。楚歌就是死撑这是男人的活的死面子，满头大汗，就是不求他帮，自己折腾来折腾去的，居然还真被他画出门道来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看小船悠悠往前走了一段的样子，楚歌很是高兴的笑，你看你看，说了我会划的吧。邱无忌只是笑，江风这么舒服，男人这么可爱，这个下午心情好好。楚歌就不一样了，他只要看见邱无忌的笑容，心情就很好。他又划拉了一阵，这回真的渐渐找到感觉了，吁了口气，悠然轻滑，笑道，说了我可以的吧。好啦好啦，你当然可以啊，我家师傅当然是最棒的。邱无忌看他那模样就想笑，满头都是汗，就顾着问自己行不行。男人不能说不行是吧？听邱无忌说最棒的，楚歌一下就乐了，划船的劲儿都足了3分，看得见手臂的肌肉开始鼓了起来，吭哧吭哧的加大了力度。小船如箭超过了旁边另一艘船，那边的男人呸了一声，奋起追逐。其实没什么好追的，因为到边缘了，一层一层的救生圈环绕着过不去。楚歌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笨拙的转头，那边别人早就麻溜转头先走了，还给了一个菜鸡的手势。楚歌哈的一笑，正要去追，却忽然愣住了。坐在面前的邱无忌探身过来，手上拿着纸巾轻轻擦拭他额角的汗水，口中还嗔怪地说着，几岁的人了，还和人争这种没意义的短长，赢了又怎样？看着他嗔怪的神色，轻柔的擦拭，温柔的如同姐姐般的口吻，那眼里的柔光就像这粼粼江水一样。楚歌怔怔地坐在那里，连划船的力气都失去了，只是木木地撇着桨，也不管小船荡到哪里。我要和人争短长，当然只是在喜欢的姑娘面前争面子而已，但是现在还有必要吗？日渐西斜，
黄昏的霞光映在江水，色彩有些老照片的昏黄之意。江水波光之中，女子轻柔地给划船的男人擦拭汗水。从江边看去，对着夕阳，两人的轮廓一片昏暗，面貌都模糊不清，但那副美丽就像画中走出来一样。江边摄影的老者眼中似有追念，多少年前的青春，好像也是这样的。女子收起纸巾，也拿起了桨，轻声笑道：“此来有你，归去有我。”男子微微一笑，自当携手。去。老者怀疑自己幻听，这世界还有人这样对话？你们还真是画中人走出来了不成？却见男女同时荡起了桨，楚歌一改来时奋勇的画风，轻轻荡荡，邱无忌也仿佛只是随手划着，可两人的动作却有了一种韵律的和谐，看着很是舒服。隐隐还传来楚歌的歌声：“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邱无忌一手划桨，一手托腮，美目一眨不眨，笑盈盈的看着他，似是觉得他唱歌也很可爱，还挺好听的呢。以前还从来没听他正儿八经的唱歌，也就哼哼小曲子，原来他会唱啊。小船儿悠悠飘荡在水中，歌声里的小船悠悠绕着池塘又晃荡了一圈，悠悠然返回岸边。老者看见了画中人的脸，男的英俊挺拔，女的绝美飘逸，两人携手路过身边，真如画中走出来一样。只可惜接下去的话有那么点破坏意境，今天玩的迟了，来不及买菜，晚上不做饭了。出来玩了，当然外面吃。打算吃什么去？我看见那边宣传单，披萨这东西好吃吗？我看图上就像煎饼加点料，不管好吃不好吃，你没吃过的都去试试呗。不好吃打你。声音一路远去，老者回首相送，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年轻真好，这就是个大烘饼。必胜客里，邱无忌脖子围着个小餐巾，手持刀叉愤愤然，一块烘饼加点火腿，涂上那种奇怪的酱，为什么就要卖这么贵？楚哥不知道怎么解释，半晌才憋出一句：就算是品牌价值吧。就像那天吃的炸鸡，自己买回去炸也便宜很多。所以就是专坑你这种懒汉的吗？不，楚哥诚恳道，专坑想带女孩子或者小孩子出来吃东西的。如果我自己去吃肯德基，起码会看看星期几。邱无忌能不能退货？不能。你要码多少字才能换这一块饼？邱无忌心疼的要死，小心的刮着饼上各种奇奇怪怪的配料和白酱，这一刮了多少钱，就为了吃块饼。楚哥又有点恍惚，不知道这是女儿还是妈。当年第一次磨着老妈带自己吃必胜客的时候，好像他也差不多这表现。吃饼还要刀子叉子，邱无忌还在哼哼唧唧，用的都难受。楚哥哑然失笑，你可以用手拿的。邱无忌左右看看，别人都在用叉子，狐疑地道，可以吗？我的邱无忌行事何须向别人解释？楚哥悠悠道，你尽管用手，不会有人笑你的。邱无忌便真的丢了刀叉，用手拿饼，浅浅咬了一口，露出了小酒窝，这样吃舒服多了，虽然也不怎么好吃。偷眼看看周围，果然没人笑他，偶尔有人眼睛往这边飘，露出的却是艳羡之意。邱无忌有些不解，他们羡慕我用手吃吗？那他们自己为什么不用？楚哥笑笑，这年头大家不太在乎这个了，爱怎么吃怎么吃，还用刀叉不过因氛围而已，不像早年刀叉拿错都会被鄙视的年代了，何况气质美女做什么都是对的，人们只会觉得你很潇洒。侍者端上了牛排，滋的一声，盖子掀开，油花四溅。楚哥的话语卡在喉咙里，邱无忌的笑容有点僵，侍者眼里也有些笑意。您继续用手啊。却见楚哥慢条斯理的笑笑，麻烦牛排挪我这边。侍者便挪了过去。楚哥举起刀叉，悠悠的切了小块，插起一块递到对面邱无忌嘴边。啊！邱无忌啊呜一声张口叼走，眼睛迅速变成了月牙。侍者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迅速跑路。我给你们送牛排，你们给我送狗粮，当个人好吗？那边楚哥自己不吃，麻利的把牛排切得一小块一小块，全部切好了，推到邱无忌面前，微笑道：不爱吃那饼就给我吧，牛排应该还行。邱无忌确实觉得牛排比披萨好吃，有些犹豫的看着自己手上的小半块饼，我咬过的。楚哥毫不在乎的拿了过来，含糊不清的咕哝，嘴巴都啃过了，还差吃块饼。邱无忌红着脸四下看了一眼，见没人注意，又气鼓鼓的瞪他。楚哥只是微笑吃饼，你什么时候啃过了？梦里吗？邱无忌咕哝了一句，却没继续，拿着小叉子插牛排吃。他切得真细致，好吃。我说。邱无忌嚼着牛排，咕哝着，你真不要搞大纲了呀，浪费了一天。楚哥笑道，和你出来玩怎么能叫浪费？邱无忌道，所以我成祸国妖女了是吧？被群里人知道了，会打死我的。楚哥摇摇头，我也有副稿，你在身边，轻松喜悦，旷达舒畅，比在电脑前枯坐挠头硬憋的感觉好太多了。我现在觉得一脑子都是灵感，回去很快就能搞定。邱无忌狐疑，真的？真的？楚哥笑眯眯的，相信自己，你可是最好的小助理，只会让我提高效率。邱无忌的眼睛亮晶晶的，腮帮子动了半天，咕嘟咽下了牛排。那就回去，我也写自传去。书中世界，宗主闭关密室之外，有长老躬身请示，擒获火狱宗高层长老5名，以及此前被蒙叛逃的天元宗陆远章，如何处置，请宗主示下。密室内传来邱无忌的声音，本座心情好，关押不对。长老们？邱无忌叹了口气，
除恶不尽，必留后祸，此非仁慈之时。但此皆强者，自有尊严，不要行羞辱之事，摧毁元神，给他们一个痛快便是。长老们纷纷俯首，遵谕命。书外的邱无忌坐在楚歌车后座上，环绕着他的腰肢，轻轻叹了口气，把额头靠在他的背上。楚哥，我杀人了，杀了不少。楚歌下意识捏了下刹车，旋即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沉默片刻才道：已经有些不适应了吗？是，你的身边太祥和了，没有争端，没有杀戮，安逸的让人暖暖的，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动。楚歌道：会不会怕自己精分？邱无忌摇摇头，那倒不会，本座的心灵修行可没这么容易出破绽，只是有时候会想，太过安逸是否消磨，以后回去不适应争斗了，是不是又让你担忧？楚歌想了想，要么我们主动点，涉足异能之事。邱无忌果断反对，不要，我喜欢现在这样，你也喜欢，我们一起构建书中的世界，把它完完整整的呈现在万千次元，看着它一步一步具现，那才是你我该做的事。楚歌哈的一笑，加快了车速。邱无忌奇道：你干嘛？楚歌道：被你说的那书现在变成你我的孩子一样，我要回去生孩子了。去你的，做梦去吧你！邱无忌恨恨地捶了他一下，脸蛋红扑扑的，还好他看不见。生孩子这事情此生没想过，看凡间妇人生产，感觉好疼好可怕，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那么爱生，一生就好几个。楚歌想生几个？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他生孩子？他说的只是书，双关调戏而已，又被他带坑里胡思乱想什么呢？邱无忌气鼓鼓地想着，慢慢的神色变得争冲。我可能不能生。仙道之躯有没有这些功能另说，有没有也只是他一个设定更改的问题，这倒是不需要多想什么。而分魂此躯，度娘说是绝经，真奇怪，这是幻化凝真之躯，理论上任凭自我塑造，哪来的年纪问题，哪来的绝经啊？就算是真身，也不是因为年龄而绝经的，是因为修行到了某种程度，体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更改，所谓脱胎换骨，这些凡人功能都炼化了而已。真身都算不上真绝经，这分魂塑造的肉身怎么绝的？说不通。邱无忌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真想生，修士思考到这方面的问题，确实会有困惑难解。这件事好像必须探索个缘由，包括自己本不该具备凝成肉身的能力，却为什么会具备？这事情从头到尾的始末，或许都应该求个解答才行，否则说不定在某天就要出岔子，走火入魔之类的，可不是闹着玩的。正这么想着，邱无忌肚子忽然疼了起来，下意识嘶了一声，揪住了楚歌的衣服。楚歌一惊，怎么了？邱无忌蹙眉呻吟，我肚子痛，还流了很多血。楚歌心急火燎的急转去了诊所，结果让人松了口气，也让人错愕，因为他真只不过是来了月事，不但没生病，连痛经都不算，只是长期没体验过，忽然来了一次，感觉不舒服罢了，估计比一般人难受点。看邱无忌脸都白了，万载的洪流，楚歌脑袋都快挠破了，这什么道理来着？从邱无忌第一次穿出来算起，那是6月初吧，现在9月中，近3个半月了，从来没有月事，以为他没有这玩意了，他还自己去搜过原因。大家都做好这是个绝经年龄老太太的心理认知了，结果就这样突然莫名其妙的来了，总不会是因为今天说到生孩子，他想到什么，关注了什么，然后就来了，想到姨妈了，所以姨妈就来做客了。这叫说曹操到，还是我思故我在？这太悬了吧！两人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楚歌留邱无忌在诊所做些简单热敷，自己一溜烟去了超市。曾挠不过他来姨妈自己去买姨妈巾的尴尬，必定面红耳赤，结结巴巴面对柜员诡异的目光之类的。可到了这时候，亲过抱过，心里真的不一样了。日用液用个买了几套，还去食物区买了红糖，去衣服区买了裙子内裤，面不改色的一股脑丢上了收银台。柜员连看都没多看他一眼，反倒嘀咕了一句：来月事才去买红糖，你这男朋友当的不合格。楚歌叹气，大意了。柜员没多说，扫码结账，完事，就这么简单。回到诊所，邱无忌躲着换上裙子，拎着血淋淋的牛仔裤，欲哭无泪，弱弱地说：这个难洗的，早知道不穿牛仔裤了。你脸色苍白的，还管这个？楚歌又好气又好笑，回家休息先。哦。回到家的邱无忌坐在沙发上，委屈屈地抱着小猪抱枕，看楚歌忙上忙下给他跑红糖水喝，心中觉得很怪异。其实自己不虚弱，这连伤都算不上，可以说连战斗力都没什么影响，来个严千烈也能打个你死我活的。但跟着楚歌身边，心理上就觉得自己好虚弱呀，好想他照顾啊。他这忙上忙下的样子还挺靠得住，对比一刻之前下令杀人，密室之外惨叫哀嚎，人头如雨，恍如隔世。哦，真的隔世。热腾腾的红糖水递到面前，伴随着他温柔的声音：来，喝点。邱无忌心思收回，捧过杯子抿了一口，热乎乎的红糖水下肚，仿佛能抚平腹中一团乱的感觉，丝丝梳理平缓，人都舒服了许多。其实他那时知道，哪有那么神效，又不是什么仙丹，舒服只在自己的心。会不会好点？楚歌问。好点了，邱无忌弱弱道。楚歌坐在身边，很是奇怪，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邱无忌茫然摇头，真不知道。
楚哥试着帮他找思路，会不会是你以前塑造身躯的时候就没在意过这些细节？可能不仅是这方面，其他的比如汗腺啊这些，你很可能都是全盘照搬原生状态复制过来，所以很多功能都不具备，和年龄什么的压根无关。邱无忌捧着杯子茫然道，听着说得通，塑造肉身时好像是这样的，可如果是这样，那我刚才又没有刻意重塑过，为何就有了？楚哥也卡壳了。邱无忌迷茫的神情渐渐化为沉思，被楚哥这么一说，他倒是有了些想法，暂时不能肯定。自己的分魂本来是不具备凭空创造肉身的能力，理论只是幻化，但莫名成了实体，这本身是件一直难以理解的怪事。如今这么看来，其实一直都不算是完全的实体，还有半虚化的部分，如今只是因为他的修行提升，或者是世界存在感越发浓郁，所以此身也更加真实鲜活。也就是说，原先的肉身不是自己的能力，是他的。幻想成真？或者也不能说是他的，他可没幻想过女主角跑出来，应该是自己借助天道而成的东西，能发挥多少，立足于他。这个思路很难求证，但邱无忌觉得可能性比较大，能让首尾都得到解释。见楚哥还是一脸沉思的坐在旁边，邱无忌忽然笑了起来。好了，不过就是女孩子的月事而已，多大事？你该去码字了。楚哥道，你不舒服，我无心做别的了。邱无忌心中高兴，却还是放下杯子推着他，去，我不做祸国妖女，本座是督促你的严师。楚哥无奈的被他推离沙发，再三叮嘱多喝热水，早点休息，度娘上看看别人月事怎么调理的，别逞强。你此去毕竟不是真身，没那么牛逼。好啦，知道了。楚哥说大纲已有副稿，确实不是忽悠邱无忌。出去玩心情闲适，脑子里自然而然就迸发各种各样的想法。调整大纲毕竟不是现编正文，没那么难，大致有个概念就行了，所以一旦坐下来整理，就噼里啪啦，很是顺畅。其实之前有些东西卡住，也是因为邱无忌戏份的问题，纠结该不该让他继续战斗之类的。如今不想了，这卷你还是多休息吧。老实点在屋里琢磨你的人体奥秘去。打架的事，至少这一卷不需要你打硬仗，最多出来镇压宵小，俗称出来装逼就行。说是群像写法，那是写法，不是真群像文，还是有主要视角的。主要视角回归楚天歌那边，故事线一捋就很简单了，无非还是升级文的主线罢了。以前设计的剧情大半还能继续用，今天还新冒出了不少新想法，文思泉涌才对，有什么好卡壳的？按照推演，书中世界以前的正魔之争其实不算尖锐的，大家各玩各的，冲突只在局部。自从邱无忌言千列之战，正魔双方许多宗门被卷入其中，演变成了正魔大战。此战过后，道长魔消，邱无忌固然称霸九州，正道声势大盛扬眉吐气，魔道却也被迫拧成了一股绳。有新的英雄崛起，依据某些密地，率众反扑暗袭，暗自谋划新的阴谋等等，战火反倒比以前更尖锐。以及隐踪不见的言千列，也自一边潜修疗伤，一边另有谋划。邱无忌由于剧情需要，大部分时间在养伤和卜算搜寻白虎獠牙的下落，只在幕后掌控一切，很少露面了。而主角的升级和需要主角挑战的主线 BOSS 也非常明朗了。也是在这其中，楚天歌不敌强敌，也来不及找宗门求援，被迫远遁出海，开启了海外剧情。一环一环还是很清晰的。楚哥整理着大纲，后续几百章怎么写都有副稿了，甚至都开始码新章了。邱无忌就坐在客厅里，小口喝红糖水。隔门看着楚哥工作的背影，眉眼盈盈，尽是秋水。真是个笨蛋，只顾着关心我来月事是不是不舒服，顾着想原因，就没想过其实这是好事，说明我是个正常女人了，一个真实的人。也没想过这是可以生孩子的预示。不对，我能生孩子关他什么事？没想过才对。继续把你的稿子当孩子去吧，白痴。楚哥以为的邱宗主探索人体奥秘，寻求此身真实。实际的邱宗主今天吻他那会儿，那惊恐的样子好可爱，划船好可爱，切牛排好可爱，照顾人好可爱啊。邱无忌的月事终究只是两人生活中的一点浪花，除了初识惊诧，探讨宇宙，探讨世界，探讨仙道人生，很快就该砸。毕竟月事真的很正常，没有才不正常。邱无忌倒是觉得现代这些东西很舒服，回忆早年还有月事的时候真是麻烦，现在真叫一个体贴懂你，日常行事几乎就不受什么影响。疼痛也就刚开始，很快就没事了。倒是找度娘问了一下，好像说的是刚来月事的时候不能喝红糖水。邱无忌也不在意，照喝不误，他泡的水比度娘重要，恰好证明他不懂这些事儿，不懂不是挺好的吗？事实证明也没什么不行的。第二天的邱无忌就元气满满，继续去市场买鸡炖汤，觉得自己失了那么多血好可怜，该补补，也给楚哥大补脑。一大早起来就锻炼，然后就写书，感觉挺辛苦。作为一天1000字都难的小助理，越发觉得楚哥万字太辛苦了。昨天的游玩终究可一不可再，对楚哥来说也是很难得的。楚哥在家里写完了早上第一章，略微看了一下成绩反馈，还在涨，畅销榜还挺稳定，第10边缘浮动的样子。不知道之前这波路人围观带来了多少留存，本以为看个热闹就走的，看上去还留下了不少，可能是恰好大高潮的缘故，也算运气。现在这算小出圈。楚哥此时也不免想到了昨晚邱无忌想过的事情，会不会他这些姨妈细节开始真实，是世界存在感变高了的原因？
以前算半个纸片人，现在算真人了，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这个过程实在不够直观，很难判断，毕竟之前就一直当是真人了。看看评论区，没什么反馈，高潮结束了，新卷刚开始，还在铺垫期，正常。群里都在扯淡，聊游戏发色图，风雨祥和。现在潘达成为除了秋无忌之外最受群友欢迎的管理，原因只有一条，不管谁发一张图，他都能准确的告诉大家出处。然后众人顶礼膜拜，药丸哥，我的超人，蓝色小药丸，吃了你就强。楚哥，您的异能是用来给群友找色图出处的。话说您的异能好像有点全能啊。露露发送了一张闪照，看看出处。潘达在黑屋里冷汗都流出来了，憋了半天都找不到出处，最后好像锁定在了对方的来处。不是，露露，别人发色图，你把自己变成色图。露露，楚哥拍了拍露露的小蛮腰，透了个爽。邱无忌发了个探头表情。楚哥，露露，楚哥私聊邱无忌，你不是在买菜吗？邱无忌私聊，你不是在码字吗？楚哥陪笑，放松一下，放松一下。邱无忌很是理解，我买了新的榴莲，回去顶着放松一下。楚哥捂脸，那个拍一拍怎么设置的？回去教我一下。你想干嘛？我想设置成楚哥拍了拍邱无忌的脚，跪下喊女王。楚哥宁死不屈，不叫。哼，我自己搜。邱无忌头像挥了下去，隐身了。楚哥汗流满面，又回群里扯淡了一阵，倒是发现群人数又快满了，3000都不够装了，有些蛋疼，一时半会也不想开新群，索性懒得多想，先这么丢着吧。手机忽然响起，楚哥顺手接起一听，林武阳有些疲惫的声音传来，说好了请客的，今天周末了，是不是兑现一下？啊，我这还真没周末的概念。楚哥沉痛道，别人996，我是007。林武阳没说话。楚哥察觉不对，奇怪地问，你怎么了？林武阳叹了口气，哥们提拔没了，现在想找人喝酒。楚哥心中一跳，果然是被空降了吗？是啊，科室是升格了，副处级处室，然后我是正科级副处长。林武阳在笑，那口吻可一点笑意都没有。楚哥听得发怵，忙道，那我们出去坐坐，还是索性来我家得了，今天我家炖鸡，来尝尝。咦，林武阳反倒来了点精神，你家租屋还是老房？租屋。你自己炖鸡？哦，那个女粉丝对吧？同居了。楚哥，我说其实那是表妹，你信吗？要不要来看户口本？林武阳。两个男人沉默了一阵，林武阳忽然笑道，妖家里虽然感觉有点尬，不过这倒是真当自己人，总感觉提辖现在很义气，兄弟很高兴。行，中午就去见见网络上传的天仙一样的弟妹。挂断电话，楚哥出了会神，这会儿想起了张其仁，感觉张其仁和林武阳像是犯冲的一对，结果好像遭遇却有点类似，求不得。相比之下，自己好像太幸运了。自从秋秋出来之后，楚哥叹了口气，给邱无忌打了个电话，今天请武阳过来吃饭，加点菜。邱无忌连个反对他擅自请人来家里的意见都没有，回答得非常干脆，哦，好，要酒吗？楚哥道，我打电话喊楼下小超市送啤酒。好，那我整点下酒菜。楚哥很是感慨，什么叫贤妻良母属性，这就是。过不多时，林武阳没到，邱无忌先回来了。楚哥上前接过菜，看了一下，没有榴莲。邱无忌问，怎么忽然请客了？之前都没说。楚哥道，武阳的提拔被人截胡了，心情不好，找朋友喝酒。老太太一下就理解了里面的事儿，摇头微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让他看开些，也像张其仁那样黑化就不好了，这捕头还挺正直的。说来月影他们部门不是很厉害吗？能不能帮到这捕头？互不同属，应该没啥用。老太太很是叹息的回厨房做菜去了。楚哥也回房码了会字，门没关。过不多时，林武阳自己拎着一只板鸭一袋卤货找上门来，探头一看，没走错吧？哎呦，这陈设装饰小样还挺会过日子哈。那狗尾巴草是什么行为艺术？楚哥迎出门笑道，来就来了，还带什么礼物？林武阳眼皮一翻，我怕你那娇怯怯的漂亮表妹不会做饭，有点卤货好歹能将就。咦，这鸡香。楚哥很是得意，谁说我那漂亮表妹不会做饭？邱无忌从厨房探出脑袋，林科长来了呀。楚哥招呼人家坐坐，喝点茶，一会就好了。林武阳看着邱无忌天仙一样的面容，成熟与清丽完美融合的气场，以及身上围着的居家小围裙，温柔的语调，他脸颊抽搐了半晌，低声道，提辖楚谦，我现在不想诉别的苦了，你让我打一顿，这事就过去了，怎么样？楚哥很沉痛的告诉他，我是刀枪不入异能。林武阳的脸抽得更厉害了，觉得自己来这里完全就是个错误，却见楚哥拍拍他的肩膀，到沙发上给他斟了杯茶。现代都市，网络上能扯屁的人多，现实里能说说心里话的人少，很高兴林科长还记得世上有楚哥。林武阳看着他的笑容，心情也慢慢平复下来，露出一丝笑意。不错，虽然还是想打你，我也很高兴世上有楚哥。很快开了饭，楚哥跑进厨房帮邱无忌端菜，忙上忙下。林武阳想帮忙，却觉得不知道怎么插手，
看着楚哥笑呵呵的居家模样，真觉得这老同学也长大了。曾几何时，大家脑补中的写手颓废放荡，不修边幅，昼伏夜出，屋子乱得狗都不住。结果楚哥阳光开朗，身材健壮，朝气蓬勃的，仿佛回到了大学时期。屋子优雅整洁，茶几上养着玫瑰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养活的，墙上居然还有书法字画。然后和身边女友其乐融融，做饭端菜，眉目对视之间都是温柔，双方都是。林科长职业病，观察很仔细，可越仔细就越觉得被狗粮塞了一脸，饭不吃都饱了。这分明就是热恋中的情侣，天王老子来了也是这答案。林武阳觉得自己来的是不是太灯泡了点，人家女朋友会不会不高兴打扰二人世界？结果邱无忌并没有半点不悦的意思，端了一大盆鸡汤出来，笑道：“今天买的手工粉，鸡汤泡粉试试，应该不错的。”楚哥也端完了菜，入座笑道：“介绍下，我老同学林武阳，这我表妹，算了，女朋友邱无忌。”说完，小心翼翼地看了邱无忌一眼，邱无忌横了他一眼，却没反驳。林武阳笑：“早知道是弟妹了，还表妹啊女粉啊的，蒙谁呢？”邱无忌撅了撅嘴，还是没反驳，在外人面前给他面子，哼，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人喊嫂子了。林武阳又道：“什么时候摆酒？”楚哥再度偷眼看了看邱无忌，邱无忌面无表情，他忙起身给林武阳倒酒，顺便转移话题：“武阳，你好像是班上最早结婚的。”“我好像不是最早，应该也前3吧。”林武阳笑道：“刚考公没多久，家里就张罗着相亲了，这职业占便宜，相亲吃香，相中的倒是挺快，一来二去就成了。听说嫂子是小学教师，公务员加教师，标准搭配啊。”“是啊。”林武阳笑：“到时候你们娃娃上学的事可以咨询我家，教育口的事他还是门清的。”楚哥3度偷看邱无忌，邱无忌正在慢悠悠给大家盛汤，还是没表情。楚哥干咳：“那时候没给兄弟发请柬，不够义气吧？”林武阳只是笑：“所以你赚了呗。”他和楚哥在学校关系只是一般，寝室都隔了2间，交往不多，毕业后联系更少。这年头请柬是红色炸弹，这关系发请柬怕是要挨你肚子里骂穿了才是。反而现在关系好了，楚哥肯定要发请柬给他，他反倒要贴一份礼，楚哥纯赚。邱无忌似乎对这些随礼规则也一听就懂，终于笑着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所以林科长多喝点鸡汤，来个鸡腿，把亏损吃回来一点。”楚哥神色古怪的再度看他，这回邱无忌没好气的瞪了回去：“能不能专业点？看什么看啊你？”楚哥缩头抱过自己的碗，这喝鸡汤多是一件美事啊，碗梗扣钱。林武阳道：“弟妹的鸡汤，你拿来跟毒鸡汤比？”楚哥急道：“喂，林科长，您说不是网信网安，这网上得比谁都多啊？就这点爱好，偶尔摸鱼就刷刷。”林武阳叹息道：“现在也没了，号被封光了，改天调网安去，弄不死他呀。”楚哥失笑，却听林武阳声音低沉下去：“我还真想调网安了，这一天天的加班，身先士卒的在第一线拼命，这次王家的事，连我家人都受到过死亡危险，你说我图个啥啊？”楚哥悚然一惊：“王家这么大胆？”林武阳摆摆手：“最后事情倒是没有，只是我恼火呀，凭什么呀？”楚哥再度想起张其人的凭什么，一光一暗，2个身影似乎开始重叠。他默默举杯和林武阳碰了一下，也没多说，2人一饮而尽。直到喝完了，楚哥才叹了口气，试图劝解：“武阳，你之前自己也说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咱年龄摆在这里，不奇怪的。”林武阳摇摇头：“年龄资历倒未必是主因，只不过用来做个借口挺好的。”他指了指上面：“我们没人啊。”楚哥苦笑道：“何必这么想，和自己过不去？真来个精兵悍将，我认；可来个从来只做正宫的，也没异能，那到底凭啥啊？”林武阳没被劝解，反倒越说越气，来了屁事没做，先形式主义开了几场会，这个那个一大堆虚头巴脑，他记把谁啊？楚哥道：“多大年纪？会不会老头子过渡一下退休就你接了？”林武阳冷笑：“40多，早着呢。”楚哥，林武阳气道：“其实不提拔都没什么，现在关键问题是老子反而成副手了，成副手了你知道吗？所谓科室升格，只是给别人加把椅子的，考虑过我们吗？”楚哥之前一时半会还没想到这个，被这么一说，他甚至觉得压根没法劝，搁谁都一肚子火，于是索性不劝，只是再度添满酒：“兄弟别的帮不上，来陪你一醉。”林武阳哈哈笑了起来：“就等你这话，劝什么劝？我是来听劝的吗？我是来找兄弟喝酒的。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之类的，此时更加没必要说，人家只是来谋一醉，宣泄一下的。作为朋友陪着一醉也就是了。”楚哥没再多言，直接和林武阳吹起了瓶，干了。满桌的菜吃的都不多，邱无忌自己慢悠悠的吃着，一边歪着脑袋看楚哥跟人好饮的样子。老太太人世冷暖见过太多，对林武阳的遭遇虽然叹息，倒真没多少涟漪，太多了。类似的事情，倒是楚哥的表现让他觉得很有趣。这是江湖气，其实很符合邱无忌的审美。她是一路行走江湖打拼出来的女侠，不是自幼在象牙塔里修行的女修。只是楚哥很少表现，或者说这个时代很少能够让人表现出来。邱无忌知道楚哥有江湖气，但没亲见的话，感觉还是差一点。如今亲见，觉得很有意思。那埋首暗读、冥思苦想编故事的楚哥，
那奔赴战局、金光灿灿的铁拳拦下荣父，轰向铁针的楚歌。这纵酒谈笑、金饮吞海，只为助朋友一醉解忧的楚歌，肝胆动，毛发耸，立坛中，生死同。那少年侠气掩盖在牢刑暗毒之中，却从未失去。在他笔下的故事里，隐藏在每一处细节中，贯穿了主角楚天歌的一生，也贯穿了他邱无忌的万年。邱无忌忽然很想楚歌去他的世界，两人仗剑携手，行走江湖。与这居家的安逸甜美相比，是否又是另一番与众不同的风景？草他妈的，林武阳已经醉意熏然，老子再熬3年，下次要是再没我份，老子就躺平，谁爱干谁干去他妈的！砰！林武阳栽在桌上，醉死过去。想不到他量这么浅，我以为当警察的都很能喝呢。楚歌跟没事人一样叹气道：“我得找嫂子，让她来接人。”邱无忌哭笑不得：“你俩这才多久就喝了1箱了，还没怎么吃下酒菜，这不是他量浅，是你体质不一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吗？”楚歌愣了愣，感觉确实喝了半箱啤酒，连个感觉都没有，喝水似的。以前自己酒量虽然也还行，哪有这么夸张啊？看来修行至今，别的不知道，起码在酒量这上面赚妈了。哎，话说我和别人一样喝酒烂醉的，你居然没有不高兴？你没醉就行，我有信心。邱无忌微微一笑：“你压力也大，偶尔解解压，挺好的，满足了朋友的宣泄，也满足了自己的意气欲，双赢。”双赢。楚歌低头看着含糊说酒话的林武阳，低声道：“我怎么觉得这波是南疆输了？”林武阳的妻子方文秀，人如其名文秀瘦弱，到了楚歌家里，看着人高马大的林武阳趴在那儿睡得死猪一样，颇有些手足无措。这人就说和同学吃饭，怎么吃成这样了？武阳心情不好，嫂子多担待，我刚才为他喝了醒酒茶，这个效果很好的，要不嫂子坐会儿，等会他应该就醒了。方文秀狐疑的看看楚歌，这哪来的老同学？该不会是老中医吧？哪来那么神效的醒酒茶？但楚歌就算了，看看旁边的邱无忌天仙一样的容貌气质，方文秀质疑的话也就说不出来。美女的优势就在这里，要真只是个楚歌站这儿上下打量他，说不定人家要报警。邱无忌道：“如果不放心这儿，我们喊个车，帮你把他扶上车。”我扶不动。然后就看见邱无忌一把拎着林武阳的后腰带提了起来，掂了掂，一般没楚歌重。方文秀，她飞速打开 app 喊了车，赶紧带老公离开这个奇怪的地方。楚歌在后面追问：“嫂子留个微信呗，以后孩子上学还想问问你。”方文秀逃命一样：“你问武阳就好了。”邱无忌拎着林武阳赛上车，看车子离开，才转头瞪视楚歌：“谁的孩子上学？”啊！楚歌慢慢后退：“他的。”邱无忌柳眉倒竖：“你想和他生孩子？”楚歌：“原来你是这种人。”楚歌急了，大声道：“我想和你生孩子。”中午的小区况无人声，这么大声一句，小区皆闻。许多人乐了，好几处传来窗户打开的声音，有人探头往下看，纷纷围观。邱无忌脸红似血，飞一样拉着楚歌的手躲进了楼道。“你在胡扯什么？”邱无忌咬牙切齿。楚歌抱头蹲房，他觉得这次死定了，皮薄的秋秋不揍死自己才有鬼。结果邱无忌气冲冲地看了他一阵，忽然道：“我们没有成亲。”楚歌傻了：“哈？”邱无忌哼唧唧地摁电梯，不要以为轻薄过我就可以想这想那，邱无忌江湖儿女，挨挨碰碰怎么了？至于孩子什么的，做梦吧你！楚歌，这话怎么不太对呢？他在表达什么啊？谁来帮忙做个阅读理解？叮！电梯到了，邱无忌拎着发傻的楚歌进了电梯，门一合上，两人再度起了那种狭窄暗室适合贴贴之感，又同时抬头去看摄像头。是不是想亲亲？邱无忌目视摄像头，面无表情。楚歌下意识道：“没，就你还福刚。”邱无忌忍着翻白眼的冲动，忽然妩媚一笑：“想也不让你亲。”楚歌，短短1分钟之内，楚歌已经变成了3次呆头鹅。好怪啊！刚才那一笑，好勾人啊！总觉得秋秋从少女感变成了御姐感，不是平时行事的，是专指男女间的。她从梗着脖子清清白白，到了开始会撩了，就像含苞待放的花蕊绽开了玫瑰的清香。见电梯马上到了，楚歌试探着道：“如果我想亲呢？”邱无忌转身，伸手撑着他耳边的墙，近距离上上下下的看了他2秒，嫣然一笑：“我看是没指望的，除非你打得过我，强迫那小女子当然没办法了。”楚歌魂都被他笑没了。电梯到了，邱无忌悠然走了出去，楚歌跟在后面暴毙沉思：“您说真的？总感觉打得过你这个号，这个身躯不算太难啊，然后就可以嘿嘿嘿，还是撩着说说而已，真浪费。”邱无忌吭哧吭哧收拾饭桌，整了这么多菜都没怎么吃，晚上继续剩菜了。林武阳带来的板鸭和卤货还可以留明天，算他识相，不然揍他。楚歌神色怪异的看着他，半晌无言。楚那发什么呆呢？码你的字去，今天又只有1更，是越发懒了。当女主角女粉丝女助理线下催更，威力比潘达隔着网线揍人还凶残。楚歌觉得楚天无忌的读者们永远不需要担心这书会断更，只要女主角不拐作者出去玩就行。
但其实此刻楚哥心中想的更多的倒不是输，是练功，练的能强迫你的程度是吧？你等着。楚哥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有干劲过，马子的眼睛都有些红，写着的尽是野望。网约车上，林武阳呻吟着醒了过来，一脸迷茫，怎么在车上了？楚哥呢？妻子没好气的骂，一出去和不三不四的人喝酒就醉，醒来还问，你去跟他过日子得了。林武阳揉揉脑袋，仿佛醒悟这是什么状况了，奇怪地道，怪了，醉断片了，怎么这么快醒，头也不疼，还挺清醒。方文秀愣了愣，他们说给你喝了醒酒汤。林武阳沉吟片刻，低声道，他女朋友不一般，算了，他不想让人知道，我也不去多嘴。顿了顿，冲着妻子温和一笑，他可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这是个不错的哥们，以前没深交挺可惜，把你灌醉了，就是个不错的哥们了。你们男人是不是傻的？哼，你不懂。林武阳低声道，能在你心情最低落的时候请你到自己家里喝鸡汤，夫妻俩忙上忙下的招待，陪你喝醉，你觉得不值一提，可在现在的时代，这样的人很少了。方文秀想了想，倒觉得确实这么一说挺难得的。他女朋友人也好，换了是我可能都会嘀咕，没事请人回家还搞得烂醉折腾臭烘烘的。所以张其人都变得那样了，对楚哥还是当兄弟，张其人至少看人还是准的。林武阳疲惫地靠在后座上，低声道，比我强。方文秀低声道，事情都定了，就别一直往心里去。林武阳笑笑不答。手机忽然响起提示声，林武阳掏出看了一眼，神色变得有些冷。上面赫然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林科长，如果和我们合作，我们帮你做处长，怎样？虽是陌生号码，林武阳还是很清楚对面是谁，懒洋洋地回了一句，别说没提拔，就算老子被撸了，也不会和老鼠混在一个窝的。何必呢，林科长，如今这个世道，你这种死脑筋的实干派是没什么前途的。对面说道，也不瞒你，这次你上不去，有之前得罪人的缘故，也有我们使了劲。没有人想看见一个太能搞事的林武阳，我也算不上什么实干派。林武阳好像早知如此，只是懒洋洋的继续回，我这种中文系出身的，你倒不如说我迂腐书生气。林科长这话有趣，迂腐书生气反倒比实干派更像好词不成？至少有一个区别吧，老子看得上的能多说几句，看不起的老鼠就有多远死多远。林武阳悠悠回应，就像现在，如果给我发信息的是张其人，我还有兴趣说两句，可是你张校人嘛，南疆挺凉快的，一边待着去。说完添加黑名单，不再言语。实干派，他忽然自顾自地笑出声，这厮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就算我现在是副手，难道不能把自己当正职用？那些废物做个橡皮图章不就完事了？方文秀看着丈夫的眼睛，那之前的郁闷颓废似乎已经看不见了，眼里重新绽放神采，那是一种男人不服输杠上了的感觉。你们搞我是吧？干劲和野望在这酒后一言尽数迸发。张其人的异母哥哥张孝仁当初被查偷税漏税，涉案金额挺大的，尤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项是入刑的，但他终究只是补税没进去，原因倒也正常，没什么黑幕，无非是因为他也是刚接手地产公司没多久，之前神迹夜总会才是他负责的，捅出不少篓子之后，张其人接了夜总会，张孝仁才去的地产公司，所以地产公司的事和他关系还真不大，真说有关系也是老爷子的。最后前任负责人背着所有的锅进去了，张孝仁出来了，他被查1个多月，外面风云变幻他一概不知，出来发现自己赢妈了。一直和自家打对台的王家因为涉毒这件逆鳞倒了。南疆管得比较严，虽然也有保护伞，总体扫黑除恶还是执行得很严厉的，尤其特殊事务科林武阳虎视眈眈，导致涉及异能这块的黑势力本就没多复杂。王家一倒，张家虽然因为关了黑权，加上地产公司被查也算伤筋动骨，短期内不敢冒头，倒也称得上是一枝独秀最靓的仔，给点时间发育，说不定都能称霸地下势力了。然后呢，老爷子莫名其妙非要观察培养的那个垃圾私生子，好像也是因为得罪人多了，自请外放，跑霓虹馆那个破不拉几的进出口公司去了。那个公司只是因为家里的白道商务需要出口对接，那边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个办事处，毫无实力，几乎算是从零开始。张孝仁就不信那个私生子还能在那边折腾出什么花样来，别整黑道那一套，得罪了霓虹道上人物，来个弃尸荒也就搞笑了。铁针的黑组织也倒了，铁针自己被捉，骨干全进去了。黑屋那伙人近期也偃旗息鼓，一群搞笑异能，天知道啥时候又来一个荣富把他们打穿了。说来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和林武阳很有关系，包括荣富也是林武阳拎进去的，现在已经有人把他称为南疆之虎了，威名赫赫。然而特殊事务科升格成了特殊事务处，林武阳表面从科长变成副处长，级别却没动，反而失了权柄成副手了。南疆之虎瞬间没了牙，变成了病猫。张孝仁放眼南疆，还有谁？这就是主角气运。张孝仁春风得意，准备大展宏图，试图拉拢林武阳，碰了一鼻子灰，没关系，他屁事都做不成。如今没有林武阳盯着，被那个私生子关停的黑权应该可以重启了吧？这东西赚钱，而且非常便于收拢异能者势力。等我一统江湖，老爷子自然会知道，那个私生子有个屁用，还得是我张孝仁。月影，你要回去了吗？这海沙我还有点用，
能不能延期？楚歌、邱无忌正在接待来访的月影，第一反应都觉得月影是来讨要那粒海沙的。两人都很惭愧，有实现的道具，大家却没有争分夺秒的用，人家来要了，才想起还有需求，真是的，一天天的脑子里就想着谈恋爱，太蠢了。啊，不是的。结果月影道，时间没满1个月，说好的事哪能提前要走海沙？何况我事情没做完，还没走呢。楚歌大松一口气，奇道：我怎么听说王家的事基本落定了？你来协办王家案子的吧？怎么会还没做完？我做的事和林科长那边不太一样的，我们暗中在追王家的毒品渠道。月影低声道：那边知道王家被端了，就摧毁了原来的通信工具，转移了地方，从王家这里也审不出他们具体在哪了，所以这事有点麻烦。邱无忌闻弦咯吱雅意：你来找我们帮忙？月影有些不好意思，邱姐姐是我所见最厉害的异能者，比我的教官还厉害，南疆这边怕是真没有比邱姐姐厉害的人了。邱无忌失笑，月影变坏了，居然学会花花轿子抬人了。月影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楚歌板着脸道：不行，不许去。邱无忌微微一笑，没说话。月影尴尬道：这是公，少拿大意说是哈，这么危险的事情我才不肯让我家秋秋去涉险。你们又不是没军队，不想用军队也可以从京城调猛人来，找一介民女算什么事啊？邱无忌笑眯眯的，只听见他不想让自己涉险，别的听不见。月影也有些哭笑不得，并没有让邱姐姐涉险，只是看看能不能帮忙找线索。我记得邱姐姐的能力和空间相关，对这些事应该较为敏锐，一旦找到了，我们自能处理的，连邱姐姐的信息都不会有泄露，不会危险的。楚歌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邱无忌，不涉险的话，帮点这种忙还是说得过去的。邱无忌虽然不是什么空间相关，但他所知的术法浩如渊海，这种事对他应该不存在问题。主要是邱无忌一旦多耗法力，又得回去，这挺舍不得。然而目前来说，邱无忌回去并没有出不来的迹象，最多分离几天而已，和剿毒枭相比，好像。邱无忌笑眯眯道：惩奸除恶，正到分内之事，便是你阻我，我本也要去的。楚歌，那你不说话，笑眯眯的看了我半天干嘛？邱无忌笑道：我本也闲着，跟月影出去玩玩也好，你自己在家码字，该练功的练功。说着凑近他耳边低声道：昨天还在说怕太过安逸是否消磨，这不是送上门来了？楚歌没好气道：你这心态，我怕你才不会老老实实只探个线索就走，怕是要主动去搞事。安了。邱无忌眼波流转，唇角似是不经意的擦过他的脸颊。我可是邱无忌，走过的江湖比他们吃过的米还多。楚歌人都抹了一下，惊诧的捂着脸蛋不说话了。那边月影早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狗男女窃窃私语说悄悄话就算了，还当面亲上了。怎么了？邱无忌站直身子，目光流转，不小心碰了一下，什么表情？走吧，月影。月影忽有所悟，您该不会是在宣誓主权吧？哪来的陈醋坛子啊？楚歌傻愣愣的目送两个女人勾肩搭背的走了，脸颊上还残留着那一刻的温润。现在的秋秋好媚啊，每天都聊得人心头发痒，又不给碰，这日子怎么过呀？楚歌愤愤然的回到屋里，取出海沙贴在眉心，打算练遍天机地。能打得过你是吧？等着。不过此刻练功还是心神不宁，毕竟邱无忌此刻去做的事，楚歌还是没那么安心。他说的话倒也是的，这些人又不是严千烈，大家的手段和战斗经验是天与地的差距，应该说被邱无忌盯上了，该自求多福的是他们才对。但关心则乱嘛，谁能任由自己老婆出去战斗，自己安心在家里写书修炼？做不到啊。天知道对方有没有枪，邱无忌对此事的枪战又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经验？可自己过去好像也只是添乱，怎么办？正这么想着，他的精神又对接了书中，看见了云际山上推窗望月的邱无忌。邱无忌似有所觉，看着月亮偏头看了半天，忽然露出一丝促狭的笑意。我在那边看到了什么？这里给你做口述直播，总不担心了吧？看你精神能撑多久，听多久的直播，加油哦！月亮眨巴眨巴眼睛，这个听起来好好玩哎。话说别人那个叫千里传音，自己这叫什么？跨界中转。其实直到这一刻，楚歌才想起自己曾经和邱无忌近距离用过传念交流。大家明明已经学会传念了，可说悄悄话的时候，还是好像忘了自己会这妖牛逼的招数，还是下意识选择了咬耳朵。然后那唇不经意的触过，便是心荡神驰。可惜的是，远距离传念自己还做不到，邱无忌或许能做到，但不值得消耗，也没必要。倒是这跨界中转，邱无忌无消耗，是他消耗有点离谱，可又何尝不是邱无忌有意让他多锻炼一下精神力呢？反正秋秋说的肯定是有意义的。话说上次进来还是上次？哦，是邱无忌离家出走那次，从闭关密室里救他回家打屁股。那次回去之后没有多疲惫，可见打个屁股不是极限，可比修正严千烈的白岩轻松多了，其实还可以多留。楚歌也想试试在变天基地大法链接精神世界，但却什么都不做，只是静听的话，能维持多久？感觉和邱无忌传过来是一样的。秋秋在现实世界一直控制不乱消耗，争取多驻留，现在是自己试试控制消耗，看能否在书中世界多驻留，这种感觉挺有意思的。我也要经历你所经历的。真身邱无忌很有气场，和那个萌萌哒的分身很不一样的，负手望月，衣袂飘飘，神色清寒，微带笑意。
那种山登绝顶俯瞰天下的宗主味儿，并非有意，自然便是如此。分身在那边，或许由于实力缺失，这种味儿少很多。一旦板着个脸，气场没看见，就是死傲娇；也或许因为古装和现代装的区别，还是环境区别，不知道。楚哥只知道自己追的这个妹子，好像一个人就等于好几个，包括身份上也是。一人一月，相对半晌，邱无忌推门而出，在山巅石桌摆上一壶酒，自斟一杯，举杯邀月，请玩举杯邀明月是吧？明知道我这状态不能喝，不要逼我画出身躯去打你屁股哈！月亮垮起了劈脸。邱无忌莞尔，悠悠饮酒，心中忽然在想，此时如果也有旁人望远，看见的月亮会有这么生动的表情吗？此时远在万里外的楚天歌正在对朋友道：“那月亮刚才很高兴，现在在生气。”朋友，枯斋老人望月低吟，天若有情。身边弟子，楚歌才没有闲工夫搭理别人怎么看月亮，意念催促邱无忌：“还喝酒？快说你在那边遭遇了什么呀？”邱无忌悠悠抿酒，刚才不过在行路，有什么好说的？父神关心则乱罢了。对了，字码了多少？楚哥，群友不给你发朵小红花，我是不服的。邱无忌理所当然，本座是运营官，我现在就是分心二用在码字，感觉码字同时进入这里会更顺畅，码字也更顺，感知这里也更顺，双赢，所以不用担心码字。楚哥哼哼，倒是某人自传今天码了几个字。邱无忌迅速转移话题，那边快到了。楚哥，远郊一个江边废弃仓库，里面东西全毁掉了，现场有些人员正在试图还原或者修复什么的，看上去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有的东西都修复起来了，还有人比对脚印，找指纹之类的，看上去很专业。有月影带着，里面的人都没让我进门，说怕破坏脚印什么的。哼，本座真要进去，踏雪无痕，根本不会留意。又傲娇起来了。现在你是哪个邱无忌？邱无忌只有一个，无非你眼中如何。那个邱无忌就不会说这么哲理的话。以前说过，现在不爱说了。父神太傻，说得太深，难以交流。邱无忌你 TM。月亮试图挽袖子，发现自己没有手。邱无忌悠然又倒了一壶酒，笑意盈盈。两个邱无忌当然不一样，不是性情上，是心态上。你真穿过来，这个邱无忌也不会给你做饭，想得到没？可能会把你养在后宅，天天调戏你，又不给碰。哦对了，这不好，还是一起出去闯江湖吧。楚哥催问，那边怎样了？月影交涉担保了半天，还是让我进去了。其实本座不进也可以在外施术，只是不高兴，不让本座进去就不干了。楚哥替他哼了一声。邱无忌面无表情的抬头望月，抢哼是吧？楚哥忙捧哏，然后呢？本座正在问月影，施术追索很耗精神，那个海沙能不能多留一段时间，或者索性直接做奖励送我们？月影说要请示，我等他请示呢。楚哥哭笑不得，转念想想也对，自己先前是太老实求了，公家找上门来，只想着帮不帮忙，没想过其实可以趁机要点好处的，理直气壮没什么的。略过片刻，邱无忌道：“月影回复了，说上面说如果真找到了，可以再延长一段时间的，具体日子没说，我不高兴，万一到时候说一天，岂不是白搭？”楚哥道：“倒也没必要为难月影了，他请示上面一时半会又不会拿这个开会，能应承延长已经是个态度了，倒是最好让他们给个承诺，不去记录你的能力，能力反倒无所谓，正好误导他们，总要有个说法不是？倒也对，好吧，既然父神觉得不要讨价还价，那我开始了。”楚哥叹了口气，其实主要是我开始疲劳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直播，真没用。某人第一次穿出去，也就够拿剑威胁我扯几句犊子。邱无忌想打月亮，发现自己打不到，想了一想，笑道：“可惜某人不是第一次来了，菜就是菜。”楚哥被击沉，不说话了。好了，我在施术，先别说话。江边仓库，月影和一些同事骇然看着邱无忌手中光芒盛放，说不清道不明的纹理流淌在空中，仿佛能看见破碎的次元，凌乱的时光在时空长河之中浮沉，简直想看《黑客帝国》特效一样，真是时空异能。有人惊骇的压低声音对同事道：“这要是评估该多少 ？S 加。”月影想了想，低声道：“如果能开发顶格，无疑 SSS。甚至这评价体系不够用，顶格的可能性太小了，这玩意太牛逼，就算能稍微操控也够 S 了。我觉得 S 加差不多了。”月影也没争辩，出神的看着邱无忌身周环绕的时光。邱姐姐能隐身，估计不是隐身异能，是时空类的某种应用吧。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所谓宇宙，本来就是时间与空间最大的命题。时空的奥秘太神奇了，这是本身就能吸引人类一代又一代沉迷的东西。想不到会出现在自己的熟人和恩人身上，看样子还是艰巨，不知他到底开发到了怎样的程度。邱无忌看他们的反应，心中微微摇头，自己不会时空之道，这只是擦了皮毛的小术法罢了，从此地曾经的气息残留去追索真身所在而已。仙道之中多的是人会旁通各项皮毛研究，但若说探索时间与空间以之为道的话，起码在创世父神此刻的设定中没有人会。也许到时候飞升天界的设定里，天界有人会吧，那太遥远了，不知道死楚哥要水到什么时候才让人飞升。想那么多干嘛？邱无忌闭上眼睛仔细感应，
在人们各异的心思中，时光长河似乎梳理顺畅，线索有了指向，在次元闪烁的某一块碎片里，可以看见近海某处悄悄停住着一艘大船。邱无忌睁开眼睛，就是那里。月影的团队飞速接近了海中大船，训练有素得很。邱无忌想跟上去，月影奇怪地拦住他：“邱姐姐，不是说别涉险的吗？让你身处险地，我无法向楚哥交代。”邱无忌梗着脖子道：“我邱无忌做事为什么要向他交代？”月影只是摆着一副三无脸。邱无忌反倒有些好奇：“喂，你一个见习的，看这态势，怎么你倒像领导？别人都在做事，就你在跟我扯淡，也没人管你。这里是南疆的同事啊，我算个京官，不懂，反正肯定也不算领导。他们自己有领导，我算个督办或者协办。”月影脸上也有些小迷茫，少女刚入行没多久，很多东西还是一头雾水。不过这个见习任务好像挺重要，做完了就能转正的样子。月影便没跟邱无忌多说，只是道：“邱姐姐一定要跟着的话，离得远远的，千万别参与。”行行行。邱无忌懒懒道：“我就是看个直播。”那边楚哥也在看直播。邱无忌真伸手一弹，湖中酒液凝于天际，仿佛一片薄幕。薄幕之中依稀现出了那边的场面，那是邱无忌意念反馈而来，所见所闻镜花水月。天上的月亮君看得有些羡慕，这真仙家手段，不对，羡慕个啥，我写给他的，哼。邱无忌也在哼，离那么远，看得清不？楚歌道：“对我无所谓远近，都一样，这就是天道，懂不？小姑娘，多看多学。”邱无忌没有像在现实世界那样当即跳脚，只是悠悠道：“很久没和天道练擒拿了，晚上试试。”天道君不说话了：“夫刚不振，真不是我的错。”他的目光落在那片酒液凝成的屏幕中，清晰地看见一群战士接近了大船，都是有异能并且身手也饱经训练的战士。楚歌看见有人踏水而上，有人翻越飞腾，有人钩索直连，活脱脱在看一幕特种战役。连这都能看直播，太爽了。月影身容于影，轻飘飘的就到了船上，如鬼似魅。楚歌觉得他这能力其实画风挺反派的。邱无忌也在夸奖：“你们的衙门实力其实很强啊，那些王家张家什么的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楚歌道：“现在的社会讲程序正义，不能乱来的，当然也有一些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了。”邱无忌微微一笑，所谓一些事情，他这边的凡人社会更离谱，甚至仙道也离谱，没什么好说的。楚歌那边已经算是很好了，这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两句对话间，船上已经响起了枪声、呼喝声、惨叫声，继而越来越嘈杂，越来越多。随着四处火光飞溅，战斗只在瞬间就进入了白热化。楚歌看得捏着冷汗，这不是电影，是真实的。人所不知的黑夜里，战士们浴血奋战，正在守卫大家的南疆。邱无忌抬头看了月亮一眼：“你又热血上头了？”楚歌尴尬道：“上头也没用，这都去海了，太远了，我又过不去，所以看着就好了。”邱无忌淡淡道：“有本座在，不会让他们出事的。这些捕头保护的是你我的现实生活。”月亮想竖大拇指点赞，发现自己没有手。这枪战你能应付吗？楚歌问。他还是发现大家异能辅助居多，枪械还是战斗主题。邱无忌观察片刻，颔首道：“现世武备确实犀利，如果真身过去打不动我，那个分身还是会有损伤的，不过躲得掉。真能躲子弹，我感觉你也没那么快啊。我教你的身法练到高深就够躲子弹了，当然现在你的水平还不够，另外前提你得有那反应，反应慢了一切白搭。所以你有这反应对吧？”邱无忌淡淡道：“有。”轰！船头响起爆炸声。楚歌看着爆炸的火光，心中又是一缩。邱无忌神色平淡：“也躲得掉是吧？”“是。”邱无忌叹了口气：“你别一直关注我能不能躲这些玩意，我又没参战。难道你该多关心的不是正在战斗中的月影？”虽是叹气，嘴角却笑意盈盈。楚歌很想翻白眼，算了，倒也不是不关心月影，而是觉得月影好歹是现代人，又特训过，好歹比邱无忌对这些玩意熟悉多了，应该不需要太过担心。果然很快看见一个毒枭正躲在掩体背后开枪，身后的影子诡异地立了起来。毒枭没有发现，依然在开枪射击。下一刻影子如刀直劈而下，毒枭身上现出一道血线，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的。嗖！一柄匕首悄无声息地刺向月影身后。月影早有所觉，直接容影不见。对方匕首一收，也不见了，真隐身。舱板上的影子如带音响，咻的一声，万影重重。虚无之中，有人闷哼一声，竟被影子虚空抽中。隐身毕竟不是消失，人还是在的 ，AOE 就完事了。楚歌评价。邱无忌微微颔首，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破隐身，否则还是要被逃了。随着话音，有战士射出一道光线，隐身中的那人惨叫一声，隐身破解，摔地而出。月影飞速掠过，在他喉咙留下一道血痕，干脆利落，天生杀手啊！邱无忌啧啧有声，这种人进了衙门真违和。咦，有老鼠！说话间，在邱无忌潜藏的岸边，有人悄悄举枪从后绕了过来。毒枭岸上的同伙，这里有个姑娘落单，只要抓了个人质，事情不就好办了？
毒枭眼里闪过凝意，忽然一个闪身到了邱无忌身后，举枪指着他的后脑，别动。话音未落，一只虚空大手不知从哪拍了下来，砰的一声，此人脑袋已经变成了西瓜，连带着身后有2个同伙，全看傻了眼。邱无忌似笑非笑的转身，不错，还算帮上他们的忙，原来有漏网之鱼躲岸上，都过来吧你们。无声无形的枷锁套在了毒枭同伙身上，两人骇然发现自己控制不住身体，被活生生射到半空，飞速对撞。砰！两人脑袋对撞，齐齐昏死过去。好身手！诡异的声线不知从哪传来。邱无忌神色一凛，丢开2个俘虏，先手间不容发的切在身前虚空。随着一声沉闷的声响，一支金箭不知何时出现在他咽喉部位，被这一掌横切，恰恰击落。楚歌一身都是冷汗，差点没直接退出变天基地状态，失声道：“谁？”邱无忌也很是凝重，这金箭似是远道而来，却能突兀出现在自己的咽喉部位，对方这一手才是真正的空间系能力，非常难缠。正当他放出神识，追索金箭来处之时，半空中却又传来一个女声：“金箭无影，万里追魂，果然是你。”一个女人穿着之前普通战士们的衣服，忽然从战火正烈的船上飞射而出，眨眼间到了岸边，距离邱无忌2-3里的位置，那边有乱石穿空，引线人影撤离。女战士一掌直拍，乱石轰然炸起，又落在四周，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空间禁锢。石堆中想要撤离的人影左冲右突没能出去，厉喝一声，迎空而上，汹涌的空间扭曲冲霄而起，对上了女战士浩然磅礴的空间凝聚。轰！惊天动地的爆响传来，烟尘漫天，盖过了那边船上的战火。邱无忌浑身都绷紧了，这两人好厉害，已经有了仙道之战的意思了。之前没注意到这个女战士潜伏普通战士之中，就是为了埋伏这个金剑人。交战声一路接近，很快就靠近了邱无忌的位置。邱无忌手中捏着个法诀，紧紧盯着交战之处。楚歌正张大着嘴半天没说话，好像被这激烈的战局震撼了的样子。邱无忌对局势的判断并非楚歌可比，他清晰地感觉出金剑人靠向这里，很可能依然是觉得邱无忌是个相对软柿子，试图捉他为人质。然而那女战士却也颇有一种众生如蚁的残酷，并不在乎可能被捉人质的样子，她的攻击全是范围性的，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误伤，搞不好死了也无所谓。邱无忌心中有气，手中凝聚了一个大招法诀。楚歌看见他的身前现出了飞剑的虚影，似有秋水连天之意，荡尽一切的连绵。秋水连天，作为创造这些技能的创世神，楚歌太了解了，瞬间回神，忙喊：“你这是范围性的杀招，要把对方2人都囊括进攻是不成？”邱无忌冷声道：“那女人未必怀有好意，我打她怎么了？她那么厉害，也不见得会伤。”“不是，别打她啊！”邱无忌不悦道：“喂，你帮谁的？他对我似无好意，我干嘛惯着？衙门了不起啊？”见邱无忌大招就要出去了，楚歌急得汗都掉下来了。“不是，他对你不可能有歹意的，相信我。”邱无忌冷冷道：“给我个理由。”楚歌大声道：“那是咱妈。”邱无忌第一反应想骂娘，我又没妈，说的啥呢？不对，那是你妈。邱无忌手一抖，剑一偏，差点没岔了气。2位强者的交战已经到了近前，就在邱无忌前上方不远。那神剑虚影变了个样，范围收束，凝成一线，秋水连天变成了鼓舞长天，霞光灿灿，孤鸿飞掠，美轮美奂的特效里带着致命的杀机。邱无忌法力全开，觉得自己打严千烈都没这么卖力。这不是克敌这么简单的事，这是帮婆婆。不对，谁说她就是婆婆了？邱无忌心里都没傲娇完，剑光璀璨，带起一蓬血光。邱无忌首次在这世界上亮出的大招启同等闲，那金剑人根本连躲都躲不过去，惨叫一声，身形忽然扭曲，试图遁入虚空。婆婆伸出右手，轻轻虚握，虚空凝结，空间封锁。砰！左手一掌，重重印在了那人小腹。那人喷出一口鲜血，终于栽倒在地，怨毒的眼眸还在盯着邱无忌，似是没想到莫名其妙出现在岸边的女人居然真成了他的催命符。婆媳联手，一招制敌。这是东南亚的毒枭，游走在沿海多时，滑不溜丢。这次王家的事，本以为他早知机遁走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还留在这里。女战士一边说着，一边摘掉了军帽。楚歌的母亲吴秀云，这是一张已显沧桑的面容，鬓角微白，眼角也有了皱纹。此时看着邱无忌的眼神若有深意，很有年代气息的微烫小波浪随着脱帽显露出来。邱无忌眨巴眨巴眼睛，他见过很多曾经时尚过的买菜大妈这款发型，眉目仍然可以看出年轻时的厉色。楚歌的英俊还是有其来由的，可惜强大的他也挡不住岁月的侵蚀。他的能力不是时光。楚歌28了，作为他的母亲，早已年过50。具体多少？再问小心打你。反正邱无忌不敢问，自己的气场都不知道哪去了，有些小心虚的讷讷道：“这人没死的，要不要补一下？”吴秀云微微一笑：“得带回去审，包括他这次为什么会驻留在这里，我们怀疑是接上了其他渠道的缘故。”啊，那阿姨忙，再见。邱无忌转身想跑。等会，吴秀云道：“刚才我故意表现出不在乎你，是为了让对方觉得我冷酷无情，捉人质威胁对我没有意义，是变相保护你的手段，并不是真的不在乎。
真到了觉得忽悠不了，我会改变策略的。邱无忌憨笑了一下，想到了，看出来了，你之前好像很不高兴，想连我一起砍。没有，真没有，我不怪你的，是我的举动太惹误会。邱无忌只好道，真没有，我没误会，这不是帮阿姨打坏人了吗？吴秀云点了点头，话说姑娘，你这身手很厉害，如果没有你，我还不一定捉得住这泥鳅。你这手段跟谁学的？邱无忌眼睛一直，完了，自己这乱秀什么呀？此刻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道啊，自己觉醒的。吴秀云再度上下的打量他，忽然道，在哪工作？有编制吗？这展开，您是要挖自己儿子助理的墙角？邱无忌尴尬无比，我在一个写手工作室做助理，没打算做公务员。写手工作室啊？吴秀云微带笑意，我儿子也是个作家。哎，对了，事情完结了，我得去看儿子。邱无忌慢慢后退，今晚是不是无家可归了，要躲起来？对了，我可以直接回书里去。可是那家里住着女人的痕迹太明显了，楚哥要怎么忽悠他母亲？邱无忌眼珠子滴溜溜的，正想在书中世界和月亮串供，月亮已经没气息了。楚哥撑不住那么久，收工结束了。邱无忌气得跺脚，直接道，您忙，我先走了。说完一溜烟回家找楚哥去了。哎，姑娘，我们有车。吴秀云在背后喊，邱无忌早就一溜烟没影了。吴秀云憋着笑意转过头，那边船上的战局早已结束，战士们有轻伤无折损，这是一个大案，也是辉煌的胜利，但只在人所不知之处，英雄们的功绩不为人知。战士们在船上扫尾，月影飞掠而来，很是惊诧，吴主任，您怎么在这？您不是科研人员吗？不是，我之前打电话给您汇报海沙的事，您在哪接的电话？啊，我们有兼职的。吴秀云笑眯眯地摸摸月影的脑袋，本来觉得这丫头不错，听说本来和儿子是邻居，心想楚哥真他妈傻逼，这都不追，谁生的傻逼啊这？结果今天见到邱无忌，满意的差点心里没开花。月影啊，有任务给你。啊，到。月影立正行礼，把地上这人带回去，一定要严格控制。是，好好干，这次回去你就转正了。吴秀云转身要走。吴主任您去哪？回家看儿媳妇。确切的说是给我家傻儿子送个助攻。月影，您不是京城人吗？回哪看儿媳妇？那边邱无忌反正都做好回书里的准备了，法力再无保留，一路风驰电掣的连续闪现，过不多时就到了家。楚哥已经在里面团团转了，一看邱无忌开门而入，飞快上前问，我妈呢？我妈呢？邱无忌门都来不及关，顿足道，你就记得你妈啊？你不是在这吗？我妈和你并肩作战的没回来，我当然问啊。话说我妈怎么那么牛逼啊？这还是不是我妈呀？先别管那个了，你们自家母子什么时候对话问清楚都可以。邱无忌抽抽鼻子，你妈要来看你了，我是先跑回来和你串供的，家里这一堆。他指了一圈，继续顿足，怎么解释啊？楚哥眼睛一直，是哦，之前还跟老妈说过喜欢一个姑娘但没追到，现在这副同居的样子怎么解释啊？而且邱无忌现在也不知道算不算女朋友，被别人误会喊几句嫂子弟妹的，他还可以梗着脖子说清清白白，可这是见家长啊，会不会触发他的逆反啊？看这个死傲娇媚的样子都已经在跳脚了，这回怎么破？两个人一起在客厅里团团转。邱无忌急道，想出办法没啊？要不我先回书中躲起来，只要我不在，你这些用具随便忽悠，你一边故事写书的，可以的吧？楚哥硬着头皮道，我尽量试试看，小时候我就很少忽悠得过他们，这俩鬼精的。谁鬼精的？门口忽然探出个脑袋，玩二人转啊！楚哥邱无忌同时傻在那里，这是海边回来，打车不堵都要接近1小时，这才10几分钟，邱无忌回来是能闪现，您也能？咦？吴秀云很是吃惊地看着邱无忌，姑娘，我们是不是见过？邱无忌捂住了脸，您认错人了，是吗？吴秀云笑眯眯地问楚哥，楚哥，不给妈妈介绍介绍这姑娘？楚哥心念电转，干咳道，是这样的，她呢以前遭遇挺悲惨的，被人贩子拐到了山沟沟里，今年好不容易跑出来。吴秀云一副你说我在听的表情。楚哥定了定神，那个我呢，写书想招个助理，就刚好招到他头上，他可怜嘛，没地方住，就暂时先住这儿。就是这样的，档案都有，您那部门牛逼，自己去查啊。邱无忌很是配合的不断点头，努力的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乡土神情。吴秀云终于点了点头，叹了口气道，是的，你收留她之后还发现她居然是我太外叔公那一支的表妹。楚个人都傻了，您怎么知道？吴秀云痛心疾首，因为这小作文是老娘亲自编的，你拿老娘编的故事来蒙老娘，我怎么会生个这么傻的儿子？怀孕那会儿我就不该去养猪。楚哥揣手手坐在沙发上，邱无忌抱着小猪抱枕坐在一边，两人脑袋都垂到胸口，跟警察临检当场擒获似的。此时邱无忌觉得自己抱着的这只小猪可能是楚哥化身，当年楚哥妈养猪的时候可能抱错了，这小猪才是楚哥，怪不得自己喜欢抱。这么一想，心情忽然好了起来，偷偷抬眼瞟了一眼楚哥，又偷偷去看吴秀云。楚哥正在摆烂，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装什么正人君子了。吴秀云，邱无忌，楚哥干咳，他就是个打黑拳的黑户，很厉害又没身份，现在决定改过自新，就跟我学写书。吴秀云深深吸了口气，正要开骂，却听楚哥飞快絮道：“她现在是我女朋友了，妈妈。”吴秀云想骂什么都忘了，眼睛一下变得亮晶晶的。邱无忌的眼睛也变得亮晶晶的，似嗔似喜，想反驳不是，可话到嘴边终究没反驳出来，再度垂下了脑袋。总要应付他母亲的吗？应付过去再说。楚哥认真道：“不管他以前是什么身份，一点都不重要，是拐卖也好，是黑户也罢，是叱咤风云的女皇，还是杀人营野的凶徒，他是我的邱无忌，我喜欢他。妈妈，你部门那么厉害，以前的事情多帮忙遮掩才是。”邱无忌怔怔地看着他出神。吴秀云目光飞速在小俩口脸上转了一转，肚子里都快乐开花了。孩子们拿不清做家长的心理，总觉得心虚，试图争取家长理解。其实这玩意还真得看性别。要是性别互换，一个女孩子带着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同居，口口声声不管他做什么的，我就是要给他拱，家长估计气的当场就要抽你10个耳刮子，然后把男的丢南江底下去，管他长得帅不帅，再帅也是丑八怪。但男孩子带着一个绝美无双的姑娘，说妈妈，我就喜欢这个女人，管她是谁，我就是要拱她，那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虽然心中肯定还有对身份的忧虑，那忧虑可不是一个档次的了，取而代之更关键的问题是人品考验。以前的事反倒没那么重要，就算是得罪国外黑帮躲回国，那又咋地了？咱家怕吗？搞身份这么久了，老人家一直不动声色，就是在暗中观察。观察的结果比较片面，因为小俩口天天腻在一起，除了证明能居家之外，别的看不出来。这次让月莹请邱无忌帮忙追索敌人，是他的意见，虽然确实自己找不到，但会想到找个民女帮忙，不是月影自己想的，是吴秀云。看看他的品行，行的路子正不正？邱无忌二话不说的答应帮忙，是愿意配合国家。找到了还不肯离开，硬是要跟着，是除恶的热血。被偷袭轻松反制，是能力。察觉战斗中的两人都不顾自己死活，一剑要把两人都 A 了，是暴脾气。是刚烈和自信。最后察觉不对，果断收手直打敌人，是玲珑心。婆媳联手合作，捉下了重要毒枭。说来他这次还立大功了。除了察觉不对果断收手的玲珑心和事实略微有点偏差，其他的还是基本准确的。一个人面对危险的行为表现，确实能看出很多东西。而结合此前的观察可得，邱无忌也不爱参与这些，他是居家的，也就是说平时能居家，有事不含糊。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吴秀云表示，这不就是我吗？他满意的都想告诉楚哥，请立即结婚。唯一的叹息是，儿子这副刚估计是不太行了，怪不得那么早就顶榴莲。见楚哥一脸忐忑的小模样，吴秀云终于笑出声，既然身份都是我搞的，我当然会遮掩，不用你担心。楚哥略松一口气，讷讷道，我还当钟意是什么能人，原来能人是我亲妈。邱无忌揉了揉小猪抱枕，越发觉得这个就是楚哥了。吴秀云道，我们长期和穷凶极恶的玩意儿作战，一旦家人身份泄露，那可麻烦，除非打定主意子承父业的另说，但凡想让家里人过点正常日子，那就必须保密。对你也要保密，否则年轻人口风不严爱装逼，和人装逼一泄露就全完了。楚哥沉默片刻，低声道，我知道了，只有骄傲。爸呢？你爸在国外。似是保密级别高，吴秀云不想多说，很快转道，钟意确实是个能人，但你不要因为是妈妈介绍的缘故就过于信任。怎么说？他算是个古代说法算个隐士一类吧，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交往比较杂。所谓的编外，他得个便利，对我们来说也是给他套个锁。但你还对他泄了我们的关系，我故意的，一是为了是他，二也是我们对你的考虑有了点变化，因为你有异能了，我们有让你锻炼的意思。当然，他和外敌还是不一样的，就算知道你的身份想做什么，会用的手段也不是敌人那类。你正常和他交往没什么，别对谁都义气并掏心掏肺就行。楚哥默默点了点头，之前就觉得爸妈对自己的想法可能有了点改变，正在试图让自己接触异能世界，但可能是父母放心不下的缘故，一直只是敲边鼓。接触中意这件事本身就是了。再比如那粒海沙，那海沙，精神世界是虚无缥缈的，一般人感知不到。这海沙有助于感知明确，刚觉醒异能的人初期借助它熟悉开发自己的能力极有意义。我一知道王家是这东西，就琢磨着给你用用。老实说，老妈混了这么多年，想把这个黑回来给你也不算难，但咱家不做这事，其实也没必要。楚哥道，确实没必要，既然是初期入门辅助的意义，我用一段时间，能够自己不需要辅助也能感知的时候，就用不上它了。吴秀云满意地点点头，这娃也不是猪吗？问题是，既然你不是猪，别人用这海沙1个月也差不多够了，你1个月怎么还要延期呢？仿佛感受到母亲鄙视的目光，楚哥讷讷道，之前用的少，这么重要的东西搁你身上了，还不没日没夜的研究，都干嘛去了？谈恋爱。气氛一时安静。邱无忌捂住了脸，这娃可不是猪，别人没日没夜研究1个月差不多够，这娃加起来用过3次没，就已经差不多够了。吴秀云磨牙，东西呢？我怎么感知不到在哪了？该不会被你弄丢了？
邱无忌终于开口：“我用手段遮掩了。”吴秀云很是吃惊，这种涉及精神的东西，物质很难遮掩，所以王家拿了这个，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藏都没法藏。儿媳妇居然能遮掩，他心念微动，没有追问怎么遮掩的。其实局里能办到这个的也不少，无非精神方面的特殊能力，只是这儿媳妇就显得越发深不可测了。她到底什么能力来着？算了，给年轻人一点秘密好点，多问的话，这婆媳关系不好处。吴秀云收起正经事的心思，懒洋洋伸了个懒腰。好了，那海沙你先用着，用到不用了再说。很晚了，今晚妈就住这没问题吧？我看你有2间房。楚歌、邱无忌眼睛同时一直，就看见吴秀云晃悠悠的到了次卧门口看了一眼，眼睛也直了。你们没睡一起？这小俩口感情是不是有点问题？婚前同居，谁不是如胶似漆？你们这就分房了，以后怎么过日子啊？吴秀云神色不善的看着沙发上的小俩口，两人面面相觑，冷汗淋漓。当世秋现在就是后悔，很后悔。要是一开始就坚决否认女朋友就好了，说是合租的又怎么了？或者早早躲书里去，这里一地鸡毛官本做何事？现在呢，是女朋友，热恋同居，然后压根没睡一起。你说给谁听，谁信啊？其实既然没结婚，分房倒也不算稀奇。你是可以说大家洁身自好，婚前坚决不发生那啥行为，在网上确实看见有人这么试婚的，现在邱无忌天天上网，对这些也不算陌生了。但这种试婚本身就很小众，没多少人信的，觉得你找备胎的想法还更多些。就算不往阴暗想，也最少证明了一点，你俩感情还很一般，处于互相熟悉磨合的阶段，这总是实锤吧。对别人来说一般就一般，倒是没啥。可他还有个身份黑户无法解释的问题处在中间没说明白呢。之前老人家是看你们感情好，不去追根究底罢了，结果所谓感情就这，谁看了会没点想法啊？瞧吴秀云那表情，都不知道心里转过了多少稀奇古怪的身份质疑了。估计什么找备胎、女特务、50万，冲着我儿子身份来的，什么想法都可能冒出来了。楚歌擦着冷汗，心念电转，努力寻找理由。那个秋秋这2天来月事了。吴秀云，楚歌越说越顺畅，不信你去卫生间看吗？姨妈巾还在那呢。不是，姨妈巾在不在有什么关系的？吴秀云很是困惑，来姨妈了和分房睡之间有什么关联吗？谁告诉你睡一屋就必须要做坏事的了？那你爹岂不是早就成干尸了？不是。楚歌，邱无忌。吴秀云瞪着儿子，什么表情？我们不干事有你吗？现在说的是你那什么理由？这个楚歌艰难的找借口，秋秋比较迷信，觉得这个会败运。你知道我现在这书成绩在上升对吧？秋秋不想我沾了什么坏的运气，所以就这2天分开，就这2天。邱无忌在一旁闷声不吭，心中惊为天人，不愧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理由你都想得出来，真的牛批。吴秀云上上下下的打量儿子，狐疑的问：就这2天？是啊。楚歌顺手就抱住了邱无忌，我和秋秋感情很好的呀，木啊。邱无忌心中想踹死他，面上却下意识堆出了甜蜜的笑，轻轻偎依在楚歌怀里，一副羞涩的样子不说话。应付过去，以后揍你。他却忘了这不是口头应付就有用的事情。吴秀云看似松了口气，大气的摆摆手，什么时代了还讲这种封建迷信？我们家是坚定的党员，就算古代有点稀奇古怪的事，现在看来多半也就是异能罢了。你我都有，还讲这个？睡回去吧，这么看着怪别扭的。楚歌搂着邱无忌陪笑道，当然的，总不能让老妈睡沙发，秋秋今晚住过来就是了。邱无忌一脸木然，怎么忽然感觉这母子俩在给自己设套？是不是设套另说，都到这一步了，要么翻脸，要么就真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邱无忌最终还是选择了堆着柔柔的笑意站起身来，阿姨还是先洗漱，家里还有备用毛巾。吴秀云的表情变得慈祥和蔼，好，秋秋果然是个能持家的，让那臭小子自己过日子，才想不到什么备用品呢。楚妈妈满意的进了卫生间，外面的小俩口神色各异，定格的如同世界名画。夜深人静，邱无忌一手抱着小猪抱枕，一手抱着睡衣，直挺挺的站在楚歌的屋里，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不说话。楚歌也不敢上床，也不敢更衣，僵着脖子站在那里，如同受检阅的士兵。两人这状态已经5分钟了。酒店里也曾同睡一屋，可那是2张床，这里只有1张床，还不大。最让邱无忌想吐血的是，他今晚必须睡觉，平时1、2晚不睡没问题，可今晚消耗很大，若是没有一个好的休息，直接就得回去了。这突兀消失才叫完犊子，明天楚妈妈不怀疑才有鬼。好像什么破事都恰好堆在一起了，把形势生生推成了这副德性。楚哥好像也明白这点，两人处着互相看了老半天，他终于叹气道：我通宵吧，你睡觉去。这是唯一解。邱无忌肯进屋，当然是本来就这么想的。真敢忽悠本座一起睡，嘎了你小头。邱无忌很满意他的识相，气也不冲他发了，只是道：我换衣服怎么办？楚哥举目四顾，这里也没屏风，确实连个换睡衣的地方都没有，要么就变一套，可他现在法力够吗？看他那一身刚刚战斗回来的衬衫长裤，裤腿上还有海泥呢。楚哥只好道：我转过去，你在后面悄悄换了就是，
我保证不偷看。邱无忌不信任地盯着他，楚歌偏头，又不是没看过，有什么好看的？嗷！邱无忌把他压在墙边，恨恨道：正是因为你个登徒子偷看过洗澡，所以不可信。楚歌正要反驳，忽然觉得有点怪怪的，他力道太轻了，几乎没什么力气的，真的强弩之末，随时可能回去的边缘了。这真是，本来回去就完事了，老妈这时机切的真是又准又狠。楚歌心念一动，腰力微扭，手腕轻正，已然挣脱束缚，反过来将邱无忌抵在了墙边。邱无忌怒目而视，你。楚歌伸出食指竖在他唇上，你说我能强迫你的时候，我知道这不算，但这至少可以证明一下，我不会趁机做什么的。说完干脆利落地退了开来，转身坐在电脑桌前，背对着邱无忌。其实不换衣服也没啥，脏就脏点，明天我洗床单。邱无忌咬着下唇，瞪着他的背影，刚刚兴起不管3721直接回去的念头直接打消了。他犹豫片刻，轻轻挨坐在床角，开始脱衣服。床单沾了海泥，阿姨也会察觉不对。听着身后窸窸窣窣换衣服的声音，楚歌仿佛能在脑海中勾勒出此刻身后的香甜。他努力咽了口唾沫，把念头逐出脑海，打开群聊，试图和沙雕群友聊天，转移注意力。可惜群友们在聊什么，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身后的邱无忌同样不淡定，觉得自己的心里有1万只小鹿到处乱撞，整个人都在发烫一样。有些时候朦胧比直接更动人，两个初恋中的男女第一次领悟了这个意思。直到换好睡衣，抱着小猪抱枕钻上床，邱无忌还是觉得尴尬无比。这是他的床，床单和薄被上全是他的气息，原本熟悉的气息，换了个环境，换了个氛围，却能如此让人心跳难抑。这真能睡着吗？邱无忌觉得自己半点睡意都找不到。邱无忌卷着薄被，转身朝向楚歌，楚歌正木木地看着电脑发呆呢。他这个样子能通宵吗？其实楚歌现在并不合适上网通宵，他的生物钟好不容易调节的健康，这么一来全毁了，既影响码字，也影响修行。邱无忌忽然觉得其实可以换一下更好，要不我打坐通宵，你睡觉。楚歌转头看他，那侧卧牙床轻拥薄被的样子，真的实在是太诱人了，他自己没感觉吧？楚歌直接转回了脑袋，不用，通个宵多大事，你快睡吧。两人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吴秀云是个很强的异能者，不知道精神能不能隔墙感知，如果能，不管谁通宵都忽悠不过去。当然楚妈不会做这么无聊偷窥的事情，可如果呢？两人一时无声，各自脑子里一团麻。楚歌木木地看着电脑，忽然道：秋秋啊！邱无忌有点紧张地捏着薄被，楚歌似是有些艰难的一个字一个字慢慢道：你真的做我女朋友好不好？仿佛有一道闪电劈在邱无忌身上，整个人麻在那里，思维一片空白。你这当口说这话，你想干嘛？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电脑屏幕的光线映在楚歌脸上，可以看见他的神情从紧张到了慢慢平静。其实亲了抱了，同吃同睡，你本来就是我的女朋友。楚歌再度开口，至少在我心里一直就这么认为，我想你内心深处也是认的，不然我的邱无忌怎么可能亲男人？邱无忌瞪大眼睛看着他，过了好久好久，失去的灵光才仿佛慢慢复苏，艰难地组织出了语言：你不要以为是女朋友就可以干什么了，这当口说这个，你没。楚歌直接打断，骗人骗己也没什么意思，我想对天下人说，邱无忌是我女朋友，不是装的，也希望邱无忌对天下人说，楚歌是他的男朋友，不是误会。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需要这样抖抖索索的？邱无忌不说话了，定定地看了他半晌，反倒觉得心跳的感觉也慢慢平静下去。终于知道楚歌为什么如此平静，原来把事说开，也就是如此，又何必梗着个纠结在心头？邱无忌出神地想了想，忽地嫣然一笑，好，那一笑便如云破月来，遍地花开，整个秋天的夜晚都明媚起来。楚歌豁然转头，脸上尽是惊喜。说真的，他还真没指望过邱无忌回答的这么干脆。说是亲过抱过，可有没有承认过，那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对于今后的许可。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她就是我的女朋友，他就是我的男朋友，我们是恋人，没有什么不可对人言。邱无忌却似轻松下去，悠悠靠在床头看着天花板，慢慢道：我之前对你说过，我们没成亲，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可能确实当你是男朋友，但不愿意做你们现代人觉得习以为常的过线之事，我怕你得寸进尺，所以不愿认罢了。楚歌看来日常开车和看的那些片子给他的心理阴影有点大，内心总觉得一旦确认关系，男人就会干嘛干嘛了，他不愿。邱无忌转过头微微一笑，楚歌，你有没有后悔过写的是一个古代女人，还是正道思维，唧唧歪歪的就是麻烦？楚歌也笑了，我写的，我喜欢。两人对视着，目光里各自有什么在闪烁。又过了一阵子，邱无忌才低声道：你也躺上来吧，免得阿姨突发奇想探过神念，不好交差。至于别的，曾经也同睡一屋，只要你手里，那就无妨。楚歌拍胸保证，我们画楚河汉界，我过界了你打我。邱无忌微微摇头，何必行此儿戏之事，界限只在心里。
他让过半边床，又把小猪抱枕垫在脑后做枕头，平静地躺着看天花板。楚哥慢慢躺在空出的半张床，也看着天花板。两人同时听见对方变得急促的心跳和呼吸，犹如战鼓骤响。一张床和酒店2张真的不一样，人就在身边，触手可及，手随便移动就能触到对方的身躯，随便翻个身就能抱在一起。还是刚刚已经答应了的女朋友。如果他真的抱过来，邱无忌不用看镜子都知道自己的脸现在已经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了。还好这天气还是热，并不是冬天钻在暖被窝，那感觉想必更糟糕。现在还好，薄被完全是可以不用盖的，最多拉一脚随便盖，还没有那种包在一个被子里的感受。到了冬天的话，冬天干嘛要睡一起？真是的。那个，楚哥忽然开口。邱无忌下意识握拳，却听楚哥道：“你那个是抱枕，躺着会不会不舒服？我和你换枕头。”邱无忌木然道：“你是想说要不要你手臂给我做枕头吧？”楚哥咦了一声，忽然这么灵醒。邱无忌冷冷道：“我枕着的已经是楚哥了。”楚哥这么扯了2句，两人反倒慢慢轻松下来。邱无忌低声道：“好好睡，别想太多。”楚哥试着道：“亲你一下可不可以？晚安吻。”邱无忌看着天花板，没有回答。楚哥若有所悟，轻轻凑过去亲了亲他的脸蛋，脸颊滚烫，但没有拒绝。男女朋友了吗？楚哥轻触即收，低声道：“晚安。”邱无忌放松了绷着的身躯，也低声道：“晚安。”枕边人的清香缭绕鼻端，此前变天激烈撑到极限的疲惫终于在此时侵袭而来。楚哥再也没扛住，渐渐入睡。倒也心大，就是做梦都在笑。邱无忌的疲惫同样袭来，可在满心乱成一团的思绪里，却真睡不着。修行略微有成的楚哥睡觉不会打鼾，呼吸绵长舒缓，很有节奏，其实听着还挺催眠的。他睡相也规矩，安安然然地躺着，手脚一动不动，并无打扰。可如何入眠？和男人同床共枕了，便是在自己主动亲他那会儿都没做好这种准备，可今天各种迷糊之中，莫名其妙就这么发生了，还允许他主动亲自己的脸，道一声晚安。可是直到发生到现在，自己居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那一刻还觉得有点甜，真是见了鬼。要是穿越到几个月前，有人这么告诉书中的自己8成会一剑砍了那人的狗头，妖言惑众。邱无忌偷偷转头看着熟睡中的楚哥侧脸，还是觉得很顺眼，并没有想要躲避的情绪，甚至还有一种小小的冲动，也想亲一下，告诉他晚安。可惜此刻他是听不见了。算了，都听不见，亲你干嘛？不亲，谁叫你睡得这么快，我都睡不着。邱无忌撅了撅嘴，又看向了天花板。完蛋了，这睡不着，要是硬等到天明，会不会消失回去了？话说，如果枕着的这个小猪是楚哥，枕着等天亮，是不是叫整个带蛋？邱无忌脑子里跳跃性的想着，忽然自得其乐的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却不知道何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邱无忌睡得并不安稳，一大早就忽然惊醒，睁眼就看见男人柔柔的目光，带些笑意的看着自己。邱无忌略微醒过神，才发现现在是个什么姿势。楚哥始终老实，现在还是昨晚睡前的姿势，平平整整的躺着。倒是自己不老实，双手抱着他的胳膊，右脚跨在他腿上，头靠在他肩窝里，姿态难堪至极。这是谁在过线啊？邱无忌内心短路了片刻，面无表情道：“看什么看？你也知道那个抱枕不好躺。”楚哥含笑：“是小猪的错，本来就是。”邱无忌嘴应了一句，这才发现楚哥另一手拿着手机在玩，看似醒了有一阵子了，是不忍抽出手臂打扰自己睡眠，才一直这么干躺着。他有些不好意思，故作平静的离开，口中道：“几点了？”楚哥道：“也就刚7点，我也没醒多久。这么早，群里也有人睡吗？”“有啊，一个个都是修仙的。”楚哥道：“人多吗？什么作息的人都有的，何况还有海外的。”邱无忌探头看了一眼，2999人，这满了呀，要开新群吗？楚哥无奈的叹气，群多了管不过来，本来不想开，现在这么看着必须开了。邱无忌有些揶揄，之前同事操哥，现在新群该叫什么？这个呀，简单。楚哥操作手机见着新群，在群名称上慢条斯理的输入了4个字：枕戈待旦。邱无忌的网络知识已经有点半污。何谓半污？因为他还没污化到能对旦字进行拆字解的程度，所以感受不到楚哥这4个字里隐含对他的深深调戏。话说回来，这程度的老司机倒也不算很多，但他却乐呵呵地体会到了另一层意思：几千人操戈不够，又要让几千人整戈了是吧？正所谓楚哥欲避千人枕。喂，楚哥哭笑不得的去挠他痒，我被千人枕你很开心是吧？邱无忌奋起反抗，这你自己起的群名？楚哥威胁，群里可不只有开玩笑的大汉们，还可能有妹子哦。邱无忌瞬间警觉，那可不行。哎呀，别挠了。两人熟练的飞速拆解折眉手，打闹成一团。其实邱无忌心里很开心，因为楚哥起的名字和自己昨晚莫名想起的词儿居然一样，这就是男女朋友的灵犀对吗？打闹中的小俩口好像忘了点什么，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个人？吴秀云拿着个毛巾搓脸，在他们房门前晃过来晃过去，听着里面嘻嘻哈哈的声音，
脸上也不禁露出了姨母笑。感情果然好，早就知道感情好了，这么久的暗中观察又不是白观察的，就是知道傻儿子迟迟下不了手，才刻意来助攻的嘛。其实他虽然是强大的异能者，精神力很强，但毕竟属于空间系，不属于精神窥探类的。除非运用空间能力去扭曲或折叠之类的，若是光靠精神力，最多能感知哪里存在什么，无法获知屋子里发生了什么。这是异能体系和修仙体系的显著不同。换句话说，他昨晚压根就不可能知道谁在通宵没睡觉，却让小俩口自己吓自己，自我攻略出了一大步进展。谁叫这对修仙的呢？以为这么强的人了，神念窥探很容易呢。屋里传来邱无忌的声音：“哎呀，别闹别闹，你打坐，我出去做早餐了。”吴秀云迅速躲进卫生间，装作刚刚在里面洗漱的样子。很快，邱无忌开门而出，见到卫生间的动静才愣了一下，好像真把阿姨给忘了。关系既定，邱无忌此刻也不像昨天那么乱糟糟不知所措了，很是平静地打了个招呼：“阿姨好，睡得还好吗？”吴秀云笑眯眯道：“还叫阿姨？”邱无忌歉意的笑笑，却没改口，只是道：“我去做饭，阿姨有忌口吗？”“没忌口，没忌口。无忌做什么，我吃什么。”吴秀云很高兴，这是个能做饭的儿媳妇。对邱无忌没改口，倒也不以为忤，还没结婚，改不了口很正常。其实，即使谈婚论嫁了，绝大部分小夫妻要改口喊对方爸妈做爸妈，都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适应过程的，要么就是憋了半天喊不出来，要么就是声音跟蚊子似的，不知道在喊啥，都很正常。能第一次见面就毫无芥蒂，脱口就喊爸妈的，在吴秀云个人看来，反倒有点情史丰富的嫌疑。当然，个人观点不作数。结果他没要求邱无忌改口，楚哥反倒从房间里探出脑袋，要求他改口了：“妈，别喊无忌，我这是找了个名叫教主呢。”吴秀云愣了：“你咋不说你改的名字不好叫呢？那叫什么？”“秋秋啊。”“怎么不好叫了？”楚哥理直气壮：“群里都是秋秋堂。”吴秀云哭笑不得：“好好。”他瞥了眼厨房，暂时打消了去帮邱无忌一起做的心思，悄悄凑到楚哥身边问：“打算什么时候和秋秋领证？”“啊！”楚哥傻了眼，昨天才刚确定的男女朋友关系，这领证连想都不敢想啊。昨天秋秋的意思明显也没到结婚的程度，步子太大会扯到蛋的。这休息一晚上了，秋秋法力多半恢复一些了，这时候肯定听着呢，乱说话，气得他躲书里不出来了怎么办？他只好解释：“妈，哪有那么快的？我和秋秋认识也一共就3个半月，这年头认识3天闪婚的都有，3个半月还嫌短呢。3天闪婚多多少少有点不负责任了吧？真美满的几率高不高啊？我是没调查过，老妈部门那么牛逼，去查查呀。”吴秀云，感觉你几次三番阴阳怪气，对我部门很有意见啊？没有，是真觉得牛逼。我们又不是民政的，谁吃撑了查这个？楚哥道：“反正你儿子现在事业未成，秋秋自己也没稳定收入，不合适这么早结婚。”吴秀云倒是接受了这个解释，沉吟道：“秋秋的收入无关紧要，你得养。倒是你大男人一个，现在月入多少了？”楚哥这一拳，哦，月入还可以，主要是和房价一比就不够看了呀。吴秀云斜睨着他：“你还打算买了房才结婚？靠你自己。”楚哥原先还真没打算只靠自己，都计划6个钱包了，但这会儿不敢说，因为他发现很可能说要爸妈支援新房结婚的话，说不定他们还真能当场就掏一套给你。只好回答：“没错，靠自己。”吴秀云的眼睛更斜了：“我知道你那个不太稳定，就说上个月的收入多少吧。”楚哥盘算了一下，不到20万吧。才儿，等等，你说多少？吴秀云的声音拔高了8度：“你去抢劫了？因为上个月有抓通缉犯的10万奖金，市局还给了点见义勇为奖，不多也有1万块，哥们赏了个黄金蒙5万，自己的稿费加上林林总总的打赏，可不就20万了吗？扣了税才说不到，不然还略超一点呢。”吴秀云直着眼睛算了一下，他发现扣除意外所得，这厮光是稿费收入好像有4万。4万！楚哥还补了一句：“这个月成绩更好，稿费还能多，具体多少还不知道。”吴秀云一脸木然，按这么算，好像他自己买房，首付也不用攒太久，只要别买市中心地段或者学区房就行。儿子明明长期自力更生，吴秀云内心总觉得还是娃娃，找了女朋友可能快要能当爹了，吴秀云都没觉得他长大多少，这能把2老月入总和拉一起 A 了，还能摁在地上摩擦的20万一辆，才忽然觉得儿子长大了。这种心理挺奇怪的，吴秀云甚至要拿5险1金来给自己心里撑几分面子了。楚哥察言观色道：“所以我们结婚的事自己会安排，爸妈就不用操心了。”“你能自己安排个屁！昨晚要不是老娘助攻，你这猪头猴年马月才能爬上人家的床。”吴秀云心中憋了一下，终究没说出来，感觉到了这份上好像确实不太需要自己多操心了。儿子真的长大了。邱无忌从厨房探头：“吃饭了。”母子俩同时变得笑眯眯，这声音从来最动听。由于招待婆婆的缘故，这次邱无忌没用惯例的自磨豆浆，特意熬了粥，烙了几块饼，煮了3个水煮蛋，炒了盘青菜，加上常备的榨菜豆干，清淡又丰富的早餐就摆了一桌。吴秀云刚刚觉得儿子长大了不需要多管的心思一下就飞没了，第一反应就是请你们原地结婚，要不要我把民政局搬过来？却见邱无忌慢条斯理的喝着粥，
慢慢开口：“阿姨，结婚的事，在我看来不在买房。”吴秀云奇道：“那是什么？”邱无忌笑笑：“他的实力。”吴秀云，他已经觉醒异能，精神力几近7星，大有可为，早非凡人之时。邱无忌面带微笑，语气平和，却仿佛不容置疑：“阿姨空间之力磅礴无匹，世所罕有。我以为母子相传，异能之秘便在眼前。然而和他说的事宜，却总绕不开金钱与婚姻，是不是挺可惜的？”吴秀云眨巴眨巴眼睛，这说话还挺古味。这一刻的邱无忌，刚才轻声细语问早安的邱无忌，眼下做出一桌丰盛早餐的邱无忌，在之前房间里与楚哥嘻嘻哈哈打闹的邱无忌，真是同一个人吗？昨天那一剑的刚烈肃杀，仿佛又在目前。是了，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姑娘，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评估她的实力，她吴秀云至今也没能看明白。这可不是一个从山里拐出来含羞带怯的小媳妇，而是一匹烈马，一柄神剑。对你的尊重，纯粹因为你是楚哥他妈，于是洗手做羹汤。然而她对丈夫的期许，会是区区买房吗？奇了怪了，这傻儿子怎么追到的这样的女人？邱无忌买菜去了，实则也是故意留给母子俩一个异能对话的空间。有些事也许有保密级，他自知处在家里反而可能不方便。世事动彻的姑娘，老江湖了，莫名还给了我一点威严的感觉。这是吴秀云的评价，我觉得正常交集。你要被他居高临下看孙子一样，怎么反而是他给你做饭？楚哥心中小骄傲，我写的呀。他在我面前怎么居高临下啊？从一开始我的心态就站得比他高才对，当他是女儿似的，教他怎么认知世界。可能也恰恰是因为如此，两人的关系才会往这个方向进展。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对邱无忌居高临下，也没有其他人这么懂他，他也从来没这么依赖一个人的帮助过，所以渐渐化为绕指柔。他没在这上面多扯，只是道：“秋秋说的对，吴秀云，我真的要学异能啊，老妈，你自己这样牛逼，不教儿子好意思的吗？”吴秀云叹了口气：“以前我们不知道你有异能，我们自己觉醒那2年，暗中测试过你不少，感觉你完全没接受我们的遗传。你爸还跟我吵过，是不是亲生的？”楚哥，现在我觉得应该是报错了，起码智商上有点。停，说正题行吗？正题就是异能不一定能遗传，相反，遗传的可能性还比较小，我们没往心里去。心想，既然你是普通娃，那就好好上学工作，普通人的一生自得其乐，不要参与我们的危险，挺好的。既然都这么想了，我们和你提什么异能？吃饱了撑的。楚哥默默给老妈倒了杯茶，现在我有了，有什么可以指点的吗？该不会还是黑屋那边的锻炼完事？黑屋那边的锻炼是王道，所有人都要进行这样的基础锻炼，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更深入的锻炼，你得到我们的基地，接受和月影一样的训练，但我反倒觉得你不需要。楚哥愣了愣，怎么说？因为你有很强的教官。吴秀云抿着茶，悠悠道：“随身的贴身教学，还去别的地方训练，你是不是傻？”楚哥无奈道：“秋秋不懂艺，他异能也是自己觉醒的，瞎琢磨的，没法给我做系统培训。你可能对这些东西有点误解，当成贯之的学习体系来看待了。”吴秀云道：“异能也就发展这些年，谁不是自己摸索为主？所谓系统培训，只是归纳整理，作为基础普世的训练还行，而每个人的特殊能力，那还是得看自己，就像没有人能给我训练一样。”楚哥奇道：“因为空间牛逼。”没错。吴秀云理所当然地道：“空间能力，就目前所知，没人比我强，那谁来教我？”楚哥 M。 吴秀云道：“根据目前的信息，你是什么狗屁的刀枪不入？那我能教你啥？”楚哥抬头看看母亲，见到母亲有些揶揄促狭的笑意，他心中若有所悟，母亲一定知道自己绝不是所谓刀枪不入，就等自己坦白从宽呢。楚哥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和盘托出，倒也不是想瞒母亲，有些事太匪夷所思，楚哥自己也小心翼翼的害怕变故，比如说越多人知道，越多人探索，万一导致那个世界产生了变数怎么办？目前敢不敢承受这种不可测的变局？私心上说，也有点那世界是我私人所有，不想让人知道的潜意识。再说母亲毕竟是公家的人，万一觉得事关重大需要汇报，到时候有领导要指挥我瞎写又怎么办？要秋秋去教长生不老又怎么办？如果严千烈之流跑出来搞事，人们会不会认为我算是个罪魁祸首？想来想去，感觉是不能乱说的，哪怕是老妈。犹豫片刻，还是低声道：“我感觉我的能力其实也有点空间上的意思，似乎能够精神链接一个异次元空间。所谓的刀枪不入，是从其他空间感悟出来的功法，所以这是一套功法，而不是我的异能。”说到这里应该够了。吴秀云眼眸熠熠生辉，怪不得你的精神力莫名强盛，和刀枪不入的异能根本不相符。他很是兴奋地站起身来，左右踱步。空间，真不愧是我的崽，果然没报错。楚哥，吴秀云转头，你能动用空间上的力量吗？比如扭曲空间、次元斩、闪现，诸如此类。楚哥摇头，不能，完全不能。那就不是空间操纵类的。吴秀云继续踱步，纯粹的感知和链接异次元，这模样似是也陷入了难题。仅从这个信息来说，他居然也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开发利用楚哥的异能，说破天都似乎只能锻炼精神，等你啥时候能彻底链接那个异次元了再说。
他想了想，还是道：“我尝试教你一些空间上的运用，看能不能从这些角度触类旁通，让你对空间的感悟更明确，有助于感知那个空间。”楚歌道：“我完全感知不到现实空间的特殊性，能运用什么？很迷茫啊，老妈。你精神链接异次元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一种两个空间的交叠？有。然后一些远近、拉伸、辽阔与微小。有。”楚歌开始觉得有点意思了。你有牛刀，还怕杀不了鸡？吴秀云哈哈一笑，从最简单的事起吧，教你个隐身玩玩，等你掌握了再说。楚歌，哈，隐身还需要掌握？一个术法的事儿不是吗？却听吴秀云道，隐身有好几种，比如扭曲光线、欺骗视觉的。但我们这种相对比较高端，你尝试用你感知两个世界的交错，看看能否营造一种把自己割裂交错开来，使自己处于独立空间的隔绝感。楚歌慢慢瞪大了眼睛。入门的话，你可以做到隐身，锻炼至高深，隔绝空间以护体，说不定可以称为无敌。吴秀云笑眯眯地拍拍儿子的肩膀，我看好你哦。楚歌傻愣愣地看着母亲，忽然觉得母亲可能比自己想象中的还牛逼。如果他自己能达到这种空间隔绝的无敌。楚歌咽了口唾沫，忍不住问，老爹什么能力？吴秀云偏头看了看儿子，忽然不知道从哪摸出了一本册子。楚歌心中一动，随身空间，芥子须弥，我要学这个啊，老妈。却听吴秀云道，这是小顾他们编纂的异能者名录，内部刊，不能给别人看的。你不算别人，拿着，以后见到奇奇怪怪的人，可以比照一下，心里有个谱。楚歌也觊觎这玩意好久了，结果直接翻开第一页。第一页就是遗留的代号和绝密 ，S 级绝密以上不刊。楚歌，这玩意有啥用？有啊。吴秀云笑眯眯地指着其中一个 SS， 从编号看，这是我。楚歌，鬼认得出啊？要的就是认不出，内部也没用。真正有资格知道的要身份解锁，反正不在这看。我在外的身份只是异能物品研究办主任，搞异能物质研究的。你的海沙正归我管。吴秀云笑眯眯地问，至于刚才你问的，你爹什么能力？楚歌期待地看着他，却见吴秀云指着一个 SSS 级绝密，这是你爸。楚歌，操！吴秀云不说话了，意思就是真不能告诉你。算了，我自己看别的。楚歌直接倒过来翻最后一页，姓名楚歌，能力刀枪不入，潜力暂估 E。楚歌，我才艺，哪个傻逼评的？吴秀云神色不善，生你的傻逼。楚歌，吴秀云道，小顾暂定的是 B， 让专家组评审。E 是我让人改的，目前你不是装逼的时候，想装逼等强点再说。现在要的就是误导有些人以为你很菜，然后你一拳打爆他的脑袋。楚歌觉得现在老妈说话比以前潮了很多，也不知道是因为上网上多了呢，还是因为异能部门年轻人多，耳濡目染的。想起当初那张尼玛给你一拳的表情包，楚歌就想捂脸，这潮的好像也不是地方，有点像秋秋被沙雕群友带坏了的样子。好了，吴秀云说，老妈不能留太久，昨晚的案子需要我继续跟进，带人回京，大概也就留一天，午饭都未必会在这里吃，趁着早上赶紧教你，看你智商了。楚歌道，我还想学你刚才变出东西的那手空间能力，是芥子那须弥吗？不算，算是随身空间，也只能放死物。吴秀云道，这个可比做到简易隐身难多了，你确定能学？楚歌寻思了一下，或许老妈听讲述还是无法实际体验自己的感觉，实际在自己的感觉上，这种随身空间反倒还比自身独立空间更加接近自己目前的情况，而且好用啊！秋秋不能带东西出来，没有储物件，自己搞个储物空间多牛批啊！都学。楚歌斩钉截铁道，我学这些就没难过，你会知道什么叫智商。那边邱无忌在菜市场有点小犹豫，今天的菜不知道怎么买了。以前买菜好说爱买什么买什么，楚歌不挑食，或者即使有东西不爱吃也不说话，不管他买什么做什么，反正只要端上来都吃得笑眯眯的。然后自己也会留心他哪些菜会多加几筷子，哪些菜相对吃得少，默默记住。从此楚歌吃饭眼睛就越来越眯，邱无忌自己也觉得很开心。那是一天天的熟悉和相处，一天天的灵犀。谁说我不了解你？我了解你的地方可多了。但今天婆婆在，这菜顿时就不知道该怎么买了，完全不了解她的口味啊！万一全桌的菜她都不爱吃，那场面多尴尬啊！犹豫片刻，邱无忌又找了助攻小能手朱萌萌，萌萌。朱萌萌回，哎，正要找你呢，今天看见了一张网图，说是初秋之恋，我感觉那人好像你啊。邱无忌，你也上网冲浪啊？你是 GG 还是 MM 啊？秋秋很得意，我现在连这种话都会说了，已经可以伪装一个非常时尚的网民了。不对，我就是一个非常时尚的网民啊！每天进群都要三省吾身，我是谁？我在哪？群友怎么什么都会，跟什么都会的群友学出来的，能不时尚吗？那边朱萌萌正在说啊，我火星了吗？也对，现在都快中秋了，所以那人真的是你吗？是我呀，怎么了？你男朋友好帅好温柔啊！邱无忌，您的丈夫、爱人、孩子他爹的相会处理完了没？早就被我蒙混过去了。哎，你今天找我是干嘛？和男朋友闹别扭了？那正好啊，介绍给我吧。邱无忌，滚！
朱萌萌发了个流泪的表情。邱无忌道：“你结婚了，想必很熟悉怎么给婆婆做饭吧？”朱萌萌：“怎么？不好意思，这是我知识盲区。”朱萌萌忽然起了兴致：“你要给婆婆做饭啊？在买菜吗？”邱无忌后悔问这个不靠谱的朋友了，只好道：“是啊，不知道买什么菜。”朱萌萌道：“就是我茶楼隔街那个菜市场对吧？你等会啊，我过来玩。”邱无忌很是无奈：“你来干嘛呀？”“学习一下怎么给婆婆买菜，我觉得这会成为我将来的一个隐藏大招。我觉得如果你丈夫发现自己和你孩子他爹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你这种大招一点用都不会有的。”“开玩笑的，我根本没孩子，瞧你信的，哈哈哈。”邱无忌发了个草的图案给他，来就来呗，参谋一下买什么也好。过不多时，朱萌萌兴冲冲的过来了。邱无忌站在菜市场入口等着，大老远就看见他在挥手。邱无忌觉得朱萌萌挺好玩的，这就是演员吧？一个富二代女孩子，长得也过得去，却没有颐指气使眼高于顶的毛病，天天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最大的爱好就是做 SPA 和瑜伽，简而言之就是关注皮肤和身材。可能情史不少，正好取经。虽然多数时候没靠过谱，但交朋友何必在意靠不靠谱？这是邱无忌在此世的第一个朋友，暂时也是唯一的一个。有时候买完菜没急着回家，就绕过隔街去朱萌萌店里喝茶听筝，挺舒服的。楚哥问了中意，确认这家人没什么问题之后，邱无忌就更放心了。朱萌萌跑了过来，揽住邱无忌的手臂往里走。“你这拎着个篮子贤妻良母的样子，真的想让人啃一口。”邱无忌笑：“你该不会是个百合吧？”“是啊是啊，小娘子要不要跟我混，包你吃香喝辣？”“免了。话说你明明开的那么古典的茶楼，怎么一点古典优雅的味道都没有啊？还没你茶楼里弹筝的小姑娘有味儿。秋秋，你要先明白，我家是挖矿起家，然后做茶壶，再然后才卖茶的。所以你很合适来茶楼啊，往那一坐，感觉就是个古代美人儿从画里走出来，都不用穿古装。”邱无忌奇道：“这么明显吗？”“是啊，尤其你经常夹带一些用词和短句，味儿太冲了。”邱无忌笑着不说话。以前被人这么一说，说不定会有点慌，这可是马脚。现在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平时说话很现代就够了，骨子里那点古味掩不住，别人只会以为是你书香门第学识教养，或者最多觉得你爱装逼，谁会觉得你真从古代来的，或者书里跑出来的呀？他驻足在一个蔬菜摊前，犹豫地看着菠菜，觉得今天这菠菜很漂亮。可是又听说菠菜又不能和啥一起吃了，有谁菠菜又过敏了，和楚哥一起吃饭才不管这些呢？可现在，哎，老板这个黄瓜怎么卖？朱萌萌正在问摊主。邱无忌侧目：“你还真买上了呀？黄瓜，不知道婆婆爱吃不？”摊主看着两个漂亮女孩子手挽手的橘色大好，忍不住就心猿意马口花花：“美女，现在不流行黄瓜的。”朱萌萌傻了一下，那流行什么？摊主拿着一根藕，现在都用藕透气透水。邱无忌甚至没听懂，朱萌萌秒懂，怒道：“我买黄瓜是做面膜的。”摊主也觉得自己口无遮拦不太好，讪讪道：“你手头这种的8块1斤。”朱萌萌觉得自己去做 SPA 的时候，怎么敷几片就要收80呢？这么便宜，来一车。邱无忌忍不住拉了拉他：“萌萌，买2、3根就得了。”哦，朱萌萌挑了2根大的丢在电子秤上，忽然有些扭捏：“那藕也来1根。”邱无忌，摊主。邱无忌发现带着朱萌萌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他真不用纠结买什么了，因为朱萌萌看到什么都买，一会儿腰子补肾，一会儿猪尾巴利尿，一大堆理论信口颠来，然后邱无忌的菜篮子就满了。虽然都好像与那事儿有点相关，不管了，婆婆问起就说这个吃得好，那个有好处，总归算个买菜依据，没那么头疼了。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这回轮到朱萌萌侧目，邱无忌的铃声居然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年头还有用这做铃声的，这叫土鳖还是叫童心？邱无忌接起电话，楚哥的声音传来：“秋秋，不用纠结买菜了，老妈有事已经走了。”“你居然知道我纠结买菜？”“那是当然。”楚哥有点小得意：“我能不懂你吗？”邱无忌心中也有点小高兴，却板着脸道：“但你不能早半小时说吗？我都已经买了。半小时之前我还没学完。”邱无忌看看时间，有些惊诧：“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学完了？”“是啊，区2个空间异能实在太简单了。”楚哥说的理所当然。邱无忌木然：“那可是空间，古往今来最难解的法则之一。你当你在买菜吗？”邱无忌回家做饭了，今天顺便邀请了萌萌。上次楚哥也说了，认识他朋友，邱无忌觉得很应该，互相接触对方的世界嘛，这也是一环。至于楚哥会不会被少妇勾搭，邱无忌口头警警惕惕，醋意冲天的，其实内心非常信任楚哥。顾若言、月影都那么优秀，没见楚哥有什么表示。萌萌长得不错，可还是明显不如他们的。当然，萌萌可能比他们放得开。算了，不至于。说是买来敷脸的黄瓜，直接被2人1人1根拿着吃了，一路呱唧呱唧进了小区。你就住这啊？朱萌萌啃着黄瓜，四处打量，这社区还挺幽静的，无端端觉得很适合你。邱无忌便笑：“我男朋友写书的，他找的租屋第一前提就是安静，现在真挂在嘴边男朋友了。”“是啊，做到哪一步了？”
上床没？邱无忌有些小尴尬，躺在一张床上算不算？朱萌萌看他那表情也猜了3分，啧啧有声，你说你25了，连那都没做过？何止25，1万都没做过。邱无忌梗着脖子道，没做过怎么了？怎么这反而是丢脸的事不成？本，我看你们反而丢脸。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是 GG 还是 MM 啊？还在说这种上个世纪都没人说的话。朱萌萌笑眯眯地搂着他，咬着耳朵道，那个很舒服的呀，你一点都不好奇吗？有什么可好奇的？邱无忌想把他丢出去，说话间进了楼道。邱无忌忽然心中一动，左手突兀地伸了出去，摁在虚空，虚空一阵扭曲，现出楚歌被摁变形了的脸，看似本来想亲亲，被直接摁没了。想偷袭我？你现在学坏了呀？邱无忌冷笑。楚歌那个冤啊，本来是想隐身过来给个惊喜，结果意外看见邱无忌身边跟着人，又不敢显露异能，只好躲在楼道不敢出去。结果邱无忌一进来就发现有异，一把摁过来了。哇呀呀呀！朱萌萌才醒悟发生了什么，这是有贼啊！他抽出大藕，劈头盖脑的往下打，抓贼！楚歌飞速后撤，邱无忌摁他脸的手回收，反掌就抓住了藕，陪笑，萌萌误会了。哦，有点面熟，和照片一样，你男朋友啊？朱萌萌也收起了手上的男朋友，惊疑不定地打量楚歌，异能？邱无忌微微一笑，你也有啊，装什么？朱萌萌，草！三人上了电梯，楚歌很自然地接过邱无忌的篮子，又犹豫了一下，向朱萌萌伸出手，你那个袋子看着有点重，也给我吧。邱无忌插在两人中间，面无表情，那是他的男朋友，不用你操心。朱萌萌，楚歌，第一次见你男朋友，你就这样黑我？看着楚歌去开门，朱萌萌在身后揪住邱无忌，咬牙切齿道，我看错你了，秋秋。邱无忌不吱声。朱萌萌又压低声音，不过他好温柔啊，还会想到帮我拎东西，这年头外面的小毛头哪有这么体贴人的？果然黑你就没黑错，防火防盗防闺蜜。不过话说回来，昨天我在他妈妈面前表现，今天轮到他在我朋友面前表现，看看谁得分高。哼！邱无忌啃了一口黄瓜，楚歌就偷偷斜着眼睛偷看他吃黄瓜，悄悄咽了口唾沫。邱无忌发现了，奇道，你也想吃啊？还有一根的。没，不吃。楚歌转过了脑袋。朱萌萌扑哧一笑，咬着邱无忌的耳朵道，你男朋友也是厨儿？邱无忌很吃惊，你怎么看出来的？嘻嘻，真可爱。可爱你个头啊，可爱。三人进了屋，楚歌的表现影帝级的好。秋秋你朋友来了，多陪朋友坐坐，今天我做饭。你会做个毛的饭，蛋炒饭吗？邱无忌磨着牙堆出一脸假笑，我和萌萌一起做饭完，你一边待着去，字码完了吗？楚歌字还真没码完，闻言假惺惺道，招待朋友比较重要。得了，没你的事，萌萌跟我来。邱无忌一把拉起朱萌萌进了厨房，楚影帝干咳2声，直接回房码字去了。这个萌萌好像有点憨萌，哎呀，反正不管萌不萌，女人哪有码字重要？这2天是多，再浪费时间，潘达的拳头都要隔着网线揍过来了。只可惜想和秋秋讨论一下空间异能，算了，晚上吧，说不定躺在床上聊，嘻嘻。结果楚歌的表现同时获得了秋秋和萌萌的认可。邱无忌看得出那货演技一眼假，果然对萌萌一点不在意，不错不错。萌萌觉得这男人居然还会抢着做饭哎。他拱了拱正在掏洗猪腰子的邱无忌，附耳道，秋秋，这个男朋友你把握不住，还是姐姐来吧。滚，我怎么把握不住了？你当然把握不住了，你看啊，他大男人血气方刚，有需要的对不对？那又怎么了？很正常啊。一点都不正常。你没同居之前他可以自己解决，你来同居了，他反而不太方便了。结果你又诱惑的不行，又不给碰，他怎么办啊？邱无忌洗腰子的手顿在那里发呆，莫名听着有点道理啊。朱萌萌又道，然后呢？你还给他吃腰子、猪尾巴、韭菜，哇塞要他命了，简直连看个吃黄瓜都能歪歪起来，简直像我群里那些死宅似的，太可怜了。邱无忌弱弱道，萌萌我觉得你得罪人了。朱萌萌，可……邱无忌道，这些东西是你让买的呀，所以说你把握不住吧，我说你就买，啥都没想过呀。朱萌萌沉痛地道，还好你一直住家里，他倒是没有偷腥的机会，但凡你需要出差啊，或者回老家什么的，你说外面万一有个千娇百媚的小贱人，他还不屁颠颠交代了。邱无忌眼神开始发直，我真的要回老家啊。所以朱萌萌拍了拍身边的榨汁机，本军师以为陛下需要的不是榨汁机，是榨汁机。这顿饭邱无忌吃的食不甘味，眼珠子不断在瞟楚歌的脸。楚歌吃的莫名其妙，以为邱无忌在考验自己会不会和萌萌勾勾搭搭呢，便正襟危坐。一顿饭下来，和朱萌萌连句话都没去说。朱萌萌倒是饶有兴致的看着这对的样子，觉得好好玩啊。一个28，一个25，偏偏两人都能让朱萌萌想起曾经的校园里那时美好的青春，甜甜的青涩，暖暖的微甘，在这世道可太难得了。他很识相的没有多打扰，吃完午饭就果断告辞离去，给这对小可爱留点空间。邱无忌也没客气挽留，没把他直接丢出去就不错了，请这货来吃什么饭啊？吃的人心神不宁的，还不如请婆婆呢。他送朱萌萌出了门，
挂着一肚子事儿，默默地进了厨房洗碗。身后抱来一双坚实的胳膊，邱无忌僵了一下，没有再如第一次那样下意识动肘子，静静地由他抱着。男女朋友了吗？其实邱无忌挺喜欢这个姿势的，能感觉到楚哥由衷的依恋和喜爱。楚哥照旧把下巴挂在他肩膀上，柔声道：怎么了？总感觉你今天有点心事。没有啦。邱无忌找了个理由，和男人躺一张床上，对本座冲击太大了不行吗？恶心死人了，一天浑浑噩噩的。至于吗？楚哥叹了口气，柔声道：你担心这个，今晚还是睡回去就是了，本来就是应付老妈。邱无忌确实打算今晚睡回去的，可听他主动这么说，反而有点不舒服。你留都不留一下啊？却听楚哥絮道：楚哥的肩窝是给邱无忌准备的，随时等你来整哥。邱无忌的小小不舒服瞬间就没了，哼哼道：那你等着吧，谁爱整哥？想多了。楚哥也不以为忤，很是自然地亲了亲他的侧脸，继续抱着他。邱无忌觉得暖暖的，不想动，只想就这么像只猫咪一样靠在他身上，连洗碗的力气都懒得动了。午后的阳光透过洗碗池前的窗户晒了进来，邱无忌嫌弃刺眼，微微偏过头靠在他怀里。楚哥却仿佛得到什么暗示似的，又继续俯手下来，尝试着轻轻碰上他的唇。邱无忌睫毛动了动，闭上了眼睛。午后阳光的厨房里，万籁俱寂，四下无声，只有小男女静静的拥吻，喘息声轻不可闻。两人的亲吻早已不是第一次，邱无忌甚至还主动去亲过她。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邱无忌觉得这次的亲吻很舒服，比那次初吻自己僵直紧张的时候舒服，也比后来那次自己忍不住去亲他而他猛然无措的时候舒服。午后暖暖，慵懒无力地靠在他的胸膛，他俯手亲热，他婉转相救，懒洋洋的温柔，懒洋洋的醉意，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在感受他的喜爱，只在品尝他的香甜。脑子放空着，有麻麻的电流微微窜着，有些什么在心底悸动着。两个人都有了一种想更加深入些的念头，却有些笨拙不得其法。楚哥试图扣关，邱无忌松开了背齿，然后楚哥微微吃痛，闷哼一声，整个气氛消失殆尽。两人都睁开了眼睛，神色都有些尴尬，却也有些笑意。楚哥赖皮狗似的还想来一回，邱无忌垂手推开他：好了，差不多得了，碗还没洗。洗碗有多大事？出去，就这样够了啊。唇被再度堵上，这次却没了之前的旖旎。楚哥重重吻了一下，笑道：我来洗。邱无忌也不坚持，心头乱糟糟的出去了。被他亲着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好弱气啊，一点都不符合本座的风采。下次应该还是学上次，要本座来才对。可是萌萌说的好像也对，这样是不是聊得他火旺，却不负责灭啊？这种事情怎么会这么麻烦？邱无忌气鼓鼓地抱着小猪抱枕，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剧里的男女也在亲亲，他们亲的一点都不好看，没我们好看。过不多时，楚哥快速处理了碗筷走了出来，直接挨着邱无忌边上坐了。邱无忌嫌弃地挪开半尺，楚哥死皮赖脸地跟过来半尺。邱无忌怒目而视，楚哥伸手揽住他的肩膀，邱无忌撇撇嘴，就靠在他肩头看电视。无声哑剧之后，邱无忌终于懒洋洋地打破沉默，自骂了多少。楚哥哭笑不得，群里都没你催得凶，因为一直觉得你在不务正业，你就是我的正业，少来这套。邱无忌道：那书对我们不只是收入来源，你知道它有更重要的意义，否则当我爱这么三天两头的催你吗？放心。楚哥笑道：我码字现在很多时候是分心二用的，就像昨晚你觉得我在跨界看直播，好像浪费了很多时间，其实全程在码字，今早存稿都出来了。早上老妈教完我自己一边锻炼一边码字，你和萌萌来的时候第2章都出来了，做饭的时候又码了半张。码字萌新邱无忌有些羡慕，这么效率一点都不卡的吗？卡呀，之前卡的阶段过去了，现在展开了不就效率了，还能一直卡呢？邱无忌想说我就一直卡，写1章要1天，我那还是现成的故事呢，真气人。果然就听楚哥道，最近群里没怎么骂我短小，倒是一直在催正文了，你下1章啥时候出啊？那个邱无忌目光游移，等会这段电视看完就去码，今晚尽量。楚哥道：我找编辑申请了，以后那个会作为全订的福利番外。邱无忌怔了怔，没必要吧？楚哥刮了刮他的鼻子，那也是你的心血。邱无忌懒懒地赖在他肩头整个不语，心中甜甜的。他在乎这个我的劳动是吧？两人各自安静地看了10几秒电视，觉得一点都不好看。邱无忌终于不想看了，又懒懒地开口：你的空间能力运用，说是学了2个是吧？一个就是之前在楼道那儿的隐身。是啊。楚哥有点没面子，本来以为这种隐身相对高端，你现在法力见底了，不一定能发现，结果还是没瞒过你。感知有意，又不是靠的法力，是神识，或者说灵觉，甚至是经验和警兆。邱无忌笑了笑，何况你那个隐身初学炸练，气息不稳，空间晃荡，随便找个有经验的修士，一看就知道有埋伏。高端是高端，将来大有可为，但目前这种初学阶段，说不定还不如蒙蔽光线的好用。楚哥笑道：你虽不研究空间，感觉却比我妈还清楚似的。邱无忌叹了口气，1万年的经验，老实说，我喊她阿姨的时候，自己都有点鸡皮疙瘩。楚哥忍俊不禁，
邱无忌气哼哼道：“笑什么笑？还不是你乱写的1万年？你写18年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喂，18岁的云际宗宗主，9州最强者之一，渡劫大佬，这书没人看的。为什么没人看？我看别人写的几个月就可以，比你还红。人家是主角，我是女主角。好好好，是我写的烂。楚哥开宠。”邱无忌直接耍不起性子了，只能哼唧唧地道：“理论上你的能力不是空间，但好像囊括了空间之变，所以你能用上空间能力，但你不是真正像你妈妈那样操控空间的，这些只能算是触类旁通，如同变天基地大法助你精神链接一样。我估摸着，等你二者都熟练起来，才可能组合成你真正的异能全面目。”楚哥嗯了一声，我现在感觉越发有谱了，尤其是练了第2个空间运用之后。第2个是什么？楚哥忽然露出一丝笑意，右手不知从哪一番凭空摸出了一个全新的小猪抱枕，粉嘟嘟的，还带了蝴蝶结，和此刻邱无忌手上那只看上去正好一对儿。楚哥微笑，之前去偷袭你，本来是想给这个惊喜的，结果朱萌萌在，没好意思拿出来。邱无忌眼睛都看亮了，哪来的小猪？不是芥子那须弥？不对，这是开辟一个自有空间。楚哥叹服，确实厉害啊，秋秋。邱无忌目光闪闪，随身空间多大？我跟你说，这屋子太小了，我住进来之后东西越加越多，现在好挤的感觉，你这空间拿来放杂物好不好？楚哥，邱无忌，两人一时都在卡壳。这 TM 是一代宗主见到随身空间后的第一思考。空气安静了好半晌，楚哥才干咳道：“空间只有很小，和书包差不多，放点零食还行，别的算了，等我能力强点。所以你说越发有眉目了的意思，是这随身空间让你感受到了链接书中世界的那种拥有之感以及俯瞰之意。”确实如此。楚哥神色有些严肃，这空间只是我的魔力参考，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书中世界如同我的随身空间一样，到了那时候，我才是真正的创世父神。邱无忌从他肩头离开坐直，定定地看了他半晌，忽然一笑：“你本来就是。”楚哥邱无忌露出一丝妩媚的笑意，隐隐地挨了过来：“父神，这只小猪是打算在床上摆2只一样的，哄我一起睡的吗？”楚哥口干舌燥：“你这语气，这姿态，到底想我回答是还是不是？为什么我感觉回答是的话，你反而会变脸呢？”楚哥福至心灵，立刻道：“这就是送给你的，你想把它怎么摆就怎么摆，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父神真是体贴女信徒呢，要什么报答啊？”楚哥实在扛不住这种惊人的妩媚，总觉得这种时候根本不是回答问题的，是要 A 过去乱杀才对，但又感觉像个陷阱，真 A 过去很容易死。楚哥还是没敢真 A 过去，往后躲了又躲，终于狼狈起身跑路。我再去练练异能，然后码字，你且休息。见楚哥逃命一样跑路回房，邱无忌媚意消失，变得微笑眯眯的。他一手一只小猪，控制着2只小猪飞快靠近，噗的一声，2只小猪亲在了一起。邱无忌眼睛笑成了月牙。其实在很早以前，邱无忌对小猪抱枕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是楚哥自己原有的抱枕。在第一次想留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楚哥吭哧吭哧整理了次卧，铺了床单枕头，又把自以为全身上下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可爱抱枕放在上面，妄图吸引邱无忌，觉得这是可以住的。那时候邱无忌看着小猪抱枕，自认为没有这种童心，并无兴致。当然住还是住下了，那是为了认知世界，探索真实，可与抱枕没有半点关系。在那个时候，邱无忌从没想过自己现在会这么有童心，天天抱着那只小猪走来走去就算了，现在还会自得其乐地玩起来了。看着2只小猪亲在一起，就像是一只楚哥，一只秋秋。原来那只是楚哥，新的这只是秋秋，他们亲在一起多可爱。其实楚哥新学的2个空间运用，邱无忌也很感兴趣，觉得自己也可以学，并且对自己破界穿梭也很有参考意义。空间之术对谁都属于重要法门，但他没去让楚哥教奥义，在古代传统的认知中，这属于楚家家传之学，随意窥探属于犯忌的。可又想学怎么办嘛？还不是只能发妩媚，把楚哥赶走算了。算了，码字转去。邱无忌拎着2只小猪，心情很好的回了房，2只都是我的。打开文档码了不到1小时，邱无忌心情又不好了。1小时了，这里多少字来着？300有没有？又卡文了，怎么这么难吗？算了，睡觉。不对，邱无忌你纵横天下，怎么能畏难呢？师傅就在隔壁，去问啊，不就是捏捏肩吗？邱无忌带着一肚子不知道想去调戏他，还是想问写作的心情，先去泡了一杯茶，堆起笑意进了楚哥的房间。楚哥正在噼里啪啦码字呢，昨天存了点稿，今天元气满满的，马上又要万更了，差最后几百字这张完事。身边香风袭来，一杯清茶放在身边，楚哥暂时停下打字，直接就伸手捉住邱无忌的手，亲了一下，确认了关系真好。邱无忌撅了撅嘴，总感觉像是送上门来被轻薄一样，算了，男女朋友了吗？他再度堆起笑意，附身在楚哥耳边，师傅。楚哥抖了一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思这才从文档里收了回来，转头看着邱无忌笑，是不是又卡文了？是啊，什么难题？一这么爽快，不要捏肩了？还是说刚才亲了一下手就算数了？邱无忌忙道，我写打斗比较重要激烈的那种，
以前的写法是有一首诗单到此战。楚哥 我也知道现在不能这么写了。然后呢？以前其实也有写得很精彩的斗法，不一定是用诗。我知道了，你是因为真实发生的，力求还原，于是感觉描述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写，对不对？对。邱无忌狗腿似的做捏肩状，师傅好厉害啊！楚哥甚爽，考虑了一阵子才道：我的建议是你忘了真实的打斗，比如你当时面对敌人那一剑怎么考虑的，想了什么后着，这些别管了，一旦想还原这些，肯定干巴巴的呀。我写自传也要编吗？倒不是编，算是详略吧。你可以略过这些，用一些气氛烘托或者意境塑造，这更适合你的文笔发挥。比如可以学一下古龙那种意，也可以学一下黄奕那种玄，自己琢磨一下哪种更适合你。邱无忌想了想，也就是说我还是现代的书看得太少。对，楚哥道，以前看书为了认知世界，现在看书为了学习写作，这是连看的角度都不一样了，再多看看自有所得。邱无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做事捏肩变成了真捏，笑道：师傅还是靠谱。楚哥叹了口气，单论这事儿我可没多靠谱，至少教不了多具体的，还是让你去看名家。老实说，这一项我自己都比较弱，反而是你底子还比我好呢，感觉你以后码子比我好多了，我就是个臭混饭吃的。呸，别人可以这么说你，你自己不许这么说，我父神是臭混饭吃的，我是什么？邱无忌捏肩的手加大了力气，真要说青出于蓝，我感觉以后你的实力真要超过我才对，至少现在你玩的随身空间我就不会。楚哥咦了一声，怎么听着有点酸？酸什么酸？邱无忌梗着脖子道：有本事你就打得过我啊，早说过了，等你打得过我的时候就成亲。邱无忌半截话都卡在喉咙里，其实最初说打得过他的时候指的是可以轻薄，比如亲亲，那时候这分身阻止不了吗？能怎么办吗？但现在已经都随便亲亲了，那么好像真的是指打得过了就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事了。邱无忌脸蛋开始有点发烧，强行道：反正你都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打得过本座，想那么多干嘛？码你的字去。楚哥却忽然道：那个空间利用的法门是这样的。邱无忌捏肩的手都停了，怔怔地听着楚哥慢慢讲述空间运用的诀窍。那本来对于常人无法感知的空间，似乎开始变得可以解析，便如一层又一层的玻璃。对于本来就知道一些要义，能破戒能瞬移能闪现的邱无忌来说，更是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连带着以往的不少疑难都得到了解答。你，邱无忌有些艰难地说，你真就把你母亲的独门秘术给了我？这还有什么独门不独门的？是你现在梗着脖子不肯让我给你塞东西，不然我随便加一笔，邱无忌闭关研究空间，大有所得，一下子你什么都会了，回头教我才是。楚哥笑笑，现在不给你塞，我们传授总没问题了吧？邱无忌怔怔地看着他的笑脸，低声道：喂，这样你更难打得过我了。楚哥伸手捂住他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那不重要，你需要这个，这才重要。邱无忌呆了几秒，目光闪了闪，忽然掰过楚哥的脑袋，恶狠狠地吻了下去。楚哥瞪大了眼睛，邱无忌心满意足地站直，哼哼道：小鸽子忠心可嘉，本座赏你的。楚哥哭笑不得，试图伸手将他拉进怀里，却没成功。邱无忌已经一步闪得老远，笑嘻嘻道：看你后不后悔。楚哥翻了个白眼，没说什么。邱无忌又凑上前来，蜻蜓点水地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柔声道：我快极限了，该回书中世界了，你今晚……他顿了顿，有些难以启齿般说着，想用我的丝袜之类的，就用吧，我允许了。哈！楚哥瞪大了眼睛，邱无忌已经一溜烟回房去了。邱无忌，你都在想些什么鬼东西？楚哥气急败坏地追了过去，邱无忌已经芳踪渺渺，消失不见，其他衣物依然包在被子里，唯有一双丝袜刻意露在外面，好像在说这是刚才身上的原味哦。楚哥只想跳到书里去把这货揪出来。我要的是这个吗？楚哥气鼓鼓地回房，把剩余的几百字码完上传，然后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现在是越发不习惯没有他的日子了，才离开就跟心里空了一块似的。原本还在考虑今晚到底能不能睡一屋呢，楚哥觉得邱无忌这次回去是有点故意的吧，也是故意在躲避晚上这个问题，等过几天回来了就自然而然回原来的房间，直接当没那回事了。太阴险了，心机丘。楚哥上传完章节，直接变天基地链接世界，去看邱无忌回去后干嘛。第一眼就看到邱无忌在那练空间之术，唰的一声，他画出的随身空间起码有一个小仓库那么大。楚哥，邱无忌满意地点点头，随后想了想，先把一堆玉简给装在这个独立空间里，那都是他烙印回来的小说，只是都没细看，一股脑烙在玉简里放置罢了。其中就有金庸、古龙、黄奕全集，实在太多了，平日里邱无忌没空慢慢看，只是神识囫囵一扫全带走，回来了反而很有时间，尤其是现在没多少他的戏份，主要在幕后操纵的情况下，好像可以慢悠悠的看书了，还可以没事存点自传稿子。只不过回来后的邱无忌和在那边真的很不一样，整个神态气质都不一样，清淡悠然，气度隐然。他挑出一个古龙全集的玉简，悠悠然的随手一晃，化作古色古香的线装书，然后靠在山巅亭台悠闲的看。
看着看着，忽然屈指向天，轻轻一弹。偷窥的天道觉得自己脸被打了一下，怒目而视。太阳变热了，邱无忌理都不理他，继续看书。反正你不是日就是月的，能干吗？其实楚哥能幻化个虚影出来，上次还打屁股了呢。只不过幻化消耗更严重，也觉得不至于刚刚离开就非要这么追过来，逆着干嘛呀？说出去都可笑。算了。邱无忌听见太阳好像捂着脸在说，好好休息，我看他后面合不合适写个3天后7天后之类的，你在这悠闲度个假。邱无忌淡淡的嗯了一声，他也觉得你这逆着追来很那啥，无法形容，能主动这么说挺好，免得认为自己赶他走。太阳又说，还有，我才不要你丝袜，臭死了。邱无忌把书册挪开，神色不善的望天，看什么看，我丢那了，自己回来洗袜子。哼！太阳光晕一晃，天道之意消失，重新变回了普通太阳。邱无忌把书册盖在了脸上，捂脸。他不用袜子，那怎么办吗？男人撩出火了，必须灭，不灭甚至可能伤身，历来只是一种托词，骗小姑娘的全体男男女女心照不宣。有的小姑娘未必知道，而有的小姑娘真知道，不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用这个借口，双方都少了一层更进一步的理由吗？最后骗着骗着，大家自己都信了。其实不灭就不灭，半点屁事都没有，说不定对身体还更好了点呢。现在的楚哥也不会去自己冲了，妈的，有女朋友的人了还自己冲，怎么想都不对味，忍着，早晚有一天让他来。楚哥无尽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锻炼里，有规划的安排自己的各项锻炼，用棒珠打坐练金钟罩，跑步，去黑屋练器械和梅花桩，以及利用海沙锻炼变天基地。除了去黑屋不是常规之外，其他几项都是日常了。邱无忌在的时候还经常会对练折没手。光说跑步这一项，楚哥现在跑一场马拉松的距离已经不觉得多吃力，这当然不是常规体能训练能达到的成果，而是和他结合金钟罩的修行很有关系。继续练下去，和一般人比体坛项目显然就算耍赖皮了。楚哥此时也体会到了邱无忌首先教自己金钟罩的用意，那真不是为了他揍起来比较爽，而是自身体质与防护在什么时候都是个重要基础，放之四海而皆准，最是通行。楚哥觉得现在自己的实力真不差了，说不定正面和铁针打都可以打打看了。可惜一般情况下，南疆不会有什么让他发挥的机会。规律的生活，码字与锻炼，日子是过得飞快的。几天之后，月影完成见习任务，准备回京转正。回京之前又去找了一趟楚哥，那个海沙用完了吗？我该回京述职了。如果现在方便最好，要延期也行，到时候我再来一趟。楚哥很是大方地直接把海沙给了他，用完了，不用辛苦赶来赶去。月影倒被他的爽快弄得有些惊讶，几天前还说不够用。楚哥叹了口气，没有谈恋爱影响修炼了吗？这几天没事就练功，练着练着就发现这海沙慢慢的屁用没有了，原来只是辅助自己能够准确把握到识海巨线。现在就算站着这么说话的过程中，随时想内视识海都可以随时内视到了，那海沙真的只不过就是个沙子，长期价值还不如自己和邱无忌在海底捡的棒珠，那个富含灵气，辅助修炼很有用，至少目前为止还没觉得那灵气不够看，还是挺有帮助的。果然南疆一个小家族能有什么真宝物？想多了，无非是精神方向的比较特殊而已，真是什么强大的宝物也轮不到王家保留这么多年。不知道张其人出走霓虹之后，眼界会不会开阔点，辛辛苦苦跟人抢这玩意。楚哥还了海沙，便问，如同这种海沙相似方向的档次更高的东西，不知我能不能找你们借用之类的。月影道，这个我不知道，可以帮你问问物质研究所那边打正规报告申请，不知道行不行。哦，那个所呀。楚哥干咳，我知道了。月影接过海沙，最后看了看这屋子和对门，低声道，我走了。楚哥道，不是，这是晚上，我不记得晚上有去京城的飞机啊。没，明早的飞机。月影笑笑，晚上我打算去神迹夜总会坐坐，就不邀请你了，免得邱姐姐吃醋。倒也不至于，秋也就口头醋意冲天的，其实没那么夸张。楚哥道，说到神迹夜总会，现在是张孝仁在管。月影眼中有了一丝煞气，他以前也欺负我的。楚哥道，我觉得我该陪你去一趟。月影讶然看他。楚哥笑笑，我有预感，你这一去估计要打架。月影露出一丝笑意，怎么我觉得是你有点手痒。楚哥干咳，反正我对张孝仁可没半点好感，打不打架另说，只要不惹我们，谁爱打架？不管打不打架，我也该请你喝一杯，只要邱姐姐不介意。月影默默地走向电梯，转头看着楼道窗外，远处闪烁的霓虹。楚哥跟了出去，看着他有些空洞的眼眸，在霓虹闪烁之下模糊不清。月影低声道，这很可能是我在南疆的最后一夜了，以后若有再来，不过任务过客，而你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故人。邱无忌不是南疆人，不算，楚哥确实是他在南疆唯一的故人，只不过楚哥心中有些叹息。月影也知道楚哥在叹息什么，另一个不过是仇人。在临神迹夜总会，楚哥发现这门面居然还装修过了。之前来的时候，门面破败，彩灯都有些缺失，神迹看着像生意似的。可以理解，里面的核心生意不是面向大众的，没必要把招牌搞得多吸引人，低调才是王道。
早前张孝仁负责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张其仁接手后也没想过搞装修，然而这次再来，却看见了一个金碧辉煌的门面，大老远看着就一副流光溢彩的模样。旗袍女招待站在门外笑意迎客，任谁都觉得这里相当有档次。不装了，楚哥稀奇的自语：“太高调了吧这？难道说它里面已经彻底转白了，改成开门迎客的性质了？”月影面无表情，直接进了门。内部倒是没怎么变化，依然是个很古典的交谊舞厅。此刻里面正放着轻柔的音乐，男男女女正在舞池里相拥起舞。时间还早，大家都很正经，没看见那天群魔乱舞的暧昧，更别说午夜场那种特殊表演了。月影略微有些绷着的心情也略缓，找侍者要了张桌，和楚哥相对坐。座位也不是那天和秋无忌来的情侣坐了，面对面，光明磊落。楚哥自己也觉得舒服，和朋友出来坐坐就该这个样子。也不知道和秋无忌出去怎么就总会搁上暧昧的事儿，也许暧昧只因心中起。东西价格还是高，楚哥惯例只点了2瓶啤酒，1碟花生米，也不管服务生怎么看，爱怎么看怎么看。理论上是月影请客，可少女看着标价，至今眼睛还是圈圈没回过神来。可怜她在这地下混了好几个月了，上面的东西都没碰过，没钱。以为正式工作了能请故人喝2杯，早知道不来这了，路边摊多好。楚哥起了瓶，给月影和自己各自满上，举杯碰了一下，笑道：“既是故人，那仅以此杯送你告别南疆。”月影回过神，有些紧张地捏着那个看起来价值连城的酒杯，低声道：“谢谢。”两人各自喝了。楚哥道：“看这个样子，神迹夜总会像是转正洗白了的感觉，你应该也没什么挂念了。从此挥别过去，重获新生，在我们写书人眼里，这叫一个圆 H。” 月影问：“什么是 H？Happy ending？” 也许吧。月影笑笑：“我对其他事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执着，也没想要追溯张家以前的什么事。如果那些害人的东西真能从此停了，挺好的。”楚哥由衷道：“你品行太纯良了，相对来说，现在的队伍很可能确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月影忙举杯，多谢楚哥和秋姐姐的关照。两人再度喝了一杯。楚哥倒是觉得，如果来这里没特殊的事情，那其实自己可以走了，和月影多坐也不太好。毕竟孤男寡女总得避嫌，而且大家能说的话也不多，有些话更是大家都在回避不去说，那能说的就更少了，其实有点尴尬。楚哥一边喝着酒，眼珠子四下乱飘，心中考虑怎么才能做到刚来就走，还能有礼有节。结果这一飘就看到了熟人，就在隔座，朱萌萌正在和一个小帅哥说话呢。楚哥紧张起来，之前怎么没看到他在这？这要是被朱萌萌告一状，跳进南疆也洗不清了啊！月影奇怪地问：“怎么了？”没，看见一个熟人。月影顺着目光看去，若有所悟，很懂事地说：“你老情人？放心，我不会和秋姐姐说的。”楚哥哭笑不得，现在是谁会觉得谁是老情人？谁会和秋姐姐说？你有点数行不？月影啊，了一声，似乎从来没想过这种事能和自己扯上关系。楚哥看他那呆愣愣的模样，实在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下意识悄悄放开精神去偷听朱萌萌那边在干嘛。我们不能复合吗？我想你了。朱萌萌说。小帅哥说都分手2年了，还说这个有意思吗？朱萌萌说，你有对象了？你知道就好。是微信那个叫婷婷的吗？小帅哥震惊，你怎么知道？朱萌萌淡定道，因为那是我小号。噗！楚哥一口酒全喷了出来。朱萌萌似有所觉，转头看了一眼，眼睛立刻发直，手忙脚乱的就去包包里翻电话，看似想直接叫邱无忌来捉奸了。楚哥无奈道，喂，你对秋秋还挺义气的呀，你自己在外面勾勾搭搭的，怎么好意思？我勾搭什么勾搭？朱萌萌理直气壮的指着对面的小帅哥，这是我老公。噗！楚哥的花生米也喷了出来。那帅哥神色不悦的问朱萌萌，所以这又是你哪个老情人？全乱套了，谁都是谁的老情人。两桌人终于拼成了一桌，解释了老半天才互相搞明白关系。朱萌萌还是不信任的看着月影，喂，我会跟秋秋求证的。这么多小白花，你说是邻居，秋秋也知道，我怎么听着就不信呢？楚哥无奈道，随便，秋秋当然知道。月影到了现在才搞明白怎么回事，面无表情的起身道，既然这样，我还是先走了，不太习惯。楚哥便也想一起告辞，却见朱萌萌压低声音，这位小妹妹走不走倒是无所谓，倒是你楚哥来这里真的只不过和邻居喝酒。楚哥觉得这话里有话，不像是怀疑泡妞了，倒像有点别的。月影似乎也有所觉，起身的动作都停了一下，转头看着朱萌萌的脸。朱萌萌只觉得有利剑刺在脸颊，浑身都不自在，心中也有所悟，原来这小妹妹也是异能者吧。他便没再多瞒，小声道，你楚哥是有异能的，这小妹妹看起来也不简单，所以你们来了这里，难道不是为了等待今天子夜重新开业的黑拳赛？咔的一声，月影手中的杯子生生捏出了裂痕。楚哥的神色也瞬间肃穆起来，消息可靠。朱萌萌也没想到，一直和和气气笑眯眯的楚哥居然会有这么严峻的神情，讷讷道，这还有什么可靠不可靠？消息3天前就发布了，老看客们都收到了，就等今晚回归呢。楚哥低声道，要搞回黑拳，他还门面大张旗鼓的装修，真是不怕死。朱萌萌的帅哥老公终于确定了，这楚哥确实不是朱萌萌老情人，
此时才悠悠地靠在椅背上抿着酒道：“王家倒台，张其人远走，林武阳权力剥夺，有人觉得自己叱咤风云，该奋勇前进了呗。”楚歌问道：“所以你们曾经都是看客吗？”帅哥微微一笑：“有需求才有供给，这年头压力大，总要有个宣泄点。便如大家在网上看见一段小作文，还不都是蜂拥开骂，想多难听就多难听，等真相出炉，骂人的散尽，当事人鲜血淋漓，徒留一地鸡毛，有谁在意？看客谁不是呢？”月影慢慢松开手中杯子，低头看着酒杯里的汩汩气泡，黑色的眼眸悠悠散着涟漪。市局特殊事务处灯火通明，林武阳正在接电话。武阳，这不合纪律。林武阳只是温和的笑：“处长新官上任，总是要做点成绩给人看的嘛。天气有点转凉，处长在家休息就好了，这种劳累活我们代劳就行。”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林武阳平静的截断：“3天前消息就出来了，处长不知道？不知道没事，有人想把我林武阳当土鸡瓦狗，那就要付出代价。”子夜，朱萌萌很想哭，脑补中想当然的认为有异能的楚歌带着有异能的小姑娘来这里，只有可能是为了黑拳来的，从来就没想过楚歌手上既没有会员卡，也没有邀请函，连比赛者都不是。他们甚至不知道今天有黑拳。结果他两口子一人一张卡，恰好每人可以带一个随从，一肚子草泥马的带着楚歌和月影进去了，感觉自己就像送上门的活菩萨。反倒是他那个早已分居2年的丈夫蔡志坚一直噙着笑意，饶有兴致的带着楚歌进地下赛场，似是觉得挺有趣的。楚歌和月影暗中交换过判断，这蔡志坚基本可以断定没有异能，只是个普通人，总算让楚歌没有自我怀疑，怎么见到的全是异能者，好不容易真有普通人了，嘤嘤嘤。然而这么一个普通人，面对黑拳赛场的血腥残酷，又或者是此刻明显带着人来捣乱，却比他们异能者还淡定，一点事后遭报复的可能都不怕，隐隐然竟还有点兴奋之意。也对，当初的看客们岂不都是如此，藏在骨子里的疯狂，他也不过其中之一。还是朱萌萌正常一点，一直在和楚歌嘀咕：“你们要捣乱，一定要把我们撇清啊。”然后就看见楚歌不知道从哪摸出了一张葫芦娃面具，月影也随身摸出了一张鬼眼面具。朱萌萌，别人出门戴口罩，你们出门戴面具？楚歌和月影对视一眼，心中也觉得好笑。刚刚练就的随身空间，第一个要带着的当然是面具，以备不时之需，结果立刻就派上了用场。而月影那个怕是长期随身带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姑娘。叮，电梯抵达地底，扑面的喧嚣汹涌而来。面具下的月影眯起了眼睛，他们是刻意等晚一点再进来的，就是不想和太多人挤电梯，造成的结果就是一进来就是这样熟悉的画面，人潮涌涌，疯狂喧嚣，神色狰狞，美丽的南疆地下的一群疯狂的兽。擂台上已经站了2个人，开胃小菜，普通拳击手。月影安静地站在通道边，仿佛看见了曾经的自己，从这里绕过去，进入选手通道，慢慢站在擂台之上。其实月影不恨擂台本身，这还是他曾经的收入来源，哪怕很危险。他恨的是由此引发的整个环境，把人变成兽，把原本斯文清秀的人变成冷酷无情的魔，鲜血与死亡在这样的地方仿佛变得很正常。看看周围狰狞的脸，这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扭曲了现实规则的地方。楚歌正在给林武阳发短信：“黑拳开了，你有安排没？”林武阳又是吃惊又是好笑：“真热心市民，哪天老子当领导了，一定给你发个大大的小红花。哪来这么多废话？我已经整队准备包围了，有没有需要我做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那里应该有其他通道通往附近的其他房屋，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里。一旦我们包围夜总会，张孝仁肯定从其他通道走人，只要当场没留下他，到时候他又上下打点找人背锅，我怕还是没什么事儿。”楚歌道：“其实他这刚开业，立刻拎进去，哪怕当场擒获证据确凿，好像也蹲不了多久。”林武阳道：“兄弟，你该明白一件事，我们的职责本该做的是让这些东西不要出现，而不是钓鱼等人做得多深，好让人罪名重一点。这思想境界该你是阿 Sir， 我只是个热心市民，所以刀枪不入铁头娃真的能帮上忙吗？”楚歌转头看看月影，月影的目光落点是上面2层看台，那里是一片落地玻璃，玻璃之后，月影知道哪间坐着他要找的人，也知道从哪上去。楚歌笑了一下，回复：“能，那我现在就布置。”见楚歌收起手机，月影低声道：“和市局沟通了？你知道，我和林科长也合作过的。”月影道：“什么时候行动？”楚歌看看尚未开始的擂台，就是现在。张孝仁坐在落地玻璃窗前的椅子上，手上拿着一杯红酒悠然品着，看着下方的人头涌涌，很是满意。为了重新凝聚人气，这一波连会员票都没收，人当然多。只要重新把盘子做起来，这就是远超外面正规夜总会的生意，哪怕有牛肉厂都没法跟这个比。加上操盘博彩，更是日进斗金。什么？以前没做好？那一定不是自己不行，是王家使坏，是那个私生子备孕，是那个月影不听话，反正不是我张孝仁的问题。看现在这主角气运，放眼南疆还有谁？父亲近期不知道有什么事，不在南疆，等他回来了，让他看看我张孝仁的地下帝国。看着下方越发喧嚣的氛围，张孝仁满意地点点头：“开始吧。”
咔嚓，一道幽影悄无声息地从门缝切入，切断了门锁。房门洞开，张孝仁骇然转头，看见了熟悉的月影鬼脸。月影，张孝仁愤怒地砸碎了酒杯，捉住他。不用等他吩咐，早在大门被破坏的时候，屋内屋外四处保安全部汹涌而来。月影一个闪身突入屋中，张孝仁的影子骤然张开，就要把张孝仁吞噬进去。张孝仁身边站着一名老者，一声狂喝，切在月影面前。月影的影术似乎受到干扰，影子散去，张孝仁一身冷汗地向屋外撤退。月影二话不说，影刃已经切向老者的咽喉。与此同时，屋外保安狂涌而来，一道金光灿灿的拳影从门边轰了出来，砰的一声爆响，前头的保安被一拳击飞，撞得身后一群人成了滚地葫芦。一只葫芦娃笑盈盈地站在门前，挡住了张孝仁，此路不通。外面传来警报声，有人惊慌地喊：张总，外面都是警察，诸事不顺，警察怎么也来了？张孝仁心慌意乱，摸出一把匕首就往楚哥扎了过去。滚开！他要立刻从另一个通道离开，还有救！葫芦娃轻巧地转身避过这一匕首，看似威风凛凛的铁拳，却如摘花折眉，五指轻战，一拖一带就把张孝仁扭在了墙上。身后又是一匕首扎来，楚哥闪过。张孝仁的匕首回扎，左右小弟同样匕首乱扎，楚哥身处四面乱战，犹如闲庭信步，左闪右晃，谁都擦不到他半点皮毛。这人肯定是个闪避类的异能者。张孝仁退出战圈，狂喊道：用范围的，几条木棍上下左右给我敲，除非他变苍蝇，老子不信还能躲。木棍四面八方封锁了一切路线。楚哥在看似不可能的环境里左闪右扭，居然还真在坚不容发的缝隙里躲了出去。迎面一匕首扎在了腰子上，张孝仁切齿狞笑：闪啊，我让你闪！叮的一声脆响，匕首扎在腰上，如扎铁皮，根本一点伤害都没有。张孝仁，楚哥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白牙，绝不绝望。咚的一声，楚哥一拳轰在了张孝仁面门上。跑啊，我让你跑！一拳结实到肉，张孝仁只觉得开了染料铺，红的白的都往外乱蹦，耳朵轰鸣，眼睛发昏，连脑子都在嗡嗡嗡。月影的影刃终于从拦住他的老者身上掠过，带起一蓬血雨。影刃架在了张孝仁脖子上，都住手！保安们面面相觑的后退。这俩什么妖怪？几十人里里外外围着，其中还有很强的异能者，却愣是被他们万军之中捉了人。外面脚步声大起，警察已经彻底包围了整个黑拳赛场。大势已定。看着至今神色懵逼满脸是血的张孝仁，楚哥心中忽然想起一个段子：某年某月，某某称帝登基，被几名派出所干警灭国。确实就跟那些称帝的很像，因为月影和他楚哥压根就不是来针对谁的，月影只不过是临走起了故地重游之念，最后来看一眼，和故人喝一杯，顺手遇到就把这事拍扁了，更显得张孝仁跟个小丑一样。警察介入之后，月影甚至都没留，只是淡淡和楚哥说了声再见，就消失在夜色里。目测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见了。楚哥也没挽留，其实楚哥也有意搬家了，现在的租屋确实感觉太小，秋屋寄住进来之后，大家生活用品越丰富，租屋就真的越显小，然后女人的衣服数量嘛，反正这几个月的衣服已经超过了楚哥几年的量。月影离去，自己搬家，仿佛象征着曾经那两个人窝在破租屋里扑街的过去彻底终结。一个在畅销10名上下溜来溜去，虽然算不上大爆，也是个当红炸子鸡了。一个出国做老板，虽然只是从小破公司做起，好像也比当年死扑街有前途，何况将来可能还有家产可争。一个躲在对门扑街主播做不下去，被骗去打黑拳的孤僻姑娘，现在混进公家队伍了，虽然貌似没经历考公，只是事业编，以她那样子踏踏实实做事总是有前途的，志不济总能旱涝保收。然后所知的毒瘤们一个个进去了，感觉天都晴朗了几分的样子。虽然这个天色看上去近期可能有雨，这天可能要下雨。林武阳凑了过来，下意识给他分烟，脸上笑眯眯的，哪有愁下雨的意思了。楚哥摆手，不抽，说过了，大男人这都不抽。哦也对，弟妹瞪一眼你就缩，一看你那家庭地位就堪忧，还单押了是吧？我揍你算袭警吗？哈！林武阳长长吐了口烟雾，似乎要把近期的郁闷全吐出来似的，悠悠道：这个张孝仁真是个好人啊，让我心情都好了很多。楚哥道：小说里常见到的脑残反派富二代嘛，总该遇上那么一个两个的。以前张其仁一直挂在嘴边说他那兄弟是个废物，我还觉得他多少有点怨言，故意黑的，现在看来确实废物。我也觉得以前看张其仁怨气满胸的，心想你的遭遇虽然不算好，可多的是民众比你过得惨，人家也没你那么大力气。可如今对比，张其仁反倒是个人物，他这个哥哥才真不行。楚哥不答，在他的感受里，张其仁起码对自己没力气。这话就不去说了。张行龙一直忙碌，没太多时间教孩子，然后就该看母亲了。张孝仁母亲那副微服无脑的样子，他这模样也不意外。林武阳悠悠道：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少的，纨绔子弟4个字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小说里的也是来源现实嘛。你以后生娃，这点可要拿捏稳了，爹妈都是强大的异能者，别养出个小霸王，被林叔叔拎进去可不好看。楚哥哼哼，我一天天坐在家里，马子会怕这个？你才是忙得没空顾家的那个，
可别到时候本提辖一拳打在镇关西头上，发现是林科长家里养的。呸！你嫂子知书达理温柔秀雅，怎么可能？楚哥不淡定了。邱无忌的温柔是薛定谔的温柔，起码对外可是母暴龙一只，能打算一剑把女战士和毒枭一起 A 了的那种，可谓无法无天，宠出一个小霸王还是很有可能的。说明自己爹妈的放养还挺有好处。不对，爹妈养到自己读完书才跑路的，这可不一样。这厮没发现自己这是连孩子学区房买哪都跳过了，直接跳到育儿经去了。林武阳看他那阴晴不定的忧虑脸就想笑，拍拍他的肩膀，谢了兄弟。楚哥回过神问道，这张笑人要蹲几年？林武阳摇摇头，之前你也说了，这刚开业他多的是东西推脱，估计没多重，不过基本可以判定入刑是肯定躲不了的，可能缓刑的概率有点吧，也就意味着对张其人也不见有什么好处。林武阳瞥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张其人就算此刻有好处，他聪明的话也不会回来接的，借着这事儿旁敲侧击，让他爹多给他那边一点支援才是正解。楚哥若有所思，远在霓虹。有人接了个电话，匆匆对一边的张其人道，大哥，张笑人今晚黑拳开张，听说被警察和一个葫芦娃抓了。张其人的神色变得有些滑稽，半晌才慢慢道，知道了。我们是不是趁机回去？回去干嘛？张其人悠悠道，倒是该和老爷子说说了，那边的投资该减少了，有屁的前途多转移一点来，这才是正经。哦，还有，南疆现在很不合适乱搞，我看连人手也该多派点出来才是。他顿了顿，摇头失笑，好一个连锁反应，我兄弟在那边都能帮我的忙，妈的，又想骗我黄金盟，老子现在手头没钱。属下似懂非懂的退开。张其人蹲下身子，拍拍地上一个满脸鲜血的霓虹人士，上次说的事物，我的耐心可不多。那边楚哥一身轻松的回到租屋，就又开始想邱无忌了。今天战斗全盘按照邱无忌的指点打得简直在玩弄，太舒服了。其实连带着对方的攻击，此时在自己眼中也变得很慢，很好拆解。平时都和什么人对招拆解啊，天天被虐得嗷嗷嗷的，这些人怎么比？这以寡敌众简直跟玩儿一样，要不是怕把张笑人打死，他真能打死。还有个很有趣的事是，张笑人也是有异能的，可能比较弱吧，但不好意思，至今楚哥都不知道他什么异能，因为对自己不起作用啊。尽七星的精神力，还用邱无忌的法门断魂凝石，张笑人的能力对自己徒劳无功，可以看见他脸上那种错愕和绝望的表情。没反过来用变天基地大法弄对方就不错了，这还是为了保留一手呢。楚哥忽然发现，如果自己战力全开，这战斗力好像都快能横行南疆了，有点飘。越飘就越想念邱无忌，没他哪有现在这么威猛的葫芦娃啊。话说算算他回去也有3天了，还不回来？古龙全集比我好看是吧？马上中秋了，楚哥再度变天基地去找老婆。话说自从学了老妈的随身空间之法，楚哥确实觉得这变天基地用得更顺畅起来了。以前一般要坐在电脑面前对着文档找到感觉，然后千辛万苦才能链接，现在随时随地想要链接就能看得见，确实很像是另一个随身空间，独属于自己的，自己开辟的，掌握的。如邱无忌所言，拥有之感，俯瞰之意，一天天的越发浓郁。此时的邱无忌在干什么呢？他没有在看书写书，而是在做一件很久没做的事情，试图挣脱天道。这件事本来就是大家的主题之一，只是前些日子因为各种事件暂且搁置，而且练间情热的时候，邱无忌一时半会也没想挣脱什么，都被他抱着啃了，还挣脱什么挣脱？如今冷静了2、3天，那想法自然也就再度活络起来。尤其是这回还学了空间之道。邱无忌本来就是渡劫大佬，要不是被那个臭天道剧情框死了，他本来就足够能力飞升的，现在还得跟着臭天道的剧情老老实实收集4项大阵所需的物品，卡在白虎獠牙上瞎折腾。要不是天道挺可爱的能亲亲，换个别人早一剑砍过去了，真气人。如今既然学了空间之道，邱无忌甚至已经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天界的存在了，那是一片朦胧的尚未开放的地图，只存在于楚哥的构想之中，连个大纲都没写的那种。他已经能够察觉预设的地图区域的存在，就隔一层空间，说不清道不明。邱无忌站在山巅，仰首望天，神剑绕身而转，神色清冷肃穆，磅礴的气息在他身周涌动，风云变色，日月无光，那是楚哥好久好久都没见过的一代强者的气场。如果在剧情之外，自己已经悄然去了天界溜达过一圈，似乎也没改变什么，那会变得怎样？邱无忌感觉到了楚哥在看，但没招呼。看就看呗，这件事本身就是楚哥支持自己做的，可不是自己在偷偷的反天。我要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人，而不是可以任由涂改的书中角色。他也想要一个真实自我的邱无忌。你我同此心，那便在你的注视之下战此一劫。嗖！邱无忌长发无风自动，凛冽的神剑光华冲霄而起，极致压缩的剑气仿佛在遥远的虚空破出了一个圆点，最初始的坍缩开始扩散，圆点开始绽放黑白2色，二色开始划分4方，渐渐七彩绚烂，华光流转。太极生两仪，两仪生4象，一界之秘即将开启。紊乱的空间之力开始溢散、挤压、冲击、崩碎，氤氲时光正在流淌，
天上人间，万古不移。半空之中风雷大作，似有极强的排斥降临。大天劫！邱无忌美眸凝住，神色凌厉无匹。九州震动，四海沸腾，无数人仰首望天。这是劫云，如此威势，这莫非是大天劫？这是云际宗邱无忌再度劫，真的引来的大天劫。他这一关过得去吗？楚天歌仰首望天，眼里有些期待的狂热。那是探索仙道之秘，窥真破妄，登临绝顶的向往。人所不知的地底烈焰深处，烈焰般的眼眸之影凝聚虚空，死死盯着劫云来处。大天劫！楚歌也屏住了呼吸，他完全忘了这本质上是书中人在挑衅自己的设定，反而第一反应准备帮老婆作弊。大天劫可不是开玩笑的，生老病死，天之常也。修仙是与天争兽，某种意义上就是逆天而行，一步一劫，并非虚言。金丹之时，脱胎换骨步入大道，便有丹劫临身，是第一次逆天之罚，已让无数英雄卡在这一关灰飞烟灭。邪主角楚天歌步入金丹，足足熬了几百章，可知艰难。元婴化神又是一道大坎，可成小天劫，能渡过去的寥寥无几，无不是这方世界煊赫一方的豪雄。而邱无忌的渡劫飞升是真正的大天劫，一旦渡过，霞举飞升，游人化仙，真正步入仙班之列，无相无形，诸天遨游，再无受算困扰。但这是那么好过的吗？飞升作为天人之界最大的坎，岂有那么简单？两界地水火风，时空光暗，万劫临身，不可渡也。一旦过不去，那就是形神俱灭，没有半点余地可讲。这是世界根本设定，就算楚歌想要临时修改都不可能做到，唯一能做到的只有作弊，将此举视为剧情脱缰需要修正，把事情拉回原点。只希望邱无忌这个属于测试，不是真正飞升渡劫，难度没有那么高吧。轰隆隆，天光之中，第一道劫雷怒劈而下，九霄雷劫，血肉成灰。邱无忌一拍剑鞘，秋水凝碧化作炫光，冲天而去。隆隆声响震彻寰宇，仿佛天地都在颤抖，却没有一丝威能溅射而出，尽数被神剑阻挡，不得而入。轰！第二道劫雷紧跟而下，雷不是雷，阴风怒嚎，摧魂散魄，神魂俱灭。烈焰水波涤荡乾坤，狂风泛过水幕，在天地盘旋，如龙出水，狂舞登天。轰！第三道劫雷再临，邱无忌断喝一声，玄武背甲冲上天际，瞬间蔽日遮天。他没等劫雷再起，朱雀火羽和青龙退灵及时跟上，在空中组建了一个玄奥的阵型。空间劫雷，崩毁深州空间，撕裂乱流，永坠迷途，他心中有数。四象大阵就是为了应对这个的，虽然缺了白虎之物，不要紧，以自身为引，破空间之线。轰隆隆，璀璨天光之中，绝色女子踏剑登天，在那一丝时空崩乱的间隙之中，准确地破在那一线生机里。天上地下，九州屏息，真成功了！万年来九州第一个渡劫飞升者。不，没成。却见邱无忌闷哼一声，倒栽而回。非战之罪，因为那一界根本没有开启，不是一个空荡之界，而是不存在之地。似存非存，这样怪异的存在，他压根进不去。明明成功了，却因为这种情况栽回来了。这栽回来可不打紧，他只是钻了空子破戒，而不是消除了各种劫雷。这一道栽而回，瞬息狂雷肆虐，天崩地裂般的各种威能尽数倒卷，大老远看着都让人浑身发麻。远处能感应到的人不明所以，只觉得邱无忌好像要挂了。结果下一刻忽然劫雷尽消，雨霁天清，邱无忌一身完好的悬浮在虚空，脸部红气不喘，好像连之前消耗的法力都没动静，也不知道那些劫雷到底被他用什么手段消掉的。人们心中涌起浓浓的敬畏。听说邱无忌多次尝试渡劫了，本来很多人不信，尝试渡劫失败还能活蹦乱跳。这一幕生动地证明了邱无忌实力震天地，即使渡劫不成，劫雷也拿他没有半点办法。感觉真正飞升的大佬都没这么强的样子，太可怕了这女人。看她降落山巅，真叫一个飘飘欲仙，气度淡然，仿佛渡劫失败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练废了一炉丹而已。殊不知邱无忌这时候哪有什么气度淡然，他都快急死了，几乎是以此生最快的速度冲回了闭关密室，门一关就迅速分魂破界，直奔现实。电脑前的楚歌嘴角正在淌血，神色苍白的喘息。看到邱无忌心急火燎的出现，他吁了口气，能出来就好。没事吧？我没事，可你有事啊。邱无忌急忙抱着他，你这是强行抹去我试图渡劫的剧情，等于世界重置一般，比抹去严千烈的白颜还要难办得多。你，楚歌有些虚弱的笑笑，因为急了啊。事后想想，好像也没必要做这么夸张的修正，好像有别的办法，但一时半会没法考虑那么多。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邱无忌手忙脚乱地把他扶在床上，伸手抵住他的后心，闭目养神，内视调节，我助你疗伤。疗伤之术笼罩身躯，丝丝法力滋养经脉，抚慰魂灵。楚歌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低声道：某种意义上，你算是挣脱了剧情的束缚，自我飞升了。失败不是因为你没挣脱，而是因为天界不存在。我家秋秋果然是最厉害的。邱无忌默默给他疗着伤，心中有些小混乱。没什么厉害的，
真厉害，就要自己应付倒卷，而不是被你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成功挣脱，连挣脱的前提都是他转授的空间之道，这算不算天道给的东西呢？好吧，就算是自己所学，至少不是写的了。然而无论成败，还是没脱出他的修正，这又算不算挣脱呢？邱无忌觉得这是现在好像已经很难理得分明了，成为一种互相交互的状态。但应该明确一点，只要他还可以修改、添加自己的想法、性情等等，那肯定不算挣脱独立的正常的人。目前来说，他应该还是可以的，自己这个飞升尝试好像没什么作用。他轻轻叹了口气，柔声道：“不管怎么说，算是进了一步吧。如今我反倒担心的是，我越进一步，你就越受伤。这很可能确实是冲突的。以前大家一直回避，而今天楚哥的受伤，终于把这事揭了开来，好像很难回避。”楚哥低声笑道：“这真的不重要。我想要我的女主角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对你来说也许是挣脱天道，对我来说，那大约可以叫和我自己较劲儿。老子就要较这个劲！”邱无忌抿了抿嘴，想要说什么，却终究说不出来，半晌才换了一句：“真是个 M。”楚哥开始耍赖 ，M 受伤了，要我家秋秋亲一口才能起来。邱无忌露出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无奈神情，慢慢凑上前，在他血迹未干的唇上轻轻一吻。不管你是不是要和自己较劲，你怕我受伤，我也见不得你伤。别总以为男子汉顶天立地，照顾好自己，要相信自己。父神尚在，我邱无忌又怎么会有事呢？两人都没有发现，在更早之前，空间动荡地裂天崩之时，有一簇火苗虚影透过天光直奔天外，落在楚哥的客厅里。庄周梦蝶的幻阵应激生效，只是那时候的楚哥和邱无忌身处更大的麻烦里，都没能感知到。秋水冥冥，水月镜花，真幻之变。火苗渐渐凝成一个火焰人形，抬头看着庄周梦蝶的书法，凝视了半晌，微微一笑，孰梦孰真？原来如此。他感应了一下屋中的楚哥，终究有些谨慎，不敢近前。这位父神夺他白言造化，如探囊取物一般，他实在摸不准对方强成什么样。此时自己本就是肉身都没的纯元神状态，人家邱无忌是分魂出来，他是整个元神一股哪出来了，虚弱的跟人家分魂差不多，不敢妄动。创世父神，他无声的自语：“且不惹你，待本座勘破真实，再做计较。所谓真实，邱无忌既能明晰，又如何难得住我言牵列？”虚影化作火光，从窗口电射而出，在邱无忌穿过来之前，飞遁天边，眨眼不见。言牵列的破戒是抓住了邱无忌飞升的空间动荡，天道试图修正的那一丝间隙，把握住了另一界的存在节点。在这个独立事件上说，算个意外，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必然。当此界佼佼者们逐一开始意识到天道的存在，并开始全心往这个方向探索之时，那就早晚会有这么一天。邱无忌会出来，别人也会，不是现在，也是不远的将来。尤其是他们越发真实的时候，楚哥自己都没意识到，现在的世界存在感已经多么丰富了。常年混迹点娘的写手总是会忽略一个问题：渠道。点娘表面是人们心中的网文扛把子，实际上真正的日活数在各个 IP 中排名低得很，并无法撑起世界存在感这么大的命题。外面还有各种七七八八的渠道，收费的、免费的、微信的、浏览器的等等等等。瓶子住不是指盗版，有许多在点娘成绩不错的作品，在渠道上并没有多少浪花，这叫只吃主战风，渠道不认。典型代表是某些严肃历史类作品，偏偏有些在点娘成绩普通的作品，在渠道却有可能大爆，卖的钱是在本站的几倍不止，这叫无限风，吃渠道是有无数先例的。楚哥算是个网文老油条了，也并没有很明确这些概念，毕竟以前他也是基本只吃主战风，渠道一点浪花都没有。次次打开后台一看，集团渠道几百块，第三方渠道几十块甚至几块，基本忽略不计。海外翻译为零，改编从来没有。实际上只吃主战算什么普遍认知，算什么世界存在感？别说前10徘徊了，就算前3也未必能算。想要扩张世界存在感，那就必须吃得开渠道，甚至开始改编动漫影视，那知道并承认这个世界的人数才是几何倍数增长。当楚哥收到了短信的银行到账提醒，看到了不敢相信的数字，慌忙打开后台确认这个月的稿费统计到底是多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的眼界好像有点窄了，因为这个月的渠道费超过了主站2倍。楚哥看着那串恐怖的数字，一时有点恍惚，感觉很不真实。上次那播出圈带来的原来并不仅仅是畅销榜排名，真正的影响在这呢，这平时是真的感觉不出来。那啥时候改编的话呢？世界会变得怎样？怎么了？邱无忌从身后拥住他，柔声道：“疗伤刚完，不好好休息。”忽然一咕噜爬起来看电脑后台，这数字假的吧？秋秋傻了，说到后面声音都开始飘。曾经抢劫1万都觉得挺多的，上个月那些收入也只当是意外所得不作数的，现在这是啥？怪不得楚哥疗伤都不顾了，看了个短信就跳了起来。楚哥沉痛地道：“你知道1个月的畅销前10加上翻倍的渠道收入是什么概念吗？具体多少就不说了，免得读者去打前10那些禽兽。”邱无忌，你说的是你自己吗？不是装啊，秋秋，我真没考虑过这个，看见这数字我窒息了一下，之后想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世界存在感。楚哥道：“我甚至在想，
是不是因为它更加真实了，所以你才找得到那个天界？理论上说，我都还没写，那就没有。谁想飞升都找不到。你以前试图飞升，结果链接到我这来了，根本找不到有什么天界，对吧？但它真实存在着，现在越发体现出来了。所以，也许是的。邱无忌低声道：“你会不会怪我不和你商量就擅自飞升？万一出事，虽然有点不高兴吧，但其实这才是对的。”楚歌拍拍他放在自己肩头的手，笑道：“如果你和我商量了，我让你去做，那是天道让你做的呢，还是你挣脱天道？不用想这些，想做就去做。”邱无忌想了想，摇了摇头。他原先不商量，当然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反而总觉得这逻辑是不是又有哪点不对？如果我是独立的自然人，做什么事情和男朋友商量，岂不是很正常？怎么反而必须不商量才算呢？楚歌唇角的血迹太触人心，让邱无忌有些心乱。孰幻孰真，怎样才是自我？真能看得分明吗？算了，这种事情真的很难剖判，一直这么钻死胡同，以后日子就难过了。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这个算不算天道之意？那个算不算自我挣脱？那还怎么过日子啊？两个都是豁达的人，便不再多去纠结。楚歌便笑道：“说来这次的体验不是没好处的，我感觉我的掌控更踏实了。”邱无忌大感兴趣，怎么说？虽然做不到像是对随身空间那样的拥有之感，总觉得权限明确了很多，或者说交互感强烈了很多。楚歌微微一笑：“你看。”邱无忌眼睁睁看着他手中出现了一株草，银月草。邱无忌又惊又喜：“这是我后山摘的。”“是啊，就你闭关密室之外的亭台上随手摘的。”楚歌眨眨眼：“我可以从里面拿东西出来了。”秋秋，因为掌控变强，还是因为世界更真？两人很难判断具体原因，或许兼而有之。但这一刻的惊喜足以让人忘却分析这些原因。楚歌可以从仙道世界拿东西了，这意味着什么？只能拿草吗？还能不能拿点别的？邱无忌惊喜交加地问：“我的落霞云锦秋水霓裳，我的秋水凝碧剑。”楚歌，不行！妈的，才发现老子当初为了水字数给你家的法宝名称可真长。邱无忌，呜！楚歌安慰道：“现在只能取一些很轻巧的东西，我们可以筛选一下哪些性价比最高，炼丹啊什么的，可比之前靠这点棒珠灵气有意义多了。对你的分身修行也很有效果，不是吗？等以后我修行再高，世界再踏实，说不定我把云际山都可以搬出来。”邱无忌目光闪闪：“不需要搬云际山出来，把我真身搬出来就可以了。意识无垠，可以穿梭，肉身受限，真出不来。除非元神离体，留一个肉身空壳在那里，感觉也没什么必要。可惜了，次次这样分魂折腾来来回回的，要是有朝一日可以随意进出，那该多好。就算是现在，也确实可以挑选一些合适的材料出来炼丹了，或者制作一些法衣。瞧他每次战斗衣服都破破烂烂的样子。两个世界一旦真实链接，能做到的事太多了，多到邱无忌一时半会都理不清有多少好处。这是恐怖的跨越，绝对可以象征着楚歌修行大踏步前进的开端。却见楚歌掂着银月草，出神的看了一阵子，喃喃道：“另外，我也意识到一件事，两个世界的存在联系越发紧密。你能出来，不排除其他牛逼人物溜出来的可能，我要加固，以防万一。”说着打开文档，在曾经给邱无忌穿梭的补丁后面加了一句：“邱无忌虽未飞升，但多次尝试已经感知到了诸天万界的存在，故有穿梭可能。其他未曾尝试渡劫者，却反而因为邱无忌造成的空间动荡，导致更加封闭。即使原先隐隐感知过万界之门，如今也失去了感知。”邱无忌神色怪异地看着，觉得这父神真的狗，也不知道是担心别人出来对这个祥和的世界造成破坏呢，还是一种占有欲在作祟。这个世界是我的，你们别想折腾。偏偏在这种占有欲下，他却始终愿意让自己挣脱。邱无忌看着楚歌的侧脸，不知道怎么评价这种矛盾。也许人都是复杂的吧。楚歌心中未尝没有过把他恣意修改、恣意占有的念头，但终究放弃了。他叹了口气，低声道：“你伤还没好明白，先休息。有什么问题，我们明天商议。”某处大厦顶端有一簇小火苗，揣手手坐在边缘。这个陌生的世界让他无比迷茫。这些都是什么和什么啊？什么都不认识，什么都看不懂，看什么都觉得莫名其妙。这就算了，连带着灵气也和自己原先脑补中的不一样。原先觉得这里是天界，灵气浓郁充沛，自己想要疗伤恢复会变得很简单。结果这是啥？稀薄的连自己放个屁都不如的灵气，到处钢筋水泥，连棵草都是在废弃污染下的天才地宝。想要恢复巅峰，那要猴年马月呀！小火苗都要散了，是不是出来的太急切了，没做好准备？反正现在既然出来过第一次，总能出来第二次，是不是先回去养好了伤再说？严千烈叹了口气，试图回归。磨刀不误砍柴工，出来太急，属实没必要。结果意念刚动，却发现回不去了。之前明明还能感知自己原先世界的存在，这会儿忽然感知不到了，就像是好不容易撬开的一点门缝，被屋主重新关回去了。小火苗呆若木鸡。天道，你玩我！正在小火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心中忽然一动，感觉有人来了。他的神念还是犀利，终究是个元神。小火苗一窜，躲在了天台排水道里，偷偷观察来人。一个青年带着慵懒的笑意走在前面，身后跟着一个神色冷峻肃穆的中年男子。明明天气还挺热，
路人还有许多穿短袖，这两人却有些奇怪。青年穿了一身唐装，中年穿了一身黑西装。如果让认识这两套衣服的路人看见，多半会觉得这两人衣服换一换更合适些。严千烈却看不出这点，倒是觉得这两个人都很有气质，尤其是都有点精神波动，是此事的修饰。却见唐装青年走到栏杆边，支着扶手远眺城市，悠悠道：“那么多人栽在南疆，你还往南疆跑，真是神经病。”黑西装中年神色严峻地站在他身边，一起俯瞰城市之景，看了好一阵子，才慢慢道：“你钟意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地混在南疆，不要告诉我只是为了玩。”若是楚歌在此，便能认出唐装青年竟是钟意。听对方这么说，钟意微微一笑：“我和你终究是不一样的。”黑西装中年冷笑：“有什么不一样？你难道不是怀疑灵气起源于南疆，才在这里驻留不去，发掘线索？是归是，我只是想探知真相，追求结果。”钟意悠悠道：“而你杜连峰是为了什么？”被称为杜连峰的中年人微微冷笑：“这就是你各方设计毁了我五行组的原因。”钟意道：“不否认当时我和张其仁合作搞王家，确实有冲着铁针那伙人的意思，但明显不是主因。”杜连峰冷笑：“那是什么？真为了打击王家犯罪不成？为什么不是呢？”钟意也开始冷笑：“之所以不是针对铁针他们五行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配让我刻意设计。”你……杜连峰捏起了拳头。钟意似是懒得搭理，淡淡道：“你派五行组驻扎南疆，搜罗的都是些什么穿墙涉水的，到处潜伏窥探，知道有宝贝的线索，就跟苍蝇见到了狗屎一样往上贴。真是为了寻找异能来源呢，还是为了找什么宝贝自己用？你心里有数。莫非你不是？”杜连峰冷笑：“哪件事没有你的影子？王家的破事都能惹出国安，导致后续软件他们栽了，不是你打的小报告，还能有谁？”“没错，我打的小报告是让他们死，而不是我想要。”钟意淡淡道：“这就是区别。”杜连峰沉默片刻，慢慢道：“你言下之意，只要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堂，单是寻找真相，你不管。”钟意道：“你们不犯事，我为什么要管？我又不是警察，还追溯你们的老案不成？”杜连峰笑了起来：“你也急了。”钟意怔了怔，却没反驳。杜连峰冷笑道：“今天所谓复苏的灵气，突兀的又浓郁了一截，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这灵气有很大的可能是从南疆开始移散的。你长期在这里观察，却一个屁都没观察到。”严千烈听到这里，按道你们管这个连我放屁都不如的灵气叫浓郁了一大截，你们以前都在粪坑里度过的吗？却听钟意慢慢道：“我观察不到，那又如何？我从来就没把这种事当成几年之内就能搞明白的真相。”杜连峰冷笑：“那当然，你不会痛，也就意味着你的身躯所有组织都可以停止运作，你也不会老，有无尽的时光。”钟意眼里却有了点哀色，低声道：“那可未必。”声音细如蚊讷，杜连峰没有听见，严千烈却听见了，心中暗道：这好像开始有意思起来了。杜连峰道：“钟意，我也不和你计较之前几次三番坏我好事，我们合作如何？”钟意出神地看着远方，声音有些沙哑地说着：“我有我的路，不会和你们合作的。你如果为了探寻真相，我不阻你；如果乱来……”他慢慢转身离开天台，南疆监狱有你的位置。杜连峰神色变得凶厉，目送钟意的背影离开，拳头捏得紧紧，似是又有些忌惮，终究慢慢松开。直到钟意离开好久，他才微微冷笑：“只是探寻真相。SSS 的在哪？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越俎代庖？你心里想些什么？怕是连自己都骗过去了。”严千烈暗自对比了一下，觉得眼前这人更像自己，但那个钟意却明显更有秘密。他思忖片刻，悄悄地尾随钟意去了，暗中盯着这个钟意，说不定能解开这个世界的隐秘，总不至于随便跟着个人都会撞上邱无忌和天道父神吧。那边楚歌也到了人生关键节点，自从发现渠道爆炸对世界存在感和真实度有明显的好处，楚歌就开始琢磨版权改编了，但自己从来没有相关渠道，也不知怎么找，而且理论上版权是点娘在操作，自己去找好像意义也不大，但怎么又听说也有自己联系的，不清楚，没做过大神，对这些高端的东西一头雾水，正打算去大神群里找个熟悉的大神私下请教，结果编辑就找上门来了：“楚哥，我们正在推你的版权，你把这些表填一下。”楚哥看着发过来的一大堆 IP 信息表、动漫信息申请表、影视制作信息申请表、游戏改编评估申请表等等一大堆琳琅满目的表格，心中狂喜。可怜老仆街不知道这些表格很多人都填过，填完大概率泥牛入海，和真正推出版权还有天与地的距离，反而很多真正卖出版权的反倒没填过这些玩意。楚哥只以为表格都送到脸上了，这八字起码有一撇了吧。狂喜的楚哥点开各种表格，噼里啪啦的填，居然还要填大纲？没事，咱大纲本来就有，复制粘贴就行。填亮点，开始狂吹，文笔优美，人物立体，剧情跌宕起伏，秋秋很可爱。邱无忌无语地坐在一边看着兴奋过度的楚歌，心中倒也替他高兴。早在多久以前，自己刚穿来的时候，楚歌就曾指着电视里的剧集说过，将来我们的书被搬上荧幕的那一天。语气虽然随意淡定，邱无忌还是能感受到那蕴含着的深深渴望。想不到这机会就来了。
足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楚哥一股脑把表格发回编辑，顺便还开了个玩笑 ，Word 很大，你忍一下。本以为兴奋过度，口不择言要被编辑骂了，结果编辑居然回了一句：再大也是微软的。楚哥，短小哥的名头编辑部都听说了，冤枉啊，编辑大人，我明明又粗又长。编辑潜了水，没回这话。不过之前能回应玩笑了，还反聊了一下，说明编辑心情也很好。楚哥乐呵呵的想着，拉着身边的邱无忌就想说大功告成，亲个嘴儿。邱无忌看他那德行就没好气，一把摁住他的脸撇到一边，问道：我看你和编辑关系不错呀，怎么我听别人说编辑不理人的？你听谁说的？曹格群整个群都这么说，他们有不少也是写手啊。楚哥不好意思告诉他，其实早几个月自己也和编辑没说过话，在女朋友面前总要装的凡事心中有数的样子嘛，便一本正经的告诉他，其实他们不懂和编辑交流的诀窍。以后你有编辑了，要记住，你说编辑大大，他是不会记得你的，你喊喂，那个平胸编辑，包他记你一辈子。你们这时代都很在意那个大小吗？邱无忌很是奇怪的问。我看网上他们聊天也是对这个兴致勃勃的。楚哥也很奇怪的反问，你是觉得太流氓了？可其实古代的老色批们也很爱点评这些的，还公然写诗呢，你对此应该不意外啊。但好像没有女孩子在乎过，就算在乎也是在乎能生养之类的。邱无忌道，可我看现在的女孩子就特别在乎。你也说编辑会记你一辈子，我看萌萌几次三番在那跟人讨论风雄秘诀，也是一脸哀叹的样子。真奇怪，他又不是为了生养，有什么好在意的，就为了给男人看吗？楚哥下意识偷瞟他的大小，没错，就是给男人看的呀。邱无忌面无表情地摁着他的脸撇到一边，然而谁真看了，大家却又会生气，换了本座能活活挖了那登徒子的眼才对。那辛辛苦苦疯了为了啥？这不矛盾吗？你思考了半天，居然是考虑这么哲学的问题。楚哥哭笑不得，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干咳道，外人当然不能随便看，想必朱萌萌也是为了给喜欢的人看见最美的自己，所以才在意的，所以你去死！以为我是什么很好骗的小姑娘吗？邱无忌抓起枕头摁在他脸上，气鼓鼓的出门回房。我回房了，你自己玩去。哎，等等！邱无忌梗着脖子没回头。那天睡一起只是应付你母亲，现在她离开了，我们当然还是按照原样，别以为能随便轻薄本座。早就知道你要耍这种赖皮。楚哥叹气道，好啦好啦，早有准备的，喊你不是为了这个。邱无忌松了口气的样子，也不去跟他争论这个算不算耍赖皮，转回头问，那是什么？你刚才提起了朱萌萌，我想起有事要汇报啊。楚哥简单说了说神纪夜总会的事情，又道，按我所见的看，朱萌萌那副嘻嘻哈哈跃尽风尘的样子，好像也是个表象，她的表现倒像是和丈夫分居2年了，却还是一直想挽回丈夫才对。另外她丈夫也不简单，我和月影都觉得她没异能的，但她面对我们砸场子的表现比异能者还淡定。咦？邱无忌怔了怔，摸着下巴道，搞了半天原来萌萌自己才是个菜鸟，看来改天要本座去教她感情经验才是。楚哥差点笑出声，就你教别人感情经验？怎么？邱无忌硬着头皮道，本座不能教人感情吗？教他谁看他的熊就挖谁眼。邱无忌眼波流转，忽然隐隐的挨了过来，呵气如兰，差点忘了父神曾经神降云际山看过了一些东西哦。楚哥后退，所以父神好看吗？不好。楚哥迅速改口，好看。怎么好看了？请父神写诗点评一下。云际山的雪好白。你去死吧，楚哥！邱无忌钓鱼执法成功，恶狠狠地把楚哥掀翻在床上揍了一顿。楚哥左支右捉抵挡不住，迅速祭出了必杀，我还是伤号。邱无忌的拳头瞬间软了下去。楚哥这次受伤为了谁啊？说起这事，邱无忌还有些小心虚，总觉得是自己心急操作连累了楚哥。楚哥握住了他的号腕，邱无忌没有挣脱。楚哥躺在床上，邱无忌压在上面，四目相对，眼眸里又有些旖旎在荡漾。确认了关系，就这点不好，不管什么事儿，总觉得都能成为亲热的信号，尤其在双方自己都想亲热的前提下。邱无忌有些心慌地避开楚哥炽热的眼眸，低声道，不要总是想着这些，你变坏了楚哥。楚哥道，为什么说是变坏，不说是迷恋？邱无忌气道，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答应你。确认什么鬼关系？搞得我跟祸国妖女一样了。我又不是君王，你比君王更重要。楚哥怔了怔，居然被这话说卡壳了。邱无忌偏过头，创世父神当然比君王重要多了。过了好半晌，楚哥才道，但我觉得你不但没祸国，这次反倒意外的让我对世界的掌控更进一步了。你看，没有特殊事情的驱动，我几时才会去尝试自己的极限，取得突破？你都有歪理，哪有非要把自己说成祸国妖女的？说你不是反而成歪理了？楚哥失笑道，既然你想着正事儿，也好吧。我们彻夜详谈，该怎么利用现在的突破，该拿些什么东西出来，列个单子。邱无忌又好气又好笑，我自己回屋想，为什么要和你彻夜长？轰隆隆，窗外忽然响起惊雷声，打断了邱无忌的话语。瞬息之间，暴雨倾盆下，
大雨打在窗台，噼里啪啦，未关的窗子咿呀摇曳，眨眼间就有了秋意的寒。而屋子暖暖，总给人一种更加安心的心理体验。就知道今天夜里要下雨。楚哥听着窗外的淅淅沥沥，轻轻拥着邱无忌，低声道：“从你穿出来起，是不是没下过大雨？最多小雨。”邱无忌回忆了一下，还真是，印象较深的也就七夕那天的微雨，其他时候偶尔有点小阵雨，很快就过去了。这还真是他来此事所见的第一场大雨。你又要借着这场大雨说些什么歪理？邱无忌很警惕。有人说家字拆开就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养着一窝小猪。楚哥轻嗅着他的发香，没有外面狂风暴雨，又怎能体会家中的温暖？还有2只小猪，一只楚哥，一只秋秋。邱无忌怔怔地听着，觉得自己身躯越来越软，明明是原本在打他，跨骑在他身上的，却不知何时不知不觉地变成趴在他的胸膛，被他一手拥着纤腰，贴得紧紧，听着他的心跳规律有力，扑通扑通的声音和外面的暴雨倾盆相比，显得如此相和。外面的雷鸣电闪，就像在书中世界的天劫雷电，纵能让人万劫成灰，也有他挡在面前。于是他神色苍白，血迹斑斑，而自己毫发无损，连法力都重置恢复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养着一窝小猪，你就是想骗我继续睡在这里？楚哥不答，只是翻了个身。邱无忌顺从的任他翻过，下一刻他的唇雨点般落在自己的脸颊、额头、鼻端，最后吻上了唇。邱无忌主动地分开背齿，紧紧交缠。夜间的大道上暴雨摧折，早就没几个行人了，只有车辆谨慎地开着大灯，在暴雨中交错穿梭。钟义没有撑伞，任由暴雨洗礼着身躯，一步一步默默走在长长的江滨道。长街、雨夜、独孤的人，也许他这一刻心中想着很多很多事情，只可惜小火苗一点都不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事情。你他妈能不能早点到你家里去？这大暴雨的走在街上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风烛摇曳的小火苗，被这种暴雨哗啦啦打下来是什么感受，你知道吗？言谦烈气的想杀人。人类的悲欢并不互通，小火苗不知道忠义大雨滂沱之中沿着江水泛什么文青，忠义也不会知道身后跟着个惨不忍睹的小火苗在风中摇曳。楚哥和邱无忌也不会知道，同样是从书里跑出来，为什么有人能在暖暖的家里抱着亲亲，有人却在外面风吹雨打火苗都要灭了。卧槽！嗷！风雨声中隐约传来这样的惨叫。却是晴热之际，楚哥下意识地开始攀登云际峰，才刚刚触碰，还没来得及捏个雪人试试云际峰的白雪可塑性如何，就已经被同样下意识反应的邱无忌反掌擒拿，趴在床上。邱无忌，楚哥，这就是你说我必须能打得过你的原因。楚哥把脸闷在枕头里，闷闷地说：谁叫你整天不想好事？邱无忌梗着脖子道：男女朋友就是男女朋友，发乎情止乎礼，亲一亲抱一抱就算了，你还想干嘛？楚哥生无可恋的趴在那里不作声了。邱无忌感觉他好可怜的样子，咬着下唇想了半天，犹犹豫豫的递过一只小猪抱枕塞进他手里。你手那么想抓东西，就抓它好了，很舒服的。楚哥抓了2下，不舒服。呜呼！邱无忌气鼓鼓的看着依然装死的楚哥，我都把象征着秋秋的那一只小猪给你抓了，你还想怎么样嘛？都让你用丝袜了，你偏不用。邱无忌很无奈，现在一天天的什么上脑，真讨人厌。楚哥摆烂，我女朋友那么诱人，就是上脑了怎么办嘛？现在走出去看见一只猪都眉清目秀。说者无心，纯属摆烂，听者有心啊。当初萌萌怎么说来着？真让他憋下去，下次自己回去了，他在外面随便遇上一个小贱人。邱无忌天人交战的想了老半天，犹犹豫豫地道：你不用丝袜，那我用总可以了吧？楚哥一咕噜翻过身，不明所以的看着他。你用丝袜，你想怎么用？楚哥惊奇的眼神被邱无忌解读成了期待和激动，他没好气的撇撇嘴，身躯后仰，舒展长腿，轻轻伸过穿着丝袜的小脚丫。楚哥瞪大了眼睛。邱无忌咬着下唇嘟囔：这样行不行吗？行，太行了，呜呜。10分钟后，你有完没完？邱无忌气鼓鼓道：你手里的猪都快揉成团了，好了没啊？还没，就好。我脚酸了，再坚持一下就一下，半小时后我就不该教你练什么金钟罩。邱无忌抱着脚丫嘟囔：我真傻，单以为金钟罩可以护体，没想到还有个耍无赖的副神会改功法。楚哥陪笑着坐在一边，好像是有所突破的缘故，之前那个小城好像不算小城，筑基了才算。邱无忌瞥了他一眼，没错，自从修正天劫把他拉回来，这货伤好之后似乎是筑基边缘了，然后刚才这么一折腾，他贤者的同时丹田凝聚，居然在这种事里成功筑基了。虽然现在的境界和书中的并不完全对应，也已经够快了，才3个多月筑基。邱无忌还看得出来，那是憋了良久的心结忽然释放了的舒畅，心怀旷达，快垒进取，有益于道。这突破方式也太让人想吐槽了。联系到他现在这个金钟罩变化，你这是筑基还是筑基啊？以后金丹是不是金蛋啊？邱无忌很是生气，抽着鼻子脱袜子，上面黏糊糊的好恶心，连带着发现他突破的喜悦都没了。楚哥小心翼翼地道：我来洗。
洗什么洗？丢了，恶心死了！邱无忌开始发脾气。楚哥拍胸，没事，丢就丢了，明天再去买一箱。你还想用一箱？想得美！邱无忌跳下了床，握着拳头出了门，以后想都不要想。走到门口，又原地折返，一把抢过被楚哥揉了半小时的猪，气呼呼的走了。砰！房门被甩上了，屋子重新空荡荡。忽悠他一起睡的目标失败了，却意外得到了另辟蹊径的结果。楚哥两手枕着脑袋，心情舒畅的看着天花板，简直要哼首歌。有一就有二，什么以后不用想，直接无视了。连带着外面狂风暴雨的声音，听起来都如此顺耳，简直像是在听什么交响乐。滂沱大雨打在大地上，就像是秋天在世界留下了足迹。对了，饮水不忘挖井人，必须心中默念萌萌姐，谢谢你。次日一早，楚哥起床，昨晚兴奋的心情总算消敛了一些，开始日常打坐。这一打坐才发现，昨晚完全忽视了的突破是多么严肃重要的一件事。以前很少能够感觉到法力的存在，因为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在体内游荡。毕竟法力本身不具备什么伤害力，需要依托法力御使某些术法来伤敌，比如五行，比如御剑。所以单纯内是法力的话，就像体内本就有的水气似的，你察觉不出它有什么特殊价值。但此刻有了，丹田白气氤氲，几乎有了凝实之感，能够感受到其中澎湃的能量蕴含，有了一种很明显的能量储存的感受。这是真正跨越了菜鸟期，开始入门铸就大道之基的阶段了，是为筑基，不是筑基。与此同时，魂海也更加凝实，几乎可以看见一片汪洋在明堂子府静静摇荡。楚哥可以肯定，如果现在去测精神力，必然七星了。理论上说，这应该就是之前自己修正剧情时所用的力量。当时不够能力，所以反噬受伤，但也探了极限，具备了突破的基础，于是突破了。换句话说，以现在的水平再做昨天的修正，估计正好达成，不会受伤。也意味着想要从书中世界拿东西，应该没那么勉强，确实是可以开始做的事了。楚哥睁开眼睛，才发现饥肠辘辘。怪了，按自己的设定，筑基就可以餐风饮露，不怎么需要进食了呀。他疼得跳下床，出门去求教师傅。女师傅系着一身睡袍，正在厨房里做早饭，看着刚磨的豆浆，神色很臭。现在看见豆浆就想起某些东西，恶心。早知道做稀饭吃，磨什么豆浆吗？见楚哥在门外探头探脑，女师傅板着脸道：不好好锻炼，在这探什么头？那个，楚哥把目光从师傅没穿袜子的小脚丫上收了回来，艰难地说着正题：按我的设定，筑基了就不该会饿了，我怎么反而更饿了？邱无忌却似乎早就知道了，淡淡道：无论筑基金丹，你还不是真仙，必须获取能量。如果在书中世界灵气充沛，所以餐风饮露便是汲取灵气能量就可以了。这世界的灵气不够这么用法，所以还是需要进食的。原来如此，楚哥想了想，便问：那这些普通食物的能量理论上也不够了？本来就不够，不然我这分身怎么这么久没见突破？邱无忌面无表情的倒了杯豆浆给他，先喝，我们该准备炼丹了。收起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色的事情，再想七想八的，本座揍你。如果有外人听见这小俩口坐在饭桌上吃早饭时在聊什么，估计下巴要掉了一地。别人说点家长里短，今天午饭有没有回家，孩子谁去接？这对说的是，既然暂时只能取轻巧之物，你试试能不能钻空子，比如把我那件披风带出来，那是揽云霞之景，以秋风为针线，集日落晚霞之灵气，最是轻薄无重。楚哥道：我刚才也想到这个了，试了一下不行，估计是级别实在太高了，可能是能量也算重。邱无忌倒也不意外，颔首啃着包子，果然没那么容易，或者不如说，本身限制的就不是重量，而是能量。楚哥喝着豆浆，应该是的，没法取巧。说话之前，先把你嘴边的豆浆擦一下。哦，楚哥擦了擦嘴，诚恳道：你就不一样了，可以不擦。邱无忌，滚！两人默默又吃了几口。邱无忌沉思着道：如果线的本质不是重量而是能量，那直接搬丹药估计也不太行，反而是分批搬材料来炼丹可以考虑。另外，不限重的话，其实可以先弄点矿石过来，打造一个好丹炉，或者直接搬个炉过来，不知道行不行？别人用电饭锅都可以炼丹。邱无忌拍筷子：那你找别人去。楚哥瞬间被击沉，缩着脖子不说话了。邱无忌哼哼：还不是因为我们父神写的，这必须那必须，有本事你去改设定啊。楚哥只好道：改不了，这都多少字了，基本设定是不可能推翻的了，要炉就是要炉了。我试试，拿哪个？我闭关之锁，那个八方天际炉，试试。挪不动。那我们藏宝库里的挑一个低级点的，比如以前楚天哥在宗门里用过的那个紫金炉，你特意写给主角用的肯定不错吧？楚哥猛醒，太 TM 有道理了。哐的一声，一个紫金炉突兀的出现在桌边。真可以。邱无忌包子都不吃了，有些兴奋的起身，绕着炉子转了好几圈。这个炉子还真不错的，品级不高却很稳定，炼普通丹药非常合适。楚哥挠头，话说这不大不小也算个宝物，你宗门里管仓库的发现东西丢了会怎样？邱无忌的眼睛也直了一下，半晌才道：宗主亲自偷的，能怎样？楚哥，别想那么多，快，下面这几种药材都帮本座偷出来，
比如水昙花、碧青藤根、三阳叶。云际宗药材库里的东西在重重看守之下，一件一件的少了一部分，消失的诡异莫名。勾结外人盗窃自家库藏的宗主毫无愧意，还在催这么点，那个沉香凝露呢？来一瓶。楚哥在那喘气，我没力气了。邱无忌投来鄙视的目光，世上可有搬几件花花草草就累得喘气的男人？这是跨界搬运，跨界，不管，就是菜。邱无忌很是遗憾，这可不仅仅是给你炼丹的，还有我自己用的，我也该提升了。楚哥道，让我歇会就好，我先去码字，等恢复一些，我去搬其他宗门的。搬我们宗门的就好了，你搬其他宗门的会害了人家看守仓库的百口莫辩。我自己宗门的，我能为他兜底，没事。咦，楚哥后仰，邱宗主思虑周详，我还以为我勾结野汉子偷自家东西是吧？邱无忌飞起一脚，去，这里交给我了，码你的字去。楚哥哦了一声，转头就想进屋码字，没走2步，脚步却放缓下来。等等，我还想起一个问题，这东西莫名少了，会不会算影响剧情？邱无忌怔了怔，摸着下巴沉吟。理论上说，这些东西不是你一笔一笔写进来的，都属于我们宗门历代自己收集的，所以去向应该不会影响。倒是别的，你写的东西如果没了，比如我真身离开了。楚哥依然停步皱眉。邱无忌奇道：怎么了？难道感觉剧情不对了吗？楚哥自语般道：刚才说到要码字，脑子里就忽然觉得怪怪的，就像是以前忘了什么事似的那种感觉。等会我去码字体验一下，你且炼丹。楚哥进屋码字去了。邱无忌歪头看着他的背影，无法理解，怎么想也没觉得拿点东西怎么了，估计是别的事吧。毕竟现在自己距离创世体验还差得很远，无法代替楚哥思考。等什么时候把秋秋自传写完，锻炼好了，自己再开一本书试试，到时候肯定比他更厉害。哼！邱无忌打量了一下越发显小的屋子，无奈的把丹炉搬到一边，盘膝坐下，指尖已现太虚火，开始炼丹。这具分身在现实瞎晃悠了这么久，终于也要有提升了。再不提升，怕是真治不住他了。万一昨晚他摸上来，自己没能反制，想想即将遭遇的结果就发麻。不能出现那种事。里面楚哥打开了文档，开始码字。一开始还相对顺畅，延续着昨天埋下的剧情，后续思路继续写，噼里啪啦半章就出来了。可慢慢的就发现越写越滞涩，越写越失去感觉。这种没感觉卡文的状态，自从开始修炼能够隐约感知世界开始，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了。每天码字飞快的，都以为自己从来不会滞涩，结果今天真卡了，好像有种感觉，那世界开始有点陌生了，不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世界轨迹，失控了。问题出在哪里？楚哥默默的变天基地，链接世界，天道悠悠，开始俯瞰各处场景、不同空间，乃至于过去之事，时光长河，千丝万缕，一一在眼前掠过，屡个分明。邱无忌的飞升尝试已经被抹回去了，理论上没有变化。刚才拿了点东西，也确实如同邱无忌分析的，少了就少了，对剧情没有影响。那影响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地方会导致剧情进行不下去？会造成剧情卡住的影响，肯定是剧情必备的东西出了状况，比如重要任务道具，比如男女主，比如重要配角。楚哥一一扫过。邱无忌还在云际宗，正去仓库那边假模假样的领走了一批用品。楚天歌此时正远在天涯，正在被魔道追杀中，回宗太远，求救也不及，准备逃往海外。一切依正常剧情在走。那其他呢？海外那边也没有问题。再往后，下一卷的话，后续海外来人和伤势剑狱的严千烈搭上，开启新一轮剧情。这剧情按照目前楚哥的初步思路，是要抬严千烈一波，让他九州强者的自尊，不与海外妖魔为伍，被刺了海外来人，算是严千烈后期的一个重要露脸剧情。等等，严千烈呢？老子安排你在烈焰之心疗养，人呢？烈焰之心空空如也，那么大一个严千烈的元神哪去了？楚哥遍寻九州，毫无踪迹，傻眼了。书写到一半，重要反派人没了。楚哥心急火燎地跑出房间，秋秋。邱无忌炼丹中，头也不抬。怎么了？急吼吼的。我怀疑严千烈真的从书里跑出来了。邱无忌手一抖，一炉丹药差点直接炼废。他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楚哥，见到楚哥焦虑的脸，确信不是开玩笑。上次怎么说的来着？男反派从书里跑出来了怎么办？什么写成女的，什么变成男童？首先你得知道他跑哪去了。楚哥极为忧虑。当男反派真的跑出来，可不是开玩笑般说几句就可以的，他是真的可能到处搞事，给此事造成极大破坏的，而且还有可能泄露自己的秘密，从此不得安生。楚哥昨天刻意打补丁加固，就是担心这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结果看上去补丁打晚了，现在就算要临时修改打其他补丁都很难处理，毕竟不可能随便一句补丁就把严千烈变成听话乖宝宝，全按你的想法去做事了，这不是补丁能达成的，删书重写还差不多。别急，还是邱无忌大风大浪见多了，极为冷静，首先做个判断，他本身处于伤势严重的元神状态，肯定不是以自己的力量破界而出的，多半是趁着昨天的动荡节点。由于一直在关注思考天道之事，被他发现了一丝空子。楚哥深深吸了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低声道：
另外你都不能真身出来，他本来也不能，但他恰恰和你决战之后是元神遁逃，没有身躯的，所以整个元神出来了。邱无忌问，你设定中他伤得多严重？楚歌摇了摇头，并没有设定的这么细致，只说重伤疗养，他下一次出场要在下一卷海外来人的，本卷几十万字都没他的事，几十万字都没他的事，也就是很严重。邱无忌沉吟道，这么看来多半就是一个虚弱的神魂，并不见得比我分魂强，此事可以威胁他的存在还是不少的，所以至少在这方面不用过于担忧。楚歌略微吁了口气，这么一分析还好，主要是自己心中的严千烈很强很强，真是那么强的严千烈跑出来，这世界完犊子了。只是虚弱残魂的话，那至少破坏力还没那么夸张，而且连锁反应就是他也必然会更加谨慎，不会随便轻举妄动，还处于对世界谨慎观察的阶段。这倒是能吻合严千烈的性情，再怎么看上去爆裂如火，能在魔道那种环境活这么久，成为一方巨擘，那前提都是谨慎而不是莽夫。趁着他对此事一脸懵的时候，赶紧要把他找出来，塞回书里去。楚歌来回踱了几步，转头问邱无忌，你有没有追索他所在的办法？刚问完就自我否定了，你肯定没有，不然早就杀上门斩草除根了。邱无忌道，找人肉身的话，由于气息沾染，有过随身物品或者其他气息留存的，还是有办法追溯，但元神确实无法追索，这玩意就不存在气息之类的，除非提前下过咒，所以往往被人元神遁逃之后就很麻烦。楚歌想了想，我倒是可以试着打个补丁，我想想。他快步坐回电脑前，噼里啪啦的直接在正文加了一句，邱无忌正在密室中研究手头的朱雀火语，此物不仅富含朱雀之炎，对自己的太虚火极有裨益，同时似乎还隐隐沾染了一丝魔性，那是长期处于严千烈手里，严千烈的神魂交缠过甚，已经有了严千烈的魔意在其中。邱无忌蹙眉沉吟，不知是否可以通过这个火语中的严千烈魔意追索到他的元神所在。说来火语毕竟是朱雀神物，不是严千烈之物，可能差一点，若是严千烈自己长期惯用的养魂之物，可能更加有戏。邱无忌在旁边看得发愣，这厮是真的狗，从朱雀火语顺理成章的切入，写着写着怕朱雀火语能量太高拿不出来，笔锋一转还换了一个，而且看上去还很有道理。写书的果然心都脏。写完这段，楚歌闭目搜寻，很快从烈焰之心里摸出一颗火光闪闪的珠子。还好还好，楚歌手上真的出现了这颗珠子，喜道，这是养魂珠，本身没什么能量可言，是收纳神魂不散之用，原是严千烈寄存元神的，还真拿得出来。邱无忌，你看这里面本身没有属性，却已经被严千烈魂魄长期寄存，导致火光闪闪，可以说全是严千烈的灵魂之意。楚歌道，我再给你写一套根据这个追人的法门。邱无忌心中戚戚，天道大肆作弊，里面的人以后想出来怕是真有点难了，就算出来都会被这个狗天道想方设法折腾，他键盘一敲，怎么修改真是防不胜防的。邱无忌在书中人的立场去看此事，真有一种你根本不可能和天斗的感觉。可怜的女修只好帮他做饭，才能勉强生活这个样子。他摇摇头，接过养魂珠，此物某种意义上就是严千烈的身躯，有他在，我已经可以感知严千烈元神在哪了，不需要额外功法了。随着话音，他闭上了眼睛，眉心紫府隐隐绽起了光华。楚歌又是紧张又是期待地看着他。过了片刻，邱无忌睁开眼睛，神色古怪无比，不知道是不是感应有误，严千烈怎么会在黑屋呢？还是说恰好在附近？楚歌怔了怔，旋即道，倒也不是没可能，黑屋好歹也是个异能者聚集地，虽然异能比较那啥，相对来说精神波动比别处多些，被严千烈摸上去观察也有可能，虽然我觉得好像不太像这么回事。不管是不是，去黑屋。小火苗正躲在黑屋一角，冷眼观察。今天恰逢周末，黑屋的人来的还比较齐，一个个都在锻炼。严千烈感觉得出来，这些人都有神魂波动，全是修魂术的修士。最让人想吐槽的是，一群修魂术的修士在这儿练跑步、练肌肉，不知道在想啥。有一个年轻人，这身躯颇有五行之体的意思，和风极为契合，若是修了风系术法，可能有些前途，这是最容易看懂的。其他的全让严千烈看得火苗圈圈。有一个奇怪的对着镜子练习怎么在脸上写字的人，严千烈悄悄看了一眼，脸上写了2个字，恐怖。然后严千烈就真的觉得这人很恐怖，小火苗一窜就跑了，都差点穿窗跑出去了才反应过来，那是一种奇怪的影响精神的艺术，就这点微弱魂力居然能对本座生效。严千烈百思不得其解。至于他最想观察的钟意，正和一个面具人在下棋，一大早就在下棋，下了第3局了，没完没了。跟了钟意这大半夜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连想听他跟人说话以便多了解了解世界都办不到，这次就没跟人说几句话，全是打招呼问好的狗屁。老子到底跟着你干嘛啊？还不如跟个卖菜大妈，好歹见的人多点，看的是多点呢。要不是来了黑屋，让他观察到了此事有趣的异能，说不定严千烈都要跑路换个人跟了。如今总算是有了那么点不虚此行的味道。看那个胖子的异能也很有意思，他正一拳头往屏幕里砸，角色喵，我家秋秋的2星生日卡呢。严千烈仿佛能看见，拳头化成了不知名的粒子，在不知名的线路里穿梭，在某处凝成了一个虚影，
砸在对方某人脸上。这飞剑不知几千里，胖子却几乎没什么消耗的。有趣，有趣。等本座熟悉此事异能，再去找创世父神的麻烦。父神？我呸！无非某种异能而已，本座总会了解的。正这么想着，黑屋门开，2只葫芦娃踏步而入。严千烈浑身火苗都快炸了开来。别的不知道，那女的葫芦娃气息他可太熟悉了。不是邱无忌是谁？邱无忌也不想打草惊蛇的，但没办法。严千烈这样的人，一旦想要彻底隐匿，至少以现在大家的实力，是不可能在屋外神识扫扫就扫出来的。你只能知道他在这，但找不到具体躲哪。能靠近一定距离之内，那就休想躲得过感知了。其实能吓走也行，如果严千烈下的飞遁反而暴露所在，那时候追过去就行了。当然也不是什么很好的选择，万一严千烈发狂搞破坏呢？所以楚歌、邱无忌商量之后，还是选择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不动声色的进屋，希望严千烈能按捺住暴脾气不乱跑。天可怜见，楚歌担心的其中一条是严千烈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事实恰恰相反。这时候的严千烈最害怕见到楚歌和邱无忌，如此虚弱的自己遇上邱无忌哪有活路啊？何况还有个深不可测的父神。看在严千烈眼里，感觉自己昨晚如同戏台上的老将军，一身插满了旗。2个选择跟1个，怎么偏偏这个就和天道父神和邱无忌有关系？还如此熟稔的样子，一进来就对钟义挥手打招呼。嗨，老钟，好久不见。钟义也是笑呵呵的冲葫芦娃打招呼，好久没来了呀。今天大雨没停，难道不是小夫妻躲家里恩恩爱爱的好时光？严千烈，小夫妻？小火苗躲在角落里，眼巴巴地看着邱无忌，希望从他口中说出反驳的话来。你要说邱无忌和天道同流合污有所合作，那咱魔道人士可以理解，叔也心服口服，最多骂你几句作弊不讲武德。可你和天道在谈恋爱，那老子和你的决战是什么？真戏台上的老将军？不是，你和天道谈恋爱？再重复一遍，这什么和什么？在小火苗眼巴巴的注视中，男葫芦娃搂住了女葫芦娃的腰，笑道：雨中漫步才是情调啊。女葫芦娃连个挣扎的意思都没有，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确实是邱无忌的气质，戴10张面具，严千烈也认得出来，甚至可以脑补出面具之下邱无忌的微微笑意。但那腰肢上的男人大手，让严千烈至今还觉得自己在幻视。不过还好，他们是来访友的，好像和自己无关。这么看来，岂不是恰好？窥视天道和邱无忌的真相，所以跟的人是对的。好不容易能近距离听天道之事，对于获知世界真相真是太重要了。这会儿真是赶他走都不走了。钟义正在开玩笑，其实说起来，6娃不是女娃，倒是后续有一部金刚葫芦妹，对吧？楚歌道：隐身是6娃，怎么办吗？那边潘达转头喊：好办，写个娘化葫芦娃，一个蛋上7朵花，全处全收。楚歌，严千烈，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娃啊，这语义听着像是在说把男人变成女的收了。这里是魔界吗？万子俊在跑步机上点了个赞，说的不错呀，要不我们众筹让楚大写。潘达和他交换了个眼色，也道：是啊，楚大以前写这个有一手的，来个众筹葫芦娃番外怎样？上次我的任务赏金可不少，楚大敢写我就上黄金。楚哥，他在扯淡闲聊，邱无忌就自己四下逡巡，看似无聊瞎逛，实则暗暗感知严千烈的所在。严千烈小心翼翼地躲着邱无忌的范围，试图多听听关于天道相关的事情，好像听到什么很关键的东西了。却听楚哥道：你们要让你们那个短小作者写定制，关我葫芦娃什么事啊？难道要他把我娘化了？潘达极为兴奋，对对对，能把你一起娘化就最好了。去。楚哥也不动声色地到处逛着，随意逛到潘达身边，忍不住怒火：绝色喵还敢冒泡，草他奶奶的，上次严千烈的头脱了。潘达豁然转头，目光诡异地盯着他。小火苗也是火苗悠悠，他刚才说到严千烈了是吧？要砍严千烈的头还要脱，如此天道，视天下英雄为豚犬，不反而合。远处的邱无忌不动声色地转头，他刚才好像察觉到了严千烈的气息波动，一缕无形之气悄悄从他袖口散落，不在地上，绕着屋子悄悄形成了一个阵法。严千烈心神激荡之中没有察觉，那边楚歌在潘达诡异的注视下，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慢慢后退。其实在潘达万子俊面前暴露自己是楚歌好像问题不大，两位都是忠实读者，大家现在的关系也亲密，楚歌其实是有些故意的，在这种时候暴露，说些更深入的话题，不知能否激出严千烈。万子俊也不跑步了，从跑步机上一溜烟窜了过来，揪住楚歌的衣领子：三娃，你还说你不会武功，不对，你是不是楚大？潘达默不作声的起立，堵在楚歌背后。楚歌干咳2声：是就是了，别催更，今天有点事儿，早上没更新，麻烦你们跟群里说一下，今天更新晚点。操，这什么狗作者？潘达很想冲着他的面具就是一拳，可拳头捏了半天，还是无奈的放下。算了，谁叫我们欠你人情呢？万子俊也是哭笑不得，妈的，实在想不到我们黑屋小伙伴居然是自己追了这么久的狗作者，这下算是实锤了。喂，当着我的面一口一个狗作者，当我不会揍人吗？两人都挺凶，我们都是盟主，你打呀。楚哥，草！
潘达揽着楚哥的肩膀，笑眯眯道：“楚大，打个商量哈，娘画葫芦娃，黄金萌哦。”楚哥眼皮一翻：“不要，我是有节操的作者，金钱动摇不了我的信仰。”万子俊道：“那换，写个其他的番外，比如秋秋。”楚哥心念电转，笑嘻嘻道：“秋秋番外就别想了，要不把严千烈娘画了，给你们爽爽。”严芊芊听起来不错呀。潘达、万子俊狂喜，一言为定。严千烈火苗倒数，这什么人啊？不是，按照刚才听的推演，自己好像是这个楚大的书中人，连秋秋都是。所以所谓创世，就是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中自演乾坤。如果是这样，他把严千烈给娘化了，我会变女人。严千烈火苗子都气得发抖，天道你给我记住，等老子恢复了，必杀你！强烈的警兆在心中涌起，严千烈连看都来不及看一眼，火速往窗外飞遁，却发现屋子四周不知何时淡淡泛起光幕，云际渺渺，秋水为牢。一只虚空大手从天而降，找到你了！小火苗奋力一闪，滚出大手的笼罩范围，夺门而逃。秋无忌临时布阵，必有破绽，找到阵眼就能逃。严千烈很是冷静，楚哥已经不知何时堵在了门口，一声暴喝，重拳狂轰而来，哪里走？小火苗忽闪，直接消失。秋无忌从另一边追来，又是一只虚空大手，兜头拦住了小火苗的去路。潘达等人看得目瞪口呆，就和狗作者闲聊几句，怎么夫妻俩忽然打起来了？对象是一簇小火苗。楚哥本来还头疼要怎么和黑屋众人解释捉严千烈呢，结果这里只是个小火苗。他心念一动，大喊：“这是秋秋锻炼火系异能养出来的小火灵，不小心没控制好被跑了，都来帮我捉住这个小火苗，三娃必有重酬，要看什么番外随意挑。”楚大客气了，为了秋秋，哗啦啦，整个黑屋的人站了起来，把小火苗围得水泄不通。一群大汉围观之下，小火苗理所当然的被捕了。其实本来还可以挣扎一下的，他发现秋无忌的实力没有想象中的高，天道父神更是一身奇怪的混搭打法，黑屋的其他人索性不识元神之妙。尤其是秋无忌的实力好像用不出在书中世界所具备的元神拘禁法门，根本拘束不了元神的，拦住了他也抓不了。而其他人根本不够能力摧毁一个渡劫期修士的元神，哪怕他再虚弱，真要跑好像还有点机会。结果他看见天道父神悠悠然地摸出了一颗珠子，他的祭魂珠。那珠子是自己身躯毁坏后的元神寄存之所，理论上就等于暂代身躯，目前唯一能够容纳拘禁自己的地方。此事哪来的祭魂珠？完全的耍赖作弊。换个角度去看，又何尝不是天道的命运之网，无处可逃，只是具现化了而已。小火苗终于没扛住一群人的左右围堵，被秋无忌生生压进了珠子，又施加了一个封印。在外人看去，很吻合楚哥之前的说法，六娃练火焰异能跑了失控的火灵。看上去这个火焰异能还是召唤类的，有点灵性的样子，被捉了还给人一种很不服气的暴力感。钟义完全不知道这灵性小火苗是跟着自己淋了一夜的雨来到这里的，很是惊叹地对秋无忌道：“你能隐身，又能招火焰，看来世上真的存在双重异能者，大家以前的思维看来要变一变了。”秋无忌没有回答。珠子里的严千烈只想给这沙比竖个中指，神他妈双重异呢？知不知道本座原先可以教你多少东西？助你叱咤一世，还没开始就被人捉回去了。你丫还不知道，还搁着研究召唤火苗的异能。以楚大，你们这火苗好好玩啊！他在珠子里好像是个盘坐的姿势，还生气地抄着手臂。潘达凑过胖脸打量珠子，好可爱的小火苗啊！严千烈放下了手臂。万子俊又和他还挺叛逆。楚哥终于挠挠头，不知道是中什么心态，他居然不想严千烈受辱。他示意秋无忌收起珠子，抱拳对黑屋众人行了个礼，感谢诸位帮忙了，改天请大家吃饭。说好了写番外的呢？潘达道：不写秋秋番外，你写个严芊芊可以的吧？楚哥终于叹了口气，说着玩的，这样回去家更一张秋秋自传好不好？潘达、万子俊大喜，早该更新正文了。无人看见面具下的秋无忌抽了抽嘴角，真的好想告诉大家这个作者有多狗，那自传是自己早就写好了，还没上传的。小两口辞别黑屋众，顶着大雨回到家中，面面相觑了几秒钟，都明显看得出对方长长吁了口气的模样，以为非常麻烦的男反派跑出来了，只过了一夜就成功揪了回来，顺利的让两人自己都觉得幸运。楚哥叹了口气，颇有些惊魂未定的在沙发上葛优叹，真是吓死我了，就怕出这事，还特意加固了，结果还是出了，还好他还没来得及做什么。珠子里传来怒骂声，你加固你娘呢？要不是你加固，老子早回去了。楚哥，秋无忌，贼老天我草你！话音未落，秋无忌一点珠子，灵魂震荡，把严千烈的暴躁骂娘全压了回去。秋无忌掂着珠子坐到楚哥身边，两人一起看里面暴跳如雷又无可奈何的严千烈。楚哥神色古怪的看了一阵子，还是摇了摇头，加固的正好。严千烈，如果你回去，那便是知道这世界的情况再回去，那时的严千烈已经不是书中严千烈了，能造成的意外更不是我所能想象。严千烈怒道，那这女人不是可以？天道莫非不该一视同仁？楚哥在秋无忌脸上亲了一口，似是在说我俩谁跟谁。
严千烈一肚子话梗在肚子里，都不知道怎么吐槽。邱无忌也没好气的推了楚歌一下，似乎在劲敌面前秀恩爱也让他浑身不自在。事实上，自从捉了严千烈之后，他始终就没怎么说话。这真的是作弊被对手抓了现行的感觉。邱无忌感觉自己脸上一直在烧。果然，严千烈下一句就是嘿嘿冷笑。清高明士的邱无忌，嘿嘿，本座见识了。邱无忌愤怒的想堵上他的嘴，就知道严千烈会乱猜乱说，搞得好像自己卖身换知识似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他又觉得百口莫辩，任谁都可能这么想，怎么解释？没法解释。你说我们是真心相爱，除了惹来大笑之外，还有什么结果？楚歌却忽然捉住了他的手，微微摇头，示意他不要对付严千烈。邱无忌怔了怔，偏过头不说话。都是你在他面前亲什么亲？却听楚歌慢慢道：严千烈聪明如你，应该已经猜出是什么状况了。没错，你们所处的世界，乃至于你们发生的故事，是我写的书。你可能觉得秋秋和你的决战有作弊嫌疑，我可以告诉你，恰恰相反，若不是因为他看了故事导致误判，你会输得更干脆利落。严千烈冷笑，明显不信。楚歌淡淡道：是不是觉得你有超出预计的白言？但他也有超出你预计的翻天印。你的白言并没有取得决定胜负的结果，而他的后手已而未发，输的肯定是你，反而是我心急插手，浪费了他的准备。严千烈这回怔了怔，冷笑收了起来，淡淡道：你这么笃定，是觉得剧情肯定无法脱离你既定的胜负？不错，目前为止我有这个自信。严千烈冷笑道：那我跑出来了，你的剧情脱缰了没？凭什么有这个自信？我的自信来源于你出来了，我就知道了，而你的去处无法脱离我的追溯。楚歌慢慢道：严千烈，你刚出来，什么事都没做就被捉了回来，这何尝不是你依旧在命运的漩涡里无法逃离？严千烈神色慢慢严肃：如果我一出来就杀了人呢？因为性格，只要你还是我设定中的那个严千烈，在未知此界底细之前，就必然不会妄动。你还是我笔下的你，命运还在那里，即使重来一次，结局恐怕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严千烈终于没有回答，他看了眼邱无忌，邱无忌正坐在一边出神，那感觉有些小忧郁，并没有捉拿对手的喜悦。或许楚歌这句话也戳在了他的心里，这就是大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他忽然问了一句：刚才那些人围观如我，你为什么很快就把我收了起来？楚歌道：我说你信吗？严千烈淡淡道：天道愿意骗，本座就愿意信。楚歌叹了口气：我心中的严千烈是盖世豪雄，张狂睥睨，意志坚定。虽然是反派，输了也有尊严，他不该被人指指点点的围观。严千烈讶然，小火苗都有些簌簌摇摆。楚歌喃喃道：你相信吗？我对你们每一个，包括反派，都有感情。我笔下的每一个人，从初始设定到每一句台词，到退幕的场景，倾注了我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心血，他们是有人格的。人们可以骂严千烈嗜血凶残，但不能折辱严千烈，那几乎等同于侮辱我自己。邱无忌转头看着他，眼中的小忧郁慢慢散去，化为温柔。就是这样的他，俘获了自己。严千烈显然也有些震动感，一时无言。人为刀俎，楚歌显然没有必要骗他，这话确实出自真心。隐约也能明白邱无忌为什么会和这人谈起了恋爱，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楚歌续道：我之前也对秋秋说过，你们所有人想要挣脱，我心里都理解。这次秋秋擅自飞升，没有和我商量，我心中是有些不高兴，都说过，但我还是支持理解，因为将心比心，换了我也是会一一挣脱这种被人既定的命运，多激烈多心急都不稀奇。严千烈终于道：难道你还乐意帮我也挣脱？楚歌摇头：不行。所以你说的起飞屁话，仅仅是因为你真的是反派。楚歌很认真地看着珠子里的小火苗：我不能亲手制造出一个恶魔未祸人间，我宁愿杀了你，然后调整修改我的后续大纲，从此书里书外不再有严千烈。严千烈看了他半晌，忽然道：你先前那些话我听出了真心，天道高看一眼，本座很受落，但这句话却蕴含了一些虚伪。楚歌怔了怔：怎么说？我要杀你还虚伪？严千烈淡淡道：因为我是恶人，所以要杀我。如果跑出来的是云霄城谢九霄，浩然君子，一身正气，你将如何？也和邱无忌一样，任他探索，任他挣脱。楚歌瞳孔微微一缩，他发现这话他居然无法回答，因为他真的不愿意。别说谢九霄了，就连楚天歌他都不愿意。严千烈哈哈大笑：所以与仁义何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诚不可欺。天地无所谓仁或不仁，所有生灵在他眼中都如祭坛上的草人草狗，没有区别。楚歌为书中天道，他不会允许那个世界出现任何脱离掌控的事情，使得剧情乱七八糟，说不定还要使自己受反噬。楚歌为此是凡人，他不会允许自己制造出来的生灵对这边的家乡造成任何不可测的影响，也不会允许他们泄露自己的秘密，使自己陷入麻烦，同样不会允许他们传播书中技能，让自己失去独一无二的特性。不管你是嗜血暴力的严千烈，还是正气君子谢九霄，还是始终行侠的楚天歌，都一样，无论你是谁。所以因为你是反派，这就是托词，与正魔无关，也与男女无关。与其说善恶，不如说怕失控，
只要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那就一律不行。为什么邱无忌可以？不仅仅是友情，还因为邱无忌从一开始就很理解他，从来不做他害怕的事情。在秋秋和我没到现在这关系的时候，秋秋就可以。楚哥有些疲惫地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严千烈失笑：“因为她漂亮，你希望她能和你到这关系。”楚哥面无表情：“是不是以为你很幽默？若是天地不仁，再漂亮也一样是刍狗，说不定是玩偶。”严千烈怔了怔，不说话了。这话倒是没错，换了别人能操控一个绝色女子的一切命运，那做的多半不是谈恋爱。其实最开始我是被秋秋逼迫的，他拿剑架在我的脖子上。楚哥握着邱无忌的手笑了一下，当时我是很不甘愿的，所以也反过来给他一个教训，添了一句他至今都在气我的设定。在那个时候，我们双方心中可以说是互相敌视的。邱无忌白了他一眼，不知为何听着这些话有点怀念和他初时的过往，无论是拿剑架在他脖子上，还是他头铁般的在书里加了一句要找男人就找创世之父神，那是两人的开端，对比如今的相依已经恍如隔世。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点别的事，我觉得很孤独。秋秋再度出来的时候，我少了抵触，多了惊喜，于是愿意和他谈谈，争取互相理解。楚哥低声道：“秋秋嘴硬心软，他知道我的难处，不会擅自对此事造成什么影响。回书里测试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做太过改变的事情，以免我有不测。我口头不说，都看在眼里，很感谢秋秋的体谅，然后更加喜欢。”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别人能做到这些吗？你严千烈？”严千烈不语：“当然不能。他知道真相了，绝对憋足了劲儿，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要不挣脱个屁的命运，就像邱无忌从各种边边角角去改变，至今有个屁用没。其实就算说他能，也没人信。”果然楚哥絮道：“除了秋秋，我谁都信不过。也许你说的对，我看的不是善恶，善恶最多只是决定进展的前提，而最终看的是亲疏。”他说了一大堆，似乎也是在理清自己的思绪。说到此处，好像也确实理清楚了，声音变得坚定：“我楚哥不是什么无偏无义的天道，我只是凡人，我只会偏心自己的家人，也只会为了家人而妥协。秋秋可以，别人不行，此事只能有一个书中人，那就是邱无忌。”你这么说，我反倒觉得挺正常的。小火苗盘坐在珠子里，抄着手臂道：“人皆有私，所以也不用说什么理解我们想挣脱，就明说你就要掌控一切，摆布我们的命运就行了。本座出身魔道，可从来不会强求公平。力不如人，便是鱼肉，天经地义的很。反倒是你枕边人可能会有些不忍，哈哈哈。他不会，因为他理解我。我只是老老实实写一本书，从来没想过要对谁干嘛，鱼什么肉，招谁惹谁了。只是你们的觉醒不是时候，真到了，我完成了书中事件，到时候世界自眼乾坤，我接秋秋出来，切割两界，大家各自相安，谁爱管你们将来什么命运？吃饱了撑的，我老叔自己都不看了。”严千烈这么说来好像也对，本来啥事都没有，但按你的剧情走向，按我这种反派设定，我多半本来就要死啊，我也该认命吗？操！楚哥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同情地看着他：“芊芊，至少人界大纲里没写你死啊，好不容易塑造个强大有魅力的反派，我还琢磨着天界剧情也要用上你，当然最后是死是活我没想好。”严千烈，邱无忌偏过头，本来被这番对话说的引起了许多天人之变，还陷入了哲思来着，结果被这句话直接说没了，很想笑。他后续大纲之前我有看过，真的没写你死。邱无忌憋着笑解释，他现在写的群像每个人物都很重要，就算要发盒饭也是会非常有意义的，值得读者铭记的那种落幕，起码比钻出来被捉着砍了，从此书中都抹掉后续剧情的死法有意义多了。小火苗蹲在珠子里，苗都傻了，他压根没写我死，并且写完之后也压根不会去管那世界，也就是说最多等个1年2年，大家本来就不会再有什么命运既定了。对于漫长的修行，这1-2年算个什么时间？你就算要逆天，筹备时间都得按100年计好吧？那我到底在干嘛？不是，小火苗说话都开始结巴了。那你还尝试什么飞升，挣脱个什么命运？邱无忌平静地道：“因为我想成为此世一个真实的人，做他的妻子，你也要吗？”小火苗，草！小火苗开始挣扎。贼老天，哦不是，尊敬的天道，崇高的父神，你忘了我做的这些吧？我回去一定老老实实按照你的安排，让我砍谁就砍谁，再也不出来了。邱无忌傻了眼，喂，你还是严千烈吗？你个臭娘们懂个屁！魔道出身不能见风使舵，还叫魔道吗？对创世神低头丢脸吗？小火苗跳脚，老子要死了！明明后续能活得好好的，结果没事找事出来淋了一夜的雨还要死，连书中能给人留下记忆的落幕都不会有。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吗？楚歌秋无忌面面相觑，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小火苗继续挣扎，父神，你要改后续剧情也很麻烦，对不对？我严千烈大小也是个顶级魔修，纵横九州上万载，后续相关的剧情一定很重要，对不对？要修改也是一项大工程，父神完全可以省点事，别抹了。楚哥，邱无忌，你说句话，邱无忌，你是正道魁首，心地善良，对不对？你刚才还说我臭娘们，我错了，邱宗主。小火苗忙道，云际宗应该也有抹除记忆的手段，对不对？
完全可以抹去我出来所见所闻的记忆，色回书里就完事了。你看多简单啊，这也是为父神好。邱无忌无奈道：我想想。小火苗大喜，多谢邱宗主，以后不和你作对了。邱无忌抚额，我怎么觉得严千烈已经死了？敢向天轩战的严千烈，哪来这么丢人的求生欲？反倒是楚哥更了解严千烈，严千烈岂能甘心这种轻如鸿毛、毫无意义的死法？倒也正常。别看他现在卑躬屈膝的，回去就变脸。严千烈倒也不争辩，没有人能比创世父神了解他的每一个子民，做什么戏都没意义。楚哥看着珠子里扭来扭去的紧张小火苗，一时有些犹豫。你能抹他记忆吗？邱无忌道：他是元神，不是凡人，我此去修行不足，对凡人可以做到，对他估计不够。小火苗暴跳如雷，臭娘们，果然正到嘴脸，最颇信者。邱无忌面无表情地拎起珠子，一把塞到了丹炉下面。本座需要炼丹提升，正好需要丹阳魂火，把丹给本座炼满意了，再做计较。小火苗真的成了个小火苗，揣着手坐在丹炉下面，用身躯努力给丹炉加热。楚歌、邱无忌蹲一边看着，脸上的神情都非常古怪。怎么当严千烈那种大魔头换了个造型蹲那儿，忽然就觉得很萌呢？连他不甘不愿气鼓鼓的样子都成了奶凶奶凶的。不要被表象所迷惑。邱无忌面无表情的提醒，他是大魔头。严千烈，臭，闭嘴！邱无忌泼了一杯水。小火苗摇晃了一下，破口大骂：你自己炼丹的火候，自己乱泼什么水？邱无忌失笑：你还挺尽责，做一件事就要做到最好，这是本座的信条。严千烈鄙视道：说到炼丹控火，你云际宗的所有人绑一块也不是本座的对手。好了，知道你控火天下无双了，那这炉丹就交给你了，差不多1个时辰，不长。邱无忌叹了口气，拉了拉楚哥，我们聊聊。楚哥犹豫的看看严千烈，丢他在这，外面大雨呢，我也没说出门走啊。邱无忌拉着楚哥躲进了房间，我设了阵法，他出不来的，稍有轻举妄动我就知道了。小火苗眼睁睁的看着清高明士的邱无忌拉着男人躲进了房间，无力吐槽：我一点都不想跑，你们放心好了，如果天道没有抹杀我的意思，我恨不得多观察你们这对狗男女2天，那可是近距离观察天道。但总觉得邱无忌这恶毒婆娘可能在吹枕边风，怎么办？君王无道，宠幸妖妃。小火苗恨恨的想，努力张开神念，试图偷听里面在说什么。屋里却并不是小火苗脑补的场景，楚哥和邱无忌并肩站在窗前，一起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雨已经没有昨晚那么大了，也没有了电闪雷鸣，只是依然噼里啪啦的，打得人心中烦躁。你是不是有些心烦意乱？邱无忌低声开口，你那些话像是说给严千烈听，在我看来更像说服自己，因为我无论有心无心，已经客观在影响书中生灵的命运，所有生灵的生死操于我手，他们的悲欢由我决定，我觉得心中沉重，责任太大。楚哥低声叹息，可我真的不是冰冷天道，我只是普通人，而且还是个杀鸡都下不了刀子，会心软的普通人。以后我要给谁发盒饭，都怕自己发不下去了，就像我在杀人一样。如果每个写故事的都得担心这个，那还有谁敢写故事？邱无忌淡淡道：知道我想和你聊什么吗？我想说的正是，希望你把书中世界和现实分开，你只是在写书，对于书中剧情，你就是无情天道，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只有坚定按照你的想法走，那才会是一个精彩的完整的世界，而不是畏首畏尾，左右为难，运为大师，到时候搞的世界能否成立都成问题，才是真正的一切归虚，最严重的毁灭。楚哥悚然一惊，手心竟有些微微冷汗。邱无忌轻轻握上他的手，柔声道：在你的角度上，哪怕此时笔下正在写邱无忌，该伤就得伤，该死也得死，那才是身为一个作者对自己剧情的掌控。楚哥立刻道：不可能，就算按剧情怎么推演，你也不会死。邱无忌捏了捏他的手，那就是不该。我和你说的就是，你考虑的是剧情走向应不应该，合不合适，那才是对整个世界的负责任，而不是看你对哪个人的感情忍不忍心，那是妇人之仁。他顿了顿，悠悠看着窗外的雨，此事有句诗，真的很好。楚哥心有灵犀，天若有情天亦老。是的，天道有情，真是一件趣事。邱无忌微微一笑，其实我比你更同情严千烈。楚哥，忘了以前是不是和你讨论过，本质上说，我和严千烈他们在这件事上算是一个战壕，大家都想挣脱自己的命运，无可厚非。我强行飞升是我急切，他强行破剑也是他急切，大家在这种事上都很难保持绝对的冷静，导致错误连篇。外面的小火苗默默无语，力气都消失了7、8分。邱无忌低声道：请父神宽恕他这一次错误，我不希望他因为这样的事情被抹杀，同时也请父神对笔下剧情负责，不要因为场外影响，对剧情说改就改，重要人物说消失就消失。楚哥转头看着他的侧脸，半晌才道：秋秋，你真的善良。邱无忌板起脸：我不善良，我就是个用他炼丹的恶毒婆，信正道臭娘们。而且我还觉得以他这样的反派设定，将来书中还是死了好点，祸害不能移千年。楚哥哑然失笑。
小火苗神色变得更精彩，都不知道该不该算这厮在吹枕头风。感情您还是要我死啊？却听楚歌道：秋秋，和你说了这些，我近期一直纠结犹豫的东西真的平缓了很多。其实不只是这次，很早就有这种纠结了。看得出来你一直矛盾，因为你才是太善良的那一个。邱无忌转头看他，柔声道：好点了吗？好多了，楚歌只是在写故事，不应该把现实的情感带进书里。楚歌低声道：其实每次我有那种绝对俯瞰视众生如蚁的意味时，灵感就特别好，码字特别顺利，我早该知道这一点。想让你们成为真实，首先也要我把书给写真实了，你们才能成为真实，不该纠结太多。邱无忌微微一笑，认真道：你知道现在这叫什么吗？楚歌怔了怔，坚定信念？不，这叫力道。邱无忌正容道：以前你说想让我们真实，你说那是你的道，然而未曾经历，不过纸上谈兵。当你见过了，历过了，有过了动摇，经过了取舍，目标依然如初，手段更加明白，那便是道途。他顿了顿，绽开了笑意：恭喜父神秦心三叠，道基成矣。楚歌心中一动，他闭上眼睛，忽觉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从书中世界贯通自己的泥丸，仿佛两个世界通过自己的灵台子府假设成了通天之桥。足底涌泉根扎大地，眉心子府贯通虚无，天地之桥若隐若现，犹如实质。书中世界千般颜色，万般音符，尽在心底，纤毫毕现。变天基地大法突破人体之线，步入无垠。当楚歌睁开眼睛，眼里神光闪过，旋即消敛。看在邱无忌的眼中，那眼瞳悠悠，有了深邃的意味。他已经不是凡人了，已在仙途。谢谢你。楚歌轻轻拥着邱无忌，在他额头轻轻一吻，真贤妻。邱无忌啐了一口：谁是你的贤妻？你还不够格。楚歌舔着脸道：换句。秋秋我的秋秋。外面的小火苗抖了一下，火星子簌簌而落。邱无忌也哭笑不得，没见过这么无聊被懒的天道父神。哎，这不是我的事儿，不信你看。楚歌跑到电脑上，打开后台，把预存的秋秋自传新章节发了出去。只在几分钟之内，章说铺垫盖地啊，正文终于更新了，然后就变成了整齐划一的秋秋我的秋秋。其实邱无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高的读者人气，角色卡上的点赞比心能比主角楚天歌高几倍。他的剧情又不算多，大部分还是在装逼战斗，也就偶尔撞个门板卖个萌。难道这就是反差萌？因为你在外面做管理，也因为你有自传啊。楚歌笑盈盈的抱着他一起看书评，你是书中最真实的人，在人们心里好像是活在身边的自己人，和别的角色都不一样。邱无忌道：如果让别人也写自传呢？那就差多了，他们不是妹子啊。邱无忌想想潘达那些痴汉，也忍不住笑，都是一群什么人啊？对着一个纸片人，我可不就已经把纸片人拥在怀里了吗？楚歌说着说着，低头去找他的唇。现在邱无忌觉得和他亲亲好习惯，他亲过来感觉就像平时拉着手似的，理所当然的样子。直到亲上了，才想起外面还有个毕生劲敌在委屈巴巴的生活炼丹，怎么感觉有点像俘虏敌人做苦工，自己在后宫淫乱的昏君呢？邱无忌有些赧然，轻喘着推开他，竟不想好事，外面有人呢。他有看不见？你怎么知道他看不见？对了，你打算怎么处理？楚歌想了想，既是天道，那就有天道的处理。他终究还是书中人，在我的设定之下。他坐回电脑前，打开大纲人设栏，划拉出言签列栏目，添了一句：一生桀骜，只尊重强者。尝试反抗天道，被镇压之后，内心不甘，但在能突破天道之前，愿意听命服从天道之意。邱无忌在旁看着，心情有些复杂。这种修改很奇特，他甚至不知道这算是修改了呢，还是原本的言签列。因为按照推演，言签列就是会这样，内心桀骜不甘，但在确定能挑战你之前，真的会愿意听你的。只不过这一句写出来就强化了，把可能的推演变成了必然不可为，把可能存在的阳奉阴违背的搞事给弄没了，变成了愿意服从。这便是逻辑自洽的生效，前提是逻辑，但比在他手里，他可以有很多种办法自圆其说，仿佛身上有一条线遥遥系在云端，那只看不见的手里，那是天意。就像是当初他邱无忌如果要找男人，那只会找创世之父神，合理的让他至今都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有多少影响。终究都只是书中人，书中人和书中人也是不一样的。就像如果书中人小火苗看见书里邱无忌的比心术比自己高了个几万倍，不知道会不会活活气死。男反派就没人权吗？就没人喊芊芊我的芊芊吗？还好他看不见。其实至今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没多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比自己放屁都不如的灵气，还被人称为浓郁了，简直了，什么傻逼世界。小火苗一点都不想待在这里，小火苗想回家，即使被抹除对这个傻逼世界的记忆也在所不惜。这破地方有什么值得记忆？但现在回不回得去只在天道一念之间，小火苗很忐忑，希望把这炉丹炼好了，天道一高兴就放自己回去了。
小火苗兢兢业业的炼丹，过不多时，丹香满溢。这种筑基期使用的丹药，严千烈根本不会有失败的可能，闭着眼睛都能炼出最完美的品质。屋里狗男女仿佛也嗅到了丹香，匆匆出来看丹。严千烈瞥见邱无忌神色微红，嘴唇红润，也不知道狗男女刚才在里面干什么，他也不敢多问，只是陪笑。父神，丹药好了。这是秋秋的丹。楚歌示意邱无忌去开炉取丹，自己蹲下身子对着小火苗微笑，辛苦了。应该的，应该的，为父神办事嘛。小火苗拍胸，我也想明白了，我们的生命都是父神赐予，替父神赴汤蹈火也应该。你明知道我不会信你这副奴颜婢膝的面孔，又何必呢？楚歌叹了口气，不用担心原来的张狂模样会气到我，其实我更喜欢看见那样的严千烈，那才是我费尽心血去塑造的魔道霸主。小火苗沉默，说得好听，真按我本心，开口就是贼老天曹你娘的，你能对我有好脸色才有鬼了。可是心念刚起，他忽然发现自己不想骂了。他觉得胜者为王，这次出来的经历即使是倒霉，那又何尝不是天意冥冥？可知自己确实抗拒不了天命，至少目前的实力不够，要么就练到有足够实力推翻他了再说，在此之前有什么好骂的，又不是输不起，还不如骂自己实力不足，回去努力练才是。他沉默片刻，终于还是道，就算以本心，我也敬父神。以前狂悖是未曾见到天之高，如今轻贱，至少现在服气。最后这几个字终于还是现出了严千烈的桀骜，把现在点得明明白白，将来有一天强过你，那时候就未必了。然而楚歌想要的就是这样，他并不想改变严千烈的根本人设，那无异于推翻了自己曾经的努力。你现在服我？他问。对。小火苗抄着手臂，如果你不杀我，反正抹了我的记忆，丢我回书里，我绝无怨言。我为什么要抹了你的记忆？小火苗，既然你愿意服从天命，我让你去做的事情算不算代天行事？小火苗抄着手臂的样子都保持不住了，很想上去揪着楚歌的衣领子，此言当真，可终究没敢放肆，原地转了2个圈圈，才道：代天行事，代言天命。楚歌露出一丝笑意，不错，从你的事上，我意识到了一点，书中世界的佼佼者们，认知到天道存在的肯定不止你和秋秋2个人，还会有其他人。秋秋不可能去满天下追索到底有谁，即使察觉了有谁，秋秋也很难做些什么，而你不一样。严千烈盯着他的眼睛，你要我替你试出这些人？对，不需要你对他们做什么，比如说假意邀请反抗天道，看看谁有特殊的表现。然后你会做什么？楚歌摇头笑笑，我什么都不会做，但我必须知道有谁，做到心中有数，使这一次的意外不再发生。严千烈忽然笑了，老子成了你的狗腿子。楚歌指正，代言天命，代天巡狩，不过一牢头。那你做不做？做。小火苗再现戾气，凭什么老子就要被天道虐？别人也都给老子尝尝吧。等会。邱无忌往丹炉里重新放置了几份药材，去代天巡狩之前再炼一炉丹。小火苗，臭婆娘，老子服的是天道不是你，凭你也想指使本座做事？楚歌，炼。小火苗，哦。看小火苗老老实实的重新炼丹，邱无忌站起身来，转头看着楚歌摇头苦笑，现在啊，你倒像个大 boss， 而我是个同流合污的乱世妖妃。楚歌眨巴眨巴眼睛，自认妃子了。皇后在哪？邱无忌大发雷霆，你还想有皇后？你想找谁？不是楚歌，你给我站住！小火苗眼睁睁地看着心目中无敌的天道抱头鼠窜，邱无忌抓着把鸡毛掸子在身后一路狂追。楚歌，你飘了是吧？把头伸过来，打死你！还天道，去下水道冷静一下。小火苗足足炼了3炉丹，一时之间他甚至怀疑自己跑出来的意义就是为了这对狗男女炼丹。毕竟云际宗并不以炼丹出名，他们宗的飞剑炼制才是顶尖，各宗有各宗的特色嘛。曾经邱无忌要恢复神魂疲惫的药剂都要找内鬼换，还是楚歌机械降神让他们宗的杨长老突然灵光大盛炼了一炉新丹。反正总体来说，炼丹制药这种事，严千烈能把整个云际宗按在地上摩擦。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引以为豪的技能，现在是被用来做苦力的。自己在这以身炼丹，那狗男女居然在旁边打开挂在墙上的奇怪屏幕看别人亲嘴儿，还一人一颗奶糖，吃得甜滋滋的，简直了！本座居然败在这样的2个货色手里，天道不公！哦，他就是天道。小火苗悲愤的炼丹，却听楚歌看似无意的再问他：哎，芊芊啊，别叫我芊芊。小火苗悲愤：哦，那苗苗，就算你是天道，我也会骂人的。好吧，小火苗，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黑屋？因为察觉那里精神波动比较集中吗？那些人有个屁的精神波动！小火苗恨恨道：我是意外看见那个钟意在和人密谈，觉得他有点秘密，才跟上他的。早知道算了。秘密？楚歌惊讶的转头，什么密谈？小火苗把钟意和杜连峰的对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顺便添加了自己的点评。就这放屁一样的灵气，还值得细究？我看父神都不如自己钻到我们书中世界去修炼，出来还不吊打这些废物。楚歌哪敢告诉他自己根本不能进去的事实，其实此刻也没心思考虑这个，真正让他在乎的是
钟毅和那啥杜连峰都认为灵气复苏起源于南疆，或者至少是近期的浓郁是从南疆开始。近期能与灵气相关的事是发生了什么？不就是严千烈跑出来了吗？顺着这么想的话，上次邱无忌觉得灵气变得浓郁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他自己跑出来了啊！楚歌心中一动，转头看向邱无忌，邱无忌也在看他，两人眼里都闪着惊诧的情绪和某种程度的释疑。难道灵气复苏和书中世界相关？每一次出来都带来了一些灵气外泄，导致此事的灵气变得浓郁起来。可是异能发现好多年了啊，楚歌那时候都没写书呢。或者说灵气复苏本身和楚歌无关，但楚歌的书中世界也属于各种导致灵气更加浓郁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灵气复苏的原因应该是有多种的，导致越发浓郁的原因也有多种，国家应该也在多方探寻。而钟毅不知道什么缘故，在多年前就把探寻的目标放在了南疆。光是钟毅也就罢了，另有邪路子的人士也来南疆了。之前铁针那些人就是他的前哨。你立功了，老严。楚歌终于相对庄重地称呼了严千烈一句，你这次跑出来的最大意义或许是这个才对。严千烈见他们慎重，也仿佛意识到了这很可能是天道父神在探寻为什么能构建书中世界的重要线索，自己误打误撞还揭开了一个角。他更有点无语凝噎之感。什么是命运？这就是回去吧。楚歌拿起装在小火苗的珠子，低声道，到了那边禁止泄露这个世界的一切，天道只是明明，一旦让我察觉倾泻，我真的会抹掉你的。知道。严千烈淡淡道，最后这句威胁不用加，本座不蠢。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本座探寻天道的秘密，该有多蠢才会告诉别人。话音未落，他就感到了一种视角拉伸的错觉，区区一屋似乎开始扭曲放大，变得无垠苍茫，楼板变成了蓝天白云，下面是无边无际的九州与海洋。九州南部有火山，山口直通地底幽深之处，那是他的烈焰之心所在。当严千烈回过神，自己已经处于烈焰之心，小珠子安静地悬浮在火焰之中，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跑出去淋雨受虐被俘虏，仿佛只是一场梦。真天道之力，严千烈自认就算让自己突破飞升到天界，也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层面。这是连天界都一起置于掌控之内的天道，以前的挑战天道，如今看来确实不自量力，至少在这个世界范围之内不自量力。不过还好，如今本座代天巡狩，谁还想窥天？本座做不到的，你们也别想。真这样放他回去，你自信能绝对掌控？邱无忌正在问楚歌，楚歌笑了笑，可以。自从突破之后，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掌控力。如今我留了道标在他身上，有什么轻举妄动，我立刻就能察觉的。邱无忌道，你在我身上也留过这类东西是吧？次子一看就看见我。没有。楚歌道，纯粹是因为在那个世界，我最在乎的是你。邱无忌看了他半晌，撇嘴道，不就是又想骗人亲亲？可楚歌干咳，亲亲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想点正经事好不好？邱无忌没好气道，钟毅他们那事你怎么看？明明没想正经事的是你，随便一句话都可以歪到骗人亲亲，我哪有那意思啊？楚歌哭笑不得，只是道，这事嘛，首先我想搬家。邱无忌怔了怔，搬家？我们可以去黑屋，可以和钟毅交往，这都没什么，但我觉得住处还是别太公开的好，免得麻烦。这是第一。楚歌拉着邱无忌的手摇了摇，秋秋，你知道我的，我只想和你一起过安逸的日子，不想卷入太多是非。这些信息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能够规避和远离。邱无忌撇嘴道，我看你口是心非，好多麻烦都是你自己主动介入的，闲不住跟个猴一样。楚歌尴尬的笑笑，那不是还有戴面具吗？闲不住的是葫芦娃，和我楚歌有什么关系？邱无忌，再说了，我们也是要旁敲侧击想办法弄明白真相的嘛。我觉得现在这个尺度刚刚好，别深入太深，却也能保持不脱节。你都有歪理。邱无忌没好气道，那是第一，其次呢？楚歌指了指地上的丹炉，在这屋子里显得越发拥挤。他轻轻拥住邱无忌，柔声道，这屋子已经太小了，住不下一窝小猪。邱无忌心中微微悸动了一下，刚才那种想顶嘴的念头瞬间就被说到了九霄云外。外面雨还是很大，他的怀抱还是这么暖。这里确实太小了，就算想去买一只大一点的小猪玩偶抱着玩，都嫌没地方放了。以后真的生一窝小猪可怎么办？不对，谁要跟他生小猪？耳边传来楚歌的呢喃声，秋秋，雨停了，我们去看房子好不好？明明心中吐槽，可邱无忌还是听见自己下意识的回答，好。那声音轻柔的，自己都不相信说话的人是邱无忌。他觉得脸上有点烧，仿佛挽回面子般说着，就算下雨也不是不能出去。你当你是小火苗呢，那么娇贵。楚歌被逗笑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去。虽然捉拿小火苗还让小火苗炼丹，好像经历了很多事，实则时间才刚中午。楚歌上传了今天的章节，连带之前的秋秋自传，不要逼脸的算2章，就带着邱无忌出门吃饭去了。恋爱当然是马子最大的敌人，甚至也是修行的最大敌人。瞧这俩驱使小火苗辛辛苦苦练好的几炉丹，居然一颗都没吃就出门逛街去了，不知严千烈知道了会不会当场造反。雨依然很大，两人同撑一把大伞，
紧紧靠在一起，一脚高一脚低地踩在路上。以前的楚哥特别讨厌这种雨，一看这种天气就懒得出门。而邱无忌挺喜欢的，仙人怎么可能怕雨？反而是秋雨绵绵，能让他感觉秋天的清新，偶尔诗心上来了，还能吟两句时停听雨诗呢。但现在好像有点反过来了，楚哥很喜欢这场雨，因为能让他在伞下和秋秋偎依在一起，感觉特别亲密。邱无忌却开始不习惯，走在大街上还搂在一起，感觉好尴尬。术法还不好在大街上随便用，导致想挡雨也挡不了，这么大的伞都阻不住雨水偏斜往里飘，没多久就感觉背部已经被打得湿漉漉的了。为什么只带一把伞？邱无忌发脾气，因为家里只有一把伞，仙落凡尘了不是？楚歌便笑，曾经在江湖之中一蓑烟雨，复见独行，那天地苍茫的临水眺望，可曾记否？你现在的歪理是越发多了。邱无忌无奈道，什么东西都能被你说出一朵花来，好像你以前就很喜欢雨似的。以前不喜欢，但是现在有你。邱无忌觉得他现在长进的不是歪理，是甜言蜜语。曾几何时，那个只想让人揍一顿的臭直男一去不复返了，开口就比他书里的主角还会。虽然有时候也觉得尬，但就是很爱听。男人一旦谈了恋爱，长进就是这么明显吗？还是因为用脚那个过了，于是也打通天地之桥，贯通任督二脉了。偏偏被他这么一说，邱无忌也觉得这雨也没什么讨厌的了。雨中漫步也是难得的体验，尤其是第一次和他这样撑着一把伞走在空旷的街，周围也有行人撑伞匆匆而过，有人骑着小电驴，罩着雨衣辛苦归家。当自己的心境放平和，再去看人间，烦躁没了，便看见了人世间的烟雨画卷。邱无忌看见也有其他小男女撑伞而过，两个人的肩头都被雨水打得湿漉漉的。他下意识瞄了眼自己的右肩，明明背上都被雨飘进来打湿了，右肩却偏偏很是清爽，被遮得严严实实。邱无忌怔了怔，转头看了看楚歌那边，却见楚歌的左肩已经湿透的不成样子，因为整把伞都向他这边倾斜，尽可能的为他全方位的遮挡，连带着楚歌的身躯在内都是他的伞。邱无忌的眼波有些迷蒙，此时此刻他一点都不觉得这雨讨厌了，因为有你。他左右偷偷看了一圈，悄悄弹指放了个术法。楚歌忽然觉得露在伞外的左肩被雨打的感觉消失了，大雨看似打在肩上，其实全被一层看不见的气阻挡，顺着滑落身边，而原先湿漉漉的肩头也不知何时烘干了，干净清爽。湿漉漉的对身体不好，容易风湿。邱无忌低着头说。楚歌笑了起来，现在的修行哪来的风湿？邱宗主心疼男朋友的小模样真可爱。笑什么笑？邱无忌跨过一个水坑，你要走多久吗？楚歌道，我觉得走多久都可以啊。其实这会儿邱无忌也觉得走多久都可以。街道很长很长，前方笼罩在蒙蒙烟雨之中，乍一看仿佛没有尽头，好像可以走到天荒地老。真就这样走到天荒地老也挺好。然而大家还是有目标的，就在前方不远就是一个房产中介。直到楚歌在门前停下，邱无忌望着远方烟雨，居然还有了点怅然之意。二位租房还是买房？中介姑娘的话语瞬间把邱无忌的思绪拉回了现实，看着墙上到处贴满的各种价目各种纸条，仿佛从书卷里的烟雨江南回到了人间。买房的事楚歌是暂不考虑的，虽然这2个月收入看似很牛叉，但距离买房首付显然还有一段颇远的距离，直接略过。租房的话倒是有些想法，城市里租个大点的，什么5室3厅之类的那种，对2人来说好像不是太适配，又不是现在要生一窝小猪，那么多房间拿来干嘛用？楚歌想起万子俊在郊外甚至乡下的那种小院落，好像特别合适，只可惜距离城内太远，日常有些事变得很不方便。可以考虑的是那类楼中楼，把上层布置成修行炼丹之用，下层用于日常生活，倒是挺合适他俩的。位置依然在市区3、4环外找，就像现在一样，不太偏远，也不用市内，又进商圈，特别合适。邱无忌还觉得最好就在现在这片区，这里买菜什么的都熟了，萌萌也在附近，搬其他位置又要重新熟悉，麻烦。这么一考虑，其实目标还挺明确的，不用挑花眼。可惜的是，先生，你们要的这种楼中楼还要求单层够大，中介妹子带着一脸觉得你们逼要求真多的神情。我们没有登记这种的出租很少的，好租的都是小户型。就算楼中楼也是5、60平的单层面积，只论单层比一般屋子还小才对，你们就是太不懂了，总觉得房子也跟买菜一样随便挑。楚歌看着对方不耐烦的样子，微微一笑，他发现自己现在好像涵养越来越好了，居然一点不高兴的感觉都没有。打扰了，我们去其他中介问问。问了也一样。中介妹子直接道，租户都是多家挂的，谁会只挂一家？你要是不限定范围，其他区可能还有，这个区肯定没有。楚歌听了倒觉得有点道理，便转头问邱无忌，要不你问问朱萌萌那边有没有熟人租房之类的，我也问问同学朋友试试。邱无忌美眸始终凝住在墙上的租屋信息，此时才指着其中一栏道，那间1000的是不是月影那间？楚歌看了下小区和房号，还真是那间，这么久了还没租出去啊。1000太贵了，那就是间单人公寓。邱无忌道，对我们挺合适的呀，就在对面几步而已，单独开辟了，用来堆杂物和锻炼之用，包括你的破跑步机都可以丢过去，
咱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不就腾出来了？咦，楚哥抚掌道，好有道理，这样甚至不用搬家，太省事了。邱无忌道，甚至不用找中介，我记得户主有在小区里贴招租信息的，去直接联系户主本人，是不是更好一点？说完，美眸瞥过中介妹子，隐含不悦。楚哥自己没觉得不高兴，邱无忌替楚哥不高兴，对我家男朋友摆一副臭脸给谁看？哼！楚哥好像也看出他的意思，摸了摸他的脑袋，好像给猫顺了顺毛。邱无忌皱了皱鼻子，走了。两人手牵手并肩而出，楚哥撑起了伞，邱无忌很自然地挽着他的胳膊，两人极其同步地迈开步伐，走进了烟雨之中。从头到尾都没再看中介一眼，甚至都觉得这次出来好像都不是为了找租屋中介的，反正来中介也没干啥，两人却都没有觉得白来，仅仅是为了享受这场秋雨，享受这躲在一把伞下，为了生活的柴米油盐相依而行的时光，那就够了。回到小区，找到对面屋主的招租广告，和屋主面谈之后，1000变成了800。小两口连搬家都不需要，简单明了地解决了租屋太小不够用的问题。把跑步机和单炉搬到对门，顺便划拉了一堆杂物过去。两人忽然发现，原本狭小的屋子宽敞明亮的多了，连带窗台上好像都可以多摆一盆花。月影那边的空间还远远有剩，毕竟也带厨卫阳台，两人甚至可以分别洗澡了。单论房间，反正又不用床，一个单炉孤零零放着，反而还显空旷，以后还可以往里添东西。花了大半小时整理了一下屋子，邱无忌舒服地躺在自家沙发上，看着宽松的空间，觉得连空气都清新了好几分，连阳光都变亮了。天知道这雨天他从哪看见的阳光。总之，邱宗主左看右看，哪里都顺眼，心情很好的伸着懒腰，这才是个住人的地方啊。楚哥在旁板着脸道，以前住的不是人吗？养猪的。你才是。两人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邱无忌露出一个妩媚的笑意，我累了，沙发上没枕头。楚哥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去给你拿个。我要躺小猪。那是抱。楚哥福至心灵，话锋忽转，小猪在这呢。他屁颠颠跑了过去，坐在邱无忌横躺的脑袋边上。邱无忌很满意他的灵醒劲儿，脑袋挪呀挪的枕在了他的腿上，发出了一声舒服的叹息，说了你才是小猪吗？楚哥笑盈盈的看着他，没去争辩，是就是呗。他倒是觉得邱无忌越发像一只猫了，只不过他更愿意认为两人是小猪。他轻轻顺着邱无忌的长发，看着他闭着眼睛羞气的恬静容颜，心中软软的，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够。不知道邱无忌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今天是小俩口在为自己共同的家奔忙，小小的一件事，其实意义有点不太一样。虽然最后还是落回原点，挺好的，住久了的地方本来就是家。有了你之后就更是了，还是那句说了几万次都说不腻的话，你从书里跑出来真好。闭目休憩中的邱无忌忽然咕哝了一句奇怪的感叹，怎么我觉得张其人和月影搬走全是为了我准备的。楚哥想想也觉得有点好笑，张其人且不提，月影这搬走这么久了，房子还没租出去，还真有点等着他们来用的意思。当然这不可能会是有谁特意安排，没谁吃饱了撑的安排这个，嫌屋子太小租过一个不就完事了，安排这个有啥意义？只能说真的是巧合，恰恰方便这俩偷懒而已。偷懒也就意味着没法尽善尽美。之前我们说要搬，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让人知道住处，如今没搬，这个问题是不是得考虑一下？邱无忌问道，你对钟意泄露过住处没？没，我住这里除了跟爸妈说过之外，也就齐人和武阳知道，还有你那边朱萌萌，然后顾若言和月影，加上坐牢的海东青与川强人。楚哥数来数去，觉得好像也没啥，这么一算，好像搬不搬也一样。钟意交友广阔，真要查我们住呢，恐怕这里和新的没区别。邱无忌想了想，其实要瞒的也不是钟意，是那个外来的邪道人士，叫什么杜连峰。只要这些人别找上门，别的也没什么关系。楚哥道，我们身怀特意，总有点预感，不容易躲开这些人找上门。邱无忌笑道，真是这样的话，住哪都一样，倒是这里更方便点。怎么说？这小楼层一共就2户，也就意味着这整层都属于我们了。真有人找上门，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多少影响，总比别处还有邻居的好点。我还可以把阵法布置在外，隐蔽行迹和气息，顺便示警。楚哥奇道，说来以前你也没给咱家里布阵，最近怎么总听你说布阵？是突破了导致手段多了的缘故？我没什么突破，今天束缚严千烈那种临时阵法我本来就能用啊，但临时的又无法长期保护家里，有什么可用的？想要长期成立的阵法，肯定需要材料，比如阵石阵旗这类，最低也得在地上刻画。邱无忌含含糊糊的说着说着，忽然睁开了眼睛瞪视，还不都是某父神拍脑袋的破设定，麻烦死了。楚哥失笑，点了点他的鼻子，这设定可不破，阵法和普通术法的区别不就在这？这叫细节才对，要夸。邱无忌试图去咬他的手指，楚哥缩手，没咬到。邱无忌气鼓鼓的闭回了眼睛，楚哥反而又伸过手指探在他唇边，试试探探的抚过他的唇，真柔软。奇怪，他从来不涂唇膏，怎么就能这么红润？此区修行也没到多仙的程度啊，所以这是天生丽质，还是他塑造身躯的时候也在作弊呢？还没等想个原因，就被咬了，死痛痛痛！邱无忌又好气又好笑的睁开眼睛，京中赵小成的人了，干嘛不运功？
真怕我牙齿能被你崩到啊，因为你想咬啊。真是个 M。楚歌笑笑无言。邱无忌懒懒道，所以父神现在可以从书中世界掏东西了，镇时镇气这类的都掏点出来用，能弄什么级别的尽量弄来，本做到要看看谁敢擅闯。楚歌想起当初海东青误入迷阵的悲剧，颇有些食髓之味，兴致勃勃道，那我筛一下哪些可以搬出来。有些阵法你修行够吗？邱无忌露出一个妩媚的笑，小火苗练了很多丹，父神要不要比一下，我们谁的修行快？楚歌眨眨眼，总觉得这笑容不怀好意。邱无忌眼皮一翻，归根结底是父神太菜了，如果够强，住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就像书中我就明明白白住在云际山，问遍九州，有人敢打上来吗？楚歌抬杠，有，严千烈，所以他现在成了小火苗。邱无忌瞪眼道，快点去吃药，真以为你那三脚猫的2下子可以横行南疆了吗？你连你妈都打不过。楚歌做事欲起，那我去拿丹药。等等，邱无忌翻了下身子，咕哝，不急于一时，再让我躺会。话音未落，唇间就感觉含上了一颗巧克力球。邱无忌很熟悉，那就是他指定练的易筋断骨丹，他觉得自己这个身躯太弱，需要加强。原来丹药一直就在沙发边上的茶几上，楚歌伸手就拿到了，刚才还做事要起来。邱无忌含着丹药，愤愤地瞪着楚歌，却听他柔声道，想躺多久就躺多久，就这么化丹，我给你护法。邱无忌又觉得自己含的不是丹药了，真是躺在男朋友的腿上，男朋友喂来了一颗巧克力糖。他犹豫了一下，含糊不清的咕哝，我化丹会入定，你不许趁机。好。楚歌嘟嘟戳了戳他始终含在唇间的丹药，等我打得过你的时候，我知道。邱无忌想了想，也伸手去了茶几上，拿了另一颗丹药塞到楚歌嘴里，分你一颗，不用护法。楚歌也觉得这不是服丹修炼，分明就是互相在喂巧克力糖。谁说修炼是枯燥的？这不是明明很甜吗？楚歌吃的巧克力糖和邱无忌是不同品种，邱无忌主要在强化身躯，而楚歌是刚刚突破，需要固本培元。这也是楚歌第一次服用仙丹。理论上说，所谓炼丹也没多神秘，无非是提炼各种药材的精髓，根据不同的君臣佐使搭配，在不同的环境和温度反应下达成各种效果，凝固成晶体等等之类，和化学原理没啥区别。表象上的区别就是这里不管什么原材，最终都会被凝成不同色泽的丹丸状，其实也存在凝成其他形状的，比如长得像一只兔子还会跑的丹药。但楚歌的设定里没有，那就永远只是丹丸。实质的区别就是这些丹药相对现实的药材而言，真的可以称为仙丹，一颗下去是真的可以让人百病尽消的。而楚歌服用的这颗培元丹也是一样很玄奇的入口即化，刚刚含到嘴里就散入百脉，楚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有能量在疏导奔流，百川汇海归入丹田。那氤氲的丹田之气越发浓郁了，看着越来越像要有种要由气化成液态的错觉。楚歌知道这不是错觉，在自己的设定中，丹田之气逐渐液态化就是筑基逐渐大成的过程，到了彻底液化就该考虑固态化了。那道坎儿大家都很熟悉，金丹。邱无忌经常说大家的修行和书中境界并不等同，主要是因为大家的魂力都已经是书中比金丹还强的奇特状态，但身躯修行却刚刚筑基。楚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定义这样的修行境界，他甚至不知道邱无忌到底属于什么实力，至今一脸懵。理论上邱无忌都没筑基的，身躯好像都没自己现在强了，但因为魂力太强的缘故，又总觉得他无敌似的，就像海边和老妈那一战，2套大招轮着用，那压根就不是练气筑基能用的招好吧。现在他也化丹突破了，不知道到时候又能多强，而自己这波只不过是固本培元，可没什么本质变化，感觉好不容易有点反制力，好像又要记了。不管了，就算再强，就算原身出来了，还不是躺在我腿上跟只懒哼哼的小猪一样。楚歌睁开了眼睛，仿佛心有灵犀，又仿佛玄之又玄的牵引，便在他睁眼的瞬间，躺在腿上的邱无忌也同时睁开了眼睛。曾经同床共枕想要的一起醒来，当时没达成，却意外在这一刻修行之中达成了。楚歌心中泛起一个词来，这是不是叫道侣，还是叫秋水共长天一色？邱无忌仿佛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微微一笑，终于懒洋洋地从他腿上离开，坐直了身躯，顺着头发道，身魂之所寄也，吾乃渐修，非主修元神摒气皮囊之类，须身魂相依才能久长。楚歌听得一愣一愣的，怎么说起这个了？邱无忌笑眯眯道，此前不堪久留，和此躯羸弱也有很大关系。如今易筋断骨，肉身强盛，很多事情也不需要魂力替代，有肉身完成就可以了，以后驻留时间会变得更久许多。楚歌大喜，真的？你高兴什么？现在揍你更轻松了。邱无忌顺着头发扎好了马尾，冲着楚歌勾了勾手指头，父神要来练练吗？楚歌脸都绿了，您突破第一时间想着虐我，来嘛来嘛。邱无忌摇着他的肩膀撒娇，我也想看看我现在肉身能发挥多少了吗？这谁扛得住啊？楚歌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来吧，不要怜惜我这朵娇花。砰！3秒之后，天道父神刚刚拉开一个防御架势，转头就趴在了墙上，缓缓滑落。本来觉得力量已经超过他了，只是技巧被爆，现在是连力量也被追回去了。邱无忌什么技巧都没用，直来直往一拳头就破了父神的防，根本挡不住。
甚至看不见他的权势，实在太快了。再来！楚歌爬了起来，悲愤道：“我们练的是折眉手，这净腹拳不是在家里用的。”折眉手啊！邱无忌勾了勾手指头，那我们再来。啪啪咔！1秒之后，天道父神又被反剪着手摁在墙上，脸都摁变形了。楚歌，我也吃了丹的，呜。邱无忌看着就想起一张胖企鹅流泪的 QQ 表情，觉得他好萌啊。他贴了上去，悄悄附耳道：“是不是有点后悔给我练什么丹？”说着，红唇仿佛无意般擦过他的耳垂，声音变得更加轻柔妩媚。本来只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就可以做一些坏事了，现在没了。声音越轻，楚歌心中越痒，连带着有些地方都快炸了。现在就是很后悔，非常后悔。后悔的不是给他搞材料炼丹，是后悔没在某些有可能的时候做些坏的事情。现在被反撩的又没办法。呜，秋秋你不能这样，秋秋，给你一个动力好不好？什么动力？邱无忌把他翻了过来，面对自己，然后揪着他的衣领子，让他身子矮下来一点，调整好了姿势，终于满意的吻了上去。楚歌一点都没觉得这是什么动力，感觉自己好像个被女王玩弄的兽啊！你是不是还要整整衣服？说我会负责的，你一定要负责呀！呜！邱无忌长长的吻了一阵，自己美目也有了些许迷离，媚声道：“我去洗澡了，别偷看哦。”说完慢慢离开，走到卫生间，握着把手，忽然回眸一笑，想要把刚才的场景互换，那就努力哦，我的父神！楚歌瞬间就觉得有什么燃了起来。什么叫动力啊？这 TM 才叫动力。虽然好像有时候本来就可以这样，比如自己做写书师傅的时候，但那不一样。浴室里很快响起了哗哗水声，楚歌揣手手坐在沙发上，看着浴室门，双目失神，一会儿回忆，一会儿展望的，那表情活脱脱就像群友们说秋秋我的秋秋时带着的痴汉口水脸似的。现在的秋秋好会聊啊，哥哥要炸了！呜！当楚歌一意修行的时候，其实比别人简单。别看他所学项目好像很多，又要金钟罩，又要折眉手的，还要保持跑步锻炼和身法跑桩，还要练遍天机地大法和空间之术，庞杂的很。但这些都只是为用或为辅，多练点少练点也没有太大影响，无非是为了手熟。就像梅花桩好久都没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和邱无忌对练的时候，身法也能得到锻炼，未必要去跑桩。他的根本之道在写书，运转功法分心二用，同时写书。对于现在的楚歌来说，好像已经不是分心二用了。当变天基地、空间之道同时结合在其中，那就像是把以前写书时脑海中想象的画面变成了俯瞰的电影，再一帧一帧复述在笔下。没有所谓分心，同一个思维，同一条心。当书写的越多，世界构建的越完整，剧情越丰富，他的修行也随之越来越稳。而变天基地大法的层次，空间之道的掌握也随之越来越强。只是方向有些偏颇就是了，至少空间上不可能像母亲吴秀云那样精通，变天基地大法也没有干扰精神控制人心的作用。楚歌只取他们的其中一个方面，但其他不重要，他要的只是这个方面。以前受限于灵气微薄，法力上的进展很一般，借助了棒珠之后稍微好一点，现在有了丹药，那就是内外皆有辅助，显然要迎来突飞猛进的时期。所以在多数时候看去，号称要努力练功把秋秋反摁在墙上的楚歌，只是在电脑面前埋首码字，一点都不像练功的模样。只有邱无忌看得见他体内氤氲的法力和隐隐波动的魂海，一天一天有如实质。楚歌在码字间修行，邱无忌也没闲着，除了自己嗑药断体提升之外，他拿着楚歌掏摸出来的阵石开始布阵，整个楼层叠加了不知多少套古里古怪的阵法，当然物业保洁阿姨是触发不了的。然后邱无忌还在做一件事儿，把那颗棒珠练成法宝。以前没法练，因为没有其他辅材，现在有了。这是什么？楚歌惊讶地看着邱无忌递过来的一个玉质观音像，你去玉器店了？这些东西很坑人的，是不是好玉？本座一眼就能鉴定，有什么坑不坑的？楚歌想想倒也是，这么说来你反而是去淘宝了。这个观音像确实感觉有点灵气，你怎么这灵气有点熟悉感？邱无忌没好气道，这就是那颗棒珠研磨之后，加上你从书里掏出来的灵冰玉碎片，糅合水檀花与三阳草的汁液炼制成的法宝。真炼制了法宝？当然，你能掏出来的东西能量都太过一般，连灵冰玉都只能掏出破败的碎片，否则直接拿个法宝出来也省了我的事。邱无忌骄傲地仰着头，不过也没什么，本座的太虚火炼丹没有严千烈好用，炼器和法宝炼制却是一等一的。明明牛逼哄哄的骄傲，可楚歌总感觉像是在说快来夸我啊，然后他就会巴拉巴拉介绍一堆这个法宝的用途。可他实在一肚子困惑，还是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可是你怎么会做成观音像？那个世界虽有佛门，可没观音啊。邱无忌哼哼道，我问了萌萌，男人戴什么事物好点？他说男戴观音，女戴佛，我就去研究了一下观音啥样的。现在萌萌取代度娘的地位了吗？邱无忌生气，你到底要不要这玉？要。楚歌很懂，我家秋秋最厉害的，这法宝效果肯定很强大。那是当然。邱无忌果然道，祭炼之后，原先棒珠的灵气未散，且更加凝实浓郁，额外增加了清心镇念的功效，以免你变天基地过了火，走火入魔。此物随身佩戴，战斗中也有助于你的法力恢复，还是材料不够好，否则
够了够了。楚歌乐呵呵的戴在脖子上，忽然眨巴眨巴眼睛，这好像是定情信物哎。邱无忌的神色微红，显然在做玉佩的时候就想过这样的事情，还是梗着脖子道：这年代哪来那么多有的没的？你说了那么久的楚歌玉，求求无忌，结果呢？就送蜘蛛吗？这话听着居然是讨礼物。楚歌乐了，哎，今天我们出去逛街，买点礼物怎么样？两人没事就窝在小窝里，跟吃巧克力一样吃着丹药，一起练功，其乐融融。已经一晃5天了。5天里，楚歌足不出户的码字练功，确实有些发霉。倒是邱无忌经常出门买菜，还经常去朱萌萌那里喝茶，日子悠哉悠哉的。听楚歌这么问，邱无忌悠悠道：那天请我出去玩是不知道七夕，今天请我出去玩，估摸着某人还是不知道今天是中秋。楚歌怔了怔，真中秋了？是啊。邱无忌道：我听说他们都放假，连带着立国之庆，是个大长假来着。忽然觉得你这行当也挺惨的，别人放假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至于完全不知年月。楚歌早就习惯了，闻言也没啥感觉，笑道：那今天至少给我们小助理放假，出去买个大爆珠。邱无忌眼睛亮了，以前去游乐场就见过老大哥的玩偶，跟人差不多大，可惜那时候没什么兴趣，没搞一个，现在觉得好想要啊，抱着一定很舒服，屋子也放得下了。两人手牵着手出了门，楚歌走在路上都还有些出神的在回味中秋。邱无忌道：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在说邱无忌来现世的经历已在中途？你说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合格的现代人了？我比你都知道今天过节，还知道男戴观音女戴佛。老实说，中秋确实让楚歌起了类似的想法，似乎代表着秋季的深入，也代表着邱无忌在此事的深入。他真的很像一个现代人了，除了口语中实在隐藏不住万年习惯，偶尔蹦出来的古意，但那没关系，现代人装逼也会说几句呢。楚歌想了一想，还是道：其实总觉得还差一点的，不够完全。邱无忌不服：怎么不完全了？我比你都懂今天过节，那不还是和萌萌喝茶扯淡听了的？楚歌笑笑，现代人的话是自己早有这个期待，数着日子等今天放假呢。那你就是古代人。哈，我是职业缘故没去在意，情况特殊。其实我可以说我是007每天在上班，也可以说我每天都放假，只要能存点稿就是自己安排假期，虽然存稿多半是个梦呓，可是大不了断更啊，没有人强制我，强制我的是责任感而已。所以你选择这个职业，因为自由，也因为书中有你。呸！邱无忌不吃这套，哼哼道：你说我还不完全，就因为我没期待过节，感觉还有点别的，我之前也没细想过。楚歌抬头想了想，忽然道：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太简单吧，总让我觉得你其实还是个修行者。邱无忌愣了愣，这怎么说的？我看萌萌一天到晚也是屁事没有，就喝茶扯淡做 SPA， 比我简单多了。我要修炼，要布阵，要练法宝，还帮你做饭馆书评，还要写自传呢。朱萌萌喜欢做 SPA， 楚歌转头看他，而你可曾有过一个自己想要去做的兴趣爱好，哪怕只是听听歌？前几天的大雨早就停了，雨后的空气很清新，随之而来的是气温也开始略降，大街上的人们已经开始穿长袖衬衫了。当然体质好的还是有不少穿短袖，楚歌一对儿就冒充体质好的，照常一身夏季短袖在外晃荡。这次出来逛街，添些换季的衣服也是一个目的。但寒暑不侵的邱无忌听了楚歌这话，无端端觉得有些冷，就像被兜头泼了一身冷水，湿淋淋的。他抱着手臂低着头，悠悠道：这样啊，好像是有点。他对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东西并不感兴趣，以前要了解只是为了了解世界，而不是多有兴趣。看片看书也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多好看。让他感到兴趣的是电脑和手机，而他们给邱无忌带来兴趣的主要原因是便捷与信息，居然能够超越修仙世界的效率。那是一汪1万年的古井，新本是幽静无波的。我现在好点了呀，我会喜欢小猪了。邱无忌想了半天，还是闷闷的咕哝：这世界很多东西也没多好玩。好吧，我承认这算是有些格格不入，像是一个穿越者在旁观的视角看世界。楚歌打了个响指：对，根本原因不是有没有兴趣爱好，可能也有别人没有，这可能只算个表征。真正的主要区别好像就是你是旁观者，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此事之人。中秋，邱无忌融于此事的中期阶段。邱无忌元气满满的握拳：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楚歌笑着牵了他的手，一摇一摇的走了一段。我忽然觉得你认识朱萌萌挺好的。怎么说？能让你的世界里不是只有楚歌，有了你的交际，有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楚歌道：每个人在世界上的存在都是从小到大很多元素长期构建而成的，而你是凭空出现的，轨迹只有这么几个月，所以缺失了很多环节。朱萌萌是填补这个缺失的第一环，慢慢的你还能有其他。邱无忌道：所以是要去多交朋友？倒不一定单指朋友，你现在的生活只是围绕着我，除了去朱萌萌那里喝茶算是你自己玩的事情之外，别的全部与我相关。你可以想想还有什么事情是与我无关自己做的，所谓兴趣爱好只是其中一项。邱无忌偏头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因为离了你，这世界就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我压根就不需要留在这里，也压根没有必要融于此事，那又为什么要去寻找与你无关的心事？最终这话没说出来，他怕说出来了楚歌会嘚瑟的尾巴都上天。邱无忌终于道：
其实听歌也做不到与你无关啊，在家看书做饭的时候听歌算不算？难道我还能撇下你去音乐会吗？你敢？哼，听歌只是随便举个例子，不是太合用。当然，你自己打开 App 一首一首的在淘喜欢的音乐时，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在玩，的确与我无关。咦，秋无忌想了一想，发现还挺有道理，我可以试试。不过歌曲的话，此时的歌我不太习惯，虽然也挺好听，总觉得味儿不对。或者，我可以去找找那些古筝古琴曲。楚歌颔首笑道：“这就对了呀，总是有自己喜欢的吗？”秋无忌偏头看了他半晌，忽然一笑：“谢谢，楚歌，你呀，一直在帮我融于此事，为此不惜让我脱离你的影响，一直都在这么做。啊，前些日子我们好像已经忘了这件事，仿佛我自己上着网，习惯了此事的网络用语，就是个现代人了。如今是不是忽然又有了一种我刚来之时的感觉？”秋无忌握着他的手摇啊摇，楚歌为了留下秋无忌，费心忽悠的那个时间，楚歌被说的也开始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时候秋无忌憨憨的出去买东西不敢说话，老老实实闭嘴听自己和人交涉，自己出门拦不到车，那时候多好玩啊！现在随着他越来越熟悉这个世界，买菜都能砍价了，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想不到今天一语，发现他其实还并不算熟悉，只是因为生活轨迹太狭窄，能暴露他无知的地方不多而已。大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一起走。这么一说，我现在觉得我该玩点游戏。秋无忌忽然道：“我和群友扯淡，最头疼的就是他们带着的游戏用语，别人都听得懂，就我要去偷偷问度娘。问了虽然知道意思了，可也只是强记，没感觉的。游戏啊！”楚歌笑道：“曾经我以为邱宗主会沉迷游戏，不想回宗，最后发现居然不玩游戏。本座心智坚定，才不可能沉迷一物。能让本座沉迷的只有天道，不是指你，就是我。呸！我追寻的天道是宇宙的奥秘，超出你。好吧，超是我。”两人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秋无忌才咕哝：“就是这种用语，好烦。”楚歌失笑：“这不是游戏用语，只是发病用语，都一样。”秋无忌道：“所以你有没有建议我玩的游戏？潘达挖矿那种怎样？”潘达挖矿那个叫魔兽世界，10几年前的老游戏了，当年我也沉迷过，真的是个好游戏，但你要跟随潮流，反而去考古，味儿不对。新游戏有些什么吗？倒也不需要太新，群里他们挂在嘴边的一般是 MOBA 对战类，他们可以同时在聊 Dota 2、LOL、王者，然后还互相听得懂对方的猛犸颠勺和2级抓下，你可以随便挑个玩，我觉得对战很适合你，反正都是砍人。那我回去研究一下。楚歌笑笑：“当你在队伍里砍人的时候，就真的不是围着楚歌了。”秋无忌瞪眼，是不是又想说女儿长大了？等你真的玩进去再说吧，到时候说不定爸爸要揍网瘾少女了才对，我都不知道让你玩游戏是对是错。楚歌有点痛心地道：“刚才话题起错头了，本来应该有更正面进步的话题。”秋无忌奇道：“什么？你不太了解此世之人的思想，大家的表现为什么这样？比如为什么会有996和摆烂躺平？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生育？等等，大家不愿意生育？是啊。”楚歌偷眼看他：“哦，我也不愿意。”秋无忌若无其事道：“这有什么稀奇？他们是为什么？”楚歌失笑。秋无忌面无表情：“再笑就揍你。所以你真的不算个现代人，想要了解这些，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所以我说刚才的方向错了，我应该推荐你从马克思主义的违法行为学起，而不是玩游戏，说明我的思想觉悟也不够高啊。为什么要我学违法行为？”秋无忌道：“是了，我在群里看过他们贴过这个图，一个个气氛怪怪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哈哈，楚歌干笑着拉着秋无忌的手钻进了商厦的人潮里。秋无忌一肚子疑问也吞了回去，违法行为好像不好公然讨论，看来自己果然还不能算了解这个世界，太多东西不知道了。只是这个世界的人们不爱生育吗？好奇怪啊，是因为怕痛吗？好像是很痛，但多子多福不是吗？本座好像不怕痛，那生几个好点。不对，我为什么要想这个啊？楚歌肯定故意的。哦，楚歌的手仿佛被铁钳捏了一下，莫名其妙的看着忽然逞凶的女朋友，满脸困惑的委屈巴巴。秋无忌偏头看着周围挂着的喜庆气球不说话。中秋假期的商厦，人潮涌涌之中，邱宗主的脸蛋红彤彤的，就像红气球一样。这件绿色的秋装长裙最适合你女朋友的皮肤了，她这么白。商厦柜台前，售货员妹子正在极力推销。事实上，她觉得这里的所有衣服都非常适合眼前这位美人儿，简直是活脱脱的衣服架子，给她穿一身乞丐装，估计拍出去都能成个犀利姐风潮。这颜色确实看起来挺搭的。楚歌拿着衣服在邱无忌身前比对，感觉这配色让邱无忌都更青春了几分，跟朵小白菜似的。邱无忌犹豫道：“他们说绿不好，天天群里骂绿。”楚歌，售货员妹子。邱无忌小声：“怎么，哪里说错了吗？不好的绿指的是帽子，不是衣服。”楚歌愣了半天才醒悟邱无忌在说什么，痛心疾首：“不是我说你别的不学，怎么光学这些啊？”售货员妹子捂着嘴偷笑。邱无忌哼哼道：“都一样，换一件。那这件淡黄色的。”楚歌道：“想想站在秋水之畔，夕阳西下，洒落江面的波光，你穿着这样的颜色，临水而望，
是不是挺大？售货员妹子，怎么觉得这男的不太正常？好文青啊，感觉说话都能唱出来一样。结果女的一样不正常，听了居然大喜，甚合我心，就这件了。楚哥道：去更衣室换一下看看。不用，一眼就看出合不合身了。那也要穿着试试，到底好不好看啊？不用，本座穿什么都好看。售货员妹子忍不住道：二位，我感觉你们可以买汉服。楚哥愣了愣，你们也卖汉服吗？有的。妹子带着他们转过另一间，这个天气不冷不热，很适合穿这类汉服，风景也很适合拍照什么的，最近很多小姑娘来买的。邱无忌站在门边，怔怔地看着琳琅满目的各色古装，眼里有些怀念。当初自己幻化的一身衣服，楚哥说可以穿，但当初被牛肉面店的人们投来古怪的目光，而这么久了，也确实很少见到路人穿，可能是天气不太对。可现在好像可以了，看着一屋子的古装，还有很多小姑娘在试衣服，来来往往的，并没有谁觉得有多稀奇。楚哥没骗人，这年头汉服太正常了。可能对于专业点的人士，不同朝代的古装风格还有严格的区分，听说还有为此撕逼吵架的，但对邱无忌而言没有区别，他们的世界万年不变，更接近的是各类游戏 CG 里的服饰，漂亮就完事了。他有些缅怀的摸着一件一件衣服，低声传音问楚哥：我是该特意穿现代衣服以示融于时代呢，还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随心所欲？楚哥摸摸他的脑袋：你喜欢的。邱无忌转头看他，不觉得我无心此事格格不入吗？喜欢最重要，别的管他那么多。邱无忌露出了甜甜的笑意。楚哥道：其实现代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罗万象，并没有哪一种就叫此时风格。年轻人更勇于尝试各种新东西，不需要在意别人怎么看。10000岁的年轻小姑娘喜滋滋的挑了几件古装，刚刚还说本座不需要试的，这回去很认真的跑到更衣室，好生试了好几件才出来。这件怎么样？好看。这件呢？也好看。这件呢？好，你敷衍。楚哥泪流满面，我后悔了，行不行？咱随便买几件走人好吗？我脚都站麻了。我没敷衍，我家秋秋怎么穿都是天仙下凡，不信你看他们的眼神。邱无忌转头看去，小姑娘们都在偷偷看他，眼神闪烁，不少人偷偷拿着手机，总一副想偷拍的样子。邱无忌哭笑不得，这也是他至今没有融入现实的其中一项典型区别吧？怎么这些人真是看见啥都想拍个照片往外发啊？有意思吗？像朱萌萌的朋友圈，3天2头吃这个吃那个的，那些食物很好看吗？还没我做的好吃。他邱无忌的朋友圈就清洁溜溜，什么都没有。反正好友也就俩，一个楚哥一个朱萌萌，发给谁看？小姑娘们的拍照欲望终于中断了邱无忌继续换衣服的想法，他索性就穿着身上这件走出门，把自己原先穿的短袖打包，就买一件可以了。楚哥看了看，他这件还是淡黄色，就按照自己刚才文青描述的选的，他不由失笑。其他几件也买了吧？不行，这点好贵的，你不要赚了点钱就飘啊！楚哥很是无奈，飘的不是我，与其让你隔3差5都要买一件，不如一次多买一点。邱无忌哼唧唧的不说话了，女孩子买衣服的事叫是吗？换了好看的，还不是为了给你看？售货员妹子却在此时问了一句：先生，您不试试吗？楚哥一愣，我古装短发不合适吧？也有短发的小哥穿着很好看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戴假发。邱无忌眼睛亮了，上上下下的打量楚哥。如果他穿古装，两个人仗剑携手走在烟雨街巷。楚哥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无奈的笑笑：好，我去试试。这身。邱无忌指着一套蓝白剑客装，这个有仙侠气。楚哥看了一眼，这像是剑3 cos。售货员小姐姐大赞：先生懂行的。楚哥笑了一下，好像确实很合适。现代汉服小姐姐的照片一张比一张漂亮，汉服小帅哥就没见过几张，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发型问题，气质怎么都不搭，看着怪怪的。但确实也有人很合适，只要你够帅，就算光头也是妙僧，何况短发呢？楚哥就很帅。当楚哥换了一身剑客装站了出来，活脱脱剑3纯阳从游戏里走出来的样子，周围的小姑娘们终于再也无法按捺，手机咔嚓咔嚓响成了一片。邱无忌是美，那总是女的，汉服帅哥多罕见啊！这还不是演员，只是随便一个路人小帅哥，这可以发微博去吹1年了。不对，这对儿好像有点面熟。你们初秋之恋，到了中秋还要携手出来虐狗是吗？有完没完了？小姑娘们泪奔去。邱无忌美目一彩，连连的看着楚哥，目光里渐渐有了些凌凌。真好看啊，越发想看看。当他走进书里的时候，那一天本座挽着他的手，通告全宗，这男人是本座的道侣，不知道九州天下是何表情。先生，这是本店赠品。售货员小姐姐眼睛都快成了星形，就差没问楚哥的微信了。把赠品递给楚哥的时候，小指头还顺便挠了他一下。楚哥却没感觉，看着赠品在发愣。龙泉剑啊，好的比衣服还贵吧？我们这个不是真剑，塑料道具而已，剑鞘做成木纹，其实也不是实木，很轻的。您这身剑客装拎着特别帅气。他的呢？楚哥替邱无忌要剑。哦，售货员小姐姐不情不愿地递了另一把给邱无忌。邱无忌并不在意，微笑接过，
看着剑鞘上的木纹，眼里都是笑意和追念。走吧，他拉了拉楚歌。走。两人提着剑，穿着古装，相伴离开商厦。身后跟着好几个小姑娘，羡慕的窃窃私语。我跟你们打赌，他们一定是专业 coser。同伴不服，想多了，有名的汉服 cos 大家起码都听过呀，哪有他们？那到底哪来这么好看的帅哥美女啊？我要酥了。另有人犹犹豫豫，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说可能，他们真的是古代穿越来的呀。同伴们都笑弯了腰。你醒醒，看他们的鞋子，那帅哥脚上还是鸿星尔克呢。小姑娘的笑声仿佛远在天边，天际正值晚霞。邱无忌一手提剑，一手挽着楚歌的手臂，两人一步一步慢慢迎向了夕阳。我为你荣于现世，你陪我穿着古装，你我仗剑携手，走在互相的世界里，走过书里书外，古往今来，江畔山间，朝雨晚霞。月饼的来源传说挺多，其中传的比较广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反元的时候搞的，但我个人更觉得发明月饼的一定是个吃货，平时看着月亮就在那想，好像一块饼啊。摊子前，楚歌正在对邱无忌介绍月饼，邱无忌听着觉得楚歌的个人分析比较有道理，就像他邱无忌看见白云就觉得好像棉花糖啊，古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确信。可是这月饼好小啊，也不像月亮。邱无忌探头看着摊上各种各样的月饼，嫌弃，主要是看见了标价，这玩意怎么这么贵啊？那么小的一块饼，一盒子装4个，卖298，里面金子做的吗？而且长得不像月亮，那么小那么厚，你也看不惯这种礼盒月饼吗？楚歌很高兴，又找到了夫妻相，我也不喜欢。来，我们来看这种土月饼。所谓土月饼，才真是扁扁圆圆的一大块，特别像月亮。正常一个几块钱，小时候才几毛钱。楚歌从小就爱吃，天知道为什么不流行了，流行的反而是又贵又不好吃的。邱无忌还看见了特别大的，有1-2尺方圆，老大一块大饼。我要那个，我要那个。邱无忌很高兴地指着1尺大饼，这个才是月亮吗？今晚就吃这个了。楚歌脸一黑，吃不动的。为什么？我们2个人分啊。邱无忌比划了一下，觉得自己吃得掉，因为多吃会腻人的，吃到后面就吃不动了。这么大的饼，别人买了是一大家族吃的，或者是公司团建一群人吃，每人切一块，是不是甜的？是啊，这种土饼里面是白糖、芝麻、猪油调和的，吃的少点的话很好吃。你先尝个小块的。邱无忌是吃了一小块，眼睛眯成了月牙，比那个独做披萨实际就是块烘饼的好吃。这个几块，那个几10块。楚歌揉了揉他的脑袋。邱无忌道：所以我还是要那块月亮。楚歌忍不住问：喜欢大的是女孩子烙在基因里的吗？邱无忌斜睨着他，有的东西是大的萌，有的东西是小的可爱，你的我就觉得比较可爱。楚歌。两人在月饼摊前大肆开车，摊主看得笑眯眯的，觉得这对古装男女很好看，也很好玩。最终邱无忌拎着一大块月亮，晃悠悠的离开了摊子。这就是今晚的晚饭了，修仙者就是要吞吐日月。书中世界也早晚把那个会笑的月亮摘下来啃了。楚歌实在无奈的跟在身边，然后我们去哪吃啊？去公园啊。邱无忌早就想好了，去江边，江畔何人出见月，江月何年出照人。我准备好请你吃大餐的，结果你要去公园就为了吃个饼，此意也，俗人。是，一对仙剑男女站在江畔望月，天上一个，水中一个，手里啃一个。邱无忌想想那个场景，也笑弯了腰，多好啊。楚歌想想也好玩，便真的跟他一溜烟去了之前划船的江滨公园。结果一去之下傻了眼，放眼望去，黑压压的全是人，挤在这里，什么意境也丢没了。倒是有很多人在卖各色吃的。楚歌把大饼藏在随身空间里，跑去又买了2个棉花糖，递给邱无忌一个。邱无忌舔着棉花糖，看着拥挤热闹的人群，感叹：原来这就是假期啊！话说中秋这个节日不是在家里团聚的吗？怎么全跑出来了？出来玩也是一种团聚啊，就像此时你我一样。楚歌拉着他的手，一路往里逛，一路吃东西，煎饼果子、章鱼小丸子、铁板鱿鱼。等到真的走到江边，两人都发现自己已经饱了。躺在随身空间里的大月饼，邱无忌吃得满嘴油，此时才开始后悔买大饼，怎么就忘了这个世界夜市特别多东西吃呢？还都很好吃。然而更后悔的是来江边，左左右右全是人，想要凭栏临江还得挤进去，这个人在自拍，那个人在摄影，小孩子在哭闹，家长在哄，还江畔何人出见月呢？这是走在江边光见人了。两人对视一眼，心有灵犀，不在公园，换地方。都是修仙的人，别人不该乱去的地方，他俩无所谓。顺江而行，一路出郊，就会有别人不会来的荒芜江岸，与刚才热闹的人潮对比，黑暗静谧，却也有了些可怖之感。岸边凌乱，乱石荒草，也有白天来过的游人丢下的杂七杂八的包装袋，还有吊把老哥坐在这里，对经过的两人视若无睹。越往下走就越荒芜，吊把老哥也没有了，包装袋也没有了，乱石越乱，踩在上面一脚高一脚低的，但江水也越清，映着一个圆圆的月，周围也越阴森。这里可没有路灯，重重暗影，看着很是瘆人。楚歌啪地打死一只飞虫，转头笑道：现在像不像2个古代人跋涉江边了？
邱无忌从楚哥的空间里又掏摸出一个棉花糖，等我吃完就像了。楚哥笑道，周遭飞着虫子，地上杂草刮人，到处又脏又烦。所谓寻找意境，也可以叫文清病犯，自找麻烦，无药可医。古代不就是这样的，要习惯啊，以后过去的话。邱无忌看似无意的说了一句，也没等楚哥回答，忽然伸指一弹，乱糟糟的虫子忽然就没有了，空气变得清新宜人。驱虫术最简单的道术之一。邱无忌在一指江边乱石，脏乱的石头很快变得清洁溜溜。清洁术也是最简单的道术之一。他转头看着楚哥，卖萌一笑，我们不仅是古代人，而且还是修仙的。楚哥很是满意的挑了块相对平整的石头坐了，舒服的伸了个懒腰。我在想啊，古人对仙的幻想，除了寿命与力量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想偷懒啊。如果有仙法，能打扫屋子就好了，能让我马上到隔壁县城找谁喝酒就好了。邱无忌想了想，居然很是赞同。凡人对仙术的幻想，本质就是为了偷懒，就像你们现在的科技，一切奔着便利。他挨着楚哥身边的石头上坐了，继续吃着最后的棉花糖，咕哝道：不管你是怎么幻想的，反正对我来说，我的仙术是真的。楚哥伸手拥着他的肩膀，邱无忌没有拒绝，反而顺着他的力道靠在他的肩膀上，两人一时无言，一对古人静静地看着水中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邱无忌悠悠道：万载悠悠，此月不移。你猜他见过多少月下之盟，最后弃如敝履？喂，楚哥道：你想玩我不负责是吧？邱无忌张了张嘴，忽然失笑，按照你的用词方式，这是不是叫反戈一击？这才是反戈一击。楚哥忽然转头，重重吻在他的唇上，吃了那么多棉花糖，也不留给我一点，我自己来拿。邱无忌静静地任他拥吻着，在这郊外静谧的月下，其实他自己也有些情动，不自觉的就想和他靠得更紧一些。说月下之盟，本来就是因为联想到这次会不会做什么，然后提了裤子说一半，结果被他反戈一击了。邱无忌没有继续这个问题，感受着他的亲吻，静静地看着天上的月。这是他万载以来第一次在圆月之下庆祝一个团圆。中秋了，江畔不知何时泛起点点萤火，在月下闪烁，朦胧而梦幻。偶尔有虫鸣声起，趁着江水汩汩流淌之声，仿佛小夜曲，更增清幽。夜曲之中另有和弦，那是小男女的浅吟低唱。够了，弱弱的女生正在低吟，你就用一个大月饼、几个棉花糖和煎饼果子把我骗到这里，又亲又摸得这么久。1万岁的老奶奶很是悲愤，觉得自己像蜘蛛，为什么要跑这郊外江边来？如今想想，好像坐在这种地方，除了亲亲抱抱这种事之外，确实也没别的事了。完全白给，连清场子都是用的自己的法力，真气人。这是恋爱经，一定要记下来给别的女孩子看。夜里男孩子要带你去无人郊外，别去，他除了想亲你之外没别的事儿，如果有，那就是更进一步的事儿。当然也要记下来，如果你自己想亲的话，那就装着不知道，猛猛的跟去，然后就能如愿以偿，亲到你嘴唇都发肿。花前月下，江畔流水潺潺，野外况无人声，环境太浪漫迷人。亲着亲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连云际山都被攀上去了。呜呜，你再摸，遵命。我说的是不许再摸，我衣服都乱了。楚哥亲吻着他的脸颊脖梗，一路呢喃：秋秋，我好爱你。邱无忌心神有些小恍惚，他好像是第一次用现代这么肉麻的我爱你来告白。这3个字果然直白有力，比以前各种各样的文青式告白冲击力强多了，冲得邱无忌至今脑子里晕晕乎乎。他好像确实很爱我，不是骗人的。脑子里一迷糊，云际山彻底失手。主要是今天穿的古装了，从刃间塞进去太方便了，呜呜，非战之罪。等等，邱无忌睁眼咬牙，你哄我来江边，该不会是为了一鼓作气干些什么吧？啊，楚哥还真没那想法，他也是气愤到了，情不自禁不知不觉的。如今被这么一说，反而有些清醒，然后才发现自己居然入侵云际风来，感动的泪流满面，被丢下江去都值了。他下意识拨了一下，一颗樱桃抖抖抖，气氛一时安静。邱无忌的脸黑如锅底，哦！惨叫声起，宿鸟惊飞，连虫鸣声都被吓停了。楚哥很想去发个帖子，谈恋爱天天被女朋友擒拿手是什么体验？不管什么体验，今天值了。那一抹温暖滑腻，那一刻颤颤巍巍，掌心还停留着那一刻的触觉。虽然现在手腕好痛，我一定会练得压过你的。楚哥对月起誓。邱无忌语气凉凉，我觉得男人在月下的誓言，可能就这一句最真诚。楚哥，真是的。邱无忌松开了他，撇嘴道，就那么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吗？楚哥偷偷瞥了他一眼，月光之下，依稀可见他绯红的脸，衣襟至今有些凌乱，隐隐约约还能看见一抹白雪，发丝也是散乱的，看上去别样诱人。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有些艰难地道：男女相惜，天理人伦，太正常不过了，又不是专门哄你那个，我也是情不自禁。邱无忌脸蛋还是热乎乎的，他也知道情不自禁，他也是啊，要不然也不会被轻易得手。这便是阴阳啊，仿佛天然相惜，然后成就太极。楚哥又道：若说月下誓言，除了刚才这句真诚，更前一句也是真的。更前他说了哪句？哦，
还是啊，压根就没说什么话啊。邱无忌想了想，确定是那一句秋秋，我好爱你。想到这句，邱无忌心头还有些发酥，撇过头道：不信，萌萌说，男人最不可信的就是这一句。还给我例举过一个叫西班牙还是什么牙的国家俗谚。楚歌急道：什么俗谚？我永远爱你，实现3个月。楚歌哭笑不得，我们古代多少相关怨诗，几时轮到国外俗谚？邱无忌生气，所以你很懂事吧？我爱你早就不止3个月了，秋秋。楚歌再度抱着他，低声道：我们相识差几天就4个月了，可我觉得我更爱你了，恨不得永远揉在我身上。邱无忌又开始觉得心头发酥，讷讷道：你反正就算不止3个月，最多也就3年。如果一定要冠上3这个数，那我觉得最少也该是3生3世。你知道我一世多少年吗？邱无忌哼哼道：还想3生3世？对，不需要3生3世，因为我们这一世就是永恒。邱无忌心头又跳了一下，有些艰难地反驳着：本座至今未能突破天人之线，寿命尚未永恒，你就更别提了，所以还不承认这是在哄人。若是一般男女说一世永恒，那大概可以算哄人。可是秋秋，楚歌低声道：在我笔下，你注定成就永恒。其实如果你脱离了书，那都能自证天道的层面了，我觉得那也是跨越天人，不死不灭。所以不管怎样，你很可能都是永恒。邱无忌怔了怔，没有回答。却听楚歌续道：而我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跟上你啊，秋秋，无论是寿命，还是为了去书中找你，甚至为了能打得过你，堂堂正正得到你。这半句没说出来，也没必要说。邱无忌又开始觉得心跳得很快，脑袋开始迷糊。恋爱中的甜言蜜语，杀伤力简直堪比精神秘术，效果恐怖如斯。最关键的是，邱无忌心中知道他说的是真话，每一句都是。于是在这月下花前江水边，就跃动人心。迷迷糊糊间，邱无忌醒过神，才发现自己又和他亲在一起了，都不知道这次是他主动一点，还是自己主动一点。如他所言，恨不得揉在身上，怎么都不腻。就连他的手再度攀登，他都没有再去反对。明明一身可以随便把他丢下江水的力气，却觉得手脚软绵绵的，一点都用不上力，也不想用力。古装真是不好，能让他轻轻松松的撩开肩头，在脖上肩上疯狂地种上草莓。邱无忌有些失神的微微扬手，看着天上的月亮幽幽亮亮，好像一张姨母笑的脸。月亮中又好像有一只兔子正在捣药。那个世界的天道是他，月是他所化。这个世界天道不知为何，月下之正是否有天垂听？那只玉兔能见证否？愿你我一世永恒。他总觉得这环境害得自己栽了，某种意义上好像也保护了自己。如果场合方便，真不知道是否能够拒绝他推倒压上，真的感觉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可偏偏也是因为这样的场合，到处乱石乱七八糟的，不方便，他也不好得手。可以感受到他的呼吸很是粗重，憋得快炸了吧。邱无忌忽然觉得他挺可怜的样子，居然笑场了。楚歌，好了。邱无忌轻轻推开他，低头整理自己被他扒得乱七八糟的衣襟，撇嘴道：真是好色。楚歌转头看那眼巴巴的可怜样，邱无忌嫣然一笑，百媚横生，父神委屈屈了。楚歌，邱无忌主动挨了过去，在他耳边呵气如兰：今天说话好听，奖励你的。他也学着楚歌亲吻着他的脖颈，先手慢慢挪了下去，握住了要杵。楚歌瞪大了眼睛，别看邱无忌呢喃着，还不就是个小可爱。小可爱气得都起青筋了，小可爱要哭了。楚歌也失神地看着月亮，里面仿佛也有只玉兔握着要杵，一下一下。眼前人比玉兔还美，比月亮还温柔，就像梦中的秋水，随着月华一荡一荡，漾在了心里，淹没了魂灵。仿佛间好像也看见月亮弯起了笑颜。这个时候的书中世界是个大白天，天有微雨。书中的邱无忌斜倚石亭，静听微雨，正在看书。线装书逼格满满，侍女们总以为宗主看的是什么高大上的道经，天知道宗主在看武侠小说，还看了几十本，金谷全集都看完了。现在在看的是黄奕，然后他才知道楚歌的很多风格是从哪来的。楚歌的风格带着大量金谷的影子，随处可见，比如他和严千烈的决战就是典型参考的古龙，但在更多地方却是黄奕式的。当时楚歌是这么告诉他的：某种意义上，黄奕大师算是网文鼻祖之一，《寻秦记》、开一脉仙河、大剑师与星际浪子等系列对世界的构架以及玄幻想象力，包括他大唐等武侠作品和王朝争霸结合的方式，也对后来的玄幻崛起有极大的启发和开创意义。此外，他作品战斗中玄之又玄的描述，在精神层面的阐发，石亭式的表达，以及路人惊叹流的运用，这是作者在写作层面上参考的东西，对你此前的难点很有用，别只顾着看色色。邱无忌觉得楚歌师傅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无论是前面说的那些，还是最后这句色色，他甚至觉得楚歌自己都没学会前面多少，光学会这最后一句了。尤其是楚歌之前的几本作品带着的风格极为明显，而且姿势推陈出新，比人家黄大师还多。捣药这招哪学的？楚歌绝对想不到，那是邱无忌从他楚歌自己的书里学的。他邱无忌也能推陈出新，
你楚哥会亲吻剑花，本座还会倒持割毛呢。哼，小学徒邱无忌已经不知不觉彻底学歪了。宗主，宗主！小侍女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看着斜倚石庭的邱无忌，欲言又止。不是，宗主您在干嘛？看书就看书，另一只手为何做出虚握剑柄状？是在研究手中无剑的新神通吗？邱无忌目光从书页上挪开，懒懒地问：“有话就说啊，在那憋着作甚？”小侍女忙道：“是这样的，周长老他们听了极北传来的消息，说本宗弟子楚天歌遭遇了一批魔头，力战之下突围而逃，如今不知去向，这已经是好几天之前的事了。长老们担心这位弟子有所不测。”邱无忌暗道一声，剧情展开了。持我令信，调遣剑锋堂突入极北，扫荡魔分，护持弟子，寻找楚天歌的下落。另外放出话去，楚天歌乃是本宗重要新秀，宗门下一代的未来，谁敢伤他一根毫毛，就是与我全宗为敌，必诛之。侍女肃然行礼，是。目送侍女离去，邱无忌吁了口气。明明知道楚天歌屁事没有，也明明知道他此时出了海，还要调兵遣将大做文章，自己都觉得这种明知剧情的做太挺别扭的，像个演员。但即使知道该放的话也要放，既是一个态度，也是宣示拳头。邱无忌握拳，这一刻他仿佛能听见跨界传来嗷的叫声，又归于平息。分身慌忙一看，没事，小可爱已经哭了。真没事？邱无忌憋着笑问。没事没事。楚歌努力抚平着抽搐的脸，扭曲的嗓音摆出轻柔的语调：我好歹是筑了基的金钟罩。邱无忌憋着笑：你修改了金钟罩，正事儿没用多少，倒是用在了这里。其实还好啦，分身终究没多大力，要是原身这么一握，那真是想想都惨。回去了。邱无忌心情怪异地扶着楚歌起身，看你以后还想不想好事了。楚歌看着邱无忌红扑扑的脸，依然觉得神清气爽，暗道就算你捏再大力点，今晚要瘸着回家也值了。口头当然不能说这些，必须夸奖秋秋真好。邱无忌扑哧笑弯了腰。楚歌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路上早就没了那么多人，整座城市给邱无忌的感觉如同一场川剧变脸，刚刚还很喜庆，转头来就成了一张冷脸，依然是永远不变的车辆川流，钢铁般的冷漠，还不如那一夜的七夕，再晚都能看见小男女骑着自行车，笑声满径。还好变了脸的只是城市，不是楚歌。楚歌依然牵着他的手，一路笑语盈盈，虽然有那么点一瘸一拐的，还是神色温柔，甚至还有几分巴结。当然了，本座都那样了，敢变脸试试？大头和可爱头一起给他砍掉，也就不小心了那么一点点嘛。两个人一个觉得爽到了心怀巴结，一个觉得弄痛他了隐含愧疚，互相心怀鬼胎，都不敢看对方的脸。过了好半晌，楚歌才试着道：那个应该还有不少商场是没关的，或者一些玩具店或精品店。邱无忌回过神来，急道：还去买什么？楚歌道：给你买只大大的猪，我记着呢，之前没先买，因为没法放啊，我空间不够大。邱无忌心中柔和，低声道：也不急了。不行，你给我玉观音，我也得给你一只毛绒猪。楚歌拉着他飞奔，这叫互换定情信物。邱无忌又好气又好笑地随着他奔跑，两人古装带剑，手牵手奔跑在车辆川流的都市霓虹之下，迎着行人们诧异的目光，邱无忌再也没有觉得尴尬，因为有他一起。玩具店的店员妹子看见了两个古代人，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开口就要买猪。有猪吗？店员妹子脑子宕机了好一阵子，才醒悟这是在干什么，好笑地问：多大的猪？和人差不多的那种。猪的话没那么大的，大狗或者大熊有的。楚歌有些小失望，两人用猪比喻好久了，有感情的。转头看看邱无忌，他倒是不见什么失望，笑眯眯地绕着货架看了半天，有些雀跃地问店员妹子：你看，这只熊像不像他？楚歌，店员妹子左看右看，压根就没有任何一点会像啊。可是邱无忌还是觉得很像，你们看清楚点啊，看这眼睛憨憨的，鼻子憨憨的，看这个嘴角笑眯眯的弧度。楚歌，其实楚歌觉得这熊不像自己，反倒有点像邱无忌来着。店员妹子倒是听懂了，不就是恋爱脑吗？看见什么可爱的都觉得像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你就是随便画个下划线的表情，估计他都会觉得很像身边的男人。店员妹子才不会揭穿呢，立刻附和：像，你这么一说，真是越看越像了。邱无忌很高兴地抱着大熊，就他了。这么一抱才发现，这熊真的好大，就比邱无忌矮一点，却比他胖了好几圈。这么抱着，还真像他抱着楚歌的样子。这会儿连楚歌都觉得这熊好像真的和自己有点像了。邱无忌假惺惺地问楚歌：会不会太大了？楚歌立刻道：身为著名的粗长哥，就该这么大。再说大的抗揍，以后。邱无忌点点头：以后他惹我生气，我就揍你。楚歌，店员妹子差点没笑出声，她觉得这对好萌，比大熊还萌。当，店内的挂钟响起，时钟指向了0点整。中秋过去了。邱无忌微微撅起了嘴，可抱着大熊却又开心起来，揉了揉熊脸。属于邱无忌的季节，在书中并无任何特意，可出来之后，第一个七夕，第一个中秋都过得很开心。看着大熊憨憨的样子，10000岁的老太太笑得像个300斤的孩子。话说中秋既然是亲人团圆的节日，你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吗？
直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邱无忌才想起这么件事儿。目前而言，他唯一的亲人是楚哥，楚哥在就是团圆，能够想起对楚哥而言还有其他家人，已经不错了。楚哥笑笑，好几年这样了，大家微信互相祝福一下。以前觉得挺不爽的，现在没什么了，知道他们是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早饭是昨天的大饼，真空保鲜，末点豆浆搭配着吃，还挺好吃，目测还能吃几天。楚哥慢慢啃着饼，又道：从另一角度说，男人成家了，家在这呢，有你在就是团圆。邱无忌眼睛一弯，这大雄说话越来越好听了。旋即脸一板，谁跟你成家了？楚哥哑然失笑，也不去驳。邱无忌看他那副大局已定的笃定表情就生气，谁说男女朋友就成家了？这年头男女朋友多正常，你这思想怎么比我还古人？邱无忌用力咬了一口饼，好像在咬书中的天道臭月亮。楚哥看他那样子就想笑，我该码字了，你今天可以试着玩玩游戏。邱无忌道，我看大家都在讨论去哪玩，说长假必须出去玩。楚哥沉痛地看着他，长假出去不是玩，是被玩，什么景都没法看，光看人了。你想想昨天公园。邱无忌想想昨晚公园的人山人海，心有戚戚。那他们为什么还非要凑在这个日子出去受罪呢？不是大家要选这个时候，是大部分人除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出去了呀。邱无忌怔了怔，顿时觉得众生皆苦，自己这个小助理的工作真清闲。你那天说的多存点稿，我们找个没人的时间出去玩怎样？邱无忌颇为期待地问。楚哥笑道，你以前根本不想出去。我不是不想出去啊，是觉得近处尚未了解，好高骛远没意义，现在近处差不多了，就可以考虑去远处走走了。楚哥觉得这话就是借口，明明是现在开始喜欢和男朋友出去玩了，以前没兴趣而已。不过这也确实意味着他对现代的融入感越来越浓郁了，好事。便道，再晚些入冬了，出去可不好玩，或者可以考虑去海南过年。过年的概念书中有的。邱无忌闻言高兴起来，那就说好了，你这些日子多攒稿。楚哥苦逼的被自家小助理赶去码字攒稿了。其实作者能攒个啥稿？读者总是觉得作者每天写3张发2张，不就每天存1张，一年能存365张吗？其实99%的作者存稿只存在于开书之前的筹备期，这玩意一旦有了，就会让人失去警觉。反正我有存稿，今天累了休息休息，又或者是我有存稿，今天爆更卷死那些贱人。什么？日销跌出100了？看我再加1张干上去。什么？月票被人星号了？我加更秋票，干死他们！哎呀，今天陪老婆过中秋。没事，我有存稿。于是存稿永远只是消耗品，只会越来越少，直至归零，是不可能增加的。某天忽然发现我存稿呢，我那么多张存稿怎么没了？现在开始现存。今天手感好，多写了1张，哈哈，太好了，好久没这么踏实过了，明天总算可以睡个懒觉了。存个蛋蛋！楚哥认识那么多写手，到了几十万字以后还能有存稿的，一个都没见过。如果有，那就是今晚存了1张明早发。有个作者年前打算存稿过年的，结果大年夜还在码字，说了都是泪，所以存着稿子等过年去海南，怎么想都纯属梦呓。楚哥苦着脸坐在电脑面前，寻思要怎么规划留出存稿来。这时候到过年还有4个月，好像还有足够时间准备，虽然一点自信都没有，可是要和秋秋出去玩嘛，好像很重要。这个时候邱无忌正在群里找师傅，我要玩对战游戏，玩哪个好点？群里瞬间炸了，来联盟吗？我亚索贼溜，来 DO2， 我天梯7000，刀狗滚粗，撸狗去死。群里一团混乱，邱无忌竟言了1-6人，还是两眼圈圈不知所以。蓝色小药丸6，球球来玩哇啊，这个才适合你。其实邱无忌对潘达挖矿那个游戏还是有点兴趣的，便问为什么适合我？这里有隐身娃呀，钱到人背后一套带走。楚哥说那是考古游戏，太老了。你以为 Dota 2和 LOL 是多新的游戏啊？全是10年往上了，要是算起 Dota 1，甚至算到本体还老。邱无忌一个词都没看懂。潘达道，对战类游戏很容易让人血压升高，脾气变得暴躁，到时候咱家楚大会很惨的。咱 WoW 现在就很休闲。休闲！邱无忌抓住了关键词。帅子写脸上，别听那死胖子误导。WoW 下个团本你连给娃喂奶的功夫都没有，修个屁仙！对战游戏只要你够摆烂，大不了挂机，啥事都不影响。蓝色小药丸，难道 WoW 团本就不能挂机？你当团长不会踢人还是怎么的？我带团不就完事了？亲友毛团，工会散的。潘达不说话了。帅子写脸上，真要玩这种团本游戏，不如剑3算了，一样是考古，但剑3硬核要求少，那就是个大型交友和 cos 游戏。邱无忌眼睛亮了，大家昨晚穿的衣服是不是就是剑3服装？要玩隐身类的，剑3也有唐门和明教吗？万子君道，最主要的是美型又休闲，总比你 WoW 一群绿皮巨魔牛头人适合秋秋吗？ WoW 也有血精灵。潘达咕哝了一下，你怎么这么懂啊？万子俊很是得意，本人不才，在伪满侠人称剑3西门庆，情缘多的比你组过的血精灵还多。帅子写脸上被管理员邱无忌禁言10分钟，潘达笑得差点把键盘都掀飞了。一句话打消了邱无忌进入剑3的念头，大型交友
西门庆、情缘，一串组合词总让人感觉里面的男人不怀好意。楚哥又没空一起进去做情缘，那干脆 Dota 2吧。潘达还是道，也属于魔兽序列，我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邱无忌还是比较信得过潘达的，艰难的挑选游戏之旅就这样不负责任的定在了同属考古游戏，甚至可以追溯远古的 Dota 身上。过不多时，叮的一声，游戏已经下好了。光纤就是快，他打开游戏图标，注册了账号，熟练的输入了自己的 ID 水随天去邱无忌。您的昵称已被占用，您可以选择水随天去邱无忌2021。邱无忌，他悲愤的截图发给了楚哥。楚哥，我 ID 被占了。楚哥沉默片刻，感叹的回，这届网友文化水平变高了呀。别感叹了，快说怎么办嘛。别人都是假的邱无忌，你直接叫书中跑出来的秋秋就完事了。邱无忌怔了怔，可以的吗？会不会太露骨了点？别人万一信了。楚哥晃悠悠的抱着个茶杯从隔壁走了过来，这种 ID 谁信啊？要不这样，他登出邱无忌的号，注册了自己的新号，一本正经的输入想去书里的楚哥。注册完毕，转头一笑，这样是不是情侣 ID？ 邱无忌脸上有些热，推着楚哥出门，去，就你什么事都能想到情侣。赶走了楚哥，邱无忌登回自己的号，做贼似的左右偷看了一眼，还是输入了书中跑出来的秋秋。所以我要怎么熟悉这个游戏？邱无忌问群里，群友迅速回答了标准答案，首选影魔，开局 TP 中塔，对公屏所有人打个，就能立刻体验到这个游戏的魅力。片刻之后，楚哥听见隔壁传来砰砰的声音，仿佛地动山摇。他吓得一推键盘，起身跑到隔壁一看，邱无忌骑在昨晚买的大熊身上，冲着大熊脸上就是一拳，打死你，骗我玩游戏。楚哥，邱无忌转头看到大熊真身过来了，目露凶光。楚哥后退，防御姿态，新手刚开始被虐很正常啊。那是被虐吗？邱无忌悲愤，我一局90%时间都在泉水里度过的，这就算了，还要被人骂菜，谁刚开始不是菜啊？敌人骂就算了，队友也骂，叫我滚回书里去，呜。话说群里没人带你，怎么我觉得按理应该是4个大神踊跃带你上分呢？这世界变化太快，秋秋都没人带了吗？邱无忌仰着脑袋，本座怎么可能以他人为师？就问问他们怎么进去选人，哪个是影魔，就开始了。没人带也想玩 MOBA 游戏，玩个游戏什么是不是的？楚哥说着忽然醒悟，影魔，哪个坑比教你选这个的？群里都这么说，他们还叫我对所有人打个。邱无忌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面就发了疯一样来打我，那塔都在打他呢，他也不管，非要和我一起死，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死掉了。楚哥面无表情，怎么了？邱无忌跳了起来，是不是他们坑我？看我回去塞他们口球。楚哥笑，所以说嘛，一个个平时号称爱秋秋的都是假的，真爱秋秋的只有楚哥一个。邱无忌气鼓鼓的瞪着他不说话，本来想说你也没教我，转念想想他好像是被自己赶去码字的，又怪不了他，不管了，反正都是他的错，玩什么游戏嘛，一点都不好玩。楚哥伸出指头在他气鼓鼓的腮帮子上嘟嘟戳了2下，邱无忌转头去咬，楚哥手一缩没咬到，邱无忌回手就给了大熊一拳头，悠着点啊，你真用力打，他一下就坏了，你管我？楚哥心疼大熊，老老实实伸过手指，还是咬我吧。邱无忌看看手指，又看看他，鄙视道，你一定在想什么色色的事情，你现在懂得好多呀。楚哥哭笑不得的把他连人带熊一起抱了起来，来，大熊教你打游戏，你会吗？邱无忌狐疑，一天天看他做那码字，哪有玩游戏的闲工夫？每本书完本的间歇，就是我疯狂玩游戏昏天黑地的时候。楚哥叹气，一码字就没法玩了，码字真是耽误玩游戏啊。邱无忌，楚哥道，哎，你说我的娱乐是不是特别健康？邱无忌想了想，有些同情，能把死宅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你也是没谁了。别骂了，不然你和萌萌一样得罪人了。楚哥坐到电脑前，把邱无忌放在腿上抱着，试图就这么教他操作。邱无忌觉得抱着大熊没法玩了，含泪把大熊丢到了床上。我们应该先从打电脑 AI 开始熟悉。楚哥抱着邱无忌，手握着他的小手操作鼠标，开始教学。新手一般建议玩骷髅王啊、龙骑啊这些能扛能打的，技能也不多，容易操作，或者是巫妖这类的，反正打团丢个大，平时没事插插眼就是个合格的新人了。慢慢熟悉之后再说。新奇的玩意儿让邱无忌忘了现在这是怎样的吃豆腐场景，好奇巴巴的看着英雄池。这样啊，那最皮糙肉厚的是哪个英雄？楚哥想了想，不确定地道，幽鬼。钢杯珠。邱无忌听到珠字来劲了，钢杯珠是什么？被动技能可以减少大量伤害的一只猪，像金钟。邱无忌转头看他，眼里都是笑意。楚哥自己都笑出了声，原来钢杯珠竟是我自己。这么一想，让邱无忌开始觉得有乐趣起来，兴致勃勃道，你是钢杯珠，那我是哪个？你呀，玩剑的，剑圣呀。不过剑圣是男的，要么试试冰女，肤白貌美，熊大。你连玩这个都看熊，所以冰女是钢杯珠的女朋友吗？问得很好，
建议剪个 CP 视频发破绽，大概能和林黛玉 X 伏地魔一样红。本来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是，鲜花坐在牛粪腿上，身子暖暖的，发丝香香的，握着小手挪动鼠标，小手软软的。楚哥也不知道这是在叫人打游戏还是在调情，两个人的心思好像也都没在游戏里，对谁和谁是 CP 的兴趣反而比游戏本身更大。足足在这扯了大半个小时，一局人机都没开，却乐此不疲。连邱无忌都觉得这样玩游戏才好玩吗？手机铃声突兀的响了起来，邱无忌依依不舍地放开手上的钢杯珠，低头摸出手机一看，萌萌，怎么了？萌萌，我今天不去喝茶，学了点新东西玩。哎，你要玩吗？下次一起啊。不是，秋秋，我这出事了。朱萌萌的声音有些黄急，我爸爸今天被人打了，刚刚送到医院，呜呜打得好重，我爸爸年纪这么大了。邱无忌，他的声音瞬间变得冰冷肃杀，谁干的？我不知道啊，呜呜。朱萌萌显然慌了手脚，秋秋，你和你男朋友都是有异能的，来帮我一下好不好？游戏只是娱乐，朋友父亲被人欺负，这才是大事儿。楚哥都第一时间松开抱着邱无忌的手，两人都觉得这很应该去看一下。朱萌萌是有异能的，虽然邱无忌并没有探寻过人家的隐私，没问过他到底什么能力，不过从他店里卖的东西看，他家对异能或者灵气复苏的事情也是心中门清的，以此推断他父亲应该也是一个异能者。一个异能者莫名其妙被人揍进了医院，这确实不是摇一车面包人就能解决的事情。朱萌萌找上门来求助，太正常不过了。两人丢了游戏，匆匆骑着小电驴到了医院，进了朱萌萌说的病房，就看到她坐在老公蔡志坚身边哭。见到邱无忌进来，朱萌萌立刻起来抱着邱无忌哭，秋秋。邱无忌安慰地拍了他两下，眼眸凌厉地扫过蔡志坚。此人楚哥之前和月影一起在神迹夜总会见过，当时觉得有些不凡，此时显然也被邱无忌纳入嫌疑范围了。蔡志坚看了眼邱无忌，眼里也露出惊艳之色，显然没想到朱萌萌喊来的朋友这么漂亮。他终归也有涵养，没表现出来，起身冲着楚哥伸出右手，楚先生又见面了。楚哥和他握了握手，问道：老人家怎样？蔡志坚道：昏迷中，医生说起码要有半个月下不了床了，具体伤情还在分析。楚哥点点头，走到床边去看老人。这一看，他的脸色也变了。老人昏迷之中，身上的气息很微弱，但这气息楚哥和邱无忌都是见过的，在黑屋里经常和钟意下棋的面具人。此时摘下面具，楚哥还额外觉得有点熟悉感。邱无忌也过来看了半天，忽然道：这老伯我见过，那次我们在公园划船，这老人家在江边摄影的，原来就是萌萌的爸爸。世界真小。世界确实小，虽然大家当时和摄影的老人没什么交集，更没去注意人家的气息，但一位文艺儒雅的摄影老人给人的印象显然跟原先脑补中的邝老板是两回事，无端端就让人同情心都多了好几分。何况他还是黑屋的人，一下子又感觉亲上加亲了似的。怎么黑屋总被人搞啊？楚哥心中吐槽，寻思要不要给钟意打个电话。想到钟意，他就立刻想起了严千烈说的人，那个杜连峰，会不会是他干的？萌萌，你和你老公和好了？在等老人醒来的间歇，邱无忌和朱萌萌躲着说悄悄话。朱萌萌眼睛还是红红的，抓住邱无忌的手寻求安慰，低声道：还没有，但只是分居不是离婚吗？爸爸出事了，我还是第一时间想起找他。你呀，那他还真能第一时间赶来，倒也不差。朱萌萌倒是有了点笑容，他品性本也不差。那你们怎么分居的啊？邱无忌还是忍不住问，以前觉得这你私事不太好问，现在真忍不住问了呀。萌萌，嗨，以前大家都年轻不懂事嘛，各玩各的，觉得这才是新人类的婚姻吗？我认识小鲜肉也多，他认识小妖精也多，不好说谁的错。自以为来当情感导师的邱无忌傻眼了。纵横网络4个月，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真没见过。反正玩着玩着就分居了呗。朱萌萌叹气道：结果我看你和你家那口子甜的拍我一嘴的狗粮，我受不了了呀，就想起我有老公啊，算算大家也快30了好不好？该好好收心过日子了。所以他还没收心吗？不知道，感觉他最近也没怎么玩了，自从知道微信新泡的妹子是我小号，感觉他人都粘了7、8分。朱萌萌忽然欢乐起来，证明了他没魅力了呀，钓不到小妹子了，哈哈哈。邱无忌没好气道：证明的是你太了解他了才对，他以为一个姑娘多贴心多懂他，其实是自己妻子，怎么也该有所触动了吧？宜秋秋，你现在说到恋爱经，好有那么几分道理啊。那是当然的，但我爸爸不喜欢他。朱萌萌忽然压低了声音。邱无忌头皮一炸，眼神迅速锋利起来。朱萌萌都觉得邱无忌的眼神跟剑一样刺人，心中也是暗惊。这个朋友平时看着憨憨的，这个没听过那个没玩过，跟山里跑下来的一样，结果认真起来，这眼神真吓人，真是山里隐居的剑侠不成？他也知道邱无忌这会儿在想什么，忙解释道：别想歪，我爸爸是不喜欢他，但当初也没拦着我和他好啊，两人也没什么矛盾，怎么可能好端端的会是他打的？真是他打的，爸爸醒来就知道了，他还敢站这儿啊？邱无忌心中略缓，问道：那你爸爸为什么不喜欢他？朱萌萌压低声音：你知道我们有异能的，爸爸喜欢棋牌，他能抽牌占卜，但这个又很含糊，最后只是说我和他不幸福，别的也没说啥。
这几年下来，那确实不幸福。问题是大家的幸福标准不一样嘛。这几年很自在，很开心啊。邱无忌眼里的锋锐都被说没了，变成了没好气。是，你很开心。另外，萌萌的爸爸不愧是黑巫众，屁用没有的异能。虽然占卜这玩意儿开发高了可能会比较有用，至少不会这么含糊。一旦能卜算精准，那可是仙家法，厉害着呢。但这些日子的见闻，这些人的异能想开发高了有点难度，最起码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那你呢？他忍不住问朱萌萌：“你是什么异能？”朱萌萌有些扭捏：“能不能不说？说啊，说不定和你爸爸被打的事情有关系呢。”朱萌萌私下看了一眼，低声道：“我能看见别人的关联线，然后偷偷切断它，就能抢别人的男朋友。哎，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可没切你和楚哥的线。”邱无忌揪着他的衣领子，咬牙切齿：“别说切了，你敢碰一碰我们那条线，我就把你丢到南江底下去喂猪。南江底下没有猪，不是，你们身上何止一条线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而且非常离谱。”怎么离谱了？就像是朱萌萌摸着下巴想了好一阵子，才不确定地道：“黑客帝国那样跨了时空的相连。”邱无忌怔了怔，揪着他衣领的手慢慢松了。跨越时空的相连，哎，你们是不是宿世姻缘啊？好羡慕啊！少看点电视剧，世上没有转世，我们只求今生永恒。他的目光下意识去寻找楚哥，楚哥正在阳台和蔡志坚对话。楚哥曾说蔡志坚长得很帅，确实两个帅哥站在阳台上说话，看着赏心悦目。可邱无忌怎么看都觉得楚哥自己更好看，蔡志坚那种的太阴柔。可能现在的小姑娘审美喜欢那种吧，说是花美男什么的，但邱无忌还是觉得楚哥这种的更帅，面部线条阳刚坚毅，有男人味儿。自从锻炼之后，肌肉越壮，越来越像一只大熊，大的萌了。这两人站在一起，暗群里那群男童的说法，楚哥妥妥的攻啊。以前和张其仁站在一起的时候，楚哥也是妥妥的攻啊。其实楚哥本来性子就很攻，对他邱无忌有时候看着挺抖 M 的，那是武力值差距太悲剧了，加上爱他。在绝大部分时候，邱无忌知道楚哥的心态一直很男人，比如天天在那琢磨夫纲，嘻嘻，琢磨死他，想得美我不是来陪萌萌的吗？怎么全想他去了？邱无忌僵硬的转回脖子，看着朱萌萌幽怨的表情，尴尬的陪笑：“萌萌，我们刚才说到哪了？”朱萌萌悲愤说：“你妹啊，死花痴！蔡先生现在在哪高就？”楚哥正在问蔡志坚。蔡志坚笑笑，自己折腾了一个影视文化公司。看着楚哥有点微怔的脸色，蔡志坚笑道：“听说楚先生是写手，说不定大家有合作的地方。”楚哥微微摇头，至今他都不知道版权是怎么弄的，能不能自己找人脉。何况他也有种奇怪的文人气，觉得这似乎不该是自己舔着脸兜售的。你看得上就买去拍，看不上拉倒。即使自己真的很想改编，那不仅仅是钱，而是世界存在感，这很重要。他没去扯自己的版权改编，只是问：“南疆也有影视公司吗？我好像没怎么听说。”“有是有的，拍各类短视频的居多，大公司大制作确实没有，我也只是搞短视频和广告的。”蔡志坚笑道：“不过楚先生如果有意，我们业内总是有渠道的，可以帮你推荐一二。”哼，楚哥笑了一下：“有心了老蔡，别喊什么楚先生，楚哥就行。”蔡志坚也不矫情，直接道：“楚哥。”楚哥道：“版权的事儿点娘会处理，我自己不管的，咱们不扯这个。”蔡志坚怔了怔，深深看了楚哥一眼，旋即一笑：“好。”继而又眨巴眼睛，倒是有空可以来我公司坐坐。那些年轻女演员们可都挺仰慕大作家的哦。楚哥转头看了看邱无忌的方向，邱无忌正在和朱萌萌窃窃私语，似是感应到楚哥的目光，也回眸看了过来，甜甜一笑。楚哥也笑，低声回应：“早几个月认识你，说不定我会很嗨，说不定死皮赖脸的磨着你介绍女演员呢。然而现在我心里住满了，装不下。”蔡志坚眼里有些异色，正在说什么，病房门被敲响，他便暂时住了口。楚哥转头看了过去，进来的是钟毅。钟毅是楚哥发微信喊来的，既然是天天和他下棋的面具人挨打，肯定要喊他。如今楚哥也有点习惯他们遇事不爱报警的想法了，异能人士被人干了，第一反应都是自己找场子，而不是找警察。找警察的说不定会被人认为丢人，这有点恢复了曾经的江湖气。也许不一定是好事，但楚哥还是入乡随俗的先找钟毅再说，反正要找警察钟毅也会找，他还能找更多呢。如果是杜连峰的事儿，那钟毅更是比谁都懂，他楚哥自己反而不太想涉及。却见钟毅站在老人床前，默默静立了好一阵子，低声叹了口气。自从有了异能，很多人都变了。楚哥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钟毅转头看看朱萌萌和蔡志坚，又对楚哥低声道：“让他们家人照顾着先，我们出去走走。”楚哥便知道钟毅很可能看出伤情来源了，甚至可能知道谁干的，便冲着邱无忌点点头。邱无忌安抚了朱萌萌一阵，小俩口跟着钟毅出了门。三人漫步在医院的林荫道里，钟毅神色争冲地看着萧条的落叶，好一阵子才叹气道：“你这次怎么不急着喊警察了？林武阳是你同学不是吗？”楚哥道：“感觉你们都不爱喊警察，上次潘达和子俊伤成那样了，你们也没想喊，所以先看看你的想法呗，终归是黑屋的事儿。”钟毅沉默片刻，摇头道：“
风气的形成是有来由的，在很多时候，这种事找警察没有用，反而让事情陷入僵局，没法做了。为什么？我看好几次事儿，找武阳都特别有用，信不信这一次你找他肯定没用？为什么？因为这种伤情，现代医学已经不好鉴定了。你看这么久了，老朱这伤，医生都没给出伤情分析。钟毅慢慢道，连伤都搞不明白，别的就更难了。异能的出现，诞生了无数悬案，警察至今都找不到伤人者是谁。荣父那种的可以找警察，这种的找了何用？楚哥道，那也比自己瞎找有用吧。钟毅笑笑，我喜欢的人去世，现在都不知道谁干的。楚哥和邱无忌同时瞪大了眼睛，知道钟毅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大家关系不到也不好问，想不到他就这么突然的自爆了。所以我和官方若即若离，真加入了，那就必须守规矩，也许有些手段再也用不了，也许我即使找到了仇家，也得按程序，万一证据不足什么的，我不接受。钟毅淡淡道，我会用我自己的办法，如果认定了谁，我可以做应该做的事情。楚哥默然无语，怪不得他会说找警察反而会陷入僵局，没法做事，虽然不太认同，但可以理解。钟毅终于又说回了正题，老朱这事儿，他受伤在精神，连带着神经受到影响麻痹。你们信不信？医生到时候给出的分析是自己中风的，体表的伤势是因为中风从楼上滚下来导致的。这话说出来，我怕朱萌萌要医闹。邱无忌，但确实跟医生没关系，让专家来鉴定，也就是这样的结果。钟毅笑笑，类似的事情不止我一个，也不止老朱一个。大家既然有了力量，更倾向于自己能做些什么，所以第一反应一般都不会是报警。楚哥道，这就是你说自从有了异能，很多人都变了的原因。不，我这句说的是行凶者。钟毅淡淡道，比如你和谁结了仇，以前也没什么办法，骂咧咧几句完事，大不了打一架，也到不了哪去。现在呢，你精神强盛，高达7星，便是用精神力凝聚去冲击谁，那人都可能被你冲成白痴，而你又没接触，谁也不知道是你干的，这种事你会做吗？楚哥怔了怔，想说不会，还是吞了回去。如果自己真有很恨的仇家，说不定还真会。说来以前真没想过类似的事情，脑子里想的更多的还是荣父那种仗着力量逞凶的，现在才反应过来，玩阴的更多，而且很难解。说白了，金大厨让别人觉得有伤饭菜难吃，这就是其中一种了，只不过自己人没太在意。甚至生意场上都是。钟毅絮道，因别人让人生意做不下去，只是常见伎俩了，不足为奇。稍微高端一点的，精神暗示对方，本来谈不下的生意就谈下来了，或者本来没什么赚头的合同，就能攫取常规无法获取的利润，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几年下来，怕是你商业帝国都差不多起来了。楚哥，所以说张家王家那种太低级了。话说张行龙其实还是很有想法的，可惜儿子不行。钟毅笑笑，但整体来说，张家也是小打小闹，可以说我们这里凡是涉黑的，都只能算小打小闹。南疆有大鳄，你们没接触罢了。楚哥，刚才举的例子都还算是走白道路线的，而稍微恶毒一点的，比如说我要低价买你产业，你不卖，以前寄子弹威胁有啥用？被人往警局一捅，你还遭殃。现在不需要了，我可以暗中让你死得不明不白，你卖不卖？还是硬骨头不卖？那你躺着吧，我问你家属去。钟毅说到这里，神色终于冷了下来。老朱这次多半遇上的就是这类了。楚哥迅速想起了朱萌萌家里的紫砂矿，带灵气的，恐怕往日里遭遇的觊觎也不少，但没遇上狠人，老朱不卖谁也没辙。但这次来狠人了。钟毅的判断顺理成章，楚哥邱无忌对视一眼，都觉得这大有可能就是正解。老朱早年也是个社会人，矿老板嘛，可不是好惹的。钟毅叹了口气，结果生了娃，孩子萌啊，触得他铁汉柔情起来，慢慢的收了心，修身养性的玩起了艺术典雅，玩摄影，开茶楼，一年年越发儒雅了。结果呢，人善被人欺，要是早年的暴脾气，这次还不知道谁先对付谁呢。楚哥也叹了口气，你到底几岁啊？看着和我差不多大，怎么跟个几十年的老胶片似的？这也知道。钟毅微微一笑，你猜？楚哥道，所以我猜你根本不是不会痛的异能，我怀疑你异能是寿命相关，不会痛不仅不是能力，相反是副作用。钟毅扬手望天，好久才笑笑，不愧是他们的儿子。楚哥道，所以你是不是知道这次老朱的事是谁干的？有嫌疑人，但不确定。钟毅道，我会先调查一下，如果确定了，找你帮忙，你会帮吗？我看你是真的只想好好过日子的人，不想多事。楚哥笑了笑，没事，多事的时候我可以是葫芦娃。钟毅奇道，老朱和你又没交情，这义气哪来的？楚哥捏了捏邱无忌的手，萌萌是秋秋的朋友啊。邱无忌始终没插话，此时微微一笑，不想多事从来不代表怕事，邱宗主的剑在匣中都快锈了。钟毅神色古怪的想了好一阵子，忽然失笑，真是算他们倒霉，我总感觉别人不是 boss， 惹你们才是惹到了 boss。 医院的检查结果果然是中风从楼上摔了下来。朱萌萌拍案而起，柳眉倒竖，我爸爸多年来身体壮的牛一样，晨跑能跑10公里，一拳能打死一头猪，你跟我说他中风？医生无奈道，这位小姐，您就算信不过我们的医学，
也得信得过设备。老娘信得过你个鬼！朱萌萌暴跳如雷，你见过中风昏迷这么久的吗？你家仪器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能醒？医生神色尴尬，这仪器真告诉不了。从经验来说，他也觉得这中风怪怪的，起码没这么昏迷的。要说摔碰导致脑部问题吧，设备也没检测出来什么问题啊。但是除了中风真的没办法解释，总不能说是被夺魂了吧？反而是从外面回来的邱无忌拦住了暴跳的朱萌萌。萌萌别急，我能让伯父醒过来。医生正在说什么，楚哥抢先道，我女朋友只是安慰话，帮你们解围呢。医生怔了怔，苦笑道，谢了，帮忙劝劝这位家属，可以尝试多在病人身边说说他在乎的话，看看有没有效果。好说歹说，把医生护士都忽悠了出去。朱萌萌迟疑道，秋秋你真是安慰我，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真可以。楚哥笑道，医院肯定不能让外人随便治疗，不用为难医生，我们也没必要上演都市龙王神医那种打脸剧情，不是自己偷偷搞就行了。蔡志坚在一旁抚掌而笑，楚哥很能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你女朋友有福气。他的目光落在邱无忌身上，似是对邱无忌能帮老朱醒来的事极感兴趣。却见邱无忌只是伸出一只手指，在老朱眉心轻轻一点，仿佛有柔光闪过，看似什么事都没发生。昏迷的老人就慢慢睁开了眼睛，浑浊的老眼一片迷茫。朱萌萌狂喜，抱着邱无忌又笑又跳，秋秋你好棒。邱无忌笑笑，伯父只是魂海受创紊乱，略作梳理平复即可。之前以为医生能治，不想过多暴露能力。既然医生治不了，那当然还是救人为重，这躺久了可能会导致更多问题。二位，老朱有些迷糊的开口，我们是不是见过？老伯见过我们划船，可能还拍过照片。邱无忌笑道，我是萌萌的朋友，老伯不用多心，好生休养就好。钟义从旁边探过脑袋，还认得出我不？老朱没好气道，我又没失忆，看到你这丑脸就恶心。钟义，你 TM 算了，那你到底受的什么伤？对方怎么攻击的？老朱也有些迷茫，攻击？我只是跟人下棋，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的，醒来就到这了。朱萌萌道，爸爸是在公园里昏迷倒地，有认识的伯伯给我打了电话。钟义神色严肃地追问，有感受到下棋的虚拟攻击吗？比如说感受到进入楚河汉界，他跳个马，你就真觉得有骑士跃马踏来，或者是另一种按输赢结算，你输了就相当于战败昏迷甚至死亡。老朱想了想，没感受到前一种，可能是后一种，我输了。说到这里，他终于也醒悟，干你娘，我是被人异能阴了。哎呦卧槽！似是因为动怒起身，老人一阵天旋地转，又栽回了枕头上，虚弱的喘息。邱无忌道，老伯好生休息，我只是梳理了你的魂海紊乱，但魂海受创终归还在，不是外力可疗，需要自己休养，躺半个月还是需要的。老人虚弱的慢慢道，谢了6了。邱无忌神色别扭的偏过脑袋，看来人家不傻，也看出你们是葫芦娃了。以后那个葫芦娃易容是不是要再加强一点，连衣服都不行，葫芦娃衣服太色了呀。那边钟义脸色十分难看，低声追问，你还记得跟你下棋的长什么样吗？老朱摇头，公园里老人下棋，见到就下了，不是熟面孔。那之前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有魔都的老总过来说要买矿，给我拒绝了，这事也常有。老朱说着说着，声音慢慢低了下去，这矿其实也是惹祸之源，我就不该犟，现在的手段又多又鬼，不比当年，万一害了萌萌。朱萌萌握着父亲的手，呜呜的哭，再是没心没肺也听得出父亲的爱，护了一辈子的产业，临到头来后悔了不想要了，却不是因为自己受伤，而是害怕孩子出事。却听蔡志坚道，爸爸，我会保护萌萌。朱萌萌惊喜的转头看他，含泪的眼眸里都是喜意。老朱却没有回答。那边楚哥正在问钟义，有判断了没？钟义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基本确定了。他说不会瞎搞事，只是自己找线索，看来没按那几天就忍不住。楚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想暴露自己知道杜连峰，消息来源不好解释，但钟义这意思应该明显指的就是杜连峰。顺便他还想到了一些别的，比如钟义和老朱交往，是不是也主要是为了探查灵气来源？毕竟矿藏属于地下，钟义交朋友，杜连峰强买矿，为的都不是朋友和矿，为的是地下的秘密。所以老妈说钟义交友广阔，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他只是在找东西，包括组建黑屋，聚集一堆看似没啥卵用的异能者抱团取暖，应该都是这个目标的一环，探查各种各样的特殊能力与其来源。但怎么说呢，楚哥不反感这种做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目的，他没做坏事就没什么好苛责的，尤其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啥杜连峰才来南疆几天呢，就开始害人了，有异能了不起吗？钟义神色阴晴不定的思忖片刻，终于还是对楚哥叹气道，对方势力复杂，并不好惹，这事你们也不要贸然介入，否则真有可能把你们的生活搞得一团乱。我会先尝试处理，真有需要的话再找你们求援。楚哥听着倒挺舒服，不管钟义有什么其他想法，但他对朋友本身总归是不错的，能替对方考虑，这也是吃得开的原因之一吧。邱无忌在旁问，需不需要守夜？万一有人暗中来对伯父不利？钟义摇摇头，不需要的，他们不会在医院这种地方公然做什么，萌萌小俩口照顾父亲就行，你们可以回去休息。
楚歌点点头，也不矫情，直接道：“那我和秋秋先回去，等你消息。”朱萌萌依依不舍地拉着邱无忌的手，泪眼汪汪。秋秋，邱无忌安抚：“没事的，我们明天再来看你。明天一定要来啊，乖。”离开医院，邱无忌转头回望病房窗子，低声道：“楚哥，你说那个蔡志坚没有异能？”楚哥愣了愣：“我没发现啊，月影也没发现。”邱无忌笑了一下：“这只能证明他藏得好，并且异能开发程度比月影还高。”楚哥心中一跳，他真有异能？有。邱无忌很是笃定地道：“如此特殊的精神识海，怎么可能瞒得过我邱无忌？”卧槽，这小样挺阴的呀！但朱伯父这事儿看来是和他没关系的，不用多想。邱无忌道：“另外，我信不过所谓别人不会在医院搞事的说法，还是暗中给伯父下了一个防御术法。”楚哥笑道：“这我倒是看出来了。”邱无忌很是吃惊：“你连蔡志坚有异能都看不出来，居然看得穿本座的暗手？”楚哥笑着拥住了他：“只是因为我对你实在太熟悉了呀，你动动手指头，我就知道你在干嘛。你是想去找蔡志坚公司的女演员，怕我发现吧？”哈哈，楚哥连辩解都懒，跨上小电驴，拍拍后座。邱无忌很自然地坐了上去，搂住他的腰：“他有笼络你的意思，帮你推版权之类的，你为什么不搭理？”“因为没有任何演员能演出我家秋秋的美。”“去你的！”小电驴一路远去，很快拐过长街，消失不见。去医院耽搁了没买菜做饭，两人直接在外吃了碗牛肉面回家。到了家里，两人就忘了去医院之前好像是在学游戏的。楚哥很自觉地去码字，邱无忌就开了对门，跑去炼丹。说明邱无忌还完全没有 get 到游戏的乐趣，除了记得个钢贝珠很像楚哥之外，其他的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好几天了，之前小火苗炼的几炉丹快吃完了，这个才比较重要。这些日子随着楚哥的修行提升，他能挪出来的东西档次也渐渐提高了那么一点点，炼的丹药品级稍微可以高一些。邱无忌选择了一种比较难炼的新丹，叫做三魂五蕴丹，这是金丹期才使用的丹药，主要效果是促进断魂的金丹修士们身魂合一之用，不会轻易被人追魂所迫的伎俩弄得身魂分离，和常规凝视魂海的断魂之丹效果近似，却不完全等同。仙道之中要细分的话，还是有很多门道的，楚哥暂时学不完，反正有他邱无忌把关就够了。选择此丹也是因为今天新听闻的下棋杀人法，这个在邱无忌的理解中就是一种致人魂魄出窍，或者是直接灭魂的夺魂艺术。虽然生效的前提有点诡异，万变不离其宗吧，这种丹药是很有意义的。炼丹这事儿可比码字磨人，所谓九转金丹之类的，练个9981天算是少的，没说9981年就不错了。此前半小时1小时能练的丹都比较低级，稍微高端一点点就动辄要以半天一天计算，修仙的岁月意识便是如此。当然了，还是那个沙雕创世父神的设定讨人厌，别人炼丹怎么就不要这么麻烦？哼！邱无忌此时的心情就像学生们怒骂李白、杜甫、白居易写那么长的诗坑人一样。书里炼丹，书外还要炼丹，那么多事情没做，昨天还学了份大闸蟹的食谱，打算买点螃蟹研究一下的，自传也没写完，游戏还没开始，时间尽磨在这种地方了。不对，我书里都没怎么炼丹，做一宗 boss 炼丹的事是有下面的人负责的，跑书外还要做个小助理帮他炼丹。嘤。在邱无忌丰富的吐槽内心之中，面前忽然探出楚哥的脑袋。邱无忌面无表情地摁着他的脸，把他拨到一边，别挡着我控火的视线。楚哥揣手蹲在一边，还没好啊，我书都码完一张了。邱无忌气道：“你来试试啊。”楚哥摸着下巴，我好像有其他的办法。书中世界，烈焰之星，严千烈正在潜修，受创的元神在这些时日恢复了少许，在小火苗上方已经很清晰地可以浮现出他原貌的虚影，还特别大，一眼看去，地底的火焰巨人之影顶天立地，威势极为唬人。四周跪着一些火红衣袍的教徒，虔诚叩首，愿无主早日康复。严千烈纵横九州磨到这么多年，死忠还是不少的，近期也渐渐收拢归附，重新组织他火域宗的基础势力。这也是剧情安排好的，只不过在剧情之外，严千烈有了其他目的，干死那些想要私天的。不是现在，等恢复了再说。火焰巨人虚影睁开烈焰之眸，低沉威严的声音传遍地底。本座疗伤恢复之物与重塑法身之物，尔等加急去找，这种虚头巴脑的祝愿有个屁用。是。有部下虔诚跪行而上，递上一株烈焰般的药草，属下已经寻得炎阳草。严千烈甚为满意，替本座炼制焚天丹，待本座复原之日，便是那算了，便是那些伪善的正道哭嚎之时。无主必将出尔，横扫天下，火域终将焚天。一片虔诚歌颂之中，严千烈睥睨全场，心中豪情顿生。一时胜负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念头还没起完，虚空不知何时抓来一只手，把装着他本体小火苗的祭魂珠抓走了。严千烈，教徒吗？无主呢？那么大的一个巨人虚影哪去了？连小火苗都不见了。无主受伤虽重，依然天下遨游，自在来去。我等居然感知不到他是何时离开的。教众们更是胆战心惊，敬畏感浓的满意。莫名其妙被抓出书里的严千烈，一看眼前的丹炉就明白了。小火苗暴跳如雷：狗日的天道，让本座出来就是为了给你们这对狗男女炼丹。
我日你！我有意给你的剧情加码，让你浴火重生，还能重新感悟一些涅槃之意，有利于日后的天界剧情。当然，严千烈霸道骄傲，肯定不太喜欢这种赋予。本作需要你狗日的赐予吗？你不写本作一样感悟白言，你有种别抹呀！剧情的意义就在于，你这是规则之内的提升，不会被抹。小火苗忍气吞声，反正受制于人，我听你的。这次练的什么丹？哦，三魂五蕴丹啊，就这。邱无忌抄着手臂斜睨着，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曾经。自从被加了个愿意服从天命的设定之后，严千烈显然会有些不一样了，自己都未必搞得清还是不是自己。楚哥看着小火苗开始呼啦呼啦炼丹，忽然问：那个杜连峰长啥样的？幻化一张脸给我瞧瞧。小火苗随意拧了一个人脸，这样的。楚哥记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知道了，到时候有可能还会让你帮个忙。小火苗不吱声，火焰倒是有了些狰狞。别有可能了，最好是真让我帮。本座好久没杀人了，快憋坏了。留小火苗炼丹，楚哥和邱无忌终于并肩回屋，一路无话。直到进了房，邱无忌才叹了口气：你现在的世界控制力已经达到这个层面了，居然能随意把严千烈射出世界。楚哥道：可能是魂体的缘故吧，我其他东西都受限于能量带不出来，反而能把他抓出来。怎么，你是信不过他？不，我很信得过，因为你的设定几乎不可逆。邱无忌笑笑，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一点了。你呀，楚哥轻轻拥住他，低声道，又触景伤情，想到自己的处境了。邱无忌道：楚哥会不会觉得我矫情？平时我本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凡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你也不会强加我什么，按理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对不对？可我总是耿耿于怀，总是觉得这还是不够，差了点什么。很正常，因为你是邱无忌啊。楚哥笑笑，包括严千烈也是一样的，你们修行至今，跋涉万年，意志之坚定，自我之坚持，远胜于普通人。换了是我楚哥，可能早就躺平摆烂了，但你不是。正因不是，才有邱无忌的魅力，那才是一代顶尖的修真问道者，可不是一个躲在温柔乡里哼唧唧的小猪啊。邱无忌微微一笑，没去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道：为什么觉得有需要严千烈帮忙的地方？我在想，那种置人于棋局的异能，像不像我的变天基地？如果是，我也很期待和他比一比。那也是我楚哥的探索，我们一起加油。夜晚，小火苗炼好了2炉新丹，又回书里属下面前装逼去了。楚哥俩口子吃了丹，各自修炼了1小时。楚哥回房攒明天的稿子，邱无忌就抱着大熊看电视。邱无忌已经决定了，楚哥没空的时候自己不学游戏，看电视不比游戏好玩，起码不招人骂。呜呜，楚哥都不敢叫我滚回书里去，你们谁啊也敢叫我滚回书里去？对了，明天本座找潘达学一下怎么隔着网线打人，谁骂我打谁。邱无忌想起游戏心情就不好，而此刻的楚哥心情也不太好。今天由于蔡志坚问到了版权问题，难免让楚哥想起前些日子递交的一大堆版权表格，回到电脑前便问了编辑一句：大大，抱歉假期还打扰你，想问问上次那些版权表格有下文吗？编辑倒是回得很快，没有，没这么快，节后再看看。楚哥就感觉这事有点悬，进度也没吗？版权部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我也不知道进度，假期回头再帮你问问。楚哥，编辑态度倒是很亲切，安心，好好写，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楚哥叹了口气，这不是我渴望金子发光的问题，世界存在感啊，这事情好像自己压根无力推动，这种自己完全参与不了进程，完全被动的等待结果的感觉最是难受。不像稿费，写多少是多少，自己参与感和决定性是很强的。脑海里又浮起蔡志坚的示好，是不是真要找他帮个忙？城市的另一端依然是曾经严千烈撞见钟义和杜连峰对话的大厦天台，钟义约见杜连峰，正在质问：我警告过你，不要在南疆搞事。他压抑着怒火，冷然问：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动你？杜连峰轻松的笑笑：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少他妈装傻。钟义愤怒的揪着他，一把灌在天台水塔上，下棋胜负夺魂，不是齐成泰的异能是谁的？那身手矫捷无比，力量惊人，杜连峰看似人高马大，居然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被他生生抵在那里。杜连峰却一点也不吃惊，仿佛早就知道钟义是怎样的水准。他活得比别人想象中的长，锻炼之久，学会的东西之多，比很多人想象的都多。杜连峰虽不算太了解，猜也猜得到。你也知道那是齐成泰的异能，不是我的。杜连峰淡淡开口，再说了，你现在还以为异能不会重复吗？别人也有那能力，有什么稀奇？你在南疆太久了，建议出去走走。钟义怒极反笑，老子不是来查案的，跟你讲屁的证据，信不信我直接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你不敢。杜连峰平静地道，你在官方的眼皮子下行走，突破规则约束的行动只会用在最重要的时刻，不会用在别人的事情上。来，我就在这，你倒是扔我下去看看。钟义冷冷道，所以你承认了？杜连峰当然不会轻易上套去惹来警察，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道，钟义，用你自己的方式磨磨唧唧，几时才能找出真相？你连找到当初谁杀了他的线索都找不出来。钟义瞳孔一缩，低吼道，你闭嘴，我们今后要常驻南疆，
考察了这些天，选了几个切入点作为分公司所在基地。杜连峰平静地道：“你不行就让我们来，别碍手碍脚，说不定我们看在早年的交情，真发现了端倪，还能带你一把。那就不劳你们费心了。”钟毅眼中终于闪过凶光，身形一晃，竟然带出一道残影，将杜连峰拖到天台栏杆边，直接往外就丢。我知道你有能力活下来，大概伤得躺个10几天，我朋友躺多久，你也躺多久，很公平。操！杜连峰显然没想过钟毅居然真敢把他往楼下丢，猝不及防，真被甩出了栏杆。他手脚并用的扒住边缘，同样也激起了凶性。整个天台忽然变成了一张棋盘，钟毅站在边缘，眼前是一个巨大的车的棋子虚影。下一刻天台没了，棋子也没了，仿佛古战场上千军交战，杀声震天。一辆战车横冲而来，车上骑士手持长槊，杀气冲霄。这是真能作用在身上的，真被撞到，钟毅同样也会被冲出天台。他闭上了眼睛，轻轻横跨一步，战车擦着身子过去，冲向夜空，消失不见。左右万马千军践踏而来，钟毅忽然凭空飞起一脚，杜连峰正辛苦地爬上栏杆，被这一脚踹了个正着，惨叫着坠了下去，又是一只手艰难地扒在边缘。钟毅对冲来的千军万马视若无睹，直接翻过栏杆去补踩，是要把杜连峰弄下去。可就在翻越栏杆的刹那间，他神色忽然变了，他觉得身躯忽然不受控制，仿佛有一条线牵着他的手脚往外拖了几寸，一时站立不稳，差点自己摔了下去。有第三人暗中插手，若是平时，钟毅对这点古怪的拖行完全可以无视秒解，但此时此刻还在和杜连峰对战啊！杜连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见钟毅自己失衡，又惊又喜，眼里闪过凝意，厉声道：“一起下去吧！”他本来就快扒不住了，此时索性放弃，一把拉住钟毅的脚，两人一起摔下了天台。他们都不是飞天遁地的异能，也不能学楚妈妈运用空间，这10几层楼栽下去，不死也是重伤。砰！钟毅一脚踹飞杜连峰，借力往前一荡，扒住了一户阳台，又凌空一个飞荡，整个人直接荡进了楼下的落地玻璃窗。哗啦啦，坚固的落地玻璃窗被撞得粉碎，钟毅浑身是血的滚了进去，里面一对中年夫妻目瞪口呆的看着血人般的钟毅，吓得瑟瑟发抖。钟毅站了起来，在中年夫妻见鬼般的注视下，身上的伤口直接愈合，连个过程都没有。痛，只1秒，算不算痛？钟毅自嘲的笑了一下，转头对中年夫妻叹气：“二位不好意思，惊扰了，还请不要报警，玻璃多少钱？我赔。”不要了。还是要的。钟毅摸了摸身上，取出一块劳力士放在茶几上，这年头没带现金真是不好，这个暂作赔偿。二位记一下我的电话，我明天一早就请人来装玻璃，再次抱歉。中年夫妻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钟毅走到窗前往下看，楼下显然没有杜连峰的尸体，夜间路人甚至都没注意到楼上有人掉下来，连个围观的都没有。因为杜连峰也有他的办法保命跑路，只是想必没有他钟毅这么无伤，躺几天还是要的。钟毅紧紧皱起了眉头，刚才莫名其妙被拖拽的失衡感是怎么回事？这是谁的异能？杜连峰的同伙吗？可是周围没感应到有精神波动的存在啊，这是哪来的强者？异能者名录，姓名钟毅，身份编外考察人员，能力长生9世。备注：长生能力各有不同原理，此人疑似身体机能永固为某一时刻，疑非不痛，痛只刹那；疑非不死，死则枯朽。开发程度极高，性质特殊，潜力 S。备注：异能潜力已尽，但漫长的岁月能学的东西无垠。编者按特殊关注，远处发生的事情，楚哥俩口子显然不知道。他们睡得正香，今天小火苗炼的丹药对两人的效果都好得出奇，睡前修炼了1小时还没感觉，这睡眠之中身魂又开始自行结合演化，起到了邱无忌在选取这个丹药之前自己都没想过的效果。因为邱无忌这个分身，他至今也没太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明明是幻化之躯，理论上这个躯体是不存在的，只能算个混体。比如他离开此世回到书里，躯体也没了，不会剩一个空壳身躯留下来给楚哥玩，那想想就不寒而栗。哎呀，太可怕了。但既然是不存在的躯体，平日里看着却偏偏和实躯没有两样，会脏会甚至现在还会来姨妈了，这不休闲。理论上他要塑造一个躯体所需的力量非同小可，根本不是这个区分魂能做到的。便是真身的能力也无法凭空创造肉身，需要大量宝物来作为演化身躯之基，成功率还非常低，即使成功了，恐怕这身躯也没这么鲜活。毕竟尚未飞升的人界修士能力真的不够。平时看似很习惯了，邱无忌也很少和楚哥讨论这个话题，怎么能和男人随便讨论身子嘛？真是的，要不要摸一下真不真啊？然而此躯究竟怎么回事，一直就是邱无忌藏在内心的未解之谜，他在现世主要研究的事项之一。什么义务尚未透彻，不想好高骛远，分明是连身躯都没看透，哪有星辰大海的念头？晚上清醒服丹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夜间入睡之后魂海平息，朦朦胧胧，邱无忌居然开始做梦了，一个如同内视的清醒梦，看见了自己。他看见一个虚幻的躯体悬浮在无人的虚空，躯体如同薄雾，透明不可捉摸。
那本该是他此去的真正状态才对。然后渐渐有了色泽，从简单线条变成了极致色彩，那是自己的幻化，本来是欺骗视觉的，让别人看起来像个真人而已。邱无忌几乎可以确定，自己第一次穿越出来，拿剑架着楚歌脖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状态。这前后的分水岭，就是真正接触到了楚歌，并被楚歌各种试探之后，认定这个确实就是邱无忌。于是梦中的虚空出现了另一条线，来自隔壁，星星点点散落虚空。这无所平移的身躯开始有了依存，那是他的想象世界和现实的交互。当自己具现出来的模样和他想象中的邱无忌合二为一，虚幻变成了真实。女主真的从书里跑出来了。当她认定了这件事之后，虚幻的身躯成为了真实身躯。所以第一次出来和第二次出来的邱无忌其实不一样，是他幻想成真，还是他先跑出来之后得到了认同，让他原本并不知道长啥样的邱无忌有了明确的模样之后，于是就成真了？还是两相结合，互为因果？不知道。邱无忌能看见的是，那本来只是魂体幻化的色彩开始充盈骨骼血肉，一个人类应该有的一切渐渐成型，魂体变成了真人，一个完全不符合常理的真人，明明是个修仙者，不惧寒暑却会饿，但既然会饿，却又没姨妈，因为这躯体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希望这个女人和他一起生活，所以他会饿，会脏，会睡觉，具备生活的一切需要。他没有认真思考姨妈这件事，下意识当作修仙者早已展翅龙的认知，那此躯就没有姨妈。当他认真思考了，并且期待有个孩子的时候，月事就适时而来，精准的如同巧合，那不是巧合。邱无忌认知到这里，脑子甚至有些宕机，他甚至怀疑世上是不是不存在邱无忌，一切只是那个男人的幻想。但应该还是算存在吧，否则自己此时的思维算什么？我思故我在，当幻想具现了，那便有了自我。是的，楚歌的能力一定是幻想具现，此躯不过一个例证。真正可怕的在于，因为继承了母亲空间能力的兼容，他足足具现了一整个世界，太可怕了。邱无忌不敢完全确定，他觉得还应该再观察观察，毕竟有些事不太说得通，比如他能力应该不够才对。说真的，要不是因为现在真的和楚歌相爱了，换了以前提早认知到这种处境，邱无忌怀疑自己真的会杀人。这种一切都是别人想象，连月事来不来都是他想象控制的，普通人或许都很难忍受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毕生求真求我的修士来说，更是绝对不可接受。但现在吗？邱无忌睁开了眼睛，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揪起身边的大熊揍了一拳头。你对女人的身体很内行吗？格林的楚歌同样在做梦，当然他的效果没有邱无忌那么好，丹药的效果是促进身魂稳固融合的，邱无忌的身躯之谜在此揭晓。楚歌是正常身与魂，自然没有多特别的事情，只不过他梦见自己进入书中世界了，或者是书中世界进入他的梦里。庄周梦蝶不外如是，两相结合更为密切了而已。天圆地方的世界没有宇宙星空，太阳太阴是两仪的代表，世界有尽头，日出于扶桑，落于阳谷。楚歌一身件三纯洋装，负手站在海天尽头，看着海平面下的太阳，看了很久很久，忽然说起。日升月落，书中世界天亮了。海的那头，楚天歌剑出群山，在妖兽口中逃离，忽而回望，这日出时间是不是早了须臾？有赤足巨人追日而去，地动山摇，天道群魔耸动，暗影蛰伏。日出提前，万古未有，这必是天道以炎炎烈日之意震慑宵小。海的这头，云际山中，邱无忌叹了口气，在秀，真搞得乱七八糟的，小心揍你。烈焰之心，烈焰虚影簌簌而摇，低声自语，存在感越来越浓了。早他妈知道你这样牛逼，我傻了才去找死。楚歌的传音突兀到了他耳朵里，如果见到外人，你提一把大钉锤怎么样？严千烈愕然，干嘛？toss 一下，让别人摸不着头脑。我可否告诉别人，当你们在考虑天道多么高大上的时候，其实这丫可能是个穿开裆裤玩泥巴的小屁孩。也许吧，所有天道可能都很无聊，因为太无聊了，所以创造了世界。不说了，天亮了，我也该起床洗刷刷了。楚歌离开了书中世界，睁开眼睛，睡梦一醒，现实世界还是凌晨，天也只是微微亮。隔壁邱无忌已经出了房门洗漱，生活的气息再度占据了时空。楚歌长长吁了口气，刚才是做梦吗？我他妈怎么会梦见严千烈？怎么也该是梦见秋秋啊？我梦见那货干嘛呀？就为了让他 cos 大螺丝？我 TM 无聊不无聊啊？隔壁传来手机铃声，邱无忌搓着脸扑通扑通跑回房去拿手机，萌萌。手机里传来朱萌萌的哭声，我爸爸忽然跳楼了。邱无忌，病床上老朱当时的表现哪里是个会寻短见的样子，这必有问题。还好自己临时起意，给老朱加了一个防御术法，只过去一夜，还真就出事儿了。老朱是在4、5点的营业时分，从朱萌萌到护士都最容易在打盹的时候，悄悄起身到了外面走廊，跳下的楼。病房所在楼层不高，只是3楼，但一般老人跳下去也足够当场去世了，何况一个本来就受伤躺在床上休养的病号。还好这高度根本破不了邱无忌预设的防御，老朱只是受了些冲击震伤，此时正在病床上大发雷霆，不是我自己跳的，有王八犊子要杀我。
谁都没法信，谁能控制你自己走到门外走廊去，还翻下栏杆往外跳啊？令尊本来就是精神方面的病患，可能睡梦中产生某种幻觉导致，是可以解释的现象。医生只能对朱萌萌这么说，我们今晚加派护士看守。老实说，连朱萌萌和蔡志坚都这么想过，可能是精神受伤的后遗症。虽然朱萌萌还是更相信父亲，觉得没可能跳，但医生这个解释是最符合常理认知的。他这会儿没法去生医院的气了，因为他知道这里面的事情医院真的不懂。事实上，别人用医能搞7搞8，主要意义就是为了瞒过医院和警察，造成自杀跳楼的认知，多少悬案就这么来的。你怪医院不懂医能有什么用？他只能有气无力地说着，晚上我不睡了。钟毅和楚哥俩口子差不多同时赶来，在病房外不期而遇。钟毅的神色非常难看，我昨晚和杜连峰交了手，把他丢下了楼，当然他没死。楚哥豁然道，所以这是杜连峰再度报复，你把他丢下楼，他就把老朱也丢下楼。钟毅道，看上去是，而且我当时就有感觉身躯不受控制，被拖拽似的，差点自己掉下楼。老朱这个应该是遭遇了一样的控制，他受伤虚弱之中，能被控制的动作幅度更大了。邱无忌冷然道，他们可不知道我愈加过防护，这是想让朱老伯死。楚哥脸色也很难看，确实对方不会知道老朱被施加过防护，这可不是报复一下完事，而是赤裸裸的杀人。这谁的异能？楚哥手头可是有异能者名录的，钟毅以为楚哥是自己猜出他的异能是寿命相关，其实是看了答案开卷考呢。但异能者名录上并没有收录谁能远程不接触就控制别人的身体跳楼的，这种能力真正杀人于无形，未必多强，但太隐蔽了，哪怕曾经出现过类似案例，你也不会知道凶手是谁，无法收录。本以为钟毅见多识广应该知道，结果钟毅也摇了摇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能力。世上能人异士很多，像这种隐蔽性高的，只要想瞒，那就谁也无法尽知。不知道杜连峰他们这几年收罗了多少特殊人士。楚哥道，所以找杜连峰就对了吧？钟毅认真道，杜连峰他们是一个组织，现在明面上已经是一家集团公司，横跨多产业，做得很大。杜连峰只是团伙高层之一，其实单单对付他都不算晚。楚哥怒道，难道就看着他杀人？他可不是针对老朱一个人，而是大肆在搜寻南疆，早晚还有更多人受害，包括我自己。钟毅笑笑，你能如何？找警察？他们可是大投资商，警察没有证据，因为下完棋昏迷就抓人，还是因为你脑补的他控制人跳楼而抓人？都不可能，最多审讯几天出来，他们还是生龙活虎继续出来考察产业，你能怎样？继续等到下一个受害者出现，看看有没有新的证据。楚哥哽了一下，钟毅又道，或者你也可以暗中杀了他。你敢不敢杀人？还是只不过暗中揍他一顿，等他伤好了没完没了？楚哥不语，邱无忌抱着手臂冷笑，我会杀人。钟毅看了他一眼，让人死得不明不白可太容易了。邱无忌淡淡道，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的话。楚哥摆了摆手，轻轻摇头。邱无忌听话的闭上了嘴，在外人面前必须给他这个当家的面子，如果让他们知难而退呢？楚哥慢慢道，让他们认为南疆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有点意义吗？当然有。钟毅道，昨晚我找上杜连峰并不仅仅是报复的意思，其实也是在表达这个概念，在搞事我会杀人，让他们收手。但很遗憾，想要达成这个效果好像有点困难，反倒是激起他们的凶性了。你打算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楚哥正在沉吟，蔡志坚从病房里拿着手机走了出来，脸色也是铁青。杜连峰约见萌萌，说谈生意，他们太过分了吧？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楚哥摸出葫芦娃面具，不管怎么做，这次也要先保护好萌萌姐。朱萌萌愕然，真去？不去难道对方就不会找上门吗？葫芦娃面具还是那副歪头笑脸，去了让我们看看他们到底多牛逼。蔡志坚留着照顾老朱，朱萌萌带着钟毅和楚哥俩口子去赴约。杜连峰等人是为了占矿的，不是为了杀人泄愤的。该做的事情做了，接下来当然就是逼迫屁事不懂的朱萌萌，让他老实卖矿，或者让病床上的老朱知道女儿也很危险，主动卖矿。套路简单粗暴，却往往很有效。异能界甚至有了类似的赌斗风气，以决胜负来定某些东西的归属。赴约的路上，钟毅对众人介绍，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说，反正你异能搞不过我，自己悠着点。若是方能识相的话，还算各自安好。演武侠仙侠片呢？楚哥吐槽。邱无忌微微一笑，他和严千烈的赌斗不就是如此吗？这确实是武侠仙侠常见的套路，有了个体超凡力量之后，理所当然的形成这种风气。对他很习惯，对楚哥或许很不习惯，即使楚哥会这么写，那不一样。但邱无忌觉得楚哥终究会习惯的，这简直是必然的事情。他甚至知道楚哥现在心里在考虑什么。约见的地点在市区5星级酒店里，杜连峰等人落脚的地方，包了顶楼整整一层。走出电梯就看见一列黑西装，整齐肃然地站在走廊里，看着朱萌萌带来的钟毅和一对葫芦娃。面对诡异的葫芦娃面具，黑西装们神色不变，显出训练有素的素质。或许在他们的谈判过程中，更加古里古怪的人都见多了。朱小姐，这几位是？一个为首的黑西装拦住朱萌萌，客气地问。朱萌萌呸了一口，我保镖不能带吗？黑西装客气道，
我们要确保没有凶器，还请诸位见谅。砰的一声，钟义直接飞起一脚，把上前试图搜身的黑西装踹飞了10几米。玩你娘的下马威，老子真要杀人！昨天杜连峰已经成肉泥了，还搁这艘凶器，滚你妈的！楚歌侧目，惯常看见的钟义都很淡定儒雅，第一次见他这么暴躁，看来对方冲老朱下杀手的事真的彻底激怒了钟义。房间里传来杜连峰平静的声音：“既然信中的来了，搞下马威这套没意思，撤了吧，让人进来。”朱萌萌气得一脚踢在房门上：“感情我自己来就想搜我身了是吧？去你奶奶的！”房门被一脚踹开，宽阔的总统套房里，杜连峰坐在躺椅上，手脚都打着石膏，脸上也贴了膏药，看上去昨晚摔下来也确实挺惨的。此时冷冷地盯着钟义，目光里都是冰冷的杀机。钟义里都没有理他，目光落在房间的另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在茶几上自己和自己下棋。双方一时无声，只有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犹如丧钟的鸣响。朱萌萌才不管3七21，冲着杜连峰手脚的石膏便是一阵嘲笑：“想摸我是吧？来摸啊！哦，忘了你手脚不方便，那就用舌头好了。伺候的姑奶奶爽了，奖励你一颗矿石怎么样？”朱萌萌的虎狼之词并没有掀起屋内半分涟漪，老者依然自顾自在下棋。杜连峰只是淡淡的笑：“朱小姐说笑了，想舔你的男人很多，我们只好反其道而行。”他看了看2个葫芦娃，眼里也闪过异色，似是被面具的毅力干扰，导致无法判断这2人的来路。他也不在乎，只是絮道：“诸位请坐，我们是来谈生意的。”朱萌萌还想说什么，邱无忌拉了他2下，朱萌萌便不说话了，愤愤地坐下。钟义和楚哥2口子也分别坐在他身边，看着杜连峰等他摊牌。杜连峰示意了一下，便有个 OL 黑丝的妩媚女子走了过来，开始替众人沏茶。邱无忌看看那套衣服，又看看楚哥，楚哥乖巧坐，借着面具遮掩，看不出表情。邱无忌撇了撇嘴，茶香袅袅升起。杜连峰靠在沙发上，慢慢道：“朱小姐想必知道，我们要的只是矿，并且按市价购买，甚至还可以比市价高。”朱萌萌直接道：“不卖，何必呢？”杜连峰叹了口气：“令尊现在早就转行了，这矿对于令尊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大家都是明白人，也不用藏着掖着。这紫砂矿里有灵气，令尊想必也找过来源，但这么多年看来也没找出端倪。既然大家都想找，那要么合作找，要么让我们来，占着茅坑不拉屎又有什么意义？矿是我们家的，你管我们怎么用？我们就算真往里面拉屎，关你什么事了？”朱萌萌拍桌道：“我看你现在也不行了，你老婆我还很想用呢，你也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不行就让我保镖来，或者也给我保镖共同开发一下怎么样？”楚哥干咳起来，邱无忌又好气又好笑地瞪了朱萌萌一眼。杜连峰也不动怒，只是道：“我不与你做这种口舌儿戏之争，事实就是，如果你有本事让我送上老婆，我就送，包括我这个秘书，你们想要就拿去，前提是你们有那个本事。就像你打伤了我爸爸，自以为这就算本事一样。”杜连峰忽然笑笑：“不用录音，设备会失效。”朱萌萌，杜连峰淡淡道：“本事就是，我们能让你们开始衡量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事实上不需要你答应什么，当朱先生知道我约见了你，他可能自己都会主动联系我卖矿，你信吗？”朱萌萌默然无语，想起昨天父亲确实有了后悔的意思，害怕自己受到伤害，衡量这一切值不值得。但朱萌萌心中还是憋气难言，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杜连峰又道：“即使钟义来警告我，把我从楼上扔下去，那又有什么用？他不可能保护你们一辈子，你们的自我风险衡量之中不会把这计算在内。”钟义皱了皱眉，却没反驳，因为事实如此。但这里好像有些事怪怪的，一时没想分明。楚哥也在想，按照杜连峰这种说法，他就完全没必要再丢老朱下楼啊，甚至他还等着老朱为了保护女儿而卖矿呢，好端端的杀老朱干嘛呢？只为了宣示拳头？却听杜连峰最后下了结语：“所以朱小姐卖不卖，请给个最后的答复，如果不卖，大可请回，我们会等到令尊的另一个答复。”朱萌萌手脚冰凉，她发现推演的结果就是如此，只要对方找上了自己，爸爸一定会主动卖，压根就不需要对方真的做些什么，目的已经达成了。但好憋屈啊，好气！楚哥忽然说话了：“杜先生是不是太过自信了？”哦，杜连峰好笑地看着他：“这位葫芦娃先生有什么特殊的见解？朱家是有保镖的，也许之前没有，现在有了。他们的风险衡量，也许不会算上老钟，但会算上自己的保镖，就是阁下，就是我。”杜连峰玩味地道：“阁下自信能护住朱家，不再出意外。”楚哥平静地道：“谁也不敢说能保证没有意外，但我能保证，只要他们还有下一次意外，你就会死。”杜连峰怔了怔，旁边一直自顾自下棋的老头也怔了怔，抬头看向了楚哥，连带着钟义和朱萌萌都吃惊地看向楚哥，仿佛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而且那语气淡漠平静，仿佛站在云端俯瞰你的生死。唯一不敢意外的是邱无忌，刚刚不到1小时之前，真身在书中世界看见的日出提前，一个掌控世界的天道，俯瞰众生如蚁的气质。楚哥不是精分患者，这种意味早晚会体现在真实。越是有人试图超出规则来挑衅这一点，就一定会激起他更加不讲规则的俯瞰。尤其在面具掩盖之下，仿佛可以肆无忌惮地
把那张阳光微笑的脸变为冷漠。事实上，我说的还不仅仅是朱家，而是整个南疆。但凡出一次案子，我就找你们一次。楚歌慢慢道：你们说要常驻南疆，那么住所和公司就无法隐蔽。我倒是想借阁下的话，让阁下反过来衡量一二，值不值得。杜连峰眯着眼睛看了他半晌，忽然笑了，有趣，哈哈。其实昨晚钟毅也试图告诉我这一点，我这一身伤就是这么来的，但我依然不觉得这足够让我害怕。我很想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超过这一身伤，让我衡量值不值得。楚歌看向了茶几上的棋盘，听说你们常用赌斗的模式，既是定物品归属，也算是展示肌肉。杜连峰笑道：如何？你要和老齐下棋吗？那并无意义，你赢了老齐，也不能就此让我们怕你。那倒未必。楚歌淡淡道：至少警察不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而你也有可能如此死去。杜连峰终于色变，他真正感受到了此人的杀机，不是钟毅那种警告教训，是真正的死亡威胁。南疆哪来这样的亡命徒？那老者齐成泰终于开口了：你打算怎么赌斗？楚歌道：你叫齐成泰，自幼痴迷下棋，已经下了70年。我知道你的异能不仅仅是哄人下棋才能生效，而是可以强制把人拖入对局，必以一方失败为终点。一旦下输了，轻则魂魄散乱昏迷，重则直接魂消魄散死亡，对不对？齐成泰心中微凛，这些信息钟毅都没那么清楚，此人怎么知道的？但他依然对自己的异能极有信心，淡淡道：不错，入我棋局只有一种解法，就是下棋真正赢了我，哪怕你其他能力胜我100倍也没有意义。钟毅忙扯了楚歌一下，急促低声道：此人下了一辈子棋，跟他拼下棋胜负属实没道理，别选这个。楚歌淡淡道：异能从来不是什么因果律，破他棋局不一定要下棋，只需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反噬就可以了。他有绝对的自信，对方承受不住一个世界的反噬。其实单论下棋他都有自信，因为他可以作弊，让书中先到棋艺者来对这一局。齐成泰冷笑：初生牛犊不畏虎，阁下既然找死，那就来吧。等等。始终没有说话的邱无忌忽然拉住了楚歌的手：这一局我来。楚歌愕然。邱无忌传音入密，不过对弈而已，他下了70年，我下了1万年，而且仙家算力他怎么比？来1000个他也算不过我啊。楚歌也知道邱无忌没有输的理由，就算输了，对方凭什么伤一位渡劫修士的魂灵？秋秋想出手，那就压根是个玩虐局，但还是难免好奇，你为什么要争这一局？一则是因为伤了萌萌爸爸的就是他，我要亲自教训；二则嘛，邱无忌瞥了杜连峰一眼，那能把人拖入楚河汉界的杜连峰，才是你更该尝试的对局。邱无忌坐在了齐成泰对面，双方开始摆棋。朱萌萌紧张地拉着邱无忌的手，想喊句秋秋，又怕暴露身份信息，憋得脸都红了。邱无忌揉揉他的手背，笑道：萌萌乖，看我帮你教训他。杜连峰正在对钟毅笑，其实如果你上，胜算虽低，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你确定让年轻人上？钟毅也挺爱下棋的，又年纪成迷，怎么说也下了几十年的棋，就算下不过齐成泰，估计也不会输得太难看。这位女性葫芦娃一听就是年轻人的生意，当然棋力不是这么算的，可真要说随便冒出一个年轻女人就能下赢以此为生的齐成泰，连钟毅自己都不敢信。他无心理会杜连峰的嘲讽，忧心忡忡地问楚歌：你们这是不是太激进了，非要挑战对方的长处？楚歌只是摇头，正是以他们的长处击败他们才是威慑。你丢他下楼有效果吗？没有人比楚歌更信任邱无忌的能力，他就算信不过自己都不会信不过秋秋。而且这是象棋，除了楚河汉界称呼不同，别的规则和书中完全一致，换了围棋估计还得研究一下规则变化呢。钟毅默然。楚歌看向棋盘，随着双方棋子摆好，棋盘和对弈者之间仿佛就形成了一个特异的空间，看不见的气场笼罩其中，仿佛把他们隔成了2个次元，连带着世界规则都变成了棋艺规则，下棋胜负影响到了人的生死。再信得过邱无忌，楚歌都不免捏起了一手冷汗。邱无忌持红先行，啪，当头炮。旁人只看得见先手挪棋子，可在邱无忌的体验上，仿佛到了平野之上，双方阵势凛然，正在对垒。自己成了一个将军，正在发号施令，前方兵卒推着火炮挪到了他指令的方位，遥指敌阵。他知道如果此战战败了，那就是自己这个主帅遭擒，但此时此刻他还是难免有点好笑。这怎么适配规则来着？按照真实的话，炮是轰过去，不是自己跳过去啊？你跳马护卒有用吗？还是说这个炮也是自己扑通跳过去砸人？哎呀，这么一想，怎么忽然好懵？对方阵型微动，有骑士出阵，停在兵卒之后。邱无忌没去测试这炮到底是不是自己跳过去，按部就班的也指挥自家的骑士出列待命。他还觉得挺好玩的，和以前遇见的幻境很类似，但与现实的交互却强了许多。每一个进程都是根据自己落子，胜负看的是棋力。齐成泰拱了一卒，落在邱无忌眼中，对面喊声震天，右军士卒整齐的向前推进，杀气凛然。拱了一卒，却是千军进发。战阵之后，邱无忌的战车轰然鸣响。随着战局渐渐开始白热化，双方的棋子有了第一次交互。
邱无忌遥望前方，双方的兵卒厮杀在一起，刀枪迸发，血肉横飞，战车碾过，重炮轰鸣。目光越过战场，可以看见对方的主帅隐于阵后，在左右视向环绕之中，神色严峻。现实中的齐成泰额角也开始有了汗水，他发现这个葫芦娃棋力好强，自己所有的布局仿佛被一眼看穿，任何诱敌之策毫无作用。对方的目光仿佛能看见千百步外，落在战场的每一处角落，似乎每一个兵卒都与他心心相印，如臂使指。这真是一个初次进行棋艺生死决的年轻人。不说棋力，其他人初次面对这样的场景，光是战场上的血肉横飞，如同真实的杀气，都能让对方气都虚了半截。可这女人始终冷静如冰，连眼眸都没动一下。将！齐成泰咬牙飞车落地，战场之上，战车飞跃而来，杀气直指邱无忌身侧，长硕就要捅来。邱无忌冷冷地斜睨了一眼，明明是虚幻的战车，车上的骑士被这一眼瞥过，竟浑身如坠冰窖，骇然不能动弹。棋盘上的车歪了少许，棋子竟然有了点细微的裂痕。幻境中的一眼，竟影响到了现实棋盘。齐成泰骇然色变，旁观的杜连风都坐不住了，包着石膏的手脚都忍不住撑起扶手，坐直了身躯。你知道吗？齐成泰忽然听见了邱无忌的传音，其实我要赢你，你早都死了。齐成泰，你的灵魂就在我不远，只如插标麦手，你知道我忍得多艰难，才忍住不直接过去拍死你。这棋盘的规则约束对我有等于无。邱无忌淡淡道，下次记住了，我男朋友说的异能不是因果律，面对差距过大的对手，别用你这能力，那叫找死。齐成泰冷汗淋漓，你那样弄死你，想必你也不心服。邱无忌平静地道，让你栽在自己最得意的棋局胜负上，叫你余生不敢入南疆。啪！跃马过河，重炮飞抵，对方的战车轰然炸裂。齐成泰的脸色越来越白，他在棋局胜负本身上都快扛不住了。你到底下了多久的棋？邱无忌偏头想了想，180900多年。齐成泰的棋局陷入下风，周围旁观的都看得出来。朱萌萌脸上泛起喜色，钟意轻轻吁了口气，低头不知道在沉思什么。杜连风显然也看得出来，他神色严峻的直着身子，看向邱无忌的目光里隐含凶戾，似是要行场外之事了。他的能力最合适配合齐成泰做场外功夫，齐成泰的战场只是棋盘局势的诚实反馈，不到最终胜负之时，双方的将帅是无伤的。而他不是，他真正能拖人入战场，拟真棋子攻击，对方甚至不知道是齐成泰的棋局本来就有，还是被第三人插足，所以这两人往往一起行动，秤不离砣，配合起来相当好用。杜连风眼里隐隐闪起了漩涡，就要入场，忽然眼前一花，楚歌悠悠挡在了他面前。我女朋友说了，我的对手是你，你们他妈是来战斗的，还是来喂狗粮的？一个我男朋友说，一个我女朋友说，你们能不能回家说？杜连风心中焦急，懒得跟楚歌扯淡，直接道，一场赌斗殊为无趣，既然这位小兄弟也有兴趣，你我也来一场如何？楚歌笑笑，装什么装，等你呢。齐成泰的神色变得狰狞，钟意急呼，楚歌小心，他的攻击是真实的，但不要和他们缠斗，没有意义。下一刻，楚歌只觉天旋地转，整个房间都变成了战场，他仿佛成了楚汉之争的兵卒，正身处厮杀最激烈的战阵之中，左右都是刀光剑影，身边战友正在倒下，鲜血飞溅而出，溅在他的面具上。一摸，真的有血。有骑士挺枪跃马，冲阵而过，长枪起处带出一条血路，那枪尖寒芒瞬间就到了楚歌的咽喉。枪！楚歌身躯微闪，避开这一枪，顺手抓住枪柄就是一拖。骑士惨叫一声摔下马来，和楚歌撞在一起。不要和他们缠斗，没有意义。钟意的话泛过脑海，楚歌一把箍住骑士的脖子，拿他做盾牌，叮叮叮的挡了一圈周围的刀枪，扬手远跳。首先找到杜连风在哪里，这真的和他的变天基地很像，仿佛一瞬之间变换了时空。杜连风可能并不存在于此，这里只是他的精神识海，或者是引动了自己的精神识海。这其实只是自己想象中的战场，见过的、想过的，或者所谓前世的，扎在记忆深处的变天基地，三生轮回，不过如此。对方的伎俩不过是变天基地的其中一个小部分罢了。那么，你这个战场就只不过是我那世界的其中一角。仙道高远，这人世的鼓角争鸣已经远去久矣，九天之上无人垂听。楚歌的视角慢慢变高变远，慢慢的变成了俯瞰。战场远了，厮杀的双方渐渐远去，如同一群蚂蚁，杀声悠悠远远，直上云霄，直到再也听不见。依稀可见某处高峰，杜连风站在那里，紧张地注视着战场杀局，随时准备操控。楚歌咧嘴一笑，下来吧你。杜连风自从觉醒异能以来，从来没遇上过这么诡异的事情。他的异能开发很高了，本来非常随心所欲，就像那天对战钟意，他也不需要有什么棋盘，瞬间就能把天台化作战场。只不过由于扒拉着天台仓促行事，他也没法把钟意真正拖入什么战场里，被一脚踹过来就破了。但这次不一样，他是做好了充足准备的，还有齐成泰的棋局战场为辅。他可以确信对方是真正坠入了他的精神世界里，面对着真实的战场争雄，那一刀一剑砍过来都是能杀人的。一剑砍过，
魂海寂灭。结果呢？对方如同一个真正的古代战士，避枪夺马，以人为盾，好像真的把他丢战场里都能杀个七进七出的那种。这就算了，换了钟意进去，说不定也这么能打。但一眨眼，人呢？刚刚还在战场厮杀的楚歌忽然就不见了，好像轻轻松松就挣脱了他的世界，跳出了棋局。然而他明明还能感到对方的存在，没有出去啊，这是怎么回事？人在哪啊？正四处搜寻，就听到9天之上传来笑声：“下来吧你！”仿佛有一只巨掌来自天外，一巴掌就把他拍下了山峰，直落红尘。下一刻变成他自己身处战场，左右刀光剑影全冲着他来了。杜连风此时灵魂状态倒是没有手脚石膏，手忙脚乱的左闪右避，心中惊骇无以复加。这是怎么回事？他出了棋局，我入了局。我并没有跳出棋局。空中传来楚歌的声音：“只不过当你的棋局和我的合二为一，你的就太小了，不过一隅。”杜连风，他无法相信这种说法。反正这个战场是自己的世界，那就还可控。他努力驱动自己的能力，先脱离了战场再说，不然真被自己的战场砍成肉泥就搞笑了。不得不说，他对自己的精神控制还是很完美的。心念一动，战场遍及远去，杜连风已经到了远处河岸边，看着那边的烽烟喘气。楚歌刚才说话了，所在已经被他感知。杜连风抬头去找，刚刚惊魂甫定的脸上再度泛起了骇然震惊。天上哪有楚歌？或者说整个天上都是楚歌？万里晴空仿佛浮起一张巨大的葫芦娃脸，脸上的血迹都还没干呢。葫芦娃微微一笑，出来也好，可以看看这万里河山，九州天下。杜连风怒道：“我的棋战没那么多东西，你故弄玄虚有什么用？”楚歌叹了口气：“早就告诉你了，这是我的棋局。风云翻覆，日月无光。”杜连风只觉得狂风席卷，自己根本无法抗拒，被狂风直刮几万里，一路惨叫的连胃酸都要吐出来了，才发现自己没有胃。这只是魂体，因为是灵魂状态，所以他可以恣意摆布，所以哪来的几万里，不过是幻觉。杜连风心中闪过这样的念头，既是精神幻象，那就必有可破之机，一定要冷静，破了他的幻境，就可以反噬对手。关键节点在哪里？找到他虚拟世界的破绽。不知不觉间，杜连风还没发现自己已经从设局让人破的 BOSS， 变成了进了 BOSS 局中寻求破解闯关的勇士了。天上的葫芦娃笑得很欢乐，他也如秋无忌一样，觉得很好玩。当然，他的世界并不想这么展露给人看，做些误导更好一些。楚歌在寻思怎么做误导，杜连风也在寻思怎么破解幻境。他已经留意到了，下方不远是座火山，周围岩浆流淌，山口还是红彤彤的，里面似有火焰，便在大老远的天空上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一个很恐怖的活火山，好像随时还要喷发。杜连风觉得这场景是不是有点破绽？自己是精神遨游，怎么能感受热浪？假如真能烧灼灵魂，他还布置什么火山，直接烧了就完事了。无论真假，反正精神不受这种伤，下去探索必有所得。杜连风下了判断。啊，对，楚歌仿佛猜得到他在想什么，笑眯眯地撤了狂风。杜连风挣脱束缚，直接钻进了火山口。山里是个通道，直通底部，不见其身。果然也只是感受灼热，并没有精神烧灼。杜连风心中笃定，飞速排除浓烟热浪，一路向下，不知道钻了几千几万里，终于到了底部，见到了一个广袤无垠的地底烈焰世界。大片的岩浆，四处火焰蒸腾，根本没有落脚之地，放眼望不到尽头。在精神所及的最远处，仿佛有一粒珠子正在闪烁火光，大有可能就是破阵点。杜连风飞速掠过岩浆和火焰，直奔那颗珠子。就在靠近珠子不到1里之处，灵魂忽然炸响，听到了贯穿魂灵的低吼：“是谁打扰本座沉眠？”杜连风骇然停步，就看见珠子上空浮现一个巨大的火焰人影，人影口如岩浆之池，眼似烈焰燃烧，手上提着一个巨大的火焰钉锤，冲着杜连风狰狞一笑：“就是你这虫子！”杜连风人都傻了，10几年前他也是玩过游戏的来着，这啥拉格纳罗斯？不是，听我说啊！杜连风连个申辩的余地都没有，巨大的火焰钉锤已经拍了下来，如拍虫子。明明不受烈焰伤害的精神体被这一锤敲下，如同裂开似的剧痛，浑身上下每一处节点都仿佛烈焰附着，疯狂的烧灼。谁说精神体不会受到烧灼的？楚歌的传音适时响起：“不要仗着魂体就以为无所畏惧哦，没有火抗装备，不要乱闯。”老杜，这人的异能，莫非是把人拖入魔兽世界的熔火之心？这是杜连风最后的意识。就在他晕死的下一刻，巨大的火焰魔头变成了小火苗，揣着手道：“故人啊，这个。”楚歌道：“因为是你熟人，所以交给你了。”说来他的精神力好像挺强的，你这烈焰之心，一帮鬼魂进来都魂飞魄散的吧？小火苗摸着下巴，这些人还挺有门道的，我这一锤也没锤死，主要我自己现在太虚弱了，已经够了。暂时来说，我也没做好杀人的准备。天道不杀人，小火苗嗤笑。楚歌没理他，精神退出了世界。在钟意、朱萌萌等旁观者眼里，杜连风和楚歌面对面的对视了几分钟，忽然就七窍流血的晕过去了。几乎与此同时，邱无忌的车站在齐成泰的将面前绝杀。齐成泰脸色灰败，他败在了自己纵横一生的棋局里，
输得连个还手之力都没有，想要挣脱棋局停下，却怎么也停不下来，绝望的一步一步看着自己走向败亡。而眼前的女人依然眼如寒霜，连波动都没有。你输了。邱无忌淡淡说着，提车吃掉了齐成泰的将。噗的一声，齐成泰喷出一口鲜血，同样晕死在沙发上。杜连峰那位 OL 秘书吓得脸都白了，坐在一边不知所措。门外冲进无数保镖，看着这副场景，鸦雀无声。我知道你不是秘书，你有异能。楚哥看着那 OL 御姐，淡淡道：操纵人身的异能是你的。那秘书更是惊愕，操纵人身。楚哥盯着他的眼睛，沉默片刻，微微一笑，没事了。他顿了顿，慢慢道：不管你什么职务，回头告诉你们集团，再入南疆半步，他们就是榜样。那秘书脸上的惊惶反而收了，平静地道：我会转达。他嫣然一笑，阁下的筹码值得我们衡量。楚哥没有回答，当先走向房门，目视为首的黑西装。一群黑西装连拦都不敢拦一下，破浪般分开，眼睁睁目送一行人大步离开。直到离开大厦，朱萌萌才弱弱地问：他们死了没有？楚哥道：精神受创比你父亲更严重，除非他们也有秋秋这样的高手救治，否则估计要做1-2年的植物人，甚至躺一辈子。钟毅看了楚哥一眼，没说什么。躺一辈子倒不至于，治疗还是有的，但钟毅觉得邱无忌这种疗伤术难得一见，也不是说找就找得到，躺个1年半载是跑不了。朱萌萌倒是很解恨，活该，最好没人能救。楚哥转头看看钟毅的脸色，问道：觉得我们出手太狠，不这样震慑不了，我都怀疑即使这样都没大用，再来报复挺麻烦的。有用。钟毅摇摇头，他们又不是傻逼，就算真要报复，起码也要弄清楚你们的底细。其实如果换了我是主事人，多半不会再多搞什么。杜连峰和齐成泰又不是他们的爹，有什么好报仇的？楚哥道：没这么简单的吧？当然没。钟毅淡淡道：集团之内少了2个说话大声的，趁机一拥而上包他们的利益才是硬道理，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而他俩也有一些自己人，会陷入一场短暂的撕逼。楚哥点点头，撕完之后呢？对我们的态度上，报复的声音和拉拢的声音会开始撕逼。钟毅笑笑，一个组织之内指望只有一种声音，打了一个来一个，排着队送，那可能性比较小的。楚哥，怎么感觉膝盖中了一箭？我以前的书有没有这么写来着？但这就意味着，一旦决定报复，那就会是雷霆万钧，而不会是找几个人来送。钟毅叹了口气，你们倒好，2只葫芦娃，他们一时半会摸不清你们的底细，连带朱家都会先避开，不敢轻易招惹，倒是感觉我要跑路了才是真的，他们可清楚我有几斤几两。楚哥笑道：我不信你这么怂。钟毅微微一笑，过段时间我先去趟魔都。楚哥便知道他有主意，钟毅交由黑白两道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老妈都觉得他算个人物挺慎重的来着，怎么可能就这点东西？想想刚才那个女秘书的态度，钟毅的分析应该很正确，对方想必也是一堆破事，怎么可能众志成城？真当谁都是信仰凝结的啊？这种事让钟毅这种老油子去处理就好。就算对方真找上门来，楚哥现在也感觉不怕了。那种掌控世界为我所用的感觉，一旦沉浸进去，真的会飘，总觉得对面就算开一个市过来都不够死。所以为什么要过段时间才去？楚哥问。钟毅站在车前驻足，没搞明白那个让我失衡，让老朱坠楼的原因，我放心不下。朱萌萌道：真的不是刚才那伙人？邱无忌道：确实不像，动机对不上，能力也不像。此前他们自信满满的时候，可没必要刻意隐瞒这事，但他们就像完全不知情似的，提都没往这个方向提。钟毅沉思道：感觉有第三方，倒是觉得像是冲着我来的，毕竟先对我出手，无果之后就试图激化我们和杜连峰的矛盾，老朱属于躺枪。但我 TM 我仇家虽然不多，倒也还是有几方的，一时半会想不出哪方会这么干。朱萌萌有些无奈，觉得老爸这波真的可能是被钟毅坑了，可想怪他也怪不出口，毕竟钟毅此前为了爸爸奔忙，还去天台和人打架，很义气了。他只得叹了口气，先上车吧，站外面说话也不方便。朱萌萌开的是一辆白色卡宴，大家来此就是坐他的车来的，来时注意力不在这，此时有了闲心，邱无忌就觉得这大青蛙还挺可爱的。萌萌，你这青蛙车多少钱啊？楚哥刚刚摘下面具，闻言又捂住了脸，还是别问了。朱萌萌启动了车子，笑道：也就家用车，爸爸不让我太高调，连 turbo 版都没让我上。楚哥，也就家用车。却听朱萌萌絮道：你要不送你一辆。楚哥，萌萌姐，呜呜。邱无忌看他那德性就知道这车多半又是贵的离谱的那种，无奈道：我就问问，以后买车参考，又没说要你送。楚哥，呜呜。邱无忌瞪了他一眼，楚哥立刻坐直，我是不会对富婆屈服的。朱萌萌看了眼后视镜，失笑道：你们救了我爸爸，又帮我们解决了天大的麻烦，就算让爸爸自己说，他也是会送你们礼物报答的。如果区区一辆车都不收，那是看不起我们家。邱无忌道：那也不一定要车。哦，是了，你们要婚房对不对？好说。不是。邱无忌捂脸，别变味了呀，萌萌。朱萌萌叹了口气，你们啊，行吧，回头再说。邱无忌对车还是一直都有点兴趣，
以前就琢磨过张其仁的大 G， 倒不是说喜欢车本身，他连车的品牌都报不出3个呢。也不是有什么很需要车的地方，衣食住行嘛，此事和书中世界最大的出行区别就在这里，他都想一一体验罢了。然而世界很现实，你没钱，想体验也没门。楚哥看他样子，也就琢磨着啥时候真买辆车算了。他们那个小区毕竟几环外，车位不算太拥挤，真想用车还是相对方便的，并不存在以前忽悠他的车位多贵的问题。自食其力的话，买个什么车倒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牌子倒是无所谓，关键要性价比高，配置好，又漂亮，还要大。他知道秋秋肯定要大的，能装。钟毅坐在前排副驾，透过右外后视镜一直在看楚哥的表情，忽然微微一笑，真是不容易，异能到了他这么强大的程度，想要辆车还在琢磨着自食其力。若是人人如此，异能的诞生又有什么问题？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回到医院，蔡志坚正扶着老朱在草地上散步，进行康复活动，倒是很不错的孝顺女婿的模样。看得出这番照顾让老朱对他的芥蒂好像也消了不少，脸上都挂着微笑。同时周围也来了些保镖护在四周，看来老朱遭了劫难，已经抛弃以前漫不经心逛公园下棋拍照的德性，开始调人护持自己了。朱萌萌看了爸爸和老公其乐融融的样子，也很是高兴，飞奔过去扶住父亲另一边，笑道：爸爸今天感觉好点吗？老朱道：除了精神还有些疲惫，整体还挺好。志坚说你去见杜连峰，他们没有欺负你吧？我已经决定了，回头就把矿卖了完事，以后也没。爸爸，他们被赶走了。老朱目视钟毅，钟毅点了点头。老朱瞬间就想到神一样的3娃和6娃，神色抽搐的看着楚哥老半天，才对钟毅叹了口气：你说你搞什么黑屋，最后全是人家帮你黑屋的忙。钟毅理直气壮：他们就不是我黑屋的人了。操！所以你加入黑屋没加错吧？以后索性面具都摘了，那点本事装什么蒙面人？老朱懒得理他，转头冲着楚哥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3娃一起没说的，以后要老朱做些什么尽管开口。哦对了，看你天天骑个小电驴，搞辆好车怎么样？朱萌萌便笑。楚哥捂脸，怎么父女俩一个脑回路啊？我不要这个行不行？哦，那房不是老朱啊。楚哥搭着他的肩膀，如果真要感谢我呢，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肯不肯啊？把萌萌嫁你。蔡志坚。朱萌萌。邱无忌大怒：老贼，就你的事我没分尸吗？开玩笑开玩笑的。老朱慌忙陪笑。黑屋谁不知道6娃虽然话说的少，其实3娃才是妻管严啊。他颇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就那么个意思。你连要我女儿我都给，别说其他的了，说吧，要什么？倒也不要什么，只是想去你矿底下研究1、2。楚哥小心打量老朱的神情，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属于逆鳞，毕竟一切都是这玩意引发的，万一老朱觉得他也图谋不轨就不好了。却见老朱洒然一笑：我当是什么呢？其实要不是涉及财产分割之类麻烦事，我矿都可以送你。产业不等同于其他财物，财物可以送你，产业就要考虑家人了。看老朱说出这句话后，蔡志坚微变的脸色就知道这是麻烦。当然楚哥自己也没想要，他想的只不过是能好好考察一下这片矿。出发点当然和杜连峰是一模一样的，研究灵气复苏的起源。矿藏在地下，往地下深处观察，找到门道的可能性当然比地面更高些。其实也悬，因为那地方显然官方看过，钟毅也看过，大家都没找出什么名堂，否则也未必还能留在老朱手里。楚哥俩口子自忖和别人不太一样，寻思自己去看看，或许别有发现。其实杜连峰那伙人也是这么想的，还有很多人这么想。老朱伤没好，此时不能带楚哥去。下矿的是朱萌萌从来不接触的，去也是添乱，便和老公换班，自己留着陪爸爸。蔡志坚领了最高权限，陪着楚哥去了矿区。路上蔡志坚也在道谢：多谢了，这次没你们，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楚哥便问：怎么，听你这语气，真打算和萌萌姐和好过日子了？哈，本来就是夫妻过日子，只不过是和你们观念中过日子的方式不太一样。蔡志坚也不讳言，其实我们怎么玩也没想过离婚，这角度说感情也不差。重新定义感情不差。邱无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理解不能。这就是都市新人类嘛，咱1万岁的老奶奶真没见过。他瞥了楚哥一眼，楚哥倒是似笑非笑的，看来起码听说过。他悄悄伸手去揪楚哥的腰肉，切齿道：你是不是也想？楚哥顺手抓住他的小手，轻笑道：我想到你那样，我还不如去跳河，想多了你。哼。邱无忌也不说话了，任由他握着手。楚哥当然不是那种人了，那骨子里的占有欲浓着呢，那是一个世界的占有欲，连小火苗有泄露的可能，都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抹杀的念头，不是闹着玩的。何况对他的女人，呸，谁是他的女人？去矿区有点远，楚哥和蔡志坚也没什么话说，也没法公然在车上和邱无忌你侬我侬的，有点无聊，便打开了手机和群友扯淡。早上没码字，更新的是昨晚的存稿定时，看了一眼，正好此时定时更新没多久，全体都在骂短小男。楚哥很委屈，附耳问邱无忌：我短吗？邱无忌斜睨他一眼：你说呢？楚哥切齿道：你都把握过了。邱无忌飞速瞥了前座一眼，同样切齿，再满嘴跑火车就不是把握了，
是切割。楚歌道：只要承认现在是把握就行了。邱无忌，因为只有够大才是把握，小的只能叫拿捏。邱无忌扑的笑出声来，捶着他的肩膀道：谁你的群？别和我扯淡。楚歌道：你也可以下一个玩车的 app 研究一下。邱无忌道：我研究那个干嘛？因为我知道你想体验。楚歌握着他的手，微笑道：只要你想的，我都想办法完成。邱无忌看着他的侧脸，抿了抿嘴，就你会说甜言蜜语。顿了一下，又垂下脑袋，我是不是特别麻烦，要求特多？其他女孩子想必好养多了。楚歌的神情变得很是精彩，您想多了，换了其他的，看我没房没车，早让我滚了好吗？还等现在？居然还不好意思来着？你问问老蔡，见过那么多女人，有这样的没？这话没压低，蔡志坚听了个分明，笑道：那种的才好办，你搞个众泰，换个保时捷标，他们就能柔情似水。楚歌，邱无忌便记住了众泰，听起来像是和萌萌的青蛙车很像，却又很便宜的意思。那好像可以啊。等等，这么算起来，我是不是成了蔡志坚口中那种女人了？好像不是一个意图啊。正扯淡间，楚歌手机 QQ 上编辑的头像闪了起来。楚歌，你问的进度，我特意帮你问了一下，好像是寄了。不是，你传达寄了这种让人悲伤的结果，为什么要用楚歌的欢乐语气？咦，怎么听起来你也不悲伤啊？楚歌手指悬浮了片刻，苦笑一声，继续输入。因为这么久没下文，本来期待就不高吧。话说我这些日子高歌猛进，有点飘了，也该来一棒槌，冷静冷静。编辑道：这个心态可以，放心，我们会继续帮你推，成绩摆着，还是有底气的。咦，大大，感觉你现在对我很好啊，我不搞基的。编辑道：这话说的，我对你什么时候不好过？可以。楚歌发了一张撅起屁股的表情，菊花已经准备好了，大大多多关照。邱无忌侧目，死 M 男童。却见编辑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回：话说，你不会在我手头3年多了，还不知道我是女的吧？楚歌，邱无忌，还好楚歌没针对自家编辑说过位，那个平胸编辑，不然估计号都没了。编辑痛心疾首：你这种作者真奇怪，一天天的都在干嘛呢？楚歌人都傻了，那个以前我写后宫的，也没见你说啥啊。我是职业编辑，管你什么宫，写主角自宫也不关我事，我只管能不能出成绩。话说回来了，你这本转型之后，我才开始跟读的。一开始是发现作者转型，寻思要不要帮忙把控一下，后来发现写的真不错，就推荐给了主编关注。加油吧，我觉得你后劲还很足，搞不好今年会真有你一席之地，到时候面谈。楚歌想起当初编辑说的编辑部很看好，当时自己莫名其妙，编辑好端端的怎么会跟读自己这本当时不上不下的书？原来关键居然在这呢，往自己还猜半天，是不是张其人使了劲啊？是不是爸妈出手了呀？甚至都猜过顾若言呢。原来真相就这么简单，而且感觉特别好，因为这就是靠自己的作品本身得到了编辑乃至主编的认可。楚歌诚心回应：谢了，真有去年会的时候请小姐姐吃饭，那就免了。编辑道：这本版权如果真出不去的话，也别太在意，影视动漫的评估标准和我们不太一样，这种事儿终归要看点运气。知道了。楚歌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邱无忌小心地道：编辑真是女的呀？是啊。漂亮吗？按理网站上有照片，我怎么就没留意过呢？楚歌叹气道：漂不漂亮也不关我事了呀，咱能不能关注重点？现在重点是版权没戏了，编辑那意思基本就是让我别期待。邱无忌握着他的手，微微一笑：没关系，其实我们的世界存，就算真的拍出来，也不一定有人看，对我们意义未知。这倒是的，他们的情况和一般想卖版权赚钱的是两码事，追求的是世界存在感和认同度，而不是钱和名。就算卖的价值连城，拍的没人看，有个啥用？对他们毫无意义。楚歌便也不去纠结，笑道：管他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却听前座蔡志坚忽然说话了：还是版权的事儿，卖不出去。是啊，这个我真能帮上的。蔡志坚笑道：你们帮了我们家这么多，有事别和我们客气啊。楚歌看着他的后脑勺半晌，忽然笑了：再说吧，说不定真有用得着你的地方，我可不会客气的。蔡志坚也笑：好说好说。邱无忌本能觉得楚歌这话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楚歌正常找人办事的说话风格，瞧他刚才对编辑那种撅屁股的态度和这个态度，还没等想出个门道，车辆刹停，矿区到了。戴着安全帽进了矿区里，矿区有点冷清，因为假期的缘故并未开工，只有少数人在做安全值守，倒也方便楚歌他们探查。真正到了里面，听着蔡志坚的介绍，楚歌才知道其实老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至少早年不是，因为南疆就没真正的紫砂矿，老朱这厮以不知道什么狗屁的沙土冒充好紫砂，就这么发家的。换句话说，现在楚歌自己泡茶用的那个大壶也不是什么好料。俩口子捏着拳头，都寻思回去揍老朱一顿。虽然不是什么真紫砂，不过该有的也都有。蔡志坚指着砂岩剖面，介绍道：你们看这上面是表土层，然后是黄石层，往下就是朱泥了，再下去是棉头假泥，然后绿泥。你们看这边的还有红泥层。楚歌看得两眼圈圈，邱无忌倒是看得不断点头。老太太见多了，
宅男楚哥是真不知道，还以为矿就是一块一块一车一车的呢，没想到一片岩石还分这么多层，其中每一层还都各有用处。这尼玛普通人怎么认得了哪种壶好啊？还不是全听商家吹屁。所以真说我们卖的多次品倒也不至于，东西还是可以的，至于有没有那些养生健体的价值，呵呵。蔡志坚笑了一下，真紫砂有没有我是不好说，但我们的假紫砂倒是真有。确实，由于灵气滋养，真正说起保健意义的话，现在老朱这片假玩意反而真正的价值连城，哪怕制壶之后含量非常稀薄。之所以不卖，恐怕主因也是这个，因为现在这种价值已经无法估量了。要是按普通矿产卖，怎么可能乐意啊？加倍也不肯吧。三人说着，电缆车已经渐渐到了矿井底部。其实矿井挖掘不深，和那些煤业相比不是一个级数，抬头还能看见天日来着，但再怎么不深也是有点门道的。拐进矿道里，左右矿灯昏暗，渐渐深入进去就有了些寒意和渗人的味儿。三人的脚步声在这种环境里听着都感觉像个鬼片。蔡志坚笑容开始有些勉强，这个还真没这么少的人下来看过，有点那啥。放心，楚哥大咧咧地拍拍他的肩膀，真有鬼，男的打晕了送你，女的送我家秋秋做丫鬟。蔡志坚有些无奈，不管男女，你自己留着吧。快到了，矿洞真不深，没走多远就到了底部一个大坑。楚哥直接跳了下去，四处掏摸了一阵，这就最底了。没错，目前开采的进程，这就是最底了。当然，矿坑不止这一个，还有多处，这里应该是最深的一个。如果要看别处，我们等会全部看一遍。楚哥笑道：“老蔡，你不是没异能吗？也对这个很关心啊。”蔡志坚笑笑：“自家的矿好吧？所有人都这么关心，我能跟萌萌一样没心没肺。再说了，指不定我就能从中得到异能了呢。”也对，有想法。楚哥笑了一下，没多说，蹲在矿坑底部，伸手轻轻按着地面，试图感应更深处是否有猫腻。邱无忌早就已经这么做了，他的纤手搭在坑底，眼眸里闪着幽幽的光，显然已经极力催动神识，覆盖了地底不知多少方圆。探查的结果可以说有发现，因为这个坑下面曾经还被挖进去过，只是不知为何又填上了。也可以说没结果，这整个区域所有岩层全部都含着淡淡的灵气，也没有哪里特别浓郁，也没有很明确的流转来源，仿佛天开辟地起就一直是这样似的。如果非说有来源，那只能说来源更深更远，大家还没接触到，也正常。要是很好找，也等不到现在了。老蔡，楚哥忽然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里的矿物有特殊的？”从我岳父开始自己做紫砂壶起吧。蔡志坚道：“以前只是卖矿制泥，给别人做工艺制壶的，后来发现人家卖的壶回头客很高，好像有保健作用。岳父就觉得吃了亏，停了协议不说，还自己开始做壶了。”楚哥大概几年前？蔡志坚想了想，应该有5、6年的样子了。那时候我都不认识萌萌，或者刚认识，反正这也是我后来听说的了。5、6年听起来是个很随意的时间节点，但楚哥还是难免想起了月影。他说他的异能觉醒也是5、6年，而自家爸妈开始变得忙碌，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感觉那1、2年肯定发生过什么，回头再问问钟义，或者索性问老妈算了。话说老朱没打算自己往更深处钻进去研究吗？蔡志坚笑道：“曾经有地质队的人来考察过，就是这个坑往下又挖了几10米，没发现什么，又填上了。岳父也就觉得官方都找不出门道，靠自己去研究这玩意就更不靠谱了，还不如安稳吃矿赚钱就是了。”楚哥点了点头，忽然笑道：“有个不情之请。”蔡志坚道：“不客气，请说。能不能请你回避一下？我俩有些举动不太好让人看。”蔡志坚惊诧地瞪大眼睛，看看楚哥，又看看邱无忌：“你们不是吧？在这场合也能玩？”邱无忌眼睛瞪得比他还大：“你们这些男人的脑回路到底怎么回事？”楚哥舔着脸搂住他的腰：“没错，我们的癖好有点特殊。”蔡志坚哭笑不得地退了出去。邱无忌面无表情地目送蔡志坚离开矿坑，直到听见电缆车上去的声音，才暗中传念问楚哥：“想土遁下去看？”楚哥也传念回：“是啊，正好曾经被挖掘过，相对松弛，我能学土遁术不？你现学差了点，还是我下去看吧，也一样的。”邱无忌道：“为什么要忽悠他离开？求求你现在好聪明啊，听我说一句就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废话，难道你还真是癖好特殊，想在这里干什么不成？楚哥就偷偷去看云际山，其实也有点想。邱无忌踹了他一脚，问你话呢？倒也没什么，只不过此人明明有异能，一直扮猪，我天然就对他有点戒备感。反正我们的能力能少暴露一点，给别人就少暴露一点呗。土遁又是个新玩意，别给他看就是了。感觉不止为此，你不觉得他一个影视公司的，对矿业的了解有点多了吗？而且还是和萌萌姐长期分居的前提之下，他什么时候管过矿啊？邱无忌微微眯起了眼睛，好奇心是最害人的，不让他看，他一定会更想看。楚哥继续传念：“如果我们能发现他是用什么能力偷看或偷听我们的行动，我感觉这收获也不见得比找到矿物灵气来源的收获小到哪里去。”邱无忌叹了口气，写书的心都脏。他不再传念，正常说：“我下去了，你替我护法。”楚哥点了点头，还没说话呢，眼前一花，
邱无忌已经遁入地底不见了。楚歌默默感应四周的精神波动，尤其是来自于坑顶蔡之间的，但一无所获，什么波动都没有。他紧紧皱起了眉头，难道真是自己想的太多了？那边邱无忌施展土遁之术，越钻越深，很快就超越了原本地质队钻进去的那几十米，到了更深入的地下，直到厚厚的岩层阻隔再也不够力量深入，才停了下来。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想搞明白所谓灵气复苏的根源，可惜和想象中的不同，本以为往下找能发现更浓郁的灵气，然后循着线索找到根源，结果越往下反而越稀薄，到了他停下的位置，灵气都已经没了。那么就不是来自底下，而是其他方向，也不像，如果是横向而来，那其他地方也会遍布灵气才对，怎么就老朱这矿有呢？真是奇怪。邱无忌下过无数秘境各类副本，也很少见这种奇怪的现象，难怪这么多年没人找出门道来。难道天上来的？他脑海中浮现一种场面，某月某日，天降灵气团，落入的地方产生了灵气，沐浴到的人产生了异能。虽然听着有点荒唐，但反而是以目前的考察结果最接近的判断。其实也是官方目前的阶段性判断，灵气是全球同时复苏的，不是一个来源。最支持他想法的证据是，老朱这片矿的灵气正在消散，再过几年好像也就没了，说明这灵气没有什么强大的根源长久供给，随着开发挖掘，早晚会散尽的。怪不得国家 SSS 的都不来纠结这些地方，也就他们和杜连峰这些刚听说的外人对此兴致勃勃。想到这里，邱无忌并没有线索中断的失望，反倒是有了些叹息。就这么一个灵气没几年就要消散的甲子沙矿，而且没消散之前的灵气也就这么稀薄而已，结果惹来了多少烦恼，杀身之祸都惹出来了。邱无忌摇摇头，土遁而回。咦，等等！路过地质队挖开的部分，邱无忌忽然又停了下来。他突兀的有了一种违和感。土遁术不是破土而下，是深融于土，尤其此区本质是混体，更是融得干脆利落，是不会挤开周围岩石泥土的。但这次路过却撞开了一小块碎岩。邱无忌小心地盯着那块碎岩，越看越违和。一块和周围没有任何区别的岩石，就是别人挖下来的时候崩碎岩石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中的剖面、纹理乃至于内部构造都和此地的所有岩石完全吻合，甚至连其中蕴含的丝丝灵气都没有差异。但他怎么会被自己撞开呢？难道这不是石头？那是什么？邱无忌紧紧盯着，似乎觉得这石头也在看自己。他蹙眉想了一阵子，暗忖这不可能是灵气来源，反而是其他意义，说不定就是楚哥猜测的蔡志坚在观察这里。他没去碰着石头，装着什么都没看出来，直接回归地面。楚哥正在上面矿坑里搓着手团团转，好像产房外等妻子临盆的丈夫。看见邱无忌出现，楚哥大松一口气，上前就抱。这么久，急死我了。邱无忌心里有点甜，他着急的是自己的状况，而不是问有什么收获。一无所获。他轻松地道，这次弄不出一个棒珠给你用了。说着一边传念，有点别的发现，回去说。楚哥会意，笑道，没就没呗，一片矿在这里这么多年了，真有什么早被发现了，我们也就来碰碰运气，还真想几分钟就找出别人找不出的东西啊。邱无忌笑道，本来真想啊，不然谁来钻洞？哈哈。楚哥拉着他的手往外走，那是主角待遇，自从我发现版权都卖不出去，就知道我没那待遇了，老实点回家码字。你还不是主角待遇啊？对，你超越了主角待遇。邱无忌哼唧唧的嘀咕两声，没多说什么，两人也回了电缆车，一路回到地面。蔡志坚还站在上面等，见两人出来，目光暧昧的盯着楚哥，上下打量了一眼，笑道，厉害，这种环境都可以。楚哥做事欲踢，行了，没发现，回去吧。蔡志坚也没有白来一趟浪费时间的郁闷，依然微微笑着，开车送两人回到医院。这次的事情还是让我觉得家里需要一个男人。老朱靠在病床上，拉着蔡志坚的手叹气道，好好照顾萌萌。蔡志坚回答的铿锵有力，爸爸放心，我回头就搬回去。朱萌萌神色有些喜意，年纪老大不小了，你们也别顾着玩，好好过日子，生个娃。老朱又劝朱萌萌。朱萌萌哦了一声。至于这片矿，老朱沉吟片刻，还是道，我确实不想要了，这矿我打算市价卖给国有，才是他最恰当的归宿，不会害任何人。以后我们自己就做壶，卖茶叶，嗨，其实也是暴利，够你生几个娃都吃不完。朱萌萌对矿是一点兴趣都没有，闻言倒是挺乐呵的，就应该这样，让他们找国家去。现在那些人都还没走呢，我都怕他们杀回马枪。蔡志坚笑笑没说话。邱无忌开口道，回马枪可能性是不高了，别太担心。倒是另外有事问问伯父，当时地质队来考察的时候有什么特殊情况吗？老朱想了想，有几个不太像地质队的人吧。哦对了，领头的一个长得还和楚哥有点像，哈哈。楚哥一怔，和我有点像。多大年纪？50多吧，长得可帅了，还留了一字胡跟鲁迅似的，有点文人气。楚哥，那没事了。邱无忌传念，怎么？我还想问问呢。楚哥，问啥？那就我爹啊，那骚包胡子一听就知道，要不然哪有谁能跟我差不多帅？邱无忌，所以那个奇怪的石头是楚爸爸留下的，留下来观测这片矿。那石头好奇怪啊，看他若有所思的样子，楚哥传念道，
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回头说，大不了问问我妈，应该什么事都明白了，总强过自己瞎猜。邱无忌点了点头。楚哥便道：这里没我们什么事了，我和秋秋先回去了，我送送你们。朱萌萌亲热地挽着邱无忌的胳膊往外走。秋秋你真是我的贵人，我要是皇帝一定把你拐进后宫。楚哥没好气道：好像我没出力一样，你就这样拐我女朋友？邱无忌便笑：亲父女啊，他爸爸也当我没出力似的，要把女儿嫁你呢。朱萌萌笑嘻嘻的附耳道：秋秋吃醋的样子好可爱啊。哼哼，谁吃他的醋，臭猪一只，你有本事就泡去啊，我可没本事，怕被你打。朱萌萌笑嘻嘻道：说不定我老公有本事，我都看见他和楚哥身上连了一条线了，不知道是友情还是激情嬉戏。邱无忌看了楚哥一眼，楚哥脚步微微一顿，又若无其事的笑骂：操，我真的不是男童。邱无忌问道：萌萌你看得出这些线代表了什么关系吗？除了爱情线比较好认，别的看不出啊。朱萌萌有些叹气，说不定以后锻炼高了可以看出来吧，现在和我爸爸那种不靠谱的占卜也没多大区别，谁和谁没点关系线啊？我和你也有啊。楚哥似是无意的问：那老蔡和钟毅也有线吗？怎么说也是熟人，肯定有的吗？回到家里，邱无忌好像有些疲惫的把自己砸在沙发上，随手揪过沙发上的小猪抱枕抱着，下巴抵在上面沉思。楚哥也靠在一边休息，问道：究竟在下面发现什么了，这么出神？首先就是这片矿根本就没有什么灵气之源，起码我找不出来。楚哥也不在意，你都找不出来，那想必就是真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呗，又不是我们的矿。邱无忌犹豫了一下，但是令尊，楚哥丁，伯父，哎呀，就令尊怎么了？邱无忌揪着他的衣领子，是不是太久没揍你了，让你忘了自己现在还多彩？楚哥举手投降，没，我爸怎么了？那地方有一块特殊的石头，看上去和别的石头没两样，就是岩石被崩碎的部分随处可见。然后呢？然后我的土遁之术却不能与之相融，撞开了。邱无忌又抱回了小猪抱枕，出神地说：无论怎么分析成分，它都只是一块石头，但它一定不是正常的石头，结构必有微妙不同。上次听到这么有道理的话，还是上次。我说的是，这块石头很可能是变出来的，变出它的人很可能也不是太了解石头成分结构，只是模拟一下就丢那了，所以它细微处和正常石头有异，导致我融不进去。这回轮到楚哥瞪大了眼睛，无中生有，还是变化术？不是说问问你妈？楚哥犹豫片刻，摇了摇头，别的事可以问，如果是这种明显涉及 SSS 保密的事情，问了也是为难老人家。你呀，就是太替别人想了。那可不是别人。楚哥低声道：我倒是觉得，结合我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判断，幻想巨现，可能性高达90%。邱无忌同意这一点。幻想一块石头在那里，就有一块石头真的在那里，多半和自身精神识海还有点关联，随时关注判断该处的灵气变化状况。这种能力高了的话，真的非常可怕。天知道他能具现出什么东西来。SSS 该当此评。真是这个的话，我爹如果有意要瞒他的能力，那估计全世界也没法猜，太变化多端了，爱怎么误导就怎么误导。楚哥道：只有我们结合自己的情况能猜，那也就更别去多话，万一泄露什么，可是妥妥的坑爹。邱无忌点点头，倒是懒得去纠结了。其实楚哥的爸妈是什么能力，他并无兴趣，也许从中可以窥探楚哥的能力，但楚哥就在身边，何必舍近求远？除此之外，他对这世界的任何人的能力都不感兴趣。哪怕幻想巨现非常牛逼，邱无忌有自己坚定的路，他的见到他的仙途才是唯一。修道造化，自己也能无中生有，也能一念创世，甚至比他们还直观。只是可惜了，本来以为这个矿是个窥探灵气复苏的引子，事实证明人家 SSS 都关注过了，没什么可看的了。其实理论上，国家机器在查的事儿，很难有遗漏下来让别人自己寻找的秘密，无论是忠义杜连峰，还是他们，感觉都是白费劲。去研究灵气来源，还不如多研究自己的修行，什么时候能真身出来，或者楚哥进去，好像还更有意义一点。转头看看楚哥，楚哥也靠在沙发背上想事儿。邱无忌问：你还在想这个？我现在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大意义了，灵气怎么复苏的，细想之下与我们何干？像这次遇着机会了，顺手研究一下而已，为此纠结好像大可不必。不，我早就懒得想了，我自己爹妈在管的事，我管那么多干嘛？早晚有天要告诉我。那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蔡志坚。邱无忌笑道：就觉得你还是在怀疑蔡志坚，但我觉得没什么破绽，我去了矿底，也没有感觉到来自于他的神念波动，他也没这能力。秋秋，可能你那边没见过类似的，思维会受限，但我是码字的。楚哥出神地道：我的想象力可能比较玄乎，也不一定合理，但我这会儿真的能脑补出一些东西，虽然纯属脑补。说来听听。邱无忌有点兴趣，说不定我能参谋呢。我在想啊，会不会萌萌看见的关联线，其实有些人是可以操纵的。楚哥道：你看蔡志坚搞影视的对不？导演嘛，操纵演员的一举一动，然后扑通扯着人跳了下去。邱无忌，您这脑补是有点夸张了，咱们修仙的傀儡术也没这么玩的，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关联线，那还不无敌了。
还生拉硬扯，和导演都扯上关系了。人家短视频导演又不是布袋戏。不对，正因为总往修仙想，所以思维受限，说不定楚哥想的还真有那么一定的道理呢。主要是我感觉他有动机啊。楚哥喃喃道：朱萌萌是他老婆，这矿就有他一份，对不对？但矿终究是老朱的，老朱不喜欢他，朱萌萌又爱玩，和他貌合神离，以前他不一定有戏。这次机会刚好来了，只要老朱死了。邱无忌的眼睛慢慢瞪大。楚哥絮道：你看，朱萌萌想与他复合，他半推半就的真和好了，但老朱还是看不上他，恰逢外人砸场子。如果老朱真死了，我们只会怀疑杜连风那伙人，谁也不会怀疑他，所以他特意在钟义和杜连风交战时出了一次手，误导钟义觉得是杜连风的人，紧接着就回头控制老朱跳下去。天知道你预先布置了防御术法，让他功亏一篑。邱无忌问道：你是一直就有这种猜疑？倒没那么机灵，如果老朱真的死了，我们找上杜连风的时候可就没那么多话唧唧歪歪，估计直接开战要杀人了，有什么误会也没法解。然而老朱没死，杜连风约谈朱萌萌，威胁的话是说了一堆，反倒恰恰证明了他们没杀老朱的意思。这回我和钟义都觉得不对了。邱无忌道：钟义觉得可能是冲着他来的其他仇家。是，他的角度第一反应肯定是这种。楚哥喃喃道：但我就觉得哪来那么多第三方？有没有一种可能，第三方就在我们中间？不太可能是钟义，又不是你我，那能是谁？恰好你又看出蔡志坚是有异能的，偏偏他一直藏着。邱无忌忍不住笑：被你这么说的，我都要觉得是他了。很丝丝入扣，对不对？楚哥叉腰：还有更细节的补完呢。哪些？比如他一直拉拢我，我版权卖不卖得出去？他未免太伤心了吧？他和我有这交情吗？要是朱萌萌这么提，让她老公帮我们一下，那倒还正常。朱萌萌屁话都没说呢，满脑子都只是送车送房什么的，偏偏蔡志坚自己几次三番主动提，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会不会夷陵窃府了点？再加上他对那片矿部应有的熟悉。楚哥道：我可能是夷陵窃府，但在老朱跳楼的原因没弄清楚之前，怎么谨慎猜疑也不为过，否则还会有下一次的。邱无忌颔首赞成：你打算怎么做？逼他露出马脚？如果真的是他，那他一定会自己露出马脚的。楚哥笑笑：今年老朱说了，要把矿卖给国有，趁着杜连风那伙人还没上飞机，还存在最后的甩锅可能，今晚我们关注一下，说不定就有收获。邱无忌抬头想了半天，觉得楚哥的分析越发有道理，不由轻声叹了口气。本作可以断定，这矿的灵气最多5年就消散殆尽了，可笑一群人趋之若鹜，用尽度长。两人对视一眼，都觉得好讽刺。两人都没再说什么，今天事多也没空做饭，直接喊外卖吃了。楚哥就老老实实去码字，邱无忌便在暗中放开神念，关注老朱那边的变化。这事有邱无忌盯着就足够，反正楚哥的神念也帮不上忙。对楚哥来说，再多的事情都比不上码字更新重要。如今楚哥的剧情主要是主角楚天歌在海对面的遭遇，两岸的实力对比是差不多的，并非更高力量地图，和邱无忌严千烈同档的强者数量也和九州差不多。更主要是风土人情的全面不同，不再是宗门制度，而是修士王国体系。楚哥是参考了中世纪魔幻类的一些设定，揉在东方修仙里，加入各类种族和妖物庞杂，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光是设定就列了几页文档，加上各种人物，王国陨灭，英雄悲歌，群像戏的味道也就出来了。其实邱无忌需求的白虎獠牙就在这里，这也是两边的后续交集线。但如今这部分剧情对于楚哥的意义，已经不纯粹是剧情本身，而是世界的完善度。把整个世界完善了，地图全面铺开，风土人情乃至建筑饮食全部展开，这个世界就像真的一样，至少在人们心里可以想象出来这世界是怎样的。这是对于楚哥最重大的意义。经历了和杜连风的交手，楚哥对自己的能力认知开始更加明确了。现在感觉自己对世界的掌控，其实和修行关系不太大的，修行带来的只是变天基地和空间之术的配合运用，让他知道怎么去尝试掌控而已。其实掌控力与修行实力好像没什么关系。现在这点低端修行都已经可以不通过书写，直接使唤日升月落了，虽然程度还比较低，可再低也不是这点修行能达成的事啊。以前也是修正严千烈的白岩，修正邱无忌的飞升，这都不是自己这点修行办得到的，靠的就是 GM 权限，这是我的棋局。能达成怎样的程度，绝对是与世界完善度、世界认同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完善度就在自己手里，能发挥成怎样完全取决于自己。可世界认同度，楚哥轻轻叹了口气，现在感觉自己的关键节点就在这里，兜兜转转怎么都绕不过去。蔡志坚对人心拿捏还是比较准的，知道他楚哥真的很需要这个。如果真自己找人帮忙的话，找谁比较合适？让爸妈出手帮一次吗？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码字的时间总是特别快过，当楚哥上传了今天的章节，天已黄昏。邱无忌走了进来，很自然地帮他捏了捏肩，累了吗？楚哥按着他的手背，转头笑笑，还好，今天码的也顺利。我关注萌萌那边，无心出去买菜做饭，我们出去吃点。不想做就不做。楚哥长身而起，笑道：我家秋秋越来越贤惠了。邱无忌也觉得自己越来越贤惠了，贤惠的自己都不自在，为什么没做饭还要跟他交代啊？还是自己主动柔柔地说的，真气人。
他掐着楚哥，凶道：“我一点都不贤惠，我甚至不想吃饭。快点把我的身体想象成不会饿，我不要吃饭。”楚哥眨巴眼睛，陪笑道：“在我能辟谷之前陪我吃吗？你自私。”楚哥小心翼翼地给他递了颗奶糖。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如果你不想吃了，看着我吃，那才比较难受。邱无忌眼睛直了一下，愤然地拨开奶糖丢进嘴里，不给你吃。楚哥正要说什么，手机响起提示声，打开一看，是中医的信息。杜连峰一行订的是7点多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就走了。我一直盯着，没什么幺蛾子。楚哥回：知道了。和老朱他们说了没？也说了。楚哥看着这句话沉默了几秒，低声对邱无忌道：恐怕我们最好别吃饭了，我建议去医院蹲着。邱无忌怔了怔，这还没天黑，他敢？小心没坏处，我们也不差一顿饭。邱无忌深以为然，拉着楚哥迅速闪现而去。医院里，朱萌萌照顾了父亲一天，有些疲惫地捶了捶腰。母亲病逝的早，朱萌萌一直都是被老朱宠上了天的小公主，还真没好好照顾过病人。现在才知道，原来照顾人这么累，但再累还是挺开心的。爸爸没事就是最好的，爸爸还要把那破矿卖出去，以后就更没事了。老公也有和好的意愿，可以开开心心过日子，生2个胖娃，一定很萌。正在憧憬娃娃要叫什么名字，肚子咕咕响了起来，好饿。蔡志坚在一旁道：我来照顾爸爸，你先去吃饭。朱萌萌摇头：你去吃吧，顺便帮我和爸爸都带一份。也行。蔡志坚也不坚持，转身离开病房。离开之前还叮嘱保镖别懈怠，护好朱总和小姐。他一路出了长廊，先去了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打开一个坑位门蹲了进去。看似一个很正常的上厕所，可如果有人看见，就会发现他根本没蹲坑，而是在做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他扯了一段卫生纸，搓成剑形，先放在河上，然后走开一步，似乎在比对调整距离，直到觉得差不多了，身躯微蹲，后仰靠墙，姿势极为古怪，好像在模拟背靠床头的样子。直到一切看着差不离，蔡志坚眼里慢慢闪过奇怪的漩涡，忽然转身一把抓起卫生纸盒上预先搓好的纸剑，迅捷无伦地往自己脖子戳了下去。走廊另一端的病房里，老朱靠在病床上，正笑呵呵地和女儿说话，忽然神色大变地转身，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果刀，直接插向了自己的喉咙。朱萌萌哪里反应得过来，半秒之内刀尖已经到了咽喉，一只纤手突兀地从虚空伸了出来，握住他的手腕，继而现出了邱无忌的整个身形。他隐身在此，刚刚观察了几分钟而已。老朱惊魂未定地丢了刀子：不是我自己，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朱萌萌人都傻了，求求，这怎么回事？蔡志坚也匆匆从卫生间里跑了过来，急促问：怎么了？怎么了？身后传来笑声：老蔡，你的无声哑剧挺好看的，怎么不多演一回？蔡志坚豁然停步，神色铁青地看向身后，身后虚影浮动，慢慢变成了完整的人形。楚哥，跟老妈学的隐身，没用来偷窥谁洗澡，却用来跟踪一个男人上厕所。楚哥都还没来得及叫一声晦气，就看见了精彩绝伦的演出，值回了票价。他手上一抛一抛地玩着手机，笑道：我拍了老蔡如厕大片，萌萌姐想不想看看？话音未落，手上就有了不听使唤的感觉。蔡志坚已经恶狠狠地扑了过来，试图抢手机。啪的一声，邱无忌不知何时闪身到他面前，一巴掌抽得他跟陀螺一样在原地旋转。楚哥笑道：想在我女朋友面前打我，想多了。蔡志坚踉跄2步，微微喘息着，倒是恢复了淡定。他看了看目瞪口呆的老朱父女俩，又看看楚哥，慢慢问：你怎么开始怀疑我的？按理我的能力不可能被你发现。楚哥沉默片刻，神色古怪地道：如果说是出于写手的脑补能力，你信吗？别的可能是分析推断，但用关联线操纵对方，这真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的纯脑补，而且脑补错了。蔡志坚并不是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别人，而是让别人做出和自己一样的动作。楚哥其实还觉得挺尴尬的，觉得秋秋在笑自己，便补了一句：怀疑你有问题是我脑补，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是你的话，出事就必然在老朱住院期间。蔡志坚冷冷道：为什么？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老朱精神受伤在先，很容易误导警察和医生，这是精神出了问题导致的。如果老朱没伤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出事的话，警察会死命查身边人，林武阳让人说真话的能力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指不定就要露马脚。蔡志坚嘲讽的笑笑：他的伤也不是几天就好，你难道天天蹲在我旁边跟着我上厕所？这件事由我们和杜连峰参与，可能让警察认为这里有异能的影响，而不是精神问题。你需要有另一个背锅者。杜连峰那伙人7点多的飞机，趁这个时间栽给杜连峰他们杀了人之后上飞机跑路，是最好的误导方向。过了这机会，可没现在这么好的背锅人了。蔡志坚沉默片刻：厉害，我只是下意识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没想到在有心人眼里简直等于约定了时间。朱萌萌不可置信地看着蔡志坚，双手紧紧捏着床沿，人都在发抖。蔡志坚长长叹了口气：楚哥，何必呢？我对你可不差吧？你也说了，我简直无事献殷勤，你我明明可以合作得很好，你真的不想版权改编？想，做梦都想。楚哥慢慢道：但我更想心安理得，
哪怕这辈子都无法改变。蔡志坚冷冷道：“你这么聪明的人，居然有如此愚蠢的坚持，心安理得。”呵呵，蔡志坚。朱萌萌忽然暴怒地跳了起来，打断了他的发言：“我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要这么做，就为了那矿？只要好好过日子，那矿本来就是你的，现在要卖了不是吗？你之前就……”蔡志坚淡淡打断：“我和你结婚了，他明明没有男丁，还是没让我负责。我那时候就知道，只要他还活着，那就是他的。等要变成我的，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朱萌萌不可置信地道：“所以你就没心思和我过日子了，开始到处玩？其实我倒不是很爱玩。”蔡志坚道：“我玩，反而是为了打消他的戒心，让他觉得我对你们家的东西没兴趣。他也知道，连影视公司都是他帮我起的家，为什么选择影视公司？花花世界嘛，他这是考验，但这个考验很有趣。我也不知道他想看见的是我玩还是不玩。”朱萌萌看了看父亲，一直感觉跟个傀儡一样被人玩过来玩过去的老朱，此时安静地靠在床头，眼神有点深邃。“我是考验你，但作为萌萌的父亲，我当然希望看见的是不玩。很遗憾，你暗的心里想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居然以为玩才能打消我的戒心。说实话，我到现在才知道，你居然还能这么想的。哈，我对自己女婿就算再不喜欢，又能有个屁的戒心？”他摇着头，颇为喟叹。人和人的思维差距，真是比人和狗的思维差距还大。蔡志坚无动于衷，没有区别，反正不管怎么做，你也不会把矿交给我。老朱问道：“是因为那矿的灵气，还是因为产业价值？”“都有。”蔡志坚淡淡道：“我也是个异能者，我也想得到更多的灵气，可像你坐拥宝地，居然没有好好探查，就当个紫砂矿在挖，还做胡子卖人，简直搞笑。搞笑的是你。”老朱慢慢道：“那矿根本没有所谓的灵气源头，灵气已经正在渐渐消散，没几年就没有了。”蔡志坚脸色终于变了，他站在这里扯这么久，倒也不是为了闲聊，而是在尽力控制身边每一个人的关联线，争取跑路的机会。到了这个时候，他忽然往外一冲，整个屋子里连带老朱父女和堵在门口的保镖们全部顺着他跑路的方向栽倒过去，如同割倒一片麦穗。蔡志坚就趁机挤了出去，夺路而逃。然而楚歌、邱无忌两个人岿然不动，冷冷地看着他跑路的样子。忽然一个闪身，楚歌已经拦在楼道上。蔡志坚一咬牙，一按楼道旁的窗台，就要直接往外翻，却忽然奇怪地踉跄了一下，整个人砰地贴在窗台上，巨大的惯性让他上身俯冲出去，差点没直接冲出窗子。这怎么回事啊？蔡志坚骇然回望，却见朱萌萌发疯一样跳了起来，手脚在所有人面前胡乱挥舞，边哭边骂：“让你扯别人的线，让你扯别人的线，全砍断！砍了你的线！”呜，就像拔河一样，拉着别人的时候，忽然线断了，那作用力当然会让他往前栽了。别人连看都看不见这些线，想作用也作用不了。然而他自己的妻子看得见，不但看得见，还切得断。楚歌心里忽然泛起一个念头，这俩凑在一起，其实是天然犯冲的吧？一个空线，一个断线。正这么想着，忽然觉得有点怪怪的。他发现自己好像不认识蔡志坚了，这人特么谁啊？我为什么要堵他？乃至于蔡志坚的身形居然都开始有点模糊的错觉。楚歌心中咯噔一跳，还没等想出个原因，那边邱无忌已经飞速制止了朱萌萌：“萌萌，别砍了，你会砍死他的。”朱萌萌气喘吁吁的哭：“我砍几条线怎么砍死他了？真砍死他才好呢。”邱无忌有些惊艳的看着朱萌萌的手，低声道：“你再砍下去，他在这世上的所有关联被切断，那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真实死亡，但可能会导致社会性死亡，所有熟人都忘了他，记忆里没有了这个人的存在。”朱萌萌连哭都忘了，有些傻愣愣的看着自己的手。如果往更玄的方向说，萌萌，你这是断因果。邱无忌心中居然有些悸动感，喃喃说着：“这是仙神之能。”朱萌萌嘴唇蠕动了两下，喃喃道：“还是算了。”楚歌拿起了手机：“武阳，热心市民报警。”林武阳：“草你妹的，老子好不容易放个假。”楚歌回味着这对夫妻的木偶戏和断因果，颇有些喟叹：“别放了，这事儿绝对让你不虚此行。”蔡志坚很快就被赶来的警察揪走了。楚歌正在把自己拍的厕所牵绳自 x.avi 发送给林武阳，有了这东西，足够把蔡志坚定死了。谋杀未遂，不知道几年。林武阳看得很有些惊悚，这种能力，他要是真属于那种杀人为乐的，真不知道多少人要死得莫名其妙，根本破不了案。楚歌也觉得，除非有朱萌萌类似的能力，起码看得出那条线，才有破案的可能。他能脑补，也是因为朱萌萌说了有限，否则就算让自己爹妈那些 S 以上的来，能力不合拍，也是肯定看不出问题在哪的。蔡志坚还只是一个小例子，其他还有更多古里古怪的呢。楚歌觉得自己如果要杀人，弄到书中世界去让小火苗烧死，别人也没法查的，或者直接关死在里面就完事了，别人还以为自己穿越了，是个主角待遇了呢。那林武阳叹气着点了支烟。医院禁止吸烟，旁边的小护士怒目圆瞪。林武阳悻悻地收了烟，请戴好口罩。林武阳戴上口罩，继续叹气：“难啊。”楚歌看着觉得林武阳猛起来了，笑道：“现在不叹气提拔的事了，
过去都过去了，还能咋地？还想纠结多久啊？林武阳笑笑，上司也要政绩，还是得靠着我们这帮人，只要别脑满肠肥给我使绊子，那就还是我说了算。和真正提拔总是不一样的吧？嗨，你少接我2句会死。林武阳斜睨着他，你呢？我听说你们也是有提拔的吗？长约、大神约、白金约，你现在就是个普通小破约吧？楚哥脸色僵了一僵，写书人的事能叫提拔吗？我手写我心，那些太俗。呸！林武阳懒得和他扯淡，都是世俗人，谁不知道谁啊？他眼睛偷偷看了看病房里正在和小警察做笔录的朱萌萌，压低声音道：按你说的，这美女的能力才恐怖，真正能杀人于无形的是她才对。我现在有点纠结，不知道是不是该上报危险人物，让上面派专人盯一下。楚哥也压低声音，这个能卖点面子不？就当我帮你们盯了，人家刚刚老公杀老爹，惨得要死，还防贼一样防人家，怎么想怎么别扭。喂，你有女朋友的，可别想一些不应该的事啊。没那回事，你就不觉得难受？林武阳沉默片刻，还是叹了口气。老实说，我们的同情心早消磨完了，太多恶人装一副惹人同情的样子，最后，算了，我也觉得他挺可怜的。你担保的话多留意就是了，可别到时候被坑了来找我哭。知道。警察收队回去了，楚哥进了病房，朱萌萌靠在邱无忌身上，两眼还有些无神。今天对他的打击属实有点大，好不容易想和老公好好过日子，还期盼着2个胖娃娃，没几分钟天崩地陷，变成了这副模样。惯常没心没肺笑嘻嘻的样子都不见了，整个人仿佛失了魂。楚哥想起刚刚被举报时的张其仁，刚刚提拔被挤的林武阳，那一刻他们都是这样的枯槁。只不知道以后朱萌萌会是像张其仁一样黑化呢，还是像林武阳一样踏过去。秋，朱萌萌低声说着，你说我是不是自作自受？邱无忌了一声，关你什么事的？我这人贪新鲜，爱玩，喜欢帅哥，又没长性。朱萌萌苦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选他结婚，可能那时候他甜言蜜语说得好，也可能我那时候看他特别帅气萌了心，要说我多喜欢他，那也没的，所以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真心，换来的也自然是假意。邱无忌摇了摇头，他从一开始接近你就未必怀有什么好心思，最多说你的性格被人利用了，而不是你造成的。其实遇上他这样的人，你越是真心，反而受伤更重。他不会因为你多好就换了性子的。朱萌萌苦笑，所以反而因为我没心没肺的受伤倒没那么重。邱无忌道，至少你现在没要死要活的，还行。你怎么忽然显得很见惯沧桑了呀？秋，你以前问我一大堆那么小白的问题。邱无忌挠头，不知道怎么说，他还真是见惯了别人的感情，好的坏的，美满的悲伤的，各怀鬼胎的，宫斗连环的，太多了，但偏偏轮到自己的时候就跟个菜鸟似的，10000年都白活了。他倒是觉得朱萌萌这样的走出来会比较快，只要让他再遇上一个顺眼的帅哥，那新生活也就来了，别是楚哥就可以了。秋，我好像真的没多少伤心，也就是愤怒，非常非常生气。朱萌萌软软的靠在他怀里，低声道，现在我觉得的是累，非常累，不知道怎么了。你刚才极度愤怒的情况下透支了能力，断因果是那么容易的吗？没反噬的你自己玩玩就不错了。邱无忌叹了口气，我看现在要住院的不是你爸爸，是你。朱萌萌，他神志一阵昏沉，慢慢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昏睡。邱无忌伸手点在他的眉心，安抚了他几近枯竭的魂海，把他放在陪护床上，转头问边上的保镖，这个住院要怎么办手续的？去帮你们小姐办一下吧，估计光是昏睡就得5-7天的。老朱一直靠在病床上默默看着他们对话，直到此刻才叹了口气，谢谢。楚哥道，不客气，对了，我也不和你客气了哈，我有事要你帮忙。一直仙风道骨的楚哥忽然甩出这么一句，老朱倒被弄得哭笑不得。你说不管多难，我豁出命去也帮你办妥了。想哪去了，哪有那么严重的事？楚哥笑道，我是刚刚才听蔡志坚说，他影视公司都是你帮忙起家的。对。老朱闻弦歌之雅意，所以是要我帮你搞版权的事儿。有难度吗？毕竟你们不是真的搞影视的，我们是不搞，但门路有的是。老朱笑道，早年那些影视爱拉矿老板投资，那时候吧，他们心里觉得我们粗俗，只是看上我们的钱，捏着鼻子找我们，后来找的少了，其实现在他们还挺怀念我们的。楚哥怔了怔，啊？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互联网企业，一会流量，一会数据，一会营销，一会市场的，整得比他们还内行，内容创作被干涉成一团屁。不像我们，知道自己不懂，尊重文化人，不会随随便便指手画脚的，最多要个女演员。楚哥，噗，其实你们这个吧，不太好卖，有几个因素影响的。老朱居然很懂，一个是前几年的 IP 热，什么破烂都几百万上千万的往外卖，自从 IP 热退潮了，资本手里积压的网文版权都快喂老鼠了，现在自然冷淡了很多，再好的都要多考量了。楚哥 另一个呢，是你们那个公司比较强，交道不好打。算了，这个就不跟你说了，怕你被和谐。老朱一挥手，气势雄浑，不管怎么说，这行业我认识不少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要是给你弄个小作坊，都算我老朱丢人。搞得那么有气势的样子，饭都没请人吃一口，
回家还要打车。牛肉面店里，楚哥愤愤地吐槽。安顿完朱萌萌住院，两口子回家已经8点多了，两人饥肠辘辘的就在门口吃面。楚哥觉得自从挨上这些事儿，好端端在家里吃秋秋做饭的好日子都被折腾没了，吃外卖和牛肉面的次数呈几何式增长，嘴巴里的牛肉都没味道了。这次的事情也确实连锁的多了点，一环一环的，到了现在，整个长假都过完了，才算尘埃落定。虽然留了个杜连峰那个啥集团的尾巴没收，反正忠义暂时单过去了，自己两人也是葫芦娃出场，没那么直接的因果，就当告一段落了吧。一切尘埃落定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心里压着的事儿散尽了，就能好好过日子了。不过大家也笑不出来，看别人产业争夺，女婿杀丈人，夫妻反目，总是感觉心情有点压抑。本该万载浮沉，看尽人世的邱无忌，显得比楚哥还善感，一餐饭都没说什么话，吃完默默回家，就站在窗边望月。月仍圆，楚哥看着那姿态，就想起了书中的邱无忌，一样的一世而独立。怎么了？他从后面拥着他，低声问：你对这些事不该有多少感触才对啊？因为我正被你拥在怀中，却连一点抵触都没有，还挺高兴你第一时间来关心我。楚哥居然一时没听明白，这和他问的话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是个正在恋爱的女人。邱无忌看着月亮，自嘲一笑，不是那个心如止水的邱无忌了。楚哥竟被这话说得一时出神，有些吃了。已经为你坠入凡尘。楚哥，我之前有些话是安慰萌萌的，包括萌萌自己说的一些话，其实也不是真心，可能她醒来之后也会品出味儿。哪些？萌萌说她没多喜欢蔡之坚，我也说蔡之坚本身就不怀好意。邱无忌叹息道，但其实这是说不过去的。楚哥之前名侦探的灵光都消失了，还是摸不着邱无忌的思路。为什么说不过去？因为萌萌能看见爱情线，如果两人之间没有爱情，萌萌早就会知道，又怎么会考虑复合过日子呢？既然会考虑，说明萌萌知道他俩是有爱情线的，也可以说是这个爱情线勾起了萌萌对未来的期待。楚哥倒吸一口气，有道理啊，也许线有浓淡之分吧。邱无忌悠悠道，萌萌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和蔡之坚结婚，其实原因很简单啊，显然因为当初两人的爱情足够浓，老朱反对都没用啊。那时候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话本故事。楚哥点了点头，只是等闲变却故人心，慢慢的都淡了吧。所以你呢，楚哥？邱无忌低声道，现在情浓，何时而薄？嗨，中秋那天刚说过这个，这才几天又来了。邱无忌这才想起，好像前几天确实刚刚说过这话题，一时脸颊也有点微热，嫌我烦了是吧？楚哥哭笑不得的亲了亲他的脸颊，低声道，只能证明我家秋秋患得患失，我高兴都来不及。邱无忌放松了自己的力气，轻轻靠在他胸膛，我万年所见，人间白头偕老的眷侣还是很多的，但仙刀万载，长相厮守的一个都没见过。楚哥傻了一下，欲言又止。邱无忌道，你想说什么？这个没什么特别的缘故，属于设定因素。书中那些断情绝育，要把自己修成石头的流派，且不说他，即使是有情流派，也会因为漫长的岁月见过了太多东西，导致心如止水难起涟漪，比如你就属于此类。所以一般仙侣便是有情，也会因为修行越久，劲儿转薄，还是符合逻辑的。邱无忌身躯微微绷紧了点。楚哥忙道，你别急，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也会转薄。那是什么？你会改设定？不是，这设定压根就不用改，因为普世如此，恰恰是用来反衬主角团与众不同，能够永远厮守的珍贵。邱无忌，就像蔡之坚是用来反衬你的一样吗？所以设定上本来就有永远厮守的爱情，并且就是你自己。是我，但不是你，楚哥。为什么不是我？楚哥平静地道，那就是我的期待，我的理想，我想要的一切映射其中。有些东西做不到，那是因为力所不及，就像仗剑江湖，不是不想，是没这个环境和机会。一旦给了我，我就会抓住它，不会放弃。比如你。邱无忌偏过头看着他的眼睛。楚哥低声道，从这个角度上看，秋秋，这整本书就是我写给你的情书和誓言。他低头在邱无忌的额头轻轻一吻，柔声道，你为我坠凡尘，我为你登仙途，我会继续探索两个世界交汇，终将让你我永恒。邱无忌觉得自己心又开始扑通扑通，身躯又开始不听使唤，他的甜言蜜语如同魔咒，能把人的灵魂射得晕晕乎乎。他总觉得，如果楚哥要趁着这种时候登山攀峰之类的，自己压根就拒绝不了。但此时此刻的楚哥什么都没做，目光清澈而温柔。邱无忌偏头看着，心便慢慢归于安宁。他是楚哥，永远不会是蔡之坚。你总是说好听的。邱无忌轻轻挣开他的拥抱，一个旋身离开窗边，背着手一摇三晃的走了。今晚月虽圆，捣药的兔子没了，可别做梦，因为月宫的仙子已经到了你身边。邱无忌回了房，刚才的月宫仙子模样就消失了，扑通一下跳到了床上，抱着大熊打了个滚，然后伸手抓过两只小猪抱枕，又把两只小猪嘴对嘴抱在了一起，放在枕头上，趴在大熊身上，笑嘻嘻的看。一只楚哥，一只秋秋，秋秋还趴在楚哥身上，小脚丫一晃一晃。那边楚哥目送他回房，站在那边傻乐了一阵子，又跑去洗了个澡，神清气爽的回房码字存稿。苦逼的码字人，
有女朋友在身边都没时间多聊一聊。可怜之前说要存稿准备过冬呢，结果现在又是日光，晚上存稿是给明天早上的。真羡慕某些游手好闲的大人。滴滴滴，私聊突然响了起来。楚哥心思从稿子上挪开看了一眼，居然是好久不见的张其仁，骚包头像闪啊闪。楚哥很是好奇，点开一看，仗势欺人。楚哥，你可以考虑开个微博了，注意什么事都不要发表意见，专门卖萌，发照片，发美食，偶尔发点书里的好句子就可以了。楚哥，仗势欺人？楚哥，怎么看不懂你在说啥？新式日语，仗势欺人？难道你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个网红了？完全不知道变现和利用流量？你是猪吗？他痛心疾首的又补了一句，别天天光顾着泡妞，活得跟个原始人一样，多开眼看看世界行不？最起码你看看你的书评区啊。楚哥纳闷的打开 IP 书评区看了一眼，人直接傻在那里。楚大好帅好帅，坚持写下去啊，打赏了，么么哒，星号3。秋秋太漂亮了，我不管是不是书里的秋秋，打赏的这没错吧？这对 CP 磕死我了，呜呜。作者有没有微博啊？不会就这么一个团建地点吧？好像有个同事操哥满了，呜呜，我要草他。楚哥就给你们了，秋秋我的秋秋。楚哥，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啊？初秋之恋不是早就过去了吗？这都多久了，连 TM 中秋都结束了，怎么犯病的反而越演越烈了呢？楚哥打开畅销榜看了一眼，惊奇的发现之前的那波小出圈过去这么久了，居然还在畅销前10，不对，今天是第8，不但没下滑，反而还涨起来了，虽然涨幅很小。打开群聊一看，群里正好在刷图，图片里的人物很眼熟，就是中秋那天楚哥邱无忌一身古装的样子，摄像角度特别的仙，还 P 了云雾效果，看样子就像是一对古代璧人从仙山之中走出来一样。两人仗剑携手，缓步而行，眉梢眼角都是柔情，看着真的很好磕。影视截图也不过如此，还比很多演员都好看，尤其是女主角，简直找不出更好看的女演员了，真正的冠盖天下。楚哥，忘了还有这码事，所以这就是又来一波团建的原因。话说现在的人都是这么无聊的吗？我们长得好看不好看， CP 甜不甜，到底关你们啥事啊？群友正在说，我很认真的考虑过，楚大完全可以出道了，好像已经是网红了。真的，楚大或者秋秋去开个微博，我估计活粉1、2天内就能涨几万。这玩意和书这里不是一个日活等级，连这里都一群沙雕来团建，去微博可想而知。呜，我的楚楚，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楚哥，太特没有道理了。又有人道，不是，你们不觉得这对书没太大意义吗？那些小姑娘来搞笑的，又没看书，这书就不是他们喜欢的类型，难道你们要楚大转战微博当大 V 啊？那地方不好混的，好歹有点转化率吧，再低也有点，而且应该渠道也有点。话说这种人气好像对改编很有意义，指不定就有什么公司看上了呢。有点道理啊。楚哥摸着下巴，他也觉得有点道理，起码这会儿老朱去找人的话，就不是厚着脸皮推销看一眼嘛，这书不错的，而是理直气壮推荐 IP 了，面子都不一样。他带着一肚子怪怪的心情问张其仁，你现在应该是超级忙人，而且做的是高大上的，怎么还有闲工夫关注这个？都 TM 说几次我是你读者好不好？虽然没空追更，反正只要有时间就会攒一波章节看的，今天正好看到这情况，觉得很有意思。楚哥，这种出圈人气是多少作者求都求不来的，虽然你这有点意外，哈哈，不是靠书是靠脸，笑死我了。楚哥也是哭笑不得，都不知道该叉腰还是该抚额。对一个作者来说，好事是好事，但还真不算多好的感受。话说回来，你以前真的没有现在帅，现在的精气神，张其仁也有点不知道怎么表达，半晌才道，有没有看过那种表情包，一只很雄壮的狗和一只咸鱼狗，以前你就是后者，现在是前者。你的比喻就这，比例已经退化成这样了。楚哥痛心疾首，霓虹的老师们太炸人了是吧？张其仁发了一张流泪的表情，是吗？可能再也写不了书了。楚哥手指悬浮在键盘上，顿了半晌，才慢慢输入。你现在是创业的老总了，也没必要想这个，以后写东西有女秘书了，不用自己费神了。这个啊，张其仁发了一张滑稽脸，以后你来给我做秘书怎样？我就觉得你写得好。楚哥，滚！说好了一起扑街，你却悄悄成了神。我是个屁神，今天还被人笑话普通小破约呢。哈哈，张其仁根本不在意这个，转而道，说真的，楚哥，南疆只是一隅，视野太小了，有空还是得多出来走走，会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感觉张其仁在那边好像开始崛起了，这语气岂止南疆只是一隅，网文同样也只是一隅啊，他的眼界早就已经不在这了。楚哥叹了口气，知道了，这 TM 不是在存稿吗？没存稿怎么出去走吗？呜！邱无忌也在此时跑了过来，楚哥，楚哥转头啊，书评区好多奇怪的人。楚哥失笑，所以女助理有活干了呀？删帖吗？邱无忌奇道，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啊，不用删帖的吧？不是，我开个微博，以后你帮忙打理。这个怎么打理的？邱无忌没玩过，很费神的吗？不需要费什么心，时不时发自拍，喂喂狗粮。哦对了，发点你做饭的美食上去，差不多就行了。楚哥道，
我不搞就是因为这些事一点都不适合我搞啊，我一年到头照片都懒得拍一张的，倒是你可以试着玩玩，说不定还适合呢。邱无忌想了想，就像萌萌的朋友圈一样。对对对，其实一样的，就当是晒给朋友看，你面对的朋友更多罢了。楚哥笑道，以前你想发朋友圈也没意思，没人啊，现在好了。邱无忌倒是有了点兴致，忽然感觉一瞬间变得朋友好多哎，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看别人吃什么，看别人怎么甜蜜的呢？这些人好奇怪啊。楚哥，你又要得罪人了，秋秋。他想起张其人的提醒，忙补了一句，千万不要对任何事发表意见，特别你这样的，不知道哪句话就得罪人了。邱无忌，你觉得本座像个傻子吗？像。邱无忌愤愤然瞪着他，寻思是不是太久没揍他了，已经飘成这样了。楚哥看他气鼓鼓的腮帮子就好玩，又嘟嘟戳了2下。还有啊，发自己的就行了，千万别逛其他人的。为什么？要是我家秋秋都开始喊郭南，我怕我活不下去。什么乱七八糟的？邱无忌拍开他戳呀戳的臭手，打开手机下载了 app， 问道，用什么 ID？ 楚哥，毕竟算是作家名义的微博吧。楚哥想了想，忽然失笑，虽然我觉得有很大概率会变成美食自拍博主。邱无忌才不管那么多呢，注册了楚哥 ID， 一本正经的在上面写作家简介，笑眯眯地道，你真让我负责这个账号啊？那些小姑娘扑上来说楚大我爱你的，你真没兴趣自己聊聊？送命题。楚哥感受着他目光里不善的杀机，迅速挺胸道，所以号都给你管了，足以证明我新光风霁月。是啊，光风霁月都光到开始捣药了，光风霁月倒10下。邱无忌低头编辑着资料，脸上就不自觉的有些红，总觉得以前梗着脖子说的那些话，如今回忆起来句句都在笑话自己。楚哥忽然道，其实秋秋，可能有人磕我们的颜吧，但总体而言，大家喜欢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我们2个人的 CP。 这个账号代表的不是楚哥，是初秋之恋，所有关注他的人都会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邱无忌怔了怔，抬头看着他的笑容。所以你我在一起已经不仅仅是你我的心愿，而是全世界共同的心愿，天下9州为你我祝愿，是这样吗？他忽然觉得这感觉好美，手上的账号都变得意义非凡起来。楚哥捧着他的脸揉了揉，去研究微博吧，我继续码字加练功，今后很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的小日子。小日子果然迅速恢复了规律。楚哥就是日常码字加修行，偶尔去黑屋那边锻炼一下器械，简单规律且枯燥。邱无忌做的花活就多了，买菜做饭、看书刷剧、管书评管群聊，偶尔写点正文，现在多了个管微博账号。最浪费时间的炼丹不用管，丹药吃完了就可以看见一只气鼓鼓的小火苗被拎出来，受气包一样在炼丹。小火苗的伤势复苏进程现在在天道的略微偏心之下比预计的快，但楚歌邱无忌的实力增长却更快，有了丹药辅助，避开了此时灵气稀薄的问题困扰。楚歌邱无忌2大 bug 及人物修行简直是蹭的涨。小火苗次出来时，目露凶光，自以为这次恢复的差不多可以造反了，结果看了2人一眼，凶光就飞快变成了老实炼丹的温柔火光，连邱无忌的分身都打不过了，甚至都看不出邱无忌这个分身到底属于什么水准，太莫测了。邱无忌对自己的判断也正确，当初就说现在能停留很久，果然这次出来都忘了过去多久了，还是一点都没有撑不住要回去的迹象，每天安安乐乐过日子，就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楚哥在张默和舒平置顶说了下微博已开，很快专门来舒平团建的初秋 CP 党就转战了微博，同时自发传播了一圈，几天之内微博关注就怒破10万大关，还都是活的，目测后续还会有。楚哥总感觉自己辛辛苦苦写了几年书，看书的人都没这么多，所以这年头人们总是想走捷径，踏实做事的心理不平衡啊。瞧这微博里都些什么内容。邱无忌中午炖了萝卜排骨汤，煎了条鱼，炒了点青菜，这就是小2口自己吃饭需要的吗？结果咔嚓的拍上去挂着，一点实质内容都没有，评论区里却开心的要命，看着好好吃啊。楚大真幸福，我也要一个秋秋。秋秋这鱼是黄瓜鱼吗？看着有点像。看饿了，楚哥觉得他们哪里是分明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正这么想着，就看见邱无忌拿着手机扑通跑了进来。别动，就那个准备敲键盘的姿势，对，咔嚓。邱无忌摁了快门，又乐滋滋跑出去了。过了片刻，微博里多了一条，楚大辛苦创作中，配图就是刚刚拍的楚哥敲键盘。楚大侧脸也帅啊，认真工作的男人都帅啊，一个辛苦创作，一个贤惠做饭，磕死我了。认真你妹呢，刚才我明明在看微博 PC 端，还在腹诽你们吃撑了呢。楚哥实在哭笑不得，感觉邱无忌玩这个还玩得挺上瘾的，现在居然还会找素材摆拍了，这才玩了没几天呢，变坏就是这么快。倒是之前让他学的游戏还是一点兴趣都没有。问他原因，答曰太假了，哪有砍小兵最后一刀就给钱的，之前砍还不算，就因为这，那只不过是游戏，你就当那是砍了会长刀法经验就得了。还是太假，那人在那里转，想停还不能停，非得转够了时间为止，放个大招居然不能控制砍谁，跟个脱缰的菜鸟一样，这还叫剑圣呢？我们派低级学徒都没这么弱的掌控力。还有剑圣所学就那么2-3招，就这
还有啊，那塔砸人为什么不能躲呀？堂堂剑圣，这合理吗？追杀个人还自己死了，他们还说我送，他们为什么不追啊？不就一个破塔，这太合理了。乔丘无忌呱啦呱啦这一大堆，大有从剑圣喷到防御塔机制，再把队友拉出来喷一顿的架势。楚哥觉得这其实已经是个合格的游戏玩家了，能喷啊，而且理直气壮的喷。乔治加特林一样的喷子，在泉水挂机一喷9，估计问题也不太大。文能挂机喷队友，武能越塔送人头，水随天去丘无忌，游戏就是这么牛。算了，楚哥彻底放弃了治疗，秋秋这完全就不是玩游戏的心态，魔幻武力背景嘛，太带入他自己的能力了，处处不对位。说来还是 更适合他一点，技能多，搭配足，自由度高。倒也没必要考虑这个，建议他玩游戏只不过是便于融入现在的网络，不喜欢游戏就不喜欢游戏呗，多的是女孩子不玩游戏，也不见得就不是现代人了。真说融入网络，现在玩起微博的丘无忌才更像一个普通女孩子。比如现在他屋里的零食比谁都多，其中一大堆楚哥连见都没见过，各种网红食品都是微博小伙伴们推荐的，再也不需要楚哥给他推荐东西吃了。还好秋秋吃不胖，能量都转化成修行了。楚哥，他们推荐了我好几个汉服照片，那些衣服好好看啊，我们改天也买一些。买！不对，不用买。为什么？楚哥随手一翻，手上就多了套衣服。那世界的法衣不太好拿出来，普通衣服有的是啊。丘无忌凑过来看，这是我宗门低级弟子的制服，是素了点，没长老执事们那么花哨好看，宗主大人看不上。我喜欢，这我家出品的，比他们推荐的好看的多了。丘无忌高兴地抱着衣服，又打量楚哥，你也要穿？楚哥又摸出了一套男装，这才叫 CP 对不对？丘无忌很高兴地比着衣服，感觉像是和楚哥一起入门学艺的师兄妹似的 ，buff 又叠起来了。还是自家云际宗的，开心！我要传你云际宗基本心法，加上你的身法，到时候你还可以装成是我宗弟子。楚哥捏了捏他的鼻子，我本来就是云际宗弟子，宗主大人亲授的，辈分高招啊！丘无忌拍开他的手，还有他们推荐了几个日常菜色，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晚上做给你吃啊！好啊！他们说南疆有什么网红店、打卡店，我们都没去过，要不要去看看？那个还真没啥必要的，都是一般东西，吹起来的，流量吗？倒是那些老店，以前和你说过的钻巷子吃鱼丸，可以去试试。其实有部分网红店也是这类。丘无忌颇感兴趣，又有些懒，但在市区里面啊，有点远懒得去。楚哥便想起了买车的事，要不我们去看看车？不要了。丘无忌微微一笑，其实我们哪用得上车呀，就连小电驴都骑得很少的。我也知道你自己并不是很想买车，纯粹为了我能体验各种东西，但真的没必要，买了吃灰，太浪费了。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不急于一时。真持家。楚哥又揉揉他的脸蛋，笑道，说起来想体验这些还有个先行版的啊。楚哥笑道，你可以先去考驾照啊。丘无忌咦了一声，很感兴趣。你有身份证，是个现代人了，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了，再也不是当初想体验什么都需要我带着的时候了。楚哥道，之前让你玩游戏，其中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社交属性，你在这个世界所欠缺的各种各样的存在之线。然而游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去参与学习显然是更典型的一环，学驾照也属于学习之一。丘无忌眼眸闪闪发光，那我去学。萌萌明天出院了，我让他介绍我熟悉的驾校。楚哥有些喟叹地看着窗外夕阳，不认得交通标志拦不到车的丘宗主，一去不复返喽。楚哥曾经说过，丘无忌目前和正常现代人在大部分时候都已经很接近了，日常对话形式基本看不出来差异，因为他学东西太快了，比普通古人穿越过来更快，毕竟仙家神识和记忆力不一样，他还能回书中世界偷时间。其实确定关系也是个重要的变化节点，从此丘无忌有了小女生的娇憨和依恋，那种宗主面子的高冷变得很少，并且懂感情了，这很重要。以前那是朱萌萌没心没肺，换了个精细人，光是丘无忌问的那些感情小白问题都足够让人怀疑这人是不是不对劲了。一个号称25岁的女人问一些连15岁小女生都不会问的东西，可现在丘无忌都已经可以反过来教朱萌萌了。但还有几个主要区别，不是这几个月学一学就能完全抹平的。一个是从小到大的存在感，社会属性织成的网，另一个是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其形成是一个经年累月潜移默化的过程，基于很多历史影响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形成，这与一个修仙者的思想区别太大了。就比如丘无忌根本无法理解躺平思潮和懒之间有什么区别，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会爱看别人做饭秀恩爱。这些天丘无忌已经开始看马哲了，还挺难懂的。这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问题，而是围绕着社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认知而来，想要深入了解下去，涉及的学科还挺多的。所以说要学习能把这两个问题一起解决。但丘无忌多半不会去报考什么成人学校，慢慢来吧，大家有很多时间。如今打算学开车考驾照就挺好的。朱萌萌的住院不是什么大问题，纯粹是精神透支的疗养。老朱已经提前2天出院了，朱萌萌也在今天出院，丘无忌约好了来接她。到了医院，朱萌萌的气色白里透红的，这几天睡的她不但没消瘦，反而养胖了，神采间也没有了之前恹恹的颓败，重新变得笑眯眯。秋秋想你了。
万恶的资本家！邱无忌嫌弃，一般人病了这几天，命都能送掉半条。你倒好，独立病房，养得白白胖胖。哟，朱萌萌很是吃惊，连你都会骂资本家了？怎么了？邱无忌挺凶，我长在红旗下，骂资本家不是分内事。朱萌萌目瞪口呆的伸手去摸邱无忌的额头，没发烧吧？我算个屁的资本家啊！好歹我没让我店里的泡茶小妹996啊！邱无忌拦住他的手，上下看了他一阵子，问道：心情还可以？是啊，事情都过去了还能怎样？要向前看啊，日子总是要过的。朱萌萌伸了个懒腰，长叹了一口气，真像一场大梦一样。邱无忌问：以后什么打算？你问男人？是啊。朱萌萌笑笑，这次是真收心了，不找了，以后随缘吧，真遇上对眼的再说，遇不上就自己过。邱无忌听得出这话很真心，至少在这一刻很真心。他心中有些叹息。朱萌萌看似没什么变化，还是嘻嘻哈哈，没有阴沉个脸，但终于也不是原先那个人了。秋秋，我要锻炼异能，有什么好主意吗？朱萌萌忽然问。邱无忌反问：想有自保之力，还是想怎么？自保之力吧。那天听你说的，好像我的能力挺牛的，我还总觉得自己是个娇弱无力的小公主。邱无忌实在忍不住吐槽：一个能断因果的大能，这种能力你用来抢男人，要不是因为你是我朋友，我都想打死你了，你还问我？朱萌萌弱弱道：其实以前我能切别人的爱情线，也是因为那线太淡了，稍微硬朗一点的都切不动的。刚才试了一下能不能切我和小护士之间的关联，发现也切不动。按理这种关联很弱的吧，过几天他都忘了我是谁了，这都切不动，这才比较正常啊，不然也太离谱了。那天应该是你的潜力全部激发的极限。邱无忌反倒吁了口气，这么看来，应该是你能认出哪种线才能切哪种，而且必须比较弱的线才行。而认不出来的线，即使再弱也不行。我猜得到那线指的就是他帮我治疗过的关联，也不行吗？等你自己看得出来，比如一眼认出爱情线这种的才行吧。说明你掌握了那条线的意思。邱无忌吐槽：你真了不起啊，萌萌，这么简单的线都认不出来，居然认得出爱情线。别骂了别骂了，朱萌萌道。所以我的锻炼方向就是争取能认出其他线，并且争取认出后能够切断更强的关联，应该很明确是这样的方向。邱无忌想了想，怎么锻炼异能我也不懂，不过黑屋有专门锻炼精神强度的器械，你可以跟你爸爸去混黑屋，那些人都还不错的。朱萌萌撇嘴道：我爸爸这么多年也没见锻炼出什么来，堂堂占卜异能，结果连女婿要杀他都不知道。那倒未必啊。邱无忌笑笑，他当着蔡志坚的面说把矿卖给国有，真没一点故意刺激的意思。我们捉蔡志坚的时候，你激动成啥样了？看他多淡定。咦？朱萌萌眼睛直了一下，好像人人都心中门清，就自己蠢萌的跟个二货一样。邱无忌忽然附耳问：我和楚哥的爱情线多粗？朱萌萌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半晌才道：虽然很想骗你一下，让你着急，看你可可爱爱的紧张样子，还是算了。那就说真话啊。真话就是你们的线乱七八糟的非常多，关联极为怪异，但代表着爱情的那一条却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粗的，比有些人那玩意都粗。邱无忌：哦，我说的是铁链。朱萌萌若无其事：别担心我会抢你老公，我觉得就算我用牙去咬都咬不断的。邱无忌心中高兴，脸上没好气地道：我要学开车。我刚才那种开车吗？网上混混就会了。邱无忌揪着他的衣领子：那玩意我跟楚哥学就够了，你这种水平太次。我现在说的是真车，你的青蛙车那种的。真要买车了？朱萌萌来了兴致：走走走，我帮你参谋。不买，推荐我一个驾校，先学学车。邱无忌犹豫道：我不想和一群男人挤在一起的那种，楚哥也不喜欢，所以不想自己去报驾校，就来问你了。这个简单啊，有个和我一起做瑜伽认识的朋友，就是驾校女教练，收的也基本是女学员，我当时就是找他的，就知道萌萌最有门路了。那是当然，混了这么多年，谁不认识几个人啊？你家楚哥天天窝在家里写书，都有警察同学呢，哪能像你跟山沟沟里突然蹦出来的一样？邱无忌听了毫无波动，若无其事地揽着他的胳膊：我不是也有你吗？这倒也是哦。朱萌萌高兴地抄着邱无忌的肩膀：小娘子，以后还是跟我混吧，小心我们出秋堂打你哦。不是秋秋堂吗？怎么又变成出秋堂了？我和楚哥的 CP 粉哦，很多的，10几万呢。咦，还有这事？要不要我来给你们做粉头啊？那是什么？我教你哦。叽叽喳喳的声音一路钻进了白色青蛙车里，青蛙车启动，嘟嘟嘟的一路远去。做一个有朋友有追求的现代女孩子，就是这么简单且快乐。